挂满红绸的树荫下，九黎，父皇答应给我们赐婚了，待本王战场归来，便十里红妆迎你进门。女子站在他对面，双瞳碱水，含羞带怯。王妃，王妃！洛九黎想醒来，可浑身上下传来凌迟般的剧痛，让他根本睁不开眼。突然，画面一闪，骑着高头大马、穿着银色铠甲的男人凯旋而归，可那男人的怀里却拥着一个陌生美艳的女子。红烛、喜字，两辆花轿一前一后抬进了昭王府。蓦地，画面变成了一处雕花窗棂前，一男人身上的衣衫敞开凌乱，背部布满抓痕。男人的身下，一女子薄纱3点，毫无遮拦。奸夫淫妇，我杀了你们！挺着孕肚的女人手握长剑，眼中泛着满满的恨，砍了过去。贱妇！画面一片血红，一个瘦小的6月大的男婴，血淋淋的，浑身青紫的躺在了铜盆之中，没有一丝呼吸。洛九黎，报仇！替我们报仇！空灵，悲切，怨恨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弱，直至消失不见。洛九黎猛地睁开眼，噗的一声，匕首扎进肩膀，一脚将那老妇踹翻在地，快速狠绝地遏制住了老妇人的喉咙，另一只手毫不犹豫地狠狠插进了她的双眼。王妃饶命啊！老奴也是被逼的，心怜侧妃。饶恕仇人是佛祖的事，而我更喜欢送仇人去西天。洛九黎根本没有听他的话，一把便扭断了他的脖子。他记得自己正在试戴好闺蜜小考古给他邮寄来的一枚古剑，然后好像就没了意识，接着就看到了梦中的那些场景。原主洛九黎年方17，长宁王朝一国公府嫡次女，7个月前嫁给了昭王萧朱墨。没想到就在大婚当天，萧朱墨竟然同时迎娶了太常寺少卿义女燕听莲。原主性子良善，又爱惨了萧朱墨，竟然屈辱点头同意了下来。自那之后，原主便成了弃妇，直到身怀有孕，被下了生草屋，和亲眼看到那2个人在自己面前苟合，双重打击下一尸两命。原本原主小产之后是陷入了昏迷，萧朱墨忌惮一国公府，不敢让消息散播出去，便着人把原主扔到了京郊废弃的别院里。没想到死渣男，背信弃义，宠妾灭妻，畜生到天理难容。然而很快，洛九黎便瞪大眼睛，他看到原主手指上竟带着与他之前一枚一模一样的古剑，真是见鬼了。手指上传来微微的灼热感，转瞬间手里就多了止血散、纱布、伊姆草颗粒和阿奇霉素。他愣了好一会儿，才赶紧吃药清理伤口。虽然心里好奇，但此时绝不是研究古戒的时候。为了防止别院外有人把守，清理完伤口后，洛九黎从后窗翻了出去，踏着月色一路狂奔进了树林。也不知走了多久，直到听到不远处传来轰轰隆隆的声响，他才惊喜地加快了步伐。只是刚钻出树林，洛九黎便被一庞然大物惊得心中一寒。那是一只全身雪白，有着尖利长喙和额上一簇艳红羽毛的鹰王，扫向了洛九黎。洛九黎都来不及咒骂，纵身一跃，滚落到一旁，脚尖重重踩着树干，跃到了那个鹰王的背上。而他刚刚站过的地方，已经被那尖利的爪子撕裂出了道道深坑。老天，这到底是什么地方？随着洛九黎的喊声，那鹰王拍打着巨翅，直接飞跃到了瀑布上空。他得赶紧想办法，要不然不被鹰王拍死，
也得被摔死。麻醉针，大剂量的麻醉针。骆九离死马当活马医，把骨戒摁在了渗出血的肩膀上，手心里便多了麻醉针。他心头一喜，把麻醉针狠狠地扎进了鹰王的身体里。随着鹰王速度的下降，骆九离把心一横，眼一闭，一跃跳进了瀑布深潭。这潭水有点软，骆九离倏地睁开眼睛，一片胸膛蓦然映入眼帘。他抬头看去，天，他看到了什么？是个男人，赤裸着上半身，还把他抱在怀里的男人。此时男人豁然睁开眼，一双幽深的瞳眸，长眉入鬓，削薄轻抿的玫瑰色唇瓣，面如玉雕般的轮廓，用绝色都不足以形容他的脱俗之貌。骆九离也算是见过世面的，毕竟21世纪的电影明星们哪一个不是帅到人神共愤？可眼前的男人不仅仅是帅，还有那周身气度透着浑然天成的尊贵霸气，让人不由自主地屏息臣服。只是这腰间蓦然收紧的手臂算怎么回事？就像是要把他紧紧地勒进身体里一样。帅哥，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的，我要回京，路过此地，没想到……他指着半空，想说差点被一只鹰王摔死，可是话还未说出口，只听不远处的瀑布下传来砰的一声巨响，那巨大的鹰王整个身体扎进了水中。骆九离咕咚咽了一下口水，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那鹰王不会是你养的宠物吧？你杀了雪山白鹰王。男人冰冷的声音让周遭的气温突然降低了好几度。哦，不，我没杀他，只是让他暂时没了意识，就像睡了一觉一样。你能不能先松开？男人闻言竟然试探性地动了一下。骆九离趁他不备，一个翻身呛了好几口水，可泡在水里的男人突然眉头紧皱，唇角溢出了一丝黑色血迹。男人惊骇，伸手想要把水里的女人重新抱回怀里，可此时水里哪里还有人？骆九离回到了岸边，再看看自己湿漉漉的衣服，还有岸边叠放整齐的黑色织金袍服，抱起袍服，半刻也不敢停留，飞快地消失在了树林里。他的身影刚刚消失，一黑一红两道身影就飞到了瀑布下。主子，两个人瞬间呆住，他们的主子此刻面色苍白，唇角溢出黑色血迹，双手正在水中搜寻着什么。而主子的灵宠雪山白鹰王竟然一动不动地浮尸在水里，给主子准备的干净袍服也不翼而飞了。有人闯阵，传信号，杀！不许伤他，他能解本王的咒术。男人睁开眼，二人顿时像被点了穴，机械地相互对视一眼。主子的咒术每月15都会发作，尤其是成年后，咒术发作之时，不但要承受身体里噬骨的疼痛，还会如同盲人一样处在黑暗之中。可是这么多年来，这咒术即便是大祭司都没有办法解开。怎么？二人还未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便听到男人清冷淡漠的声音再次传来：是个女子，京城人士，肩膀受伤，找到她。是。骆九离好不容易钻出了树林，原以为能在天明前赶回京城，可这具身体实在是太羸弱了，再加上小产后昏迷了近7日，醒来后肩膀又受了伤，刚刚又落了水，就是铁打的身子也熬不住。再三思考后，他找到了一处山洞，山洞不大，但足够容身。好在现在是盛夏，这要是冬天，估计他会被冻死在这山上。有了容身之所，他立刻除掉身上湿漉的衣服，换上那个男人的袍服，接着处理伤口，吃药，周围撒上硫磺，迷迷糊糊靠着石壁就睡了过去。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决定，刚好和找他的人错开了时间。这一夜，骆九离睡得并不安稳，梦中一会儿是他前世在孤儿院的景象，一会儿是原主抱着血淋淋的婴儿尸身，哀怨忧愤地看着他求他报仇，一会儿是那个男人幽深的瞳眸
质问他：“你杀了雪山白鹰王？”我没有杀他。洛九离猛地睁开了眼，山洞外此时已是阳光明媚，揉了揉发酸的眉角，等意识清醒后，才想到瀑布下的那个男人恐怕是在疗伤，自己这一折腾，也不知他怎么样了。不想了，反正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以后也没有见面的机会。洛九离站起身，大踏步下了山。这一走，他才知道萧朱墨为什么要把原主扔到别院去，距离京城真远啊！直到暮色四合，洛九离才擦着额角的汗迹，抬眼看到了近在咫尺的城门。昭王府后巷，洛九离故意抹了满脸的污痕。他回京后没有回异国公府，而是打听到原主的爹和大哥在距离京城百里路遥的溧阳练兵，这就意味着没有皇帝的旨意，他们无旨不能擅自离营。现在能帮助他的只有自己，何况那个孩子虽不是他的孩子，心里谈不上撕心裂肺，但到底是一条人命。这具身体孕育了6个月，他不能让孩子让原主白死。无论如何，他也要找到孩子的尸身，让孩子入土为安。可他也不会傻到大摇大摆地进入昭王府，那无异于羊入虎口。洛九离低头看着墙角处那个布满蜘蛛网的狗洞，嘴角抽搐了一下。而此同时，京郊城外的官道上，一辆无比奢华用名贵楠木所制的4驱马车缓缓向京城驶来。主子，莫寒来信。马车外，一身黑衣的侍卫手里拿着拇指大小的竹筒走了过来，一只手伸出车窗，黑衣侍卫忙双手将竹筒递上。片刻后，只听马车内传来冷峻漠然的声音：“进城。”是。马车平稳地跑了起来。昭王府内光影重重，府邸后院透着一股子凉气。洛九离的身形还算矫健，虽然没有内力，但隐在杂乱的树影之中，掩盖着自己的身体，竟也躲过了巡逻的府兵。只是让洛九离没有想到的是，竟然会在一处假山旁碰到夜里出来晃荡的孙嬷嬷。这个孙嬷嬷是昭王的乳母，对原主那是非打即骂，但对燕听莲却是俯首帖耳。要说她有多坏，比《还珠格格》里那个容嬷嬷有过之而无不及。燕听莲的走狗！洛九离眼眸中闪过一道冷光，沉稳狠厉，如同鬼影一般上前掐住他的咽喉，手里的手术刀抵在他的脖子上，把人拖拽进了假山里。孙嬷嬷吓着心惊胆战，想喊可喊不出来。想喊人？洛九离脸上露出一抹阴恻恻的笑容，挑着一抹漫不经心的味道，手里的手术刀毫不犹豫地在孙嬷嬷的脸上划开了一道口子，疼痛和恐惧顿时冲破了孙嬷嬷的天灵盖，也让她看清了眼前的人是谁。我问你答，敢多说一句，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孙嬷嬷哪里敢喊，疯狂地点头。我的那2个贴身婢女呢？原主的记忆很清晰，原主身边除了刺杀她的那个老妇人，还有2个贴身婢女，夏雪和秋夕。死了，被连侧妃扔进了湖里。孙嬷嬷疼得脸色煞白，她眯着眼盯着孙嬷嬷。我的孩子呢？一听到孩子这2个字，孙嬷嬷的眼球顿时露出了恐惧，刚想要张开的嘴再次缓缓闭上。不说。她丝毫不跟他废话，手术刀这次直接贴进了孙嬷嬷的眼皮，刺啦一声，血丝顺着眼皮滑落下来。孙嬷嬷吓死了，浑身哆哆嗦嗦。她从来不知道王妃竟然如此狠辣，她明明就是温顺任人宰割的羊羔啊！再不说，我就先挖出你的一只眼睛，挑断你的手筋，剥光你的衣服，让你死都死得没有脸面。不，我说。他都在昭王府熬了一辈子，眼看着就要享受荣华富贵了，这个时候他怎么能死？洛九离放松他的喉咙，手术刀贴着他的眼睛，目光冷漠凛厉，似乎要将他凌迟。连侧妃说，他在战场上救王爷的时候伤了根本，需要紫河车以及6月大婴儿的胎肉炼制成药，吃下后就能身怀有孕。
洛九离顿觉心尖上传来剧痛，他知道那不是他，那是原主撕心裂肺的灵魂。原主已经死了，但他还是知道孩子已经被他的仇人炼制成了药。人性的泯灭在此刻被逐渐放大。从21世纪而来的洛九离浑身不寒而栗，他不明白原主是一国公府的嫡次女，按理说地位不低，怎么会被如此虐待？萧朱墨色令智昏，宠妾灭妻，可怎么能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下此毒手？他想要问个明白，可那孙嬷嬷似乎看出他的失态，双手狠狠推开他，仰头就要喊。洛九离眉眼一片狠厉，压抑的眼底凝聚着狂风暴雨，泛着寒光的手术刀直接抹了孙嬷嬷的脖子。与此同时，城门外一辆无比奢华的4驱马车卷着风尘呼啸而来。城外何人？不知道城内已经宵禁了吗？任何人都不许进城。放肆！九王在此，赶快打开城门！九王的驾你也敢拦？城门大开，马车不做停留，直奔内城。刚一进内城，便见一身红衣的手下策马而来。主子，那女人进了昭王府。快看，那是什么？车辕上，一身黑衣的手下抬头看向不远处。红衣手下回头，倒吸了一口冷气。朱雀南街方向一座府邸，火光冲天。主子，是昭王府。走。马车里，男人的声音凛冽如寒冬，能让空气瞬间凝结。今晚的昭王府可真是绚烂至极，冲天的烟火照亮了京城的半边天空，府内哭喊嚎叫乱作一团。洛九离悄悄离开冷院，经过怡心院，绕过假山，找到后院的狗洞，回身看了眼身后远处的火光，他唇角挑起了一抹冷笑，眼底全是阴鸷的恨意。只是他好不容易钻出狗洞，还未喘口气，一双大手便直接把他拽了起来，扔进了黑暗处的马车里。洛九离后背冷汗直流，心里只道不会刚出了狼窝又进虎口吧。本还想凭借藏在衣袖里的手术刀去反击回去，没成想刀子瞬间被绞，自己浑身僵硬，应该是被点了穴道。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抓我？被扔进马车里的洛九离目光冷冽，豁然抬头。乖乖，怎么会是他？前晚瀑布深潭下的那个又美又冷的男人，那个被他打扰疗伤还扎晕了他的爱宠，顺便被他顺走了衣服的男人。你就是洛九离。洛九离眸色一正，心里已经盘算着这个男人的身份和目的，强压着稍微有些愧疚的心情说道：你已知我的身份，再问这句话不是多此一举吗？男人瞳眸微缩，似乎没想到还有人敢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看着他的眼神里透着深思。洛九离死死攥着手指，根本看不透这男人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他能够确定的是，这个男人对他没有恶意，没有恶意就足够了。只是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他怎么也会在京城里出现？昭王府的火是你点的？一听到昭王府3个字，洛九离冷哼了一声，一双星眸寒若冰霜。哼，漂亮吧？是不是比那凌空绽放的烟花还要漂亮耀眼？就用这一把火祭奠那死去的母子俩吧。既然不能给那孩子入土为安，就让这一把火带着那孩子的灵魂深入腾阁里。男人脸眸，眉目微深。就在这时，马车外传来凌乱的脚步声和毫不掩饰的咒骂声。找，无论生死，给本王把那个贱人找出来。本王要把他剥皮抽筋，鞭尸3日，像条烂狗一样悬挂于城门之上，方解本王心头之恨。王爷，那儿有一辆马车。拦下，把马车给本王掀了，本王倒是要看看
那个贱人是不是藏在马车里？马车里，骆九离听着那怒焰滔天、咒骂羞辱的声音，知道那是昭王萧朱墨，眸光越发阴冷。这么大的火，竟然没有烧死这个王八蛋。原主已死，没想到这个狼心狗肺、铁石心肠的渣男，竟然还想把他剥皮抽筋，鞭尸3日，悬挂于城门之上。杀人诛心也不过如此吧。看来我还要实施下一步计划喽。骆九离语气有些散漫，扭头看向一旁的男人，思绪从未如此冷静过。你能不能给我解开穴道？男人睥睨了他一眼，那双眼眸底下闪过了丝丝危险的气息，终究还是伸手一挥。骆九离顿时觉得身体轻松，他动了动胳膊，但目光却一直没有离开男人的脸。现在他更加确定，这个身份成谜、武功高强到屌炸天的男人对他没有恶意。你会让萧朱墨杀了我吗？这时候什么尊严什么脸面都不重要了，还是抱大腿找靠山最重要。男人看了他一眼，语气十分淡漠。条件？骆九离一愣，好半晌才明白过来，救他是需要谈条件的。这个男人就不会把话说全吗？我会医术，懂药理，只要你有需要，随时为你效命。成交。男人等的就是他这一句话，有他这句话，骆九离就放心了，根本没有深究男人为什么答应的这么快。话音落，身体已经出了马车。马车里，男人双眸透着阴沉凛冽的光泽，手指动了动，终究还是稳如泰山般注视着那道估摸的背影。骆九离背着手钻出马车，手指已经摩挲上了那枚古剑。这枚古剑与他心意相通。麻醉针，我还需要最强剂量的麻醉针。昭王府里的大火，如若没有古界给的医用酒精，他也绝不可能这么快就挑起昭王府里的混乱。只是可惜了，原本想要悄无声息的一把火烧死萧朱墨和燕听莲，没想到那个被他抹了脖子的孙嬷嬷竟然还留着一口气，被巡逻的府兵发现了。这才让萧朱墨知道是他潜回京城，潜入了昭王府。随着骆九离的意念，不过5秒的功夫，手心里便多了麻醉针。对面，一群护卫簇拥着一个青衣锦袍的男子，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这是骆九离在梦中看到的男子，原主的夫君，昭王萧朱墨。骆九离，你个贱人，果然藏在马车里，残杀本王的乳母，火烧昭王府，本王今日就把你千刀万剐了，让你再也不能兴风作浪。兴风作浪？王爷还真是刻薄寡恩，冷血无情啊！我昏迷不醒，生死不明，孩子惨死，尸骨未寒。王爷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不是嘘寒问暖，倒是剥皮抽筋，鞭尸3日，像条烂狗一样悬挂于城门之上。王爷是真不怕宠妾灭妻，不得好死吗？7个月前成婚那晚，想起7个月前，萧朱墨眉头紧蹙，目光像刀子一样锋利逼人。宠妾灭妻吗？本王从未把你当过妻子看待，何来宠妾灭妻？在本王的眼里，你给莲儿提鞋都不配。骆九离闻此，心口一阵钝痛，随即又消失弥散。他知道，那是原主残留的最后一丝妄念。可真是巧了，我也从未把王爷当成自己的夫君看待过。在我的眼中，王爷这种货色也就只配给燕听莲那种妖艳贱货凑成一对。诛心啊！堂堂王爷被称为货色，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马车里，一脸金贵的男人在听到骆九离的话后，唇角竟细不可察地扬起了一抹弧度。萧朱墨，你记住了，杀人者，恒被人杀之。
你为了一个燕听莲，杀死了从前的骆九离，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做成药引子给你那个贱妾入药。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恶到头终有报。你恶念太重，天必还你们这对奸夫淫妇，这笔孽债会一并算到你们头上。贱人，你找死！你个杜甫，你以为本王娶你是为了什么？还不是看中你一国公府的门庭，真当自己是金枝玉叶吗？竟敢如此诅咒莲儿！骆九离瞪大眼睛，脖子上的手掌越来越紧，让他呼吸有些困难。贱妇，你敢对本王按下毒手！萧朱墨倒在地上，大脑空白一片，浑身无力，只有一张嘴，怒不可遏。给本王杀了他，宰了他，碎尸万段，千刀万剐！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骆九离必死无疑之时，一道黑影从马车里飞出。刺杀九王者，当诛！九王，九王爷，九王千岁，千岁！九王，萧明玄，先帝最小的儿子，当今皇上的兄弟，长宁王朝的战神王爷，在战场上骁勇无敌。自15岁第一次南征后，便从未吃过一次败仗。如今长宁王朝扩大的国土，与九王这数年来的战功密不可分。直到2年前，九王不知何故上交虎符，自此引入京郊外的缥缈峰顶，鲜少下山。没想到今晚他们竟然能遇到九王回京。九皇叔，要说此时最震惊的，就是被萧明玄抱在怀里的骆九离。九王，九皇叔，我的乖乖，他居然砸中了一位王爷，还是皇叔。他努力在原主的记忆里搜寻这个名字，可惜原主这个花痴，所有的记忆都是和萧朱墨有关的。他也是无语了，原主是不是瞎了眼？怎么会喜欢上萧朱墨那个王八羔子？九皇叔，请恕侄儿失礼之罪。莫寒，主子，今晚所有昭王府的府兵卸了兵器，赶去边境城池守城，不得军功，不许回京。是。九王饶命啊！九王爷饶命啊！王爷救救属下！闭嘴！谁敢求情，当场杖毙！霎时间，所有的求饶声戛然而止。你打算如何处理？刚刚他看得清楚，骆九离分明是在扮猪吃老虎，她绝不是柔弱女子，可武功内力她又根本没有。那他给萧朱墨下毒的暗器又是什么？他故意激怒萧朱墨，难道仅仅就是为了给萧朱墨下毒？我要祭登文谷鸣冤，求皇上赐旨和离。好，才有2个时辰早朝，莫寒，留下。说着，转身上了马车，绝尘而去。萧朱墨默许燕侧妃把婴孩做成药引这件事，已经触怒了他的底线。无论萧朱墨如何对骆九离，但在婴孩这件事上，他已然泯灭了人性。这样的人绝不能成为太子，何况他还要看看这个骆九离到底有几分本事，能让皇上下旨和离。骆九离，你竟敢！萧朱墨都被打得有些懵了，就连身后的莫寒都抱着手臂搓了一下牙花子。虽然主子不常在京城，他们也懒得打听京城权贵们后宅的事，但对于一国公府嫡次女骆九离痴爱昭王一事，他也是有所耳闻。不过听闻这个骆九离温柔的就像只小白兔，没成想今晚不但火烧昭王府，给昭王下毒，果然人不可貌相。要不是他身上穿着主子的衣服，他还真是不会这么快就找到他。这是解药。一听这话，不但萧朱墨愣了，就连莫寒都愣了。这骆九离不会还对萧朱墨有感情吧？也是毒药。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这位公子，城里哪里卖棺材啊？
外城草场胡同全是棺材铺。多谢。骆九离一抱拳，翻身上了马。身为军医，会骑马是必修课，根本不是什么难事。那好像是我的马。可怎么办？他现在还真不敢得罪他，毕竟主子的咒术还需要他才能解开。4条腿就是比2条腿跑得快。不过半刻钟，骆九离就在外城找到了一个棺材铺，用萧仲墨的玉佩换了一副小小的棺材，然后一路打马跑到了宫门外。此时的天已经是黎明破晓，一众朝臣一个谈论国家大事的都没有，全都在议论昨晚昭王府发生的事。听说呀，昭王妃昏迷了7天7夜，竟然没死，还真是命大。昨晚那场大火烧得人心惶惶，这一大早满京城的人都在议论纷纷呢。我也听说了，昭王为了他那个侧妃，竟然以亲自尸身入药。不过是一个妾，再好听点也不过是个贵妾，怎么能和正妃比啊？昭王莫不是被蛊惑了？你说，义国公现如今正在溧阳练兵，要是知道自己的女儿差点死在昭王手里，也不知道国公爷会不会大闹朝廷。属下何人？替国公府嫡次女骆九离，即登闻谷名曰，状告昭王宠妾灭妻，毒杀亲子，殴打发妻。王妃难道不知道鸡登闻谷名是要滚钉板的吗？正在此时，身后传来哒哒的马蹄声。救王的车！恭迎九王，千岁千岁千岁！众朝臣正在议论纷纷之时，恭迎九王，千岁千岁！臣弟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九弟免礼，赐座。九弟，这是？回皇兄的话，这就是刚刚在鱼雀门击登闻谷鸣冤的昭王妃。大殿上，朝臣们面面相觑，这昭王妃怎么会和九王一同进宫？皇兄，昨晚臣弟回京，路遇昭王府走水，又恰巧遇到了被追杀的昭王妃，便着手下把人救了下来。没想到昭王的府兵围了臣弟的马车，与臣弟见了刀剑。来人，让昭王滚来见朕。皇兄倒不必动怒，说起来，昭王也是不知情，倒是他的那些府兵被臣弟赶往边境城池守城去了。无军功者，不得回京。九王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压下了皇帝的暴怒和猜疑。至于昭王妃击登闻谷鸣冤，拦下臣弟的马车，状告昭王宠妾灭妻，毒杀亲子，殴打发妻。什么？昭王妃状告昭王？有人把目光看向大理寺卿裴听颂。说起来，昭王妃骆九离是裴听颂的小姨子，这小姨子击鼓鸣冤，也不知他是不是提前知道内情。倒是宣王萧珠玉看了眼九王，父皇，登闻谷已击，还请父皇听取臣民建议和冤情。骆九离，放肆！你怎敢抬着棺木上殿？天哪，这姑娘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昭王，你可真是该死！好好的姑娘，被你糟蹋成了这个样子。臣女，义国公府嫡次女骆九离，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骆九离，你可知道，击响这登闻谷非同小可，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才能状告他人。禀皇上，臣女知道。臣女今日击登闻谷鸣冤，状告昭王宠妾灭妻，毒杀亲子，殴打发妻。
坐在椅子上的萧明玄倒是没料到，片刻之前还镇定自如的女子，还敢火烧昭王府的女子，还敢跟禁军动刀子的女子，突然间就成了柔弱的菟丝花，心里竟然有些期待她的表演。昭王妃，您口中的妾乃是昭王的侧妃，是贵妾，当初大婚之日同时迎进门，昭王妃可是点头同意的，怎么会这个时候？杜大人，这话不对，虽说侧妃是贵妾，可贵妾也是妾，难不成还大得过正妃吗？还是杜大人觉得昭王侧妃是杜大人的义女，就能把今日这件事情遮过去？皇兄，臣弟2年没进朝堂，没想到连个太常寺少卿都能质问皇家王妃了。来人呐，摘了杜大人的花翎，脱了衣服，去守城门。是。啊！皇上饶命啊！救王饶命！皇上饶命啊！昭王妃，继续说。难得本王今日有这个雅兴。是。启禀皇上，义国公夫人跪在宫门外求见。启禀皇上，昭王殿下跪在殿外求见。皇上引着怒火，冲着内侍摆了摆手。臣妇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义国公夫人，请起。谢皇上。儿臣参见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之前他给昭王吃的是文炳案，是能让人神经错乱又异常兴奋的药，这时候应该已经发挥药效了。他在想，自己该怎样刺激他，让他能在殿上发狂。皇上，求皇上为臣女与昭王下旨和离，并让昭王送还臣女全部嫁妆，赔偿臣女身体受创和精神损失费10万两白银，还要侧妃燕听莲为臣女死去的孩儿偿命。臣女要她吃下参草乌，让她感受一下生不如死是什么滋味，要她下18层地狱，永生永世为我的孩儿忏悔，永生永世不得超生。父皇，骆九龄说的是谎话，儿臣从未碰过他，他小产那个孩子也不是儿臣的。昭王殿下，薄情寡义之人，臣妇不是没见过。你既不爱臣妇的女儿，当日就不要招惹她。如今成亲才不到7个月，你就已经厌弃了她。我骆家千辛万苦养大了女儿，是叫你糟践的吗？枉我们当初那样信任的把女儿交到你的手上，你就是这样对待臣妇女儿的，刺杀私刑，殴打发妻，毒杀亲儿，你差点让臣妇的女儿死在你们昭王府。皇上，每个嫁入宗亲王府的正妃都是验过身的，皇上如若不信，可以去宗人府调出当初的卷宗一看，昭王不顾夫妻情分，如此羞辱臣妇女儿的清白，臣妇死谏，求皇上为臣妇的女儿做主。母亲，皇上，臣女当初深爱昭王，就连大婚之日，昭王背着臣女抬了侧妃进门，那样羞辱臣女的事，臣女因为爱他，都能点头同意，又怎么可能背叛他？请皇上为臣女主持公道。来人，关闭太和宫，任何人不许出去。今日之事，如若传出去一句，太和宫上下当值人员诛。九王，你亲自去宗人府调卷宗。萧明玄起身，刚要应声，便见萧朱墨就像不受控的提线木偶一样，一个箭步就窜到骆九龄面前，疯了一般把他压在身下，掐住了他的脖子，脑子里有无数个小人在跳跃，在叫嚣：掐死他，掐死他，让他死了，只有他死了，你才能和莲儿双宿双飞。贱人，你这个恶毒不知羞耻的贱人，竟然火烧昭王府，差点烧死我的莲儿，还激登文谷鸣冤，
你这个贱人，是想要把本王置于死地吗？说，是谁派你要来陷害本王的？是谁？昭王突然的举动，惊得大殿上的众人瞠目结舌，就连皇上都目瞪口呆。住手！你住手！你给我住手！这一变故让满殿大臣们脸色刷白，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岳母大人，母亲。九王萧明玄表情冷若冰霜，眼眸中杀气乍现，出掌毫不留情，裹挟着内力的一掌狠狠地拍在了昭王的后背，然后一脚把他从洛九离身上踹飞了出去。来人，把昭王给朕摁住了，押去宗人府，杖责50，请太医，快去请太医！门外顿时乱作一团，有去找太医的，有死命摁住昭王的。可即便如此，昭王依旧对着洛九离疯狂咒骂，各种污言秽语不绝于耳。不就是一粒本饼案吗？怎么会让他如此发狂？这要是被昭王掐死了，可就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母亲。殿外已经有太医急匆匆赶来，几个人手忙脚乱，把义国公夫人移到了偏殿。我的孩子，我可怜的女儿。母亲，对不起，对不起。原主啊，你为了一个男人伤了自己母亲、父亲的心，不值得，不值得呀。太和殿内，萧明玄和皇上对视了一眼，似乎都明白了彼此的意思。这时有内侍把洛九离带了出来。洛九离听旨，洛九离与昭王和离，昭王送还洛九离全部嫁妆，并赔偿10万两白银。至于昭王的侧妃燕听莲，身背数条人命，下刑部监牢，待三法司会审确定证据无误后，等待秋后问斩。昭王萧朱墨，杖责50，罚俸2年，禁足昭王府。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散场！内侍高声唱和，众大臣跪地高呼万岁。洛九离抬头看向九王萧明玄，只见他抿着唇，金贵俊美的脸上笼罩着浓浓的一层寒霜，不发一语地站起身，浑身上下没有一丝情绪波动。九王爷，皇上召见。御书房内，洛九离在嫁入昭王府时还是清白之身，看来昭王为了他那个侧妃，连自己的声誉、皇家的名声都不顾。听说昭王的侧妃曾经在战场上救过昭王一命。就是因为他救过昭王，昭王为了给他一个身份，还让他认了太常寺少卿为义父，更在大婚之日把他也抬进了王府。那皇兄可还记得那一役昭王与谁对阵？桑南国。九弟的意思是？桑南国男子多吸蛊毒，女子多吸媚术。刚才昭王突然疯癫，似乎不太寻常。查这件事，你亲自去查。如若真是咱们猜想的那样，那混进京城的就不止他一个。皇兄放心，这些人一个也跑不了。而至于洛九离，此时正坐在义国公府福曲院内的床上，一边被人伺候着喂燕窝粥，一边听着丫鬟讲外头的事。昭王当天就被禁军直接押去了宗人府受罚。是，那个该死的人，50刑棍都没有要了他的命，可真是不甘心。再怎么说他也是王爷，那些行刑的人心里有数，他们不敢让他死，他就死不了。那个燕听莲呢？听说在刑部大牢。洛九离点了点头，
看了看窗外，天色已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虽然洛九离现在安全了，也与昭王和离了，可是还有2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心里。他闭上眼，仔细回想着脑海中的那些记忆。丫鬟春荣看到小姐闭上了眼睛，只当她是困倦了，便蹑手蹑脚地关门出了屋子。洛九离终究还是没有在脑海中搜寻到他想要的结果，但第6感告诉他，昭王说的也许是真的，也许原主忘记了一些事。小姐，昭王府的人把嫁妆和10两白银连同和离书一并送了过来，夫人让奴婢过来问问小姐，小姐还需不需要亲自过目？不必了，让母亲代劳就好。母亲要是再问，就说我睡下了。是。7月初时，调养了近1个月的洛九离终于恢复了元气。至于那个还未来得及睁眼看这个世界的孩子，洛九离派人在南华寺给孩子买了块长生牌位，为那孩子超度。原主家庭和睦，父亲义国公只有原主母亲一妻，2人共生育了4个孩子。唉，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府曲院外，义国公夫人走了进来。九儿，你这是？母亲。哎，好孩子，好孩子。母亲这是干什么？女儿躺了那么些日子，现如今终于恢复了元气，母亲不高兴吗？高兴，高兴。你这是去干嘛呀？多好的母亲啊，原主还真是福浅命薄啊。母亲，我想出去转转，已经让管家备了车了。出去转转也好，散散心，早些回来，母亲等你吃饭。是，谢谢母亲。洛九离一笑，扶了个身，带着春荣出了院子。马车里，洛九离并不热衷于街上的人来人往，他脑子一直在想着，是去九王府问问有关于昭王的事，还是去大理寺找他姐夫问问。还没理出头绪来，马车突然毫无征兆地停住。大胆！你们是哪个府的？见了九王的车还不让道？啊，九王！车里的洛九离忽的就乐了，这可真是想谁来谁。妖孽！洛九离无声地给了他一个嘴型，下一瞬，他似乎有点花了眼。九王竟然冲着他勾了勾唇，难不成他看出来他说了什么？秦颖，洛二小姐惊扰本王出行，带去九王府喝茶。马车里，洛九离抱着手臂，不慌不乱，反正他也要找他，无所谓去哪儿。2辆马车一前一后，拐着弯停在了九王府门口。王爷不是要请我喝茶吗？萧明玄皱着眉头，揉了揉太阳穴，心里想着今儿个初10，还有5天就是15了，到时就能试探一下他是否真的能抑制他的咒术。王爷，你有心事？眼见着在自己面前放大的一张脸，萧明玄表情瞬间冷了下来，冷得刺骨。洛家小姐真不是一般人呐，这整个京城还真没有人敢在九王面前给九王脸色看。你找本王有事？那个，王爷能不能屏退左右？萧明玄看了他一眼，似乎知道他要问什么，冲着左右挥了挥手。说吧。关于昭王。哼，怎么，你对昭王还有感情？我呸的感情！九王爷，你能不能不恶心我呀？萧明玄动作僵了僵，也不知道自己此刻是什么心情。他呸他，可他心里又不生气。怪了，我是想问王爷有没有审问过昭王，或者他那个侧妃边听莲？你到底想问什么？王爷能不能带我去趟昭王府或者刑部大牢？带你去可以，但本王有个条件。条件？王爷的条件还真多。5日后来九王府，本王再告诉你。5日后？15那天吗？走吧。去哪儿？昭王府。昭王府里，这是洛九离1个月后再一次见到昭王萧朱墨。王爷，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啦？萧明玄看了他一眼，并没有说话。九皇叔啊，倒是没有想到你竟是第一个登门来看本王的。你咋那么脸大？九王爷，
我能单独问昭王几句话吗？言下之意就是请九王回避一下。萧明玄眸色转沉，脸色阴冷了下来，带着一身的萧杀转身离开。骆九离无奈地叹了口气，身后昭王嘻嘻一笑，在看到萧明玄离开后，周身的气场陡然变得凛冽，身侧的手掌慢慢成拳。昭王，你最好不要动歪心思。昭王身上的凛冽顿时消失无踪。昭王，你真当现如今的骆九离还是7个月前那个任你欺凌的骆九离吗？我告诉你，那个骆九离已经死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骆九离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我奉劝昭王最好老实点，要不然我会像杀孙嬷嬷那样杀了你。我今天是想问昭王一句话。什么话？7个月前的大婚那晚，可还发生过其他事？你是不是想问，大婚那晚，本王有没有和你圆房？骆九离，所有人都说是本王疯癫，不相信本王说的话。父皇也是老糊涂了，自己亲生儿子的话竟然都不相信。果然是真的吗？那孩子果然不是萧竹墨的。大婚那晚，后半夜大雪漫天，你认为本王会冒着大雪去你的院子，还是说就你这扁平的身材，能比得过莲儿带给本王的逍遥快乐？是你陷害我。本王不屑于陷害你，本王娶你只不过是看中了一国公府，仅此而已。当然，要不是你第2天没了朱砂痣，本王倒是愿意让你生个本王的孩子。呸！我当初真是瞎了狗眼，既然不是你陷害我的，那就是你的那个连侧妃。骆九离松开他后，转身快步走出了院子。好半晌，骆九离突然笑了，笑得极为讽刺。他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孽，老天爷要这样对他？想他堂堂21世纪风华正茂的军医，竟然一下子成了弃妇，简直没人性，没天理啊！九王爷，我想去趟刑部大牢。这件事他得找燕听莲问个明白。昭王虽然娶原主是因为一国公府能带给他某种政治支持，便是他当真不喜欢原主，也绝不会傻到找人玷污他，给自己戴这么一顶窝囊的绿帽子。刑部。是。主子，刑部到了。快，赶紧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坐在马车里的骆九离心里咯噔一声。你在车里等着。骆九离攥着拳头，实在是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可他怎么有点心绪不宁呢？出事了！骆九离负着胸口，让自己定下心神，也毫不犹豫地跳下了马车。此时刑部大门口，萧明玄沉默着走了进去。怎么回事？九王爷，属下该死。半个时辰前，看守牢房的狱卒不知何故放走了昭王侧妃燕听莲。狱卒呢？在主院，那个狱卒发了疯，用匕首刺伤了自己。这会子出气多，进气少，恐怕萧明玄什么也没再问，抬脚就往里面走。骆九离一看，二话不说也跟了上去。你是谁？此乃刑部重地，外人不得擅入。我是和九王爷一起来的。让他进来。是。燕听莲越狱了，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怎么会从刑部越狱？在昭王府7个月，你还真是一无所知。那能怨我吗？大婚第2日我就被扔进了冷院，连吃喝都成问题，我哪里还有闲心去管别人？萧明玄听着他的话，按了按脸色，没再接话，几步进入了主院。王爷，就是他放走了燕听莲。这小子平日里武功最差，可今个儿也不知怎么了，4个兄弟才擒住他。原本是要把他绑起来审问的，可没注意，让他一匕首插进了胸膛。匕首并没有刺中心脏，但是距离要害的地方十分的近。王爷，他还有救，如若再等上一时片刻，恐怕便是我出手，他也无力回天。你确定能救他？王爷要是再问东问西，就是大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萧明玄一怔，没想到他还敢和他顶嘴。一旁那位大块头的统领被骆九离的语气吓了一跳，
这满京城打听打听去，谁敢用这种语气和九王爷说话？这个女人莫不是疯了？但萧明雪也知道，这个狱卒是关键的证人，能救活就绝不能让他死。都需要什么？单独的房间、温水、纱布、止血药。听到了吧？马上去准备。是。行了，你们都出去吧。我医治期间，不希望任何人进屋来打扰。王爷，这……告诉所有人，随身携带黑布，找到燕听莲后，立刻蒙上他的眼睛。是。秦颖，主子，守在门外，不许任何人打扰洛二小姐的救治，带本王回来。是。燕听莲从刑部大牢逃走的消息，不消半刻钟便传进了宫里。皇帝听闻，龙颜震怒。九王呢？回皇上，九王已经到了宫门口了。皇兄，燕听莲找到了吗？正在全城搜捕。这近1个月来就没有从他嘴里撬出一点有用的线索吗？他承认了在昭王府杀人和用那婴孩尸身入药的罪行，并且洛九离小产和被人刺杀一事也是他的手笔。至于他是不是桑南国的细作，他没有承认。何况他虽下狱，还是顶着昭王侧妃的名分，狱卒也不敢对他怎么样。那他为何一早不逃狱？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逃狱呢？只有2种可能，一是他在等昭王救他，但1个月已过，昭王被禁足昭王府，根本无能为力；二是这京城里还有他的帮手，或者他本身施展了异能。找，关闭城门，全城宵禁，一定要找到他，万不能再让他接近昭王。昭王那怎么样？皇上主要是都要被胡贵妃天天的哀求，求得烦死了。何况昭王是太后的心尖肉，如若太后知道昭王被禁足，恐怕这后宫又得翻了天。日日消瘦，对燕听莲入骨相思，这也是为什么臣弟一直留着燕听莲一命，没有杀他的原因。什么？那燕听莲竟把昭王蛊惑至此？唉，可有让太医去给昭王检查身体？没用的，无论是蛊毒还是媚术，太医都解不开。皇兄放心，臣弟已经派人去请花兰州了。花兰州？你是说那个性子古怪的鬼医？是。需要多久他才能进京？不知道，看他心情。果然是性子古怪呀，连我长宁王朝的战神王爷请都得看心情。哎，罢了，朕也不能拿身份压人，何况那花兰州行踪飘忽不定。哎，罢了，等着吧，就让昭王再遭些日子的罪，也让他长长记性。皇兄还有事吗？无事，臣弟就先告退了。去吧。你这小伙子遇到我也是命大。站起身，捶了捶僵直的后腰，再把所有不能被外人看到的医疗器具全部收回了骨戒中。洛九离推开门走了出去。王爷，人怎么样？命大，没死。好在匕首扎得不深，再加上他拔刀的时候慎之又慎，没有伤到其他要害部位。虽然耗费的精力和药品不少，但好在命是给他保住了。女神医，还真是女神医！那小子的命真的保住了。对，保住了。虽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毕竟受伤严重，为免他出现高热感染的状况，我还需要留在这儿随时观察，直到他醒来，彻底脱离生命危险。于海生，王爷，关于这个狱卒被救活的事情，告诉所有知情的人，不许透露出去半句，一旦透露，杀。是。那个狱卒现在能挪动吗？原则上最好别挪动，但如果这里不方便，可以用担架抬着。秦颖把人抬上马车，送回九王府。是。九王府？王爷要把他带去九王府？那我岂不是也要跟着去九王府？他是放走燕听莲的唯一证人。走吧，你今晚要在九王府照顾他。说着转身就要走。哎，等等，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我去照顾他可以，但是我得先回府一趟，告诉我母亲一声，要不然……不用，本王已经派人去异国公府回过话了。派人去异国公府回过话？什么意思啊？因昭王侧妃越狱，
需要你协助调查。不是九王爷，昭王侧妃月月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得跟我母亲说清楚，我是去治病救人的，要不然。骆九离，你确定你母亲知道你懂医术？据本王所知，你是个连药理都认不全的后宅小姐，不懂药理又何谈医术？骆九离闻此，想要质问的话戛然而止。上车。王爷，我觉得我有必要解释一下。想解释什么？回府再说。两人坐在马车里，相对无言，沉默无语。主子，洛儿小姐。抬手招来春荣，在他耳边耳语了两句。洛儿小姐，刚刚要解释什么？医术是我在昭王府学的。大婚第2日，我就被昭王扔去了冷院。为了日子过得不至于太苦，也为了打发时间，所以就让丫鬟买了些医书来看。你觉得这个理由有多少人会相信？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但事实就是如此。这把刀子是你火烧昭王府那晚秦颖在你手里缴获的，怎么会在王爷这儿？这刀锋利无比，吹毛断发，就是不知道洛二小姐是在哪儿得到的。难不成也是叫你的丫鬟买的？告诉本王，本王也多买些。这个男人就是个成精的男狐狸，刁钻奸诈又腹黑，想要糊弄过去，看来是不能够。王爷，每个人都有秘密，王爷又何必非要问出个所以然呢？所以你并不打算实话实说？我敢实话实说吗？我说了实话，不得被你当成妖怪架火上烤。不是我不说实话，实在是家事有命，不许在人前暴露他老人家的名讳。这个女人当真是嘴硬，找的借口也着实太烂了些。家师，看来你师傅是个世外高人啊。是的，是的。那你说说，当今世上医术最高超的是谁？我怎么知道当今世上医术最高超的是谁？我来这个世界不过才1月有余。萧明玄见他不说话，心里更加确定他说的是假话，也更加确定他身上有秘密，只是有求于人，他也不敢仗着身份过于苛责，逼问太甚，便转移了话题。你在刑部救了一个濒死之人，你认为这件事会瞒多久？王爷刚刚不是让于海参统领不许透露出去半句吗？暂时不让泄露出去，是为了防止燕听莲杀人灭口。你难不成以为本王是为了帮你隐瞒医术？你大庭广众之下把那个狱卒救活，你认为你会医术这件事能瞒得住？是我自作多情了，也是我的想法过于简单了，只顾着救人，忘了救人后这一系列引发的问题。萧明轩看着他白皙的脸蛋上被拍得粉红，脸色微僵，眼睛就像是被灼烧了一下。本王可以帮你这个忙，但有条件。王爷的条件还真是多呀，不知道王爷这次的条件又是什么？很简单，做本王的辅医。辅医？对，调理本王的身体。那辅医是不是需要住进九王府？暂时还不需要，不住进九王府就好。那就请王爷说说怎样帮我吧。灵虚子这个名字你听过吗？没有。灵虚子的名讳你都没有听说过，还敢大言不惭地说你师傅是世外高人？我就说他没那么容易被骗到。灵虚子，江湖人称仙医，是当今世上真正的世外高人，久居武陵山脉的陨星谷中。因他神龙见首不见尾，所以这世上人大多数只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却鲜少有人看过他的真容。而你，如若有人问起，你便说曾有幸得灵虚子教导，才得了这半身的医术，因为只有这样，才没有人怀疑你话里的真假。仙医，神龙不见首尾，单凭这些酷拽拽的名词，连他都觉得无话可说。但是要被人问起更细致的问题，他又该怎么回答？萧明玄见他低垂着头，似乎在仔细琢磨着什么，没有说话，走了出去。书房里，主子真的不跟远星谷那儿打声招呼吗？不必。秦颖，主子，你查到的洛家二小姐与现在咱们看到的洛家二小姐差别很大。主子，属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虽说洛二小姐历经昭王府那件事情，性情变了些，可以理解，但这一身的医术，属下也无从解释。刚刚属下在送那个狱卒回屋的时候，偷偷看了他的伤情，胸口被匕首插进去的位置上，密密麻麻的被缝上了针线。针线？对，就是针线，就像是妇人缝衣服那样。萧明玄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手术刀，又抬头看向外面渐渐亮起的灯盏，心里对骆九离既充满了怀疑，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问吧。小姐，奴婢不敢。别一天到晚奴婢的叫着，以后自称名字就可以了。你是不是觉得我留宿在九王府彻夜不归，有失妇德？不，小姐，春荣不是这个意思。春荣只是怕外面的人乱嚼舌根。骆九离点了点头，
也知道春荣的担心不无道理，可现在他没得选择。放心吧，你家小姐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别人的看法我现在根本就不在意。安心上床，安心睡觉，天塌下来还有九王爷顶着。陆二小姐，小姐，外面出事了。你继续睡觉，我去看看。春荣陪小姐去。你别去了，去了也帮不上忙，还是在屋里安心睡觉吧。陆二小姐，出事了，那个狱卒突然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王爷，快进去看看，务必把人救醒。骆九离没说完，快步进了内室。他怎么样了？体温暂时降下来了，后半夜我在这守着，王爷回去吧。本王在外间等着。说完，转身离开，在外间的椅子上坐下。骆九离对此并不在意，然后找了把椅子，坐上去，靠着椅背，闭目养神。那狱卒什么时候能醒？不确定他什么时候能醒。他回头看了看内室，起身走进去，附上那狱卒的额头。退烧了，终于可以输液了。这是什么？别动，王爷别乱碰，这可都是救命的东西。骆九离，你这些稀奇古怪治病救人的东西，以后最好还是少拿出来为妙。我知道，多谢王爷提醒。这皇室里出来的人，果然都长这一张祸国殃民的脸，就是这个性子太冷了，太不讨喜。你这是什么神情？难不成嘴上同意，实则是在敷衍本王刚刚说过的话？冤枉啊！我摇头不是因为这个。那是因为什么？王爷真想听？说。王爷明明生得如此精致俊美，像是一幅水墨画卷，怎的性子这般冷？也是，这世上啊，但凡长得好看的，凭着好看的容貌活的都随心所欲些。只是像王爷这样，要容貌有容貌，要才情有才情，要能力有能力，要武功有武功，要身份有身份，要地位有地位，还是长宁王朝的战神王爷。这开挂的人生简直360度完美到了极致，性子冷些，应该的，应该的。萧明玄听着他这一连串的赞美，表情微僵，一双清冷的眸子竟然随着唇角弯了弯。这陆二小姐还真是个牛人，连夸人都夸得清新别致又脱俗，而且听着不是那么刻意，也不让人讨厌。倒是没想到，本王在陆二小姐眼中是360度完美到了极致的人。那就请陆二小姐接着赞美，让本王听听你还有什么更好听的词藻啊？接着赞美王爷？对，王爷还有这喜好，喜欢听别人赞美你。萧明玄微目，眯着眼睛不说话，看着他。那什么，我要是说王爷才貌双全，风流倜傥，谦谦君子，气宇轩昂，是不是太刻意了？陆二小姐那表情，那语气，那眼神，那动作，真的很难让人不笑啊。你说呢？王爷，我要是借别人的诗来赞美王爷，王爷能不能放过我？堂堂战神王爷喜欢听人赞美，这是什么怪异的癖好？说来听听。公子只应见画，此中我独知经。写到水穷天渺，定非尘土间人。所以王爷在我眼里不仅仅是360度完美到了极致的人，还是画中人，不是这世间之中的凡夫俗子。王爷，我能过关了吗？明明是来治病救人的，不但要额外加班，还得搜肠刮肚的溜须拍马。果然呐，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男女，都喜欢花言巧语。萧明玄抿唇，俊雅容颜微微绷着，随即又缓缓松弛，眼里浮现出了细不可察的一丝柔和。饿了，秦颖，主子，去厨下看看还有什么吃食，给陆二小姐拿来。是。秦颖转身出了屋子。王爷，厨下就剩一盘烧鸡能吃，其余的都是生食。陆二小姐，属下去给您倒杯温水。哦，谢谢。王爷不饿吗？萧明玄摇头。你大半夜吃这么油腻的，不怕长胖吗？我才17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会儿吃多少都不会胖的。等我30岁以后再节食也来得及。萧明玄一愣，才意识到他才17岁，而他大了他整整8岁。17岁的年纪就经历了这么多变故，他还能坦然面对新生活，这就不得不让人对他刮目相看了。王爷，这是什么表情？没什么。为什么要在30岁以后再节食？因为新陈代谢慢了。新陈代谢？简单来说，新陈代谢就是人体的一个正常生理活动。吃进去的食物要吸收，吸收了要消化，消化以后变成能量，变成能量以后就有足够的营养支持人体的生长和正常的生理活动。至于多余的能量，就通过胃肠道、身体的发热以及其他器官的运动代谢出去，这就叫新陈代谢。女人30岁以后，新陈代谢的速度就开始变得很缓慢。
慢，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造成脂肪堆囤积，造成身体发胖、身材变形。你的意思，30岁之前随便吃，30岁之后就要改变饮食？哇，王爷，你的理解能力、聪明程度、接收新鲜事物的能力，简直是这个。萧明玄突然觉得这丫头还真挺有意思的，无论是说话办事还是性子，倒是挺对她的胃口。二小姐，主子，再有1个时辰就寅时3刻了，该是上朝的时间了。本王知道。王爷，趁着天还没亮，我想先回府了。那个狱卒还请王爷派人照看着。陆二小姐，你走了，万一那个狱卒再高烧了怎么办？不会啦，伤口我又清理了一遍，又给他输了一瓶抗生素，不会再发生高热的情况。若有其他情况发生，可以派人去一国公府找我。为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还是趁着天未亮从后门离开吧。本王派人送你回去，待会儿让秦5、秦6送洛小姐回一国公府。是。莫寒现在到哪儿了？回主子，已经到了黑石山，也和陈阳公子联系上了。萧明玄淡淡的点了点头，转身返回了自己的院子。母亲，你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一夜未归，不知道母亲都担心死了吗？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九王派人过来告诉，说是昭王侧妃越狱，需要你协助调查。那刑部监牢不是3步一岗5步一哨吗？到处都有狱卒看守，那个女人怎么可能会越狱呢？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但能肯定的是，燕听莲的确越狱了。能在看押罪犯的刑部监牢越狱，那个女人绝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简单。所以母亲，这段日子你出来进去都小心些，多带些人。九儿，你说她会逃到哪儿去啊？会不会去找昭王？昭王府可能性不大，从他越狱那时起，估计昭王府就被围了，只等着他自投罗网。我现在就怕他来找咱们的麻烦，毕竟要不是我火烧昭王府，大闹太和殿，求皇上和离，致使昭王癫狂，燕听莲这会儿子不还是昭王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侧妃吗？甚至眼看着就能登上正妃之位了，她的荣华富贵都被我毁了，只怕会对我心存报复。不行，母亲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再被他迫害。母亲不必惊慌，这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他还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我动手。何况经此一事，我早已不是以前那个任人欺凌的洛九离了。要真是到了那个地步上，我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九儿，夫人，二小姐，宫里来人了。宫里？谁的人？是胡贵妃派来的人。现下，管家已经把人安排进了2进院的花厅。昭王的母妃。母亲放心，女儿与昭王和离是皇上金口玉言，便是贵妃娘娘也不能驳了皇上的意思。何况女儿心里早已有准备。咱家给一国公夫人请安，给二小姐请安。公公不必多礼，快请坐吧。就不做了，咱家是奉命而来，还要马上回宫复命呢。不知公公今日登门，所谓何事啊？是贵妃娘娘想二小姐了，想请二小姐去宫里说说话，解解闷儿。二小姐，走吧，可别让贵妃娘娘久等了。有劳公公带路。九儿，母亲陪你一起进宫。国公夫人，贵妃娘娘只请了二小姐。母亲放心，我去就回来。母亲要是闲着无聊，就让春荣过来陪母亲说说话。她身上带着伤，还需要我回来给她救治呢。跟着老太监出了院子。洛二小姐到宫门口了，请二小姐下车步行进宫。洛九离吹了吹额前的碎发，心里咒骂，也不知道这是下马威，还真是宫里的规矩。洛二小姐，走吧。洛九离淡淡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跳下马车，跟着进了宫门。你说什么？九儿会医术？昨晚你们竟是宿在了九王府啊！春儿，你没骗夫人。娘，女儿可不敢骗夫人。二小姐的药箱还是女儿帮忙买的，那个狱卒也的确是小姐救活的。小姐怕引起误会，便带着女儿天不亮就离开了九王府，还说如若那个狱卒再出现其他状况，让九王府的人来府上找他。春荣，你马上去九王府，告诉九王爷，就说小姐被胡贵妃娘娘叫进宫了。
春荣不明所以，但夫人发话，哪里敢耽搁，点着头就跑了出去。夫人，二小姐会医术这件事，待她平安回来，再细细问清楚吧。主子，不好了！何事？陆二小姐身边的丫鬟春荣来报，说是胡贵妃娘娘刚刚把陆二小姐请进了宫。胡贵妃，昭王母妃。是，听说一国公夫人想要跟着进宫，都被拦了。你是说骆九离自己进的宫？是，进宫。贵妃娘娘喜欢芙蓉花。贵妃娘娘喜欢芙蓉花，人尽皆知。这片芙蓉花海就是皇上特意命人给贵妃娘娘栽种的，就连之前的宫殿也改名玉福宫，可见皇上对贵妃娘娘是如何的恩宠。哎呦喂，玉儿小姐今儿个怎么得空进宫了？想姑姑了，自然就进宫了。不过我是奉了姑姑之命来迎接昭王妃。啊不，她已经被我表哥休了，应该叫骆家二小姐。不是休，是和离，而且是我请求圣旨和离的。哼，不过是被我表哥厌弃的人而已，仗着一国公府，还以为自己有多威风。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是彼此厌弃。还有啊，威风不好吗？你不也是仗着自己的贵妃姑姑狐假虎威吗？你威风没什么不好，但风头太盛，目中无人，也绝没有什么好处。奴才参见贵妃娘娘。臣女参见贵妃娘娘。姑姑，骆九离牙尖嘴利，不但羞辱我，还羞辱表哥。跪下。娘娘，臣女没有羞辱二小姐，也没有羞辱昭王，臣女只是复述事实而已。请娘娘恕臣女不敬之罪，并非臣女不贵，而是臣女小产后的身体在遭受毒打和虐待后落下了疾病。你个朝三暮四的贱女人，胡说八道什么？谁毒打虐待你了？是你自己犯贱，得不到表哥的宠爱就装可怜博同情。什么小产？你肚子里的那个孩子根本就不是表哥的，少拿这种事来恶心人。胡二小姐，士可杀不可辱，你如此羞辱我的清誉，羞辱我死去的孩儿，我不介意再去太和殿请求皇上查明真相。韩愈，胡说些什么？我说过多少次了，外面的传闻当不得真，你这丫头怎么总是不听啊？何况内城就这么大，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别因为没有证据的事生出什么仇怨来。洛二小姐，我妹妹年纪小不懂事，请洛二小姐不要与她一般见识。姑姑累了吧？凉亭里正好煮好了芙蓉花茶，姑姑歇歇脚，润润喉。哼，洛二小姐，今日难得进宫一趟，尝尝本宫亲自煮的芙蓉花茶。说着，在胡冰玉的搀扶下，往不远处的凉亭下走去。洛二小姐，请吧。洛二小姐，坐呀，快尝尝芙蓉花茶，整个皇城里只有玉福宫才有呢。哼，给她喝，简直暴殄天物。胡二小姐，说起来，你我同是嫡次女，都是官家小姐，怎得这规矩礼仪和规矩的做派，到了胡二小姐这儿就成了摆设？骆九离，你可别给官家小姐丢人了，官家小姐没有你这么不要脸的。胡二小姐，你嘴巴放干净点，你说谁不要脸？切，说的就是你，我就是说你不要脸。前脚被我表哥休弃，后脚就出入九王府，你以为你是谁？不过是我表哥不要的弃妇，你还真以为攀上九王爷的高招就敢目中无人了？哼！骆九离心里冷笑，看来这才是胡贵妃把她宣进宫的真正原因。胡二小姐可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当然我也会把胡二小姐说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达给九王爷听，毕竟你这次污蔑的不是我一个人，还有九王爷。不过是外头的一些风言风语，小孩子家家的便当了真。九离呀，怎么说你曾经也是他的长辈，又比他大了2岁，何苦跟个小孩闹气，显得失了你的身份。玉儿，本宫罚了。是，姑姑。然后在乌泱泱的一群宫人的拥护下出了凉亭。骆九离都觉得可笑，把他宣进宫就是为了当面羞辱他一番，羞辱完他一句别显得失了身份就想打发他，这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就是有，也不能是他受委屈。洛二小姐，贵妃娘娘，胡大小姐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妈，这个女人竟然知道命门学，大意了，真是大意了啊！没什么意思，姑姑累了，还请洛二小姐莫要扰了姑姑休息。骆九离，有一句话我妹妹说的对，你一个清白净师还小产过孩子的下堂妇，
根本没有资格和九王走得那么近。看来坊间传闻不是假的，胡大小姐倾慕九王爷，只是可惜啊，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胡大小姐不敢拿正主撒气，就想挑软柿子捏。胡大小姐在动手之前可要想好了，动了我，一国公府会不会善罢甘休？动了你又怎样？外界也不过都当是两个小女子拈酸吃醋罢了。难道你那个泥腿子爹还敢对我动手不成？陆九离，我一直都知道你手段了得，当初追在我表哥后面跑，千恩万求嫁给了我表哥，现如今被我表哥休弃了，竟然还能有如此好手段去勾引九王爷。胡冰玉，你是不是有病啊？谁有那闲工夫去勾引他？没勾引九王怎么会在殿上帮你说话？昨晚你又为何会宿在九王府？为什么九王爷会带你去昭王府，会带你去刑部？你还敢说你没勾引？陆九离，你不过就是个清白尽失的贱货，人人可穿的破鞋，还以为自己有多清白？哼，胡冰玉，你觉得我配不上他吗？难道你就配得上他？别痴心妄想了，你还是回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这副丑陋扭曲的尊容和恶毒的心肝，哪里配得上堂堂正神王爷？陆九离，你敢打我？陆九离，你个贱人！他手腕一抖，突然亮出一把匕首，快速狠厉地冲着骆九离的双眼就袭了上来。骆九离眸色一凛，心里暗暗想着，胡冰玉竟然会武功。随后骆九离赶忙连连退后几步，侧头躲过他的刺杀，另一只手五指成爪，狠绝地抓住了胡冰玉的手腕，手指一用力，伴随着酥麻的疼痛感，时两个人已经缠斗在了一起。这个抓着胳膊，那个抓着手腕，这个缠上左脚，那个缠上右脚。去死吧！胡冰玉发了狠似的拖着骆九离双双跌入了湖中。陆二小姐落水了！啊，我姐姐也在水里，快救人！岸上顿时乱作一团，水里面冰冷的湖水包裹过来，让骆九离和胡冰玉都觉得自己的脑袋就像一块海绵。快给骆家二小姐披上！多谢。废物，快把大小姐救上来！怎么回事？怎么会落水？回皇上，是骆二小姐推胡大小姐下水的。是骆家二小姐不接受臣女的道歉，不但打了臣女，还把臣女推进了湖里。姑姑，皇上，求皇上为臣女做主。我说胡冰玉，撒谎之前先打个草稿行吗？你算哪根葱哪头蒜啊？值得我推你下水？还有，别摆出一副楚楚可怜，实则却是富有心机绿茶婊的模样，看着恶心。何况鼻子底下一张嘴，不是只有你会说。你要是这样没品的话，那我也无所谓。臭男人，都怨你。萧明玄看他白了自己一眼，一时没纳过闷来。他知道他进宫危险，火急火燎赶过来救他。他倒好，不领情还白他。皇上，臣女没有推胡冰玉入水，反倒是胡冰玉。骆九离，你给本宫闭嘴！你不但打了玉儿，竟然还如此胡搅蛮缠、强词夺理。一国公府的女儿果然好教养啊！贵妃娘娘，这是什么话？刚才胡冰玉说了那么多，您怎么不说让她闭嘴？怎么到臣女这儿就让臣女闭嘴了？皇上，这件事的起因是因为胡二小姐一句话。胡二小姐说臣女给官家小姐们丢人了，官家小姐当中没有臣女这么不要脸的。臣女听着生气，就让她嘴巴放干净点，问她说谁不要脸。胡二小姐就说臣女前脚刚被昭王休弃，后脚就出入宫。骆九离，你胡说八道什么？明明是你打了我姐，推我姐下的水，你还敢狡辩？哼！有能耐你别打断我复述事实，是不是心里有鬼？九王，王兄，把陆二小姐送出宫。是。皇上，臣女的话还没有说完，是胡冰。骆九离，你给本王闭嘴，马上跟着本王出宫。九王爷，臣女不需要九王爷护送。胡冰玉，我奉劝你一句，做人不要做狗，在背后诋毁我有意思吗？何况你羡慕嫉妒恨错了人，九王爷就在这儿。你有能耐把刚刚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别一天天跟条狗一样，逮到谁都咬。此话一出，整个凉亭的人一个个神色各异。皇上，臣女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皇上，凤德夫人出事了。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回皇上，凤德夫人已经一天一夜没有进食了。现如今，皇帝脚下一个踉跄，险些摔倒。皇上，父皇，
骆九离，你随朕去甘泉宫。说着，疾步匆匆走了出去。骆九离还不明所以，随后胳膊却被人一把拽住了。你放！他一回头，正对上眉目骤冷的萧明玄，而同时回头的还有被宫女搀扶的胡冰玉。当胡冰玉的目光看到萧明玄拽住骆九离的胳膊时，胡冰玉被刺激的双手攥紧。王爷，戏演完了，松手吧。骆九离，你好样的！本王先给你记着，待出宫了再跟你算账。去甘泉宫救人，怎么想过河拆桥？你让本王进宫来救你，现在却跟本王甩起脸子了。臣女没跟王爷甩脸子，只是被那姑侄三个气得昏了头。臣女道歉，对不起，请王爷原谅臣女刚才的过失。好了，这本王去甘泉宫救人吧。救什么人？我的衣箱还都在国公府。秦颖，是主子。骆九离啧舌，就这样凶神恶煞、冷冷清清的一个人，胡冰玉是有多想不开，要看上他，这跟抱着冰块过日子有区别吗？看本王干嘛？还不快进去！王爷，我两手空空，没有药箱，进去等着被皇上砍头吗？先进去再说，尽你一切可能去救治。这是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干嘛？是这只小胖猫自己窜到我怀里来的。骆九离，把雪球抱进来。干娘是要朕照顾雪球吗？恐怕还是需要干娘自己照顾才行。朕给干娘找来了一位女医，让她给干娘瞧瞧，兴许会有奇迹发生，也不一定。骆九离，你来给凤德夫人看看。皇上，太医院手接菜，怎能让一个后宅女子给凤德夫人瞧病？皇上，凤德夫人是由于年老体弱，饮食失调，情志失节，心阳不足导致，这样贸贸然让一个医术没有得到认可的女子看诊，唯恐什么？张院首，朕问你，如若是一个自戕之人，匕首插入心口，张院首可能救活？皇上，这需要结合当时患者所受伤程度的情况而定，微臣不敢妄下断言。你不敢妄下断言，但骆九离敢。骆九离不是寻常的后宅女子，而是仙医灵虚子的门外弟子。骆九离那个温顺胆小的女人，怎么可能会是灵虚子的门外弟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可能，是不可能！皇上，我要被他骗了。胡贵妃，贵妃难道刚刚没有听到皇上说吗？骆九离乃是灵虚子的门外弟子，皇上金口玉言，还能有错？他怎么可能会是仙医的门外弟子？他怎么就不能是仙医的门外弟子了？贵妃娘娘不必用这种眼神看着臣女，臣女知道贵妃娘娘定然不信。不过也是，如若臣女不是有幸得师父教导，得了这半身医术，又怎么可能会在昭王和燕听莲的残害下活下来呢？参见皇上，这是洛儿小姐的药箱。皇上，臣女需要给凤德夫人做个全身检查，还请皇上与众人回避一下。都出去等着。难道就仅仅是因为那位便宜师傅仙医灵虚子的大名吗？你发什么呆？还不快给凤德夫人看诊，本王在外面守着，放心。骆九离一怔，再看去时，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寝室内。凤德夫人，臣女叫骆九离，是个女医。夫人以前是不是得过心症，还有支气管炎？支气管炎就是咳嗽过很长一段时间，感觉嗓子有异物，呼吸难受。凤德夫人的病就是心衰和呼吸系统常见病，放心，臣女能治。凤德夫人，这药只能舌下含服你慢慢张开嘴。凤德夫人，暂时先给您治疗心衰，待心衰缓解后再给您治疗支气管炎。不过您岁数大了，支气管炎年头比较长，无法彻底根除，但吃药后会缓解您呼吸困难的情况。夫人，您放心，臣女一定尽一切可能救治好您。骆九离说着话，感觉鼻子一痒，赶紧挪到一边，捂着嘴打了个喷嚏。完了，我这具身体再不好好保养，就会彻底废了。凤德夫人，臣女先出去和皇上禀明情况，以免皇上着急。您好生休息，晚些臣女再来。说着走出了寝室。骆九离如何？回禀皇上，凤德夫人得的是心衰，不过已经控制住了，晚间的时候会恢复些体力。你是说凤德夫人没事了？暂时没事了，不过还需要吃药巩固治疗。皇上，凤德夫人没事了，皇上也能安心了。皇后说的是，安心，终于安心了。皇上，
不知是谁侍奉在凤德夫人左右。虽然凤德夫人身体会逐渐好转，但在这期间需要注意的事项很多，要找个经验可靠的老人才行。荣秋，皇上，奴婢在。他就是伺候凤德夫人的荣秋嬷嬷，有什么事你告诉他，朕先进去看看。说着，与皇后一起进了凤德夫人的寝室。洛儿小姐，奴婢代夫人多谢洛儿小姐的救命之恩。不必客气，依着本分。嬷嬷，有几件事需要跟您交代一下。凤德夫人在恢复身体期间，还需要控制饮食，太咸、太刺激、太辣、太甜的都不能吃。饮食主要以清淡、少食多餐为主。平时卧床休息，尽量采取半卧位。还有，房间的窗子早晚要注意通风，这样有利于病情痊愈。洛九离仔细交代着每一个细节，殊不知一旁的萧明玄看着身披披风、半干的头发，还有脚上那双沾着泥巴和草叶子的鞋，眼神愈发的深沉。所有人都只顾着让他治病救人，却没有在乎他掉水后根本没有换过干净的衣服和鞋子，便是他自己也忽略了这一点。你很冷？是这具身体怕冷，我身体还没养好，何况掉水里的时候，那个该死的胡冰玉像条赖皮狗一样死死地缠着我，害得我呛了好几口苦水，恶心死了。哼，既然怕冷，为什么刚才在甘泉宫不让荣秋嬷嬷给你找件干净的衣服换上？不习惯穿别人的衣服。王爷进宫为什么要告诉皇上我会医术的事儿？为什么还特意强调我是灵虚子的徒弟？还有刑部那个自强的狱卒，王爷不是说要保密吗？你的为什么怎么那么多？王爷不想说就不说，我又不逼你。倒是王爷在外面拈花惹草，惹出一身的风流债，人家姑娘不敢对您这个正主动手，倒是让我倒霉的当了炮灰。洛九离，是谁告诉你本王在外面拈花惹草，惹出一身风流债的？王爷难不成不知道那个胡冰玉倾慕王爷吗？虽然王爷没有刻意拈花惹草，但架不住这些狂风浪蝶往上扑啊。不但如此，那胡冰玉似乎对王爷的行踪了如指掌，在把我推下水之前，他还质问我，王爷怎么会在殿上帮我说话？昨晚我又为何会宿在九王府？为什么王爷会带着我去昭王府，会带着我去刑部？我就不明白了，这些事他是怎么知道的？难不成他跟踪王爷？这件事本王知道，以后你离胡家姐妹远点，最好不要产生交集。王爷当我愿意跟他们产生交集？那姐妹俩，一个是姜太公钩上的鱼，蠢得要死；一个是青竹十二口，黄蜂尾后针，阴险狡诈的满级绿茶婊。虽然今天受的委屈让我很不甘心，但谁让人家背后有太后和贵妃撑腰，又是大司马府的嫡出小姐，我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胡贵妃对你做了什么？倒也没什么，只不过是为了他儿子极尽羞辱罢了。这谁家孩子？你，王爷，您能不能把我拽起来？我腿麻了，用不上力。萧明玄没有说话，一把把他提起来。谢谢王爷。主子，刚才有个孩子突然从巷子里闯进来，惊到了马匹。主子没事吧？没事。马车里气氛变得有些尴尬。萧明玄看向他时，只见他头发凌乱，白皙的脸上涨起了一层红晕。萧明玄突然觉得唇干舌燥，身体里一阵阵的火钻了上来，目不斜视。好在这尴尬的气氛没有持续多久，马车就停了下来。主子，异国公府到了。多谢王爷送臣女回来。头也不回的就跑进了府里。洛儿小姐，事儿怎么了？秦颖，主子回府。是。异国公府里，洛九离脸上的红晕还没有消散，脑子里想着刚刚发生在马车上的事。他竟然不小心的碰到了萧明玄身体的某个部位，这简直要了他的老命。以后两人见面，不得尴尬死啊！二小姐回来了。九儿，你这是怎么了？二小姐，你这怎么浑身都是湿的？春柔，快去熬些姜糖水，再去准备沐浴的水。母亲，我没事，我先洗个澡，换身衣服，再跟您细说。好，母亲不急。九儿，快趁热把姜糖水喝了。在宫里发生了什么事啊？没什么，只不过不小心掉进了湖里。你这话是真是假？母亲能听得出来。可是贵妃娘娘责罚你了。倒也没真的责罚，不过是心疼昭王，说了些难听的话而已。只是说些难听的话吗？
他心疼他的儿子，可我却心疼我自己的女儿啊！当初我真是应该拦着你，哪怕是把你锁进柴房，让你恨我怨我，都不应该让你嫁给昭王。母亲，都过去了，当初是女儿少不更事，看错了人，也信错了人，与母亲没有任何关系。何况女儿现在不是好好的吗？那胡贵妃是说了些难听的话，但无所谓。我火烧昭王府，大闹太和殿，请求了和离书，致使昭王被打被禁足，贵妃娘娘心里有火气也是应该的。当初决定和离的时候，我就想过会有这么一日，这比我想象中来的还要晚呢。九儿，你何苦啊？母亲，这个指环我戴得太久了，有些紧，还不太容易摘下来。洛九离在想下一句应该怎样跟他母亲套出这古戒的来历，毕竟一模一样的古戒出现在2个不同的时空，他不认为这是巧合，何况这古戒里的秘密原主是否也知道？九儿，这指环不能摘。为何不能摘？难不成这古戒真的有特殊的来历？你6岁那年冬天，不慎落入湖中，高烧不退，差点就不在了。是一位游方道长恰巧路过义国公府，把这枚指环戴在了你的手上。6岁掉入湖里，这人生轨迹怎么和他有些相似？他也曾经在6岁那年冬日掉入过一次人工湖，被路过的外卖小哥救了，送到医院才捡回了一条命。他叫洛九离，原主也叫洛九离，他们一样，可他们又不一样。这一切到底又为什么会重合？洛九离眼睛瞪得僵直，可始终想不通这其中的关窍。九儿，你这是怎么了？没事。我为什么好像没印象呢？那次发烧，你昏迷了1天1夜，等醒来后，6岁前的记忆好多都记不起来，自然没有印象。我昏迷了1天1夜，不会是我戴上这个指环就退烧了吧？哪有那么神奇的事儿啊？是那位游方道长用偏方救了你，也是喝了2副药的。不过什么？那道长说，在你18岁之前，这枚指环不许丢，不许摘，让我们好生看护好了。18岁之前不许丢，不许摘，为什么？具体的，那道长并未明说，只说18岁之前你会有一场劫难，这指环能保你一命。现在看来，那位道长所说的劫难，也许就是你在昭王府受的那些苦难。母亲可知道那位道长是谁？可有派人去查过？这些年可有再遇到过？不曾。按理说，以你父亲和大哥的影响力，去追查一个人的下落，应该是容易的。可是这么些年，派出去多少人都没有查到那游方道长到底是何人，就好像这人从未出现过，凭空而来，凭空消失了一样。话已至此，洛九离也明白了，恐怕想要彻底解开这古界的谜团是遥遥无期了，除非他能找到回去的路，回到自己的年代，找到小考古。九儿，你怎么了？没什么，我只是在想那位神秘的道长到底是何许人也？许着是位世外高人吧？母亲现在也想找到他，想问问他，我女儿的劫难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九儿啊，母亲此生只希望我的家人都平平安安的，你大哥和父亲每次出兵都能平安归来，你二哥明年能高中春闱，你姐姐能安然喜乐，而你一辈子都不会再有劫难，哪怕有，就让母亲替你承担了吧。母亲，也许他终其一生都不会，也不敢告诉母亲，他的亲生女儿早已死在了昭王府那破旧的别院里。现在站在他面前叫他母亲的洛九离，是一个来自于异世的灵魂。相较于异国公府母女俩的温情时刻，九王府一如既往的安静。秦隐站在书房外已经有1个时辰了，他家主子正坐在椅子上，已经呆愣了1个时辰了。以前多高冷、多腹黑、多冷漠、多暴力的一个人，此时脑子里却不停地回想着刚刚发生在马车里的事儿。秦爷，主子还没有要吃饭的意思吗？秦隐摇了摇头，哎呦，这可如何是好？这饭菜都热了一遍又一遍了，要不秦爷问问主子？那就继续热，再热，那饭菜恐怕就要烂到锅里了。哎，秦爷，王管家，那狱卒醒了，狱卒醒了。主子，小厮来报，
那狱卒醒了，果真醒了。是，走。多余的一句废话都没有，起身抬脚就走了出去。果真是皇上身边的齐罪公公。夫人，千真万确，是齐罪公公，不但带了好多赏赐，说是还有皇上口谕，让夫人和二小姐去接旨。赏赐？九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许着是凤德夫人醒了。凤德夫人，你怎么？哎呀，母亲，先别问了，快去前院接旨，齐罪公公还等着呢。是啊，夫人，齐罪公公还等着呢，您不能让他老人家等着急了。对，快走，万不能让齐罪公公等着急了。公公，快进厅里喝杯茶。不了，咱家公务在身，还要回宫复命呢。咱家是奉了皇上之命来给陆二小姐送赏赐，国公夫人，陆二小姐接赏吧。皇上口谕，一国公府嫡次女骆九离，才行兼茂，明于礼体，医术精深，就至凤德夫人有功，特赏赐布匹绸缎10匹，玉如意1件，红珊瑚翻莲花钗1只，镶嵌珍珠碧玉手镯1只，钦此。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洛儿小姐，皇上口谕，让洛儿小姐明日一早进宫，去甘泉宫为凤德夫人调理身体，直至凤德夫人身体彻底康复。是，咱家是为了皇上办差，国公夫人无需如此客气。公公言重，天色渐暗，劳动公公亲自跑一趟，就当是妇人请公公喝杯茶吧。既然如此，咱家便回宫复命了。恭送公公。难怪人都说一国公夫人礼数周全，如此一看，当真是让人心里舒坦呐。唉，昭王到底是个没眼界的，错把珍珠当榆木。九儿，你随母亲来。哦，说吧，怎么回事？前日你在刑部救了一个狱卒，今日又进宫救了凤德夫人，母亲竟从未得知我的女儿医术精深到让皇上亲自封赏。母亲，其实我一早就被昭王送去京郊那处废弃的别院了。燕听莲收买了我身边的嬷嬷，我差点被那个嬷嬷杀死，是师父救了我，并教了我医术。那你为何回府后从未与母亲提及？那时身心受伤，一门心思只想与昭王和离，所以根本也来不及去管其他的事情。好啦，那些不开心的事就不要再想了。女儿现在不是整整齐齐地陪在母亲身边吗？你师父是谁？改日请他来府上一聚，母亲亲自道谢，谢谢他救命之恩。师父名唤灵虚子，他已经离开长宁王朝了。你说什么？你师父叫灵虚子？灵虚子就是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江湖仙医。你师父竟然是灵虚子，母亲到底该说你是因祸得福，还是失之桑榆，受之东隅啊？夫人，二小姐，九王府的人来了。九王府啊？派谁来的？回夫人，二小姐的话是一位叫秦武的侍卫。母亲，我去看看。去吧。夫人，徐嬷嬷，咱们的二小姐是不是变了好多？唉，夫人，奴婢说句大不敬的话，许是这件事对二小姐的打击太大，受了刺激吧，所以性子变了也并不奇怪。夫人想想，如若一个女子经历丧子之痛，经历和离之苦，受尽万般委屈和磨难，便是再温顺的性子也会被磨出棱角的。是啊，这也许就是夫子常说的长大的代价吧。虽然说人都要学着长大，可这长大的代价太大。属下见过陆二小姐。可是那个狱卒出事了。狱卒醒了，王爷让属下过来接二小姐过府一趟。醒了好，你等等，我回去拿药箱。是。半个时辰前，九王府里，奴才给九王爷请安。
你叫什么名字？奴才叫汪小六。汪小六，你还真是好大的胆子，竟敢私自放走朝廷重犯！说你为什么放走燕听莲？九王爷，奴才没有放走燕听莲。奴才受伤了，奴才要死了，奴才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奴才什么也不记得了。你不记得？奴才只记得全乱了。然后奴才举起匕首，眼睁睁看着匕首刺入了胸口，但是奴才不觉得疼。汪小六，你在刑部大牢里放走了燕听莲，当真全然不记得了？九王爷，奴才家里上有老父老母，下有妻儿要养，就是给奴才100个胆子，也不敢私自放走皇上笔下的重犯呐。本王再给你半个时辰仔细回想，半个时辰后本王再来。如若你胆敢隐瞒，本王会让你9族俱灭。说完这些，不管已经被吓得半死的汪小六大步出了屋子。秦武去异国公府把洛儿小姐请来，就说那个狱卒醒了。主子，这大晚上，只要他知道那狱卒醒了，不管多晚定会过来。是主子。这个汪小六会不会是装的？要不属下进屋用刑去逼问一番，属下就不信动了大刑他还敢不招。不，也许他不是装的。本王曾经和桑南国人打过交道，本王知道桑南国女子习媚术的同时，那媚术中还有一种能消磨人记忆的功法。如果本王猜测的没错，汪小六在自枪之前被燕听莲抹去了记忆。抹去记忆？也许只能等到洛九离来了。主子，您不是说汪小六不是装的吗？那洛儿小姐来又能有什么办法？不知道。他抬头望了望院外漆黑的夜色，想起骆九离在马车和他说起过胡冰玉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眼神便晦暗幽深一片。秦颖，今晚开始，府中众人一个一个给本王查，尤其是查有没有和大司马府的人暗中联系的。主子的意思，咱们九王府进了细作？骆九离告诉本王，胡冰玉对本王的行踪了如指掌，就连本王带骆九离去昭王府去刑部，骆九离进府，天亮之前出府，所有的事情他竟然全都知道。主子放心，不出2日，属下就把这些暗处的老鼠一个一个的揪出来。倒是那个胡冰玉，仗着身后有太后和胡贵妃，竟敢肖想王爷，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配不配？以属下看，就应该让他和陆明心一样，丢去尼姑庵陪伴佛祖，青灯古佛一辈子。那个女人找到了吗？秦野一滞，低头，然后摇头。今儿个是13了吧？是，再过2天就是15了，主子该出京了。萧明学没说话，他心里想着，也许这月15以后会是个转机，而那转机就是骆九离。此时进了王府，刚进院子，便见到那主仆2人站在琉璃灯下，琉璃灯盏照耀下来，让萧明玄整个人像是迎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芒，俊美尊贵而神圣。这样的角度望去，好看的让他的心跳突然扑通了一下。有这功夫花痴，还不如尽快查到真相，找个挣钱的门路，别在异国公府混吃等死。洛儿小姐，您怎么了？没怎么。骆九离大步往前走去。王爷来了。秦武说那个狱卒醒了。不过可能还需要你再想个办法。办法？怎么回事？那个狱卒只记得自己自枪，关于放走燕听莲的事儿他都忘记了。忘记了？会不会是装的？王爷没有大刑伺候吗？这种人不见棺材不落泪，给他上几套刑具，他就全交代了。萧明玄嘴角抽了抽，没有过多解释。走吧。王爷借也不说话，关于燕听莲，王爷没跟我说实话。既然王爷不说，那我就把心里的怀疑摆在明面上，以供王爷参考。你说。我的怀疑有3点。第一，燕听莲虽然是昭王侧妃，是太常寺少卿的干女儿，是萧朱墨宠爱的女人，但归根结底，她不过是一个妾室身份。论地位，论权势，论家境，我比她高的不止1星半点。可为什么皇帝不让我处置她，而是把她关押进刑部大牢，等待秋后问斩？第二，皇上责罚昭王，让他禁足昭王府，可为什么要派人守在府外，不分日夜的监视？说是监视，倒不如说是保护吧。为什么要保护昭王？是在防止谁接近昭王？第三，燕听莲越狱，整个刑部几乎进入了1级戒备状态，所有兵士满大街搜捕，可直到现在却没有找到燕听莲的影子。她如若只是一个弱女子，绝不可能躲过这3天的搜查，只能说明，要么燕听莲本身不俗，要么这城内有她的内应。
第4就是胡贵妃娘娘的态度。我回到府后就一直在想，我火烧昭王府，大闹太和殿，与昭王和离，让他挨了板子，丢了钱财，进了族。可贵妃娘娘除了对我言语上羞辱外，倒没有做出其他的事情。基于以上4点，我的怀疑基本可以成立。燕听莲不仅仅是昭王侧妃那么简单，是不是？萧明玄是真没有想到，洛九离条理表达清晰，说话有理有据，便是杀伐果断、金贵冷漠如他，竟也不得不对洛九离再一次刮目相看。这个女人还真是每一次都会带给他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王爷，事到如今，您还不想告诉我吗？你先告诉本王，你有办法让汪小六想起在刑部大牢发生的事吗？王爷，有没有人说过您很狡猾，狡猾如狐？看来你是有办法吗？果然呐，果然是个狡猾如狐的萧老狐狸。我要说没办法，是不是王爷又要和我谈条件啦？不会，不过如若没有你的帮助，本王可能又会熬上几个通宵。说话的语气怎么让洛九离听出了几分委屈的意味？熬上几个通宵不也是他分内的事吗？关于燕听莲，你的怀疑是对的。燕听莲并不是昭王侧妃那么简单，本王怀疑她是桑南国人。桑南国？桑南国男子多习蛊术，女子多习媚术。这个燕听莲，本王怀疑她是习媚术的女子，但不排除她身上也有蛊毒。想想那日在太和殿上，昭王突然疯癫，差点掐死你，甚至对国公夫人动了手，是不是不太正常？看来昭王不但被燕听莲的媚术蛊惑，还被下了蛊毒。萧明玄神色暗了暗，只以为他还在意昭王，却没想到。先说好了啊，媚术蛊毒我可解决不了，无论昭王是死是活，别来找我。放心，昭王自有人救治，不会找你。但汪小六是唯一一个证人，本王要知道当时在刑部大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好，我可以试试，但我不能保证就一定会成功。如若失败了，王爷可别怨我。你尽管试。说着，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寝室。爷，我需要整个院子都保持绝对的安静。秦颖，去。是。现在用鼻子快速深沉的呼吸3次。现在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再度重复快速吸气和吐气3次。继续，什么也不想，再一次重复3次深呼吸，快速吸气、吐气。现在放轻松整个身体，放松脸颊，你的手臂和手变得很沉重，把手放在扶手上。洛九离话音刚落，萧明玄就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你现在回到了刑部的大牢里，你看到了燕听莲，她在向你招手，让你过去。她是谁？她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是燕侧妃，淡青色的裙子，眼底泛着水银，比桃花还要漂亮。她的眼睛在转，盯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像什么？像是蒙着一层水雾的漩涡，好美。继续看她的眼睛，她和你说什么了？告诉我，她说了什么？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会是你的女人。你放了她，她做了什么？她抚摸我的眼睛，她告诉我帮她阻拦追上来的人，然后用匕首插入胸口，她就会彻底属于我。她走了，她消失了，院子里一片混乱，好疼，好多血。行，放心吧，九王不会杀你，因为这不是你的错。任何一个男人在那种情况下也逃不掉媚术的蛊惑。一旁，萧明玄听到他说这句话，有些不愉的沉了沉脸。任何一个男人，看来也包括他了。你跟本王出来。小姐，派人看着王小六。是，我家主子要和你家小姐谈事情，你最好在这站着不要动。洛九离跟着萧明玄走动书房门口，忽地停下脚步。这是王爷的书房？进来，本王有话问你。进就进，有什么大不了的？哇，夜明珠，很喜欢吗？喜欢啊，喜欢是喜欢，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不能夺王爷所爱。本王也没事要给你啊，还说本王狡猾如狐，这个女人不也是狡黠如狐吗？洛九离，能谈正事了吗？哎，这王爷怎么不上套呢？能谈。现在能确定燕听莲就是桑南国人，并且的确会媚术，而且媚术功法不浅。同意。刚才你给汪小六施展的是什么功法？那不是功法，那叫催眠术，也算是精神分支学科的一种。催眠术？他又想起他说的那位世外高人，又想起他说每个人都有秘密，王爷又何必非要问出个所以然来呢？心里边压制住了对他的探究。她是一国公府的嫡次女洛九离没错，是与昭王和离的昭王妃也没错，可明明是同一张脸，怎么性子、行为举止太多的不同，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个心子一样。萧明玄一想到换了一个心子，脑子里突然
然就像烟花炸裂开来。王爷，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本王不疑有他，只是突然想到了一些事儿。听说皇兄派齐罪给你送去了赏赐。是，臣女感念皇恩浩荡，今日在宫里感谢王爷搭救。只是有一件事臣女不明白，王爷为什么要把臣女会医术这件事告诉皇上，而且还要告诉皇上臣女是灵虚子徒弟这件事？因为皇上知道了刑部狱卒自枪的事，何况本王一个外男也不能擅闯皇上的后宫，去后宫救你，只能把你救了那个狱卒，带你回王府为狱卒疗伤，是灵虚子徒弟这件事儿告诉皇上。只有这样，皇上才不会听信外面传出的那些谣言，才会把你从玉福宫中救出来。外面传出的谣言？什么谣言？没什么，本王已经处理了。才和离不久的昭王妃，九王爷曾经的侄媳妇，大晚上进入九王府，这谣言的散播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但对洛九离的影响绝非不小。倒是没想到皇上会这么信任王爷，以前总听说王室中人性情凉薄，贪婪又自私，毫无亲情可言，现在看来谣言也有偏差的时候。这些大不敬的话以后不要再在任何人面前说了。抱歉，臣女以后都不会再说了。王爷，天色太晚了，臣女明日还要进宫为芬德夫人看诊，臣女就先告辞了。也罢，让秦武送你。是，多谢王爷。小姐，您这是怎么了？是有心事吗？没有。母亲，这么晚了，您怎么还没有休息啊？夫人担心小姐，非要等小姐回来，让母亲忧心了。母亲在这儿等你，一是担心，二是想当面告诉你，明日进宫，万事都要低调小心。还有，这里是一些碎银两，明日进宫遇到难缠的工人或者紧急你自己解决不了的事，就使些银子。母亲，这傻丫头，宫里不比咱们府外。在那里，下三等的奴才都会看人下菜碟儿。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使了银子，他们放心，你也放心。母亲，不过是一些宫女、太监，我是奉旨去给凤德夫人看诊的，谁还敢对我无礼啊？你这丫头，怎么和你爹一样，直肠子、倔脾气？你爹那个大老粗，不懂得为官之道，清正耿直了一辈子。好在是一介武夫，日日泡在军营里操练那些赤脚汉子，这要是放在朝堂上，被人利用了都不可知啊。听母亲的，拿着这些银两会用得上。母亲，我真有件事想问您，关于凤德夫人，母亲知道多少？你问这干嘛？我那日听皇上叫凤德夫人为干娘，虽然凤德夫人是皇上的乳母，但太后尚在，皇上叫一个乳母为干娘，太后难道不会心存芥蒂吗？这件事说来，母亲所知也不多，只知道当今太后并不是皇上的生母。太后不是皇上生母？当今太后与皇上的生母，当时的德妃娘娘是表姐妹关系，太后是表姐，德妃是表妹。这对表姐妹不但长得漂亮，还各自分别为皇上生下了3皇子和4皇子。当时在宫中也是一时风头无两。可惜天不假年，人不岁月。太后的3皇子在14岁那年身染恶疾，突然病逝。太后身为母亲，可想而知是如何的悲痛。可宫中让人悲痛的事，又何止那一年？次年冬月，德妃娘娘也身染恶疾，不幸病逝了。当时的皇上还只是皇子，一个没有母族庇护的皇子，除了陪在身边的乳母，再也没有了可靠之人。后来先帝下旨，把皇上过继给了太后，就这样，皇上成了太后的儿子，直至登基为帝。一个是失去了母亲的儿子，一个是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他们能在那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后宫中活下来，扶持彼此，并且成为最后的赢家，实属不易。那位凤德夫人呢？虽然太后不是皇上的生母，但赐封一个乳母为凤德夫人，并且赐居甘泉宫，这权势是不是很大？再多的权势对凤德夫人也没有用。你以为太后是吃素的呀？这话怎么说？那凤德夫人孩子早夭，丈夫也早就死了，家里只有一对务农的哥嫂和一个傻侄子，这样的人便是给他再大的权力也是无用。何况他当乳母时对皇上是一心一意，起早贪黑的伺候皇上。德妃娘娘病逝后，哪怕一盘菜都要留给皇上吃，累了这么多年，那身子也早就累垮了。九儿，你记住，
进宫后无论碰到任何人，多做事，少说话，保持中立，不要偏帮任何一方。母亲放心，我明白该怎么做。好，你早些休息，母亲也回去了。母亲慢走。第二日，荣秋姑姑，洛二小姐进宫吧，凤德夫人一直在盼着洛二小姐来了呢。洛九离微微点了点头，跟着荣秋姑姑往甘泉宫而去。这是洛二小姐奉皇上圣旨来给夫人看诊的。奴婢见过二小姐。夫人早饭吃的是什么？按照二小姐吩咐，让厨下给夫人熬制的小米粥，少食多餐，逐渐进食。是洛二小姐来了吗？回夫人，是。臣女洛九离见过凤德夫人。不必多礼。说起来，我这条老命还是二小姐从阎王殿里给抢回来的。昨晚荣秋说血团只找你一个人报，我还觉得奇怪，没想到啊，他竟是喜欢你，也是缘分。二小姐不知道，我家夫人养了雪球10几年，除了我家夫人，从不让外人抱的，更不让人碰。所以昨日雪球找二小姐抱，大家都觉得惊奇呢。许是这猫是有灵性的，知道我会医术，能救它的主子。夫人，臣女先给夫人把脉，子干明显退去，呼吸也顺畅了许多，脉象也有好转之势。荣秋，你去让厨下给我做些雪梨、银耳、莲子羹来。是。二小姐，人都出去了，放心，我相信你。昨日你给我诊治的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你是真心实意的，不希望我死。凤德夫人和昨日一样，舌下含服。夫人身体还未康复，尽量闭目养神，不要损耗精力。洛二小姐，你说句实话，我的病还能活到几时啊？回夫人的话，这臣女还不能下判断，还需要做个检查。那就查吧。现在臣女要先听听心脏。哎呦，这什么东西？想冻死我这把老骨头吗？这是听诊器，能听到夫人的心跳声。听诊器？这冰凉的东西能听到我的心跳声？夫人经历这场大病，心跳虽然不如从前，但是夫人放心，只要夫人按时吃药，按时锻炼身体，1年2年有盼头，3年5载也不费事。真的吗？真的。洛家丫头啊，你能不能慢一点啊？那绣花针儿瞧着不小。可真是个可爱的老小孩，即便是心里如何害怕，也颤颤巍巍地伸出了手臂，更没有如同别人那样对我问东问西，怀疑猜忌。别怕啊，不疼的。夫人平日里喜欢吃什么？甜的，桂花糕、枣糕、杏仁佛手、香酥苹果、荷叶饼。以后这些太甜的尽量少吃。夫人的禁忌饮食，臣女都告诉荣秋姑姑了，以后让荣秋姑姑监督夫人。好了，打完针了。这次果真不疼啊！这是速效救心丸，您自己收着。遇到心口疼、气喘的时候，可以舌下含服。臣女一会儿给您开2张方子，治疗心衰和支气管炎的，按照方子上熬药。好，洛家丫头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昨天的事儿我都听荣秋说了，太医院那么多的太医和院判都在，皇后和贵妃娘娘也在，谁都对我的病无能为力，而我却被洛家丫头救活了。洛家丫头把我救活，皇上高兴，有人会不高兴，而且还把太医院的一干御医判为了庸医，恐怕你会因为我成为众矢之的的。所以一会儿洛家丫头出宫后，荣秋去给我请太医，让他们给我开方子。这明面上的事儿一定要做，不能让洛家丫头成为那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儿。是，奴婢知道该怎么做。荣秋姑姑点了点头，亲自护送洛九离离开了甘泉宫。
此时御书房内，你是说确定了燕听莲是桑国的细作？是，而且他的媚术功法不浅，非我族类，其心必诛。找到后即刻处死。还有昭王，堂堂王爷，竟被异国女子蛊惑至此，给京城带来如此祸患，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滑天下之大稽呀！王兄息怒，昭王被燕听莲的媚术蛊惑，也是在情理之中。情理之中？哼！如若朕记得没错，当年与桑南国对阵，桑南国假意诈降，与你谈判之时，那桑南国的公主对你使用媚术，你不是并没有被她蛊惑，而是破解了吗？甚至当场斩杀了那公主，扬我长宁国威。同样的事，昭王竟然被蛊惑的五迷三道，酿此大祸，又何谈情理之中呢？当年臣弟没有被媚术所惑，斩杀桑南国公主，是因为臣弟一心想着为皇兄收复国土，并不沉迷女色。但昭王不同，燕听莲用苦肉计救了他，无论是因为感恩，还是因为那女子的美艳，昭王都对她动了心。动了心的男人，一旦沉迷于女色当中，更是无法招架住媚术的蛊惑。何况燕听莲还对他下了蛊毒。想来那燕听莲不仅有帮手，还是个谨慎的。他一日不出现，朕便一日不能安寝。老九，这件事要尽快了结。太后已从万佛山启程回京了。王兄，臣弟倒是有一个办法，能引出燕听莲。回到异国公府的骆九离刚躺在床上，小姐快起来，夫人来了。母亲怎么样？今日进宫可有遇到麻烦？没有，凤德夫人怕有不长眼的宫人冲撞我，便让荣秋姑姑亲自送我出的宫。凤德夫人为人柔和，不恃宠而骄，不干预后宫任何事务，这也是她能在宫中立足的根本。只是她说的没错，你这次惹怒了太医院的那些太医，恐怕真的会成为众矢之的。九儿啊，那后宫之事反复杂乱，宫妃之间、朝臣之间，便是那太医院也是勾心斗角、分帮立派、尔虞我诈。以后这宫中你还是少去为妙，不要有任何负担，天塌下来还有爹爹和娘亲替你顶着。母亲，你当初出嫁是母亲和爹爹没有考虑周全，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有了上一次的教训，母亲和爹爹知道该怎么做。母亲别说了，过去的事都过去吧。我见母亲打扮得如此雍容端庄，是要出门吗？我想去给你的小外甥女打2对金银项圈、手镯和长命锁，不妨你与母亲一块儿去。好啊，我还说呢，改日要去看看姐姐和小外甥女。九儿，你不是最喜欢吃云之阁的糕点吗？听说他们那儿又出了一种形似荷花的糕点啊！还有啊，一会儿去翡翠阁瞧瞧有没有新制的首饰，给你买一套，换换颜色，添添喜气。母亲，女儿想和你商量件事。什么事啊？还需要和母亲商量？我想开个酒楼。为何要开酒楼？你是国公府的小姐，吃穿用度定是短不了的。我知道，我就是想给自己找点事做。好好，你做什么都行，只要你高兴。谢谢母亲。主子，洛尔小姐和国公府夫人去了翡翠阁。秦武回来了。秦武跟过去了，不过什么？大司马府二小姐胡寒玉和安亲王府西云郡主也去了翡翠阁。那胡寒玉历来和洛尔小姐不对付，那安亲王府……掌柜的，有簪花步摇吗？也一并拿出来。好嘞，夫人稍等。哟，我倒是哪家姑娘看着面熟，这不是我们的昭王妃吗？不对，不应该叫昭王妃了，应该叫洛二小姐。她已经和昭王哥哥和离了。韩玉说的对，叫洛二小姐，这才和离多久，人竟然也作妖起来了。这输的什么发髻啊？还把自己当成元婴未嫁的小姑娘般的捯饬，是算几个意思呀？小的给西云郡主请安。和离多久重要吗？总好过没有嫁出去没人要的强吧。胡家二小姐都15了，听说也相看3家了，还没有看对眼的吗？还是说人家公子根本就看不上二小姐？这位郡主是吗？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整天东家长西家短的，外人只以为你是个乡野村妇，哪里有一丁点京城郡主的做派？你洛九离，上次在宫里也没见你这么尖酸刻薄，怪不得死了孩子。
胡寒玉，骂我可以，但孩子是我的底线，将来你也会怀孕，为你将来的孩子积点德。还有，以前你们欺负我，奚落我，把我推入水中，往我的杯子里倒沙土，路上放蛇吓我，一切的一切，你们都当我忘了。我告诉你们，不是我懦弱，是因为我不想变成你们这样的人。但现在想动手就别客气，我洛九离奉陪到底。哼，只不过是昭王哥哥不要的弃妇，仗着曾经的身份，倒让你生出了这样自命不凡的本事了。西云郡主，你是有多眼瞎心盲，才会如此评价我？还昭王哥哥，你喜欢你嫁给他呀，正好。昭王府现在没有正妃，也没有侧妃，你去了一步到位。洛九离，放肆！我乃郡主身份，你一个弃妇，应该向我行礼才对，竟还敢像乱吠的狗一样大呼小叫！到底是谁像乱吠的狗一样大呼小叫？九王爷，臣妇见过九王爷。国公夫人免礼。谢王爷。安亲王果真是养了2个好女儿，一个胆大包天，一个目中无人。身为郡主，竟然以郡主之姿仗势欺人。九王爷，不是臣女，是洛……闭嘴！本王让你说话了吗？洛九离站在一旁纳闷，九王爷这是什么意思？西云郡主可是安亲王的女儿，还有明明挨骂的是他，明明受讥讽的也是他，他都没这么大的气性，怎么今儿个九王跟吃了枪药一样？难道是为给他出气？不应该啊，他没那么大的脸让堂堂战神王爷给他出气，何况为了他而得罪大司马府和安亲王府，不值当啊。我的乖乖，九王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啊？等那2位哭着跑出翡翠阁，萧明玄头也不回地出了门。这是什么情况？匆匆而来，为他出了气，又匆匆而走，连正眼都没有瞧他。他们俩不熟悉到这种地步了吗？母亲，这九王爷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大司马府和安亲王府会不会把这笔账算到咱们异国公府头上？安心，九王出面不是为了咱们，那是为了谁？难不成他与大司马府和安亲王府有仇？不是大司马府，是安亲王府。安亲王府？为什么？母亲，你在想什么？没什么。母亲，我在问您呢。安亲王府和九王府倒是有什么仇怨，让九王在众目睽睽之下失了分寸和风度？母亲所知也不多，听说是安亲王集结了几位言官参奏过九王，朝堂上的事儿不是咱们富人家该打听的。在这京城里生活，就要学会谨言慎行，不该知道的不要打听，该知道的也全当不知道。至于九王府和安亲王府的恩怨，也与咱们没有关系。你有这心思，倒不如陪母亲去看看你姐姐和小外甥女，顺带着也散散心。好，我陪母亲去看姐姐和小外甥女。今日之前，他觉得他眼中的九王爷一直是强悍霸道而冷漠的，此时他才知道，九王爷骨子里何止是强悍霸道冷漠，同样有某种特定的挟冤记仇。这么爱记仇的一个男人，看来以后和九王爷打交道，他得小心点。秦颖，主子，属下在。本王问你，刑部那儿可有找到燕听莲的下落？回主子的话，暂时还没有找到。还没有找到。今日在宫中，本王与皇上商议了如何引出燕听莲出现的计策，属下洗耳恭听。现在先放下燕听莲是桑南国细作的问题，从男女的角度讲，他最喜欢、最痛恨的人是谁？他最喜欢的应该是昭王，最痛恨的应该就是洛家二小姐。如若不是洛家二小姐火烧昭王府，又击登文谷名媛闹和离，也许她现如今就是昭王府的正妃了。但是现在昭王府外有人全天把守，连只鸟儿飞进去都困难。义公府外也有秦武守着，更何况洛二小姐出行，身边都跟着下人，她肯定也不敢轻举妄动。如若让这2个人同时出现在他的视线里，你说会不会把他引出来？难怪连陈央都说主子是千年的男狐狸修炼而成，的确有当男狐狸的潜质。既然是引蛇出洞，那就做戏做全套。秦颖低头附耳过去，主子，这可不行，明日就是15，每个月的15，主子不能待在外面，这样会很危险。会，放心，还有洛九离在。可是主子真的相信洛家二小姐能行？啊，这是怎么了？不是说昭王被皇帝禁足了吗？我听说呀，是远在万佛山的太后下旨，让昭王和洛家二小姐，也就是之前的昭王妃，一同去南华寺为那死去的孩子斋戒超度。这太后娘娘最是笃信佛法，那孩子被昭王的侧妃做成了药引子，吃下了肚。你说这皇室要是再不闻不问，岂不是被外人诟病？唉，
谁说不是呢？就是可怜了那孩子。小姐，我们真的去南华寺吗？不知道。陆二小姐，前面有个茶铺，请陆二小姐歇歇脚再赶路。我不渴，你们喝吧。他们呢？怎么不过来喝茶歇脚？陆二小姐说不渴。跟在后面的人呢？有没有打草惊蛇？没有，一直跟着，似乎在等待时机下手。小姐，怎么了？你想下去喝茶？不，咱们自己带的水呢。我并不渴，就是想去方便一下。走，咱们俩一起去。茶铺里，那侍卫一看到洛九离主仆出了马车，忙跑了过来。陆二小姐有什么吩咐？你忙你的，我们去那边转转。这荒郊野外的不太安全，陆二小姐还是在属下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吧。侍卫大哥，人有3急。哦，侍卫丢下一个“哦”字，转身就走了。这侍卫还挺纯情的。小姐，快走吧。他们去干嘛？回主子。陆二小姐说人有3急，可是主子，属下是不是应该提醒一下二小姐？不必，这对于跟在后面的人来说是个好机会。可是陆二小姐武功太弱，属下怕……贱人，受死吧！小姐小心！救命啊！有刺客！春柔，快闪开！洛九离大喊一声，侧头躲过那股要命的杀招，一个后空翻，抬起脚，使尽全力踢掉了那个女人手中的匕首。而此时的春荣痛得倒在地上，蜷缩着身体，几乎晕死了过去。对面随着嗖的一声响动，那袖剑暗器直奔胸口而来，砰的一声，没有任何犹豫的打在了对面那个头戴帷帽的女人身上。燕听莲，王爷，我是莲儿啊，招王。燕听莲，本王可不是你的招王。昭王话音一落，抬手撕掉脸上的面具，面具下赫然就是九王爷萧明玄的面容。九王爷，2个女人都愣住了。秦隐，刺下他的一只眼。是。九王爷，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罗九离，你个贱人，你不得好死！洛九离现下哪里管得了这些？一边是春荣为救自己受伤，一边是萧明玄为救自己受伤，脑子里又是害怕春荣出事，又是害怕萧明玄出事。萧明玄不动声色地看着他担忧又苍白的脸色。放心，本王没事，你先去救治你的丫鬟。春荣，秦隐，快帮我把春荣抱进马车里。秦隐看了他家主子一眼，萧明玄微微点头。秦隐赶紧抱起春荣，疾步回到了马车里。主子你怎么了？陆二小姐，主子出事了，中毒了。王爷怎么会中毒了？抬起萧明玄的手一看，陆二小姐，快赶紧救主子！毒素有千万种，我不知道王爷中的是什么毒啊！去把燕听莲招来，他那应该有解药。好，说那袖剑上是什么毒？解药呢？解药？没有解药，怎么会有解药呢？我是抱着杀死那贱人的心思来的，怎么会傻到往自己身上放解药？何况那是蛇毒啊，提炼不久的新鲜蛇毒，能有长宁王朝大名鼎鼎的战神王爷为了我陪葬，值了！我就是死了也值了！哼，秦隐，把他打晕，王爷死不了。秦隐顿时来了精神，一个手刀下来，疯子一样大笑的燕听莲顿时软绵绵的瘫倒在了地上。洛九离赶忙在心里默念抗蛇毒血清，不过3秒功夫，手里就多了抗蛇毒血清，赶紧拿出针管，把抗蛇毒血清注到萧明玄的体内。洛九离心一横，抬起他的手掌，直接用自己的嘴吸。主子是不是玩大了？他家主子武功深不可测，如若凭借主子自身的内力，应该能把毒素逼出体外。可主子偏偏以身试法，虽然知道主子会护住心脉，但洛二小姐这举动着实让他有些不忍心啊，不忍心。可是今天15，一旦到了晚上，二小姐又必须要留在主子身边，一个是前侄媳妇儿，一个是皇叔。除了这个理由，他也想不出该找出什么理由，光明正大的把洛二小姐留在主子身边一晚上了。洛二小姐，对不起啊。洛九离，本王好了。王爷醒来，太好了，太好了！王爷这要是出事，我简直就是长宁王朝的罪人。还好王爷没事。本王没事，放心。萧明玄站起身，都不敢去看他的眼睛，可背在身后的手却轻轻抚摸着伤口处。虽然王爷解了毒，但伤口还是要处理的。那袖剑里的暗器都生了锈，为防止王爷得破伤风，还需要打一针。王爷怕针，乖，不疼，放松。你肌肉这么硬，针头都被戳弯了。
主子这算不算是给自己挖了个坑？陆二小姐也是，刚刚还那么温柔，怎么一转眼母老虎一样？说来也奇怪，王爷连那暗器都不怕，竟然怕我的针头？那能一样吗？一个是自己能躲，一个是自己不敢躲。好了，王爷，我有话要问燕听莲。陆二小姐，属下把她弄醒。说着，手指点在燕听莲的某处穴道上。罗九离，你个贱人！哼，燕听莲，我是杀你全家了，还是挖你家祖坟了，让你恨不得置我于死地？罗九离，你怎么不死在别院？我就应该早些杀了你，也不会发生今日之祸患。杀我？从前的洛九离的确被你杀死，但至此何故？你为什么要害死那孩子？你为何连个尸身都不留给那孩子？你简直不是人！你是我见到过这世上最恶毒、最无耻的女人。至子何辜？不过是个野种，本妃让你怀到6个月，已经是对你们最大的恩赐了。你说什么？什么野种？那孩子是昭王哥哥的孩子，怎么会是野种？是你自己伤了根本，生不出孩子来，羡慕我，嫉妒我，所以才诬陷我。羡慕你，嫉妒你？洛九离，本妃可不会羡慕你，更不会嫉妒你。因为从始至终，昭王爱的都是我，碰的也都是我，而你，他连你一片衣角都没有碰过。胡说！你胡说八道！我嫁进昭王府乃是清白之身，除了昭王哥哥，我没有让任何人碰过我。清白之身？洛九离，你是在说你吗？你嫁进昭王府时就已经不是清白之身了。你不是一直自诩自己是名门贵女吗？不是把那清白看得比谁都重要吗？那我告诉你，真正夺走你清白的不是昭王，而是一个赖头赖脸的丑陋男人。想不到吧？在你嫁进昭王府的前一夜，你就已经被那个赖头赖脸的丑男人夺走了清白。燕听莲话音一落，在场的3个人同时把目光射向他。嫁进昭王府的前一夜，赖头赖脸的丑男人，而他家主子被下了千步谣的那晚，正是昭王即将大婚的前一晚。陈阳说，找到主子时，主子的毒已解，一地的女人衣服碎片，远处还有一个被一掌震断经脉而死的赖头赖脸的男人。天哪，不会这么巧合吧？燕听莲想要诬陷我的清白，也要找个好的借口。大婚前一晚，我在异国公府，我的父亲、母亲、2个哥哥全都在家里。身为异国公府的2小姐，我怎么可能会在大婚前一晚上外出？又怎么可能被你所说的那个男人侮辱清白？何况，如若真发生了那样的事，我为何不记得？你当然不记得，因为是我不想让你记得。要不是王爷娶你，只为了得到异国公府的支持，你以为我会那么容易让你嫁进昭王府？洛九离，真是可惜了。如若可以，我倒是真想让你再一次记起大婚前一晚，在那间破败的院子里，你被人羞辱时的画面。哼。想不到九王爷中了蛇毒还能活下来，还如此费尽心机的布下陷阱，只为抓到我。能得九王如此惦记，莲儿真是3生有幸。破败的院子，昭王大婚前一晚，赖头赖脸的男人全都对上。年前腊月，他被明心郡主下了千步谣，逃出宫后，看到了一个赖头赖脸的男人肩上扛着一个昏迷的女人，进了一间破败的院子。他原以为自己武功高强，内力浑厚，能抵抗得住那药物的侵蚀，便顺手杀了那个男人。没想到因为动用内力，一时已经混乱迷失，双手刚一接触到那个女人，他便把持不住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凭着药物的驱使，只是没想到那晚的女人会是洛九离。那么被昭王和燕听莲害死的那个孩子，岂不是燕听莲？桑南国女子多行媚术，你利用媚术引出洛二小姐，找人毁她清白，又用媚术魅惑昭王，本王说的可对？看来九王爷都知道了。不错，大婚前一晚，他中了我的媚术，自己躲过府中众人的视线，自己走出家门，被丑男人掠夺，被毁了清白。我原想着，这样一位高高在上的贵女，被毁了清白，怎么可能还有脸活下去？那护城河离得不远，再不济找根白绫上吊自尽，也能保住她的名声。谁会想到他竟然带着一身的污秽去了昭王府？
那时我正和昭王鸳鸯交集，遇到这么有趣的事，我怎么可能错过？既然你不舍得死，那我就让你生不如死。所以你就抹去了他那晚的记忆，让他以昭王正妃的身份嫁入昭王府，让他痛苦地看着你与昭王是如何恩爱有加的。你嫉妒他，嫉妒他贵女的身份，嫉妒他比你还要高贵的出身，还有他昭王正妃的位置。嫉妒，当然嫉妒，可他到底还是毁在了我的手里。至于他肚子里的那个野种，药引子既然来了，我怎么可能白白错过这个机会呢？洛九离啊，那生乌草的滋味如何？毕竟是昭王亲自端给你的。不过你知道了又如何？你不敢杀我，也不能杀我，便是九王爷也不会让你杀我。我与昭王吃下了情蛊，我死，昭王必死无疑。我要做的事，没有人能阻拦。他不敢杀你，我敢。何况昭王的死活与我没有一丝关系。话落，寒光闪过，直刺向燕平莲的咽喉。洛小姐，住手！萧明玄蓦然抬手，一把抱住洛九离的腰肢。九王爷，你当真要阻拦我？你若不想让我与你为敌，就松开我。是他毁了我的一辈子，是他杀了我的孩子，他该死！我要杀了他，为我的孩子报仇。他还不能死，他能不能死和我没有关系，我只要报仇。双腿对准他的下身，猛烈就是一脚。萧明玄险险地倒退了2步。主子，退下。萧明玄，你跟我……洛九离的话还没能说完，就觉得眼前顿时漆黑一片。在他瘫倒在地上之前，一把扯过他的手，将他搂在了怀里，弯腰抱了起来。九王爷是个聪明人，知道杀了我，昭王也活不成。不过我倒是挺意外，人都说九王爷冷酷无情、暴力残忍，是沙场上的活阎王，没想到今日竟对这个清白尽失的弃妇，倒是生出了怜悯之心。王爷如若真有这怜悯之心，倒不如放了莲儿，莲儿一定伺候好王爷，让王爷明白何为人间极乐。你曾经让他生不如死，那本王就让你也生不如死。秦颖废了他的武功，割了他的舌头。是。九王爷，你不能！闭嘴！秦颖咬着牙，一掌劈下，然后抽出匕首，伴随着凄厉的惨叫，风光一时的燕侧妃便再也说不出话了。主子，今晚就是15了，去别院。是。回别院的马车上，洛九离，本王该怎样告诉你真相？夕阳西斜，天色渐晚，2辆马车一前一后停在了京郊外的一处别院前。别院依山傍水，环境优美。看门的是个中年男人，男人一看到秦颖在马车上，忙躬身迎了上去。秦爷怎么来了？王爷也来了吗？废什么话，快打开后门。后门没有门槛，马车能直接进去。那男人一听，一溜烟的打开了后门。哦，秦爷请。2辆马车一前一后的进了别院内。秦颖向随行的侍卫们摆了摆手，随行的侍卫转身把院子里外左右全都围了起来。这些随行的侍卫全都是九王府的暗卫，做侍卫打扮，皆是为了保护九王爷的安全。萧明玄抱着昏迷的洛九离下了马车，秦颖已经先一步打开了房门。萧明玄把洛九离放在床上，又在屋子上点了一支安神香，这才出了屋子。秦颖，主子，给陈阳飞哥传书，让他马上回京。可是主子，陈阳公子和莫寒正在给主子找药，那韩家主本就是个不好相遇的，这会儿让陈阳公子半路回京，只怕会功亏一篑。那就让花兰州晚些进京。是，主子。陆二小姐的丫鬟，属下已经安排在了客房，燕听莲也押进了地牢。待明日再解决，晚上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是。屋里，萧明玄站在床前，看着洛九离昏睡的容颜，慢慢坐下，伸出手附上他的手，目光移向他的腹部，这里曾经孕育过他们的孩子，可那孩子……对不起。堂堂九王爷第一次对一个人说对不起，既是对这个女人，也是对他那还未来得及睁眼看这个世界的孩子。唉。萧明玄叹了口气，眼底有些犹豫，犹豫过后还是上床，躺在他的身侧，伸出手搂住他的腰。窗外月色渐渐升起，屋内烛火跳跃，预期而来的咒术果真没有发作。曾经那噬骨的疼痛，那月亮升起陷入一切黑暗的恐惧，在他把洛九离抱入怀中的那一刻，让萧明玄彻底看到了希望。洛九离，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能压制本王体内的咒术？洛九离，本王该怎样告诉你这一切的真相？如若你知道了，
会不会恨本王？若九离，本王冷清冷静了这么多年，大仇未报，大业未成，到底该不该把你卷入这场无休止的争斗中？若九离，不，我没有死，我没有死。若九离，若九离，你怎么了？若九离，醒醒！若九离。他听到萧明玄在叫他了，但是不确定是不是他，因为声音不一样，那个声音一直在发抖。他想要骂他为什么阻止他杀燕听莲，他想要骂出来，但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都没有办法发出一个音儿，直到手臂上传来一阵撕咬的剧痛，他飘忽的意识也逐渐回归。他豁然睁开眼，一道身影在烛火跳跃中慢慢的清晰起来，是萧明玄。洛九离，你醒了。放开我！刚刚你怎么了？洛九离眼底一凛，小腿并用向他的后脑勺踢去。萧明玄危险的眯了眯眼，松开他的手腕，长长的手指在他的两腿间一点。你敢点我穴道？洛九离一只手得了空，手指成爪，就要往他眼睛上掏去。你这个女人！萧明玄虽然知道他伤不了自己，但被他如此毫不留情的下手，心里还是升起了怒火，侧头一闪，躲过他的袭击，手掌回笼，狠狠抓住逼近的手指。与此同时，只听嗖的一声，一只带着火球的利箭破空射入了屋内，屋内的木质桌椅瞬间着了起来，屋外也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主子，有人袭击别院。说，闯别院者共计16个黑衣死士，身份不明，功夫极强。那些人的目的是燕听莲。王爷，你快放我下来！我虽然武功不如你们，但多少也能帮上些忙。何况你的手还受着伤。哼，现在知道本王的手还受着伤。萧明玄冷哼了一声，对他的话置若罔闻，抱着他已经站在了门外。此时日元当空，别院外刀剑声、嘶喊声，火光燃烧起了噼里啪啦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夜空。洛九离，你是本王的福星。因为有他又能清晰地看到这15的月色了。洛九离简直欲哭无泪，别院外打得火热朝天，这位可好，居然还有心思站在这儿抬头欣赏夜空。只是还未等他再多欣赏一眼，暗处无数枚泛着寒光的暗器呼啸而来。有毒！秦颖，杀，一个不留。是。霎时间，一刀一剑同时破空而出，接着几道黑影挥着凌厉的剑锋从上狠劈下来。萧明玄真气凝聚，刚刚近身的黑衣死士便直直被剑气砸飞了出去。原以为刚刚被砸飞出去的黑衣死士断了气，没想到只见他身上受着剑伤，竟然嘎巴嘎巴转了下头，双眼直愣，忽的一下子飞起来，被折断的手臂耷拉在身侧，就好像提线木偶没有痛觉一样。丧尸吗？什么丧尸？这是桑南国的蛊毒，他已死，只是体内被蛊毒控制，要不然区16个死士怎么敢闯本王的别院？洛九离不明白萧明玄为什么非要把他抱在怀里。洛九离看不得自己的人被杀，直射向那黑衣死士。可就在他离开他怀里的时刻，他身形一震，陡然倒在地上，整张脸都痛苦地扭曲了起来。快保护主子！其余侍卫齐齐聚在倒在地上的萧明玄身边，将他保护起来。洛小姐，快去抱住主子！这是怎么回事？萧明玄怎么会离了我，连站都站不住？还有那眼浆是怎么回事？洛小姐，主人中了咒术，只有您能帮主子遏制。洛九离直接扑到了萧明玄身上，萧明玄健壮的身体一把将他搂入怀中，浑身的剧痛很快就安定了下来。他虽然觉得很离谱，他竟然成了他的药。抱紧我！噗的一声，一个黑衣死士飞了出去。想杀本王，下辈子再来。16个黑衣死士顷刻间被收割殆尽。主子，刺跨院的屋子还是干净的，请主子和洛二小姐去歇息片刻。萧明玄没有说话，低头看了看双腿缠在自己后腰，双手缠着自己脖子。秦颖看着那2位缠在一起的姿势，摸了摸鼻子，低下头不敢再去看。一院子的侍卫亲眼看着他被他们的主子抱在怀里。进了屋，2个人谁也不说话，只是这砰砰的心跳声，还有2个人想要松手却又不得不抱在一起的别扭感觉，真是让人尴尬。洛九离，委屈你一下，还要等到某时。好，那个王爷，我觉得拉着手，王爷应该也不会痛。果然，只要拉着手就可以了。
不知怎的，突然有点怀念抱着他的感觉了。是，这样也可以。王爷受伤的那只手怎么样了？伸过来，我看看。无事。还说没事？自己受了伤，自己心里没点数吗？这要是再多来些黑衣死士自杀，王爷是不是还会说没事？这只手你还要不要？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另一只手搭在他的手臂上，拿过药箱，开始给他小心翼翼地清理伤口。今晚谢谢你。王爷这种情况有多久了？你是问这浑身的剧痛，还是这眼睛？这有区别吗？这浑身的剧痛自小便如影随形，至于这眼睛是自成年后才开始的，每月15发作一次，没有间断过。那王爷中的是毒还是蛊？不是毒，也不是蛊，而是咒术。咒术？咒术是与桑南国蛊毒、媚术齐名的一种秘术。蛊毒残暴狠辣，媚术丧尽道义，咒术霸道诡异，都是令天下正道之人唾弃排斥又惧怕的东西。可偏偏本王中了这最霸道诡异的咒术。所以上次我在瀑布下砸到王爷时，也是15月圆之日。是。所以王爷才会在昭王手下救了我，并帮我和离。是。王爷说去南华寺是假，想利用我引出燕听莲是真，然后在15镇挽为王爷压制体内的咒术也是真。是。哼，真是劳烦王爷如此费尽心机啊！对不起，王爷，没有什么好对不起我的，反倒是我得了王爷一次又一次的帮助。王爷，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作为交换条件，我会每月15帮王爷压制体内的咒术。你说是关于燕听莲说的那件事？关于我的清白，还有那死去的孩子，能不能请王爷暂时帮我保密？毕竟昭王是皇子，虽然我是被燕听莲陷害的，可是一旦这件事被外人知道，不知情的人会把矛头对向我，会牵连到我的家人，甚至皇上会不会赐我死罪？这些我都不知道，我也不敢冒险，只能请王爷帮我一把。罗九离，他不是你的错。关于那件事，本王有话。王爷，出事了，洛儿小姐，燕听莲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回主子话，刚才看管燕听莲的侍卫来报，说燕听莲在地牢里浑身颤抖，双眼翻白，恐怕是不行了。走，边走边说。地牢很小，里面环境阴暗潮湿，就看到一个玄铁制成的刑架上，燕听莲整个身体被展开，被固定在上面，显得狼狈不堪。所以王爷废了他的武功，割了他的舌头。他曾经让你生不如死，那本王也就让他生不如死。王爷是为了要给我报仇吗？对，本王就是为了给你报仇。洛九离，你记住，杀一个人很容易，一把刀，一杯毒药，一个计谋，便能让他立时3刻毙命。不过让他这么痛痛快快的死去，是不是太便宜他了？不但是他，还有昭王。昭王最在乎的是什么？那咱们就让他失去什么。王爷，他想死，我偏不让他死。秦颖，帮我个忙，把牢门打开，药箱拿来。是。洛九离一手拎着药箱，一手拽着萧明玄走进了牢房。王爷，我需要救治他，所以这手……他看向2个人紧紧攥在一起的手，把目光看向他的腰肢。要不……想得美，把着我的肩膀，好像刚才没搂过似的。洛九离打开药箱，然后拿出双氧水，一股脑冲掉了他瞎的那只眼上的脏污。燕听莲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地牢。秦颖，堵上他的嘴。是，身为细作，这点苦都受不得吗？还是说，在昭王府作威作福，享受荣华富贵惯了，忘了自己身为细作的身份？燕听莲，杀人者恒被人杀之。没想到吧？现在能定论你生死的，会是我洛九离。你想死，我不会让你死；你不想死，我偏偏让你生不如死。这只是开始，回京之后才是你真正的生不如死之时。走吧，天快亮了。走吧。主仆3人走出地牢，外面已经天光大亮。王爷，天亮了，卯时也过了。突然觉得这个月的15过得好快，回去休息2个时辰，2个时辰后启程回京。熬了一夜，我也困了。说着，先一步往侧跨院走去。小姐，到外城了。这个时代的京城布局，大体分为外城、内城和最里面。车马停在外城，走出去看看怎么回事。有2个守外城门的守卫统领疾步匆匆跑了过来。卑职参见九王爷。起吧。谢九王爷。秦颖。秦颖随即押解着1个人走到那2个守卫统领面前。小姐，九王爷这是……不知道，看看再说。这个女人是皇帝朱笔下的逃犯，也是桑南国的细作，把她给本王扒光了，吊在外城城门楼子上，不许让她死，直到她交出破解昭王体内蛊毒的解药。走
怎么不愿意？本王说过，回京之后才是你生不如死之事。赵王救命！赵王救救莲儿！他疯狂的在心里喊着昭王的名字，可终究他错了。骆九离，贱人，一个贱人！啊，小姐小心！骆九离伸出脚，直接踹翻了飞扑上来的燕听莲。快抓住他！燕听莲嘴里呜呜的叫着：“你是在向我求饶？”哼，这可真是风水轮流转呢。燕听莲，你觉得我会帮你吗？你陷害我，杀了我的孩子，你觉得我会以德报怨？你不想被扒光吊在这城门楼子上也可以，不过可能我的办法比九王爷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想当初你在昭王府时，不是挺会伺候昭王的吗？你既然特别的爱伺候男人，那么今儿我便成全了你，送你去这城中最下等的妓院里头，让你好好的伺候伺候男人，如何？皇宫御书房，当萧明玄把昨晚发生在别院的事儿告诉皇帝时，皇帝一张脸臭成一片。果然呐，他果然是桑南国的细作。如此看来，那些黑衣死士去营救他，那他的身份想来不可小觑啊。他人呢，可是关进了刑部大牢。不，臣弟着人把他扒光，吊在了外城的城门楼子上。你这……皇兄，之前一直怀疑昭王为何在大殿上癫狂发疯，实则燕听莲不但用媚术蛊惑昭王，还给昭王下了情蛊。牢里的刑罚对燕听莲来说根本不足为惧，倒是这个法子也许能逼着他交出解情蛊的解药，甚至也许能引出那些潜藏在城内的接应。这件事你全权负责，只有一样，万不能再让他跑了。皇兄放心，朕对你自然是放心的。你受了伤，回去歇着吧。是，臣弟告退。秦颖，给凌霄阁传信，让他们去查一下燕听莲在桑南国的底细。是，给允星谷飞鸽传书，详细说明一下这边的情况。是，属下明白。主子，关于那件事，回京后不许任何人再提，多言者杖毙。是。可是主子真的不打算告诉陆二小姐吗？再找机会吧。主子，属下已经派秦六去外城城门楼子处守着了。秦六回报说是燕听莲被扒得一丝不挂，悬挂在城门楼子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好色的盲流子动了歪心思。那就给他们钻个空子，也让燕听莲体会一下当初他是如何陷害骆九离的。宫夫人和徐嬷嬷在骆九离刚刚出狱的同时，一刻不停地到了福曲院。母亲，九儿，没事吧？你有没有受伤啊？母亲别紧张，我没有受伤，是春荣替我挡了一刀。徐嬷嬷，我已经给春荣找了最好的大夫，也让他回去休息了，待伤好后再过来当差。奴婢待春荣，多谢小姐关怀。九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燕听莲不是越狱了吗？又是怎么抓到的？听说她被扒光悬挂在外城城门楼子上，哎呀，简直有伤风化。骆九离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昨晚几乎没睡，他也只得耐着性子把发生在城外的事情和母亲说了一遍。你说什么？九王为了救你，也被燕听莲伤了？那燕听莲根本不是普通的女人，她是桑南国的细作。我一时不察，还好有春荣和九王，要不然现在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就是我了。阿弥陀佛，还好，你没有被那个恶毒的女人伤到。母亲，我想着过2日亲自登门拜谢九王爷的救命之恩。何该如此，何该如此！这救命之恩大于天，万不能草率了。既是感谢，也不能拖的时间太长。明日母亲着管家递上拜帖，亲自登门道谢。啊，母亲您要亲自去九王府？是啊，你父亲和大哥还在溧阳练兵，无旨不得回京。你二哥在书院现下乃是白丁身份，没有功名在身，自是不能怠慢王爷。是，那就有劳母亲了。天色太晚了，你好好休息。明日一早，我让管家去库房备些厚礼。第二天一早，窗外早已阳光明媚。骆九离洗漱完，便去主院找母亲。母亲，走吧。母亲刚刚派人打听过了，九王已经下朝回了王府。
九王府内，萧明玄刚喝了些燕窝粥，便听到有人来报：王爷，府外来了客人，这是拜帖。客人？这一大早，什么人来九王府，还递了拜帖？是谁啊？伸手接过拜帖一看，义国公府。去，把人请进客堂。是。主子，是义国公夫人和二小姐吗？客堂院外，国公夫人一见萧明玄进来，忙拉着骆九离起身行礼：臣妇参见九王爷。国公夫人免礼，坐吧。谢王爷，臣妇今日携小女前来，是感谢王爷对小女的救命之恩。国公夫人客气，昨日陆二小姐已经感谢过了。昨日是昨日，今日臣妇是带家夫正式来拜谢的。王爷身份尊贵，这次小女托王爷洪福，平安无恙。只是小女年幼，心性不定，又经历了些变故，前后数次劳王爷出手相助，臣妇感恩戴德。他日如有需要义国公府之处，请王爷一定开口。今日来得匆忙，臣妇特意备了些薄礼，还请王爷务必收下。来人，王爷收了国公夫人的谢礼。是。那臣妇就不打扰王爷了。母亲，刚才在九王府，母亲为什么要特意强调那些话？你听出来了？既然你都听出来了，那么九王爷应该也能明白。母亲，您这是？九儿，母亲虽然久居后宅，但有些事母亲不是不知道。上次贵妃娘娘宣你进宫，并不仅仅因为你与昭王和离之事，那胡家姐妹俩对你的污蔑，母亲听了心如刀绞。母亲，您都知道了。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你怎么能不告诉母亲呢？也算不得委屈，那胡家姐妹也没有讨到好处。你呀，那九王爷固然是人中龙凤，但怎么说也是昭王的皇叔，以后你还是不要接触过多，以免惹来闲话。别人怎么看与我有何干系啊？何况母亲觉得可能吗？咱们义国公府为臣，吃的是皇粮，拿的是皇家俸禄，身份地位在这摆着，无论是皇上、九王还是皇室，怎么可能说不接触就不接触？我坦坦荡荡，问心无愧，为什么要怕那些人的闲话？何况九王爷前后数次帮我，如若就因为一个胡冰玉就让我做那忘恩负义之人，莫说我不干，就是父亲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你这丫头，谁让你做那忘恩负义之人啦？母亲只说让你别太过接触，并没说不让你接触，母亲是怕你再受到伤害。母亲，女儿明白您是真心真意为了女儿好，但女儿心里有数，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母亲放心，以后我会适当与九王保持距离，但如若九王有需要我帮忙的，我肯定也不会袖手旁观。唉，让母亲怎么说你好？你只要记住，这京城里，无论是朝臣之间，还是各府之间，亦或是那些贵夫人、贵女圈子里，哪一个人都不要轻易得罪，尤其是大司马府。还有那胡家大小姐，并不如外表所看到的那样端庄娴雅，莫要在她的手里吃了亏啊。我明白，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君子会坦坦荡荡，不做背地里害人的事情，光明磊落，明刀明枪。但那个胡冰玉，外表端庄娴雅，内里却是个阴毒狠辣的主儿。我的女儿果然长大，母亲也终于能放宽心了。夫人，二小姐到家了。夫人，二小姐，宫里来信儿，请二小姐回府后马上去甘泉宫。怎么回事？传旨的公公不肯说，只说让二小姐即刻回宫。母亲放心，应该是让我进宫给芬德夫人复查身体。徐嬷嬷好生伺候母亲，我去就回。是，二小姐。张管家，夫人，多拿些银两去打听一下。是。秦爷，主子呢？主子似乎心情不太好。主子，宫里出事了。骆九离拎着药箱，他一踏入甘泉宫的宫门，便敏锐地察觉到低气压弥漫了整个宫殿。完了，莫不是出事了？大胆骆九离，竟敢谋害凤德夫人！来人，把他抓起来！谋害凤德夫人，我这是被陷害了？
慢着，贵妃娘娘，您哪只眼睛看到臣女谋害凤德夫人了？何况皇上和皇后娘娘还在这儿，贵妃娘娘不分青红皂白，就这么急不可耐的想要置臣女于死地吗？便是想要杀臣女，也让臣女做个明白鬼吧。臣女洛九离参见皇上、皇后娘娘。洛九离，你可知罪？臣女愚钝，不知何罪，还请皇上示下。哼，不知何罪？这个可是你给凤德夫人的？是，这是臣女特意给凤德夫人炮制的药丸。是吗？既然是特意给凤德夫人炮制的药丸，为何会致使凤德夫人昏迷？洛九离，凤德夫人就是吃了这瓶子里的药丸陷入昏迷的。不可能，这是治疗凤德夫人心衰的药，绝不是什么毒药。毒药？洛九离，这里可没有人说凤德夫人是中毒，反倒是你一口一个毒药。难不成那瓶子里果真有蹊跷？皇上、皇后娘娘，臣女以项上人头担保，臣女绝没有谋害凤德夫人。哼，项上人头？你的项上人头值几个钱？他的项上人头不值钱，那本王替他担保又如何？臣弟参见皇上、皇后娘娘。九弟不必多礼。皇兄，说起来，洛九离还是臣弟举荐给皇兄的。现如今出了这种事儿，臣弟自然难辞其咎。但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皇兄能不能听臣弟一言，让洛九离先给凤德夫人查看一下身体，看看到底是真的中毒，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洛九离，既然九王为你求情，那朕就再相信你一次。谢皇上，谢王爷。还请皇上把这瓶药给臣女看一下。洛九离，这是政务。这古人就是死心眼儿。那就请皇上能不能给臣女倒出一颗药丸？齐公公上前倒出一颗药丸后，递给了洛九离。多谢。洛九离拿过药丸，放在鼻子下闻了闻，没有任何问题。说着，把药丸塞进了嘴里。既然大家都说凤德夫人就是吃了这瓶子里的药丸陷入昏迷的，那臣女就以身试药。皇上，请皇上准许臣女给凤德夫人检查。洛九离走到床边，指起凤德夫人的手指，观察指甲的变化。指甲表面并没有凸起的棱线或是向下凹陷，说明毒素并没有在体内堆积。可凤德夫人又为何会脸色苍白、呼吸微弱、昏迷不醒？洛九离皱了皱眉，又拿出银针，探针测毒。不一会儿，银针上并未出现发黑的现象。怪了，荣秋姑姑，荣秋姑姑，我给凤德夫人开的药，凤德夫人可是按时吃了？荣秋微微抬头看向皇上，他问什么，你便说什么，不许有任何隐瞒。是，奴婢遵旨。回洛二小姐的话，无论是药丸还是煎的汤药，夫人每日都按照二小姐的吩咐喝下，从未间断过。我给夫人的那瓶药，可有别人动过？没有，那药一直都在夫人的枕头下，不让任何人碰。夫人一旦感觉到心口不适，就会舌下含服几粒，也从未出现问题。但不知怎的，今日才刚吃了那药，夫人就昏倒了。那给夫人煎的汤药都经谁手？都经奴婢之手。奴婢侍奉夫人20余年，煎汤药的事，奴婢从不敢假手于人。便是煎完药，奴婢也会亲自先尝上一口，才敢放心给夫人喝。煎药后的残渣可还留着？有，奴婢都留着呢。请您拿来，我看一下。是。洛九离拿着残渣看了看。皇上，这药物残渣没问题，如若皇上有疑虑，可让门口的太医再检查一下。太医心领神会，弓着身子上前检查了一番。回禀皇上，这药物残渣都是清肺止咳、益气扶正、定喘化浊的药，而且方子开得很精妙。荣秋姑姑，这几日凤德夫人的饮食都吃些什么？不需要都罗列出来，只说经常吃的、夫人爱吃的，今天早上吃过的。二小姐曾经吩咐过，前妻夫人清淡饮食，待身体好转后再补充营养。自从夫人的身体渐渐好转后，夫人便吃不惯那些清汤寡水的饭食了。夫人喜欢吃鱼，也喜爱喝汤，所以这几日几乎每顿都会有一碗鲫鱼豆腐汤，还有一些常吃的精致糕点。夫人今日起得晚，4时才吃第一口饭，吃完饭便就着鱼汤把那药也一并吃了。夫人吃的饭菜可还留着？夫人吃了那药便出了事，奴婢留了个心眼儿，把饭菜一并留存了下来。好，请荣秋姑姑把所有饭菜端上来。是。荣秋转身又走了出去。不多时，荣秋把凤德夫人吃过的饭菜全部端了上来。给我拿个干净的汤匙来。是。洛九离把所有吃食全部品了一口，所有的吃食都没问题，直到洛九离品了一口鲫鱼豆腐汤。
皇上，这汤不对。皇上眸色一凛，看向那太医。太医徐莹躬身上前，从骆九离手里接过汤匙，也品了一口那汤，双眼立即瞪圆。皇上，这汤里多了一味药，脉冬。徐太医，太医院内可存有地江水？有，皇上，微臣马上去拿为凤德夫人解毒的地江水。快去！是。徐莹脚步不停地快步走了出去。骆九离，到底是怎么回事？回王爷，回皇上，这鲫鱼豆腐汤里被放入了脉冬，而脉冬与鲫鱼相克，食用过多就会使人中毒。虽然这汤里脉冬的量不是很多，但刚刚荣秋姑姑说过，这道汤食是凤德夫人爱吃的，几乎顿顿必有。臣女猜测，这些日子凤德夫人吃的汤里都被放入了脉冬，日积月累，堆积在体内，直到今日才致使毒素爆发。不过皇上不用担心，待徐太医取来地江水给凤德夫人服下，夫人自会醒来。只是以后的身体就要更加细致的调理了。来人呐，把甘泉宫内所有宫女、太监、厨下众人全部抓起来，一个个搜，朕要知道是谁胆敢给凤德夫人下毒。是。门外的侍卫呼啦啦全部散开，甘泉宫里鸡飞狗跳，直到一声凄厉的惨叫声传来。怎么回事？回禀王爷，是甘泉宫内的一个宫女自杀了。自杀？可有搜到什么？在那个自杀的宫女房里搜到了这个。骆九离也走了过来，看到那手帕里的东西。王爷，这就是脉冬。凤德夫人为人和善，那宫女为何要陷害夫人？夫人出事对她又有什么好处？二人相互对视一眼，眼神都似有似无地飘向了那位贵妃娘娘。出宫的路上，骆九离回想着他离开甘泉宫时胡贵妃看他时的那种眼神。该死的皇权制度！骆九离踢飞了一块石子。哎呦喂，哪个不长眼的？王爷可有伤到？哪个不长眼的？你伤到王爷了，还不快跪下给王爷请罪？抱歉，臣女不是故意的，还请王爷恕罪。无碍。说着，抬脚与他擦肩而过。我说啊，你是哪家的贵女？见到贤王爷也不知道跪地行礼问安。好在贤王爷不与你计较，要不然非要你吃不了兜着走。又是一个狗仗人势的张奔。哎，被叫张奔的公鸭嗓老太监点头哈腰地追了上去。他就是贤王啊！刚出宫门，张管家一看到自家小姐出来了，差点老泪纵横，提着衣角就跑了过来。二小姐，您没事吧？二小姐，宫里那位有没有为难您？有没有被责罚？没事，都解决了。都解决了？凤德夫人醒了？九王爷帮我解决的。哎呀，那太好了，解决了，那小姐就没事了，夫人也能放心了。二小姐回家吧，夫人都等着急了。洛儿小姐。骆九离回头看了过去。秦颖。洛儿小姐，我家主子有请。王爷出宫了，张管家，你们先回府给母亲送个信儿，让母亲不必担心。二小姐，这孤男寡女同乘一辆马车，这要是让外人看了去，指不定又怎么编排小姐呢。放心，今日在宫里多亏了九王爷，至少我得跟王爷当面道声感谢才是啊。何况你家小姐我连河狸都不怕，还在乎别人说什么？去吧，你们先回，我随后就回去。说着转身去了九王府的马车，马车也随之走动了起来。王爷不是和我有话说吗？怎么让我来就是看我也假寐的。骆九离，离贤王远点儿。这又是几个意思啊？我与贤王本来也不近啊。王爷知道我出宫时遇到贤王殿下了？记住，今天、明天、以后都不要离贤王太近。这皇宫里的皇子、王爷们，你最好都不要再去沾惹。九王殿下也是皇宫里的王爷，怎的王爷还传召我？本王与他们不一样，那些皇子王爷都是皇上的儿子，明白吗？明白，多谢王爷提点。骆九离，今早你母亲可有与你说过什么话？果然不愧是老狐狸九王爷，简直长了个七窍玲珑心，想要糊弄他估计都不能够。说过，说九王爷是人中龙凤，又是昭王的皇叔，让我以后还是少接触王爷，以免惹来闲话。哦，那你又是怎么回答的？我啊，我说别人怎么看与我有何干系？我坦坦荡荡，问心无愧，为什么要攀得起人的闲话？何况王爷前后数次帮我，如若就因为不相干的外人闲话，让我做那忘恩负义之人，我觉得我还真做不来。
你这样任性，就不怕惹你母亲生气？王爷一直都这样口是心非吗？明明我刚刚说的话，王爷是高兴的，还这样问干嘛？何况作为老母亲的心思，王爷应该能理解吧？这天下的父母哪有一个不是为自己儿女着想的？王爷应该也不会怪罪我的母亲吧？不会。那就好，王爷说话一言九鼎。王爷说不怪罪我的母亲，那肯定就不会怪罪。把手伸过来。萧明玄一怔，抬眸看着他。王爷这是什么眼神啊？我要给王爷看看手掌上的伤口。刚才在宫里人多眼杂的，未免引起误会。要看就看，哪有那么多废话？萧明玄伸出手，面色如常，情绪没有丝毫起伏，但心里却滋生了几许不满。他就这么怕被引起误会吗？可他又为什么不怕被引起误会？洛九离自然不知道此刻萧明玄的心思，正在仔仔细细地给他检查伤口。洛九离，你可想去外城看看那燕听莲是如何生不如死的？不去。既然王爷把他悬挂在外城，许着不单单是为了给我报仇吧？为你报仇是主，引出他的同伙是辅。王爷如此坦诚，倒是让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了。你如若不知该说什么好，那就请本王吃一顿便饭吧。听说天香楼新来了一个厨子，手艺不错。马车外，秦颖无奈地抽了抽嘴角，手里的鞭子一抖，马车快了起来。主子，陆二小姐到了。天香楼？怎么心疼钱财，不想请本王吃这顿便饭？怎么会？王爷赏脸是臣女的福分。好好说话。我好好说话了呀，王爷请。他一转变称谓，萧明玄心里又爽快了，傲娇的抬脚就进了天香楼。草民参见九王爷。免了。是，王爷请。小姐请。王爷还是和以前一样吗？今日是洛二小姐请客。洛二小姐，这是菜单，请洛二小姐过目。清淡些，有营养的，王爷喜欢吃的。还有你们这儿新增的菜色，量不需要多，但要精致可口，搭配得当。请王爷和二小姐稍等。哎，等一下。二小姐还有什么吩咐？给王爷的侍卫在外边另备一桌饭菜，2菜1汤，米饭换成馒头。二小姐，属下不饿，属下……掌柜的，去准备吧。王爷，秦颖是您的贴身侍卫，我这样安排可妥当？自然。秦颖见自家主子这样说，眉头皱得更深了。你放心，饭钱不用你付，但药钱你得付。药钱？什么药钱？秦颖啊，他有胃疾，很严重的胃疾，不按时吃饭是主因，平时又吃惯了生冷的，再这样下去，他就该英年早逝了，王爷也该换侍卫了。你又没给他看诊，又是怎么看出他有胃疾的？胃疾严重的，从脸色和嘴唇就能看出来。等吃了饭，我可以给他仔细的检查一下，再给他开些药。陆二小姐，属下不好，一会儿吃完饭回王府，你亲自给他检查一下，顺便还能再和他独处一会儿。很快，饭菜端了上来，摆盘算不上精致，但胜在是天然食材，搭配的也不错，还算可口。秦颖坐在外间，看着自家主子和陆二小姐有说有笑，觉得如果陆二小姐能成为他们九王府的女主子，也是不错不错的。本宫要在蓝雅轩。哎呦，实在对不住啊，今天的蓝雅轩有人了，小的给公主和各位小姐另选一间好的。哼，是谁啊？你这伙计真是不知死活！你不知道公主每次都喜欢在这个房间里吗？你们竟然还敢把这房间给别人用？是小的思虑不周，请公主和大小姐责罚。那边的春雨轩也不错，不如公主和大小姐。混账东西，你算什么东西？轮得到你来安排本宫在哪里？春雨轩有什么好？本宫要的是蓝雅轩。厢房里，稍安勿躁。主子，属下去。不必让他闹。哎呀，公主大小姐，这间房里真的有人了，你滚一边去。王爷知道是谁？温雅公主。温雅公主，吴贵妃的女儿，昭王的亲妹妹，可真是冤家路窄啊！王爷，要不我点火，您帮忙加把柴？好。原来是洛家二小姐，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个伙计也真是的，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这房间里的是洛二小姐，以前洛二小姐鲜少来天香楼，没想到今日竟能碰到。不过有句话，我还是要和洛二小姐说一句。洛二小姐虽然已不是皇家儿媳，但到底曾经是。虽然你与我表哥一别两宽，但身为女子，还是应该谨遵礼法，正身立本，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便了为好。胡大小姐说错了，我与胡大小姐可不是一家人，我也没有胡大小姐这样绿茶的姐妹。
更学不来胡大小姐轻浮随便的本事。何况我今日请了贵客，各位还请离开吧。哼，表姐，和他废什么话？你这样低贱的身份，能请得起什么贵客？不过是和你一样的一丘之貉罢了。只希望一会儿温雅公主要为你自己说的话负责。负责？哼，你不过是被我皇兄休弃的下堂妇，还真把自己当成飞上枝头的凤凰了。看来温雅公主小小年纪也知道为你皇兄找补面子。不过很可惜，不是你皇兄休弃我，而是我求旨休弃的你皇兄。还有啊，我与你皇兄现在没有1文钱关系，别动不动就拿他来恶心我。倒是那位燕侧妃，还是你皇兄名义上正儿八经的妃子，只是可惜那位燕侧妃此刻被扒光了衣服，吊在外城城门楼子上供人参观呢。听说昨晚半夜啊，那位燕侧妃与几个地痞流氓活生生上演了一场春宫宴，成了满京城人茶余饭后闲磕牙的一桩笑料。只是不知大家笑的是燕侧妃还是你皇兄？洛九离，你给本宫闭嘴！一个不知耻的贱婢！放肆！九王爷，九皇叔，怎么会是他？洛九离的贵客怎么会是九王爷？和洛九离一起吃饭的人怎么能是九王爷？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秦颖，是。臣女参见九王爷，九王爷千岁千岁千岁！洛九离，你该死，你真该死！你一个清白净世的女人，凭什么和九王爷走得这么近？凭什么让九王爷为你出手？九皇叔，公主年幼，倒是给了你们狗仗人势的机会。九王爷请息怒，是本王让你说话了吗？秦颖，张嘴。是。九王爷息怒，臣女乃是贵妃娘娘的亲侄女，大司马府的大小姐，九王爷不能什么？你身为温雅的表姐，这些贵女里年纪最大的女，不知道劝导她们，反倒发号施令，颐指气使，暗箭伤人，是不是该罚？还是说你仗着有贵妃的宠爱，有大司马府撑腰，就敢对本王的号令指手画脚？不，王爷，臣女不敢，臣女绝对不敢对王爷的号令指手画脚。哼，不敢，只怕再大胆的事儿你都敢做得出来。秦颖，是。秦颖走到胡冰玉面前，九王爷，求九王爷饶了臣女的姐姐吧，我们不敢了，我们再也不敢了。皇叔，求皇叔看在我们年纪尚小、不懂事的份上，请皇叔不要与我们计较了，求皇叔放过表姐吧。年纪尚小也好，看在温雅的面子上，本王便不与你们计较。但胡大小姐一而再再而三的触怒本王，那就跪着敬杯茶，事情就算过去了。是，侄女替表姐谢过皇叔。胡冰玉瘫在地上，觉得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什么？他何时一而再再而三的触怒了九王爷？他所有的怒气，所有的妒恨，都是冲着洛九离去的。难不成九王爷是为了洛九离这个贱女人，才如此羞辱她的？怎么，胡冰玉哑巴了？要不要本王提着人亲自去趟大司马府，把你做过的事告知大司马呀？他定了定神，摇摇晃晃的站起身，从丫鬟手里接过茶盏，站在这儿替本王接茶。跪着敬茶，九王爷让我跪着给这个贱女人敬茶，那还不如杀了我！我绝不答应，绝不！不想跪？大司马府的人真是有出息了，本王一退再退，看来你是想造反。秦颖，去把大司马请来，本王倒要看看大司马如何裁断这件事。臣女敬茶。他咬牙，目光死死地盯着洛九离，惨白的脸上是恨不得拿茶盏砸死洛九离的恶毒。哼，这个绿茶看来是装不下去了。胡冰玉快步走到洛九离的面前，咬的嘴唇都破了血丝，才缓缓屈膝。胡大小姐，这杯茶还是你自己喝吧。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善良了？善良？王爷似乎会意错了善良的意思。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人，只不过觉得这绿茶与绿茶婊更相配。绿茶婊？绿茶婊的意思就是外貌清纯脱俗，装出楚楚可怜、人畜无害、岁月静好的模样，其实啊却富有心计，野心比谁都大。胡大小姐与这3个字可是出奇的相配呢。既然如此，那这杯茶就赐给胡大小姐喝吧。这饭菜也吃完了，罗二小姐，咱们走吧。王爷请。洛九离轻轻点了点头，跟着萧明玄出了屋子。3人下了楼，洛九离要去结账，却被萧明玄拦住了。这顿饭有人请了。
是让你家主子滚来九王府，给本王解释清楚。说完，转身就走了。王爷，这天香楼的主子似乎和王爷很熟。你难道不知这天香楼的主子是谁？主子，外城好像出事了。怎么回事？好多百姓都在往外城跑。外城的城门楼子上还吊着燕听莲呢，难不成是燕听莲那出事了？是死了还是被救了？走去看看。是。秦颖驾着马车一路狂奔。主子到了，你在车里等着。透过车窗帘，人群里3层外3层的，把城门口楼子处围得水泄不通。远远的瞧见被吊在城门楼子上的燕听莲满身破败。王爷说的果真没错，这样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半死不活的羞辱，果然比直接杀了他更让他压抑崩溃，更能体会到那种深入骨髓的绝望。只是这几日有一件事一直压在他心里。洛九离，真正夺走你清白的不是昭王，而是一个赖头赖脸的丑陋男人。想不到吧，在你嫁进昭王府的前一夜，你就已经被那个赖头赖脸的丑男人夺走了清白。他压抑着自己不去想，可天杀的，一旦静下来，燕听莲的那些话就像魔咒一样桎梏着他，压得他喘不上气来。只有杀了那个男人，才能永绝后患。马车外，洛儿小姐，怎么了？主子请洛儿小姐拿着药箱过去一趟。洛九离连忙拿起药箱，跳下马车。王爷怎么了？王爷出事了吗？那咒术不是每月的15才发作吗？洛儿小姐不用担心，不是我家主子，是……还是洛儿小姐亲自过去一趟吧。他怎么了？情蛊发作。情蛊，哼，果然是天道好轮回。堂堂一国王爷被一个女细作玩弄于股掌之间，还真是蠢得要命了。听闻情蛊分母蛊和子蛊，这蛊在2个人发生实质性的关系之前，如果把母蛊杀死，那么情蛊也就不攻自破了。可一旦发生了关系，那么受蛊的人就要被施蛊的人所控制。这样看来的话，昭王中的应该是子蛊，燕侧妃体内的应该是母蛊。你懂蛊毒？理论知识从未实践过，所以不懂。王爷，昭王殿下不是被皇上禁足了吗？怎么私自跑出来了？违抗圣旨，是不是罪加一等？还有，他这是私会细作，还是想要救走细作？这种情节是不是等同于卖国啊？他这赤裸裸想要弄死昭王的神情，怎么这么合本王的心意呢？昭王不顾皇上旨意私自出府，的确是违抗了圣旨。至于洛二小姐刚刚的其他提议，本王会仔细斟酌，上报给皇上。贱人，你妖言惑众！闭嘴！给本王闭嘴！洛九离，你个贱妇，你竟敢！昭王殿下，你怎么不知好歹啊？我这可是在为你治情蛊毒，你体内的蛊虫紊乱，我刚踢的可都是一些不为人知的穴道。洛九离，你公报私仇，你不得好！昭王殿下，俗话说大病用大针，我手里的这根银针呢，叫长针，长7寸，用于肌肉肥厚处。虽然我不能解除王爷体内的情蛊毒，但用这银针扎入体内，封存穴道，控制一下还是可以的。洛九离，你个贱妇，你离本王远一点，滚滚！九王爷，看来昭王并不想让我帮忙，也是，我只能微微的控制一下情蛊毒的发作，又不能解蛊。不过我刚刚也说了，受蛊人和施蛊人一旦发生了关系，那么受蛊的人就要被施蛊的人所控制，而受蛊人也会不由自主的想要和施蛊人私产，所以昭王应该不会嫌弃他。当然啦，如果昭王嫌弃他，也可以忍着，虽然不会死，但这情蛊毒之痛可是痛彻骨髓，希望昭王能忍住。秦颖，主子，送洛二小姐回马车上。是。洛二小姐可真是什么都敢说呀。洛二小姐，请。洛九离冲着萧明玄行了礼，跟着秦颖离开了人群。秦颖，你说王爷会怎么决定啊？王爷是会让昭王忍着那痛彻骨髓的情蛊毒，还是会让昭王与燕听莲私产？属下不知。王爷果然与我想到一处了。在想什么？在想昭王。想昭王？主子这是生气了，还是吃醋了？是啊，在想昭王会不会忍受不住情蛊毒的折磨，撞墙吞毒，还是自枪而死？秦颖，送二小姐回义国公府。是。王爷一会儿是要进宫吗？昭王抗旨出府，本王要进宫把这件事儿禀报给皇上。以王爷对皇上的了解，皇上会怎样惩治昭王？
你这心思神前可以收敛些。洛九离看着他伸在自己额前的手指，顿时沉默。两人谁也没有说话，就这么沉默地看着对方的眼睛，空气中像是有某种旖旎的暗流在涌动。你不要抱太大希望。皇上知道昭王不但中了燕听莲的媚术，还身中情蛊毒。若皇上当真问起，昭王完全可以以自己情蛊毒发作为由搪塞此事，所以恐怕这次的责罚不会太重。我知道，怎么说昭王背后还有贵妃娘娘、太后娘娘和大司马府，皇上便是看在这些人的面子上，也不会责罚昭王。要不然，当初在太和殿，昭王伤我母亲，对我做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儿，竟然不过是退回嫁妆、赔偿银两、刑罚50，禁足昭王府而已。洛九离，你对皇室有意见，本王可以理解，但你可知，自长宁王朝建国以来，你是第一个与皇室王爷次旨合离的。你与昭王是皇帝赐婚，通常来讲，这类赐婚，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情况，否则被赐婚的二人至死都不能合离，因为那等同于打了皇帝的脸，也让皇室颜面无光。所以这么多年，有多少被赐婚的王爷王妃过着貌合神离的日子，即便是人后如何厌恶，人前也会选择粉饰太平，互相忍耐。而你，皇帝是做了最大的让步。这就是女人的悲剧，男人不爱了、厌弃了、憎恶了，转个身就可以投入其他女人的怀抱，照样莺歌燕舞。而被厌弃、憎恶的正妃就要站在原地等着、念着，不能生出二心，甚至连和离，哪怕是被休弃的资格都没有。洛九离，什么叫等着念着？难道他对昭王还有情？王爷别恼，我只不过是替这围城里的女子们可怜罢了。不过这也符合现实，皇帝的儿子嘛，若不是谋朝篡位，任他犯了多少过错，也能全身而退。洛九离，本王知道你报仇心切，但你记住，小不忍则乱大谋。你刚刚说过的话，从此以后再不许与第二个人听，以免惹来杀身之祸。至于昭王，他会付出代价的。王爷在帮我？王爷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帮我？难道只是因为我是王爷的药吗？这丫头心思果然敏感。哎，到底该不该把那件事告诉他呢？主子，洛儿小姐，国公府到了。洛九离看着萧明玄眼里那种包含纵容又温柔的情绪，脑子里的那根弦轰的一下子就被拨动了。两个人的眼神在空中交汇，砰的一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这一刻发生了改变。王爷，我先回府了。萧明玄看着他落荒而逃，和那白皙的脸上泛起的红晕，唇角勾起，却连眉眼都柔和了几分。哎呦，二小姐，你终于回来了，夫人正在院内等着二小姐呢。洛九离抬脚进了府里。秦颖进宫。是，主子。国公府里，洛九离终于在府曲院外停住了脚步，突然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过了。可当时脑子里的那根弦被拨动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萧明玄喜欢他，第二个想到的就是萧明玄是昭王的皇叔，而他曾经是萧明玄的侄媳妇儿。这似乎有种禁忌之恋的感觉啊。二小姐，你怎么在这儿站着？春柔，你手臂上的伤还没好，我不是让你回去休息吗？奴婢没那么娇贵，何况小姐给用了最好的药，这伤早就不疼了。小姐快进院子吧，夫人都等了好一会儿了。好，哎呀，我忘记一件事了。怎么了，小姐？我答应给九王爷身边的侍卫秦颖看诊未及，刚才匆匆忙忙的，竟然给忘记了。奴婢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看诊也不急于这一时啊，待有时间了再去也不迟的。你说的也是，走吧，先去看看母亲。主仆二人一前一后进了院子。九王爷，奴才给九王爷请安。你师傅呢？回九王爷话，奴才的师傅陪着皇上去了玉福宫。福贵妃处。是，玉福宫宫人来报，贵妃娘娘赏花的时候扭伤了脚，皇上带着太医院的太医们便去了玉福宫。本王知道了。秦颖，喂，主子不见皇上吗？皇上去了玉福宫，你觉得皇上会不知道今日之事？至于皇上能知道多少，那就看贵妃娘娘说些什么了。而在大司马府豪华的大宅里，一道道瓷器摔碎的声音和一个女子凄厉的狠叫声响彻整个院落。贱人，贱人！凭什么和九王爷同坐一席？九王爷又凭什么为了他来羞辱我？那个洛九离不过就是个清白进士死了孩子的贱妇，他有什么资格来和我比？冰玉，闭嘴！祖父、父亲、母亲，你们要给冰儿做主啊！老夫说了多少次了，改改你那脾气，尤其是见到那洛家小二，别再和以前那样冒冒失失的往上凑，偏偏不听。祖父，冰玉，别再说了。
父亲，您莫怪冰玉，她受了欺负，难免会心伤撒气。父亲，身体为重，莫要动怒。冰玉，以前你们和那洛二小姐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也不过是女孩子之间的小心机。可今时不同往日，那洛家小二及登文谷鸣冤，闹得皇帝亲自赐旨和离。还有上一次你们一同落水那件事之后，你就要知道，那洛家小二早就变了。她一个和离的女子，就如同她的泥腿子爹一样，是个破罐子破摔，早已经没了脸皮的猪。可你不一样，你是咱们大司马府娇养出来的大小姐，论身份地位，你比她高出来的不只是一大截，怎么就非要跟她杠上了？父亲，我就是看不惯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你到底是看不惯他，还是看不惯他与九王爷走得近？你怂恿温雅公主大闹天香楼，可有想到为什么天香楼的伙计和掌柜的只知道阻拦你们，却并不告诉你们的厢房里面是谁？这么简单的道理，你竟然都没有参透，还敢去惹九王爷和那个弃妇？天香楼的那些人是故意的。天香楼背后的主子是谁？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能这么疏忽？你明明是个聪明的，怎么一见到九王就犯了糊涂啊？孙女儿也不曾。哼，不曾想到九王会对你长嘴吗？你以为九王对你下手是因为你惹恼了他？不，他根本不在乎你的脸面，他是在挑战大司马府，是在告诉大司马府，也告诉京城里那些权贵世家，别打他的主意。祖父，孙女儿不甘心，孙女儿等了他这么多年，孙女儿……冰玉啊，祖父对你太失望了。大司马府这么多年来悉心培养你，可不是让你在某一个男人身上浪费时间的。孙女儿让祖父失望了，你留在这儿陪着他吧。是，父亲。胡氏父子一前一后出了院子。母亲，祖父的意思是，今日发生了太多事，你祖父尚未做出决定。胡夫人便把昭王去外城城门楼子处的事情和自己的女儿说了一遍。什么？表哥不是在被禁足吗？怎么没有圣谕，竟敢私自出府，还去找那个燕听莲？听说九王爷和那个骆九离当时也在场，好在你祖父提前知道了消息，把消息递进了宫，你姑姑才用了计把皇上留在玉福宫里，要不然还不知道今夜会发生什么事呢。骆九离又是那个贱妇，上次在宫里因为他我落入了水中，韩愈也是因为他在翡翠阁受尽了屈辱，这次亦是因为他我被九王责罚。母亲，我恨死他了，我恨死他了！你呀，手段还是不够狠，对付人要么忍，要么一口咬上去，别给对方留任何反击的余地。骆九离贱妇简直就是猖狂过头了，果真是该死。九王回到府邸，坐在书案后，想起白日在马车里骆九离那仓皇出逃的模样，心头有些微微发热。秦颖，主子，你回去休息啊？啊什么？马上滚回去休息。可是，主子，属下不累啊。你胃疾发作，马上回去休息。明日一早，本王让管家请大夫来给你看诊。哎，主子，属下这胃疾还真的是犯了。哎呦，疼啊！属下觉得别的大夫都看不好属下这病，还是求王爷请陆二小姐帮忙看诊一下吧。这小子多演戏真是白瞎了，滚！哎，好嘞，属下马上滚。秦引麻溜滚出了屋子。这一天天的跟着莫寒不学好，油嘴滑舌。他嘴上是骂的，但眼里的笑意却是止不住，心里越发期待明日早早到来。第二日，骆九离才吃了早饭，正在院子里消食，就听到院外管家火急火燎地跑了进来。二小姐，九王府的人来了。九王府是谁？什么事啊？还是那位秦武侍卫，说是秦统领胃疾发作，二小姐昨日答应给秦统领看诊。春柔，拿着药箱跟我去趟九王府。是。二小姐去九王府，是否告知夫人一声？不用，这件事我昨晚就已经和母亲说过了。主仆二人与管家一道出了府曲院。属下见过二小姐。秦武，你何时这么客气了？想说什么？二小姐，夫人似乎不太愿意二小姐和九王走得太近，母亲也找你问话啦。有些事不能说得太明白，等待会儿回府，我得和母亲好好谈谈。
洛二小姐，您终于来了。有劳管家啦。哎呦，二小姐折煞奴才了。二小姐，请。好。洛九离跟着管家进了王府。臣女参见王爷。王爷，还是请洛小姐给二统领看诊吧。有劳你了。王爷客气了。与萧明玄一前一后进了屋。昨儿个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一下这么严重了？属下见过二小姐，昨晚后半夜太饿，属下随便吃了点东西，没想到一大早就犯病了。行了，别行礼了，你快躺下。明知道自己有胃疾，还敢大晚上胡吃海塞，多大的人了，自己还不知道保护自己。秦颖一脸菜色，又委屈地看了眼自家主子，心道还不是为了主子的幸福。躺着，我给你检查一下。秦颖听话地躺下。这疼吗？疼。这儿呢？疼。有吞咽困难或者哽咽感觉，或者感觉到胸骨后疼痛吗？没有。哦，那还好，和食管病变没有关系，还不需要做胃镜。排便规律吗？有没有黑便或者便中带有血丝？秦颖脸色顿时涨红。洛二小姐怎么能如此气定神闲地问这种隐秘的问题？想什么呢？我是大夫，你在我眼里就是个病患。他问什么你便答什么。没有。那你平日里都吃什么药？秦颖掏出来一个布包，洛九离不明所以的接过布包。圆弧，所以你每次胃疾犯病都嚼圆弧止疼？秦颖点头。洛九离叹了口气，从药箱里拿出颠茄片，倒出一片。这种药不能经常吃，我先给你留3天的疗程，1日1片，温水送服，能有效缓解你的胃疾。一会儿我再给你开些药。虽然有些疑惑洛九离看病的手段和这小小的片状物的药效，可还是仰头吞了下去。谢二小姐。你这胃疾需要慢慢调理，平日吃东西不能暴饮暴食，最好规律些，吃的食物要以松软为主，少吃生冷、油腻、辛辣的，胃部也要注意保暖。秦颖点着头，可心里也明白，身为主子的贴身侍卫，吃饭哪里有那么规律。秦颖，我刚刚说的话你别当耳旁风，这胃疾要是治疗不好，任由发展下去，轻则胃炎、胃溃疡，你疼个死去活来，你家主子费些药物，损失点钱财，我还能救你一命；重则胃穿孔，到时候你不但腹部疼，就是心窝子都会跟着疼，高热不退，呕吐不泄，导致食物漏入腹腔，腐蚀内脏，引起中毒，到时候就是大罗神仙来了都救不了你。我尊重你的生命，我也希望你能尊重一下我的劳动成果，配合治疗。一句我尊重你的生命，让秦颖神情瞬间紧绷，有些愕然，感动地看着洛九离，把所有的禁忌、吃药的方法全都写在了方子上，又交代了几句，才跟着萧明玄一前一后出了院子。秦颖的胃疾能彻底根治吗？病情不是很严重，我开的方子最多吃2个疗程，也就差不多能恢复了。怎么了？王爷有心事？本王能否买下你的那个方子？啊，王爷要买治疗胃疾的方子？难不成王爷也有胃疾？不是本王，你可知秦颖是何出身？不知。秦颖乃是暗卫出身，是从凌霄阁暗卫营里生死搏杀出来，武功最高强的暗卫，也是本王的第3个晋升侍卫。那王爷的前2个晋升侍卫呢？死了。你是想问他们是为了保护本王而死吗？这些不是我该知道的，所以你没敢问？洛九离点点头。那2个晋升侍卫，有一个是为了保护本王而死，另一个因为过了黄金时期，再加上这么多年训练过程中所受过的伤，产生的影响慢慢体现出来，对身体造成无法逆转的伤害，不治而亡。到底是什么病会让他不治而亡？就你刚刚说的那些症状，腹部疼、心窝疼、高热不退、呕吐不泄、内脏被腐，整整哀嚎了1夜才断的气。急性胃穿孔啊！本王也不知道胃穿孔是什么病，但当时的大夫说是不治的腹症。瞧着秦颖年纪也不大，怎么他们小年纪都得了胃疾这种病呢？这都是他们在暗卫营时得的病症。无论是本王的暗卫营，还是皇上的御影卫，培养他们是为了效忠，为了执行任务。尤其是在执行一些特殊任务的时候，只要可以下腹且毒不死人的东西，哪怕是一片树叶，他们都可以拿来充饥。所以王爷买那治疗胃疾的药方是要给那些暗卫？暗卫营训练强度大，吃饭没有规律，而且大部分都是冷食，几乎所有活下来的暗卫或多或少都有胃疾的毛病。如若你的药方能彻底根治他们的胃疾，对本王是很大的助力。王爷有此仁心，我自然愿意帮王爷出一份力，那药方便赠与王爷吧。不过光有这方子还不行，还要把他们食冷食的规矩改一下，哪怕温的食物也比直接生食冷的食物强。好，本王会把这规矩改一改。萧明玄笑了一下，那一笑风华潋滟，让洛九离心里酥麻的多了几分悸动。王爷，昨日昭王私自出府的事，皇上可有做出惩罚？5时棍刑，禁足昭王府半年。
就这？萧明玄瞧着他不满地撅着小嘴，心情大好。你可知方圆整个皇宫有哪个皇子被皇上下旨棍刑2次，禁足半年之久？这对于昭王来说，可不仅仅是棍刑、禁足那么简单。何况昭王现如今媚术未解，身中情蛊毒，这样一个被敌国细作轻易就牵制住的皇子，前朝后宫多少人盯着呢？各方势力又有多少人会心思异动？洛九离闻此，眼珠转了转，突然就豁然开朗了。王爷的意思是，皇上对昭王已经失去了耐心？朝堂风云，波诡云谲，有些事儿心里有数，千万不要祸从口出。我明白，这样的话，除了王爷，我不会再跟第2个人说。萧明玄被他的话甜到了，心里一阵妥帖，想着他对他果然也是不同的。表哥，表少爷，快，先去给本少爷沏壶最好的碧螺春。你去吧。是。管家得了令，一溜烟赶紧跑走了。本少爷又不是老虎，又不吃人，表哥这府里的下人怎么都这个德行了？什么德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闹得成了什么样子？别用你那双狐狸眼看着本王笑。表哥让我滚来的，这还没说话就给我下马威，去！你是不是该给本王解释一下上次天香楼发生的事？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我瞧不上温雅公主，也讨厌胡冰玉，就想着给他们找点不痛快。正好表哥在，这放眼整个京城，也就表哥能治得了他们了。不过话说回来，表哥怎么跟洛家二小姐勾搭上了？怎么说？她曾经也是表哥的侄媳妇，虽然和离了，但也是个下堂妇，还……表哥，为了那个女人，你竟然真对我动手！你要是再敢胡乱编排洛家二小姐，本王就打断你的狗腿！说着，抬脚进了府里，头也没回。滚进来！至于洛九离，一路出了九王府的街道，洛九离便叫停了秦武。陆二小姐，王爷让属下把陆二小姐安全无虞的送回国公府。我知道，不过是突然想起来一件事，你就在前面停下，我和春荣办完事会自行回府。陆二小姐不可，这街上人来人往，鱼龙混杂，如若二小姐出了事，属下就是有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小姐，就别为难他了。你这丫头替我说话，怎的还替他说话了？你难道不知道你家小姐我是真的有事要做？小姐，要不让他跟着，小姐也能安心去办事，这样他回府的时候也能交差。也好，有人保护，我也放心。随即便让秦武在内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停住了马车。秦武便跟着洛九离和春荣一路闲逛了起来。陆二小姐，这店铺里的东西没有陆二小姐瞧上眼的吗？我不是买东西。不买东西，逛什么？小姐，您看那有一间空铺子。小姐，这个位置不太好，太偏了，要不再找找？不找了，先回府。你家小姐找铺子干嘛？开店啊。哎，你说洛家二小姐要经商？秦武点头，没敢搭话。那她要开什么店？可有说过？秦武摇头，依旧没敢搭话。你下去吧。是，这可是稀罕事儿啊！女子经商倒是罕见，何况洛九离是一国公府嫡次女，虽然和离了，可一国公府又不会短了她的吃穿用度，她为什么要抛头露面的开店经商呢？难不成因为和离，她在国公府过得不好？你胡说什么？是不是又批警了？表哥，你很紧张洛家二小姐。表哥，你这眼神还有刚才的举动，以及这些日子来外面的风言风语，似乎让我窥探出了点什么。表哥，你不会真的上心了吧？要我说，玩玩可以，您可千万别陷进去，要不然有了软肋，会阻碍表哥的宏图大业。闭嘴！表哥好狠的心啊，就不怕伤了我这副俊俏容吗？表哥，为了一个女人，你可是第2次对我动手了。表哥，你当真对那洛家二小姐动了某些心思？表哥，要不我先帮你探探那洛家二小姐的底细。聒噪！管家送客。说着，直接走出了花厅。公子回府还是去一国公府？九儿，这是你大姨母。孙姨母。九儿啊，我是你母亲的姐姐，你理应称呼我一声大姨母才对呀。无论是称呼大姨母，还是大姨妈，还是孙姨母、孙姨妈，不都是一个意思吗？您嫁给吏部常侍孙侍郎为妻，我不得在您的称谓前冠以孙氏之姓吗？您是我母亲的姐姐，有些话我母亲看在姐妹一场的份上，不大好意思说，但这到底关系到我的幸福，母亲不好说的话，我得和孙姨母说明白了。孙姨母登门造访是什么意思，我也知道了。我呢，不是待嫁之女，也不是长在后宅的那些大家闺秀，说的话好听不好听，孙姨母不要见怪。我这刚刚得了自由，没想过再嫁人，可能要辜负孙姨母的一番好心了。还有，大表哥。
表哥年前才死了阵房夫人，这个时候不正是自当守节吗？怎么还有心思想终身大事？还是说大表哥根本不在乎所谓的守节？哼，守节？这哪有男人为死去的女人守节的？何况我如果守节，那我孙家子嗣该如何传承下去？大姐姐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哎呦，三妹这话怎么说的？哪个家族不是为了子嗣传承？我与三妹妹不一样，三妹妹有2个儿子，虽然一个都还没有成亲呢，但元良和元甲年纪都小，也不着急。可我家婷儿现在膝下只有1个儿子，自当要为孙家开枝散叶才是啊！母亲为了这点小事发脾气，不值当，您且看着。我看大表哥精神有些不振，皮肤干燥，眼眶还发青。大表哥是不是觉得最近身体乏力，食欲减退，头重脚轻，并有轻微的头晕症状？啊，对，小表妹说的一丝不差。当然是一丝不差，大表哥这病症是纵欲过度了，所以就你这样的玩意儿，我半拉眼珠子都瞧不上，你竟然还敢肖想我，谁给你的狗胆？滚！洛九离，这不明事理的，还以为你是什么贞洁烈女呢，不过就是个清白警示、被人休弃的下堂妇。要不是婷儿求我来提亲，你以为就凭你那死过孩子的肚子，能让我看上眼？一个长在娘家、吃穿用度还需要娘家接济过日子的女人，哪里来的优越感？我呸！大姐，你身为长辈，一点长辈的样子都没有，说话恶毒，毫无情分可言，简直丢尽了父母的颜面。还有，你儿子是个什么德行？你以为满京城的人都是瞎子吗？还敢来我一国公府提亲？就你们也配？来人，把他们母子赶出去，还有那些礼物全都丢出去。你们要干嘛？刘幼宁，你想要欺辱嫡姐？慢着，你们当我一国公府是菜市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气完我母亲，羞辱完我，以为这就算了吗？洛九离，你个贱妇，你竟敢打我！一个转身，抬脚就要向洛九离踢去。洛九离闪身躲过他的一脚。哼，看来还有些功夫在身上啊！一个男人动手打女人，大表哥好脸面。哎呦，不得了了！一国公府打人了，一国公府杀人了！洛九离，你个憋下的王八蛋，你算什么东西？你竟敢打我儿子！你有本事，一刀把我宰了，我下到阴曹地府，天天咒你后脊梁长疮。外面人都说孙氏郎家主母是个泼妇，没想到我今儿个算是见识到你到底是不是我外祖的种啊！我母亲明明那么知书达理的人，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姐姐？你刚刚骂我是个清白净师、被人休弃的下堂妇，我不生气；你骂我是假贞洁烈女，我也不生气；你说我是长在娘家、吃穿用度还需要娘家接济过日子的寄生虫，我还不生气。但是你触碰了我的底线，你把那可怜的孩子也骂了进去，这就是我不能忍的。你刚才不是说我母亲要欺辱你这个嫡姐吗？那我现在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母亲与你断绝姐妹关系，我一国公府也不欢迎孙府的人登门。而你记住，刚刚你羞辱的人是我，现在打你的人也是我，和我母亲没有任何关系。夫人，这样德行的亲戚不要也罢。洛九离，你个贱妇，你竟敢打我母亲！一个个一拥而上，不消片刻，原本还是气势汹汹的孙婷就被家丁们摁在地上摩擦。我告诉你，用我一人把你们孙府拉下地狱，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敢不敢！把他们扔出去，扔远点。是。家丁们拽起那母子俩，直接扔出了国公府的大门。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这洛家二小姐的性子变化倒是不小，不过还是这个性子合本少爷的口味。公子现在回府吗？去九王府。你怎么又来了？来卖表哥一份天大的消息，就不知道表哥舍不舍得花钱买。哼，果然是无奸不商。你以为所有消息都能入本王的耳？这就没意思了。表哥明明是很期待的吧？说不说就滚。待姨母和姨父回来，本王会好好替你美言几句的。表哥，你这是威胁。好，我说我刚才去一国公府了。你去一国公府干嘛？你见到洛九离了？见到了，不但见到了，还看了一出好戏。过了许久，孙侍郎孙庭，好样的，真是好样的。邢夕颜往后退了退，心里默默为那孙氏母子竖了一炷香。
也更加肯定他表哥果真看上了那个骆九离。骆九离这个贱丫头，有娘生没娘养的贱货！哎呦，你是眼瞎吗？你给我轻点啊！母亲，这个仇我早晚要报，我一定要让骆九离跪在我面前，为今天的事道歉赎罪。我要让他付出代价。太疼了！快去看看大夫来了吗？瞧瞧我这手臂是不是折伤了？是，奴婢马上去。有下人一溜烟儿跑了出去。儿啊，那个骆九离不是什么好东西，肚子里还死过孩子，娶了她举家不忘。你呀，还是看看别家的姑娘吧。耗子，大公子，你去大司马府把……余下的声音很轻，唯有二人能听得见。是，大公子放心，奴才一定把话带到。说着，快步出了院子。为了不当寄生虫，骆九离当晚就把自己关进了屋里，鼓捣着什么东西。就连国公夫人过来，他都没有开门。夫人，小姐不会是把那泼妇的话真的听进心里了吧？这可如何是好啊！他以前来府里打秋风，我看在同是姐妹的份上，也从未计较过。但今日他太过分了。你告诉府里的所有人，从此以后，凡是孙家人登门，不需要回禀，直接关闭府内，不要与他们往来。顺带把我与孙氏断离姐妹关系的消息散布出去，省得他再打着我的名声招摇撞骗。是，夫人，今日太晚了，要不然夫人明日再来看小姐。何况小姐心里扎着刺，夫人便是宽慰小姐，也只会让小姐心里更难受。倒不如等小姐想通了再说。走吧。主仆二人离开了福曲院，骆九离这一关就把自己关在屋子整整1天1夜，直到第2天傍晚，骆九离顶着2个黑眼圈出了屋子。小姐，您把自己关在屋里，难不成都没有休息吗？春柔，你可知这城里哪里有手艺精湛的铁匠师傅？铁匠师傅？小姐找铁匠干嘛？那些打铁的都聚集在外城，由官府管制，很是严厉的。一般情况下，咱们这样的家族是不能私下和铁匠有接触的。春柔，你去让王大叔准备马车，我洗把脸，咱们去九王府。去九王府？啊，这个时辰出府吗？对，马上有要紧的事。哦，好，我马上去准备。二小姐，这是去哪儿啊？去九王府。骆小姐稍等，属下这就去找主子。有劳管家啦。主子，骆二小姐来了。萧明玄听到这话，看了看外面的日暮西沉，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谁来了？骆二小姐，看样子找主子是有急事。未等管家说完，萧明玄已经出了书房。王爷，这么晚了，怎么想起来寻本王了？来请王爷帮忙。这是什么？这叫铜火锅，是我打算开店用到的。开店？好好的怎么想起开店了？开什么店？酒楼吗？会不会太辛苦了？人生在世，做什么不辛苦啊？我只是觉得每日这样无所事事，倒不如找点事情做，让自己充实起来。你会医术，为什么不开个医馆？这样岂不是省事的多了？王爷有所不知，开医馆的过程繁复杂乱，不但要培养医术高明的做堂医，而且还要各科兼顾，什么外科、内科、千金科等等的都没有系统的分门别类。想要培养这样一个全才医者，花费的时间精力就不是按月计算，而是按年计算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那药材的采购也是需要一些渠道才能得手的，何况还有药物的炮制和配药，需要培养各色懂得药理、药性、配置的药师。这样一想，倒不如开个火锅店来的实在。你刚才说的火锅店又是什么？本王从未听说过。难不成不需要厨师？还是说你要撬别的酒楼的墙角？撬墙角干嘛？我还真不需要厨师，前提是能有手艺精湛的铁匠把我画的这个铜火锅制作出来。我不知道这京城里哪家铁匠的手艺好，便来寻王爷帮忙，给个意见。萧明玄看着他巧若盼兮的娇俏模样，心头微痒。管家，备车。王爷，这是要去哪儿啊？铁匠铺。多谢王爷。秦颖，直接去外城十里铺。是。十里铺是什么地方？那里整条街都是铁匠铺，全京城手艺最精湛的铁匠，在十里铺都能找到。主子，陆二小姐到了。愣着干嘛呀？没什么，我就是觉得王爷的手长得真好看。骆九离伸出手，把手放在他宽大的手掌里。萧明玄看着他的手指，听着他刚刚的话，心情都有些不太一样了。走吧。草民叩见九王爷。起来吧。
谢王爷。这对父子姓刘，是这条街手艺最好的铁匠啊。刘师傅，您看看这样的锅子，您是否能做出来？贵人言重，叫草民老刘头就行。那刘师傅有些受宠若惊，小心翼翼地抬头看了一眼萧明玄。一切按照贵人说的办。是贵人，这是涮锅，我希望您能帮忙做出一个成品，价钱不是问题。如若能做成功，前期我至少还需要30-40只这样的锅子。是，草民一定尽心接力。大概多久能做出来？20天左右，待手成熟练后会更精细，时间也会更短。好，这是我前期付的定金，希望您用心做。是，草民多谢贵人。王爷，那燕听莲呢？今日午时，守城的人来报，燕听莲高热不退，人已经奄奄一息了。皇上亲自下旨，着人把他抬回了牢里，让太医院的太医吊着他的一口气。是为了昭王？只要燕听莲还有一口气，昭王就不会死。但情蛊毒发作时间却越来越长，这种情况比生不如死更难受。哼，报应。也许他们俩都不会想到会有生不如死的这么一天。我现在倒是挺佩服这个燕听莲的专业手段，眼睛都被扎瞎了，他给昭王使的媚术竟然还没有解，再加上情蛊毒，昭王也算是为自己的好色付出了代价。不过王爷，那些潜藏在京城的细作可有全部落网？这些日子，三法司的人在整个京城暗中秘密大肆的搜捕桑南国余党，将京城之中的那些眼线暗哨尽数缉拿归案。至于他们的下场，斩杀的斩杀，生擒的生擒，活着的便是在暗牢之中也不见天日。那也就是说，燕听莲最后的利用价值已经被彻底榨干了。那样的一个女人，何须脏了你的手？再给本王几日时间，本王亲自带你去。多谢王爷。王爷，天色太晚了，我就不叫王爷进府坐了。这个小没良心的，翻个脸就过河拆桥。爷，今日都8月初6了，再过几日就该8月15中秋节了，宫里会不会有中秋宴请？王爷可有打算？小东西，还算有良心，还记得本王体内的咒术。不必担心，每年的中秋，皇上都要陪着一众宫妃过节，不会宴请臣子。何况太后还在回京的路上，皇上更不会大张旗鼓的宴请。倒是中秋过后，太后回宫会有一场宴会。骆九力闻此，点点头，抬脚下了马车。二小姐回来了。怎么了？慌里慌张的。二小姐，快去看看吧。二少爷被打了，身上挂了彩，夫人气得不轻。二少爷，你是说我二哥回来了？是谁这么大的狗胆，敢打二少爷？说是谁打的我二哥？是孙府的表少爷。二少爷回京途经茶楼的时候，见孙府表少爷在楼里大声白嚷着污蔑小姐的名声，语气极尽羞辱。二少爷便来了火气，与少爷厮打在了一起。表少爷？谁的表少爷？你家的表少爷吗？我义国公府早已与孙家那个泼妇母子断绝了关系，哪里来的表少爷？二小姐息怒，不是表少爷，是孙府的孙婷。你呀，以后机灵点儿，别乱攀亲戚。说完，也跟着后面进了院子。二哥，小九儿，你还受着伤，何况你妹妹也老大不小了。你作为哥哥，得明白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小九儿，过来，快让二哥看看。我来，你下去吧。丫鬟躬身退到一旁。二哥，孙婷身上有些功夫，上次10几个家丁才把她摁住。二哥这次为了我，可有在他手里吃亏？放心，我与那孙王八的武功半斤八两，他没讨到便宜。二哥，你何苦与那种人生气啊？那个王八羔子孙婷在茶楼里污蔑你的名声，我怎么可能置之不理呢？我骆家的女儿岂容那种人随意攀附污蔑？我现在只恨自己不是武将，当初就应该和大哥一样领兵上战场，有了功名在身，今日我绝对能一拳锤死他。你个混小子，你混说什么呀？母亲，你打我干嘛？哎呦，母亲不会还是当孙婷是自己的外甥吧？那样龌龊的人，咱们国公府以后还是离他们越远越好。臭小子，我们骆家与他们孙家早就断绝了关系，那孙婷的死活又与我何干？倒是你，明年就春闱了，如若手里多了人命官司，连进贡院参加科考的资格都没有，你还敢锤死人家？你怎么那么大的胆子呀？可孙婷那样污蔑小妹，我作为哥哥怎么能袖手旁观呢？和你爹一样直脾气，你就不会找人把他堵在小胡同，套上麻袋打他一顿呐？还是母亲想得周到。
二哥，那孙婷自有她的后果，二哥不必处处为了维护小妹与那样一个龌龊的人有瓜葛。何况母亲不让二哥与孙婷发生正面冲突，也不仅仅是为了春闱的事。母亲统共就你和大哥2个儿子，大哥选择和父亲征战沙场，几乎1年半载见不到一面。母亲每日烧香拜佛，只求父亲和大哥能平安归来。如若二哥也和父亲、大哥一样习武功上战场，要是真出点什么事，你让母亲怎么办？又有谁能给我和大姐撑腰？一国公府的门庭，总要有男丁承继的。九儿，难为你能理解母亲的苦心。母亲，一家人何必说2家话？母亲莫要生气，儿子以后自当稳重谨慎。如此甚好。你呀，比你妹妹还大上2岁，性子也该改一改了。明年春闱之前，再不要惹是生非。是，儿子记住了。我发现小妹似乎通透了，说出的话也跟大人一样有理有据啊。人总是要学着长大的。你二哥好不容易从书院回来过节，你们兄妹俩说些高兴的事儿。今儿个太晚了，明日让你姐姐抱着孩子也回来住2日。走，随母亲去吃饭。今晚厨下做的可都是你们俩爱吃的菜色。是。管家来报，说是杜家公子来找二公子外出，刚回京就去会友。杜家公子和儿子都在南路书院读书，也是明年要参加春闱的。母亲，既然是二哥学业上的朋友，应该是有要紧的事。既然如此，你快去吧。是，母亲。夫人，该是礼佛的时辰了。女儿这2日熬夜有些疲惫，想早些回去休息，明日再陪母亲。也好，那你回去吧。是，恭送母亲。春荣，小姐，去派人打探一下孙婷现在何处，顺便让张管家来府曲院见我。是，小姐。二小姐。张管家，真的有杜家公子来找我二哥？是，这家杜公子乃是内阁大学士杜衡大人的嫡子杜启林，与二少爷同在书院学习。几日前因家中祖母病重，先一步回了京城。那杜家老太太生的是什么病？可有好转了？这就不知了。骆九龄没再问什么，管家行了礼，退了出去。小姐，怎么样？派去的人回话说那个孙婷去了石花馆。石花馆什么地方？春荣小脸一下红了半边。是8大街的青楼妓馆吧？二哥下手太轻了，竟然还能让他出来寻欢作乐。哼，走，给本小姐更衣。小姐还要外出？哪儿那么多话，让你更衣便更衣。是。走吧，今儿个咱们也逛一回青楼啊！小姐，这不太好吧？怕什么？天塌下来还有小姐我顶着。主子，刚刚秦武回来了，又走了。说，今日骆家二公子骆元甲回京，在途经茶楼时，听到那孙婷用各种羞辱人的话污蔑骆二小姐，便和孙婷厮打了起来。晚上的时候，杜家公子杜启林寻了骆元甲出府，不多时，骆二小姐也带着丫鬟女扮男装出了府。女扮男装？秦武是这么告诉属下的。他们去了哪儿？去了8大街的石花馆。他去那儿干嘛？孙婷也去了石花馆。不应该啊，电视上不都是这么演的吗？春荣，他们是怎么看出我们是女扮男装的？我也不知道。走去后巷啊！小姐，我看还是算了。算了什么？那个王八蛋敢打我二哥，毁我名声，想让我身败名裂，那我就以牙还牙。你在外面等着，我进去。小姐，放心，今晚过后，孙婷的名声在京城里就会遗臭万年。小姐，您连这个都准备了，以防万一嘛。助跑、登墙、跳跃，干净利落地跃了过去，把在墙头下的春荣和隐在暗处的秦武惊得目瞪口呆。别动，我不会伤害你，我只是想向你打听一件事。这里是20两银子，我问话你如实回答，这银子就归你。我问你，你可认识侍郎府的大公子孙婷？听说他是你们这的常客，我松开你不许叫，如若敢为我招来麻烦，我就一刀结果了你，让你人财两空。那孙大少爷是红玉姐姐的恩客，他每次来必点红玉姐姐。红玉她在哪个屋？那间屋子就是红玉姐姐的。孙大少爷如若不回府，便会宿在红玉姐姐的屋里。我不管你是因为求财还是因为怕死，但我要告诉你，千万别骗我。如若骗了我，你花儿一般的生命可就到此为止了。我不敢骗你，我真的不敢骗你。你要是不信，就打晕我，只求别杀我。这不是废话吗？不打晕你，我怎么可能放心？
孙少爷好酒量，这都已经是第3壶了，别喝了。去，让老鸨再准备一桌上好的酒菜，今夜本公子就留宿在红玉的房间不走了。只要红玉伺候好本公子，这些就都是红玉的。孙少爷稍等，红玉这就下去吩咐一声。说着，舞动着曼妙的腰肢出了屋子。干嘛？报仇。报仇也用不着你和他接触啊。王爷当我愿意和他接触啊，这不是没办法吗？要不王爷帮我把这3粒药片塞进他嘴里。这是什么？药。虽然极其不情愿，但还是黑着脸粗鲁地掰开他的嘴，一股脑地把3粒药片塞进了孙婷嘴里。走。秦大哥，我家小姐不会有事儿吧？放心吧，有王爷不会有事的。小姐。秦颖，走。是，上车，送你们回府。只这一次，下次再敢不管不顾地做出这些危险的事来，本王就把你禁足在九王府。骆九离心口一滞，刚才他所怀疑的不能问出口的，好似在这句话后都有了答案。王爷，我应该是被禁足在异国公府才对。骆九离，本王。王爷怎么知道我来诗花馆了？他打断他的话，更害怕听到那句话。秦武，本王让秦武在府外保护你。难为王爷惦记，也是，我是王爷的药，自然不能有闪失。你不是药，本王不允许你如此看待自己。你是骆九离，只是骆九离。对，我是骆九离，只是骆九离。王爷，洛儿小姐，国公府到了。骆九离几乎像落荒而逃一样跳下了马车。萧明玄想要伸手拽他，可看着他纷乱的情绪，手指僵在了半空，不舍得目送他离开。秦颖，走吧。是。元甲兄，刚刚那辆马车怎么有些像是九王府的马车呀？许是杜兄看错了，九王府的马车怎么会大半夜的出现在我国公府门口啊？也许真是我看错了吧。最近家中事务太多，脑子有些混乱。就像上次上街的时候，错把侍郎府的孙大人看成了别人，还以为那与孙大公子说话的是谁家姑娘呢，没想到会是司马府的大小姐胡冰玉。杜兄，天色太晚，我就不送了。至于杜兄的意思，我会传达给小妹，多谢。二公子，您回来了。张管家，今晚二小姐可有出府？如实说。二少爷出府后，二小姐也跟着出了府，而且二小姐是女扮男装。我知道了。骆元甲没再问别的，快步回了自己的院子。骆九离闭着眼睛，萧明玄的脸就那样清晰地浮现在了他的脑海里。他葱郁般的手指不自觉地抚摸着薄薄的红唇，脸上的红晕蔓延到了耳后颈间，竟是让他生出了少女般羞涩的姿态。我是不是疯了？一夜无话，各自安眠。听说了吗？孙侍郎家的大公子京城天没亮就被石花馆的人扔了出来。扔出来？这就有意思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嗨，谁知道呢？是我那娘家舅子亲眼看到的，说是被扔出来的时候，那孙大公子浑身上下只穿了一件亵衣，满脸的乌青，狼狈至极啊！哎呀，不是说那孙大公子是8大街有名的恩客吗？怎么放着钱袋子不好好伺候，还被扔了出来啊？主子说是。一路说着，一路跟着主子进了府里。整个8大街都传遍了，那孙婷昨晚夜遇4女，个个被他折腾得不成人样。不但如此，他还光着身体跑出屋子，大庭广众之下见到女子就往跟前凑，整个人就跟个禽兽一样，毫无廉耻可言。石花馆的老鸨忍无可忍，到底还是把人打了一顿，扔了出去。听说这会儿已经被孙府的人抬了回去，孙侍郎丢不起那个人，关闭府门，连个大夫都没请。自作自受。什么自作自受？听小妹的语气，倒是有些高兴呢。二哥，二少爷，你们都下去吧，我和二小姐有话说。是。二哥找我有事。小妹也听说孙婷的事儿了，也只听了个没头没尾的。倒是二哥昨晚急匆匆的出了府，可是那杜公子找二哥有事。除了叙旧，他还真有事求到了二哥头上，这也是一大早二哥就来找你的原因。找我？何事？小妹，二哥有句话要问你，你先老实回答，你真的是宁虚子的徒弟，不要骗二哥。我也不想骗啊，可没办法，总得给自己会医术找个理由吧。是，二哥若不信或者有怀疑，可以去问母亲，母亲都知道。二哥怎么会怀疑你？相较于你之前的性子，二哥倒是更喜欢你现在的性子。至于杜启林来找我，其实是想请你去给他祖母瞧病。
瞧病，杜启林的父亲不是内阁大学士吗？不要说是宫外的大夫，便是宫里的太医，以他的身份也是请得起的。若是太医能医治好的病情，他也不会来求上我了。到底是什么病？连太医都束手无策。具体什么病他也不清楚，只说那大夫和太医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每个人诊断出来的都不相同。有说那老太太是得了头疾，有说是眼疾，还有说是腹痛，也有说是身中奇毒。反正老太太是时好时坏，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原本他们是不抱希望，没成想你进宫救了凤德夫人，又听闻你在刑部救下了一个将死之人，这才求上我，想请你去帮忙诊治一下。那好吧，二哥希望我什么时候去？今日最好。行，那就今日，我去准备一下，换身衣服，便随二哥出门。好，那我这就派人去杜府送信。元甲兄，杜二小姐，小妹，这位就是杜大人的嫡子，我的同窗好友杜启林。见过杜公子。有了二小姐亲自登门，杜某心中感激不尽。杜公子与我二哥是同窗好友，杜大人又与我父亲同朝为官，公子这样说，反倒是客气了。行了，都不是外人，杜兄进府吧。好，二位请。管家，主子呢？主子说了，带你回府，直接去教场找他。好。秦隐点头，脚步未停。教场上，九王萧明玄正在与手下暗卫进行武功训练，见秦隐疾步匆匆赶来，萧明玄淡然收手。怎么样，还有查到？查到了，那孙婷前些时日与大司马府的胡冰玉接触过。胡冰玉？是。那胡冰玉虽然没有直接给孙婷下达对付陆二小姐的命令，但是话里话外却全都是对陆二小姐的不满。再加上孙家想要依附大司马府，还有那孙婷本就是骆家的表亲，又觊觎陆二小姐的美貌，所以才恬不知耻的去异国公府提亲。提亲不成，又在外面极尽羞辱陆二小姐的名声。既然如此，吏部侍郎就换一个人吧。无论大司马府是有意还是无意拉拢孙家，那本王就先斩断他的一条腿。孙家不是想要依附大司马府吗？这么热闹的事儿，本王就不参与了。你去把孙侍郎收受贿赂、泄露考题的证据，要不动声色地卸给贤王。主子，现在皇上还没有立太子，各府王爷、王子都在拉拢朝臣，贤王手握证据，难保不会私吞。利用这证据，你别忘了，那贤王可是皇后的儿子，表面上风光霁月，实则是个深不可测的主，行事与人不疏不离，跟谁都能客气，却又与谁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性情看起来好相处，却又时刻拒人于千里之外。就这样的性子，你认为他不懂得取舍，是拉拢一个吏部下的小侍郎为己用，还是让皇上高看自己一眼，留下好印象，为以后争夺太子之位打下基础？哪个重要？自然是皇上的看重最为重要。这就是前朝和后宫的博弈，也是皇后和胡贵妃、皇上和太后的博弈。一个是皇后之子，一个是贵妃之子。这长宁的皇室和朝臣们要此消彼长，才能让皇上坐稳皇位，而不是偏听偏信一个人的一面之词，更不能养虎为患。是，属下马上去办。杜府后院，怎么了？骆九离轻微的摇了摇头，没回答。杜府的丫鬟和下人们一见主母和大公子来了，赶忙出屋恭敬问安。起来吧，祖母今日可是清醒。回大公子的话，老夫人醒了，气色也好了不少。刚刚喝了半碗燕窝，眼下正卧床歇息。你们在门口候着，需要你们的时候再进来。是，母亲。祖母，孙儿来看您了。启儿，你来啦。母亲，启儿给您找了个神医，兴许能医好您的身体。对，祖母，兴许今日之后，祖母的身体就会好转了。哎呀，启儿有心了，这10几日从书院回到京城，又为我这个老太婆的病情奔波多日。祖母明白启儿的孝心，这京城的大夫请了一波又一波，就连宫里的太医都医治不好，倒是让你们白操了。祖母莫要灰心，许是这次祖母的身体能好转的。陆二小姐有劳了。老夫人生病这阵子，是不是每个大夫给出的具体病症都不相同？是，无论是宫外的大夫还是宫里的大夫，每个人说的都不大一样，就连开的药也不相同。如果我诊断的没错，初时老夫人会有头痛、发热的症状，过几日又出现视力减退，吃了药后视力有所好转，却又辗转到其他部位，比如腹部疼、心口疼、肺部咳嗽等，也会引起相应部位的病变。陆二小姐所说不错。二哥，杜公子，我需要给老夫人做个身体检查，还请您二位回避。好。陆二小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洛二小姐，你是洛道汉家的二丫头？得老夫人惦记，我的确是洛家二丫头。母亲，您身体有恙，还是多多休息为好。媳妇带洛二小姐出去，顺带给母亲开些药。张嬷嬷、青儿，你们进来。大夫人，你们好好服侍老夫人休息。是。洛二小姐，咱们出去说吧。好。也何时回来的？刚回来，时间不长。洛九离见过杜大人。洛家丫头不必行礼。说起来，倒是我杜府叨扰了你们兄妹。杜大人言重，杜大人与我父亲同朝为官，杜公子与我二哥又是同窗好友，大人这样说反倒是客气了。杜恒摸着胡须点了点头，眼神里也多了几分探究。父亲，洛二小姐，花厅里已经备好了茶水。对对，站在院子里说话总是不方便，大家进花厅坐。洛二小姐，我特意让人备了花茶，洛二小姐请尝尝。有劳夫人了。与此同时，九王府里，主子进来。你怎么回来了？可是洛九离有事？主子放心，洛二小姐无事，只是今日洛二小姐跟洛元甲去了杜府。杜府？哪个杜府？内阁大学士杜恒，杜大人。杜恒？他去杜府干嘛？属下打听过，是杜府的大公子杜启林求了洛元甲，让二小姐去给杜老夫人看病。他倒是热心肠，本来就成了那些太医的眼中钉、肉中刺，也不知道收敛些。你去吧，好生守护着，万不要让他出事了。是。洛二小姐，我祖母的病症可有查清？是绦虫病。绦虫病？那是什么病？小妹，你说的再明白些。绦虫病是由寄生在肠道内幼绦虫所引起的疾病。我怀疑老夫人是食用了没有煮熟、含有猪囊虫的猪肉而患的病。不过好在是囊虫，囊虫进入体内吸附在肠壁上，再逐渐分裂幼虫。前期患病的人不会有任何症状，直到幼虫穿过肠壁进入血管，带到身体各部分肌肉内，发育成囊尾幼，病人才会发病。因为绦虫有向动物神经中枢方向移动的习性，所以老夫人曾经头痛，短暂失明过。好在你们找的大夫及时，也马上用了药，使幼虫没有进入脑子，又移动到了上腹部，老夫人才大难不死，捡回了一条命。也就是说，那虫子还在我祖母体内？是。可有办法去除？有，这是4天的疗程，1日2次。先服用白色的止吐药以防呕吐，再服用淡黄色的灭绦灵，口服嚼碎，少喝水。1个时辰后，再服用另外一种白色片剂的泻药。一连4天便会药到病除。但在这期间，老夫人的被褥、衣物、所用的便盆等等，要全部烧毁，换成新的。厨下的刀、菜板、菜盒等也要生熟分开，以免感染其他人。洛家丫头，不开些汤药药剂吗？杜大人放心，这药片都是汤药药剂浓缩而成，也是我师父耗费半生心血研制出来的，用时少，剂量合理，还极易吞服，不会有任何副作用。杜大人如果不放心，不，我不是不信任你，也不是不放心，我只是觉得应该开些汤药药剂，以免落了外人的口舌。毕竟这京城和宫里，多少大夫和太医都看不出来的病症，竟然让你诊断出来了。而且你刚刚开的药，估计这整个京城也是独一份儿。丫头，你记住了，每个医者的修行不同，医术也有高有低。对于医术，尚且无人敢议论什么，但每个医者药箱里的方子和技艺却是不外传的。你这样大庭广众之下光明正大的抓药，如若被有心人惦记上，可是会惹来祸端。杜大人所说极是，是我家小妹唐突了，还请杜大人见谅。呵呵，贤侄言重了，倒是我杜家欠了你们洛家一个恩情。几个人又彼此说了会儿话，洛元甲和洛九离离开了杜府。那杜家老夫人的怪病真的好了？回贵妃娘娘，听说已经能满院子溜达了。果真是洛九离治好的？是的。哼，倒是没想到这个贱人隐藏的这样好。
当初墨儿娶她时，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只当是个菟丝花，没想到竟然还有这等本事和身份。哼，他骗了墨儿，骗了本宫，骗了所有人。娘娘，太后就要回宫了，那个小贱人得意不了几天，即便他有甘泉宫的那位护着，可那又如何？长宁王府真正的太后是贵妃娘娘的姑母，在太后跟前儿，便是皇上也要礼让3分，到那时再好好收拾了那个小贱人。是啊，姑母回京，本宫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只是墨儿被禁足，又日日受那情蛊之毒，备受折磨，本宫出不得这一方宫门，有心也是无力。娘娘，皇上不是说已经让九王爷请鬼医来京，给昭王殿下解除媚术和情蛊吗？何况燕听莲那个细作，现如今性命垂危，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就是因为昭王殿下的缘故，才吊着那祸患一条贱命。这种情况下，皇上绝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昭王殿下出事，使着那鬼医也该进京了。本宫就怕有些事情会变数太大，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变数？胡贵妃点点头，她不明白什么叫第六感，但她的直觉告诉她，这个变数就是洛九离。农历8月14夜晚，风高月明杀人夜，长宁王朝威震四海的堂堂九王爷，在出宫返回府邸的路上遇到了刺杀，当即陷入了昏迷，岂料太医束手无策。怎么了，母亲、二哥，你们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别问了，宫里来人了。啥？凤德夫人又出事了？不是凤德夫人，是九王爷出宫回府的路上遇到了刺客，受了伤。九王爷遇刺还受了伤，他伤到哪了？可有生命危险？是谁？别问了，皇上下了旨，人就在前院。秦颖，王爷怎么样了？刺客抓到了吗？是谁如此胆大包天，皇城脚下居然连九王爷都敢下手？还在追查。那王爷呢？王爷遇刺，伤口虽然不深，可是那剑上有毒，太医束手无策，还请二小姐。没事的，没事的，快，咱们快走。跟着秦颖就出了府门，徒留拿着圣旨的太监在空中凌乱，反倒是洛元甲盯着他小妹消失在府门的背影，眸色深沉的眯了眯眼。洛二小姐，您可算来了。王爷，王爷怎么了？难不成我来晚了吗？不，洛二小姐，您先别急，王爷只是一直昏迷不醒。温水。管家一听，忙拎着温水过来。洛二小姐，刚刚太医看了，也不知王爷中的是什么毒，二小姐不用再检查一下吗？不用，我这药粉能解百毒。端着茶盏走到床前，给萧明玄服下，可是一口还没下去，药水就顺着萧明玄的嘴角全都流了出来。二小姐，王爷咽不下去，这可怎么办？你们两个谁来？二小姐，什么意思？王爷喝不消药，体内的毒素就无法解除，只有嘴对嘴给王爷把解药渡下去才行。二小姐，属下喜欢女子，王爷更没有龙阳之性。事有轻重缓急，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管家，你来。属下有口气，恐玷污了王爷，还是请二小姐帮忙吧。属下们感激不尽。属下们感激不尽啊！他好像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可现在王爷性命为重，那二人他又指望不上，只得仰头自己含了一口，俯下身子，嘴对嘴给他渡了进去。管家到底年岁大点，脸不红气不喘，笑眯眯的拽着红了耳尖的秦颖就出了屋子。老王，你说要是二小姐知道了，会不会砍了咱们？不会。你怎么这么肯定？嘿，你呀，还没有情窦初开过吧？你没瞧见刚刚二小姐下车时那被吓得苍白的脸色？我还一直以为是咱们主子一厢情愿，现在终于安心喽。你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天塌下来还有咱主子顶着。前几日见到王爷还生龙活虎的，怎么今日就沦落到如此境地？王爷，你快醒过来吧！若是让那些被你得罪过的人看到，不定怎么痛快呢。病床上的萧明玄没有反应，都昏迷不醒了，还怕扎针？长宁王朝天不怕地不怕，无人敢惹的战神王爷，现在被打脸了吧？刺客都敢在皇城脚下直接对王爷动手，看来压根就没把王爷放在眼里呢。王爷，你还不醒来吗？找到那些刺客，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报今日一箭之仇。洛二小姐，药煎好了，端过来。你出去吧。是。洛九离用勺子舀了点药汁，送到萧明玄唇边喂他。只是不出意外的，药汁顺着唇角流了下来。啊，我真是欠你的。
当你的解药，还要喂你喝药，你可知我最讨厌喝这种苦兮兮的药了。骆九离坐下，杨姐含了一口苦兮兮的药汁，嘴对嘴渡进了萧明玄的口中，却不知病床上的萧明玄睫毛微微轻颤，嘴角机不可见的勾了，随即又恢复如初。脉象倒是平稳有力，看来毒是彻底解了。我还在犯愁，明日就是15了，怎样帮王爷抑制那咒术？谁曾想王爷竟然会出事，难不成王爷身上的咒术被有心人知道了？骆九离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病床上那个中了毒、脸色清白的人已经悄然醒来，然后下床温柔地把他抱了起来，放到自己的床上，坐在他身边，伸手附上他的手指，与他十指紧扣，眼神温柔又缱绻地看着他的容颜，嘴角全是止不住的笑意。相较于萧明玄对骆九离的贪恋，此刻大司马府后宅玉翠轩里，胡冰玉简直嫉妒到了疯狂的地步。清白尽失的贱人，笨手笨脚的狗奴才，奴婢该死！大小姐饶命！闭嘴！你不过是自己摔倒了，何须来向本小姐求饶？你给本小姐爬过来！小丫鬟满脸的惊恐，但又不敢忤逆胡冰玉，一言跪着爬了过去。你不是要向本小姐求饶吗？那本小姐就让你求个够！大小姐，饶了奴婢吧！求大小姐饶了奴婢！饶你？本小姐为何要饶你啊？瞧见你这张脸蛋我就生气，我倒要看看，为了他，你还能不能出去勾引男人？大小姐，奴婢没有勾引你男人，那又如何？本小姐说你勾引你就是勾引了，谁让你长着一双与那个贱人有着7分相似的眼睛呢？姐姐，你这是在干嘛？没什么，韩玉，你怎么来了？我听到你院子里有动静，就过来看看。丫鬟不懂事，把她打发了便是啊。姐姐何苦与她置气？况且晚上各院子都休息了，要是让祖父知道，姐姐又该被罚了。我知道了，太晚了，你快回去休息吧。既如此，姐姐也早些休息吧。随即站起身出了屋子。二小姐不是有话要告诉大小姐吗？还告诉什么呀？显然大姐已经知道九王遇刺骆九离去九王府的事了，要不然她也不会大晚上这么生气。王爷，您体内的毒素已经彻底被清除干净了。出去吧。是。老大夫低垂着头站起身。大夫，请。老大夫点点头，跟着管家出了屋子。秦颖，主子，你给我看到洛二小姐给本王解毒的药。二小姐只拿了一包药粉，说是能解百毒，至于是什么药粉，叫什么名字，二小姐并没有说。属下本来还想着，如若二小姐的药粉不管用，便偷偷给王爷服下解药，没成想那药粉竟然能解佛类的毒性。宫里怎么样了？皇上知道了，大发雷霆，还派出了御林军。至于玉福宫和凤仪宫，2宫倒是安静。他们也不过是表面上的安静而已。自从本王回京，吓得那些人寝食难安，人前背后小动作不断。这些人真是把王爷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一个个耳聋眼瞎，就连脑子都裹上了浆。他们有这种心思也是人之常情。皇上正值壮年，久久未立下太子人选，而5个皇子中，老大虽为长子，性情相对温和，行事沉稳有度，从不得罪人，颇得大臣们拥护。只是可惜母家只是个正二品，老二老三，一个是贵妃之子，一个是皇后之子，一个背靠太后和大司马府，一个是嫡出血脉，背靠丞相。母家皆是1品大员，那2位野心昭昭，还真当别人不知道似的。至于老4、老5，一个16，一个13，一个喜欢习武，对那位置漠不关心，一个年纪尚幼，尚够不成威胁。所以他们的目标便指向本王，表面上一个个尊本王为皇叔，实际上却恨不能日日监视本王的一举一动。可那些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恨错了人，本王的目标不在长宁王朝。哼，既然他们有此等心思，那本王就将计就计。王府里的那些奸细不都处理了？一个不剩，全部按照刺客论处了。清除了这些眼线。今日后，晋府的所有下人必须盘查3代以内，不许有任何纰漏。是。花兰州到哪儿了？回主子，已经进了京郊。花公子来信，说是要昭王殿下过个意义非凡的8月15，待16后再进京。他倒是个懂事的。不过主子，属下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主子这出苦肉计，可是别让二小姐知道了。主子是不知道，属下去异国公府请二小姐时，二小姐一听说主子遇刺，吓得脸都白了，撇下国公府夫人和2公子直奔王府。
他很害怕，很着急。主子难道没有感觉吗？二小姐还用这种方式给主子喂药呢。滚蛋！哎，得嘞，笑着就退了出去。臭小子，罗九离，本王用这种方式留住你，会不会生本王的气？可是你不是普通的女人。你是异国公府的嫡小姐，本王不能强取豪夺，把你禁锢在九王府，更不能翻墙留宿异国公府，那样会毁了你的名声。只有本王御赐，只有皇上的圣旨，外界才不会对本王生疑，不会对你评头论足。这一夜对于一些人来说过得尤其漫长，但对于萧明玄来说却倍感幸福。第二日中秋佳节，哎呀，不是说骆家二小姐性子柔弱，是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娇小姐吗？她何时有这种高超的医术了？性子柔弱，老兄，性子柔弱的女人敢击登文谷，敢抬着棺材进太和殿，敢提出和赵王殿下和离。就是，兄台，你不会还不知道吧？现如今的骆二小姐已早不是从前那个性子软弱的骆二小姐喽。可不是，人家现如今啊是大名鼎鼎江湖仙医灵虚子的徒弟，就连皇上和皇后都承认了。就是，听闻皇上对仙医灵虚子可是尤为敬重。哎，你们说赵王殿下会不会后悔啊？为了一个细作，眼睁睁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骆二小姐身为仙医灵虚子的徒弟，那身价也是水涨船高啊！嘘，哎呀，你不要命了？敢议论当朝王爷？水。王爷，你要什么？罗九离。王爷，你醒了？本王这是怎么了？还好意思问？王爷难道忘了王爷遇刺身中剧毒？本王睡了多久？整整1晚上。哎，别动，王爷身上还有伤。王爷是要喝水吗？我去给你的。然后回到床边，一手扶着萧明玄的背，让他靠在自己的肩膀上，就着自己的手就给萧明玄喝了下去。本王好像做了个梦。王爷做了什么梦？本王梦见你为我喝药。堂堂王爷身边应该不缺伺候起居的侍女和小厮吧？喂个药而已，王爷不必挂怀。喂个药而已嘛，难不成你也对别的男人那样喂过药？哪里有别的男人？王爷是第一个。若不是王爷脸色苍白疲乏，我都会忍不住怀疑王爷是真的中毒昏迷，还是在装睡。那样紧急的情况下，王爷竟然还能知道。这丫头果然是个不吃亏的。那也就是说，这不是做梦。王爷就把我当成王府里的那些侍女和小厮一样看待就行。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王爷的身体着想。那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不一样。你跟他们不一样，罗九离，你跟他们不一样。罗九离，你能明白本王的心意吗？王爷，你现在的身体状况适合说这些吗？哎，王爷，小心呛到气管，快侧着身子。罗九离，就是因为本王身体如此，所以才不得不说。你知道的，本王是皇上的兄弟，虽然皇上对本王还算是信任，可无论年龄还是本王手握的权势，都足以引起别人的忌惮，指不定哪天就一命呜呼了。到时候心里的话来不及说，难道你要本王带到地府里去？不许胡说！王爷本身武功高强，身边又有秦颖和其他暗卫保护，哪有那么容易就一命呜呼啊？何况我答应过王爷，成为九王府的府医，由我把王爷的身体康健，并保王爷长命百岁。好，罗九离，一定要说话算数，保本王身体康健，长命百岁。这男人手劲太大了，这么大的手劲哪里像是受伤的？王爷，你能不能先松开我？你放心，本王不会逼你。王爷也放心，我想做的别人阻挡不了，我不想做的别人也逼迫不了。但是王爷，你能不能先松开我？这样抱在一起太不舒服了。李儿，本王如今重伤在身，你就不能心疼本王一些吗？李儿是什么鬼？听得好肉麻。你刚刚碰到了本王受伤的手臂上，本王现在浑身无力。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可信度不怎么高啊！既然王爷没力气，还不松开我？王爷，洛儿小姐，大司马来了。我没听错吧？大司马胡觉来九王府，打出去。打出去干嘛？那胡觉来就是来探王爷的虚实的，这样把人打出去，不正是告诉人家王爷中毒有猫腻吗？好，王爷别动怒，快躺下。那胡觉可是一只老狐狸，咱们千万别穿帮了。那你呢？我怕那胡觉对你……放心，他比我爹岁数都大，和我一个小辈翻脸，他还丢不起那个人。何况他是来探王爷虚实的，不会对我怎么样。萧明玄点了点头，这才躺下，只觉得后颈酥麻的一疼，还未搞清楚状况，人瞬间昏迷了过去。那老狐狸太狡猾，要是让他知道王爷早已清醒，不定
又惹出什么风波来。骆九离见过司马大人。王爷身体如何了？毒已经解了，只是王爷中毒颇深，暂时还未清醒过来。陆二小姐虽得皇上赏识，但在医术上到底还是年轻了些。何大夫，司马大人，这位是何祥言何大夫，一直跟在太后身边，太后的銮驾还在半路，可是听说九王爷遇刺，担心不已，特命何大夫不分昼夜赶路回京。既然王爷中毒还未曾醒来，那就让何大夫为王爷把脉诊治吧。骆九离，这可是太后的懿旨，太后身为长辈，担心九王的身体乃是情理之中，你阻拦何大人诊脉，该当何罪？司马大人，小女并未阻拦，只是皇上下的圣旨让小女为九王爷诊治。如若小女半途而废，或者没有把皇上的圣旨贯彻下去，那岂不是就成了欺君之罪？你拿太后的懿旨来唬我，那我就拿皇上的圣旨来阻你。何况何大夫是师承名门还是姓名世家，医治水平是高还是低，这些小女都不得而知，所以小女不能让。这不仅关系到欺君之罪，还关系到小女颜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何大夫的名讳小女还真未曾听说过，谨慎小心些，司马大人应该能理解吧。老夫服侍过2任帝王，也与当朝名声显赫的权臣之间来来回回的周旋了一辈子，除了皇上，从来都没有谁敢和我这般说话。骆九离，你是第一个。司马大人说起来也是我的祖父辈，何况我们异国公府现在只有我和我母亲孤儿寡母的在京，父亲和大哥远在宿阳练兵，我一个小孩子说话做事欠缺了些，司马大人应该也不会与我计较吧。而且司马大人作为我长宁王朝筑天踏地的基石，2朝元老，听说当年在与外敌的对阵中，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何等威风！这种威风，司马大人应该不会用在我这个小丫头身上的。这顶高帽压下来，老夫如若再和你计较，岂不是让外人议论老夫欺负你们孤儿寡母了？洛二小姐所担心的，无非就是何大夫的医术。何大夫乃是姑苏人士，医术世家，4代传承，在医术上，洛二小姐大可放心。何大夫，吴大小姐说你是医术世家，4代传承，可是真的？自然是真的。陆二小姐连姑苏何家都没听过，倒是孤陋寡闻了。哼，是吗？那请问何大夫，既然姑苏何家如此厉害，敢不敢与我比试比试？比试？比试什么？医术、毒术，任你挑选。只要你赢了我，我就推到一旁，让你给王爷诊脉。如若你输了，怎么来的，你们便怎么离开。这个比试公平吧？骆九离，我们是来给九王爷看诊的，不是来跟你比试的。吴大小姐，我刚才说了，我是奉了皇上之命来给九王爷诊治。如若我半途而废，或者没有把皇上的圣旨贯彻下去，那就是欺君之罪。吴大小姐平日里端庄娴雅，这个时候不会连皇上的圣旨都看不在眼里吧？难道吴大小姐的端庄娴雅都是装出来的？骆九离，你……吴大小姐，你不知道手指不能指着别人吗？显得你很没教养。冰玉，回来！祖父，回来！胡冰玉攥了攥手指，只得转身回到自己祖父身边。何大夫，既然陆二小姐要比试，你可敢迎战？卑职愿意和陆二小姐一较高下。如若刚才老夫没有听错的话，陆二小姐说医术、毒术，任何大夫挑选。是的，是我说的。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你们双方都愿意比试，那九王爷中的是毒，你们2位也比试毒如何？我同意。好啊，陆二小姐，不可！一个管家，一个暗卫，谁给你们的胆子，敢驳了这个赌局？你们2个退下。既然是毒术，怎么赌？司马大人，还请大人派人去找2条大小相近、一模一样的毒蛇来。毒蛇？贱人，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很快，不觉的人就寻来了2条大小相近、一模一样、浑身翠绿的竹叶青蛇。竹叶青蛇，剧毒无比，
不行，我要出府。也许二小姐可以对付。上次抓燕听莲时，王爷也是中了燕听莲的蛇毒，是二小姐救下了王爷。也许今日二小姐……二位毒蛇，我找来了。二位想要怎么比试？不过老夫倒是觉得，二位都是以慈悲为怀、救人性命的医者，定不忍心让外人以身试毒吧？司马大人，此事万万不可！司马大人三思，陆二小姐乃是一国公府嫡出小姐，如若陆二小姐以身试毒出了事，不说国公爷那儿交代不过去，就是九王爷和皇上那恐怕……哼，你们三个算个什么东西？比试毒术是陆二小姐提出来的，赌约也是陆二小姐定下的，怎么难不成陆二小姐怕了？既然怕了，那就让何大夫给九王诊脉吧。既然司马大人发了话，小女自然没有拒绝的余地。秦颖，你们三个退下。二小姐，属下愿意替二小姐以身试毒。你替洛九离以身试毒？笑话！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有什么资格参加这场比试？怎么，洛九离，你空口白牙，想要说话不算数？你可别忘了，这比试这赌约是你提出来的，还是说你对九王爷并不是那么尽心竭力？只不过是故意轻视太后娘娘的懿旨，与我们大司马府的一片好心。哼，胡冰玉，人心不足蛇吞象。小女与何大夫二人以身试毒，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毒，变为胜方。司马大人可是这个意思？胡觉点点头，心里惊愕这个洛九离的肆意与镇定。那司马大人定然也记得赌约吧？只要是何大夫赢了我就退到一旁，让他给王爷诊脉。如若是他输了，那么您三位怎么来的，你们便怎么离开。好。只要是陆二小姐赢了，老夫带人马上离开九王府。管家，去给我准备半盆冷水。是。何大夫，请吧。陆二小姐，请。说着，二人同时走到蛇笼前，同时把手掌探入蛇笼中。随着毒蛇松口，洛九离快速打开了药箱，就把抗蛇毒血清注入了体内，对被咬伤口的局部进行清创，随即把半瓶高锰酸钾倒入水中。再把受伤的手掌浸入水里，又气定神闲地吃了几粒蛇药片。不过3分钟，洛九离就像个没事人一样，而对面的何祥言也迅速吃了某种药物，然后快速坐在原地，似乎是在逼出毒素。司马大人，您觉得这场比试是我赢了，还是何大夫赢了？陆二小姐年轻有为呀，仙医灵虚子的弟子，果然名不虚传。恭送司马大人，洛九离除了皇城里的，这京城中从来都没有谁敢明目张胆地阻拦过老夫。那是因为谁也不是我。哼，丫头，别太狂妄了。陆二小姐，您真的没事？没事，我就是羡慕。要是我也有王爷那强横的内功，也尝试用内功逼出毒素，是个什么体验？二小姐要是也想习武，主子会是个很好的师傅，这样主子和二小姐也能增进感情。管家也是笑着点头，走到床边，想要叫醒王爷。别叫了，大司马进府的时候，我就用银针刺中了王爷的哑门穴，只有王爷真正的昏迷，才不会引起大司马的怀疑。你这会儿叫醒王爷，让王爷知道了刚才的事，你觉得王爷会善罢甘休吗？该死！那大司马奉太后懿旨前来，显然就是来试探主子遇刺的虚实。还有那胡冰玉，她对二小姐似乎怒恨滔天，此女恐怕对二小姐是个隐患。要说这隐患也是你家主子带来的。那胡冰玉身为大司马的孙女，不仅人长得美，而且听说才情出众，是京城里被人称颂的才女。当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胡冰玉倾心你家主子，为了嫁给九王爷，她可是都把自己都等成了老姑娘。二小姐真是冤枉我家王爷了，王爷与胡冰玉什么事也没有，是那胡冰玉自己一厢情愿，王爷根本就没把她看在眼里。我不过是随口一说，这件事不要再议论了。现在更重要的是派人护好王府。那胡觉白日里没有探到虚实，也不知道会不会善罢甘休。陆二小姐所言极是，属下这就吩咐下去，派人仔细巡查，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去吧，秦颖、秦武，你们俩也出去吧。
是二小姐。这一睡直到太阳落山，萧明玄才从床上醒来。罗九离，胡觉他们呢？走了。走了？他们怎么走的？以本王对大司马的了解，他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离开？胡觉就是再无法无天，也不能大得过皇上的圣旨啊！难不成我拿皇上的圣旨压他，他还敢抗旨不成？本王躺下的时候，你是不是对本王动手脚？我拿银针刺中了王爷的哑门穴，只有王爷真正的昏迷，才不会引起大司马的怀疑。怎么，我擅自做主，王爷还怪罪我不成？本王怎敢怪罪？感谢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了？撞到伤口了？啊！真是活见鬼了！怎么让他看起来真有几分弱不禁风的感觉？弱不禁风？罗九离在想什么？唉，谁说阎罗王就没有虚弱的时候？经此一番刺杀中毒的折磨，铁打的人也够呛啊！到底是自己心软，还是看不得他受伤？算了算了，谁让他是病人呢？王爷，你现在想吃点东西吗？我已经提前让厨下熬了清粥备着。好。洛九离起身，去门口吩咐了一声：“洛九离，为本王。”王爷是在命令我，如若是命令我，那我就为王爷。这个臭男人，明明喜欢我，还放不下亲王的架子，一口一个本王，如此大男子主义。我如若是这个时代的女子，可能会觉得自己的门第高攀了他，甚至会欢欢喜喜的答应。可惜我不是。本王没有命。吃。明明刚刚还高兴的他，对本王还温柔备至的他，怎么转眼间就不高兴了呢？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只能硬着头皮在他目光灼灼中把一碗粥给他喂完。洛九离又亲自服侍他漱了口，转身就要出去。洛九离，你干嘛去？你要丢下本王一个人？本王现在可是伤患。王爷，洛尔小姐为了您都受了伤，您怎么就不知道慰问一句呢？王爷，您吃饱了，我也得去吃饭啊。转身出了屋子，去花厅吃饭。秦莹、秦武，你们进来。主子，刚才洛九离出屋时是什么表情？属下瞧着好似不太高兴，属下瞧着好像还真是不太高兴。是本王说错话了吗？你们俩听着是本王说错话了？主子冤枉啊！属下们可不敢偷听主子说话。你们俩该偷听的不听，不该偷听的瞎听。主子冤枉人也是有一套的，那我到底是该听还是不该听？本王也没有说过分的话。本王身为亲王，为了他如此降低身份，他为什么还不高兴？本王到底是哪里说错了？王爷，你可长点心吧！一口一个本王，洛尔小姐哪里是普通女子？您这皇室宗族的身份，在她眼里恐怕还真不稀罕。主子，关于大司马，本王这样问你们，那大司马可有探到本王遇刺的虚实，又是因何离开的王府？秦颖和秦武对视一眼，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小心开口。洛九离吃了晚饭，从花厅刚返回房间。王爷，洛儿小姐，皇上和皇后来了，已经进了巷口。一听到帝后同时来了，洛九离和萧明玄相互对视了一眼。此时的萧明玄看向洛九离的眼神爱恋温柔，脉脉含情，就像是看到了一块宝一样，执着而又执迷。王爷，快躺下。洛九离，为了本王，你受伤了。王爷都知道了。你不让他们告诉本王，只怕本王按捺不住去找大司马的麻烦，自己却受着委屈。我不委屈。洛九离，这个仇本王记下了，早晚让胡觉以牙还牙。好啦，现在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王爷还是快些躺下吧。谁知道会不会是大司马去皇上跟前告状了？哼，只怕皇兄根本不屑于他说的那些话。你刚才为什么生气？我没生气，王爷快躺下。不，你生气了，你在生本王的气。我真的没生气，王爷看错了。本王不是瞎子，你就是生气了。我没生气。洛九离，你不说，本王便这样与你僵持着。你大概也能明白帝后为何同时来九王府吧？本王受伤中毒，昏迷不醒。如若让皇上看到本王现在这种状态，会不会赐个本王欺君之罪？我生气了，我生气你一口一个本王的自称，生气你没有把我与某些女人区分开。行了吧，现在知道原因了，能躺下装死了吗？奇怪了，本王怎么没有暴跳如雷，没有生气，反而觉得他那咬牙切齿的模样还怪可爱的。洛九离，一会儿无论皇上说什么，你都千万不要离开。今日是15，我不会离开的。洛九离，待皇上走了，本王我再和你解释。说着闭上眼睛，顿时呼吸微弱了起来。难道拥有内功的人能随意改变自己的呼吸状态？臣女洛九离参见皇上、皇后娘娘。免礼。九王现在如何？什么时候能醒来？回皇上，
王爷中毒颇深，虽然毒素已经清理了，但想要真正清醒，恐怕还要再等上一日。窦二小姐，九王中的到底是什么毒，竟如此霸道？回皇后娘娘，王爷所中之毒叫佛类。佛类那是什么？佛类是一种长在大泽之中的毒草，京城内很少有。人间有谚语，佛法二字人人知有，佛类砒霜哪容下口。由此可见，佛类之毒性比砒霜不相上下。到底是什么人，竟然胆敢刺杀当朝亲王，还用了这么恶毒的手段？皇上看了看躺在床上呼吸微弱的萧明玄，低头也不知在沉思什么。骆九离，臣女在。你救治九王爷有功，这些都是赏赐给你的。臣女谢皇上赏赐。罢了，九王尚未清醒，你还不能离开九王府。至于你母亲那儿，你也大可放心，你父亲和你大哥已经回京，待过了中秋佳节再返回军中。怎么，九王没有告诉你？父亲和大哥回京与九王爷有什么关系吗？皇上，皇后娘娘回宫。王爷，皇上说我父亲和大哥回京了。萧明玄点点头，看着他唇角勾起的笑，心情也宽慰了。让我父亲和大哥回京过节，是王爷的意思？本王只上了一道奏折。听说东周屯兵边疆，这个时候我父亲和大哥回京，会不会？不会，边疆自有人守着。你父亲和大哥现下只负责在溧阳练兵，何况有皇上的旨意，没有任何人敢非议什么，你大可放心。母亲如若看到父亲和大哥回来了，一定很高兴。可是有一事我不明白，皇上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开，连王爷受伤的轻重都没有问。难道皇上不是来探王爷受伤中毒的虚实，是为了赏赐我，告诉我父亲和大哥回京过节这件事？我觉得我没那么大脸面吧。你没有猜错，你的确有这么大的脸面。哈，王爷你可别诓我。哼，皇上是知道大司马得太后懿旨来九王府的事儿，也知道你为了本王与大司马对赌，伤了自己，甚至还知道你用皇上的圣旨压下了太后的懿旨。你啊，不但保住了本王的脸面，也大大的打压了大司马的气焰。皇上心里不定怎么高兴呢。这走向不对啊！胡贵妃是大司马的女儿，皇上宠爱胡贵妃，那大司马就是国丈。我把国丈气个半死，皇上竟然还赏赐我。太后是皇上的母后，可我用圣旨压下太后的懿旨，皇上不怪罪我，却还挺高兴。自古皇室多争乱，恐怕这皇室里背后的隐秘我还没有探到吧。周九离，什么？你过来坐下，本王有话和你说。还疼吗？不疼，毒蛇咬到后，我就马上注射了抗蛇毒血清。抗蛇毒血清那是什么？一种能中和毒蛇毒性的解药。委屈你了，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不要管本王，你的安全比任何事都重要。他抿唇低头，眼底有浓烈的情绪在翻涌。他生出一种冲动，一种想要把他紧紧拥在怀里，好好吻个够，把他嵌入自己身体里的冲动。王爷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以后除了在人前我自称本王外，你我独处时，我便改了那称谓。还有你刚才说的某些女人，本王除了你，没有其他女人，包括这王府里的侍女。我素来不喜欢她们近身伺候，她们留在这里也只是做些洒扫端茶的活儿，你别误会了。王爷，有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你问。刺杀王爷的人是谁？王爷心里可有谱吗？这世上想要我死的人很多，一时半会儿我也无法判断这次的刺客是谁派来的。等身体好些了再慢慢查吧。那些刺客可是都伏诛了？所有参与刺杀的刺客，除了外逃一人，其余人等全部伏诛。至于御林军有没有抓到那个人，这就不得而知了。竟然还被逃了一个，那王爷岂不是很危险？那人会不会再返回京城刺杀王爷？不会，放心。施嬷嬷，我是不是听错了？怎么听到院外有国公爷的声音？夫人，奴婢听着也像是国公爷的声音。快扶我出去看看。是。徐嬷嬷扶着国公夫人快步出了屋子。是老爷，还有大公子，大公子也回来了。夫人，我这不是在做梦吧？你们父子竟然回京了，可是皇上下的圣旨。孩儿，给母亲请安。快起来，快起来，快让母亲好好看看。半年未见，我的孩子黑了，但也壮实了。大哥一回来，我这个做小儿子的就失宠喽。你都多大的人了，还争宠？切，这半年来身体可好？好，身体好着呢。进屋，咱们都进屋说话。施嬷嬷，去告诉厨房，今晚的饭菜全都做成老爷和大公子爱吃的。是。一家人
欢欢喜喜进了屋子。夫君为何会回京？可是皇上下的圣旨，怎么府里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听说是九王爷上的折子，让我和元良回京过节，节后再返回溧阳。九王爷，母亲，的确是九王爷上的折子。国公夫人这回是不得不信了，抬头和自己的小儿子对视了一眼。怎么了？国公夫人知道有些事瞒不住，遂自己斟酌着把小女儿骆九离与昭王和离的事情与他们说了一遍。什么？母亲说的可是真的？昭王竟然如此苛待九儿，为了一个贱妾，差点置九儿一尸两命。当初父亲母亲一大家子都不喜欢她嫁给昭王，可那个臭丫头偏偏非昭王不嫁，遭遇了如此虐待，她竟然不向家人倾诉一句。夫人，你刚才说圣上已经查明，那昭王府里的侧妃燕听莲是桑拿国细作。父亲，小妹的事儿，难道父亲就不管了吗？为父知道你要说什么，但身为臣子，身为军人，这种时候尤其要冷静看待这件事。那燕听莲身为桑南国的细作，只要潜伏在昭王身边打探军情便可，为何偏偏要处心积虑地嫁给昭王？为何要蛊惑昭王虐待，甚至亲手杀了自己未出世的孩子？如若只是做药引，以他昭王侧妃的身份，不难办到。父亲的意思是，那燕听莲想要引起两府恩怨，引起一国公府对昭王甚至对皇上的不满。毕竟昭王是皇上的儿子，即便他做的再过分，皇上也不可能为了一个臣女下旨诛杀自己的亲儿子。可如若不能狠狠惩罚昭王，势必引起国公府的不满，更有可能愤怒中的父亲和我们兄弟在看到九儿的惨况之后会打上昭王府。可皇权不容侵犯，假如真到了那种地步，皇上会怎么想？我们国公府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和皇上离心？切，您怎么了？啊，没什么，我就是觉得后怕。既然小九已经与昭王和离，那昭王便不再是我国公府的夫婿，以后你们再见到他，也只当他是个王爷罢了。父亲，那他虐待九儿的事儿就这么算了？你以为他当初为何处心积虑的迎娶九儿啊？为了得到父亲的支持，毕竟皇上还未立太子，任何王爷皇子都是有机会登上那位置的。那他虐待九儿，九儿又与他和离了，你认为为父还会支持他吗？如若是我会死死压制他。不但要压制，我还要手撕了他。何况经过这件事儿，他就已经与那太子之位无缘了。可父亲，毕竟昭王是胡贵妃的儿子，身后既有太后，又有大司马府支持，只怕这件事不会对他有太大影响。皇上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儿子，皇帝立太子，要么战嫡，要么战长，继承顺序是以嫡子优先，年长优先，他非嫡非长。可老爷别忘了，昭王虽然狂傲自以为是，但却是4位成年的皇子中唯一一个上过战场有军功的。那又如何？成为皇储可不是只有军功才能行。那昭王德行比不上大皇子的沉稳有度，行事又比不上3皇子的清风霁月，性子比不得4皇子活泼，简直是事事不如人呐。当初九儿是鬼迷心窍了，怎么会看上这么一个狗东西？元甲慎言。母亲，既然九儿和离了，必然已经搬回府了，怎么不见他出来？昨晚九王爷遇刺，受伤中毒，皇上下旨让九儿去九王府为九王诊治。至于骆九离何时学的医术，与谁学的医术，他便把当初骆九离的原话学给那父子3人听。仙医灵虚子，九儿竟是灵虚子的徒弟。听闻的仙医灵虚子不但医术高明，武功更是出神入化，甚至是个能逆天改命的大能者。没想到九儿在绝境中能柳暗花明遇到灵虚子，看来九儿果真应承了那句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骆九离，谢谢你，这是我自成年后第一次能光明正大的过个8月15的中秋夜了，能亲眼看到8月15的月亮有多圆有多亮。以后每年的8月15，不，每个月的15日，王爷都能看到这轮圆月。真的，每年的每月的15日，我都能看到这轮月亮吗？月亮这么美，这么亮，如若少了一个人的欣赏，岂不是可惜了？的确，这样漂亮的脸蛋，这样独特的女子，如若少了一个人欣赏，的确是可惜了。不过这欣赏之人只能是他，也必须是他。王爷快看，孔明灯，竟然是孔明灯！骆九离想要松开萧明玄的手指，想要双手合十许愿，可一想到他体内的咒术还需要他压制，松开的手指又慢慢回拢。怎么了？王爷没有许过愿吗？你想许愿？
骆九离点点头，没有说话。王爷，你这样大声，小心把人都喊来了。王爷，我……嘘，快许愿，要不然孔明灯飞走了。他不知道，他抱住的何止是他的身体，还是他想要摒弃一切拿起的世俗红尘。像他这样冷情冷性的男人，如若真的想对一个女人好，便是一辈子的。骆九离感觉自己的情绪都要被这个男人控制住了，这是前世今生2辈子。他第一次犹如一根在瞬间被拉扯到了极点的弦，悸动的只要一拨就断。抖什么？快许愿！丢脸，简直太丢脸了。他勾唇一笑，心里越发的笃定。他的小梨儿害羞了，动心也动情了，他心里愈加欢喜。咱们主子终于开窍了，嘿嘿，咱们主子终于思春了，咱们终于不用陪着主子当和尚了啊！咱们是不是要有小主子了？许完了。王爷，放我下来吧。好，站起来，飞身而下。一边吃东西一边赏月。王爷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些菜？每次和你一起吃饭，我都会特别留意你多吃了哪些菜。快吃吧，菜凉了就不好吃了。这哪里是不菜，这是在喂小猪仔啊！这大半夜的，是奔着要把我喂胖的节奏吗？看着干嘛？怎么不吃啊？想要喝酒？骆九离摇摇头，他主要是怕自己酒后失态。放心，这酒是去年的桂花酿，很适合姑娘家喝的。桂花酒，好好喝啊，很温和的桂花清香，也没有太辣。还喝？这酒稍微有些后劲儿的。好喝。两人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一边仰头欣赏着圆月，一边吃着美味佳肴。一炷香后，小酒盅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换成了酒杯，骆九离也已经醉了。喝酒，喝酒。梨儿，你不能再喝了，还能走路吗？能。这能字还未落下，整个人就往桌子上栽去。太晚了，今天的酒就到这吧。说着，抱着他进了自己的房间。我还要喝。乖，要喝酒可以，我问你一句话，你答对了就给你喝。梨儿刚刚许的什么心愿？许愿王爷的咒术能早点解除。还有吗？还有，早点找到回家的路。回家的路？回哪里的家？梨儿，告诉我你要回哪里的家。他想要把他摇醒，可动了动手指，还是不大忍心。乖，我不问了，睡吧。主子，刑部传话，那燕听莲性命垂危，恐怕熬不过今晚了。燕听莲一死，昭王恐有性命之忧。那就把长生汤给他灌进去，再给花兰州传信，连夜进京给昭王解蛊毒和媚术。是。秦颖得了令，火速离开。没有探到虚实。骆九离那个贱人竟然无视太后姑母的意志和父亲的权势。娘娘，奴婢打听到落日之前，皇上和皇后曾经出宫去过九王府，听说那九王爷的确还在昏迷不醒当中。昏迷不醒吗？你可知本宫与父亲安插在九王府的人，现如今都已经断了联系。娘娘怀疑。司马大人，卑职没想到那骆九离竟然是灵虚子的弟子。如若卑职提前知晓，一定不会轻视此次对赌。还请司马大人再给卑职一次机会。老夫当初亲自向太后娘娘举荐了你，才让你和你的家族有了攀升权势的机会。只是老夫没有想到，这才几年不到，你医术没有进步，这食人断面的本事竟也没有进步。何祥言呐，你应该知道，老夫从来不给人第2次机会。他在宫中依附于太后，他的家族在宫外依附于大司马，没有太后和大司马的提携，他姑苏何家又怎么能在众多杏林世家中脱颖而出？罢了，现在的局面还不算最差。富儿过来，老夫有话交代。是。何祥言定了定心神，立刻起身扶儿过去。卑职立刻去办。姑娘，你是？回姑娘话，奴婢叫二英，是九王府的家生子。姑娘昨夜喝醉了，王爷便让奴婢暂时过来伺候姑娘。王爷呢？回姑娘话，王爷一大早就进宫了。进宫？王爷身上的毒虽然解了，可手臂上还有伤，怎么能劳累而不卧床休息呢？姑娘，王爷临出府时吩咐过奴婢，待姑娘醒来后，便让厨下给姑娘预备早饭，然后再护送姑娘回府。不用了，既然王爷不在府里，那我便自行回府了。那二英也没敢阻拦。二哥，
妹妹，你在这外面一天一夜，终于想起回府哈？二哥明知故问，我是奉旨出府的。九王一日不醒，我便一日不能回府。倒是二哥大早上的不好好温习功课，跑到我的院子来盯梢了。臭丫头，我这是担心你，你倒出了府，连个信儿都不知道往家里送。好二哥，小妹知道错了，没看嘛，一大早我就火急火燎的赶忙往回赶。父亲和大哥呢？啊，你怎么知道父亲和大哥回京了？是皇上说的。不但如此，皇上还赏赐了我好多好东西。皇上赏赐你的？说我救治九王有功。小姐，您终于回来了。春柔，你的伤好了吗？劳小姐惦记，已经好利索了。你去告诉母亲一声，就说我回来了。是。春荣得了令，抬脚出了屋子。小妹，你是说皇上和皇后去过九王府？那皇上可有问你别的？没有，皇上只是过去看看九王的情况。九儿回来了，是母亲。母亲，元甲也在。九王身体如何？你一大早回府，想必九王没什么大碍了吧？母亲放心吧，九王身体无恙了。那就好，那就好。你这奉旨去九王府为九王诊治，母亲整整担心了一天一夜，唯恐你在救治九王不当，身陷囹圄，让母亲担忧是女儿的不是。傻丫头，说什么呢？母亲担心自己的女儿天经地义，何必你言弃？不过你回来的正是时候，你父亲和大哥昨晚也回京了，这一大早就去上朝，刚刚才叫人送回了信，说下朝的时候与你姐夫同去接你姐姐和外甥女。今日咱们一大家子团团圆圆吃顿饭。哎，你在发什么呆？我就是后悔当初没有听父亲的话，执意嫁给昭王，心里有点害怕父亲会。傻孩子，那是你的父亲，咱们都是一家人，父女之间没有隔夜仇的。何况你经此大难，幡然醒悟，你父亲心疼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责备你呢？从今以后，女儿再也不做让父亲和母亲伤心的事了。傻孩子，如若是从前，你还是那柔弱的性子，母亲自然要事事替你上心。可现在你绝境逢生，性情也改变了好多，母亲是欣慰的，也相信我的女儿经此一事后能慧眼识珠。就是一家人之间没有隔夜仇，无论你如何变，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你都是我们骆家最受宠爱的小女儿。二哥，谢谢二哥。刚才还说自己变厉害了，怎么现在又变成从前那个爱撒娇的小丫头了？你这样也不怕院子里伺候你的那些丫鬟笑话你？他们不敢。母亲、二弟、小妹，青儿，你怎么回来了？大姐，你回来了。你回来了。大姐，不是父亲和大哥去接你吗？是你姐夫派人回府接的我们，说是父亲和大哥下朝后直接去御书房给皇上述职去了。听送怕父亲和大哥述职还不定什么时候呢，就着人先把我们娘俩送过来了。那听送呢，怎么没有一起过来？大理寺那边还有些急事，他过去处理，稍后来府里。小如云，让小姨抱抱。快进屋吧，进屋说话。九儿，快把小如云给母亲抱抱，也让母亲稀罕一下。小妹，我刚才出府回来的路上，听你姐夫说了一件事。什么事啊？听你姐夫说，昨晚后半夜，那个细作燕听莲在刑部性命垂危，差点身死。九王派人给他灌了长生汤，拖着他的半条命。皇上也寻来了诡异花兰粥，解了昭王身上的蛊毒和媚术。皇上到底还是心疼自己的儿子。九儿，母亲不必担忧，我只不过就是感慨，皇权之下，便是如同咱们国公府这样的权贵之家，也要看皇上的脸色。可以想象，那普通百姓遇到不公时，又该如何过活？正是因为咱们这样的权贵之家，做起事来才更不能无所顾忌。二哥说的我都明白，不过我有些不明白，长生汤又是什么？不是说燕听莲病死吗？怎么喝下长生汤就能活了？长生汤不是能让他活着，只是让他暂时能拖延一天的寿命，是宫里为了惩治嫔妃和那些濒死之人才能用的回光返照的汤药。回光返照？这种汤药能让人仅存着一口气活过一天，一天之后五脏六腑俱损，最后浑身剧痛吐血而亡。更可怕的是，喝了长生汤的人在长生汤失效后，能清晰地感受到身体里骨头破碎的声音。那花兰粥呢？花兰粥又是谁？昭王所中的是情蛊和媚术，一般的医者肯定无法入皇上的眼吧？这个花兰粥定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我只听你姐夫说起过这个人，但并不了解。二弟呢？可知道花兰粥这个人？
鬼医，他的医术一定很高明。他医术高不高明，我也不清楚，但听闻他身世很是复杂。听闻他母亲是桑南国的蛊女，父亲是东周人士，生于长宁王朝，长于巴陵国。花兰州其人不但会蛊毒和医术，连巴陵国最神秘的咒术他都懂。但这个人性子古怪、孤僻，独来独往于江湖，身上邪气得很。如若这次不是为了昭王，想必皇室也不想与这种邪气的江湖中人产生交集。二哥，你说什么？那诡异花兰州懂咒术？很奇怪吗？他长于巴陵国，而巴陵王族就是咒术最强的那群人。巴陵国，巴陵王族咒术。如若那花兰州能解除萧明玄身上的咒术，他不惜用任何东西来换，哪怕是他的命。一想到这个念头，他浑身一震，被这个念头吓住了，也在这一刻正视了自己对萧明玄的感情。母亲、大姐、二哥，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九儿，哎，小妹，你干嘛去？母亲大姐，别急，我去看看。二小姐去哪儿了？守门的摇了摇头，二小姐的去向怎么可能跟她一个下人说？二小姐，您怎么来了？王爷呢？王爷刚刚回府，二小姐请进。嘿呦，二小姐来了。王爷呢？王爷在书房，属下带二小姐过去。好，二人一前一后去了书房。何事？无人答话。萧明玄皱着眉头，抬起头。骆九离，你怎么来了？有急事跑着进来的？王爷，花兰州的母亲是桑南国的蛊女，父亲是东周人士，生于长宁王朝，长于巴陵国，所以他不但会蛊毒和医术，连巴陵国最神秘的咒术他都懂，是吗？所以你这样急匆匆的来，就是为了这个？咒术。那花兰州是不是能解王爷的咒术？如果他能解王爷的咒术，那王爷从此以后再也不用受咒术的折磨了。那你呢？你这样迫切的希望我解除了咒术，是不是觉得每月15来给我压制咒术，已经打扰到了你的生活？王爷的脑回路也是够清奇的。王爷，你想听真话？以前我不懂，但现在我懂了。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一个人的成长也需要经历磨难和感恩，看清一个人，看懂一个人。王爷，当我听说花兰州会咒术的时候，脑子里想过的第一件事就是，如若那花兰州能解除王爷身上的咒术，我不惜用任何东西来换，哪怕是我的命。骆九离，你这是要我的命啊！这一次他没有再顾虑，低头吻上了他的唇。骆九离一心想着他中的咒术，即便是被他吻得意乱情迷，依旧没有忘记自己这次来九王府的目的。他推了推他越来越心跳加速的胸口。傻梨儿，如若那花兰州能解除我的咒术，我何苦还要忍受这么多年的痛苦呢？不能吗？他不是长于巴陵国吗？他不是懂得咒术吗？你能为我如此，我很开心。但这件事不是我们眼睛看到的那么容易。他中的咒术乃是巴陵国的黑巫王咒，是巴陵国最高强的一个黑巫下的咒术。那黑巫以生死下咒，所以随着那黑巫的生死，时至今日还未找到解咒的办法。我带你去个地方。去什么地方？按住香后，刑部大牢。燕听莲，你没有想过吧？有一日你会如同一条烂狗一样死在这污臭的牢房之中。王爷，能不能想办法让昭王来趟刑部？如果不是为了昭王，皇上也不会留他一条贱命。反之，他苟活于世，心里应该也一直存着希望，希望他心中那个所谓的盖世英雄能够来营救他吧。所以今日我便让他死不瞑目，让他知道当初昭王如何对他宠幸无度，现在就如何对他弃之敝履。好，骆九离，他的女人简直太对他的胃口了。秦隐，快去快回。是。秦隐得了令，心里啧舌，谁道他家主子心狠手辣，暴虐成性，这骆二小姐岂不就是翻版的主子？也不知秦隐是用了什么手段，不到半盏茶的时间，便带着昭王来到了刑部大牢。昭王萧朱墨在见到自己曾经宠幸无度的侧妃时，话未出口，人却已经呕吐了起来。王爷，没想到吧，我还能活着出现在你面前。燕听莲，你骗了本王，你个贱人！你给本王下情蛊，下媚术，你让本王疏远骆九离，让本王在大殿之上对义国公夫人大打出手，与义国公府反目成仇。如若不是花兰州，本王今日难逃一死。王爷，王爷呀，你施中了情蛊，可那只能让你对我情根深重；你施中了媚术，可那媚术也不能一直牵制你的心。你这样咒骂我，无非是你不能利用骆九离得到义国公府的支持了。你对他
从一开始就存着不为人知的私心。你觉得他背叛了你？你觉得他与你的好都是虚与委蛇？因为这种种的怀疑，才叫我有机可乘。所以王爷，你不要表现得那么深情。其实你没有爱他，而你与我这么久以来，我只是偶尔催动情蛊对你，但是你无时无刻的相信我，你对我知冷知热，你知道我不能生育，便圈进洛九离，只为了用他肚子里的孩子做药引。你心里真正爱的人是我，是我燕听莲。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了？你的舌头被割了。痛快，痛快！你居然被割了舌头，果真是天道好轮回啊，简直大快人心。闭嘴！贱人，你的声音简直比那砖雕腐肉的老瓜还要难听。你这个下贱的蛊女，贱人，贱人！本王是中了你的蛊术，是中了你的媚术，所以才会在无意识之下那样对待洛九离的。这一切不是本王的错，都不是本王的错。要不是因为中了你的情蛊和媚术，本王何至于成为长宁王朝唯一一个与王妃和离的王爷？本王何至于和一国公府反目成仇，被父王斥责，被棍刑？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都是你这个贱人的错。你没有错吗，萧朱墨？果真还是我瞎了眼，看上你这副腐烂的皮囊。那洛九离曾经也中过我的媚术，但第二次他破你，为什么他可以破？当年两国对阵，公主假意诈降，与萧明玄谈判之时，公主对你的皇叔也使用了媚术，可你的皇叔并没有被他蛊惑，而是破解了，甚至当场斩杀了公主。洛九离能破，萧明玄能破，唯独你破不了。你说是谁的错？如今你的媚术和情蛊之毒已经解除，本王现在看着你这张脸，好生厌恶。希望你下辈子做个不能说话的哑巴。鲜红的血液，白色的脑浆，流了殷红的一地。他会是太子吗？不会，丽儿，这些事儿你不需要操心。萧朱墨你也不用惧他，有我在，绝不让他动你一分一毫。王爷，假如有那么一天，我为了自保杀了他，王爷会怎么做？你杀人，我递刀，无论是谁惹你，就是惹了我的逆鳞。洛九离微震，眼眶有些发红，伸出了双手，绕到他脖梗后环住，便吻住了他的唇。王爷不喜欢我的吻？喜欢，我还要。要什么？要你像刚刚那样。像刚刚哪样？就这样。就在这时，马车戛然而止。主子，二小姐到国公府了。萧明玄一记眼风扫过来，轻盈打了个激灵，因为他看到洛二小姐和他家主子刚刚吻在一起了。你父亲和大哥已经给皇上述职完了，明日一早便要离开京城，返回溧阳军营。你好生恢复与他们团聚，其他的事由我。谢王爷。臭丫头，你还知道回来？大哥，你都多大了，还往大哥怀里钻，也不知道羞啊！父亲，你还知道叫我父亲？我这样叫别人，别人肯定也不答应啊。便是答应的，定是欢喜平白捡了我这么一个大闺女。九儿，你父亲一直在大厅等你回来，你刚刚急匆匆跑出去，是去了哪里？让你二哥一阵好找。我该说什么？总不能告诉他们我去九王府是为了王爷身中咒术的事吧？我去了刑部大牢。刑部大牢？你去那儿干嘛？去看燕听莲什么下场。那燕听莲可是死了？死了。好，死了好啊！一个细作，死不足惜呀。关于昭王，从此以后你们桥归桥，路归路，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不要再对那人心生妄想了。洛九离点点头，双膝一弯，跪在了地上。小九，九儿，九儿，你这是干嘛呀？母亲，女儿以前年纪小，不懂事，让母亲和父亲操心劳累，也让一大家人跟着伤心失望。今日父亲和大哥、二哥回府，大姐和姐夫也在，之前种种皆是女儿咎由自取。女儿经此一事，谁是人，谁是鬼，看得一清二楚，再也不会犯以前的错误了。父亲，您能原谅女儿吗？起来吧。父亲，是原谅女儿了吗？这地是真硬啊，割的膝盖是真疼，这叫什么事儿啊？原主做的孽，还得我还清这孽债。
父亲原谅你了，快起来吧。一家人没有隔夜仇。自从父亲去了溧阳军营，没有一日是不想念小妹的。真的吗？真的，父亲是刀子嘴豆腐心，你是父亲的亲生女儿，父亲不疼你，还能疼谁啊？骆九离站起身，看向国公爷。父亲，谢谢你，真好。父亲能原谅我，真好。既然回府了，就安心在府里住着。以后啊，如若有哪个不长眼的来招惹你，你就狠狠地打回去。出了事儿，有父亲和2个哥哥给你兜着。父亲是听说了什么吗？怎么会说这话？父亲听说大司马府那个大小姐找你麻烦了，今日早朝当着皇上的面，把那胡弘志骂了个狗血淋头，并且还放下狠话，说如若胡家姐妹再平白无故的惹你，就让你往死里打回去。骆家人不受他们胡家人欺负。我爹就是大英雄。老两口被自己小女儿逗的，心里是一阵妥帖又温暖。你是说，当年那个给本王下了王咒的黑巫，还留下了一个遗孤？是，只是现在那遗孤的下落还没有找到。花兰州，你可有打探到，当年那黑巫的遗孤被送走时多大？8岁，是个女孩。巴黎的黑巫王咒是母传女，如果猜的没错，她手里应该有解除王爷身上咒术的方法。当年8岁，现在应该30岁左右。这次本王派人护送你入巴林国，全力找寻这个遗孤。但巴林国地处偏远，全境咒术横行，外乡人进去很容易让人使出破绽，人多反而误事。我自小跟随师父在巴林国长大，懂得一些咒术，独身一人倒是安全一些，也不容易引起王室的怀疑。倒是王爷，听秦隐说，那女子能暂时压制住王爷体内的咒术。本王也正要问你，你在巴林国内可有听说过，仅仅是身体的触碰便能压制咒术？从未听说。那女子虽然能暂时压制王爷体内的咒术，但玄虫血字玉，王爷也不要忘了叫人寻找。虽然只能治标不治本，但到底能缓解咒术所带来的痛苦。就是可惜，这世上玄虫血字玉极其稀有，王爷便是身在皇室，好多东西也是无法用钱买到的。陈阳和莫寒已经去寻了，你什么时候离京？今晚。昭王体内的情蛊毒和魅术彻底解除了。是，那魅术他自己就能破，只不过他心智不坚，不敢面对现实罢了。老爷夫人，门外有客人到。什么客人？回老爷，是昭。那个畜生怎么来了？他为什么要来国公府？难道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父亲和大哥才回京，他故意趁这个时间来，打的什么主意？哼，我就会他。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脸面来我国公府闹事。站住！你与你父亲和他同在朝为官，袁家也马上要参加明年的春闱，这种事我一个妇道人家动手，再合适不过。今日你们任何人都不要出面，便是我打上他几巴掌，想必皇上也不能怪罪于我。芝嬷嬷，去准备一盆放着盐的茶叶水来，今儿个咱们就去晦气。是，夫人。母亲，我陪您去。九儿，你……母亲，这件事因我而起，今日我不出面，说不过去。何况我也想让父亲和大哥、二哥、大姐看到我能离开昭王的决心。我也去，我不说话，就去给小妹壮胆。对，我也去给小妹壮胆。她是王爷又如何？王爷也不能无法无天。一起。国公爷，夫人，是本王识人不清，被细作挑拨，中了蛊毒和媚术，让梨儿受了苦。本王今日来，就是想当面给梨儿赔礼道歉。堂堂王爷居然不避男女之嫌，要亲自向一个闺阁女子赔礼道歉，这种既失礼法又失身份的举动，究竟是何用意？梨儿，话音未落，只听哗啦一声响，一袭白衣的萧朱墨从头到脚被淋了个透心凉。放肆！身为臣子，竟然敢如此对待昭王殿下！主子还没说话，一个狗奴才，有你说话的份吗？滚！昭王，那人最近脾气有些大，还请昭王大人有大量，莫要与那人计较。国公言严重，是本王思虑不周，但这次本王登门是奉了父皇的旨意，是真心实意来赔礼道歉的。老臣多谢皇上体恤，但王爷乃是皇子皇孙，身份高贵，老臣实在不敢当王爷的歉意，还请王爷回吧。王爷不要忘了，和离书上有王爷的大名，也是皇上亲自下的圣旨，还请王爷不要再来纠缠我的女儿。从今往后，昭王府与异国公府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昭王愿意娶谁家的女儿，我异国公府送上祝福；我女儿愿意嫁谁家儿郎，还请昭王莫要背后搞小动作。
国公爷和国公夫人的话，本王记住了。只是本王今日来是诚心诚意来向离儿道歉的。之前的种种，皆是本王中了情蛊毒和媚术的原因，并非出自本王的本意。还请……哼，昭王殿下为了得到利益，心甘情愿放下身段，一次次脱口而出违心的话，殿下自己不恶心吗？怎么，昭王殿下很惊讶吗？还是说王爷由始至终都觉得自己没有错，都觉你是被燕青莲的情蛊毒和媚术所控制，所以才做了那些丧尽天良、伤天害理的事？昭王殿下可能忘了，当年九王爷与桑南国两军对阵，桑南国假意诈降，桑南国公主与九王爷谈判之时，对九王爷也使用了媚术，可九王爷并没有被他蛊惑，而是破解了，甚至当场斩杀了那公主。萧朱墨，九王爷能破媚术，怎么你就破不了？哼！你以为你今日站在我国公府门口说句道歉的话，过往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吗？离儿，本王……王爷快闭嘴吧！我已经与你和离，你也根本就没有资格叫我离儿，从前没有，以后也没有。你到底是存了什么心思？你比谁都明白。别来我国公府恶心人，想要得到我的原谅？呸！你也配？赶紧滚蛋！有多远滚多远！洛九离，洛九离，放肆！别把自己说那么清高，一个清白尽失的女人，怀了不是本王的孩子，她不知道收敛，如此大放厥词，昭王你血口喷人！原谅大哥，冷静。昭王，你可真够薄情寡义的，枉我们当初那样信任的，把小妹交到你的手上，你就是这样对待我小妹的？动用私刑，殴打发妻，你差点让我小妹死在你们昭王府，现在你竟然还血口喷人，来污蔑我小妹的清白！二哥，本王有没有污蔑洛九离的清白，洛九离心里清楚。洛元良，你可知殴打皇亲国戚是犯法的？就在众人惊惧萧朱墨的威胁之时，只见一辆马车戛然停在了国公府的门口。九王爷，臣参见九王爷。参见九王爷。侄儿参见九皇叔。国公爷请起。谢九王爷。刚刚是你说殴打皇亲国戚犯法，皇叔，刚刚是洛元良打了本王，本王只是……那本王就告诉你，是本王让洛元良打的你。怎么，你也想把本王抓起来吗？侄儿不敢。洛元良为何打你？怎么不说了？洛元良，你说。是九王爷，刚刚昭王殿下羞辱我家小妹清白，说南华寺供奉的那个孩子并非昭王殿下的孩子。你在战场上时就被燕听莲下了媚术和情蛊，你认为就你那错乱的记忆还有几分可信？巴兰州，九王爷，你告诉昭王，那燕听莲的媚术奇到了什么地步？是昭王殿下，那燕听莲在桑南国师从灵蛇蛊女，不但习得蛊术和媚术，更习得阴阳之术。何谓阴阳之术？就是媚术修炼再高一等的术法，利用阴阳术和颠鸾倒凤间，便能把与之亲近的男子内力吸尽，占为己用。那燕听莲就是用了这种利用男人身体龌龊的术法，才得以在几年间功法大增。当然，燕听莲所习的媚术不单单是女人勾引男人的一种术法，她还能控制别人的精神为自己所用。所以往往有些心智不坚定的男人被会媚术的女人控制，最后落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下场。而王爷身上合着一个媚术，再有情蛊的加持，假以时日，被燕听莲控制也并非不是不可能。不，你胡说，你胡说八道！巴兰州，既然昭王不信，那你就让昭王见识一下。是，你要干什么？昭王殿下别紧张，看着我。花兰州微微一勾唇，声音似乎有种极致的魅惑，让萧朱墨的行动不由自主迟缓了下来，也情不自禁地抬头看向他的眼睛。去，赏那侍从2巴掌。萧朱墨被媚术控制，鬼使神差般转头抓过侍从，啪啪2个大嘴巴就打了上去。本王这是怎么了？王爷赏奴婢2嘴巴。昭王殿下刚刚中了我的媚术，我的媚术也不过是最低阶的媚术而已，殿下都招架不住，何况燕听莲那样的女人。如若昭王殿下还不信，现在殿下再仔细想想，大婚那晚后半夜漫天大雪，殿下是不是在婚房里见到了洛九离？燕听莲抹去了殿下的记忆，殿下对她唯命是从，所以才会怀疑洛二小姐的清白。所以啊，昭王，有些事情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还是少说为妙，以免让人看清了你皇室子弟的身份。难道大婚那晚我真的和洛九离圆了房？难道真的是燕听莲从中作梗，让我误会了洛九离？难道我真的被情蛊毒和媚术蛊惑，记忆错乱了？难道那个被我亲手灌下生草屋、小产的孩子真的是我的骨肉？
他抱着头，重重的跌倒在了地上。王爷，王爷，王爷！昭王急火攻心，你们把人抬回去，好生调养身体。是。王爷，老臣多谢王爷为老臣的女儿讨回公道。国公爷不必行礼。九王爷如若不嫌弃，还请府中一坐。国公爷客气了，本王还要进宫面圣，待下次国公爷回京，定亲自登门拜访。王爷就是为了那个女子，长得倒是标致。萧明玄抬眼看了看他，眸光深了。王爷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王爷应该感谢我。要不是我昨晚提前给昭王种下蛊惑树，今日这场面还真是不好说。就是他能暂时压制王爷体内的蛊术。你什么时候离京？现在王爷送我出城。金印出城。是，主子。出了外城，花兰州下了马车，告辞离去。主子为何不告诉洛尔小姐真相？难道就不怕洛尔小姐胡思乱想吗？你觉得国公府能凭一己之力与太后、贵妃、大司马府三方抗衡吗？主子的意思是，燕听陵已死，那件事就成了无头案。便是昭王有嫌疑，没有证据，也只能是怀疑。既然是怀疑，那就让这件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总好过让国公府再多一个敌人。属下就是怕洛尔小姐不懂得主子的一片苦心，万一哪天知道了真相，再责怪主子。无碍。父亲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呀？九儿，你长大了，有些事父亲不想太过阻拦你，但你要记住，你的性子不适应宫门王府。父亲，女儿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您放心，经此一事，女儿绝不会那么轻易的把自己交付出去。至于其他的事，女儿自己能对付得来。如若真有难过的坎儿，女儿一定会向父亲开口，请求父亲帮忙。好，那就好。我和你大哥明日就要返回溧阳军营了，今晚咱们一家子赏个团圆月。小妹，如若有困难，也别忘了大哥，大哥也能帮你。还有我，还有二哥。二哥虽然武功不如父亲和大哥，但二哥脑子还算好用。如果遇到苦难，可以给南路书院去信。谢谢大哥，谢谢二哥，这么好的一家人，原主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怎么为了萧朱墨那么一个狗东西，忍心让这么好的父母兄弟姐妹失望伤心呢？哈，既然要谢，那今晚你就要好好给我和大哥讲讲，你是怎么遇到仙医灵虚子的，又是怎么拜灵虚子为师的？你师父现在身在何处？可有送你什么宝贝？不要担心了，经此一事，他也终于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见。我想他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是他也不过才17岁，可他却经历了所有17岁孩子没有经历过的磨难。至于那位的心思，端看九儿的态度。明日我和元良离京，元甲也要进书院了。京城里后宫和各府邸的人情世故，还需要你操劳。那些个人一个个都是善于钻营的，我和他们打不来交道。这些年多亏了有你啊，但好汉难敌4手，猛虎也斗不过饿狼。如若真有那位的帮助，我在军营里也能放心些。至于那位到底是何目的？王爷，绅士奴婢刚刚给王爷熬的燕窝粥，王爷已经1天没吃东西了。贱人，为什么要骗本王？为什么？我看起来很蠢吗？王爷，你是谁？回王爷，奴婢叫柳儿，是贵妃娘娘送进府伺候王爷的。伺候本王？是。既然是母妃送进府的，那本王自然不能负了母妃的好意。这就是男人，纵然没有爱，也可以因为欲望，因为利益，因为种种与任何他不爱的女人痴缠在一起。老爷，大少爷，等等！春荣，放肆！国公府和大少爷面前不可无礼。二小姐，要老爷和大少爷稍等一下，他马上就来。他又赖床了？不，二少爷误会了。小姐昨夜一夜没睡，屋里的烛火一夜没熄，也不知道小姐在干嘛。反正刚才奴婢进屋的时候，见小姐顶着一双黑眼圈。一夜没睡？昨晚不是很早就让她回屋休息了吗？奴婢也不知道，昨晚小姐回去不让任何人进屋，就连奴婢也不行。这正说着话，骆九离风风火火赶了过来。父亲、母亲、大哥、二哥，你这是怎么回事？那不重要，这个才重要。这是我熬了1晚上亲自缝的药包，爹一个，大哥一个。小妹做女工的手艺还是这么别致啊！你别急，等明日你回书院，我也给你缝一个。九儿的心意，父亲很高兴。
只是那军营里糙汉子多，日日要苦练，父亲得把这个珍贵的荷包贴身护着才行。父亲，这不是荷包，是药包，这里面是女儿给父亲准备的药，有2种是防备痢疾的药，还有1种是防备伤风的药，还有1种药粉能解百毒。每种药我都写了个说明放在里面，怎样吃，吃多少。大哥的这个药包里，我放的是1种快速止血的药粉，还有1种药水，能解表化湿、利气和中，外感风寒、内伤湿滞、恶心、呕吐都能喝那个药水，用途非常多。不过父亲和大哥千万要记住，不要把药包丢了，不要让别人看到了这些药，关键时候这些药可是能救命的。小妹用心了。大哥和父亲、母亲和2哥还有大姐，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亲人，为你们用心，值得。好丫头，父亲很高兴，打心底高兴。罗公爷和夫人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是啊，这才是我们的2小姐，夫人能安心了。安心，安心。一大家子难舍难分，一直把那父子俩送出外城，才依依惜别的往回走。这才回到国公府门口，远远的骆九离就瞧见秦武站在巷口。陆2小姐，王爷有请。王爷在车里。2小姐请。骆九离快步走到马车旁，上了车。过来吧，有没有想我呀？王爷，昨日咱们才见的面。小没良心的，昨日一听说昭王来国公府为难你，便放下了手头所有的事，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赶紧带着花兰舟过来给你解围了。你倒好，别说是笑脸了，就是一个眼神都没给我。你知不知道，本王很伤心，很生气。王爷，昨日情况紧急，我是情非得已。何况父亲和母亲都在，我大哥、2哥、大姐、姐夫也都在。你明知道我姐夫那是火眼金睛的大理寺卿，要是让他看出端倪，我就完了。你以为你此地无银300两，你父亲、母亲还有那个裴听颂看不出来？什么意思啊？你明知故问。昨日我离开国公府后，你父亲和你说了什么？父亲说我的性子不适合宫门王府，是不是我们府里有你的人？要不然这些话又怎么会传到你耳中？没大没小，连王爷都不称呼了。王爷避重就轻，是不想告诉我？是秦武听到的。不过话说回来，你父亲恐怕误会本王的心意了。什么意思？我父亲什么也没说啊，他误会什么？你呀，果真什么也不懂。你父亲肯定以为本王接近你目的不纯。你本来就是目的不纯。你别打岔，咱们2个所说的目的不一样。当初昭王迎娶你，看中的不是你，而是一国公府，但本王看中的是你，却不是一国公府。王爷大老远过来，躲在巷子里，就是为了和我说这话？还是说王爷在提醒我曾经成过亲，还和离过，而且肚子里……骆九离。萧明玄知道他多心了，猛然俯下头来，含住他的唇，所有美好的滋味都聚集在一起。丽儿，我从未在乎过那些，你在我眼里只是骆九离，是一国公府的骆九离。你不应该怀疑我对你的真心。骆九离听着他的呢喃，心头微震。他不该怀疑他对他的真心吗？丽儿，我今日原本是抽不开身的，但我想见你。这几日我会很忙，可能来国公府走动会少些，你在府中安心便是了。很忙？会很忙。太后就要回京了，我要带皇上出京迎接太后。太后回京？为什么非要你带皇上出京相迎？这到底是告诉天下人皇帝的孝顺，还是在天下人面前露皇帝的面子？皇宫里的事错综复杂，待有时间了会再细细跟你说。主子，皇上传召主子进宫。皇上找王爷，定有急事，王爷快去吧。还没来得及说话，便见骆九离跳下了马车。进宫。2小姐，属下刚刚知道了一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和2小姐说。什么事？是关于昭王。昭王死了？想笑就笑，也不怕憋出内伤来。2小姐恕罪，属下失礼了。无碍，说吧，昭王怎么了？昭王活得很好，而且昨晚还让一个侍女近身侍候了。你就直接说他昨晚宠幸了一个侍女不就得了？萧朱墨倒是饥不择食，这才解除了情蛊毒和媚术，那小身板也不怕死在床上。所以啊，这就是男人的本性。一开始以恶人出现在别人的视野之中，做多少挽回的事情都是自我感动，等感动完了，转个身依旧能抱着别的女人滚床单，真是恶心，恶心透顶了。骆九离满脸嫌恶地返回了府里。果然，一连7日，骆九离都没有看到萧明玄，
也没有接到萧明玄递过来的任何消息。倒是京城的大街上，到处都能听到有人谈论太后回宫的事。太后回宫了，小姐，我刚刚打听了，说是太后昨晚回的宫，今儿个一早开了宫门，有几家权贵夫人已经跟着胡夫人进宫请安了。胡夫人，胡冰玉的母亲。小玉，皇姑奶奶，听你哥哥说，小玉这几日受了委屈。皇姑奶奶，玉儿是想替姑姑和昭王表哥出气，可是那洛九离有九王爷撑腰，又救了凤德夫人，就连皇上都对她格外开恩。不仅如此，她还敢蔑视皇姑奶奶的懿旨，简直胆大妄为。小玉讨厌那个洛九离。胡冰玉垂下眼睑，不敢再动歪心思，乖巧的点了点头。是因为洛九离与九王走得近。皇姑奶奶，小玉不甘心，小玉等了他这么多年，可他竟然为了一个清白尽失的下堂妇羞辱小玉。乖，如若你对九王情根深重，那哀家就和你祖父再商议商议。啊，真的吗？皇姑奶奶真的能让祖父同意？太后点点头，没有说话。去吧，去找温雅玩。皇姑奶奶还有话和你姑姑说。是。胡贵妃，姑母，哀家在回宫的路上都听说了。姑母，这件事固然有墨儿的错，但那洛九离做的也太过分了些。他仗着异国公府，仗着背后有九王爷撑腰，竟然毫不顾及墨儿的颜面。贵妃呀，墨儿已经出宫立府，现在称为昭王。无论洛九离如何狂纵跋扈，无论他是仰仗异国公府，还是背后有九王撑腰，他与昭王和离这件事是昭王识人不清所致。姑母，这是什么意思？姑母难道就任由昭王被皇上忽视下去吗？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他就一直被皇上禁足在府里，7日前才解除了蛊毒和媚术。他国细作竟然被昭王纳为侧妃，你认为哀家该怎样向皇上开口替昭王求情呢？姑母，那怎么办？姑母，你想想办法呀！昭王流淌的可是咱们胡家的血脉，他如若在皇上面前失了宠，那咱们大司马府的权势也会一落千丈。哀家问你，被那细作炼制成药的孩子可是昭王的？昭王之前说他没有碰过洛九离，可7日前花兰州却禀明皇上，说昭王被情蛊毒和媚术控制已久，很多记忆都错乱了。昭王现在也搞不清楚大婚那晚到底有没有和洛九离圆房。那宗人府的卷宗呢？宗卷上记录，洛九离进入昭王府时乃是清白之身，正是因为有卷宗，昭王才百口莫辩。昭王府曾经的那些下人呢？总该有知道的吧？净身侍候洛九离的下人都被燕听莲那个贱人害死了，净身侍候昭王和燕听莲的下人都被皇上下旨处死了。皇上下旨处死那些下人，是怕他们出府胡言乱语，给昭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看来皇上还是顾念骨肉亲情的。既然如此，就不要再让昭王人前背后说那死去的孩子是野种了。卷宗不会骗人，但昭王被情蛊毒和媚术控制却是不争的事实。他都敢在太和殿上当着满朝文武和皇上的面差点掐死洛九离，甚至伤了国公夫人，满口的污言秽语，恐怕没人会相信他的话。那如若那孩子真的不是昭王的，我们岂不是……哼，那又如何？人都死了，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想要让所有人对昭王改变态度，那死去的孩子会是一步好棋。2日后，到底怎么回事？那个狗男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小姐别急，如若打探到消息，管家肯定马上就回府禀报了。小姐，管家回来了，还带回府一个人。带回府一个人？谁啊？奴婢不认识。快让他们进来。是。丫鬟跑了出去，引着管家和他身后的人进了屋。秦颖，二小姐，你们2个怎么遇到的？是属下在街上遇到了打探消息的管家，所以便随着管家一同进了府。王爷也听说了什么吗？今儿一大早，街上都在传说当初昭王迎娶那细作燕听莲是故意设的一个局，只是没想到那燕听莲竟师从灵蛇蛊女，不但习得媚术和蛊毒，竟还习得阴阳之术。昭王一时大意，着了他的道，
还说昭王为了把燕青莲背后的眼线暗哨尽数的缉拿归案，忍痛搭上了自己的前途和未出世的孩子一条命，为三法司灭了桑南国安插在京城内大半的细作余党拖延了时间。我呸！人不要脸，天下无敌。那萧朱墨简直到了既没脸又无耻的地步，恶心，简直恶心死了。二小姐，王爷怕二小姐听到消息后气坏了身子，特意让属下过来接二小姐出府。我去换衣服，你在院外等着。是。咱们去哪儿？天香楼。等下了马车，进入了天香楼。骆九离满脸的怒气已经淡化掉了。骆九离推门进去，便看到了正在煮茶的萧明玄。灵儿，过来，尝尝我亲自给你煮的茶。王爷煮的茶好香啊。我在君山银针里放了几颗黄菊花，听说能清肝明目，安神健脾。王爷知道我生气了，所以才给我煮了菊花茶喝。为了那种人不值得，何况这件事以昭王的脑子根本想不到。所以昭王背后有人，是太后吗？这个消息是太后回京后才散布出来的。聪明。可昭王与我和离的事都这么长时间了，当初闹得满城风雨，燕听莲都死了，太后闹这么一出是什么意思啊？皇上肯定不会相信，朝臣也肯定不会相信，太后的目的何在？舆论不论真假对错，百姓都是人云亦云的，何况世人都有同情弱者的心理。当一个人为了家国利益，忍痛搭上了自己的前途和未出世的孩子一条命，任谁听了都会动容的。何况昭王毕竟是皇上的儿子，皇上子嗣本来就不多，成年的子嗣更是少。他虽犯此大错，但燕听莲和那些细作党羽能被尽数剿灭，归根结底也是因为他。而且在成年的4个皇子里，萧朱墨是唯一一个有军功在身的，也是唯一一个上过战场的皇子。这就是太后和大司马的高明之处。一个上过战场有军功的皇子，的确能掩盖他自身的很多不足，比如昭王的自大自负，比如他的狂傲，再比如他垂涎美色，意志力不坚定。可偏偏这些缺点都被军功给掩盖住了。所以太后散布消息，既是无奈之举，也是釜底抽薪，还是看各方反应的试金石。至于谁信谁不信，端看众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继续说。扶持昭王的人自然相信昭王，而昭王的政敌即便是不出这样的事，不相信他也在情理之中。就像王爷说的，太后要的是百姓的舆论，毕竟皇家秘史，百姓知道内幕的少之又少，外面疯传什么，百姓就听什么。对于那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谁又真正的在乎呢？百姓嘛，无所谓谁成为太子，谁主宰皇权，百姓所关心的无非就是能否吃饱穿暖，不颠沛流离，不妻离子散。所有人都能糊里糊涂，但只有一人脑子必须清醒，那就是皇上。皇上可以为了骨肉亲情，不在乎我一个小女子的委屈，但他不能弃百姓，弃天下大义而不顾，选择扶持那么一个狗东西。更重要的是，他们太卑鄙了！明明引出燕听莲的是王爷，明明布下天罗地网，铲除那些桑南国眼线暗哨，奸细余党的也是王爷。可这消息一散布，无论事情真假，害人者反倒成了英雄，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王爷这么看着我干嘛？是我说的不对吗？不，你说的很对，只是我没想到自己竟有如此好运气，遇到宝藏一样的你。宝藏？王爷是在说我？对，就是说你。别人只当你是这京城中最平常的贵女而已，唯有我知道你能带给人惊喜，还远不止一次。莲儿放心，他不会成为太子，更不可能登上那95之尊之位。太后、贵妃和大司马这么多年的筹谋，恐怕到最后也不过是水中捞月、缘木求鱼罢了。我相信王爷。听宫里递出消息，说是太后要把宫宴和赏菊宴合并一起举办，宴席名单上有你的名字。有我的名字？王爷的意思是太后让我也参加宫宴？太后和胡贵妃为了羞辱我，简直是煞费苦心啊！如果我猜的没错，那宫宴上定也会邀请各府贵女小姐世子王爷吧？我一个和离的女子被邀请进宫参加这些未婚男女的宴席，恐怕不是高看一眼，而是故意要给我难堪。丽儿，你有何打算？参加。太后只要敢宣召我进宫，我就敢参加宫宴，到时候不定谁给谁难堪呢。你不必担心，这次宫宴本王也会去，我倒要看看，当着我的面，他们谁敢对你暗下毒手。听说除了节庆，王爷很少参加这种宴会，这次王爷去，会不会让有心人？不会，你安心，我便能安心。
随着太后举办宫宴的消息越传越烈，另一则消息也不知从何处传出来，说是异国公府的骆九离也要参加太后举办的宫宴。街头巷尾、茶馆酒楼全都在议论纷纷这件事，有说骆九离乃是河狸的下堂妇，怎么有资格参加宫宴？有说骆九离与昭王现如今水火不容，在宴会上见到面也不知会是怎样的场景。有说骆九离毕竟从前是昭王妃，这在宫宴上见到太后和贵妃娘娘该怎么称呼？还有说听闻骆九离与九王走得近，时常看到他去九王府，这一个是亲王皇叔，一个是从前的侄媳妇，这关系可够乱的。小姐，那些人欺人太甚，竟然胡乱编排小姐的清誉。清誉？你家小姐我在那些人嘴里还有清誉吗？一个合理的女子，无论是被抛弃的还是被虐待的，在那些人眼里，男人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的全都是女人。所以啊，合离之时我就料到会有这么一日。既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又何必自寻烦恼，与他们置气呢？春柔，淡定淡定。来，再给小姐我蛋糕点。你说什么？太后举办宫宴，竟然邀请了骆九离？正是，奴婢也是才听说的。夫人，你已经喝了小半碗了。洛儿小姐说过，以后夫人即便是再喜欢吃的东西，也不要日日吃，以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情。荣秋嬷嬷接过余下的小半碗，示意宫女拿下去。太后邀请了骆九离，可有邀请大理寺卿的夫人骆九卿？没有。不过听说各家贵女都有本家的主母带着进宫，各府王爷也可以带着王妃参加。如若是这样的话，洛儿小姐应该也不会太尴尬。你呀，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各府王爷可以带着王妃，那是因为他们都是皇家人。可洛儿小姐不一样，她与昭王和离之事闹得满城风雨，昭王因此被责罚，甚至被禁足昭王府，已然引起了胡贵妃的不满。现如今太后又回宫了，只怕洛儿小姐以后安生不得了。外面的人都说那洛儿小姐手段毒辣，可奴婢倒觉得那洛儿小姐是个真性情的女子，比京城里那些口蜜腹剑、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贵女们强得太多了。那丫头的确是个好姑娘，外边那些人呢，也不过都是墙头草，两边倒。当初太后没回宫，赵王被禁足的时候，也没见他们日日数落洛儿小姐的不是。现如今啊，太后回了宫，昭王解除了禁足，他们倒是一个个成了长舌妇了。洛儿小姐前后2次救了我除了赏赐她点物品之外，竟不能伸出援手帮她分毫啊。夫人莫要这样说，奴婢想那洛儿小姐一定能理解夫人的，何况夫人这样做也是为了不让皇上为难，不给皇上添麻烦。当年皇上亲政，想要册立长春宫太后为母后皇太后，再册封凤德夫人为圣母太后，册立圣旨还没下，就得到了长春宫太后和大司马等朝臣的阻拦。毕竟凤德夫人一非皇上生母，二非皇上嫡母，只是一个小小的乳母，竟然册立为太后，这让长春宫太后很是火大。那段时间因为这件事闹得前朝后宫不得安宁，最后还是凤德夫人跪地请求皇上收回成命，皇上退而求其次，册立其为凤德夫人，赐居甘泉宫，才彻底平息了长春宫太后的怒火。夫人坐得累了，躺下休息一会儿吧。为了让骆九离安心，萧明玄不但决定参加宴席，还专门派秦隐为骆九离送去了礼物。这是王爷让你送来的，里面是什么？这是主子特意为二小姐准备的，还请二小姐过目。春柔，打开。是，小姐。春荣上前打开盒子，是一套素雅的裙装。浮光锦，二小姐好眼力啊！这套裙装正是浮光锦，是王爷几经辗转特意给二小姐买的。王爷希望二小姐能穿着这套浮光锦去宫中参加宫宴。这浮光锦价格不菲，恐怕满京城也没有几件吧。如若我穿着它去参加宫宴，那些贵女小姐们不得手撕了我呀！王爷说了，送给二小姐的东西自然要选最好的，旁人没资格穿它，那些贵女小姐们更是不配。我是找了个什么冤家？这明晃晃的是在给我拉仇恨啊！
王爷呢？他怎么没有来？因宫宴当天进宫的人数较多，太后下旨让王爷协助宫中禁卫安全，所以这些日子王爷可能会忙碌一些。太后让王爷协助宫中禁卫安全，那宫中殿前司都点检禁军统领不是胡弘志吗？他是干什么吃的？看来陆二小姐根本不了解朝堂的情况。也是了，一个后院女子了解那么多尔虞我诈干嘛？这件事属下就不知道了，属下只听王爷安排。我知道，你先回吧。是，属下告退。秦乙行礼，离开了国公府。母亲，这位美女姐姐是云少府文英，见过陆二小姐。云少府。春柔上前附在他耳边耳语了几句。九儿，母亲打听过了，听说这次宫宴各府闺女们都请了云少府的教习们演练一些舞蹈或者古曲，母亲自作主张给你请了文英姑娘过来。母亲这是什么意思？难怪这几日没有见到母亲呢，原来是去给请老师了。太后娘娘喜欢热闹，尤其喜欢看舞听曲儿。太后喜欢看舞听曲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丫头，太后传召你进宫参加宫宴，难不成你以为真是让你去赏菊的呀？那不然呢？难道让我上台给他们表演节目啊？哎呀，我跟你说不清楚，你现在什么也不用问，什么也不用说，就安安心心跟着文英姑娘学曲子。文英姑娘这2日就有劳姑娘了。国公夫人客气，文英定尽心竭力。国公夫人点头，带着徐嬷嬷转身就离开了。陆二小姐，有些话国公夫人不好说，所以让我传达给二小姐。停，文英姑娘和我母亲很熟，我母亲不好说的话，怎么会由你来传达？当年贵府大小姐的琴技也是我教导的，大小姐也正是凭着一首曲子在宴席上与裴大人相识的。所以我母亲是想让我趁着参加宫宴，顺道再给她找个女婿。唉，春柔，请文英小姐进屋喝茶，我去就来。母亲，我有话要和母亲说。国公夫人抬头看了他一眼，给徐嬷嬷使了个眼色。徐嬷嬷微微点头，出了屋子。母亲是嫌弃女儿给府里添了麻烦。九儿，你明知道母亲不是这个意思，你何必拿这话来戳母亲的心呢？自从母亲知道太后让你也参加宫宴，便一直提着一颗心。母亲知道这是太后故意为之，那宫宴上全都是未婚的各家郡主、贵女和公子们，让你参加，无异于是羞辱你。可皇命不可违，太后之命更不能违背。母亲这也是迫不得已。如若可以，母亲根本不愿意让你参加那老十子宫宴。你是我骆家的女儿，论身份论地位比那些女子都不差，即便是和离了又怎样？凭你的容貌，凭咱们一国公府的门庭，有的是人愿意娶你，凭什么要去受那皇家的羞辱？母亲，对不起，我知道母亲不是这个意思，也知道母亲是真的担心我，可是母亲能不能让我自己选择？九儿，你父亲说过，你的性子不适合宫门王府。母亲放心，我从未想过马上就把自己嫁出去，何况天下男子如父亲那样一心一意对母亲的少之又少，女儿都已经经历了一次磨难，又怎么会轻易交付自己？那你和九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有没有？母亲，我和九王爷清清白白。他与萧明玄虽然对彼此都有情，但始终从未越雷池一步，所以说清清白白也不为过。秦武，你怎么回来了？这匆匆忙忙的怎么回事？主子呢？主子在书房。秦武一听，抬脚就去了书房。主子，属下有事禀报。你怎么回来了？回主子，就在刚刚，国公夫人带着云少府的人回了国公府，听说是要云少府的人给二小姐教习曲目。云少府是，听说自从太后打算举办宫宴之后，京城各家权贵府邸的贵女小姐们都相继请了云少府的教习，要么学习舞技，要么学习曲艺，都打算在宫宴上为太后和皇上以及各位王爷主子们献艺。哼，一个个都想学着太后像舞女一样跳起红妆舞就麻雀变凤凰，可笑！我的乖乖，主子也太口无遮拦了，就这样明晃晃的在人前说太后是舞女，简直吓死个人呢。还好府里的那些眼线都被处理干
干净，这话要是传出去，就是皇上也保不住王爷。秦武想的是一回事，萧明玄心里想的又是另一回事。看来国公夫人对皇家有成见，连带着对他也有成见了。原想着过一阵子就公布他和洛九离的关系，可现在看来追妻之路漫漫无期呀。又想起洛九离巧笑盼息的模样，心里就一阵痒痒。他已经有些日子没有看到洛九离了，心里思念的慌，也想的慌。你回去告诉洛九离，本王晚上去找他。还有，去云少府找到他们管事的，告诉他再派人胡乱出去教习，本王便封了他的云少府。是。秦武出了府，想着去给二小姐递个信儿。没成想洛九离不在府中，此时的洛九离亲自送文英姑娘回了云少府，便带着春荣和另一个小丫鬟去了依兰香。只看这依兰香的气派和这进出的客人，便也能猜到这背后的主子是个何等厉害之人。小姐，咱们进去吗？进，来都来了，不进去干嘛？哟，王爷，那是不是洛九离啊？看来王爷是打算放过他了。周贺，本王才被父王解了禁足，这个时候应该低调内敛。人都说洛九离转了性子，依我看，王爷变化也不小啊。王爷这是要蛰伏待机，伺机而动。不过王爷还是听我一句劝，那洛九离现如今身份，今非昔比，灵虚子的弟子，再加上异国公府的嫡女，想要得到他助力的男人可是不少哦。是吗？本王穿过的鞋，没有本王的同意，谁敢娶她？王爷，我听说九王遇刺后的第2日，司马大人带着御医和太后娘娘的懿旨去九王府给九王诊脉，没成想被洛九离用皇上的圣旨和一个对赌拦出了府外。如若真是如此，那洛九离可是不简单呢。从前那么软弱可欺的一个人，竟然有胆量为了九王爷敢跟太后娘娘和司马大人作对。看来之前他要么是装的，要么就是故意在王爷跟前伏低作小。至于这背后的原因，京城里都在传，他与九王走得很近，还有那骆道汉父子能回京，也是九王上的一道折子。王爷啊，皇上一日不立储君，王爷便一日都不能放松警惕。王爷，我给您介绍一个人，许着他比王爷还要了解洛九离。周贺冲着门外拍了拍手，厢房的门咯吱一声被人推开。怎么？你说这凝香膏是你的，就是你的了？这是小爷我先看中的，识相点，快点滚，别惹小爷我生气，后果你承担不起。这位公子，这凝香膏是我先选中的。你先选中的？这凝香膏上刻着你名字了吗？公子请自重，这凝香膏上是没有刻着我的名字，但也没有刻着公子的名字。这位公子，您怎么能这般无礼？这凝香膏的确是我家小姐先你一步付了银钱的，你这是榨取豪夺！榨取豪夺？你算个什么狗东西？这里也轮得到你来说话？这位公子，你打了我的丫鬟，可有想过后果？我实在是不知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家，竟然教养出公子这样的粗俗之辈，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一个弱女子动手。粗俗之辈？那本少爷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粗俗之辈。抬起手就要去掐那个女子的脖颈。疼死我了！是谁？是谁偷袭本少爷？站出来，我定要把你碎尸万段！是你，老子今天杀了你！小心，小心，小心！下一刻，洛九离直接踹向了冲过来的男人。那男人整个人趴在地上，狼狈不堪。我这辈子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一个大男人打女人，这并不能证明你多有气概，多么强悍，这只能说明你是个内心自卑的懦夫。臭男人，不要以为所有女人都会任由你欺凌。今日如若是一个男人与你发生争执，你敢动手吗？臭女人，你竟然敢对本少爷下毒手，本少爷定不放过你！你也就过过嘴瘾，别白费力气了。以为我的麻醉剂是假货吗？少爷，你对我们家少爷做了什么？你是谁？你可知你得罪的是什么人吗？我们家少爷可是永信伯爵府的大公子，你重伤我家少爷，我永信伯爵府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行了，别再吓唬人了，你家公子死不了，赶紧滚蛋！那小厮扶起自家少爷，冲着洛九离道：“
你是谁？有本事报上名来，我家老爷定不会轻饶了你。行，那我就在异国公府等着你们找上门。异国公府？你家公子榨取豪夺，我家二小姐打抱不平，你还敢找我们算账？再不走，连你一起打！小厮就是地位再低下，这会儿子也知道洛九离是谁了，扶着自家公子3两步窜出了依兰香。她就是洛九离啊！原来她就是异国公府的二小姐，和昭王和离的昭王妃，还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这洛二小姐并不是传闻中那么不堪呀。明日出门得看看黄历。多谢洛二小姐救了我家小姐。不用客气，举手之劳。丫鬟客客气气，反倒是被洛九离救下的女子并未上前，而是远远的也对洛九离行了一礼。什么人啊！白白救了他一回，还得罪了永信伯爵府，人家根本就不领情。春荣，少说2句，走吧，回府。出了依兰香，主仆3人才走到马路中间的位置。突然，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摇摇晃晃就跌在了洛九离的身前。那乞丐急雷迅电般直奔洛九离而去。孙婷，洛九离将躲过那致命一击。退下，他会伤到你们。孙婷的匕首再次袭来，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一掌直逼孙婷肩膀。只听砰的一声，孙婷砸在地面上。昭王，你竟然为了洛九离这个贱妇出手，昭王可真是情种啊！孙婷知道自己要是再下手，必然于自己不利，迅速逃离了原地。离儿，你有没有受伤？昭王殿下，臣女名唤洛九离，至于殿下口中的离儿是谁，臣女不认识。奴婢带我家小姐，感谢王爷救命之恩。东莲，小姐受到了惊吓，快带小姐回车上。哦，好。丫鬟东莲扶着洛九离，赶忙往马车方向走去。洛九离，昭王殿下，王爷救我们主仆一命，再怎么样，感谢也应该是有的。说着，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冲着萧朱墨砰砰就磕了几个响头。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春荣瞅准时机，起身行礼，快步走出人群，直奔马车。有意思。你何苦给他跪下？他想用救命之恩换小姐回心转意，我怎么可能让他得逞啊？你呀，我是傻吗？还回心转意？小姐，那孙婷怎么会突然出现？她怎么有胆量敢对小姐下手的？不知道，难道她知道了市花馆的事，是我动的手脚？不过昭王又怎么会出现在那里？也许他跟昭王就是一伙儿的。洛九离沉默，这事儿他需不需要告诉萧明玄？只是他的信儿还没送出府，秦武就递进来了消息。他晚上来做什么？简直是头疼。他才和母亲赌咒发愿，说绝不会轻易与九王开始。这话还没散去，九王大晚上就要登府门。春荣，你去准备一下，我要睡了，顺道把白日里王爷送来的浮光锦放在床头。是。躺在床上，洛九离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不停地想着白天发生的事，各种光怪陆离的想法在他脑子里一遍一遍闪过，他也慢慢睡了过去。也不知道什么时辰了，睡梦中他突然感到一丝动静，虽然很轻，可军医的灵敏让他马上睁开眼睛，便看到一道黑影站在他床前。谁？我再问一遍，你是谁？床前的人依旧不说话。洛九离急了，尖锐锋利的手术刀已经慢慢抽出他的衣袖。是我。王爷，既然是你，为何不一早表明身份？离儿，我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警惕之心。还好离儿安不忘危，时刻谨慎小心着。至于白天的事儿，我已经派人去追查他的下落了。王爷都知道了。你想怎么处置他？是直接处死，还是砍断双腿？哼，交给官府吧。萧明玄没有说话，相较于交给官府，他更愿意直接动手把人解决了，以绝后患。王爷在想什么？在想昭王怎么就知道你去了依兰香？王爷怀疑昭王监视我。有这个可能，这件事我会派人去查的，你安心。王爷怎么想起晚上来找我了？我白日太忙，为了不引起未来岳母的注意，只能晚上偷偷来了。离儿，你有没有想我呀？白日里我让秦颖送过来的浮光锦，你可喜欢？洛九离点点头。你放我下来。萧明玄松开胳膊，洛九离起身跳下床，每动一步，裙摆都流泻出盈盈流动的光泽，漂亮贵气，高不可攀。这裙子我只穿给王爷看，旁人不配。好，
以后呀，都只传给我看。我听秦武说，你母亲给你找了云少府的人教习曲技，所以呢，王爷大晚上跳墙头，夜闯香闺，是来兴师问罪的？不，我只是来告诉你，不必为那些人浪费时间的。明明只是个宫宴，就是因为太后娘娘喜欢热闹，喜欢看舞听曲儿，瞧把这些个贵女们忙的，恨不得把自己变成嫦娥。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年太后就是凭借在宫宴上独创了一曲红妆舞，被先帝看上的。啥？还有这事儿？所以，我萧明玄的女人根本不需要这样投机取巧。除了那些以此为生的女子外，让侯门贵女们练习歌舞曲艺，站在台上搔首弄姿，不过就是男人满足自己变态的私欲罢了。洛九离倒是没想到，萧明玄竟然这样通透。在这个时代，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除了八抬大轿迎进门的正妻，妾室都可以随意送人或变卖。可想而知，要不是因为他有个当国公爷的爹，有个国公府嫡次女的身份，还有萧明玄暗中的帮助，恐怕他和离的日子得有多难过。你在想什么？本王就在你面前，你还敢走神儿？王爷大晚上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不是，是我想你了，想见你。自从上次在天香楼一别后，我一直忙着宫里的事儿，没有机会跟你见面。这次要不是秦武告诉我，你母亲找了云少府的人教你曲技，会不会这么着急的大晚上不顾你的清誉，偷偷进府？王爷放心，我把云少府的人打发走了。不过我听秦颖说，太后下旨让王爷协助宫中禁卫安全。宫中禁卫安全一直都是禁军的事儿，怎么这次太后偏偏要王爷协助？还有那殿前司都点检禁军统领可是胡弘志，是大司马的儿子，是太后的亲侄子。这种在皇上面前露脸的机会，他怎么可能拱手让给王爷？王爷可有想到是为什么？连你都能想到的事儿，我又怎么可能会忽略呢？你放心，我都已经布局好了。这次进宫人多眼杂，你千万小心。除了甘泉宫的凤德夫人，任何宫妃叫你都不要跟着去。还有就是小心太后身边的重阳侯。重阳侯？重阳侯是谁？是小姐，您是醒了吗？奴婢进屋伺候小姐。王爷，快走！不用，我就是渴了，起来喝口水。你这么慌张干嘛？这要是让春荣看到王爷在我房里，我是巴张嘴也说不清了。春荣是个鱼心眼儿，什么都藏不住。他要是知道大半夜王爷在我房间，距离我母亲知道也就不远了。一听到他说他母亲，萧明玄的话戛然而止。要想得到洛九离家人光明正大的支持，洛道汉不怕，洛元良不怕，洛元甲不怕，唯一不好搞定的就是国公夫人。小姐，夫人说了，小姐不能喝凉茶。窗外怎么有道黑影？不对啊，我出门的时候明明把窗子关上了。洛九离回头，身后早已没有了萧明玄的影子。那个是我刚刚起来觉得热，开窗子透个气。你不是要给我拿水吗？快去拿。是，小姐稍等。又过几日，宫宴如约而至。九儿，一会儿进宫，万事低调，千万不要与人产生冲突。女儿知道，母亲放心。胡夫人，自从上次在琉璃院见过两位小姐之后，我可算是知道什么叫美人了。二位小姐那出落的眉蹙春山，眼颦娇媚，简直比那天上的仙女儿还要美上3分呢。苏夫人哪里的话，你家心柔也是生得美艳，招人喜欢的很。去那边的凉亭吧。哟，国公夫人和二小姐到了。走吧，进去吧。洛二小姐，一直都听说洛二小姐会参加宫宴，我还以为一个和离的女子肯定不会来呢，没想到洛二小姐倒是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还挺让人意外的。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西云郡主。郡主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整天把和离、夏堂父挂在嘴边，哪里有一丁点儿京城郡主的做派？不过也是，眼界和心胸到底比不得皇家出来的正派郡主。哟，没想到洛二小姐和离后，这从前温温糯糯的性子竟然也伶牙俐齿了起来。洛二小姐能得到太后青睐，
邀请进宫参加宫宴，就该安安分分的，万不可因为自己一时冲动，丢了国公爷和国公夫人的脸面。说起来，今日进宫的，除了各家主母夫人外，全都是一些未婚的青年男女。洛尔小姐作为这一批女孩子里头头一个成亲又头一个和离的女子，应该是很有经验吧，不妨给他们传授传授，也让他们少走些弯路啊。苏夫人，我家女儿怎样，我这个当母亲的尚且还未说话，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来智慧？倒是苏尚书在朝为官30多年，好不容易爬到了尚书的位置，也是挺不容易的。眼下年纪也大了，应该也没什么往上晋升的机会了吧？苏夫人想要借此机会与别人打好关系也罢，表忠心也好，我都管不着，也懒得管。只是苏夫人似乎忘了，我夫家乃是先帝下旨赐封一国公，世袭罔替。苏夫人当着我这个一品诰命夫人的面，竟敢言语奚落我的女儿，当真是够胆呢。何况昭王与我家女儿和离，乃是皇上亲自下的圣旨，难不成苏夫人对皇上的圣旨有意见？还是说诸位觉得皇上的金口玉言在诸位眼中只是儿戏？哎呦，国公夫人，我其实没有恶意，只是口不择言，还请国公夫人和洛尔小姐不接受，不原谅，不和解。母亲，走吧。洛九离挽着自己母亲的手臂，心里舒畅。国公夫人所言极是，皇上金口玉言，这里每一个人对皇上的圣旨都不敢有一丝意见。刚刚西云郡主和苏夫人所说的，也不过是想提醒一下二小姐。二小姐毕竟是和离的女子，这和离的女子一直住在娘家，始终是不妥的。我听说前几日洛家大公子和二公子回京了，2位公子也是到了该议亲的年纪了。可是这京城的小姐们，谁愿意嫁过去再养着一个和离的小姑子？是啊，这和离的女子住在娘家本就不祥。谁说不是呢？何况她还小产过一个孩子。那大公子今年22了吧？听说之前与翰林院沈编修家的大小姐情投意合，可不知怎么了，那沈大小姐最近正在与别家相看，这就有点意思了。要是我呀，我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她一个和离的小姑子在娘家混吃等死，以后嫁过去，岂不是除了要侍奉夫君公婆之外，还要管着这个小姑子的吃喝拉撒？母亲放心，你们都说完了吗？是不是该轮到我了？我洛九离这是怎么得罪了你们？需要一开口就如此恶意满满吗？西云郡主、苏夫人、胡夫人，我洛九离合不合离，回不回娘家住，都是我自己的事，关你们屁事！一个个咸吃萝卜淡操心。你们以为你们在人前背后对我说3道4，我就需要承受你们的眼光和非议？呸！我洛九离以前脑子坏了，眼睛瞎了，但经此一事后，我眼明心净，心无旁骛。你们一个个嘴里说着大道理，实则句句绵里藏针。你们以为你们一个个绫罗绸缎、珠光宝气的往这一站，就是贤惠、端庄、识大体？可在我看来，与那嚼舌根的市井泼妇有何不同？而且还是毫无教养的泼妇。怎么，诸位脸色不大好看呢？哎，我呀，自从和离后，脑子被刺激的时好时坏，说的话不大中听，各位见谅啊。洛九离，今日知春阁里的这些人，可都是京城有头有脸的夫人小姐们。你做事说话如此不顾后果，弄得场面太难看了，就不怕自己收不了场？胡夫人，我年纪小，说话口无遮拦，但我这人做事有原则，收不了场的绝对不会是我。今天的事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一个光脚的，还怕一群穿鞋的吗？还有啊，各位应该都知道吧，我因祸得福，得仙医灵虚子收为门外弟子。医术嘛，说不上活死人肉白骨，但头疼脑热疑难杂症，我还是能手到擒来的。这人呐，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今日知春阁里的诸位，
有一个算一个。谁家要是有不能医治的疑难杂症，可以来找我，出诊费不多，500两。母亲，咱们走吧。好，走。母女俩一同迈进了知春阁的门槛，向外走去。丁玉说的没错，洛九离这个小贱人还真是猖狂过头了，果真该死。就在洛九离扶着国公夫人出了知春阁后，角落里一个小太监也低着头退了出去。苏夫人，苏尚书，哼，好啊，好得很，你去吧，无需刻意，但要保证他们母女安全。是。小太监恭敬退下。怎么回事啊？听着怎么像是韩愈的声音？皇姑奶奶，给韩愈做主。韩愈，皇姑奶奶和姑姑面前不得无礼。怎么了？谁惹到你了？怎么了？谁给了你委屈？胡韩愈抹了一把眼泪，便把在知春阁里发生的事添油加醋的和太后胡贵妃说了一遍。哼，好一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洛九离，还真是狂妄的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李簪，太后，奴婢在。去把国公夫人和洛二小姐请来长春宫，哀家倒要瞧瞧，这半年多未见，洛二小姐怎的就长出如此胆量了？是。绿簪应声，转身就要出去。等等，姑母，宫宴马上就要开始了，各家夫人、贵女、王爷、世子们还都在御花园等着。如若这种时候宣了那洛家母女来，恐怕宫宴不能如期开席。何况那洛九离先后救了凤德夫人和九王爷，皇上对他颇为看重，九王爷更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数次为他开脱。你有什么应对之策？胡贵妃眉目沉沉，附在太后耳边小声的耳语了几句。这件事最好是皇上和九王无法插手，一旦皇上和九王介入，那只会重重拿起，轻轻放下。所以这个办法是唯一的办法，也是最能一击致命的办法。九儿，你这姿态实在是……母亲，咱们进宫的时候，母亲不是答应过我，不再让我相看吗？母亲是答应了你，可你这样一点大家贵女的姿态也没有，岂不是平白让人笑话了去？贵女？母亲，关于我大哥和翰林院沈编修家的大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唉，那沈大小姐与你大哥的确有过一段，至于是什么原因分开的，你大哥自来不喜欢我们过多干预他的婚事，所以家里人知道的内情也不多。啊，连母亲都不知道吗？那沈大小姐叫什么名字？母亲总该知道吧？叫沈妙清，我见过那孩子，是个气质出尘的姑娘。洛九离一听到气质出尘4个字，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前几日在依兰乡救下的那个女子。这个洛九离虽然对人不敬，但现在的这种性子却是很讨男人喜欢的。毕竟这京城里敢如此胆大妄为的女子还是少数。夫人这话又是从何说起？郡主没有听说吗？几日前昭王殿下在街上不顾危险救了洛九离，似乎昭王殿下想要得到他的原谅，希望能破镜重圆。为什么？洛九离已经和昭王和离了，他害昭王至此，昭王怎么能如此糊涂？她是个3心2意的女人，她不会真心对待昭王的。她不是真心对待昭王，那郡主可是真心喜欢昭王。西云郡主，说句失礼的话，你是我看着长大的，论人品，论容貌，论家世，满京城里你比洛九离更适合昭王。夫人，从前是我们看错了那洛九离，以为他会是昭王的贤内助，可没曾想，这次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让洛九离再进昭王府，成为昭王妃。所以西云郡主是真的真心喜欢昭王吗？我听说安亲王正在给郡主相看各家世子，不知……不，没有相看，我非昭王不嫁。既然如此，我有个办法，或许可以助你成为昭王妃。皇上驾到，太后娘娘驾到，皇后娘娘驾到，九王爷驾到。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九王爷这么穷吗？这么大的宫宴，也不说换身好看的衣服。姐姐，
你就是一国公府的洛二小姐。你是？姐姐不认得我，我叫沈妙谦，1年前才回的京城。你和翰林院沈编修家是什么关系？那是我父亲。那沈妙清？沈妙清是我姐姐。那你姐姐沈妙清呢？她今日可有来？我姐姐身体不适，正在家中调养。你姐姐生的什么病啊？可有找大夫了？只是风寒，父亲怕姐姐殿前失仪，所以今晚的宫宴便让我来参加了。今日是太后办的宫宴，也是赏菊宴，你们切不要拘谨了。谢太后娘娘隆恩，谢皇上隆恩，谢皇上隆恩。皇上，太后娘娘借此良辰美景，臣妇的女儿想为皇上、太后娘娘、皇后及诸位助兴一舞。你就是工部苏尚书家的夫人，哀家听说你家女儿苏心柔不但长得美艳漂亮，还曾刻苦练习红妆舞，可有此事？回皇太后，小女虽然刻苦练习，但所习得技艺不及太后当年1/1000。太后当年独创红妆舞，震惊四座，轰动京城。时至今日，再也无人能比得上当年一曲红妆舞的神迹了。既如此，苏夫人有心了，恩准。谢太后娘娘，谢皇上。洛九离淡淡收回目光，往对面看去，而萧明玄也正好抬头看着他，两个人目光在空中交汇，竟心照不宣，又心有灵犀，不约而同地笑了笑。李姐姐，你在笑什么？没什么，就是觉得苏姑娘跳的舞挺好看。西云郡主由始至终都在用余光瞄着洛九离的一举一动，他刚刚与九王爷对视，冲着九王爷笑的那一幕被他尽收眼底。看来前几日传得沸沸扬扬，洛九离与九王关系密切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对面的昭王，此时的昭王目光不偏不倚落在了洛九离身上，他的目光有些贪婪地在洛九离的身上打了几个转，终没有收回，那眼神里全是细腻的温柔和宠爱。至于他那眼神里的情绪是真是假，唯有他自己得知。昭王殿下在街上不顾危险救了洛九离，似乎昭王殿下想要得到他的原谅，希望能破镜重圆。不可以，他心心念念昭王殿下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有了机会，他再也不会让机会从自己眼前消失了。他收起那充满了嫉妒的目光，不动声色地看了眼洛九离的酒杯，又不动声色地看了眼洛九离身旁的沈妙谦。李姐姐，这果酒可真好喝，甜滋滋的，没有酒的苦辣。李姐姐，我给你添满。洛九离想说不用，但酒水已经缓缓流出。果然是小门小户出身，到底是孤陋寡闻，还果酒。如此春穗花给你们喝，倒是浪费了。西云郡主说的是，小女才回京不久，这京中的好东西，小女所知的确不多。还是西园郡主见多识广。我可听说，这春穗花是要在寒冬之时，以梅花和上好的梅子做引放入酒母，然后将其埋入梅花林中。梅花开落，冬雪消融，直到来年牡丹花开，才能起出酒，因此得名春穗花。如此好酒，给某些人喝，还真是浪费了。果然是我孤陋寡闻了，多谢郡主不吝赐教，还请郡主赏脸。你就是翰林院沈编修家的二小姐？是。本郡主与你家姐姐倒是熟悉些。我初回京城也是第一次参加宫宴，今晚真是高兴，不但认识了李姐姐，还认识了西云郡主。李姐姐，我也敬姐姐一杯，因为姐姐是这个宫宴上第一个和我说话的人啊。李姐姐，你怎么不喝呀？洛九离看着她，眯眼一笑，慢慢饮啜了一口。李姐姐，快尝尝，这蜜枣香甜软糯，甚是可口。哎呀，原本就放在桌面边缘的酒杯也恰到好处地掉落了下来，酒水一半洒在了洛九离的裙摆上，另一半洒在了沈妙谦的裙摆上。李姐姐，真是对不起，是我太不小心了，这可怎么好？没事没事。怎么了？回太后娘娘的话，是酒水洒在了洛二小姐和沈二小姐的裙摆上。既如此，就带二位小姐去换身干净的衣服。洛九离谢了太后恩典，与沈妙谦一同离开了御花园。萧明玄眸光深冷地看了眼洛九离渐渐远去的背影，国公夫人脸色微变，几乎是在洛九离离开的同时，飞快地看向九王爷。
国公夫人的担心，萧明玄自然也明白。他冲着国公夫人只有他才可以看到的幅度，轻轻地摇了摇头。李姐姐，都怪我莽撞了，打翻了姐姐的酒，还湿了衣裳。看你，我又没有怪你的意思，怎么走这么久还不到吗？这是要去哪儿？知春阁。每次在御花园宴请，所有物品都会安置在知春阁，以备不时之需。哦，知春阁啊，那就走吧，还是快些。我总觉得身上有些不大舒服，心口火燎燎的难受。许着是李姐姐刚才没有吃些东西垫肚子，便先喝了酒水的缘故。看来是你药性发作了。不管怎么说，事已至此，我一定不能够失败。西云郡主答应他了，如若这件事情办成，便让她嫁进安亲王府，成为世子妃。到那时，她再也不是神府里那个凭其所生的二小姐了。她大姐不是妄想嫁进国公府，想要成为将来的国公府夫人吗？那她就嫁进安亲王府，成为安亲王妃。正妻又如何？到最后还不是死了？与国公府公子情投意合又如何？还不是散了？究竟是什么在知春阁等着我？是陷阱，是暗器，还是那杯酒里的药？哎呀，心里好难受啊！李姐姐，你这是怎么了？难受，就像火烧一样难受，热，很热。李姐姐，要不我们先扶你进去歇一会儿，再换身干净的衣服？只能这样了。好了，到了，你先扶着李姐姐进去。沈二小姐，你不进去吗？你的衣服也沾了酒水，殿前失仪可就不好了。你在外面等着。说着，不管3721，搂着沈妙谦就进了屋。沈妙谦想挣脱，却被洛九离浑身的重量压着，挣脱不得。房间里很暗，角落里是一支被点燃的香，随即手指摸上骨戒，一只 N95 口罩落入手心。你这是干嘛？没什么。李姐姐，你这是新型面纱？你在紧张？没有。是吗？沈妙谦还没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只觉得后颈一痛，然后整个人便昏死了过去。你要找死，也别怪我无情。洛九离快速把两人的外衣兑换，然后走向门口。沈二小姐，屋里燃着香，我去洗把脸，你在这守着。是。洛九离疾步拐过了长廊，整个人靠在墙角，胸口扑通扑通跳个不停。正在此时，知春阁外响起了脚步声，然后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人带来了吗？在里面。男人一个箭步推开门，伸脖子狠狠地吸了一下。合欢香外加最烈的媚药，贱妇，今晚我就让你身败名裂。说着，咚的一声关了房门。那宫女站在门口，听着屋里传出来的动静，红着脸低头往长廊跑去。沈二小姐，洛九离猛然回头，手里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刀子，冲他咧嘴一笑。洛小姐。长廊外，一柄飞刀直插入那宫女的后背，正面洛九离也正一个手刀劈在了她的脖子上。你是谁？陆二小姐，奴才奉九王之命来救二小姐。九王？他们就要来了，二小姐，请随奴才躲避一下。等一下，你说你是九王的人，你有什么证据？万一你假借九王之名要害我怎么办？王爷只让奴才保护二小姐和国公夫人的安全，并没有给奴才任何证明自己身份的信物。如若二小姐不信，奴才先去处理了这宫女的尸体。那间厢房是放杂物的，没有落锁，二小姐可以去躲避一下。说着，扛起那个宫女的尸体，转身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那厢房果然如那个太监所说，是个没人住过的杂物间。他们是谁？皇上、太后、九王爷，宫宴上所有的人吗？如果按照这一步步的计划，接下来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因为某种原因来到知春阁，然后看到屋内衣衫不整，甚至儿童不宜的画面？那我的清誉、异国公府的名声，甚至母亲的颜面，都会因为这一杯酒、这一支香彻底毁于一旦，简直是一箭双雕啊！真是好盘算，好毒辣的手段。哼，我这是什么神仙体质，能得这么多人的惦记？就在这时，知春阁半掩的大门被人从外面大力踹开，来得够快的。接着是太后、皇上、皇后、胡贵妃等人，乌泱泱的人还不少。是不是跑到这里来了？你可是看清楚了？是，
是那刺客打伤了奴才，就往这个方向跑了。这个方向只有知春阁一个藏身之处。糟了，洛二小姐和沈二小姐不是来知春阁？如若真是刺客，那二位小姐岂不是？来人，搜！手持刀剑的禁军四下散开。正在众人心思各异之时，只听某个房间内传来一声女人凄厉的尖叫，以及刀剑碰撞的声音。有刺客，护驾！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哗啦啦，一群手持刀剑的禁军把太后皇上的王族亲贵保护得水泄不通。这不会是……我不是来知春阁换衣服的洛二小姐？也有可能是沈家二小姐。国公夫人，二小姐出了这样的事。我女儿出了哪样的事？你亲眼看到了，还是知道什么？国公夫人，这种事儿你还是要想开些，毕竟……来人，苏夫人殿前失仪，扰乱军心，掌嘴！都给哀家住手！坊间传闻九王与洛九离关系非常，难道是真的？洛九离出事，九王竟然如此沉不住气。九王，哀家和皇上还在跟前儿，你如此掌掴一个尚书夫人，此举恐会引起君臣不和，实在是大为不妥。太后明鉴，就在刚刚，她已经不再是尚书夫人了。工部尚书徐平泰收受贿赂，贪赃枉法，卖方某瓦匠孙大、孙武等500名，得银3300两，贪赃修固河堤水利近10万两。至于其他的赃案，本王就不一一复述了。只修固河堤水利一项，就够苏平泰抄家灭族了。九王爷一句话，工部就地换了一个尚书，由始至终，皇上都神情淡淡，没有任何反应。众人不禁猜测，是不是皇上在利用九王爷之手警告众人？被打得脸颊红肿的尚书夫人和已经吓得昏死过去的尚书小姐被禁军拖了下去。洛九离看得真切，听得清楚。虽然萧明玄没有提他洛九离一个字，但一行一动都是对他的维护。可现在他还不能出去。另一边，有禁军把一个赤裸着上半身的死尸拖出了房间。孙婷，请皇上、太后娘娘赎罪。刚刚屋里有对男女正在行不轨之事，卑职进屋时，那男人手持匕首，意欲行刺，被卑职当场毙命。一旁低垂着头的胡贵妃瞄了一眼那具死人头孙婷，眸子里露出一丝阴冷的笑意。孙婷一死就死无对证了。至于被孙婷玷污的洛九离，哼。重阳侯护卫太后和朕有功，何罪之有？至于屋里那个女人是谁，重阳侯可有看清？启禀皇上，那女子因为羞愧蒙着脸，卑职也并未看清，但从地上散落的衣服来看，像是洛二小姐的衣服。国公夫人，国公夫人，快醒醒！启禀皇上、太后娘娘，国公夫人昏死了过去。传哀家旨意，去太医院请太医过来，给国公夫人诊脉。是。立刻就有太监快步走出了知春阁。九王，你进去看看。此时的萧明玄冷厉地看着那散发着微弱光亮的房间，他一步步走向那个房间。洛九离，我知道那不是，我相信那不是。洛九离紧紧蹙着眉头，双拳紧握，死死遏制着内心如焚想要冲出去的冲动。萧明玄到底还是抬腿上了台阶，他的手掌微微有些发抖。多少年了，上一次手发抖还是年幼时第一次杀人，可今夜几步之遥，却仿佛远至千里。指尖轻轻碰上门板，随即被用力推开。不管里面是不是洛九离，他都必须去面对。萧明玄死死握住拳头，他极力克制心里暴怒的火焰，眼睛看上床上的一个女人。不对，不对！他的眼睛在落到床上那女人的头发上后愣住了，顿时喜悦在伤口上又开出了花。萧明玄不再迟疑，大步向前，直奔床上的女人。你是谁？抬起头来！不抬头，你的下场就是粉身碎骨。床上的女人吓得一惊，慌忙抬头，露出一张小巧精致的脸。不是李儿，果真不是我的李儿。既然确定了不是洛九离，他没有片刻犹豫，转身出了房间。好啊，好啊，果然不愧是本王看上的女人。洛九离，你个贱人，你终于毁了，终于毁了。毁了你，九王爷就是我的了。
九王，你可看清了？是个女人。九王啊，萧明玄呢？哪一次他不是高高在上，咄咄逼人？还真是有趣。来人！皇上，奴才在，去把屋里的人带出来。是。这女人遭遇不测是真的，但未见是洛九离。上次在玉福宫，洛九离当着皇上的面对了胡贵妃，恨不能生吞活剥了她。她那样的女子，那样的烈性，都敢给皇上脸色看，一身的风骨气度，会这么轻易被人得了手？这也是怪了，以前怎么就没看出那位陆二小姐是个有风骨气度的呢？姑娘，穿上衣服吧，皇上有请。我不出去，我不出去！不出去？难不成你还想让太后和皇上亲自请你？要不我们帮姑娘穿？哼，你们两个狗崽子，脑袋不想要了！姑娘，别哭了，快穿上衣服，皇上和太后娘娘会为姑娘做主的。果然不是洛九离，难怪皇上不动声色，九王爷也没有当场暴露杀人。陆二小姐啊，你这一手玩得高明啊！是他，洛九离，是他害的我。沈二小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护着他，明明就是他。那沈二小姐告诉咱家，洛九离为何不害那宫女，偏偏要害你啊？还有，沈二小姐接近洛九离的目的又是什么？沈二小姐是个聪明人，应该听过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吧？那孙婷已被当成刺客刺死了，现下死无对证喽。二小姐不如将错就错，兴许皇上和太后看在二小姐懂事的面子上，对二小姐另眼相看呢，那才是做坏事最好的结局。哎呦，要不然呢，沈家一门就陪着二小姐一起碧落黄泉吧。出来吧。沈二小姐，怎么会是她？怎么会是沈妙千？不是洛九离吗？怎么不是洛九离？明明是洛九离的衣服，怎么会成了沈妙千？你就是沈妙千？没想到竟然是沈二小姐。沈夫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皇上，王爷，臣妇不知啊！现在该轮到我上场了。这么热闹啊，都来知春阁赏菊吗？怎么都这样看着我啊？不知西云郡主看到我，高不高兴，意不意外？多尔小姐在说什么？本郡主不明白。哼，不明白吗？西云郡主不明白没关系，毕竟揣着明白装糊涂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这么多人里总有明白的，比如沈二小姐这位当事人。洛九离，所有人都在担心你们的安全，你倒好，平安无事的出现，就阴阳怪气的说些什么混账话。皇上和太后还在这儿，容不得你闹小孩子脾气。是啊，洛二小姐，宫里进了刺客，皇上、太后娘娘、皇后娘娘和各宫娘娘都很担心你。洛儿小姐此举实属不应该啊！贵妃娘娘这个时候应该保持缄默才对。至于胡大小姐，不愧与西云郡主是手帕交，这临危不乱、镇定自若的神态，还真是天生天养。洛九离，放肆！臣女给太后娘娘请安，臣女给皇上、皇后娘娘请安。洛九离，你刚刚去了哪儿？回皇后娘娘的话，臣女换了衣服，有些内急，便自行出了知春阁。因为园子太大，迷了路，兜兜转转，这才走出来。那就好，既然无事，就去看看你的母亲吧。你母亲听说那刺客进了知春阁，吓得昏了过去。不过你放心，皇上和太后娘娘已经派太医去给你母亲诊治了。有皇上和太后娘娘的旨意，又有太医在，臣女放心。不过臣女有事，还请皇上、皇后娘娘、太后娘娘为臣女做主。臣女怀疑在宫宴上，臣女喝的酒里被人下了药。还有这知春阁里燃着河。洛九离，放肆！哀家举办的宫宴，每一道菜、每一壶酒都是经过太医查验。你如此信口雌黄，置哀家颜面何在？置皇上天威何在？太后的颜面，皇上的天威，臣女不敢亵渎，但臣女只要一个公道。洛九离，
你说酒里被人下了药，可有证据？沈二小姐就是证据。骆九离，他都知道，所有的一切他都知道，是骆九离毁了我。沈二小姐是被害者，她是无辜的。无辜的，她可不无辜，不过是咎由自取罢了。骆九离，是你害了我，我已经是被你害得一辈子都毁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到底要我怎么样？沈妙谦，害你的人不是我，你应该问问你的那位好姐妹西云郡主。骆九离，你平安无事就别再闹了。小朱墨，这个该死的男人，今晚的事全是拜他所赐。骆九离，放肆！来人，把他给本宫绑了！立刻就有侍卫冲着骆九离扑了过去。萧明玄腾空跃起，一脚踹在那侍卫的身上。你们好大的胆子！皇上尚未发话，倒是对贵妃的命令言听计从。好啊，这宫中的禁军可真是让本王刮目相看了。皇上明鉴，臣妾绝非此意，只是看骆九离伤了昭王，一时乱了分寸。父皇明察，母妃只是担忧儿臣，绝不是故意殿前事宜。至于儿臣，虽然已经与骆九离和离，但他到底曾经也是昭王妃，儿臣不过是想弥补之前的过错罢了。对于他刚才的举动，儿臣心甘情愿，没有一丝怨言。听到萧朱墨那荒唐的一句话，突然发出了一声轻笑。放肆！在哀家和皇上面前，不但动手打了当朝王爷，竟然还如此放浪不羁。国公爷可真是好家教。多谢九王爷相护。太后娘娘此言差矣，并非是臣女放浪不羁，实在是昭王爷以恶人暴徒的面目出现在臣女面前的时间过长，臣女潜意识里才会做出反击的举动。何况刚刚昭王爷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我平安无事就别再闹了？这着实让臣女费解。还是说臣女平安无事，昭王很意外？亦或是臣女有事，昭王也觉得理所应该？来人，骆九离蔑视皇权，对哀家无礼，带去长春宫，哀家亲自教导他。太后发话，长春宫的宫人没有一丝犹豫，上前就要去抓住骆九离。竟敢忤逆哀家，骆九离，反了你了！崇宗阳，抓了他，哀家倒要看看他的骨头能硬到什么时候。臣奉太后懿旨捉拿骆九离，还请九王爷行个方便。重阳侯，如若本王不给你这个方便，你又当如何呢？本王从不与一个男宠废话。说着，身体急掠而出，一掌朝着崇宗阳胸口劈下。对于萧明玄袭来的掌风，崇宗阳完全没有要躲闪的意思，修长的五指径自袭向萧明玄咽喉要害。骆九离心下一动，一枚7寸银针破袖而出，直奔崇宗阳面门。萧明玄侧身一掌打在了崇宗阳的肩膀。九王，崇宗阳是奉了哀家之命抓捕骆九离，你处处阻拦，是想要造反不成？皇上，九王如此目无哀家懿旨，骆九离出手重伤重阳侯，如此无礼的二人，皇上还要袖手旁观，不给予责罚吗？母后息怒，身体为重，至于责罚，母后向来深明大义。今日之事，且不论谁对谁错，国公夫人如今还未清醒。倘若骆九离突然被责罚了，带着一身的伤回去，恐怕会让远在溧阳练兵的义国公父子心不安定啊。不若母后要打要杀，也得等义国公回来之后再做计较。母后以为儿臣的话有没有道理？至于九王目无太后懿旨，着实该罚。不过重阳侯身为臣子，竟然对九王动手，如此行径，朕的皇权、太后的威严、九王的尊荣，岂不是被他通通践踏蔑视？难怪刚刚皇上跟个稳坐钓鱼台的姜太公似的，不阻止我申冤，也不阻止我打昭王，更不阻止崇宗阳对九王出手。原来皇上是在这儿等着呢，果然够阴险，够心机。这帝王之术被他玩得溜溜的。罢了，这件事便就此作罢，哀家也不再与骆九离计较。母后既然如此说，儿臣自然没有不遵从的道理。不过重阳侯对亲王动手，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皇帝，来人呐，带重阳侯下去，鞭罚80，停俸1年。是。立刻有皇上的御影卫上前，把重阳侯拉了下去。皇帝，这件事
洛九离才是始作俑者，皇帝如此做，岂不是太过偏颇？何况……西云郡主殿前失仪，带下去，掌嘴50，禁足安亲王府。是。侍卫不由分说，拖着陆希云就出了知春阁。罢了，今晚之事到此为止，哀家也累了。太后娘娘拜驾长春宫，恭送太后娘娘。都散了吧，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如再有议论者，诛。陆希云，怎么了？没怎么，就是一些皂角养阳粉。我的梨儿平安无事，完好无损，真好。九王、九皇叔，他何时对一个女人有过如此眼神？难道传闻都是真的？洛九离与九皇叔的关系非常，可明明洛九离是个弃妇，是个没有了清白的女人呢。九皇叔此举到底意欲何为？今晚只要洛九离被孙婷玷污了，没有理念，那么太后娘娘就会借机撮合我与九王爷。可是洛九离，该死的洛九离，他竟然无视，他竟然毫发无损。胡小姐很失望，不过可惜，即便你被气得吐了血，也只能羡慕嫉妒。那我就祝洛二小姐得偿所愿。胡大小姐，其实我觉得皇上的后宫挺适合你的。洛九离，急眼了？这有什么好急眼的？你这样满肚子花花肠子的人，特别适合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宫廷生活。我觉得胡大小姐可以跟你姑姑过过招，在阴谋诡计这一点上，贵妃娘娘还真不一定是你的对手。你就这么抬举她？不是抬举，我说的是实话。她这样的女人，天生就是为了后宫的尔虞我诈而生。她长得这么丑，皇兄不一定能看得上她。王爷，山上的笋都被你夺完了。夺什么？夺笋。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说着话，离开了知春阁。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是他？怎么会让那个贱人逃脱了？闭嘴！这是在宫里，不是在司马府。那又怎么样？皇上心知肚明，不也依旧没有责罚我们吗？蠢货！父皇鞭刑了重阳侯，长国禁足了西云郡主，这是没有责罚吗？表哥如此愤怒，是因为什么？因为洛九离逃过一劫，还是因为九王为洛九离那个贱妇出头？疯子！本王看你为了九皇叔，简直走火入魔了。疯子！表哥是在说我吗？表哥看到他们俩卿卿我我，难道不疯吗？再怎么说，那曾经也是你的女人，也是你穿过的破鞋。一个失了清白的贱妇，一个生了孩子的破鞋，有什么资格让九王对她如此相待？也许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表哥想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难道表哥还看不出来那二人之间关系非常吗？表哥就不怕某一天要对着洛九离行礼，称呼他一声皇婶儿？胡冰玉，你给本王闭嘴！我闭不闭嘴也改变不了现实。表哥既然对洛九离还有情，何不放手一试？如今的洛九离可是一朵带着刺的娇花。如果把这朵娇花上的刺拔掉，表哥可还愿意将它收房？看来表妹又有了计策。胡边玉瞪着一双猩红的眼睛，低低阴笑。母亲，身体可还有不适？无碍了，刚才只是气急攻心才会昏倒。关于昏倒后知春阁内发生的事情，他都已经知道了。这次进宫，你能毫发无损，全身而退，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国公夫人，二小姐，奴才只能送二位到宫门口。多谢。公公今日之恩，洛九离铭记在心。九王爷嘱托，奴才不敢邀功。母女二人相互搀扶着，一步步迈出了这宫中的万丈深渊。宫灯微暗，背影寂寥，也许一切才只是刚刚开始。夫人，二小姐，您二位可算出宫了。回府。洛九离，我靠，你竟敢打我！你大爷的，我没招你，没惹你，你竟敢打我！你真是莎士比亚去个土字，职场秃了大脑！我告诉你，你别用你那5毛钱1斤的脑袋，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被你欺负。你打我一下，我就把你变成猪头！九儿，住手！快住手！两掌相击，洛九离胸口发闷，微微有些疼，嘴角溢出了一丝血迹。洛九离啊，本王对你手下留情，你竟然心思如此歹毒！啊，九儿，
你怎么样啊？安亲王真是好品性，你们夫妻二人，一个不分缘由上前打我的女儿，一个不顾及脸面出手伤我女儿，竟然还敢倒打一耙，简直愧辱王爷、王妃二字。倒打一耙的不是国公夫人吗？西云只是进宫参加个宫宴，你女儿不分青红皂白，往西云身上泼脏水，致使西云被掌嘴5时，差点被打死。你们母女竟然还敢恶人先告状！如若今日不是本妃身体不适，如若今日本妃跟着西云进宫，怎会让你们母女这样糟践我安亲王府的郡主？呸！见过不要脸的，但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你们自己那个傻叉女儿做了什么没脑子的事儿？你们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何况皇上、太后、九王皆在当场，你们不敢进宫去找正主兴师问罪，倒是把矛头指向我。我呸！你们不但不要脸，还让人瞧不起。洛九离，贱人，你诬陷我，我什么都没做，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不愧是安亲王，手眼通天啊！就连九王爷下的命令，这宫里的太监都敢偷懒耍滑，掌嘴5时。如若真是实实在在掌嘴5时，只怕陆希云根本说不出这么清楚的话来。王爷，王爷，你怎么了？母亲，护好自己。就在这时，隐藏在了暗处的秦武卷着落叶凶狠杀来，敢动二小姐，找死！冷锐的剑气逼责这几个没有内力的人连连后退。一时间，安亲王府的2个侍卫与秦武刀剑厮杀，打成一团。哎，母亲，这是……母亲放心，是保护我们的。一人自马上飞驰而来。九王爷在此，何人胆敢宫门前闹事？参见九王！参见九王！宫门口所有人朝九王爷行礼，唯有洛九离还站着。萧明玄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见他发髻有些微乱，脸颊有些红肿，嘴角还有没擦拭干净的血迹，原本温和的目光里顿时锋锐的杀气划过。秦武，属下在。怎么回事？回禀主子，是安亲王妃因为西云郡主在宫中被掌嘴一事，迁怒于陆二小姐，说是陆二小姐诬陷西云郡主，致使西云郡主被打，所以在宫门口不分缘由的对陆二小姐动了手。陆二小姐为了自保，万般无奈才反击了回去。原本是女人之间的事儿，但安亲王却是出于私心，不但出手攻击，还伤了陆二小姐。九王爷请息怒，这个侍卫说的话过于偏颇了。臣妇的确是对洛九离动了手，但安亲王妃，承认是你自己先动了手就行了。只是本王没想到这么长时间了，安亲王府的家教还是如此，竟然没有丝毫长进。陆希云在宫里做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安亲王和安亲王妃可有细细询问？况且对陆希云掌嘴5时，禁足王府，是本王下的命令，皇上和太后皆在面前，又与洛家二小姐何干？安亲王和安亲王妃若不能教养孩子，倒不如本王明日进宫，让皇上再下一道旨意，把陆希云也送去尼姑庵，让佛祖洗一洗他那肮脏龌龊的心。九王爷，九王爷，九王爷，那件事都过去了这么久，也断送了明星的一生，九王爷何至于如此赶尽杀绝呀？洛九离蓦然扭头看去，他听母亲说过，安亲王与萧明玄素有恩怨，但不过是朝堂上立场不同的恩怨。可怎么这会儿子听着好像不仅仅是立场不同的事，似乎还有其他事情发生。尼姑庵是怎么回事？明星又是谁？赶尽杀绝？当初要不是看在皇上和太后说情的面子上，陆明星还能活到今日？秦颖，属下在。把陆希云给本王拖出来。是。秦颖的表情冷漠到不近人情，大步往马车走去。九王爷莫要欺人太甚了。西云郡主，请吧。我不要去尼姑庵，不要去尼姑庵！我就是一辈子被禁足在王府，也不要去尼姑庵！郡主不要这样，你冷静一些。西云郡主得罪了。秦颖手臂一探，把疯了一样的陆希云拎小鸡崽儿一样拎了出来。父王，救命！女儿不要去尼姑庵！九王爷饶了臣女吧！当初给王爷下药的是陆明熙，与臣女没有任何关系。他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臣女是冤枉的，臣女再也不与洛九离作对了。一旁，洛九离在短暂震惊的同时，也马上捋顺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原来陆明心是陆希云的姐姐，
原来萧明玄与安亲王的恩怨不仅仅是朝堂上的党派之争，还因为安亲王的女儿明心郡主竟然给萧明玄下药。下药？下的什么药？一个女人给一个男人下药会是什么药？下药之后呢？萧明玄又是怎么解的药性？骆九离一想到萧明玄竟然被一只狂风浪蝶下了药，心里的火气腾腾往上窜。西云，闭嘴！萧明玄薄唇微抿，在听到陆希云说起下药一事时，眼神若有似无地归了一眼骆九离的神色。西云郡主说话如此清晰，看来宫里掌嘴的太监该换一批了。秦颖，掌嘴！属下遵命。秦颖抬手就噼里啪啦往他脸上扇去。这个多嘴的女人，主子为了国公府和陆二小姐的安全，东遮西掩，唯恐事情被二小姐知道。现在好了，以二小姐的心性，这件事势必要讨个说法。九王爷息怒，西云年幼，犯了错，乃是本妃教导无方，本妃一定会好好教他规矩。眼见萧明玄表情冷漠，根本没打算给他面子。国公夫人，洛儿小姐，今日之事是本妃的错，恳请二位饶了西云吧。西云冒犯洛儿小姐，改日定备上厚礼，让她亲自登门赔罪。还请国公夫人和洛儿小姐，大人有大量，莫要跟西云一般计较。九儿，安亲王妃这话错了，我和母亲从未与陆希云一般计较过。何况我和陆希云的事儿，在宫里有皇上和九王爷以及太后做主，已经结了。是王妃和安亲王不分青红皂白，在宫外对我出手，所以骆九离伸手摁下身上其中一道穴位，顿时嘴角溢出鲜血。九儿，萧明玄也害得瞳孔一缩。他为什么故意为之？为了报仇，为了找回颜面，还是为了洛儿小姐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求饶西云一命。九王爷，我可以提要求吗？萧明玄听他说话中气十足，紧提着的心也放松了下来。自然，那就好。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也不喜欢你安亲王府的人登我一国公府的门。今晚之事我不会原谅，虽然不会原谅，但可以和解，5万两。骆九离，你陆希云在宫里指使他人对我下药，想侮辱我的清白。你们夫妻在宫外打伤了我，一句大人有大量，就想把这件事接过去了。安亲王，这世界上有这么便宜的事吗？还有，安亲王不要说我对你用了暗器，那东西根本不是暗器，只不过是能麻痹你的神经而已。1个时辰后，药性自会消失。何况如若我今晚不用它对付你，现在我还有命站在你面前和你们讨价还价吗？一个长辈对我一个小辈下如此狠手，安亲王可真是给王爷这2个字长了大脸。当然，你们不愿意和解也可以，反正被送去尼姑庵的又不是我，被打成猪头的也不是我。大不了您2位去殿前告御状，我就去鸡登文谷鸣冤，顺带着再大闹一次太和殿，让皇上彻查今晚之事。5万两，和解。王爷，还请王爷高抬贵手。秦颖，是。秦颖停了手，推到一边。安亲王妃，今日后陆希云进足安亲王府，没有皇上的口谕，就让他闭阁思过吧。九儿，咱们走吧。九王爷维护他女儿的举动，他看得一清二楚；和安亲王夫妻对他女儿的恨之入骨，他也看得一清二楚。恐怕今晚之后，很多事都要改变了。骆九离看了眼萧明玄，他还有问题要问他，关于他被下药，关于陆明星，关于他心里的疑惑。母亲，我还想……母亲身体有些不舒服啊，母亲快上车，咱们回府。我有件事想问母亲。你问。母亲，陆明星对九王爷下药是什么时候的事？母亲可知道？为何母亲上次没有和我说过？九儿，你……母亲把知道的都告诉我吧。具体的细节母亲也不太清楚，这还是年前腊月的事儿。九王回京，太后也在宫中，便宴请了几位宗亲家眷和重臣。快散席的时候，才知道九王中了药。一个女人给一个男人下药，应该不是毒药那么简单吧？那明星郡主爱慕九王，全京城的人都知道。可惜九王都25了，也没成亲。明星郡主按捺不住，就给九王下了药，以为能生米煮成熟饭。谁曾想，
呵呵，一个胡冰玉不够，竟然还有一个陆明星，所以陆明星得逞了？没有，要是得逞了，九王府和安亲王府也不至于闹得水火不容。九王中药之后打伤了明星郡主，随即便火速离开了皇宫。那后来呢？后来的事没有人知道，不过九王震怒却是意料之中的，就是皇上出面都没有办法。明星郡主到最后被皇室送去了尼姑庵，一辈子只能在庵堂里青灯古佛。九王府与安亲王府也彻底结下了梁子，因为关系到两府声誉和皇室体面，这种事并没有大肆渲染出来，只有参加家宴的几位宗亲家眷和重臣知晓。九王自从上交兵权后便离京2年之久，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回京的。年前腊月既不是年节，又不是太后皇上的寿辰，九王为何会回京啊？你不记得了？我记得什么？难不成这事儿和我也有关系？唉，说起来这事儿还真是与你有点关系。九王回京就是为了参加昭王和你的大婚。什么？为了参加我和昭王的大婚？洛九离深深地吸了口气，心口不知为何砰砰乱七八糟的，心乱如麻。女人强烈的第六感告诉她，这件事不仅仅是和她有关系那么简单。宫中宴请九王和被陆明星下药，又是哪一日？就在你们大婚前一晚。一声春雷惊这道，惊得洛九离五雷轰顶，也惊得洛九离脑子里瞬间闪过了一个念头：大婚前一晚，九王被陆明星下药，他又中了燕听莲的媚术，丢失了清白，这其中会不会有关联？九儿，你怎么了？哦，没事。主子，陆二小姐知道了那件事，只怕会胡思乱想。主子是不是该把实情告诉陆二小姐？她会胡思乱想，但暂时还不会查到实情。至于洛九离知道实情后会不会原谅他，才是他最该担忧的。何况这件事牵扯太多，不是实话实说就能解决的。他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但他在乎外人对洛九离的误解。何况还有义国公呢，一个解决不好，义国公绝对敢对他动手，甚至会百般阻挠他与洛九离的关系。一个是自己的男人，一个是自己的父亲，他不想把洛九离推入到艰难的抉择当中。那主子真的不打算告诉陆二小姐实情了吗？告诉，但要在不伤害她、不伤害她家人的情况下告诉她实情。主子，属下不解。明日去溧阳。去溧阳？主子去溧阳干嘛？负荆请罪。义国公府府曲院内，张管家，你帮我秘密去调查一个人。二小姐让我去调查谁？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但听说是个赖头赖脸、长相丑陋的男人，应该是生活在外城的盲流子。赖头赖脸、长相丑陋的男人，二小姐怎么会和这样的人有交集啊？这人曾经为昭王做过恶事，现如今我与昭王势不两立，他的错事我抓到的越多，对我们以后越有利。是，二小姐放心，属下马上去查。这个人外形独特，应该很快就会查到。好，这件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包括我母亲，也不要走漏一点风声。如果找到这个人，偷偷绑了，不介意打个半死。是，属下明白。管家点头退了出去。洛九离带着心事洗漱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同是大婚前一夜，同是被人陷害，陆明星给萧明玄下药，他被燕听莲用媚术控制，这到底是偶然，还是其中有某些关联？安亲王府的人来过？一大早天没亮就来了，鬼鬼祟祟的，跟见不得人似的。一个巴掌5万两，也不知道安亲王妃能不能记住这个教训。洛九离离开了国公府，跟在暗处的秦武一看，国公府的马车去的是九王府的方向，不禁打了个冷颤。陆二小姐，王爷呢？王爷得皇上旨意出京办事了。出京办事？王爷不会是故意躲我吧？二小姐哪里的话，真是皇上的旨意。王爷天没亮就带着秦颖出京了。这么急？天没亮就离京了？是。那王爷可有给我留话？王爷让属下转告二小姐，请二小姐这几日吃好睡好，不要胡思乱想。看来萧明玄的确知道我心中所想，才会留下这么一句话。可他并没有嘱咐说回来告诉我真相啊。那好吧，我先回府了。恭送二小姐。洛九离回到府曲院，正巧国公夫人也过来寻他。母亲，你出府了？
母亲有事情和你说。徐嬷嬷把手里的小木盒连带着钥匙放在骆九离面前。骆九离看着面前的2样东西，有些疑惑。母亲，这是什么？之前你不是和母亲说过想要开个酒楼吗？这里面是内城临街一个铺面的地契和房契，正巧租房的人家里临时有事退了租子，母亲想着收回来给你开酒楼用，也省得你再到处去找铺子。母亲，内城临街的铺子那可是日进斗金，租房的人说退就退了。徐嬷嬷，你说实话，是人家自愿退的铺面，还是母亲额外给了补偿？二小姐，自从夫人知道二小姐带着春荣去找铺面时，就已经着手收回铺子了。母亲，傻孩子，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你现在吃一堑，长一智，母亲也能放心的把所有的东西交给你了。母亲，那铺子在内城，又是临街，这样贵重，我不能要。母亲还是留着给我大哥、二哥将来娶亲用吧。九儿，你还是在意了胡夫人他们说的话，是吗？二小姐，那些人就是见不得咱们国公府好，何况他们的话就像一根刺，扎得夫人这些日子心神不宁。二小姐又何必把那些话记在心里呢？母亲，我没有在意他们的话。那你就把铺子收下，把酒楼开起来。我要让京城所有的人都看看，谁说合力的女子住在娘家就是不祥了，就是混吃等死了。我一国公府的嫡二小姐，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堂堂正正，比他们那些鸡鸣狗盗之徒强上100倍、1000倍。女儿绝不会让母亲失望。国公夫人终于笑了，手掌轻轻拍在她的脊背上，笑得坦然又放松。翌日清晨，骆九离早早的起来。春荣，我听你好像说起过，张管家的儿子一直跟在账房先生身边。是，叫张问，为人老实本分，夫人对他很放心。你去叫他跟咱们一起出门，顺便介绍张管家。半个时辰后，踩着脚下的青石板路，站在临街的2层店铺跟前。骆九离心潮澎湃。张问开了锁，推开门，里面的装修和其他茶楼大同小异。春荣跟着楼上楼下走了一圈。小姐，再买些桌椅板凳，这酒楼就能开张了。不，拆了，重新装修。拆了？拆了。拆了。我回去画张草图。张问，你负责找工匠装修，装修的费用从我账上出。二小姐，小人恐怕什么？恐怕你不能胜任吗？你要是连店铺装修都不能胜任，那这掌柜的你恐怕也胜任不了。二小姐，是让小人当着铺子的掌柜的，怎么样，能胜任吗？能，小人一定好好干。骆九离笑着点点头，而此时他并不知道，萧明玄和秦颖已经到了100里之外的溧阳军营。秦颖站在营帐外，不知何故，眼皮跳得厉害。今日一大早才到溧阳军营，王爷便一头扎进国公府的营帐，到现在还没有出来。从营帐里传出砰的一声响动，秦颖握着刀柄，提脚就往里冲。滚出去！秦颖不敢说话，只得后退了出去，紧紧守着营帐外。九王爷今日来告诉我这件事，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受我这一掌，让王爷心安理得吗？不，这掌是本王该受的。九王爷，我曾说过，九儿不适合宫门王府，他在你们皇家吃过亏，我不会再让他重蹈覆辙了。本王知道国公爷会阻拦，这是本王今日来见国公爷的原因。一是负荆请罪，二是想要得到国公爷的原谅和同意。至于那件事，燕听莲已死，唯一知道的除了本王的2个心腹，就只有国公爷和本王了。什么？那件事九儿还不知道？以他的聪慧，也瞒不了多长时间。他虽然被燕听莲抹去了那晚的记忆，但他算了，不管怎么说，本王回京后会对他坦白的。但在得到他的原谅的同时，本王也希望能得到国公爷的同意。毕竟他视你们这些亲人为生命，本王不想让他好不容易修复的家庭关系因为本王而再次破裂。国公爷一听，神情有几分松动。身为王爷，他能为九儿想到这些，也的确难能可贵。国公爷一言不发，神情黯淡。萧明雪也没有说话，他知道国公爷在权衡利弊，这个时候唯有安静的等待，才能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也不知过了多久，酒大门外传来操练兵士的呐喊声，国公爷才抬起头。
我只有一句话问九王爷。国公爷请讲。我义国公府与昭王府已然势如水火，如若有那么一天，我的刀剑对准昭王，九王爷又当如何？国公爷与洛九离不愧是妇女，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洛九离也问过本王同样的问题。假如有一天他为了自保杀了昭王，本王会怎么做？本王告诉他杀人我递刀，无论是谁惹到洛九离，就是惹到了本王的孽灵。营帐内空气像是突然间凝结，国公爷背在身后的手掌慢慢松开，眉眼逐渐清明。二小姐，有消息了。东莲，你们先出去准备着。是。东莲和几个小丫鬟出了屋子。说吧。那个赖头男人叫赖八金，是外城的一个盲流子。不过这个人已经死了。死了？怎么回事？具体细节并不是很清楚，我也是在和他厮混的另几个盲流中得知，说是年前腊月12，有人在城外的乱葬岗看到过这个赖八金的尸体。当时天寒地冻，野狗成群，不过几个时辰便尸骨全无了。腊月12，乱葬岗。腊月12正是昭王与他大婚那日。如若那个男人真的是赖八金，他又怎么会死？是谁杀了他？又是谁能悄无声息地把人丢去乱葬岗？怀疑一旦打开了缺口，就像决堤的黄河之水，唯有真相才能把它彻底堵上。二小姐，你怎么了？没事，你去忙吧。是。管家看了一眼，低头垂眉退了出去。母亲怎么来了？也没什么事，就是过几日谢御史家嫡孙满月，办了个满月宴，今日往府里递了请帖，母亲想着让你陪母亲一起去。谢御史，谢良妃的母亲，也是五皇子萧朱晨的外祖家。正是了，谢府递了请帖，咱们义国公府自是不好拒绝。行，那日我陪母亲同去。洛九离应承下来，主动挽着母亲的手，陪着她逛了好一会儿园子，说了好一会儿话，直到日暮西沉。回到福曲院后，秦武正靠在树干上百无聊赖的秦武，脚尖一点落在了院子内。二小姐。洛九离笑意盈盈，把心里的怀疑掩饰得很好。跟我进屋一趟。屋里，洛九离早就点了蜡烛，催眠精油。二小姐，需要属下做什么？去那儿，先帮我把燃制的精油拿过来，小心些，别洒了。这个时代，人们大多都了解各种熏香，但精油却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洛九离敢明目张胆让秦武过去拿精油的原因。秦武的确不认识精油，小心翼翼地拿起盛有水的香炉，放到了洛九离指定的位置。秦武，回头。秦武一回头，心里咯噔一下，可意识却被那一圈又一圈的螺旋吸附住了。不要反抗，坐下。秦武就像没了意识一样，乖乖地坐在了椅子上，闭上眼，放松身体，吸气，呼吸。秦武一言照做，整个身子沉了下去，全身都松弛到了一定的状态。而此时，距离京城界10几路遥的官道上，2匹快马飞驰而过。主子，国公爷真的同意主子和陆二小姐的事了。这次回京跟二小姐说明情况，主子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只是这主仆俩高兴得太早了，他们也低估了一个女人的第六感。随着一声响指，闭着眼的秦武豁然睁开眼。二小姐。他虽然在被催眠的过程中没有意识，但在刚刚转身和睁眼时，他就明白自己这是着了洛九离的道。不用看了，我刚才对你进行了催眠，知道了一些事情。你虽然知道的细节不多，但也足够让我做出判断了。年前腊月，昭王大婚前一晚，陆明心给九王爷下药，而真正为九王解药的人却是我，所以这件事你们都知道，唯独隐瞒了我。二小姐，不是这样的，主子也是最近才知道的。你先出去吧。二小姐，主子出去。秦武一滞，一步一回头的出了屋子。秦武大哥，你怎么了？陈荣，我要是被主子一刀劈了，你可别忘了给我烧纸钱。想他堂堂凌霄阁暗卫营厮杀出来的人，却着了一个女人的道，出卖了主子，说出来都丢人啊！这人莫不是傻了？一天后的傍晚，风尘仆仆赶回来的萧明玄和秦颖也傻了。老大，你说主子会不会劈了我？他被陆二小姐退货回了九王府，他家主子也在义国公府吃了闭门羹。主子劈不劈你我不知道，倒是凌霄阁暗卫营的大门会再次为你敞开的。老大，我不想回炉重造啊！哼。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主子离京时千叮咛万嘱咐，让你千万别靠近福曲院，只在暗中保护洛二小姐的安全就行了。你倒是好，上赶着送人头。现在好了，主子好不容易说服了国公爷，原本打算回京就告诉洛二小姐实情的，被你捷足先登了。你说你……萧明玄含着一张数9寒冬的脸站在书房门口。主子，主子。眼见自家主子走出书房，秦颖和秦武一脸的小心翼翼，跟在笼罩着浓浓一层寒霜的主子身后，走的那叫个如履薄冰。可是越走，两人越是心惊。教场啊，混蛋玩意儿！就是因为你，今晚兄弟们都要跟着陪练。救命啊！你们只是陪练，我可是要被练呀！春荣，小姐到底怎么了？是啊，这都1个时辰没出屋了，也没个动静。这天马上黑了，这黑灯瞎火的，别再出什么事儿啊！我也不知道，小姐把我撵出来，不让我进屋。眼看天色越来越黑，晚上越来越凉，好不容易屋门打开，几人一下子围了上去。春荣，小姐，九儿，你这是怎么了？没事，之前有些事没想通，现在想通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撵走秦武，拒绝见萧明玄，不仅仅是因为那件事。他在屋里一遍遍地问自己，假如自己与萧明玄分道扬镳，形同陌路，他愿意不愿意？答案是不愿意。既然不愿意，为何还要把自己置身痛苦之中？天色太晚了，母亲还是回屋休息吧。可母亲放心不下你呀。母亲，我没事，放心吧。女儿长大了，母亲应该相信女儿能处理好任何事情。母亲相信。徐嬷嬷，扶着母亲回去休息吧。是，二小姐。夫人，咱们回吧，天黑了，二小姐也该休息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九儿，你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你还有母亲、父亲，还有咱们国公府。我知道。国公夫人这才放了心，跟着徐嬷嬷出了福曲院。春荣、东莲，去收拾一下，我要休息了。是，小姐。这一觉，骆九离睡得很不安稳，就跟烙煎饼一样翻来覆去。夫人、二小姐，宫里来人了。谁的人？是凤德夫人的人，说是凤德夫人身体不适，来请二小姐进宫了。你让甘泉宫的人等一下，我去拿药箱。说着便回了福曲院。洛二小姐到宫门口了。骆九离下了马车，静静地跟在了那嬷嬷的身后，跟着嬷嬷穿过了一重又一重的宫门。嬷嬷，凤德夫人在太后处，太后口谕让洛二小姐去长春宫为凤德夫人看诊。洛二小姐，请吧。骆九离攥紧拳头，终于明白刚才在宫外他为何觉得这个嬷嬷奇怪。看来真正请他进宫的不是凤德夫人，而是太后娘娘。也不知过了多久，领头的太监终于在一处宫殿前停下。洛二小姐请稍后，咱家去通报一声。有了。此时的长春宫外只有骆九离和那嬷嬷站在大太阳下。随着时间推移，室外的温度也在逐渐升高。骆九离把手里的药箱放在脚边，到底不是正宫国母，窃取了别人的果实，成为了一国的太后。可这使的手段还真是上不得台面呢。来呀，造作啊，互相伤害啊！骆九离一边在心里哼哼着，一边从骨械空间里挑出一个最小规格的血袋。他不动声色地皱着眉，弯着腰，迅速地把牛血红色涂抹在了手上。洛儿小姐。哎呀，我这好像出状况了！天哪，他那是怎么了？太后只是罚他站着，怎么还站出鼻血了？哎呦，这大太阳又不是冬日里，都是娇滴滴的女子，自是受不住。洛儿小姐，你这是……嬷嬷，我好像流鼻血了啊！没事，就是秋天干燥气热，又经过太阳这一暴晒，身体吃不消了。二小姐，你稍等。说着，扭头进了长春宫。洛儿小姐，太后娘娘请你进去。二位有劳了。骆九离跟着那个嬷嬷和太监进了长春殿。臣女骆九离参见太后娘娘。太后娘娘恕罪，恕臣女不能行礼了。你这是怎么了？哎呦，洛儿小姐，你这是……秋天干燥气热，刚才又在长春宫外被太阳这一暴晒，身体吃不消，流了点鼻血。太阳暴晒，还太后娘娘恕罪，奴才刚刚腹部疼痛难忍，一时内急没忍住，所以才耽误了洛儿小姐进殿。混账东西，这种事你也敢耽搁？滚下去，张嘴30！那太监吓得连连退了下去。
来人，带洛儿小姐下去清洗一下。洛九离倒是没有揭穿太后的谎言，带着假模假式的笑，跟着宫女去清洗了一番。清洗完后，又回到了主殿。九离呀，你身体可有不适？要不让宫人去请太医给你瞧瞧？这两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有劳贵妃娘娘惦记，臣女身体无碍。何况臣女身为医者，此次进宫是奉旨为凤德夫人检查身体。九离，怎么说你曾经也唤本宫一声母妃，我们之间不至于生疏到如此地步。你虽然与莫尔分开了，但你应该明白，之前的那些事并非出自莫尔本意。何况每次莫尔进宫请安，总会提起你们之间的情谊。洛九离这个丫头还真是大胆呐，大胆的让我很是喜欢。就在他想要为洛九离解围时，殿外一道高大的身影快步走了进来。离儿，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昭王，你有病吧？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洛九离，放肆！你可知你在做什么？知道，在躲昭王的咸猪手。母妃，这一切都是本王咎由自取，是本王错把珍珠当榆木，母妃就不要再责备离儿了。昭王，你这种假惺惺深情告白的戏码，还真是让人恶心。离儿，本王知道伤你至深，对不起，本王。哎，虚情假意的人别说对不起，你滚就是最好的道歉。还有，我叫洛九离，你口中的离儿和我没有半分钱关系，你那下贱的深情也别在我面前抒发。洛九离，昭王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你道歉，你也该知道见好就收的道理。老狐狸终于忍不住了，既然太后发话，那臣女就接受昭王的道歉。不过，还请昭王约束自己的言行，别纠缠于臣女，要不然臣女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九离，你真的这样狠心？你当初为了嫁给本王，我那时是瞎了眼，错把榆木当珍珠。不过好在及时止损。当然，说到狠心，我还有比这更狠心的手段。昭王也想试试吗？夫人，凝滞的气氛伴随着荣秋嬷嬷一声恐慌的喊叫被打破。与此同时，九王府内，主子，洛儿小姐出事了。怎么回事？宫里寄出信，太后娘娘以凤德夫人的名义宣洛儿小姐进宫，却冷落二小姐在长春宫外站了1个多时辰，致使二小姐口鼻流血。进宫。秦颖不敢作声，沉默地跟在主子身后出了王府。太后娘娘，凤德夫人心急发作，还请太后娘娘允许臣女护送凤德夫人回甘泉宫。太后自然知道凤德夫人得的是要命的病症，几乎是在洛九离说出话的同时就点头同意了。太后的近身孙嬷嬷上前附在太后耳边小声的耳语了几句，隐隐有九王2个字。带她来长春宫，就说哀家找她有事。是。孙嬷嬷得令，转身离开。你们母子也各自去忙吧。是，臣妾告退。是，孙人告退。胡贵妃和昭王同时离开长春宫。墨儿，你真的决定了？甘泉宫里，几个宫女搀扶着凤德夫人上了床。洛九离正想再给她检查一番，便见凤德夫人已经睁开了眼睛。夫人，洛二小姐，无事，我刚刚一半是真，一半是假。夫人是为了给臣女解围，说是给你解围，倒不如是为了弥补我的过错。平日里我久居甘泉宫，从不与太后走得太近，没想到今日太后竟然亲自派人过来邀请我去长春宫赏菊花。太后邀请，我又不得不从，便带着荣秋去了长春宫。原以为只是赏菊闲聊，没想到在这期间，太后总是有意无意的提到我气色不佳，说是要宣召你进宫。你进了长春宫，被太后冷落在宫外，我竟丝毫不知啊！更没想到，太后让你进宫，竟然存了那种心思。洛儿小姐，
太后回宫，昭王解了禁令，胡贵妃又对你虎视眈眈，以后你出入宫廷千万要小心。像今日之事，如若再遇到，千万不要硬碰硬，适当的服软才是宫中的生存之道。夫人的话，臣女记住了。臣女先给夫人检查身体，何况夫人心急发作，刚刚吃了药，这会儿需要卧床休息，也能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凤德夫人明白骆九离说的是实情，也知道这丫头性子执拗，三言两语并不能改变她什么，便乖乖躺下，乖乖让她检查了一番。与此同时，长春宫外，萧明玄一身黑色织金袍服，气势凌厉地走进了长春宫。太后找本王有事儿。九王，自从宫宴后，你似乎对哀家很是不满，就连说话的态度都大不如前了。太后找本王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吗？你萧明玄，你什么态度？哀家乃是先帝之妻，是当今皇上的母后，是这长宁王朝的太后。你是先帝最小的儿子，是不是该称呼哀家为一声母后？当年本王年纪虽小，但听说父皇只是下旨把当今皇上过继给了太后，并未下旨册立太后为皇后。何况本王曾经也叫过您母后，是太后自己瞧不上本王的出身，为了不亵渎太后尊贵的身份，本王看还是一直称呼太后为好。你，萧明玄，你放肆！本王放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太后不要忘了，本王手里有父皇御赐的丹书铁卷，太后即便是再生本王的气，也只是生气而已。何况您应该知道本王为什么进宫。果然呢，人大分家，树大分支，皇家也不例外。九王建功立业了，也看不上我这个老婆子了。九王进宫，所谓何事啊？骆九离，听说太后宣召他进宫了。义国公夫人见自己女儿迟迟没有回府，有些担心，托本王进宫瞧瞧。是哀家宣召的他，不过半个时辰前，他就已经去了甘泉宫了。萧明玄眉眼含笑，微微抱拳，转身就要往殿外走去。九王，你要知道，骆九离曾是昭王妃。骆九离是本王的救命恩人，至于其他的，就不劳太后费心了。说完这句话，萧明玄面无表情地抬脚离开。启禀夫人，九王爷来了。门外，萧明玄已经大步走了进来。夫人，骆九离可是来过？来过，不过已经出宫了。出宫？何时离开的？一炷香之前，我让荣秋亲自护送她出的宫。奴婢护送洛尔小姐出了东六门，有宫门口接应的太监又护送洛尔小姐出的宫，奴婢怕节外生枝，亲眼看到洛尔小姐无事才返回的。那本王就告辞了。九王爷，荣秋，你把发生在长春宫的事和九王爷说一遍。荣秋嬷嬷点头，原原本本没有丝毫添油加醋的成分，把发生在长春宫的事告诉了萧明玄。昭王好啊，好得很。曾经对骆九离弃之如敝履，现在竟然说出错把珍珠当榆木这样的话，看来昭王的心思不单纯啊。多谢夫人，本王知晓，告辞。萧明玄一刻不停，带着人转身离开了甘泉宫。夫人为何要告诉九王爷这些？知道为什么皇上给了九王这么大的权力，又这么信任他吗？因为皇上与九王爷是亲兄弟。皇上的亲兄弟不是只有九王一个，宣王、贤王、平王还都是皇上的亲生儿子呢。你何时见皇上对他们也亲厚了？奴婢不敢随意揣测圣意。所有亲王皇子中，只有九王一个敢明目张胆的与太后和大司马府作对，因为九王知道皇上心里的苦，也知道皇上曾经遭受过的罪，更知道皇上身上背负的枷锁。他不过是把皇上不能表达的愤怒全都发泄出来罢了。君礼臣忠，父慈子孝，皇上身为天子，除了勤政为民，还要为天下人做出表率，重道德伦理。
何况先帝曾积极推行孝制，帝王尽心孝顺双亲，臣民就会模仿，也会尽心侍奉父母，将孝道推行至天下普通的黎民百姓，人人都遵循孝道并孝行，江山才能够长久地统治下去。太后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才在人前背后散布她与皇上是如何在这宫廷中相依为命的，甚至年年都要去万佛山为国为皇上祈福。可她真的是为皇上祈福吗？夫人为皇上着想已经够委屈了，何苦还要趟这趟浑水啊？不说骆九离救过我的命，就是皇上和九王这些年的不义，我也看在了眼里。我如若再一味地忍让下去，只怕死后都无颜再去见德妃主子了。夫人，江明玄出了宫，直奔义国公府。国公夫人不用多礼，骆九离可是回府了。夫人，王爷，我家二小姐进宫至今尚未回府。骆九离没有回府。九王爷，我女儿在宫里是出了什么事吗？不是，宫里人说骆九离于一炷香之前就已经离宫了，本王这才找过来。至于发生在宫里的事儿，还是暂时不要告诉国公夫人了，以免她担惊受怕。他根本没有回府，何况是宫里的马车接的他。如若他回府，也定是宫里的马车把他送回来才是。如若骆九离没有回府，可是有其他去处？城中的铺子正在装修，虚着。他去那儿了。张管家，快带王爷去铺子。是。张管家哪敢耽搁，带着萧明玄急匆匆出了国公府。九儿一定是在宫里受了委屈，要不然九王爷绝不会这样急匆匆过来。夫人不要急，也许二小姐真的去了铺子呢。张管家带着萧明玄直奔装修的铺子。小的参见九王爷。姐，你家二小姐可有来过铺子？小的今日并未见到二小姐。霎时间，众人都能听到九王爷攥紧手指发出的声响。九王爷，奴才回府禀报，好带人去找我家小姐。秦寅、秦武，主子。秦寅马上秘密带人守住出京的城门，不许放出任何可疑之人。是。秦武去找邢希言，让他立刻来见本王。是。秦寅、秦武同时又各自离开，萧明玄也翻身上马，绝尘而去。而此时国公府里，国公夫人一听到自己女儿也不在铺子，九王派人守住了城门，顿时明白，恐怕他的女儿真出事儿了。张管家，快带着府里所有人去找二小姐。是。张管家前脚刚一出府，国公夫人就支撑不住了。徐嬷嬷，更衣，我要进宫去要人。夫人，这个时候找到二小姐要紧。夫人这会儿进宫，于事无补啊。可我的女儿失踪了，好一个大活人，从宫里出来，怎么就失踪了？她在这京城里没有同床，也不爱好玩乐，明知道我在家里等她，定会快回府的。这么久还没有回来，定是出事了。我现在就是怕，万一九儿被哪个仇家掳去，报复泄愤，后果真是想都不敢想啊！哎呀，夫人，你不要吓自己啊！二小姐现在今非昔比，有能力有手段，定不会吃亏的。你不明白，国公爷在家时就得罪了不少人，九儿又与昭王和离，得罪了太后和胡贵妃，还有那大司马府，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夫人慎言啊，小心隔墙有耳。现在府里的人都派出去找了，九王爷那儿也派人在找。夫人一定要沉住气，如今国公爷不在家，大公子和二公子也离了京，大小姐守着孩子脱不开身。夫人就是咱们国公府的主心骨，夫人要是再乱了分寸，这国公府上下岂不是大乱？何况二小姐的名声要紧，夫人一旦进宫要人，那岂不是告诉所有人二小姐失踪了？这一旦找到了二小姐，或者二小姐平安回来了，岂不是给人递画饼？唉，
宫里的那些人都恨不得看咱们国公府的笑话，夫人万万沉住气啊！你说的对，这个时候沉住气，沉住气。表哥，我说你这是……马上派你的人去监视大司马府和昭王府。出什么大事了吗？表哥是不是应该告诉我实话？洛九离失踪了，本王怀疑与那梁府有关。你的人都是生面孔，让你的人去监视，但是要把罪务严实了，对任何人都不得声张。你是说国公府的洛九离失踪了？洛九离失踪跟表哥有什么关系？表哥有几个什么劲儿啊？萧明玄甩出一把匕首，直奔邢夕颜的面门。表哥，玩笑而已，你居然对我下死手啊！滚！他也敛了嬉皮笑脸，转身大步离去。一顿饭的功夫，昭王府和大司马府外就多了几双眼睛，而九王府、一国公府的人也整整找了大半日，眼看日暮西沉了，也没有找到洛九离的身影。徐嬷嬷，我不能再等了，去拿我的诰命符来，我要进宫。可是夫人，不要再劝了，相较于九儿的名声，我更在意她的命。这个命苦的孩子，他都已经死过一次了。如若这次再出事，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和国公爷交代？正着急呢，守门的在外面来报说九王爷来了。国公夫人一愣，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一身黑色织金袍服的萧明玄已经走了进来。国公夫人，本王有话与您说。你们先出去。王爷，可有我女儿的下落了？没有，不过夫人若是信本王，就不要去宫里。为什么不去宫里？没有皇上的介入，我的女儿还能找回来吗？能，已经等到这个时辰了，夫人万不可打草惊蛇了。若论心急，本王比夫人还要心急如焚。本王已经……秦武一个箭步窜了进来。主子，有消息了。萧明玄紧握着的拳头彻底放松，一步就跨出了屋子。九王爷，放心，本王会把洛九离安全无虞的送回来的。谢谢，谢谢。萧明玄转头快步出了国公府。谁的消息？回主子，是邢公子的消息，昭王离府了。跟着。是。而此时，外城一处杂乱破旧的茅草屋中，洛九离头重脚轻的醒了过来，脑子晕眩，浑身无力发烫。他被人绑架了，被人下药了。这是在短暂的咬痛舌尖血清醒之后，洛九离回忆从宫里出来，到上了马车，到被黑衣人从背后用某种药粉捂住口鼻，再到他昏迷前的全过程。他那样小心谨慎，都着了道。显然，这又是一场筹谋已久的阴谋。你是谁？受命于谁？为何要绑架我？果然呐，你这女人不但冷静，还狡猾得很。你是想拖延时间，还是觉得我真的会回答你的问题啊？不过可惜了，半炷香前你已经吃下了第2粒药丸，现在是不是觉得胸口欲火焚烧啊？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卑鄙！他药效发作了，清醒时的滋味比昏睡时要舒坦得多。你们好好玩吧。说着抬脚就出了茅草屋。瞎眼的狗东西，我是一国公府的第2小姐，动了本小姐，小心我父亲把你们挫骨扬灰。废物，竟然被一个女人吓唬住了！你们要是不敢，趁早滚蛋！我呸！你说你是国公府的嫡小姐，你就是嫡小姐了？你少吓唬我们！我们几个要家没家，要业没业，谁还在乎生死？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别说你是真的国公府的嫡小姐，就算是天王老子的女儿，公主、郡主，今儿个我们哥几个也要爽一爽！给我动手！只听啪的一声，然后就是一个乞丐撕心裂肺的喊叫：“贱货，敬酒不吃吃罚酒！”撕了他的衣服啊！让他趴着，先搜身，万一再有暗器怎么办？这个贱女人手上有东西啊！只听屋外传来马蹄声，然后是白刃相接的声音。为首的乞丐最警醒，还未来得及跑，就见一男人手持冷剑闯了进来，寒剑闪过，几个乞丐被那个男人干脆利落的抹了脖子。洛九离。是昭王，是萧朱墨，怎么会是他？萧朱墨抱住他滚烫的身体，给他解开了绳子。胡冰玉那个极度成性的女人，竟然找乞丐要玷污洛九离，混账东西！乞丐用过的，本王又如何能碰？好在本王来得及时，洛九离还是干净。洛九离不相信萧朱墨会那么好心救自己，双手沾着痒痒粉，摸上了他的脸，脸颊上的痛痒排山倒海的袭来。洛九离，
你手里是什么？双手不由自主地去抓挠自己的脸颊。屋外又响起了打斗声，几乎是在瞬间，一道高大的身影飞奔了进来。洛九离整个人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丽儿，我来了。他要等的人来了，这个男人终于来了。萧明玄看看满地的乞丐尸体和一旁痛痒难耐的昭王，眼底血红一片。九皇叔，是我救的他。萧明玄一个打横抱起洛九离，把这些乞丐曝尸3日，一寸一寸的肉都喂了野狗。是。萧明玄抱着怀里的洛九离，大步出了屋子。对不起，我应该早些去找你的。痒痒粉。萧明玄知道痒痒粉是什么，拿过瓷瓶打开，把一粒解药放在他口中。伴随着痒痒粉的药效散去，洛九离已经不能保持清醒，一个劲儿的往萧明玄怀里钻，甚至主动擒住了他的唇。丽儿，你……王爷不愿意当我的解药？我愿意。心心念念的人就在自己怀里，他怎么会不愿意？只是他答应了国公夫人要把洛九离安全送回去，可现下回九王府，回府，快！赶车的秦武闻言，策马扬鞭，驾着马车，没命地朝着九王府而去。九王府里，大夫给洛九离把了脉，皱着眉，垂着眼，瞧那模样，说不出的为难。说他中的是什么药？2种药，一种是软精散，倒是好解；只是另一种并非常见，乃是南边传进来的一种秘药。千不谣。那大夫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管家送客。是。管家带着大夫出了府，顺便还敲打了一句。大夫自然知晓，收了足量的银子，哪里敢停留，逃也似的跑了。萧明玄抱着洛九离就进了屋，而洛九离神志早已经不清，只依靠着本能，主动的环上，紧紧搂住萧明玄的脖颈。一时间，尚有理智的萧明玄也毫无理智了。千步谣能够缓解，可两人互相轻许的心意，却有着百转千长的柔情。第二日，日上三竿，洛九离睁开双眸，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再熟悉不过的俊脸，低头在他唇边吻了吻。王爷，萧明玄忽然眼睑一动，伸手便把他抱到自己的身上。别动了，一大早上如此诱惑我，可想的后果。王爷，天亮了，你饿不饿啊？这个女人难道不知道她说的话是有多暧昧，都让我心猿意马吗？故意的，她绝对是故意的。哥，美食当前，还是极品佳肴，当然饿。王爷，我说的饿不是这个，我是肚子饿。从昨天到现在，我只吃了1顿饭。主子。过了好半天，屋里寂静一片。主子，秦颖最是知道分寸的人，快去吧，肯定是急事。等着，我让厨房去准备饭菜，你洗漱一下。房门打开。什么事儿？去书房。主仆二人一前一后往书房走去。屋内，洛九离舒舒服服的洗了个热水澡，洛九离又换了身干净的衣服。二小姐，饭菜已经准备好了。昨晚之前，洛九离只是一国公府的第2小姐，但昨晚之后，洛九离就是这九王府里的女主子了。管家，王爷呢？我在这儿呢。秦颖找你，可有急事？若是有急事，不必陪我吃饭，你去忙吧。无事，皇上宣诏，但不急，待吃了饭再进宫。皇上宣诏还不急？洛九离对这个理由表示接受，没有拆穿他刻意陪他吃饭的举动。一会儿吃完饭，我派人送你回府。国公夫人那儿我没敢如实相告，待出宫后，我会亲自登门负荆请罪的。为何要负荆请罪？如若你我已成亲，我自然就不用负荆请罪了。切，不知羞的！一旁管家识趣的早已带着所有下人丫鬟出了花厅。经过一夜，你似乎更漂亮了。好好说话，再动手动脚，我就废了你！该死的，这姿势太容易让人脸红了。怎么废我？像昨晚那样，还是像你父亲那样给我一掌？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时候见过我父亲？10日前，你一直不听我解释，索性趁着今日，我便把所有真相都告诉你，也免得你胡思乱想。我并不是奉旨离京，而是私下去了溧阳军营，见了你父亲。洛九离没说话，似乎明白了什么。萧明玄见他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便把在溧阳军营与国公爷之间的对话说给了洛九离听。丽儿，我本想从溧阳回来后，便直接去国公府找你，告诉你所有的真相。可是你，关于真相，我也是在引出燕听莲那次才得知的。本来是下定决心要告诉你，但每次要说出口时，总是有各种状况发生。
尤其是在胡贵妃、大司马和太后回京后，各种针对你和国公府的阴谋诡计层出不穷。为了你的安全，为了国公府的安全，我只得先暂时隐瞒下这件事的存在。当初你为什么不找我？那晚之后，我便离京了，私下也派人去找过，只是谁也不曾想到，为我解了千步谣的人会是你。何况你被燕听莲抹去了记忆，被关进了昭王府的冷院，国公府的人也全然不知。那个赖头男人又被我一掌拍死，所有的线索都断了。所以，丽儿，现在你能原谅我了吗？怎么，我要是不原谅你，你是不是就会放弃我，去找别的女人？不会，你也看到了，九王府后院除了你一个女人，干干净净。那些丫鬟不是女人吗？萧明玄一揖，顿时无言以对。傻子，我如若没有原谅你，又怎么可能拼尽全力忍到你去救我？萧明玄胸腔溢满喜悦，两个人紧紧相拥，却又出其默契的，谁也没有去提那个孩子的事。那死去的孩子是两个人都不敢触碰的底线。关于千步谣，当初陆明星给你下的药也是千步谣，你觉得两者之间可有联系？你怀疑陆明星是被人利用的？我不知道，因为只是猜测，毕竟陆明星身为郡主，也是有手段能得到这种秘药的。这件事我会派人去查的。好，还有一件事，昨日我出宫上了马车后，是被一个武功高强的黑人先用软金散迷晕的，在外城茅草屋醒来后，也是那个黑衣人第一个出现的。你那人的身手和武功，恐怕萧朱墨的人不是对手。你们是随后到的，可有见到那黑衣人的身影？黑衣人？秦颖，主子，昨晚斩杀的那些人当中，可有一个黑衣人？那些人都是昭王府的侍卫，并没有黑衣人。你确定死去的那些人当中没有黑衣人？没有。看来在没有证据能证明幕后之人到底是谁的情况下，这个黑衣人是唯一的突破口了。有没有可能那个黑衣人就是昭王的人？那个黑衣人应该不是萧朱墨的人，但和大司马府，确切的说和胡冰玉应该会有关系。你为何这么肯定？胡冰玉因爱生恨，因妒生怨，除了他，只怕也没有别人会那样想让我屈辱的死。至于萧朱墨，他对我存了那种心思，如若那个黑衣人真是他的人，他应该不会在明知给我下了千步谣的情况下，给那些乞丐下达那种命令。主子这是吃味儿了。洛尔小姐也是，便是知道昭王对她存了那种心思，何苦在主子面前提及啊？秦颖没有找到地缝，只能悄没声的偷偷退出了花厅。王爷，王爷是天上的云，他是地上的泥；王爷是皓月，他是萤火。萤火之光岂能与皓月争辉？我从前是瞎了眼，现在我眼明心净，岂有放弃皓月而去追逐萤火的道理？萧明玄一震，蓦地抬头看他，随之而来是他仰起头，吻上了他的唇。我觉得没有什么表达方式比言语和行动更有说服力。我更喜欢你的行动，一次怎么够啊？王爷，你傲娇啦，咱们再谈正事儿。放心，他跑不了。王爷是说那个黑衣人，只怕他早已出了城，再抓到难于上青天。他未见能出城。昨日自知道你失踪后，我便派人在内外城门楼子那儿布防了。出入城门的人要历经4道审查，还有昭王府、大司马府也派人逐一监视。如果那个黑衣人真是大司马府的人，萧明玄突然止住话，似乎又想到了什么。秦颖，马上派人监视重阳侯府。是。秦颖应了一声，马不停蹄带人出了府。王爷怀疑这里也有重阳侯的事。重阳侯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太后和大司马不好办的阴私事儿都经由他手。你觉得知春阁一事他会善罢甘休？洛九离一时语塞，昭王府、大司马府、安亲王府，现在又来了个重阳侯府，他这招黑的体质也是前无古人了。好在老天爷还送了九王府这棵好乘凉的大树，所以不去操这个心了。安安静静的吃过饭后，在萧明玄的陪同下出了九王府的大门。王爷，这是要干嘛？王爷，我是回家，不是去打仗。我知道你回家。王爷，谢谢你对我这么好，只是这护卫的人太多了，未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也为了方便，我留下那2个侍女和秦武。好，听你的。随即一摆手，2个黑衣侍卫带着一排护卫退到两旁。奴婢男主参见主子。从今以后，他们就是你的贴身护卫，你就是他们的主子，任何事他们都会以你马首是瞻的。王爷，那我先回府了，你也快进宫面圣。
好。看着马车浩浩荡荡的离开九王府，前一秒还温柔至极的男人，一个转身，眼底冷汗一片。秦颖，人都抓到了吗？主子，这件事情发酵的厉害，一大早上的时间，外面传的是沸沸扬扬，那些普通百姓人云亦云，如若都抓起来，恐怕刑部和大理寺的监牢都不够关的。更何况又全都是对陆二小姐不利的谣传，属下怀疑是有人在背后故意散布。那就杀一儆百，本王的女人还轮不到他们来知会。是。国公府外的守卫看到自家二小姐从九王府的马车上下来，眼睛瞪得老大。二小姐回来了。我回来很奇怪吗？不奇怪。我母亲呢？回二小姐话，夫人正在前厅。好。母亲，九儿，女儿让母亲担心了。无事，你能平安回来就好。张管家呢？管家去铺子帮忙了。母亲不问问我昨天出了什么事，去了哪儿，可有危险？晚上宿在哪儿？国公夫人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反问镇住了，心沉坠的像灌满了巨石，张了张嘴，正待要说话。母女二人俱是一惊，同时起身往府外走去。眼见那母女二人从府内走出，老夫人眼里冒着火星，一个箭步就要窜上去。大胆！国公府门前，岂容你撒野！刘佑宁，你也有今日啊！你不是自视清高吗？你不是不合流俗吗？你身为国公夫人，你看不起我这个嫡姐，我身处险境，你也视而不见，我呸！现在好了，报应啊！你的女儿骆九离，堂堂一国公府的嫡二小姐，先被休弃，后被歹人掳走，被下了媚药，沦为那些乞丐的胯下玩。大胆贱妇，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羞辱我家主子！这骆家二小姐昨晚果真被歹人掠走了。可不是嘛，这一大早上就没有消停，到处都在传说这骆二小姐不但被歹人掠走，还被下了那种药。你们没有瞧见吗？外城城门楼子那儿有几个乞丐被九王下令暴尸3日。放你娘的屁！我家主子清清白白，你们再敢胡说八道，小心我抽得你们满地找牙！滚，都给我滚一边去！你我同出一脉，没想到大姐姐心思竟然如此歹毒。你如何骂我，我尚且受着，可你竟用这种污言秽语羞辱我女儿的清白，你简直枉为人！呸！亏当初我家主母那样帮扶你，没想到最后竟然忙了一个白眼狼，一个不知感恩的畜生！哎呦，帮扶？我呸！自从父母死后，你何时帮扶过我？你不过是仰仗着国公夫人的尊荣，在我面前显摆，跟我耀武扬威罢了。还有骆九离，你个千人骑万人压不要脸的小妖精，勾引完昭王，又勾引九王。要不是你，要不是九王从中作梗，我侍郎府何至于一败涂地？我的夫君何至于囚禁狱中？我唯一的儿子就是死在你手里的，小贱人，是你杀了我儿子！你说是我杀了你儿子？这一巴掌是替我母亲打你，你忘恩负义，以怨报德，不仁。这第2巴掌是替我祖父祖母打你，你不中天伦，不通人情，不义。这第3巴掌是我自己打你，你满嘴喷粪，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污蔑我的清誉。你夫君孙侍郎囚禁狱中，是因为他贪墨腐败，皇上亲自朱笔御批，3法司会审查证的结果。你说是我杀的你儿子？你可知你儿子曾经当街刺杀于我，刺杀不成，又被人利用进宫行凶。我估计这2件事你也有参与吧？甚至你儿子被重阳侯斩杀，你也是知道的吧？骆九离这个贱人，他怎么知道的？他竟然知道！哼，你果然知道。你不敢去找镇主闹，倒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来我一国公府闹。你说我母亲自视清高，不合流俗，对我母亲充满敌意，无非就是我母亲嫁得比你好，过得比你好，你嫉妒憎恶，搬弄是非，真当我不知道？随即又是一连4个大嘴巴落下，打得孙夫人嘴角流血，脸颊肿胀，脚下踉跄，几乎要昏厥过去。还有，是谁告诉你我被人掳走了？是谁让你散布的谣传？你国公府仗势欺人！哼，您都敢来我国公府门口闹事，你还怕什么仗势欺人？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是谁告诉的你我被人掳走了？是谁让你散布的谣传？呸！
你以为你是谁？不过就是个下作的小娼夫，不要脸的臭婊！你不说我也能猜到是昭王还是胡冰玉。孙夫人在听到昭王时，神情并未有太大的变化，但在听到胡冰玉时，下颚下垂，瞳孔张大，眼睑和眉毛微抬。哼，果然是胡冰玉，是胡冰玉把孙婷的死栽赃嫁祸给了我，再利用你散布对我不利的谣传。孙夫人惊讶，她不懂自己一没说话，二没做动作，洛九离怎么还知道是胡冰玉？你们母子啊，愚不可及，被人利用尚不自知。看在我母亲的份上，我给你一次机会，你可愿意作为证人替我指证胡冰玉？我呸！你算什么东西？杀人凶手，不要脸的小娼妇！你有什么资格来指使我？徐嬷嬷，带我母亲回府。是，夫人，让二小姐处理吧。何况二小姐坐着九王府的马车，带着2个武功高强的侍女回府，还不足以说明什么吗？今日就是二小姐把这京城的天捅出一个窟窿来，也有个高的那位顶着。唉，国公夫人叹了口气，在徐嬷嬷的搀扶下进了府。男主拔了他的舌头。主子，奴婢有胜人的手段，定能让他老老实实出面指证。不用，他认定是我杀了他儿子，这样两面三刀的人，便是到了御前指证，他也敢临时反水，留着也是个祸患。孙夫人，他们利用你来毁我清誉，散布谣传，一是你的确是个好骗的傻子，二是你是我母亲的亲姐姐，他们知道我母亲心善，顾念亲情，不会对你动手。可他们忘了，我洛九离早已不是从前那个任人宰割的洛九离。你骂我的那些话，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不但还给你，还送你一份大礼，让你这辈子、下辈子有口难言，有嘴难说，再不能毁谤污蔑别人。男主，动手。是。男主就喜欢做这种事儿，早早的就捏碎了孙夫人的下颚，敌手寒光一闪，凄厉的惨叫声和吐着血水的孙夫人几乎痛得晕厥过去。诸位，孙夫人就是诸位的前车之鉴，今日、明日、往后的每一日，你们谁要是再敢胡乱污蔑我，污蔑我一国公府，我就拔了他的舌头；再胡乱指认，我就剁掉他的手脚；敢瞪眼睛乱哼气，我就割掉他的鼻子，挖了他的眼珠子，拿他做人质，让他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围观人群纷纷色变，没有人敢再说话了。一场闹剧闹哄哄登场，乱糟糟谢幕。因为见了血，放了狠话，散布在街头巷尾的谣传也渐渐有了平息的苗头。而此时长春宫内，姑母，九王去了养心殿，必然会和皇上说昨日的事。闭嘴！墨儿现在如何了？太医也只能暂时控制住他身上的痛痒，为了防止被自己抓伤，他让府里人用绳子把自己绑了起来。姑母，为何非要是洛九离？自从墨儿与他和离后，不知在他身上吃了多少次亏，我实在看不上他。这满京城的权贵之女，哪一个也不比洛九离的身份差。姑母为何非让墨儿？这满京城哪个权贵之女是先医灵虚子的弟子？又有哪个权贵之女能让九王为她出头，能自由出入九王府？你呀，目光短浅。可是听说昨晚他宿在了九王府，我就怕他与九王。如若真是如此，那可真是为他人做假衣裳。一时殿内气氛静得近乎死寂。太后，养心殿那儿，皇上连齐公公都请了出来。唉，这天儿啊，越发的凉了。启禀太后，明日就到寒露节气了。不用太急，派人去盯着。遵旨。内侍转身出了正殿。太后，安亲王和安亲王妃求见。养心殿内，你再给朕说一遍。臣弟说，请皇上赐给臣弟一块免死金牌。你以为免死金牌是挂在身上的玉佩呀？说赐给就赐给。何况你手里不是有一块丹书铁券吗？丹书铁券传女无穷，比那只有3次救命机会的免死金牌岂不是更享用？皇兄明知道父皇赐我丹书铁券是为了保皇兄，当年臣弟可是在父皇面前发过毒誓的，辅佐皇兄登上帝位，待江山稳固就远离朝堂。
停！为了一块免死金牌，连父皇都搬出来了，你可真是出息！说吧，朕要听实话。这块免死金牌是臣弟为洛九离求的，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外面的传闻都是真的？那皇兄可知道昨日宫外发生了什么？今日一早才听闻，所以你与洛九离……皇兄，洛九离已经是臣弟的女人了。你25年挑挑拣拣就选中了她，你不会忘了，她曾经可是你的侄媳妇儿。她与昭王早就和离了，现在没有任何关系。皇上闻此，无奈地揉了揉眉心，好半晌才缓过劲儿来。异国公府可有人出城？暂时无人。你查到了？就看皇兄的意思。这也是萧明玄此次进宫的原因。他明白，皇上即便知道真相，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动手。皇权需要稳固，朝堂需要平衡，根深蒂固的世家大族不动则已，一动就要连根拔起，永绝后患。何况这个时候边疆又逢多事之秋。拿走，让他看看后面那9个字。皇兄，这件事儿总要有人为此负责的。你一个间接受益者，还有脸让别人负责？你现在该担心的是外面的风言风语。怎么说他清白隐失？臣弟会带他离开京城，皇兄不必思虑其他事了。这句话深意大不同，一是他不在乎，二是皇上也不必害怕九王府拉拢异国公府，成为京城新兴权贵。没有朕的允许，你想躲清闲，美的你啊！然后打开木盒子一看，是领兵的虎符。臣弟才清闲2年，这玩意儿皇兄还是给别人吧。明日朕就赐洛九离为郡主，再召集全京城的青年才俊、侯爷世子们，举办一场相亲宴。九儿，你打算如何处理他？留他一命还有用处。国公夫人点点头，没再继续问下去。那2个侍女是九王爷送来保护我的。果然，你昨晚也在九王府。母亲，女儿可能要食言了。你真的打算和九王爷？昨天我被掠走，被下药，在外城那间破茅草屋内，我拼死搏杀，甚至在身处绝望时，想到唯一一个能让我心甘情愿等着的人，就是他。母亲可以放下成见，可你父亲那关只怕难过呀。父亲那儿，夫人，二小姐，宫里宣召，宫里这个时候宣召二小姐，恐怕不是好事儿啊。谁的旨意？皇上宣召二小姐进宫。好，我即刻就来。不行，我要陪你进宫。母亲，你冷静些，没有皇上宣召，外臣家眷一律不得私自进宫。何况九王爷也在宫中，女儿不会有事的。冷静下来的国公夫人忐忑不安地把人送走，便忙不迭叫来管家，想办法去打探。洛二小姐，皇上宣召。洛九离点头，跟在宫人身后进了殿内。臣女洛九离参见皇上，参见太后娘娘。洛九离，朕宣你来是为了昭王和西云郡主的事。皇上恕罪，臣女不知何事。西云郡主和昭王得了奇怪的病症，希望你顾全大局，给他们2人诊治开药。这可真是活久见了。他还以为皇上宣旨召他进宫，是为了昨天他失踪被掠走的事情，没成想一句话都没问，就是让他去给陆西云和萧朱墨看诊。皇上金口，臣女自当尽心竭力。好，只是臣女不知西云郡主和昭王爷得的是什么病症，最好还是提前知晓病情，也好对症下药。昭王爷与西云的病症大同小异，只是西云略微严重，除了浑身瘙痒，还起了红疹。大夫和太医都看过，只能缓解，却无法根除。呀，起了红疹，不会是传染病吗？洛九离，西云和昭王得的是什么病症，你心里最清楚。殿前失仪，胡言乱语，扰乱军心，按照军法可是要处死的。哼，什么叫我最清楚？安亲王的意思是，昭王和西云郡主生病和我有关，捉贼捉赃，安亲王拿不出证据来，就是污蔑。倒是安亲王你句句陷阱，恨不能当场弄死我。不要觉得我爹没在京城，我异国公府就是好欺负的。你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跟我一个小辈一般见识，真是白吃了几年的米饭。皇上，安亲王如此污蔑臣女，若是臣女还去给西云郡主看诊，无事还则罢了，一旦出现意外，那臣女就是有9条命也不够安亲王砍的。所以还请皇上收回臣命吧。
九离呀，安亲王和王妃也是爱女心切，你身为子女，应该能明白父母对子女的舐犊之情。本宫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以前的事无论对错，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何况皇上金口玉言，哪有随便收回去的道理？贵妃娘娘说的是，上次在宫宴前，我曾与各家小姐夫人们说过，我因祸得福，得先医灵虚子收为门外弟子。谁家要是有个疑难杂症，可以找我上门诊治，不过出诊费稍微高点，500两。所以安亲王府和昭王府应该不会在乎这500两吧？堂堂一国公府的嫡儿小姐，张口闭口就是钱，可真是丢份儿。放心，出诊费自然1分不少。那就好。出了宫门，回府的马车里，带我回府换身衣服，陪你一起去。王爷，你跟我说实话，皇上怎么对昨日发生的事只字未提？还有太后和胡贵妃，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我被掳走，大家为何都沉默于这件事？这是我在皇上那儿给你求来的。什么？这是免死金牌？免死金牌，看看背面。背面，所谓免死，除造反大逆。只要不是谋反大逆之罪，免死金牌可保你3次性命无虞。我明白，毕竟生死还是要看皇上。你虽年纪小，但能看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你比别人不同了。王爷是答应了皇上什么要求吗？为什么要千方百计给我弄一块免死金牌？这东西又不是批量生产，皇上绝不会那么轻易送给王爷的。你快告诉我，要不然我心里不安。别急，我本就没想过要隐瞒你。昨日皇上收到边疆的信报，三南国已经在边境大幅增兵，皇上找我谈过，如若开战，希望我领兵出征。但如若我出征了，不在你身边，这京城里的妖魔鬼怪恐怕又开始横行无忌。为了你的安全，我才跟皇上求了这块免死金牌的。你都已经上交兵符了，这京城里的亲王将军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要让你去边疆？丽儿，你这样紧张我。放心，这只是最坏的打算。过2日，皇上会派先遣使臣前往边疆和谈，若和谈成功，也许会避免战争的。那我父亲和大哥也会去吗？暂时未知，再过1月就该入冬了。古有6腊不兴兵的说法，三南国不会少到数9寒冬行军作战的。真的？如若这样的话，咱们还有很多准备的空间。准备什么？很多，比如准备伤药，准备暗器，准备轻装上阵的工具，很多很多。最重要的是他身上的咒术，要想办法给他解开。你在想什么？没什么，我在想皇上给这块免死金牌的用意，仅仅是因为你要领兵出征。还有，我昨晚中了药，宿在了9王府，以皇上的耳目，应该也知晓了吧？要不然今日皇上怎对这件事只字未提？刚刚离宫时，我总感觉皇上看我的眼神和平日里看我的眼神有些不大一样。洛九离自顾自地说着，根本没有看到萧明玄眼底那丝狡黠和唇角勾起的柔和笑意。回到9王府，南竹拿着药箱也赶了过来。可有和我母亲交代清楚？夫人说，只要主子没事儿，夫人就放心了。洛九离点点头。萧明玄已经换了衣服走了出来。先去哪儿？先去安亲王府。门口的管家一听，转身就去备车。半个时辰后，9王府的马车到了安亲王府府邸。微臣参见9王爷。本王奉皇上旨意，陪同洛九离给西云郡主看着，你们前面带路吧。是。萧明玄和洛九离在安亲王和安亲王妃的带领下进了西云阁。滚！没用的贱婢，你们都给本郡主滚出去！放开我！你们好大的胆子！放开本郡主！要死我了！我命令你们放手！放手！我不要杀了你们！郡主，王妃再三叮嘱，万不能让郡主再抓挠了，要不然破了相就难能恢复了。9王爷，小女缠绵病榻，容貌不宜见人。前厅已经备好茶水，还请王爷歇息片刻。你安亲王府的茶水，本王无福消受。本王在院子等。南青、南竹护送洛二小姐进屋。是。王妃，请前面带路吧。洛二小姐，请。洛九离，怎么是你？你来我安亲王府干嘛？你是来笑话我的吗？你个心肠歹毒的女人！你滚！你给本郡主滚！洛九离身后的南竹一听，暴脾气就上来，攥着拳头就要往陆袭云脸上招呼。南竹，住手！
陆希云，我是奉皇上旨意来给你看诊的，但现在看来这一趟我是白跑了。既然西云郡主对我有如此大的恶意，我看还是算了吧。说着，带着南星和南竹转身就要走。洛儿小姐，请留步，是本妃疏于对着孩子管教，西云还小不懂事，有得罪你的地方，你千万别放心上。更何况上有皇上的旨意，安亲王府和二小姐都不想抗旨不遵。西云，洛儿小姐的确是奉了皇上的旨意来给你看诊的，是我和你父亲昨日特地进宫求了圣旨。这个时候你万万不要耍小孩子脾气，要不然脸上留了疤痕，毁了容，你这一辈子难不成也要青灯古佛呀？难道之前安亲王妃没有做好陆希云的工作，为何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些话？洛九离，你真的是奉皇上旨意来给我看诊的？我向你道歉，之前的事是我错了，只求你能救救我，我不想脸上留疤，不想毁容。退后，南星，伤了他不好和皇上交代。是，主子。陆希云，想要恢复以前的容貌，我劝你最好老老实实的。洛九离，你要我干什么你说，只要能让我变回以前的样子，我都听你的。哼，西云郡主倒是能屈能伸，坐下吧，我先给你看看脸。陆希云全当听不见他的嘲讽，快速又听话的坐好。这是什么鬼东西啊？啊，这是太医开的方子，能缓解郡主脸上的痒痛。擦了？怎么刚刚还说什么都听我的，这么一会儿就开始违心了？嬷嬷，擦了。老嬷嬷有些心疼，但哪里还敢再说什么，把那些淡褐色的膏状物擦了个干净。你这是过敏了。过敏？什么是过敏？我解释再清楚你也不会明白，但你只要知道，过敏严重者不但会让你毁容，还会要你的命。洛儿小姐，怎么办？可有对症的药方？有，不过这药方里需要的珍贵药材不少，不知道安亲王妃舍不舍得给郡主用。狡猾如虎，奸刁如狼，真是个不要脸的小贱人。还请洛儿小姐写药方。得，我写个药方，赶紧派人去抓药。洛九离起身去写药方。安亲王妃看了一眼瑟瑟发抖的陆希云，恨恨地转身出了房间。一副药方，洛九离洋洋洒洒写了一大张。安亲王拿着药方，真怕自己一时控制不住，一掌拍死洛九离。什么样的病症需要天山雪莲、人参这样的珍贵药材？这哪里是解药，这明摆着就是趁火打劫。来人，马上去把药找齐。是。萧明玄岿然不动。对于坑安亲王这件事，他没有任何意见，反而觉得洛九离药方子写的太保守，大胆写大胆坑，有他在怕啥？洛二小姐，药材准备妥当了，是不是能给西云解药了？药材准备妥当，我还需要配制熬药，大概得半个时辰左右。那就有劳洛二小姐了。好说，还有劳九王爷再等上半个时辰。本王不急。洛九离行了礼，进了之前准备好的空房间，看着桌子上堆的满满当当的药材，洛九离心情大好的把所有珍贵药材收到了古界空间里，然后把一些普通药材拿出去给南星。南星，你亲自去守着。是。主子，药熬好了，这些是药渣子，属下也拿了回来。洛九离笑着点头，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抗过敏药和痒痒粉的解药，一股脑全倒进了温补的汤药里。去吧，给西云郡主端过去。是。南星全当看不见主子刚才的动作，一脸淡漠的端着汤药去了陆希云的屋里。陆希云端着药碗，几乎没有犹豫的喝了下去。洛九离，不是药到病除吗？我脸上怎么还会有红疹？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只是女医，又不是神仙，已经解了你的痛痒，免除了你毁容的可能。别太贪心了，每日2次涂抹在脸上，2天后红疹自会消除。说完，带着南星、南竹转身出了屋子。洛九离，都是你，全都是因为你，是你把我害成这个样的，这个仇我早晚要报回来。怎么样了？郡主身子骨弱，再恢复2日就能彻底见人了。那就回宫复命。是。两人你一句我一语，在安亲王的恭送下离开了安亲王府。王爷，这个小贱人是故意的，他摆明了是要和我们安亲王府作对。你能拿他怎么办？激登文谷，闹和离，大昭王，对太后出言不逊，阻拦大司马，对本王用暗器，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一件都足以要了他的命。可他依旧好好的活到现在，为什么？你以为这是他一个小小贵女就能单打独斗干出来的事儿吗？王爷的意思是？本王的意思，官府门，本王身体不适，暂时不宜会客。
王爷，我发现一件让我很疑惑的事。什么事儿？我发现陆希云对安亲王妃似乎不大亲密。在宫门口那晚，陆希云只叫了安亲王父亲。今日他宁可躲在一个老嬷嬷怀里，我也没有听他叫过安亲王妃一声母亲，这可真是怪了。有什么好奇怪的？王爷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啊？因为现在的安亲王妃是安亲王续弦过来的，是原安亲王妃的本家堂妹。什么？那陆明星和陆希云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王爷，我再多嘴问一句，那安亲王妃可有自己的儿女？我瞧着你坑安亲王那么多珍贵药材的时候都没有这样激动，怎么一说起人家后院的事儿，你就跟个小狐狸一样两眼放光了？跟老狐狸你学的。本王很老吗？不老不老，王爷英明神武，风流倜傥，翩翩如玉，谁敢说老？王爷亲也亲了，夸也夸了，该告诉我了吧？那安亲王妃还生有一儿一女？我就知道，我的第六感最是灵验的。唉，没良心的小狐狸，翻脸不认人。马车停在昭王府门口。主子，二小姐，昭王府到了。王爷淡定，看我怎么坑他。这女人越发放肆了。两人一前一后，在昭王府管家的引领下进了府里。臣女洛九离奉皇上之命前来给昭王看诊。萧朱墨眼神阴郁，浑身透着刺骨的寒意，没有动也没有说话。尤其是看到他身后的萧明玄，以及萧明玄毫不掩饰地拉着他的手腕走进前厅时，整张脸都绿了。侄儿参见九皇叔。萧明玄对萧朱墨的行礼问安充耳不闻，拉着洛九离坐在他对面。洛二小姐，皇上让你来给昭王看诊，你可有看出昭王得的是什么病症啊？洛九离坐在椅子上，忍着心里的嫌恶，在萧朱墨脸上看了一眼。回禀王爷，昭王得的是毒疹，恐怕会有传染的可能。洛九离，你胡说八道什么？本王到底为何如此？你心里清楚。什么毒疹？你少在这血口喷人。昭王似乎记性不大好，我来给昭王看诊，可是太后娘娘和胡贵妃跟皇上求来的，是皇上下的旨意。如若没有皇上的旨意，你以为我愿意登门昭王府这个破地方？何况我是女医，是仙医灵虚子的弟子。我说昭王得的是毒疹，他就是毒疹；我说他传染，他就会传染。要不然，我让昭王看看我的手段。洛九离，你个贱！放肆！昭王，你别忘了，无论什么病症，一旦有传染的可能，别说你是皇子王爷，就算是太后、皇后，都要被带离皇宫，关到郊外的别院去。九皇叔，侄儿做事有失稳妥，还请皇叔看在侄儿年纪尚小，不懂事的份上，请皇叔莫要与侄儿一般计较。你该道歉的不是本王，陆二小姐，本王多有失言，还请陆二小姐高抬贵手。昭王言重，我刚才说的是恐怕会有传染的可能，但不一定就会传染。哼，原来如此，吓了本王一跳。既然陆二小姐不诊脉就能看出病症，那还请陆二小姐给本王开个药方，本王按时吃药，争取早日康复。毕竟二小姐是仙医灵虚子的弟子，有神手父皇嘱托，开的药也定能药到病去。昭王开口，臣女怎敢不用心竭力？只是昭王这病症需要的稀有药材颇多，不知道王爷能不能吃得起啊？毕竟这昭王府瞧着大不如前呢。请陆二小姐开药方。洛九离自己从药箱里拿出纸笔，刷刷刷挥洒豪情。最后的最后，落笔处，洛九离又添了一味药——玄虫血自愈。萧明玄在看到玄虫血自愈时，眼底闪过一抹不动声色的复杂。昭王爷，这是药方，越快越好。所有药齐全了，我还需要配制解药。马上去准备。是。昭王爷，药备齐了，送到义国公府。配置好了解药，我会派人送过来。九皇叔留步，侄儿想和九皇叔说句话。王爷，我去院里等。说着，带着南竹、南星出了前厅。然而他刚走到院子，就看到一个穿着淡粉色衣裙的女人，弱柳扶风，袅袅婷婷地走了过来。这位小姐，你是谁？离我们主子远点！你们俩退后，我对她还挺感兴趣。哼，有意思了。这位姑娘是昭王的什么人？小姐又是谁？我是义国公府的。义国公府？你是不是洛二小姐？这京城里的女人怎么回事？我还没动手呢，就这么弱不禁风，被你们俩吓的。退后点儿。南星男主只觉得莫名其妙啊，这路数有点懵。这位姑娘，你跪我干什么？快起来！洛二小姐，你既然跟王爷和离了，为何还要回王府？
不要再给王爷留下念想，给我们这些侍妾一条活路吧。神经病吧你，对宅斗都坏了脑子。自从王爷解了情蛊和媚术后，知道自己是被人利用后，才彻底看清楚自己的心。这几个月来，王爷日日思念二小姐成疾，明白他最爱的依旧是二小姐，还在书房画了很多二小姐的画像，每日看着二小姐的画像寝食难安，对我们这些侍妾同房视而不见。这些日子，王爷好不容易有所改变，可昨晚，当王爷得知二小姐出事后，还是义无反顾地出府去寻找二小姐。妾身知道，妾身出身家世都比不得二小姐，可二小姐既然与王爷和离了，就该断个彻底，为什么就不能给妾身留一条活路？二小姐是异国公府的嫡小姐，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为何还怕占着王爷不放？你给我闭嘴！你当那个渣男是块宝，在我眼里，他连我家茅厕的石头都不如。你愿意和他臭，就臭到一块去，别来恶心我。你骂王爷，你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王爷不要的弃妇，王爷是我的，王爷爱的是我，你为什么还要回来？一个要松手，一个偏偏不松手。只听啪的一声，一个耳光打在了洛九离脸上。南竹和南星之前根本没有把这个弱女子当回事儿，更没想到竟敢打主子，几乎同时出手，一掌拍在了那个女人的肩膀，女人被拍飞出去，重重砸落在地上。怎么回事？萧朱墨一看到倒在地上吐了血的女人，再看到洛九离捂着脸，顿时心下一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他好不容易摁住了皇叔，只为了让洛九离听到那些话，却都被这个女人给毁了。求王爷，这个女人风言风语，打了主子，属下们护主不力，请求王爷责罚。不怪他们，是我自己疏忽了。这女人自称是昭王的侍妾，我瞧着她精神有些恍惚，说话颠三倒四的，也没当回事。谁也没想到她会突然动手。贱妇，你竟然敢对国公府的嫡小姐动手！贱妇，你还装死！来人，把这贱妇扔到冷院，不许给她吃喝。是。立刻就有下人走上前，面无表情的把昏死过去的侍妾拖走了。南星南主，护着你家主子上马车。是。南星南主小心翼翼地扶着洛九离出了昭王府。萧朱墨还要说什么，但在目光接触到九皇叔的眼神后，顿时汗毛竖起，到嘴的话生生又咽了回去，只因他在九皇叔眼中看到了一丝杀意。出了昭王府门口，萧明玄斜了一眼身旁的秦隐，秦隐心领神会，微微点头。王爷，我错了。萧明玄是个火眼金睛的老狐狸，洛九离啥性子啥手段，他心里门清。这京城里除了身上只有硬功夫的女子外，比如南星南竹这样的，那些后宅女子有哪个是他的对手？打他，除非他故意的。这女人说中了他心疼，说轻了不管用，那就拿他身边人开刀。南星南竹护主不力，回去自领80棍刑。是，属下领罚。80棍刑，这是要人命啊！你们俩给我闭嘴！领什么罚呀？王爷，这件事是我临时做的决定，也是我让南竹、南星不许出手的，你不能是非不分。何况这一巴掌不但打碎了萧朱墨的情深人设，还能让外面的人都知道异国公府的二小姐是奉旨进的昭王府，还被昭王的侍妾给打了。一个小小侍妾，如若没有昭王的同意，她怎敢对国公府的嫡小姐下手？昭王就是有口也难辩。王爷，我认错了，王爷就不要迁怒南星、南竹了。何况那80棍刑，成年男人都撑不住，南星、南竹还是女子，他们要是被打伤了，谁来保护我？萧明玄见他一个劲儿的往自己身上揽，就知道他上套了，可他依旧冷着一张脸。你是主子，他俩是护卫，主子有错就得他们担着。要是按照王爷这样说，那我和王爷都有了夫妻之实，今日我的错，岂不是也是王爷的错？你同意了？同意什么？萧明玄瞥了他一眼，突然伸手摁住他的脑袋，低头就亲了下去。就你刚才说的，你的错就是我的错，只有夫妻一体，对错才不分彼此。这男人太鸡贼了，你故意的，故意给我下套，故意让我往里钻。被发现了。萧明玄的手指有意无意地敲了敲车壁。洛九离哪里知道萧明玄鸡贼，连他的属下都这么鸡贼。原本再左拐一条街就该到异国公府了，秦隐硬生生把马车拐了个弯。南星南竹对视一眼，没有说什么。女主子估计不知道，暗卫刑法里根本没有80棍刑这样的刑罚。王爷这样说的确是故意的。你什么时候能同意啊？反正不是现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父亲都同意了。你这么大
大声做什么？羞不羞啊？我才和离多久，转身就嫁给你，有违常理，会让人议论的。如若这次边疆和谈成功，那我就给你2个月的时间。什么2个月？怎么还跟边疆和谈成不成功挂钩了？边疆和谈成功，我就不用带兵出征，让你在家和你母亲共享天伦。2个月后，我上门娶你。万一和谈没有成功呢？那就半年，边疆战事停后，我8抬大轿迎你过门。半年后我事业才见起色。我知道你有顾虑，但你放心，在我去国公府娶你前，我会把所有的顾虑全部解决掉。王爷，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也有些话想跟王爷说。你说。自和离后，我从未想过再澄清这个问题。我父亲说我不适合宫门王府，也是以前没开窍，性子软弱，被那些女人欺凌到了尘埃里。现在开了窍，性子强横，恐怕不会容许那些女人在我眼前蹦跶。如若王爷当真娶了我，便只能是一辈子的相守。王爷，我说的够明白了吗？萧明玄听着他说的话，看着他几乎从来没有如此严肃过的神情，微微点头。明白。这走向不对啊，这古人不都是接受一辈子只相守一人的论调吗？王爷，我觉得我说的还是不太明白。你放心，本王不会有侧妃、妾室、通房都不会有，九王府只你一个女主子。洛九离张了张嘴，这男人理解问题的程度的确很透彻，可怎么回事？他这么痛快的回答，反倒让他突然就有些犹豫。2个人，一个沉默不语，一个一动不动。会不会我太鲁莽了？会不会吓到他了？真不是我故意偷听，实在是习武之人的耳力太好了。只是主子怎么能同意洛儿小姐这么离经叛道的事情呢？主子的大业，主子将来的成就，身边绝不可能只洛儿小姐一个女子呀。关于玄虫血自愈，你是怎么知道的？问的请武。问的？难道不是用催眠术问的？你知道玄虫血自愈可遇不可求，昭王即便是身为皇子，那样的天才地宝，他手中也未必能有。我知道他手中没有，但是太后手里有。太后手里有？你听谁说的？凤德夫人。此时马车到了义国公府门口。主子，洛儿小姐，国公府到了。青银抹了把额头的汗，他得让莫寒和陈阳公子赶紧回来。这京城里的事儿，他越来越力不从心了。走吧，我送你回府。王爷，我想了，半年。什么？半年为期。如若王爷真的想通了，心甘情愿放弃3妻4妾，只娶我一人，守我一人，那我洛九离这辈子，不论富贵贫贱，灾厄困苦，与王爷荣辱与共，一生一世。傻瓜，人的心那么小，怎么可能装得下那么多人？3妻4妾不过是某些男人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找的借口罢了。那王爷呢？本王不是重欲之人，有你一个足够了。何况你我缘分是上天注定的。还真是上天注定的。传来第一晚就落在了他的怀里，还有他的咒术，怎么偏偏只能被他压制？丽儿，半年太久，我们先定亲，定了亲，你就是我的未婚妻了，再也不会有人用昨晚的事中伤你。况且用我九王爷的名声在外面办事儿，岂不是更响亮？他谆谆诱导，完全就像是老狐狸诱导小白兔进自己的狐狸窝一样。如若是定亲，也要和母亲、父亲商量一下。此事要经过父母之命的。我现在就陪你回府，和你母亲。王爷，先不要急，父亲那关好过，只怕母亲那儿还需要些时日。说着，洛九离亲了他一下。天色太晚了，王爷回吧。七眼看着他平安进了府门，萧明玄碰了碰被他亲的唇角，笑了笑，才让秦颖赶着马车回府。国公府内，听到自己女儿回来了，国公夫人忙带着徐嬷嬷来到了福曲院。九儿，母亲怎么样？这次进宫可有人为难你？母亲放心，没有，有九王爷跟着，我很安全。徐嬷嬷带着众丫鬟出了门。你是有话要说？洛九离把萧明玄要上门提亲的事儿学了一遍。他怕委屈我，也怕外面的流言蜚语重伤我。本意是想定亲和成亲一起办了，但我还想陪着母亲，想把酒楼开起来，所以我答应他先和他定亲。唉，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没用。九儿啊，如若昨晚的事没有发生，也许母亲真的不会同意。但是昨晚你失踪，除了母亲，她是最着急的一个。要是没有她及时找到你的下落，恐怕……可是母亲还是担心，你才从昭王府那个龙潭虎穴里逃出来，母亲还想把你留在身边，再照顾2年，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母亲这是说哪里的话？这不是母亲的错，也不是父亲的错，是女儿自己认人不清。何况那个神秘道长不是说过吗？18岁之前我会有一场劫难，天注定的事儿，谁也更改不了。
母亲不要自责，也不要难过，不过就是个定亲。我和九王约定，半年之后再成亲。真的，九王真的答应半年之后成亲。可是你和九王……国公夫人又愁眉不展了，眼神似有若无地看向洛九离的肚子。这么严肃的事儿，被他母亲这一眼看的还真是尴尬。这是怕她意外中奖怀孕，但形势所迫，她不会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母亲放心，我吃了药。好，那就好。你懂医术，母亲自然放心。累了一天了，你也早点睡吧。徐嬷嬷进来，扶着自家夫人出了府曲院。南星，主子，孙夫人在何处？回主子，家在柴房。废了她的手脚，把她扔去大司马府吴冰玉的院子，最好能扔到她的屋里。这么刺激啊！好想去啊！是，属下马上去办。主子，这事儿让属下办，属下最在行。你不能去，你得在家护我周全。南星，让秦武陪你走一趟，一切小心。是，属下明白。南星转身离开。小姐，是那个胡冰玉指使孙夫人以讹传讹重伤小姐的，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太便宜她了？哼，她何止指使孙夫人重伤我，昨晚的事恐怕她也有参与。这个叫胡冰玉的女人这么歹毒，她不止歹毒，外表看着端庄大方、温温柔柔的，实则心思狠辣。主子，既然知道是她下的毒手，主子为何不去找她算账？何况主子背后还有王爷，王爷定能帮主子讨回公道。我也想弄死她，可是没有证据。这个女人坏事做尽，但很是小心谨慎，从不自己出手出面。何况她还是大司马府嫡亲的大小姐，太后是她皇姑奶奶，胡贵妃是她亲姑姑。这样强硬的背景，无凭无据的去抓她，只会落人口舌。不过，如若南星办成了这件事儿，孙夫人会是一个很好的引子。引子？主子这话属下听不懂。我也听不懂。无妨，过2天你们就懂了。与此同时，九王府主子，秦六回来了。钱财充公，画像烧毁。是，主子。秦武和南星去了大司马府。为何？陆二小姐让他们把孙家婆子扔到胡冰玉的院子去。萧明玄挑了挑眉，似乎明白了骆九离的意思。你派人去告诉秦武和南星，不必手下留情。还有那个黑衣人，查到了吗？查到了，王爷料事如神。那黑衣人的确是大司马府的人，而且还是胡冰玉的心腹暗卫。不过昨夜躲进了重阳侯府，直到现在也没有冒头。哼，倒是聪明的，还知道玩声东击西，那就想办法引他出来。是，属下明白。半炷香后，大司马府胡冰玉的院子，玉翠轩2道黑影悄无声息地飞到了房顶上。贱人，骆九离那个贱人，竟然利用皇上的旨意为难表哥，为自己敛财。大小姐，奴婢愚钝，昭王殿下寻的玄虫血字玉竟如此贵重，难不成比夫人织的血燕还要贵重？到底是个眼皮子浅的。那玄虫血字玉可是比人参、灵芝还要珍贵的天才地宝，便是本小姐也只是听闻，从未得见过。听说那东西是个通体血红，像玉质一样透着光亮，前后皆长有头须的虫子。虫子？只是一条虫子？你懂什么？那虫子可是在玉石堆里长大，20年蜕一次皮，50年以上才具有药性。就那么一条，足够你一家子活10辈子了。难怪如此值钱。是啊，这么值钱的天才地宝，给骆九离那个贱妇简直暴殄天物。贱妇，这次是我大意了，计算不周，下次我定要让他死无全尸。胡冰玉神色阴鸷难看，快步进了玉翠轩。人都死到哪里去了？怎么这么安静？怎么回事？彩霞、小六、碧云，这些偷懒的奴才简直岂有此理！一会儿找到了，全都拖出去，各打20大板，我看他们还敢不敢偷懒。大小姐慢点走，当心台阶。冰玉瞳孔骤缩，脸色惨白，整个人直接瘫在了地上。而他对面一个人，不应该说是一具半死不活的苟延残喘的尸体，进气多出气少的趴在地上。只因那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安排出去的泼妇孙夫人。而此时皇城长春宫内，姑姑怎么办啊？昭王那儿所有的药都备齐了，只差一味玄虫血字玉。昭王与陆熙云病症相同，甚至那陆熙云比昭王的还要严重，怎么偏偏昭王的药方子里就多了一味玄虫血字玉？你心里没点数吗？难不成你还真以为那是他配药的药方子？姑姑，我又如何不知他是故意的？可是能怎么办？那骆九离甚至威胁昭王，说昭王得的是毒疹，还说有传染的可能。姑姑是知道的，皇室对于有传染症状的皇子，无论真假，绝不可能让留在京中。如若皇上信了骆九离的话，那昭王的位置岌岌可危啊！糊涂！他说是传染的病症，就是传染的病症吗？
太医院那么多太医，难不成还比不得她一个半路出家的女医？姑姑难道忘了，她不是普通的女医，她是灵虚子的弟子，她与昭王本就有着解不开的仇怨。如若这个时候她搞点小动作，我们在宫中也是鞭长莫及啊。何况姑姑是我们求的皇上圣旨，让她去给昭王看诊的，她敢如此明目张胆的开出这种方子，除了九王给她撑腰，这背后是不是还有皇？若不是如此，安亲王势必不会吃下这个哑巴亏。看来他是要和哀家彻底撕破脸了。骆九离，好，那哀家倒要看看，接下来你还能不能扭转乾坤。孙嬷嬷，你去把玄虫血字玉拿来，给贵妃。是。孙嬷嬷面无表情，转身去了库房。翌日太阳初升，昭王府的人早早就登了义国公府的门。这是二小姐写的方子，这些是备好的药材，还请二小姐尽快调配制药。请稍等。管家带着一摞摞的药材进了福曲院。这么早就送来了？是，那昭王府的管家还说，请二小姐尽快调配制药。让他等上一盏茶的时间。是。还有事？今早我还听闻了一件事儿。说，听说昭王府昨晚进贼了，不但丢了真金白银，连书房都被翻了个底儿朝天。这是巧合吗？这当然不是巧合，因为昭王府的真金白银此刻正静静地躺在九王府的库房里。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无非就是某王爷醋意大发，教训自己的小辈而已。这就是玄虫血自愈。一盏茶后，骆九离拿出解药，打发走了昭王府的管家，随即便让人安排马车去了九王府。王爷呢？王爷在书房，二小姐请。骆九离点点头，跟着管家去了书房。你怎么来了？给你送好东西，打开看看。果然是玄虫血自愈，看来太后对昭王还真是不留余力。我也没想到太后会这么痛快的把药给了昭王，想必这中间还有大司马和胡贵妃出力。不过无论怎样，我的目的达到了。这样一来，你和义国公府就彻底站在了太后的对立面了。那从今以后就需要王爷护我周全了。萧明玄亲了亲他的耳骨，本王护你一辈子，生生世世。生生世世我不敢奢望，但这辈子你归我了。好，这辈子我归你了。如果真有来生，他一定第一个找到他。王爷，再过2日该是15了。听秦武说，在没遇到我之前，每月的15，王爷都用它压制体内的咒术。这世上比玄虫血自愈更珍贵的药材多的是，为什么偏偏这个玄虫血自愈能压制王爷体内的咒术？王爷可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这玄虫血自愈也只能缓解咒术发作时身体上的痛苦，并不能完全压制。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一直身在边疆没有回京的原因之一。不过现在有你在身边，这东西留着也是备不时之需的。这玄虫血自愈我们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就像你说的，以备不时之需。何况这个月的15，他想到了一个方法，也许能试试。在想什么？骆九离摇头，那个方法他暂时还不能告诉萧明玄。没想什么，我听南星说你昨晚派人跟着去大司马府了。这件事儿啊，他总要为自己所做的事儿付出代价，这还只是个开始。这人啊，就是不能做亏心事。听说胡冰玉因为昨晚的事受到了惊吓，后半夜发起了高热。大司马府连夜请了大夫进府诊治，也不知现如今人什么样了。策马，妇人之仁了。你虽身为医者，秉着仁慈之心救死扶伤，但对于胡冰玉和昭王那样的人，万不可妇人之仁。你这双手救该救之人，也杀该杀之人。王爷，你理解错了吧？我才不会妇人之仁。不过大司马倒是个心狠手辣的，南星他们手下留情，并没有弄死孙夫人，只是可惜扔进去的是个苟延残喘的人，扔出来的却是一具尸体。王爷，你说我们带着孙夫人的尸体找上门，有凭有证，皇上会不会惩罚他？不会。人如蝼蚁，命如草芥。孙家乃是罪臣，孙廷死的时候可有人在乎？何况一个疯疯癫癫的孙夫人。再等一日，明日我带你去看一出好戏。什么好戏啊？保密。萧明玄低头，嘴唇下移，含住了那柔软的花瓣。怀里的他那样娇小，那样温软，让他陷进了这片温柔山水里。到底两人还未成亲，短暂的亲昵后，萧明玄亲自护送骆九离回了国公府。当晚夜半子时，万物肃静。秦隐披着夜色从府外疾步而来。主子，半个时辰前，那人出了重阳侯府，去往的方向正是大司马府。属下与他交了手，伤了他的一条手臂，故意放走了他。派人守着，不许他踏出大司马府半步。是。秦隐得了令，再次转身离开。
与此同时，大司马府玉翠轩内，胡冰玉吃了药，高烧已退，虽然整个人精神不济，脸色惨白，但到底比昨晚昏死过去人事不知要强得多。大小姐，奴才该死，没有完成大小姐交代的任务。你可知，因为你的失误，本小姐一腔心血付之东流，原本受尽屈辱而死的应该是骆九离，可是结果呢，偏偏为她做了嫁衣裳。大小姐，奴才该死，奴才任凭大小姐处置，但请大小姐以身体为重。大小姐刚刚醒来，高热才散去，因奴才的失误让大小姐忧心，是奴才该死，是奴才该死。一旁，子文赶紧端来水，服侍胡冰玉喝下。你怎么回来了？我不是让你在重阳侯府多藏2日吗？回大小姐的话，是奴才听说大小姐昨晚受到了惊吓，担心其他人不能护好大小姐周全。那你回府可有被人跟踪？半路被人跟踪了，动了刀剑，好在那人临阵脱逃，奴才才得以回府。不过大小姐放心，奴才是甩掉了尾巴才回来的。甩掉尾巴？你糊涂！恐怕与你动了刀剑的人是九王府或者国公府的人。走，你马上离开大司马府。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如若一国公府那边追究起来，抓到了你，你可有想过后果？如果只是一个一国公府倒还好说，怕就怕九王爷插手这件事。虽然我并未出面，但到底你是我身边的人。大小姐放心，奴才知道怎么做，便是奴才真被抓到了，也绝不会让那些人伤大小姐分毫。目光缱绻地看了一眼韦曼后的身影，随即起身推门而出。只是他不会想到，他这一步踏出的却是万丈深渊。今早，骆九离是被南竹、南星从床上硬生生挖起来。你们2个这是干嘛？我又不用练功，不用早起。主子，九王爷来了。主子，九王爷说带您去看场大戏。九王来了，他在哪儿？在府外的巷口，等着主子去会合呢。快帮我把衣服拿来，还有洗漱的水。国公府外的巷口，等候多时的萧明玄终于看到了姗姗来迟的骆九离。一大早叫你起床，可是难为你了。比你每日天不亮就要去早朝，我岂不是幸福得多？萧明玄笑着瞧瞧车壁，车轮滚动出了巷口。南星、南珠说你要带我去看戏，看什么戏啊？去哪儿看？到了你就知道了。而此时，大司马府外，秦隐带来的侍卫把大司马府各处出入口全都围拢了起来，声势浩大，惹来了一些早起之人的观望。你不过是九王府的一个狗奴才，竟敢带着这么多人来我大司马府撒野，简直吃了雄心豹子胆！我家老爷乃是殿前司督典检，官职从2品，昨晚值夜，今早还未归。我家公爹乃是大司马，朝廷1品大员，我这大司马府的内院哪里能够轮得到你一个狗奴才来搜？胡夫人，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你与我们为难又有何用？何况胡夫人万般阻拦，是否是在拖延时间，想把我们要找的人藏匿起来？还是说胡夫人觉得司马大人这个朝廷1品大员比九王爷还要位高权重？还是说大司马府想要忤逆九王旨意？胡夫人闻此，眸色一凝。这京城中，谁敢与皇家亲王九王爷比身份尊贵？可一大早，这些人带兵围了大司马府，嚷嚷着九王下令清捕的匪徒就在大司马府内。如此挑衅的行径，身为大司马府的当家主母，如何能让他们进院搜捕？九王身份尊贵，我们身为臣子的，自是不能忤逆了九王旨意。只是我一个妇道人家，只管后府内宅之中的事情。司马府后院里头住着多少女眷，你们不知道吗？你们这么多人一大早来搜后院，是想置这些女眷的清誉于不顾？秦隐咬着后槽牙，手里握着刀柄，真想一刀砍了他。可偏偏她是胡弘志的夫人，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她即便有多愤怒，也不能对一个女人动手。如若现在站在她面前的是个男人，便是打上一场，她也不愿这么憋屈。就在此时，身后不远处马车驶来，站在大司马府门口的胡夫人一看到那辆马车，神色莫名紧张了一下，冲着身旁的嬷嬷使了个眼色。嬷嬷心领神会，转身进了府里。怎么还没有进去抓人？主子，胡夫人挡在门口，以后宅女眷清誉为由，阻挡我们进府抓人。既然如此，你带人去前院搜。南星、南竹，王爷，你们俩带人去后院搜，哪个敢阻拦的，先斩后奏。无论是谁，出了事，本王为你们一律承担。是。几个人领了命令，一个个腰间挎着刀剑，
踏上了大司马府的台阶。胡夫人，请让开。九王的令，阻拦者有先斩后奏之权。老臣不知九王驾到，有失远迎，还望王爷赎罪。安心在车里等着。老臣参见九王爷，不知九王爷派人搜府，所谓何事啊？前日，异国公府第二小姐被匪徒掳走，虽然一部分匪徒落了网，但还有一人逃了出来。本王派人搜查，有人看到那匪徒进了你大司马府。王爷，这是有人故意栽赃，我堂堂大司马府岂会与匪徒为伍？王爷如若不信，府内可尽管搜查，但如若搜查不到，王爷是不是也该给老臣一个说法？哼，若真抓不到，本王自会给大司马一个说法。不过，本王奉劝大司马一句：当断则断，不受其乱；当断不断，必受其难。大司马府能走到今日的辉煌，可不要因为一个不孝子孙在皇上面前失了信，在百姓面前丢了脸。今日无论如何，胡冰玉都逃不脱这个劫。既然王爷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老臣自然没有阻拦的道理。王爷请。秦颖，带人去搜，任何角落都不许放过。是。秦颖、南星、南竹带着人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进了府。胡夫人，还请夫人让胡冰玉出来。九王爷，王爷是何意？这件事与臣妇的女儿又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嘛。司马大人、胡夫人，你二位应该知道，动了本王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一句话，既是挑衅，又是挑明了他与洛九离的关系。王爷，老夫的孙女自从上次的事情发生后，一直都在府内，从未与洛家二丫头发生过争执。王爷如此说，倒是冤枉老臣的孙女了。这些人简直是要多不要脸就有多不要脸。胡冰玉敢做不敢当，看来是家风传承如此啊！还洛家二丫头，我和她很熟吗？冤枉？胡冰玉到底是不是冤枉？抓了人，两方对峙，就知道是不是冤枉。王爷此话错了。冰玉，风寒还未好，你怎么下床了？母亲，女儿如若不来，岂不是被人诬陷了去？九王爷，王爷如今在京中如日中天，无论王爷说什么，都会有人相信。我们这些臣子与您比起来，算什么？您只管说就是了。臣女不怕。身正不怕影子斜，我胡冰玉没做过的事情，由不得王爷来栽赃污蔑。是，臣女之前是与洛九离有些摩擦，但那只是女儿家的矛盾。她现如今出了事情，王爷就要来污蔑我，想与我为难，臣女不服。便是到了金銮殿，臣女也不服。一番话说下来，如若是个毫不知情的人，定会觉得胡冰玉这个女子敢做敢当，襟怀坦白。围观的人群瞬间就开始议论纷纷，舆论一边倒的倾向了胡冰玉。马车里的洛九离在听到胡冰玉的这番话后，几乎是在瞬间就变了脸色，也突然明白为什么胡冰玉敢如此大言不惭地说出来这番话，又为什么胡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拦秦颖进府，而大司马出府后又看似贤良方正的让人进去搜查。难道那人根本就不在大司马府内？一想到这些，洛九离刹那间色变，抬脚就出了马车。胡大小姐果然是能言善辩，巧舌如簧。别人错了得理不饶人，自己错了典韦而辩，推卸责任。怎么出来了？这场戏是因我而起，自然不能让王爷单打独斗。何况王爷是男人，好男不跟女斗，而我是女子，便是说错了话，办错了事儿，司马大人也不会怪罪的。王爷，匪徒找到了，带出来。是。两个侍卫拖着一个一身黑衣、浑身浴血的男人走出了府门。王爷，这人便是那晚的匪徒，只是他被拔了舌头，脸也被划烂了。狠，胡家人简直太狠了。王爷，王爷，我司马府内从未有过这样的一个人。臣女知道，王爷一直对臣女心生不喜，就连带着对我们大司马府也不亲厚。可是王爷为了洛九离，拿这种借口来污蔑我大司马府，还找来一个乞丐充当匪徒。臣女不服，臣女不平。不服不平，本王倒是没看出来，你一个后宅女子竟能生出如此恶毒之心。司马大人可真是好教养啊！王爷，事情还未搞清楚，还请王爷不要武断定下结论。哼，秦颖，告诉诸位，这个人是谁？他是大司马府胡冰玉大小姐的贴身暗卫。胡说八道！我家女儿清清白白，身边怎么可能安置一个男暗卫？你如此污蔑我女儿的名声，居心何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黑衣暗卫，在见到胡冰玉脸上僵持冷然的眼神的那一刻，
在听到胡夫人言不由衷的那一刻，心里的信念和爱意轰然倒塌。哼，胡冰玉，你也不用拿这句话回我。我只问你一句，你敢不敢指天发誓，这个人不是你的暗卫？你没有指使他劫持我，没有对我下药，没有指使那些乞丐要对我行不轨之事，你敢吗？疯子，我凭什么要听你的？你不敢，你害怕发誓。胡冰玉，人在做，天在看，凡事凭良心，报应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这就是你拼死保护的主子，你担心他的安全，不惜暴露自己返回大司马府，可他呢，担心你背叛他，不惜派人拔了你的舌头，毁了你的容貌，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样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你还要护着吗？洛九离，疯子，我与你不过是女人之间的情愿罢了，你何至于逼人太甚？情愿？胡冰玉，你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既然你口不能言，嘴不能动，那我问你话，你只点头摇头即可。这个女人，司马府的胡冰玉大小姐，是不是你的主子？是不是她让你劫持的我？一旁，司马大人倏然把凛冽的目光看向洛九离，就要开口阻拦。司马大人，本王刚才说的话，大人可还记得？当断则断，不受其乱；当断不断，必受其难。这件事如若你没有参与，本王觉得还是回避的好。瘫在地上的黑衣暗卫对着洛九离气喘吁吁、哀热无力的点了点头。蓦然，大司马府门口突然就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短暂的寂静之后，就是纷纷的议论之声。不，你胡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就冲着那黑衣暗卫的胸口袭去。冰玉，你怎么样？来人，主子，请32刀。是。秦隐退下。九王爷，天子脚下，司马府门前，王爷真的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大吗？司马大人不会忘了这块令牌吧？如若忘了，本王府上还有一块传于无穷的铁券。就在这时，秦隐已经带着一个满脸络腮胡子、横肉遍布、身材魁梧、挺着大大肚子的男人走上前。奴才32刀，叩见王爷。起吧。九王爷，你想做什么？凌迟。胡冰玉，睚眦必报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你会，也是本王所擅长的，所以本王会看在司马大人的面子上，让你最后一个受刑。秦隐。是。秦隐上前，当着胡冰玉的面，直接把苟延残喘的黑衣暗卫拎起来，把人结结实实固定在了木桩子上。害怕吗？若害怕，去马车里等着。不怕。你被你主子拔了舌头，毁了容貌，浑身是伤，虽然可怜，但也是你咎由自取。你错就错在跟了一个心狠手辣的主子，动了不该动的人。32，动刀吧。是王爷。小子，知道大爷我为啥叫32吗？因为32刀之后，你的肉体会被肢解，人形尚可辨识。这个贱人！难道我如花似玉般的女儿，今天真的要栽在这个贱人手里？不，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胡夫人侧目，眼眶通红的看向父亲。大司马狠厉的目光直视着前方，没有半点的波动。来人，把胡冰玉绑上。九王爷，你让我下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祖父救我！母亲救我！在身体被架起的那一刻，胡冰玉终于意识到，九王爷不是说的，他是对他动了杀心。他吓得嘴唇发颤，大叫了起来，身体不住地挣扎着。王爷，是老臣教导无方，还请王爷高抬贵手，饶了他一命吧。从今往后，老臣把他禁足在府内，再不许出府惹是生非。九王爷，求九王开恩，臣妇不想失去自己的女儿，求九王爷看在臣妇一家对朝廷有功的份上，饶了臣妇的女儿吧。说着，胡夫人俯身重重的在地板上扣了3个响头。就在此时，皇上驾到，太后娘娘驾到。巷口2辆金黄色华盖的马车缓缓驶入。老臣参见皇上！参见皇上！皇上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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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太后娘娘！娘娘千岁！娘娘千岁！千岁！放肆！还不给哀家把大小姐放下来！大司马府内
什么时候容得你们这样的放肆？太后一声令下，身后跟着的宫人早有人冲上前，直接给胡冰玉松绑，将其安然的放下。求皇上，求太后娘娘为臣女做主啊！九王爷，若要撒王爷的脾气，也该是在战场上与敌人去计较。下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子，算怎么回事？九王爷，你身为亲王，竟在臣子的府邸门前闹事，也不怕伤了朝臣的心呢？太后这话有失偏颇，既然太后来了，应该就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胡冰玉只是身边暗卫，劫持国公府二小姐，太后不会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九王，你就是用这种态度跟哀家说话？哎，九王啊，玩得这么大，可真是会给朕找事儿啊！九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回皇上的话，这人是胡冰玉的贴身暗卫，被臣弟凌迟处死了。哦，胡大小姐的贴身暗卫？正是。萧明玄根本不给余下几人反应，便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说给了皇上听。司马大人乃是位极人臣的两朝元老，胡弘志又是禁军统领，殿前司都点检，一直以护政长宁王朝为己任。朕原本以为到了这一代也该是如此，是老臣教导无方，才让他做下了这等错事。老臣愧对太后，愧对皇上。只是皇上，冰玉这孩子打小心高气傲，眼中最容不得沙子。他自小就仰慕王爷，看到洛家二丫头与王爷走得近了些，就忍不住小女儿家的嫉妒心作祟。老臣早该好好教训他一顿的，也就不会叫他犯错至此了。这丫头还真是沉得住气。骆九离，司马大人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回皇上，听明白了。这番话乍听之下是司马大人在自责，可仔细听来，自责的意思倒是没有几分，可话里话外却分明暗指臣女行为不检。不过臣女不在乎，臣女自和离之日起就做好了被人议论的准备。何况人身在世，众口难调，众人难悦，嘴长在别人脸上，怎么说说什么，臣女根本不在意。臣女也不会去讨好厌恶我的人，更不会去解释说不清的事。臣女只关心胡冰玉背后指使他人劫持我，差点让我身死在城外这件事，不知皇上和太后娘娘打算如何处置他？母后，不知母后打算如何处置这件事？这件事左右说来也是因为胡冰玉小女儿家的嫉妒心作祟才犯下的错事。哀家看还是由皇上做主吧。既如此，来人！皇上金口一开，立即有侍卫上前，把胡冰玉送去京郊尼姑庵，落发为尼，有戒律约束着，就让他在庵堂里常伴青灯古佛，以修此身养性。皇兄竟然不是赐死他？落发为尼，戒律约束，胡冰玉以后可就真成了实实在在的尼姑了。皇上，求皇上收回成命。冰玉才19岁，她还未嫁人生子，如若落发为尼，那她一辈子就毁了。太后娘娘，求娘娘救救冰玉吧！贵妃娘娘，求贵妃娘娘救救冰玉，不能这样眼睁睁看着冰玉一辈子青灯古佛啊！父亲，求父亲求皇上法外开恩，收回成命吧。如若冰玉出家为尼，那儿媳岂不是犹如白发人送黑发人，这辈子再也不能享天伦之乐了。皇上眉目骤冷，看了他一眼，生生把胡贵妃要说的话压在了喉咙里。骆九离，太后娘娘，胡冰玉对你做了错事，哀家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不可原谅，胡家需要给你一个交代。但到底你现在安然无恙地站在这儿，太后此言差矣。九王，哀家正与骆九离说话，你如此毫无行径地打断哀家的话，眼里可有哀家这个母后啊？
正是因为本王眼中有太后，才会出言阻止。太后只看到了洛九离现如今安然无恙地站在这儿，却不知道如若那晚不是本王救了他，太后可知道他最后的下场？哼，我不说什么，太后这些人就真当我是个软柿子，可以任由揉捏。看来力度还是不够啊。太后娘娘，刚刚九王爷的话没有说全，那就由臣女补充吧。那晚如若不是九王爷救了臣女，臣女的下场只有2个，一个是被那些乞丐凌辱致死，另一个就是被胡冰玉下的药爆体而亡。所以太后还会觉得臣女今日安然无恙地站在这儿，是胡冰玉对臣女手下留情吗？他的话音一落，周遭一片死寂，所有人，包括围观的百姓，都僵硬的无法反应。南竹，去马车上把我的药箱拿来。是。南竹并不知道那晚是怎么回事，现在一听，恨不得撕碎了胡冰玉。药箱很快拿来，洛九离从药箱里拿出一个小瓷瓶，然后走到皇上面前。皇上，臣女叩谢皇上为臣女讨回公道，但是刚才的事情皇上也看到了，是不是众人都觉得臣女安然无恙地站在这儿，而胡冰玉的处罚就稍显严重了？看来的确如此。你身为当事人，可有其他想法？有。古语有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胡冰玉既不想落发为尼，又不想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负责，那就请皇上让胡冰玉吃下这药。这里面是什么？胡冰玉那晚给臣女吃了什么，这瓷瓶里就是什么。全场一片哗然，众人议论纷纷。这丫头不但睚眦必报，还是个七巧玲珑心，妙，这可真是妙啊！这下朕倒要看太后和大司马他们怎样见招拆招。洛九离，你竟如此心肠歹毒！哼，胡冰玉倒打一耙，颠倒黑白，你可真是天生天养啊！我只不过是把你之前做过的事再给你做一遍而已。你不想落发为尼，又不想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负责，那就只能把当初我的痛苦也尝上一遍才行，你说是吧？太后，我不要吃，我打死都不要吃！太后娘娘，这可就不关臣女的事喽，是胡冰玉自己选择落发为尼，常伴青灯古佛。洛九离说完后就躬身退下了，萧明玄都要被这女人逗笑了，真是想不明白他脑袋里到底装的都是些什么，这么为难的事情他竟然轻轻松松就破解了。来人呐，马上把胡冰玉送至京郊尼姑庵，没有朕的旨意，不许私自回京。是。有侍卫上前，根本不管胡冰玉如何挣扎，压着人就上了早已准备好的马车。九王，皇兄，你身为亲王，在臣子的府邸闹得太不像样子了。如若各个王爷皇子都学你一样，那岂不是让朕的朝臣们都寒了心呐？就罚你禁足府中1个月，罚俸1年。是，臣弟甘愿受罚。皇上起驾回銮！一群人乌泱泱跪地恭送皇上。母后，走吧。太后广袖下的手指死死握住，知道此时再无转圜的余地了。一行人相继上了金黄华盖的马车，浩浩荡荡离开了大司马府。上了马车，洛九离打了个哈欠。怎么了？困了？实在是起得太早了。胡冰玉伤得挺重，这会子送去尼姑庵，只怕不能好好静养了。都是他咎由自取。王爷还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再怎么说，他倾慕王爷这么多年，王爷居然直接就把人家的手给折断了。那胡冰玉现在除了恨我，估计最恨的就是王爷。你故意的。故意什么？故意用这种话气本王。你可知皇上为何要他必须落发为尼？不会是王爷一早就与皇上说好了吧？闹出这么大动静，必然会惊动太后和皇上的。被那样心思歹毒的女人惦记，本王觉得恶心至极。既然胡爵不能控制他的心性，那就让佛祖和世人的眼光盯着他，让他对本王再生不出那种恶心的心思。难怪让我来看一出大戏，果然是大戏啊！看来从头到尾，这件事都在他萧明玄的计划当中。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觉得不应该留住他性命？你放心，只要他出了京城，没有司马府的照应，我便能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死在尼姑庵。这样的话，即便司马府那边有怀疑，
没有证据，他们也不敢对我兴师问罪。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那胡冰玉倒也不一定非取他的性命不可。既然皇上发话让他落发为尼，留他一命，也没道理事后再去找他算账，否则不免让王爷在外面留下一个不太大度的名声。名声，我从不需要别人给我名声，何况从始至终我与大司马府就站在对立面，自然也不用在乎他们。我知道你不在乎他们。骆九离一双纤细白嫩的手臂搂着萧明玄的脖子，依恋地把头埋在他臂弯。萧明玄笑着搂紧他，静静享受着他的依赖和柔情。王爷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连太后娘娘都不敢拿你怎么样，区一个大司马府算什么？太后说的也对，我虽然被胡冰玉陷害，但到底现如今安然无恙。李儿，你可不要妇人之仁，那胡冰玉就是一条毒蛇，那种人是我不热的。我没有妇人之仁，一开始我是想把胡冰玉摁死的，不过现在看来，胡冰玉年纪轻轻就要从此跟青灯相伴，于他而言，也许并不是什么幸运的事情。如若他能悔改，放下嫉妒和怨恨，也许还能走出阴影。就怕他不知悔改，那他的一生都将在不甘和孤寂中度过。相比于让他死去，这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你能这样想最好不过了。萧明玄松了口气，因为胡冰玉倾慕他和怨恨骆九离这件事，就像骨头如鲠在喉。放着这么一个手段毒辣的女人在京城，真不知道以后会做出什么事来。现在好了，扫除了这么一个障碍，他放心，骆九离也能安心。王爷，刚刚那块令牌，为何胡爵看了会如此忌惮？这是父皇之物。李儿，你母亲那儿怎么说了？这画风转得有点快啊。什么怎么说啦？看来还得亲自上门一趟才行呢。去玉国公府。是，主子。我不回府，我要去铺子看看。丑女婿早晚要见岳母的，择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今日。我亲自登门负荆请罪。这男人疯了吧？王爷，你登门负荆请罪，请的是什么罪？对啊，请的是什么罪呢？你是跟我母亲坦白大婚前一晚的事，还是坦白那一晚的事？萧明玄现在不仅是僵住，还呆住了。他总不能上门和自己未来岳母说，本王来负荆请罪了，因为本王与骆九离生米煮成熟饭了，还请岳母大人把您女儿嫁给我。萧明玄自己这样一想，估计不用国公夫人伸手打他，他自己就能打自己一嘴巴，把人家女儿吃干抹净。他就这样空手登门，着实不太体面。回九王府，主子到底是要闹哪样啊？与此同时，重阳侯府，位高权重算什么？富贵在手，美人在怀的日子，才真正快活似神仙。爷，司马府出事儿了！你们先出去。是爷。怎么回事啊？那心腹上前，附在他耳边耳语了几句。好戏呀，这可是一出好戏。爷本想着咱们什么也不用做，就隔岸观火，坐山观虎斗。不过现在爷改变主意了。富儿过来。两人不知在低声密谋着什么。爷，高，实在是高！这把火要是烧起来，大司马府和九王府可就真是不死不休了。不过爷，太后此时一定在宫里大发雷霆，爷是不是该进宫？闭嘴！本侯爷上次挨了打，身子骨还没养好，怎么进宫侍奉太后？可是爷都已经有小半个月没有进宫了，太后的补品流水一样的进来，爷也该露露面才是啊。何况这种时候正是太后娘娘需要安慰的时候，如若被别人捷足先登，爷的付出岂不是付之东流了？程宗良听着心腹的分析，沉默片刻。去，准备更衣，爷要进宫。是。心腹一乐，躬身退了出去。半盏茶后，一只信鸽自重阳侯府飞去。而此时，皇城长春宫内，姑姑，现在怎么办？冰玉被送去了尼姑庵，如若落发为尼，她这辈子就真毁了。怎么办？哀家能怎么办？当初哀家是让昭王把骆九离收为己用，可也没有让他做这种蠢事，不但害了自己，还把冰玉也害了。姑母，这件事始作俑者不是昭王，而是冰玉想到的法子。冰玉只说让昭王与骆九离生米煮成熟饭，那骆九离自然而然就成了昭王的女人。可谁会想到，这中间竟然还出了这档子事儿！冰玉竟然胆大包天，还找了什么乞丐想要羞辱骆九离。冰玉那丫头被嫉妒冲昏了头脑，
他之前就在骆九离身上栽过一次，怎么还不能长记性呢？不过好在他没有供出昭王，要不然以今天九王的架势和骆九离的死缠烂打，指不定又出什么事情。过几日你派人去京郊尼姑庵，让庵堂里的住持对冰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待风平浪静再想办法把他接出来。可是姑姑，现在多少双眼睛盯着尼姑庵，皇上亲自下的圣旨，九王那儿恐怕也派人监视着。这次冰玉在劫难逃啊！那又怎样？即便是落发为尼的姑子，不也有还俗之人吗？何况她还是清白之身，胡家捧在手心上长大的女儿，怎能没有任何贡献就这样凋零了？过了这段日子，哀家自会想办法。是，李武，你从哀家的私库里挑选几件珠宝首饰，送去义国公府给骆九离。是，奴才马上去。等等，记得礼物不必太贵重，适合他的身份最好，一定要亲自见着他的面。是，太后。姑姑，那骆九离不过就是个嫡次女，有必要如此吗？糊涂啊！你还看不出今天为何九王要为骆九离出头吗？难道九王是哀家大意了，也是你疏忽，更是昭王和冰玉算计不周，为他们推波助澜，坐实了这件事。要不然以国公爷和国公夫人的性子，绝不可能让骆九离再踏进宫门王府半步。可如今恐怕就不是国公爷和国公夫人能阻拦的了。可是姑姑，那骆九离可曾经是他的侄媳妇啊。你现在知道她曾经是他的侄媳妇了，可能怎么办？骆九离与昭王和离了，如若她只是普通官宦的女儿，用你贵妃的身份早就弄死她了。可偏偏她是国公爷的女儿。姑姑有没有想过，素来不与人亲近的九王，为何不选择那些清清白白的京中贵女？怎么突然就看上了骆九离？当初骆九离火烧昭王府，就是九王救了他。骆九离击登文谷进太和殿，也是九王带他进的宫。就是他与昭王和离，都是九王在背后推波助澜。再加上和离之后，我也没少劝他进宫，为难于他，可每次都是九王出面为他解围。你的意思是九王与骆九离一早就有事情？我也不清楚，但我明明记得昭王曾经与我说过，他从未碰过骆九离。骆九离肚子里的那个孩子也不是他的。当初姑姑回京，为了尽快让皇上解除昭王的禁足，不得已让昭王认下那死去的孩子。可是姑姑，我突然有些怀疑了，到底是昭王记忆错乱，还是九王有什么隐瞒，亦或是骆九离对我们隐瞒了什么？姑姑，记住，今晚咱们姑侄在长春宫说的话，不许露出半分。是，我知道。太后娘娘，重阳侯来给太后请安。姑姑，我先回宫了。去吧。重阳侯进入殿内，奴才给太后娘娘请安。过来，给哀家揉揉肩膀。是，太后。太后娘娘有心事。你的身体恢复好了？是，托了太后洪福，身体大好了。好，既如此，就去替哀家秘密办一件事。请太后吩咐。你秘密派人去南边给哀家找一个会媚术之人，最好也懂得蛊毒之术。记住，是秘密，任何人都不能告诉。是，奴才明白。此时骆九离正与萧明玄正站在店铺外。王爷，帮我想个名字。酒楼的名字吗？哎呀，王爷，不是酒楼，是火锅。火锅是什么？火锅就是火锅。骆九离，本王这样问你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笨蛋。二小姐，你上次不是请了国公夫人吃火锅吗？哦，明白了，是你告诉王爷的。秦武低下了头，选择保持沉默。陆二小姐其实是个顶好的人，
前提是只要不惹恼他。王爷，我让秦武再去十里铺拿个锅子回来，明日15，我去府上陪王爷吃火锅。算你有良心。陪他吃顿火锅就有良心啦！我家傻王爷也太容易满足了吧！回到国公府后，骆九离第一件事便是拉长长的单子，让南竹送去九王府，让王府的管家去准备。南竹拿着单子，前脚刚走，后脚国公夫人就进了府曲院。母亲，您怎么来啦？过来看看你。母亲是想问今早发生在大司马府的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在传，九王爷冲冠一怒为红颜，在大司马府门口凌迟了胡大小姐的暗卫，还把胡大小姐送去京郊的尼姑庵落发为尼。母亲是担心因为这件事，义国公府与大司马府仇怨加深。不，母亲担心的不是这个。咱们义国公府与大司马府本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你父亲与大司马已各从其志，母亲担心的是京城中关于你和九王爷的事传得沸沸扬扬，只怕有心人拿这件事大做文章。母亲放心，这件事九王会处理好的。无论那些有心人想要拿这件事做出多大的文章来，女儿也不会放在心上。脚下的路是女儿自己走的，以后的生活也是女儿自己过的。那些人越是打压，越是散布谣传，女儿就要越过得比他们都好。女儿不会做那种轻者痛，仇者快的傻事。母亲大可放宽心，该吃吃，该喝喝，该高兴就高兴，该礼佛就礼佛。只有你不在乎了，才能成为别人在乎的人。我的女儿果真长大了，果真通透了。倒是母亲太过在乎别人的目光和想法，钻进了死胡同。母亲是关心则乱。是啊，关心则乱。明日是15，南华寺要举行一场法会，你可想一同前去听法？母亲快饶了我吧，女儿没那慧根，万一在法会上睡觉了，岂不是亵渎了佛祖？阿弥陀佛。臭丫头，那好吧，既然你不去，母亲也不为难你。明日一早，母亲就启程去南华寺，你在家里好好的。女儿知道。启禀夫人、二小姐，宫里来人了，是太后娘娘身边的李公公。这些人整天的有完没完呢？他都这么大岁数了，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在宫里好好过日子不行吗？整日里和这个作对，和那个作对，净折腾些让人厌恶的事情。刚刚才说你长大了，通透了，怎么这么一会儿子就发脾气了？稍安勿躁，走吧，去看看。这太后还真是不给人喘口气的机会啊！李公公来了，请听礼座。不了，太后娘娘命咱家给陆二小姐挑了几样礼物送过来，这是一对如意莲叶纹金簪，一对珊瑚蕾丝花手镯，一幅镂金百蝶串珠，一只镶嵌珍珠碧玉步摇，请陆二小姐过目啊！这人心拿捏的还真是够够的。臣女谢太后赏赐，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既然二小姐接了赏赐，那奴才就先回去了。骆九离点头，沉默地看着李武离开。切，主子，太后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骆九离虽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但不代表就任由他人捏扁蹉跎。太后这一招以退为进，还真以为旁人看不明白。太后身居高位，觉得自己是天下至尊，容不得任何人冒犯挑衅。可陆二小姐明明是受害者，要不是胡贵妃他们咄咄逼人，二小姐何至于和他们撕破脸？哼，重阳侯那边可有动静？他一个面首出身，这个时候自然是进宫讨太后欢心了。哼，他倒是会挑时候，看来身上的伤势好利索了。主子，要不要属下教训他一顿？不必，暂时按兵不动，看看接下来他们有什么动作。以太后和胡爵睚眦必报的性子，今日之事，他们岂能善罢甘休？是，属下明白。前几日本王让你办的事儿，可是办妥了？就差最后一道工序便打磨好了。只是主子，陆二小姐现在身边已经有了南竹和南星护卫，这暗器恐怕用不上了。用上用不上都不打紧，主要是防患于未然。国公府和骆家两位公子都不在京中，现如今他身边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本王也不能日日陪在他身边护他周全。南竹和南星虽然武功高强，但马有失蹄，人也有失手的时候，还是他身上带些力气，本王才能放心。主子为了二小姐的安全，也是操碎了心啊。主子既然这样担心二小姐，何不尽早成亲，把二小姐护在主子的羽翼之下，也免了周围人的觊觎。哎，你以为本王不想吗？是那女人不着急，还给本王定了一个半年之约。
英雄难过美人关啊！主子多英明一个人，怎么到了陆二小姐眼前，尤其是在这情爱上，脑子就犯轴了呢？主子不是和二小姐商量好了，先定亲再成亲吗？那主子就先登门提亲，把这亲事定下来。便是提亲，也要经过他母亲的同意。何况现如今国公爷身在溧阳军营，边疆又有变动，不要说皇上不能宣召他回京，便是本王也得耐心等着。齐颖觉得有些无奈，但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第二日一早，国公夫人就带着徐嬷嬷和几个伺候的丫头侍卫离府去了南华寺，送走了母亲。骆九离收拾了一番，带着南星、南竹和春荣三人去了九王府。听说呀，翰林院沈家的二女儿下嫁给了郊外庄子上一个管事的儿子，还真是可惜了呀。你不知道内情，你以为是下嫁，其实是沈家上杆子嫁出去的。哟，你一个平头百姓，好像知道这官家老爷的后宅事儿似的。嘿嘿，我还真知道。哎，你知道什么？说来听听。要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我们哥几个扒了你游街示众。春荣，去打听怎么回事。是，小姐。不多时，春荣回来了。小姐，进来。是，小姐，我刚打听过了，刚刚那顶轿子的确就是沈妙谦出嫁的轿子。自宫里的事发生后，沈老爷就给沈妙谦两条路，要么出家为尼，一辈子青灯古佛，要么下嫁出京城，再也不许回来。显然，沈妙谦选择下嫁，正巧今儿个出嫁被二小姐碰到了。他们可真是够狠的，把人当棋子用完，甩手就丢掉，还真是不给人活路啊。小姐还真是什么话都敢说。我还打听了一些事儿，小姐要不要听啊？说说看。听说沈妙谦的母亲并不是沈府正经的当家主母，而是由平妻提上来的。平妻？听说沈府正经的当家主母是沈妙清的母亲，只可惜已经于1年前病逝了。1年前？我记得上次在宫宴上，沈妙谦曾经说过，她就是于1年前回的京。正是了，因为之前的沈家主母不允许他们母女进府，所以沈老爷一直把他们养在外面，直到沈家主母病逝。巧合的是，沈妙谦的母亲在那段时间怀了男婴，沈老爷还是读书人呢，前脚才把结发妻子给埋了，后脚就把小妾抬进了门，2天后就给抬了平妻。后来直到那个小妾生下了沈府唯一的男孩，沈老爷就立马把他给抬成了主母，真是不要脸。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狗辈，什么读书人，仗义每多屠狗辈，读书多是负心人。对，就是这句话。就是可惜了沈大小姐，母亲病逝，爹又不亲，也没几个兄弟姐妹帮衬。沈府出了这种事儿，怎么我从未听母亲说过？这是人家后院的私事儿，夫人哪里知情啊？何况当初沈家大夫人病逝后，丧礼办得并不隆重，各府都没有递帖子。那我大哥呢？他不知道吗？大公子那个时候还在溧阳啊。算了，别人家的事咱们还是少操心吧。想要八卦，也得等他大哥回来再八卦。哎呦，陆二小姐，您可算是来了。怎么了？我昨日就说过府，难道王爷不在？王爷还在禁足期间，自是不能离府。就是王爷等二小姐等得着急了。王爷倒是还挺享受被禁足的日子。那是，王爷一大早就在后园子里等二小姐了。不用早朝，不用在军营和王府中来回奔波，也不用面对宫里和朝堂上那些难缠的人，又有陆二小姐陪伴，他家王爷乐得高兴。我让你准备的食材都准备了吗？准备了，还是新鲜的。那就好。骆九离抬脚进了府。春荣姑娘，两位主子说话，你就不要在跟前伺候了。那不行，我是小姐的贴身婢女，自然是要精神伺候的。这憨丫头，两位主子要吃火锅，王府里的厨下都是头一次弄这东西，手忙脚乱，唯恐哪儿都弄得不好。听说国公府吃过一次，春荣姑娘定是明白怎么处理，要不请春荣姑娘去厨房帮个忙啊？倒是也不用春荣姑娘动手，只需要在旁边指挥着下人干活就行。这种事，管家可算是找对人了。这吃火锅，从生炭火到手切羊肉，我可是我家小姐手把手教会的。有春荣姑娘帮忙，厨下的也能少犯错了。管家连忙夸赞，带着春荣就去了府里的厨房。王府后园子水榭花厅里，萧明玄翘首以盼，远远的
便看到下人带着洛九离走了过来。洛九离停下脚步，眼睛几乎一眨不眨的欣赏着他那绝世风姿。干嘛站在这儿啊？欣赏。欣赏什么？欣赏王爷的绝世风姿。你喜欢吗？喜欢，但是很烦恼。为什么烦恼？狼艳独绝，事无其二。王爷的美貌也是一大杀器，中招者会不计其数。所以我可以理解为李儿是被本王的美貌所迷惑了。王爷很高兴吗？高兴，怎能不高兴呢？萧明玄嗓音压抑，劝他入怀，一头亲上她的唇，然后侵略城池，深入沟缠。许久，萧明玄放开他，俯身弯腰一个公主抱，把洛九离抱在怀里。看来本王以后可都在你面前如此打扮才好。原来王爷是故意穿这身紫色衣服给我看的。我要是说刚刚沐浴完，你信吗？有区别吗？两个人对视，随即会心一笑。明明是铁血杀伐的冷酷男人，偏偏扮猪吃虎，跟他装闷骚。笑也笑了，闹也闹了，两人就坐在亭里欣赏美景。你母亲去南华寺了。王爷怎么知道？萧明玄柔和一笑，他当然知道，不但知道，还派暗卫暗中保护。那你今天能陪我一整天了？当然啦，今天是15，王爷禁足的日子很美好吧？有你在身边，很美好。今天晚上，王爷也能在湖边赏月，一边赏月一边喝酒。可别了，上次宵夜又吃又喝，我有没有耍酒疯啊？没有。这回答的也太快了点儿，要不要这么明显啊？15日子特殊，以后我和王爷还是尽量不要喝酒了。就是因为我体内的咒术吗？这是其一，太后昨天给我赏赐了。我听说了，你安心收着，万事有我。王爷，我能问个问题吗？是关于我。王爷为什么2年前自边疆回京后要上交兵权？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踏进战场的吗？洛九离目光微抬，突然就沉默了。5岁离京拜师学艺，15岁踏进战场，第一次南征，23岁班师回朝。从5岁到23岁，整整18年，我也想过过平凡人的生活。简单2句话，包含的辛苦恐怕无人能体会。洛九离眸底深了深，心口有些酸酸的。王爷身为皇子，理应受到最好的照顾，为何先皇竟然会同意让你年仅5岁就离京拜师学艺？因为我一出生，司天台的监长便断言我乃是早夭之相，好不容易毫无存在感，坑坑绊绊活到了5岁。一次出宫的路上，差点被烈马踩踏致死，是我师父出现救了我。洛九离心口更酸了，下定决心，绝不能成为他的软肋，而是成为他的助力。似乎也感受到了他默默的心疼。没关系的，都过去了。上交兵权只是为了想过平凡人的生活，这显然不具有说服力。但他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能引起洛九离的心疼，这就够了。王爷，这次如若皇上让王爷领兵出征，王爷该怎么办？还会像上次那样待边疆稳定，再次上交兵权？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相信我，不会发生那样的事的。他早晚会知道他的秘密，但不是现在。我相信王爷。王爷，洛儿小姐，主子，春荣把火锅准备好了。走吧，还有什么烦心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这火锅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半个时辰后，管家再加1份羊肉，哦不，2份羊肉。李儿，这样的口感最佳，对不对啊？王爷，你掌握了吃涮羊肉的精髓。萧明玄心情舒畅，裹着芝麻酱，吃得满口留香。管家再来1份麻汁儿。李儿，真是没想到，这麻汁儿还能有这么花样的吃法。那是自然，这麻汁儿也叫芝麻酱，可佐餐，可拌凉菜，可做面食。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作为火锅的调味酱汁使用。丽儿，你知道吗？我以前是不吃羊肉的。不吃羊肉？洛九离一愣，这吃的满嘴流油，还让再加2盆羊肉的人，竟然说自己不吃羊肉。以前在边疆大营，军中最禁忌的一种肉食就是羊肉，尤其是在敌袭之前，全军禁羊肉，因为羊肉腥膻，吃了羊肉身上的味道久久不能散去，敌袭的时候很容易暴露目标，久而久之，这羊肉就成了军中禁食。那在军中你们都吃什么肉？猪肉、鸡肉居多，偶尔有战死的马肉或者老死、病死的牛肉。主子，这是羊肉片儿，这是麻汁儿。二小姐真是我们九王府的贵人，王爷今儿个胃口大开，这府里上上下下都高兴的紧呐。怎么，平日里王爷胃口不好？王爷本身在吃食上要求就不高，再加上一到夏季就胃口不好，这好不容易到了深秋，今儿个吃的最多最香。难道不是我家小姐陪伴王爷的缘故吗？春荣姑娘说的才是正理儿，因为有二小姐的陪伴，王爷心里高兴啊。
自然吃的就多了。如若二小姐能天天陪伴王爷，九王府上下全都感念二小姐的恩德。这憨丫头有这样往里套自己主子的吗？你出去吧。是。管家沉默地退了出去。告诉王爷一个好消息，我母亲答应了。真的答应了？这种事还有假？订婚需要互相交换跟帖，王爷都准备了吗？早就准备了，这下只等你父亲从溧阳军营回京，我便上门提亲。快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你给我涮肉。萧明玄心情大好，骆九离自然是愿意效劳。这次咱们九王府是真的有女主子了，我得去仔细准备着。咱们王爷提亲必须是轰动全城，十里红妆才行啊！说完，笑嘻嘻的掰着手指头，开始计划着如何三书六礼。京城内袅袅秋风，一切如旧。京城外，尼姑庵山脚下，秋扫落叶，凉风习习。不就是落发为尼，不就是金灯补佛吗？只要我不死，只要我还活着，陆九离，我早晚会报了今日之仇，我定要你生不如死。此时的胡冰玉隐隐地笑着，嘴角浮出了丝丝的恶毒，只是他那脸上的恶毒还未散去。滚动的马车突然就停了下来，接着一个香囊被扔进了马车里。胡冰玉低头，他只以为是家里人给自己传递的信息，捡起香囊，浑身突然无力，燥热了起来。他心下大惊，还未待大喊救命，便听到马车外响起了打斗声。打斗声几乎没有持续多久，车门就被人砰的一声从外拽开。你们是谁？你们是谁派来的？是九王还是骆九离那个贱人？你们可知我乃是京城司马府大小姐，我祖父是大司马，我皇姑奶奶是当朝太后，我父亲……那男人上前在胡冰玉身上乱摸一把，立刻引起他浑身的颤栗。不多时，一声酥软到柔媚至极的声音响起。京城九王府内，骆九离午睡刚刚醒来。小姐，你终于醒了。什么时辰了？申时一刻。哦，王爷呢？王爷刚刚过来，见小姐还睡着，便又出去了，还特意叮嘱我不要让我吵醒小姐。小姐每次午睡也没有睡得这么久过，这晚上指不定有什么时辰才能睡了。小姐睡得久了身子乏，先起来走动走动。穿好了衣服，让春荣服侍着洗了把脸，才出了房间。主子醒了。南竹看到王爷了吗？王爷在园子凉亭下等主子。我刚过去看你，见你还睡着，就没敢打扰。春荣告诉我了。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而此时九王府外，一辆快马疾驰而来。王爷呢？王爷在园子。那人脚步生风，进了府里，正与秦隐撞了对面。黑子，你怎么来了？表少爷也来了吗？我家公子没来，但有急事禀报王爷。王爷在院子，我带你去。说着，带着黑子直奔后园子。王爷，黑子来了，说是有急事禀报王爷。我去外面等你。不必，秦隐让他进来。是。秦隐去叫黑子，说：回禀王爷，公子让小的来告诉王爷，昨日被送出京城去往尼姑庵的司马府大小姐胡冰玉出事儿了。出事？出什么事了？那个……黑子止住话，看了眼骆九离，不说就滚。王爷啊，可是你让我说的。那胡冰玉在半路被一群山匪劫持，然后被糟蹋了。什么？什么叫天道好轮回？那胡冰玉还真是害人害己，简直是活该啊！皇上不是派了侍卫吗？还有大司马府的人，没有人跟着吗？皇上只是派去护送的侍卫，大司马府的人并没有跟着，才到尼姑庵的山脚下就被山匪给劫了。不过探回来的消息说，那伙山匪不像是普通的匪徒，一个个黑衣蒙面，武功高强，手持的利器见血封喉，护送的侍卫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当场就被击杀了。你去吧。是。黑子行了礼，由秦隐带出了府。王爷，这件事有蹊跷。那尼姑庵是皇室之地，那胡冰玉又是大司马府小姐，又有皇上的口谕，随行还有侍卫跟着，便是亡命之徒也不敢轻易招惹。显然是有人故意而为之，这个人的目的就是毁了胡冰玉，引起三府恩怨。那怎么办？恐怕太后、胡贵妃、司马府那儿会把所有的账都算到咱们头上来。那些人都是不找自身原因，只知道推卸责任的主儿。要知道是这种结果，还不如当初偷摸把胡冰玉弄死呢，省了多少麻烦事儿。萧明玄听着他毫无逻辑的话，失笑着摇了摇头。傻瓜，
你以为那胡冰玉是普通的阿猫阿狗吗？弄死他容易，但他身后树大根深，一个不慎就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这次的事儿是因为胡冰玉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不齿，不但丢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还丢了司马府的脸面。就是太后和胡觉也不敢舔着脸为他求情，再加上皇上有意拿胡冰玉为难司马府，胡觉那样重利的人，怎么可能为了一个胡冰玉而放弃紧攥在手里的富贵权势？胡觉就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关键时候抛弃自己亲孙女都不带眨眼的。所以说，这世家大族的龌龊，普通百姓们想都想不到。不要再想这件事了，左右胡冰玉的下场也是他自己咎由自取。若太后和胡觉是聪明人，定能看透这件事的本相，不会把这件事栽赃在咱们身上的。洛九离点点头，跟着他出了亭子。是啊，这件事最着急的不应该是咱们，而是宫里和司马府的那几个人。不过，王爷不进宫去看看吗？本王现在可是禁足期间，府外的风光哪里比得上府内的风光无限呀？所以，我算是府内的风光，还是府外的风光啊？此时，大司马府内，你说什么？你给本夫人再说一遍。奴才刚才说大小姐出事儿了，被山匪。闭嘴，废物！你给本夫人闭嘴！夫人饶命啊！不行，我要进宫面见太后，面见贵妃娘娘，面见皇上，我要他们把我的女儿送回来。说着，挣扎着就往门外走去。哎呦，夫人，你冷静些。这件事恐怕老爷和大爷也知道了。这种时候，夫人千万不能进宫，不能触怒圣上啊！不能进宫。我女儿丢了半条命，我为什么不能进宫？我女儿又是因为什么被圣上发落去尼姑庵的？现在出了这种事儿，我这个做母亲的如若再不能为她出头，那她这辈子除了死别无选择。夫人，求夫人听奴才一句，待大爷回来，这件事自会有个结果。夫人，求你冷静一些，老爷定不会让大小姐受了这屈辱的。夫人，胡杨氏，站住！父亲，求父亲进宫求求太后，求求皇上，把冰玉接回来吧。糊涂啊！冰玉之事乃是皇上金口玉言，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滚回去！这件事老夫自有计较。父亲，她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女儿啊，是整个司马府捧在手心精心养大的女儿。她历经时受尽了九王爷和洛九离的羞辱，现如今这才一夜呀！她还没有成亲，还没有嫁人，还是个清清白白的姑娘家，怎么就被山匪给糟蹋了？父亲，一定是九王，一定是洛九离，一定是他们不甘心让冰玉活着，又不敢在京城对冰玉动手，所以就在冰玉出京的路上动手报复。你有什么证据？你别忘了，九王乃是亲王，没有证据污蔑亲王，你是想司马府都给你陪葬吗？来人，把胡杨氏带回去。司马大人发了话，立即就有嬷嬷和下人上前搀扶着胡夫人返回了院子。胡冰玉被山匪糟蹋的消息，让整个大司马府如同被笼罩在了一层愁云里。此时的皇上因为凤德夫人身体不适，正在甘泉宫内探望。皇上，这件事恐怕太后娘娘和大司马那不会善罢甘休的。皇上还是尽快派人去处理为好，剿了匪患，才能让郊外的百姓安心，也能给司马府那儿一个交代。干娘说的极是，朕已经派人去处理了。胡冰玉也是自作孽，劫持洛九离，又是下药，又是想要乞丐玷污羞辱洛九离，可是到最后他的结局竟然就是被别人玷污羞辱，也真是应了天道好轮回那句话呀。干娘，您最近身体不适，还是让洛九离进宫给您瞧瞧吧。
不用，岁数大了，小病小灾是常有的。何况他还给我留了药，这药倒是极其管用。只是我担心太后和大司马那儿会不会把这件事栽赃到骆九离身上，毕竟他与胡冰玉积怨颇深。干娘相信这件事不是骆九离干的。那丫头看着就是个坦坦荡荡的人，根本不屑背后搞小动作。何况他如若真想报仇，胡冰玉未必是他对手啊。是啊，仙医灵虚子的弟子自然有些手段，只是无人知道骆九离的本事不是传承仙医灵虚子，那只是九王在人前给他找的借口罢了。而此时的他正在用他自己独特的手段为萧明玄制作药引子。主子，王爷真的去厨房了。南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主子只说了一句想吃王爷亲手做的糕点，王爷就挽着袖子去厨房尝试了。我知道。南星，过来帮忙。南星走上前，看着桌子上摆放着整整齐齐他从未见过的奇怪东西。主子，这是什么？嘘，帮我把止血带绑上。南星更迷糊了，微微蹙着眉，按照骆九离的指使绑上了止血带。骆九离另一只手拿起防针刺静脉采血针，针的另一头连着血带，在南星惊愕不解的目光下，熟练地进行了静脉穿刺。主子，这是……别大惊小怪的。春荣是我异国公府的家生子，南竹性子耿直，心里藏不住事儿。如若让他们看到我自己抽自己的血，恐怕全天下的人也就都知道了。我特意叫你进来帮忙，就是因为你比春荣和南竹更稳重冷静些。所以主子是故意支开王爷？那主子这样又是为了什么？做药引，也不知道这些够不够用。来，拿着棉签帮我止血。南星跟随他的指令，用棉签压住静脉。待做好一切，南星的目光就一直牢牢锁定在他身上，那目光中有复杂，有钦佩，有震撼，还有坚定不移的跟随。干嘛这样看着我？主子是为了王爷。骆九看了眼南星，笑了笑，并没有说话。主子用自己的血做药引子，如若让王爷知道了，王爷定不愿意，所以我才支开王爷呀。可主子有没有想过，以王爷的敏锐，定能察觉出来的。恐怕这药引王爷不肯用。放心，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用刀割伤自己的原因。我身上没有明显的伤口，他看不到，也察觉不到。至于这药引，我自有办法让他服用。行啦，你别纠结，出去给我守着门。是。南星出了门，想着是不是该让管家给主子熬些补血的药剂。屋里，骆九离从古界空间里调出补血口服液，喝了2支。天色渐晚，暮色四合的时候，萧明玄终于端着一盘还算精致的糕点进了屋里。尝尝。骆九离张嘴咬了一口，太甜了，齁甜齁甜的。香甜可口。真的这么好吃？好吃。萧明玄坐在他身边，也忍不住咬了一口。齁嗓子，料快吐出来。王爷亲手做的，吃起来比外面的糕点都甜蜜。萧明玄闻言，眼底划过一丝笑，心扉处忍不住柔软，伸手把他抱进怀里。春荣他们还在外面。放心，秦隐已经开始亲人了，这个院子现在只有你和我。王爷，你说关于胡冰玉那件事，会是谁干的？与我与王爷有仇怨的不少，安亲王府、重阳侯府首当其冲，想要坐收渔利的也不少。后宫的那个嫔妃，包括皇后，王爷你说会不会？骆九离，好不容易1月1次的花前月下，能不能不提他们？好，不提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这样光明正大的抱着你？你现在不就抱着呢吗？不一样，我说的光明正大是日日夜夜、随时随地，你给了我名分，我给了你名分的那种抱着。好事多磨，既然答应嫁给你，自是不会反悔的。会不会让你有反悔的机会的？两人相依相偎，无声胜有声。你们是小姐的护卫，怎能让小姐与王爷大晚上共处一室呢？何况我是小姐的侍女，小姐的饮食起居都是需要我近身伺候的。你们这样阻拦着我，这不是对小姐的名声于不顾吗？可不是我们阻拦你，这是主子的吩咐。虽然他和南星是王爷送给主子的护卫，但到底他们也是出自凌霄阁的暗卫营。更重要的是，王爷和主子很相配，非常相配。要不把他打晕吧？你是统领，你决定。说着，身体一掠，整个人隐于黑暗之中。可真是我的好兄弟。微风起，夜晚寂静无声。玉盘式的满月终于开始在云中穿行，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内城外，一匹快马飞驰进入宫门。报皇上、太后，派去京郊的人回来了，快让人进来。是。太监躬身退下，随即一个一身铠甲的男人和一个一身禁军服饰的男人大步走了进来。臣京畿要塞统领薛宁山叩见皇上、太后娘娘。
微臣禁军右副统领苏通叩见皇上、太后娘娘。说回禀皇上，臣与苏副统领奉旨查办，通过那些山匪的布局、谋划路线和那几个死去的侍卫伤口查出，那伙山匪不是普通的匪徒，而且武功高强，手持的利器见血封喉，护送的侍卫是在1招之内就被当场击杀了。这是臣与苏副统领在胡大小姐出事的马车里捡到的，请皇上过目。随侍的太监接过香囊，双手呈在皇上和太后以及几位主子面前。布料滑软，做工精致，这是广陵锦。皇后娘娘说的没错，这就是只有进贡才有的广陵锦。除了宫中，也就只有宫外几位皇子王爷才会有这种布料。马上去查，宫内各宫和宫外各府都有谁用这种布料。一旁有内侍应了一声，退下去查。半盏茶后，内侍递上了一份带有广陵锦的名单。皇上看了一眼，随即递给太后，神色平淡。重阳侯站在殿外，听到传唤，快步进殿。太后娘娘，马上去请这几位进宫。重阳侯不解地接过名单，低头看了一眼，当看到最后一个人名时，慌忙跪在地上。还请太后娘娘恕罪，微臣恐怕请不来最后一位。最后一位是谁？回太后的话，是九王爷。而此时，九王府正院开始了吗？月升到月落的这段时辰，就是咒术发作的时间。王爷，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什么事？关于王爷的咒术，王爷听过兵无向导则不达贼境，药无营使则不通病所这句话吧？你找到解咒术的方法了？没有找到，只是尝试。按照引药归经的说法，每种病症都需要药引的介入。你只需要告诉我药引是什么。王爷，可以试试我的血。我不同意。王爷，只是尝试。王爷有没有想过，如若这次带兵出征没有我在身边，每月15，王爷要怎么熬过去？还有宣冲血自愈，那只能减少咒术带来肉体上的痛苦，却不能让王爷重见光明。退一万步讲，如若哪一天我不在，王爷的咒术发作又该当如何？和上次一样，是躲还是藏？以前王爷在边疆大营，天高皇帝远，无人能用身份约束王爷。咒术发作之时，王爷不用担心身边随时发生的危险。但现在不同了，王爷回了京城，住在天子脚下，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有多少潜在的危险？一如现在，重阳侯拿着太后懿旨，逼着王爷现身，王爷该怎么办？躲吗？王爷能躲过今晚，那明日、1个月、2个月、2年还是3年，瞒过初一，也瞒不过15，纸里终究包不住火。还是说，王爷心里有别的想法？我心里还能有什么想法？从前，王爷不是也从未想过，这个世上竟会有一个女人能压制住你体内的咒术吗？那如若某一天有另外一个女人出现，她也能压制王爷体内的咒术，王爷又当如何？还是说，王爷期待着这件事的发生？洛九离，萧明玄被他2句话气得气血翻涌，大掌压下他的脖子，未尽的话语淹没在霸道又满是柔情的亲吻里。他贪婪地攫取着属于他的气息，用力地探索每一个角落，好久好久，久到2个人的唇舌都有些麻木了，久到感觉到怀里的人有些呼吸不畅了，萧明玄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他的唇。不会有，永远都不会有。所以，为了让我安心，试试吧。如果我的血没有作用，那就只能再找其他办法。我还能说什么？我还可以说什么？原来这个女人心里一直惦记着我，虽然她从未说出口，但一直有我。好，我尝试，但前提是不能伤害你的身体。我的血怎么也比野兽的血好喝？你知道？我听秦武说，王爷当年在边疆和敌军对阵时落入圈套，九死一生，最后是靠着喝野兽的血活下来的。一句话概括的有多简单，就让他有多心疼。反倒是萧明玄沉默地看着他，犹如这件事是再平常不过的一样。只是这缄默还未持续过2分钟，就听到院外有刀剑碰撞的声音。怎么回事？王爷，太后宣召王爷进宫，重阳侯带人来请，秦颖拦下，动了刀剑呐。太后这个时候派人来，是为了什么？难不成知道了王爷的身中咒术？不可能，因为何事？听说是薛宁山和苏通奉旨查办胡冰玉一事，在当时胡冰玉坐的马车上找到了那些山匪留下的一个香囊，而那香囊里不但有催情的药物，还是用进贡的广陵锦缝制而成的。正巧的是，咱们九王府就有广陵锦。这么拙劣的计谋，也亏他们想得出来。管家，你先让重阳侯等上半盏茶，就说王爷在沐浴，沐浴后自会见他。可是二小姐，今日是15啊。我知道，你先去。听他的。是。王爷都发话了，他哪里有不敢遵从的道理？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知道。如果我的血没有效果，那我就陪你一起出去。何况王爷是奉皇上旨意进驻王府，太后一道懿旨，难不成还想大过皇上的圣旨？左右咱们抗旨不遵，也不是1次2次了。就属你机灵。准备好了吗？洛九离一个转身，2个人几乎同时松手。灰暗的烛光下，萧明玄在离开洛九离后，身体猛地一僵，那种久违的痛楚一下子袭来，脸部痛得都扭曲了，一双眼睛也在肉眼可见的变得没有瞳孔，没有眼球的灰黑色。张嘴！1分钟、2分钟，身上的痛点竟然在慢慢消散，有效，但不明显。果然有效。手腕再次一转，之前的血袋出现在手里。不要一次性喝光，一点点喝，感觉有没有作用？萧明玄拿着血袋，他想要它结束，因为他不知道这些血有多少，甚至不知道他刚才喝了多少，也根本不知道他的血是什么时候准备的，这让他很心慌，唯恐他出事。
王爷，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你和我都别无选择。中央侯手持懿旨，就在院外伺机攫取。如果王爷不出现，势必会引起宫中那些人的怀疑。如若王爷出了事，谁来保护我？谁来护我周全？那萧朱墨还对我虎视眈眈，太后和胡贵妃恨不得弄死我。他最听不得这些话，那心里又酸又痛，难以忍受。骆九离是他的女人，只能是他的女人，他得活着，好好活着，才能护她周全，才能陪她一辈子。身上还痛吗？不那么痛了。眼睛呢？睁开眼睛。他慢慢睁开眼，朦朦胧胧的能看到骆九离模糊的影子。朦胧模糊的影子。骆九离一听，没有任何犹豫的走到桌边，挽起袖子，咬住牙，手起刀落，迅速的在自己的手腕上划了一道伤口。骆九离，你在干嘛？你疯了吗？你在伤害自己？你是怎么答应本王的？不许动，千万不要浪费我的血。你知道的，我是女医，我会以自己的身体为重。疼，真他妈疼啊！好在茶盏不大，很快就有了小半盏血。喝了它。萧明玄没动，双手死死攥拳。他不但耳力极好，感官也极敏锐。骆九离在忍着剧痛，他能听出来，能感觉到。骆九离，如果喝了这血，我的眼睛还是不能好呢？你是不是要放干自己的血？我说啊，骆九离，如若我的眼睛还是不能好呢？你是不是要放干自己的血？如果是这样，那我宁愿一辈子都没有见到过你。好，我止血。萧明玄暗暗松了口气，可心里依旧很痛。就在这一刻，他突然生出，便是拿锦绣河山来换，他也不会把骆九离给任何人。不是因为他体内奇特的血，而是因为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一个人能为他不顾一切。这一辈子，他是他的，他们只能是彼此的。接过茶盏，萧明玄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仰头喝了下去。现在身上的痛楚已经褪去了8分，就连那全是灰黑色、没有瞳孔、没有眼球的眼睛，也在慢慢变成了正常人的颜色。灵儿，王爷，你能看到了？萧明玄点头，眸色暗沉而灼热，一个箭步掠到他面前，伸手把他紧紧抱住。王爷，我的手腕还没有止血。你刚刚不是说止血了吗？我去找大夫。傻，我就是大夫。去把药箱打开，最下面一层有止血的药粉和纱布。好，你忍一下。萧明玄找到药箱，把药粉撒到伤口上，然后用纱布一层层细细的缠上。伤口不大，但他知道那是为他而伤的。他低头亲了亲他的唇角，然后弯腰小心翼翼打横把他抱起，走到床边，把他平放在床上。等我。萧明玄转身走出寝室。拦住，冷静。王爷，保护好你们主子，无论是谁，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双杀一双。是。王爷，九王太后懿旨，请九王爷即刻进宫。九王爷，本侯乃是奉太后懿旨，宣召九王爷进宫。九王爷打伤本侯，难道是要抗旨不遵？一句抗旨不遵，从前而来的禁军们唰的一声抽出刀剑，秦隐带领暗卫也抽出刀剑与之对峙。重阳侯身为面首，就要有面首的觉悟。这个时候，你不该出现在本王的府邸，而是应该出现在太后的床榻上。我得乖乖的，那可是太后啊！太后养面首，这京城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但谁人又敢真正的挑明呢？九王爷慎言。慎言什么？看来王爷这是根本没把本侯放在眼里。不过本侯不在意，只是王爷不该不把太后娘娘也不放在眼里。本王可以理解为你是在挑拨离间吗？不过是仗着一个面首的身份而已，都让你生出了如此自命不凡的勇气，敢在我九王府动刀剑，重阳侯还真是胆量过人啊！九王爷，你不能杀我！别说本侯是带着懿旨而来，身后跟着禁军，便是太后那里，王爷也交代不过去。九王爷是个聪明人，你该庆幸今天是15，本王还要赏月。哼，滚回去告诉太后，本王奉皇上旨意进足王府。至于胡冰玉，本王不屑动手。如若没有皇上开恩，他早已是本王刀下的亡魂了。想利用广陵锦这么拙劣龌龊的手段来诬陷本王，可笑。萧明玄说完，转头往屋内走去。秦隐送客。是。侯爷，我家王爷刚刚说的话，还请侯爷一五一十、不多不少、原封不动的禀明太后才是。走。今日之羞辱，他早晚会报回来。王爷现在身体可有不适？没有，很好，从没有这样好过。王爷在说谎。如若真的很好，王爷不会这么迫切的说出来。他是不想让他担心，更不想再亲眼看到他为他放血。你的血能压制我体内8分咒术，但这8分就足以让我在15这晚行动自如了。丽儿，这是我这些年来想都不敢想的。8分，那是不是？不需要。他一把捏住他的下颌，低头抚上他的唇，轻轻的吻，不含情欲，却温柔至极。不要为了我伤害自己，那样我会心疼的。丽儿，这就够了。你能为了我这样着想，为了我不顾一切，够了。我心里欢喜，以后我会弥补你，好好的弥补你，多多的弥补你。丽儿，你用血为我做药引这件事儿，还有谁知道？只有南星知道。这件事我会让南星守口如瓶。不过，关于你的血能压制我体内咒术的事儿，不要再告诉第2个人知道。现在任何事都不重要，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我会小心，只是可惜我的血只能压制，却没有解除咒术的作用。下个月如若他真的带兵出征，他不在他身边，也只能再给他备一些血袋，以防万一。他这样想着，不知不觉多了几分担忧。你是在担心我下月事务该怎么办吗？王爷，王爷不是说过吗？不能表现得太聪明，要适当藏拙。王爷这么聪明，以后把我卖了，恐怕我还得帮王爷数钱呢。傻瓜，我怎么可能舍得卖你？你对我来说是这25年来上天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最好的、最珍视的。累了吗？躺下休息一会儿吧。好。两个人相拥着躺在了床上。王爷今晚打伤了重阳侯，恐怕太后又要大发雷霆了。毕竟他仗着太后宠爱，封侯开府，虽说没有实权，但背后有太后和大司马撑腰，在整个京城，寻常人还真不敢惹他。便是几位皇子和朝臣都不会主动去跟他交恶，反倒是王爷回京后接二连三地打压他的气焰，恐怕他早已怀恨在心。那几位皇子和朝臣们不是不会主动与他交恶，而是不屑跟他计较。你知道男人最看不起的一类人是什么人吗？什么人？靠着伺候女人上位得权的男人。好男儿要么穿上铠甲保家卫国，征战沙场，要么一身如山，立于朝堂运筹帷幄，退一步讲，男人只可顶天立地，堂堂正正，利用自己的实力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而不是如同绣花枕头一样背靠女人成事儿。九黎眸如灿星一样看着他，他以前喜欢他这身皮囊，可如今看来是自己狭隘了。就他这身份地位，就这气度，不要说他，不信没有女人能抵抗得住。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因为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王爷了。萧明玄没想到会听到这句话，面上全是喜悦。他越来越喜欢他了，他又何尝不是越来越喜欢他？王爷，你说重阳侯会不会进宫添油加醋，给王爷穿小鞋？不会，至少今晚不会。重阳侯的确不会，谁让太后派来的人不是只有重阳侯一人，还有禁军。太后娘娘，这就是经过。皇帝，这就是你一直信任的九王，哀家的懿旨他不遵，皇帝的口谕他竟然也不遵，竟还下如此毒手，打伤重阳侯。他眼中可还有哀家，可还有你这个皇上，可还有王朝律法？母后所言极是，来人！皇上，传朕口谕，九王萧明玄不遵太后懿旨，不遵朕口谕，打伤重阳侯，责令其禁足王府半年，罚俸1年，没有朕的允许，不许私自出府。至于重阳侯受了委屈，不过好在人没事，养几天也就是了。皇上就是这样责罚九王的，哀家不同意皇上的处置方法。母后，重阳侯有恃无恐，居然敢在亲王府的府邸动了刀剑。母后觉得此事到底是重阳侯自己作乱，还是背后有谁指点呢？母后，九王怎么说也是父皇最小的儿子，朕的兄弟，长宁王朝的战神王爷，自5岁离宫外出学艺，15岁征战沙场，这么多年，他早已习惯了战场上的行事作风，一时半刻自也是改不过来的。母后也应该能理解才是。至于那广陵锦缝制成的香囊，朕以为这不足以怀疑九王，毕竟广陵锦不是九王府独有，更何况刚刚重阳侯也说了，九王不屑用这种手段。胡冰玉一事，朕已经下旨让薛宁山和苏通务必把京郊山匪倾诉干净，给司马府一个交代。今日是15，皇后与朕一同回宫吧。是，臣妾遵旨。皇上摆驾凤仪宫。除了太后，众人纷纷跪地恭送皇上和皇后。太后息怒，皇上对九王偏信也不是1日2日了，只是这般狂肆无忌都不加以惩罚，岂不是让九王以后越发变本加厉的不把太后放在眼里？偏信？九王不就是仗着皇上的偏信才如此肆无忌惮目无尊长吗？皇帝呀，可真是哀家的好儿子，他要为天下人做表率，重道德伦理，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可背后他何时对哀家尽过孝道？他处处忤逆哀家，处处与哀家作对。太后，臣还有一事未禀。何事未禀？臣到九王府时，看到了保护骆九离的那2个女护卫，还听到九王屋内传来女子的声音，那声音是骆九离无疑。骆九离大晚上在九王府？是，臣怀疑胡大小姐一事，骆九离参与其中。虽然现在还没有找到证据，但整个京城唯有九王和骆九离有此动机。何况如若不是那2人以凌迟之刑迫害大小姐，大小姐也不会被皇上下旨落发为尼，更不会发生这等事。姑母，臣妾以为这2人不得不出，一个是亲王，一个是国公府小姐，你以为很容易吗？何况九王自小就学了一身的本事，征战沙场，军功累累，他身边还有几个深不可测的高手保护，你是有几个胆量觉得这件事能行得通的？可是姑母，我不甘心啊！从骆九离与昭王和离后，似乎一切就开始朝着我们掌控之外的方向发展。但骆九离早已不是从前那个软弱可欺的2小姐了，这几次接二连三的计谋都被他识破，昭王又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他手里吃了亏。
还有这次，他与九王大闹司马府，令胡家在皇上面前失了信，在百姓面前丢了脸，声望和权势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波及。现下冰玉又遭受如此羞辱，这一辈子算是毁了。她如若还是义国公府的二小姐，我尚且能放她一马。可现在，姑母，她夜宿九王府，与九王的关系只差一道口谕就宣召天下了。一旦她真正的与九王成亲，那她的身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将和臣妾平起平坐。以后只要有她在，只要朝堂上有九王说话的分量，只要皇上还偏信九王，那昭王就别想顺顺利利的坐上那个位置。倘若其他几个皇子把那二人拉拢过去，无论成为他们其中谁的助理，那昭王的处境更会是雪上加霜。无论是对付九王还是洛九离，都不可莽撞，定要有个万无一失的计划才好。日清晨，萧明玄擦着汗珠从教场上缓步下来。主子，宫里传出皇上口谕，说主子不遵太后懿旨，打伤重阳侯，责令主子禁足王府半年，罚俸1年，没有皇上的允许，不许私自出府。但是皇兄明白本王的心意。对了，重阳侯那儿，皇兄怎么说？皇上说重阳侯受了委屈，不过好在人没事，养几天也就是了。他重阳侯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敢去皇上面前告王爷的状。好在这厚脸皮长在了他的脸上，再换个人也不会上杆子自动送羞辱。胡冰玉的事儿，皇上怎么决定的？胡冰玉一事，皇上已经下旨让薛宁山和苏通务必把京郊山匪肃清干净，给司马府一个交代。司马府还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既然皇上派人彻查此事，那咱们就静候佳音。萧明玄说完，抬脚往内院走去。是，你们主子醒了吗？回王爷，主子还睡着。昨晚王爷抱着主子在屋顶上看星星、看月亮，看到大半夜，就差把酒言欢，拜了个把子了，白白浪费了大好夜色。你那是什么表情？唉，恨爷不成钢的表情。屋里床榻之上，洛九离上沉沉的睡着，萧明玄悄无声息地坐在床边，眼神落在他的睡颜上，瞬间感觉自己的心都软了。洛九离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补时。醒了，肚子饿不饿？我叫南青他们备了热水，叫厨下做了你爱吃的。先起来去洗漱，让我吃饭。你没进宫？我还在被禁足期间，不能私自出府。何况宫里传出皇上口谕，说我不遵太后懿旨，打伤重阳侯，责令我禁足王府半年，罚俸1年，没有皇上的允许，不许私自出府。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昨晚。他起身下床穿戴好，然后冲他伸手。王爷，你这是？深秋了，地上凉，你是女子，小心秋寒入体。此时的他就那么安静地蹲在床前，低眉给洛九离穿上袜子。怎么了？王爷身份贵重，权势滔天，怎么能屈尊降贵，做这种伺候人的活儿？就因为这，我也没想到自己会有一天心甘情愿地把心思扑在一个女人身上，甚至会怕地下凉，怕冰了她的脚，会甘之如饴地为这个女人穿着鞋袜。洛九离瞳眸微缩，心里喜悦，尚未说出一句话，唇瓣上忽然传来一阵微凉的触感。还有像这样如此眷恋你的唇。王爷，我虽欢喜王爷对我的看重，但王爷身份尊贵，这种伺候人的事情，王爷以后还是不要做了。那你呢？你能为我做出这份牺牲，我伺候你又有何不可？况且你我已经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等着你父亲从溧阳回京，我们便定亲。王爷，饭菜都准备好了，是放置在花厅，还是端到屋里啊？放在花厅。是。管家离开，春荣低头垂眉的走了进来，让春荣服侍你洗漱，我去花厅等你。萧明玄转身离开，春荣叠了被褥，服侍自家小姐洗漱，有些欲言又止。怎么了？有什么话就直接问。小姐是要跟九王爷成亲吗？怎么了？没什么。既然小姐是打算跟九王爷成亲，那昨晚宿在九王爷那儿也就没什么了。原来你这丫头是在担心我的清誉啊！不用担心我，你只需要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就好了。哇，这么多啊！全是我爱吃的。你在府里待得久了，府里的厨子都清楚了你的口味。不过在吃饭之前，先把这个吃了。这是什么？血液？养阴润燥，补血补气，你吃再合适不过了。昨晚他失了血，自是要补的。洛九离当然知道血液是个好东西，何况还是这个时代进贡皇室之物，倒是也没推辞。两个人吃着饭聊着天，却不知院外秦武脸色惨白，急匆匆而来。主子，洛小姐，国公夫人出事了。怎么回事？国公夫人参加完南华寺法会，返京途中遭遇山匪，身受重伤。我母亲呢？刚刚进京，已经送回了府里。备车。踏出九王府的府门，洛九离戛然止住脚步。王爷还在禁足期间，不能私自出府。本王要做的事儿，谁敢阻拦？说着，拉起他的手，抬脚就上了马车。母亲，二小姐，你可回来了，快去救救夫人啊！什么有多严重？到底伤在哪儿？可有看到凶手？这些废话，他是一句也问不出来。主子，这个时候，主子千万不要慌了神。是啊，主子，有王爷在外面坐镇，主子不用有任何顾虑。母亲，春荣，药香，快，药香！春荣慌忙把药香递了过去。你们都出去。屋内，南星南竹没有犹豫，相继退了出去。徐嬷嬷也拉着春荣出了屋子。洛九离打开药箱，用剪刀剪开国公夫人的礼仪，看着国公夫人胸前一刀，皮肉外翻，手臂一刀，伤可见骨。他脸上扭曲的几乎目眦欲裂。
九儿，母亲，您除了伤口疼，胸口、脑袋、腹部可有疼痛？国公夫人摇头。骆九离双手在她脑颅部位轻轻按压，然后慢慢的下移心脏、肺部。果然，国公夫人没有出现脸色涨红、呼吸困难的症状，也没有内伤、咳嗽的症状。这一下，骆九离是彻底放宽了心。他给国公夫人打了一支镇静剂。母亲放心，睡一觉就好了。我信你。镇静剂很快发挥药效。国公夫人也歪头睡了过去。就在这时，屋外响起了一阵由远至近的哭泣声和凌乱的脚步声。大小姐，骆九离也回过神来，想必是他姐姐知道母亲受伤的事了，忙起身迎了出去。大姐，小妹，母亲怎么样了？大姐放心，母亲没事了。骆九离赶忙安慰她，随即扶着她向床边坐去。母亲，小妹，母亲不是没事了吗？怎么还有昏迷不醒啊？我刚给母亲打了一针镇静剂，处理了伤口，待药效散去，自然会醒来。大姐，你放心，有我在，母亲不会有事。好，我放心。大姐是怎么知道母亲出事的？姐夫呢？可有跟着一起来？来了，正在前厅和九王爷商议此事，是九王派人去告诉你姐夫的。你姐夫回府上接了我。许嬷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带了侍卫吗？怎么会路遇山匪啊？我母亲又怎么会身受重伤？大小姐、二小姐，奴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明明都要接近京郊了，那会儿山匪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一个个凶神恶煞，手持刀剑，见到女人和钱财就抢，见到男人就杀，出手狠绝的，恨不能置人于死地。府里的侍卫虽然身上也有功夫，可根本不是那些山匪的对手啊！夫人带去的10几个侍卫死了5个，其余的或伤或残。要不是九王派去的暗卫誓死保护，恐怕夫人也……你说什么？九王爷派人暗中保护母亲？那个暗卫说是九王府的，奉九王爷之命暗中保护夫人的安全，还说如若一路平安，他便不打算现身。可没想到会路遇山匪。小妹，这件事九王并未和我说，大姐还请大姐带着几个信得过的丫鬟，亲自在母亲床前守着，以免母亲伤口发炎或者有高热的情况发生。一旦有情况，立刻让春荣来前厅找我。服侍自己的母亲，哪里还用你这样客气？徐嬷嬷，你先回去休息，后半夜再过来接替。二小姐，奴婢不碍事的，也不用休息。这件事与嬷嬷无关，嬷嬷也无需自责。何况一路风尘仆仆，又受到了惊吓，你这样守在母亲床前，恐怕还未待母亲醒来，嬷嬷的身体就吃不消了。是啊，许嬷嬷，你快下去休息，后半夜还要你守在母亲身边，换了旁人，我和小妹也是不放心的。2位小姐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徐嬷嬷自然感激涕零，躬身退了下去。大姐，我去前厅一趟，今日之事势必要查个水落石出。说着走出了屋子。小妹刚才说势必要查个水落石出，言外之意是不是这件事另有隐情？而此时前厅内对面站着一个一身黑衣的暗卫，似乎在和萧明玄汇报着什么。见到骆九离走进来，那暗卫住了嘴，低头侧身站在一旁。小妹，岳母怎么样了？骆九离走过去，挨着萧明玄坐下。姐夫不用担心，母亲的伤口已经处理了，估计今晚后半夜或者明日一早就能醒来。那就好。他就是王爷派出去暗中保护我母亲安全的暗卫。你知道了？徐嬷嬷说是他拼死保护我母亲，要不然那些山匪连王爷的暗卫对付起来都颇有难度，想必武功高强，身份有疑。按照徐嬷嬷所说，那些山匪都是出手狠绝之人，如若只是为了劫财，又怎肯闹出人命？何况前有胡冰玉一事，后又有我母亲被伤，到底是什么样的山匪，有什么样的背景，敢对京城权势之家的夫人小姐动手？小姨子心思竟然如此缜密。陆二小姐好气魄，3两句就能看透这件事情的本质。放心，这件事无论是真山匪还是假山匪，本王定会让他付出代价。裴廷松，王爷，你亲自去宫里把国公夫人遭遇山匪身受重伤一事禀明皇上。是。裴廷颂不敢耽搁，抬脚就出了前厅。待裴廷颂走远，萧明玄摆手让一旁的黑衣暗卫退下。秦莹，门口秦隐走了进来，给凌霄阁传信，彻查京外山匪都是谁与城内权贵私下有联系。是。秦隐得了令，明白主子话里的意思，转身快步退了出去。骆九离心下生疑，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萧明玄嘴里听到凌霄阁3个字了，神秘，能力强大，超乎寻常，难以捉摸，让他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无尽的遐想。你怎么了？没什么，我刚进厅时见那暗卫是在向你禀报什么吗？刚才暗卫禀报时说与那山匪的头目交过手，无论是那人出手的路数，还是以劫财为借口置人于死地的招式，绝不是普通的山匪那么简单。那也就是说，这件事极有可能与京城的某些人有关系，是太后、贵妃，还是大司马，亦或是安亲王府？任何人都有可疑，甚至你没有想到的那些人，那些不甘心默默无闻将要挑起事端的人都有可疑，但在没有证据之前，万不可轻举妄动。我知道，这件事就拜托给王爷了。母亲被伤，无论如何也不能就这样算了。你只需照顾好你母亲的身体就好了，其他事一切交给我。张管家，院外，张管家撩着袍子上了台阶。
立在厅外，十分恭敬。二小姐，这次跟着母亲去南华寺的所有人中，殒命的那5个侍卫，每家一次性发放血银300两，受伤或致残的去请大夫治疗，每人就100两吧。养伤期间不要给他们安排事情做，留下残疾的，待伤好后给安排些轻便的工作。所有的费用都从我的户头出。一会儿你直接去找春柔拿银票。我代府内所有下人，谢谢二小姐体恤啊。只是二小姐发放的血银和赏赐比国公府制定的要高了一些。张管家所言极是，你要发放的血银不但比国公府制定的要高，甚至也超越了朝廷。军中将领兵士阵亡后，朝廷会特令礼部发给祭银、葬银，兵部发给恤银，工部发给碑架银。官阶高的暂且不提，只5品官职也不够300两，只350两；6品官职有250两，而7品以下的官职有220两。没有官职的兵士也不过才100两。同是为保家卫国捐躯，可人命贵贱，竟也有官阶的高低之分。那就还按照我父亲之前制定的血银发放吧。另外每人再加20两，就说是给他们忠心护主的赏赐。是。管家恭敬行了一礼，随即退下。丽儿，不要自责，这和你没有关系的。骆九离看着他，没有说话。有没有关系，事情也已经发生了。现在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根本容不得他伤心愤怒。你说什么？国公夫人路遇山匪，身受重伤。回陛下，不但如此，那些山匪还杀了国公府侍卫5人，其余人等皆不同程度的致伤致残。尤其是那山匪头目，手段狠毒，武功强横，实属罕见。要不是九王暗中派去的暗卫护全了国公夫人一命，恐怕今日便是臣也要一身素衣前来见皇上了。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些山匪盘踞一隅，树大根深，无恶不作，竟敢在天子脚下对朝廷亲眷下毒手，看来不一个个除掉，必定会引起祸患啊！皇上所言极是，这些山匪相互勾结，韩薄百姓，占山为王，危害一方，对朝廷而言的确是一大祸患。裴爱卿，这件事就交由大理寺督办。至于剿匪，朕会给国公夫人一个交代，也会给远在溧阳军营练兵的国公爷一个交代。不过现在边疆不安，国公爷父子身兼重任，你知道该怎么做。是，微臣明白。去吧。微臣告退。裴听颂退出御书房。皇上息怒，手段狠毒，武功强横，实属罕见，这恐怕没有山匪能做到吧。哼，连国公府的侍卫都敢杀，连国公夫人都敢伤，好啊，好得很呐！而此时长春宫内，可是你派人动的手。姑母明鉴，这样的节骨眼上，我绝不会做这种蠢事。真的不是你？求姑姑相信我，真的不是我。那这件事会是谁做的？许着真的就是山匪呢？哀家的人打探回来的消息，那山匪头目连杀国公府侍卫5人，其余人等或伤或残。要不是九王的人及时出手救出国公夫人，恐怕京城绝会引起大震荡。什么样的山匪会武功高强到连杀侍卫5人，还能从九王的人手下逃脱？姑母，看来这件事有蹊跷。的确有蹊跷。冰玉的事情才发生不久，薛宁山和苏通那儿还没有结果，国公夫人又出了事儿。昭王与骆九离，骆九离与冰玉，冰玉与九王，九王与骆九离。你觉得这件事要对付的到底是谁？姑母的意思是，有人想坐山观虎斗。太后没说话，神色却愈发的阴沉了。长春宫正殿门口，重阳侯催动内力，听着殿内太后和贵妃2人的交谈，唇角勾起了丝丝魅惑浅笑。近郊百里，某处沙坳村庄，赤眼，这是爷给的3万两。赤眼伸手想要接过银票，却被一下撤回。爷还有话交代，那2件事你们做得很好，不过老五要跟我回京见爷一面。老五动胡家小姐，不过是按爷的吩咐办事，现在召他可是……赤眼，你该知道，爷的命令谁也不能违抗，更不能随意揣测。何况爷真金白银养了你们这么多年，现如今时机成熟，你们这把利剑也是该出鞘的时候了。你的意思是爷？爷说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嘿嘿，我今晚就带老五回京，放心吧，爷会给他安排一个好去处的。所以爷召见老五，并不是杀人灭口，并不是什么？没什么，是我多虑了。我马上派人去找老五。京城一国公府，躺在病床上的国公夫人也终于睁开了眼。母亲，母亲，青儿，九儿，太好了，母亲，您终于醒了。有九儿在，母亲怎会有事？母亲可算是给女儿说了一句公道话。大姐昨晚吓得魂不守舍，追问了我不下100遍，唯恐我是个江湖骗子。你这丫头，我何时说过你是江湖骗子了？昨晚是谁见母亲迟迟不醒，还和我商量着是不是去请太医过府来着？我这不是病急乱投医吗？我也是女医啊。
好好好，你是女一，是大大的女神医。门外，徐嬷嬷走了进来。夫人、大小姐、二小姐，九王爷的人来了，说有要事禀报。什么事？听前院伺候的人说，刚刚王爷离府了。离府？去哪儿了？是回九王府了吗？王爷让属下过来告诉二小姐一声，王爷刚刚得了皇上的宣召，进宫去了，晚些时候再过府探视国公夫人。哦，知道了。属下告退。秦颖下了台阶，转身出府。九王怎么在咱们府上？母亲昨日回府，我和妹妹六神无主，若不是九王爷坐镇府中，只怕府外的那些人又生出别的事端来。国公夫人闻此，哪里还有不明白的？九王如此屈尊降贵，自然是为了他的小女儿。九儿，徐嬷嬷可是告诉你了，这次路遇劫匪，要不是九王派人暗中保护，恐怕母亲性命休矣。我也是才知道不久。只是九王爷现如今还在被禁足中，昨晚定是不得皇上口谕，便私自出了府，一直逗留国公府内，朝臣和百姓又该如何议论？现在进宫，只怕皇上是要怪罪于王爷。大姐，照顾好母亲，我出府一趟。说着，转身就出了屋子。他这是要进宫？小妹，你快回来！没有皇上口谕，外臣家眷不得擅自进宫。母亲怎么办？她不会真傻傻的进宫了吧？放心吧，她早已不是从前那个玉软花柔的小丫头了。何况她身边还有2个女侍卫以及暗中保护的暗卫，他们不会让她出事的。女侍卫和暗卫？骆九卿这才仔细想起，他回府时看着门口那2个腰间挎刀的女侍卫，他们既然是保护小妹的，那也就是说那2个女侍卫是九王爷？没错，自从九儿上次被掳走差点出事后，九王爷就给他派了2个贴身女侍卫。听管家说，府外暗处还有1个护卫他安全的暗卫。双管齐下，九王爷倒是用心良苦。那母亲是同意小妹和九王了？骆九卿看着母亲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就知道有些事一旦沾惹了皇家2字，便身不由己了。母亲，您说九王爷是什么时候看上小妹的？他为什么看上小妹？从小妹和离开始，似乎就有九王的参与，随即又发生了那么多事，每一件都有九王护着小妹，甚至爱屋及乌的也护着咱们国公府。母亲可有想过，九王爷从前一直身在边疆，边疆大稳回京后，也是极快的上交兵权离京，根本不与朝臣接触，更别说朝臣的家眷了。可现在九王与咱们国公府走得这么近，皇上那儿朝臣又会怎么想？这件事暂且等你父亲回京再议。大胆！没有皇上口谕，任何朝臣家眷都不得入宫。我是进宫给凤德夫人复查身体的。甘泉宫今日根本没有上交进宫名册，你是哪家贵女？如若再在宫门前纠缠，我们可就要不客气了。别给主子惹事，稍安勿躁。他以前进宫也没觉得这些守卫这么难缠，今日倒是真切感受到了。就在骆九离心里百转千回时，只见对面原本还对他疾言厉色的几个守卫突然站直了身子。这可真是冤家路窄，下作的贱人！站在前面的萧朱墨对随从侍卫使了个眼色。是，洛儿小姐，我家王爷邀请洛儿小姐一同入宫。主子这是什么意思啊？难不成真的和昭王一同入宫？可要是让九王爷知道了，又作何感想？主子稍安勿躁。好嘛，我在主子眼里也和南竹一样，是个暴躁的。胡二小姐，有种就把你刚才骂我的话再骂一遍，真以为离得远我听不到吗？怎么刚才还敢骂我，现在当着镇主的面就不敢骂了？那你和你姐姐有什么区别啊？敢做不敢当，难不成这就是大司马府教养子女的家风？敢做任何毫无底线又下作的事情，却不能承受别人的眼光和非议。骆九离，你给我闭嘴！你个下作的贱人，是你害了我姐姐！你竟敢打我！你这个贱！洛儿小姐，得饶人处且饶人，他不过是心里气愤，说了一句难听的话，并未对你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我竟不知昭王竟然也是个两面三刀，又当又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贱人。怎么，昭王生气了？我不过是心里气愤，说了一句难听的话，
也并未对昭王爷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刚要大怒的萧朱墨脸色骤变，乍青乍白，一句话说不出来。骆九离冷嗤一笑，刚想要撤回手腕，余光注意到宫门内有人走了出来，嘴角勾起一丝邪魅的笑。手腕不仅没有撤离开萧朱墨的手，反而侧身撞在了萧朱墨身上，整个人就像是被弹飞了出去一样。这一变故简直吓傻了在场的所有人。一道黑影闪过，忽然胸口受了一记重掌。丽儿，你怎么样？可有伤到？王爷，手腕疼。骆九离声音矫揉造作的，让他自己都忍不住浑身起鸡皮疙瘩。果然啊，白莲花不是这么好当的。你上马车，本王替你讨回公道。不，我要王爷陪着。好，那就回车里。二人一个打了司马府的小姐，一个打了皇帝的亲生儿子，却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转头就走掉了。啊，本王不是在做梦。表哥不是在做梦。看来京城传闻是真的，比珍珠还要真。骆九离是故意的，只是为了在九皇叔面前嫁祸给二哥。这种白莲花的计谋实在是一言难尽啊！可偏偏九皇叔好像真的当自己眼瞎一样，一掌就把二哥给打飞了。我需要静静，需要好好重新审视一下那个叫骆九离的女人了。下作的狗东西！哎，胡二小姐，我劝你想好了再说啊！不想再挨打，最好闭上你的臭嘴。身为司马府的二小姐，京城里数一数二的贵女，每天把贱人这2个字挂在嘴边，胡二小姐好教养。胡二小姐要是真对我家主子有天大的意见，那就当面锣对面鼓的说清楚掰扯明白，每天口出恶语也不怕遭到反噬啊。南珠一顿开火，开完火根本不给胡寒玉说话的机会，拉着南星扭头就去追马车。南珠果然是好样的，回府我一定要给他大大的奖励。吃完还疼吗？他出宫门时就看到骆九离是故意的，但那又怎样？昭王碰了他就该打。王爷不生气？为何生气？因为王爷看出来我是故意的。你不应该。什么我不应该？你不应该让昭王碰你。王爷这是吃醋了？是昭王那个神经病突然攥住了我的手腕，然后就见王爷出了宫门。萧明轩没说话，像是受了什么委屈似的。在他心里，骆九离已经是他的人了，从身到心，每一处都是他的，不能被别的男人碰，更不能被别的男人觊觎。以后我再见到昭王那个神经病，就远远地躲着他，再不让他有机会碰到我。其实王爷不说，我心里也讨厌，也膈应昭王的触碰，太恶心人了。被一个种马碰，的确恶心人。以后他再惹到你，不用手下留情，打伤打残了，由我给你撑腰。王爷这样宠着我，就不怕我哪天恃宠而骄？不怕，只有你恃宠而骄了，才不会受欺负。这话没毛病。王爷，刚刚和昭王、吴寒玉、陆希云他们在一起的那个娃娃脸男人和女子是谁？我以前怎么从未见过？那是平王，淑妃的儿子。那女子是淑妃的娘家侄女。哦，原来也是位王爷，难怪会和昭王他们走在一起。我正要问你，你不是在家陪着你母亲和你姐姐吗？怎么会跑到宫门来了？秦颖说，王爷被皇上宣召进宫，我怕皇上会因为王爷擅自出府一事而怪罪你，所以想要进宫探探虚实。如若皇上真的怪罪下来，那也应该怪罪于我，而不是王爷。只是没想到守宫门的侍卫说我一个朝臣女眷，没有皇上旨意不得私自进宫，所以就被拦在了宫门外。原来你是担心我才追过来的。那不然呢？这皇宫要是没有特殊情况，我才不愿意进去呢。难为你了。皇上有没有难为王爷？放心，没有难为我。那皇上宣召王爷是为了什么？为了胡冰玉的事吗？不是，是关于边疆。谈判的使臣已经到达了边疆，估计再过些时日就该有确定的消息了。战争难道真的不可避免吗？一旦开战，最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在兵荒马乱中，百姓们不仅要避开战乱，因为征战无法耕种，还要忍受饥饿。到那时，只怕会导致大量的田地荒芜，百姓逃亡。难道当权者真的希望发生这样的惨状吗？没人希望战争，但一旦有人入侵我们的土地，屠戮我们的百姓，我们只能奋起搏杀。不想被异族灭种，战争是唯一的出路。我明白，长宁王朝的大好河山，寸土不让。不要说是一个桑南国，便是再加上一个东周，我们也虽远必诛。萧明玄在听到他说东周时，眉眼顿了一下，又听到他说大好河山，寸土不让，虽远必诛这样的话，只觉得他身上会让他看到了一种军人才有的气魄，还有他这爱憎分明的性子，都直达他的心窝子。无论是真的战事起，还是将来他必须要做的事，对他绝不会放手。王爷，你怎么了？丽儿，放心。这话没头没脑的，我放心什么啊？
我放心，只要王爷在身边，我都放心。只是王爷抱得太用力了。丽儿，你没事吧？我刚才……没事，王爷可是想到了什么事情？萧明玄点头，遂把在宫中皇上说过的话和他说了一遍。我不会是王爷的软肋。假如有一天我真的成了旁人胁迫王爷的筹码，也请王爷不要为了我而放弃手里的权势和武器。倘若真的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我宁愿自我了断，也绝不会背信王爷。丽儿，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更不允许你乱来。王爷，我说的是假如。假如也不行，你答应我，无论遇到任何事儿，都要保全你自己，不许做傻事儿，不许为了我丢了性命。好，我答应王爷，无论遇到任何事，都要保全自己，不做傻事，拼命的保住自己的性命。我这么柔弱可欺，王爷可要保护好我啊！好，我家丽儿柔弱可欺，本王定好好保护你。连凌迟之行都敢瞪大眼睛看得津津有味的女人，说自己柔弱可欺，某王爷笑得那叫个春光灿烂。好啦好啦，我不过学着那些贵女撒撒娇，王爷就别笑话我了。女人就应该是多变的，本王喜欢，很喜欢。去玉国公府。是，主子。爷，今日不去宫中当值吗？本侯今日是奉遗旨出宫办事，何况宫里的那张老脸怎么能比得上蕊儿和媚儿的倾城之色呀？爷，媚儿和姐姐乃是蒲柳之姿，可不敢与太后娘娘相比。那就让爷好好欣赏欣赏，你们这蒲柳之姿是如何魅惑人心的。侯爷，乖乖在这等着爷。是是。程宗阳站起身，抖了抖身上的衣袍，起身打开房门。侯爷，人带来了。走。是，侯爷，小心脚下。奴才给爷请安。进出京时可有带了尾巴？回爷话，风平浪静。那就好。你就是赤眼的兄弟老五。回爷的话，奴才正是老五。那2件事情办得不错，是爷训导有方啊。你倒是个会来事儿的，比赤眼那个木讷的家伙脑子更活泛。说吧，这次是想留在京中，还是想返回村子？回爷话，奴才想追随侯爷左右，为侯爷肝脑涂地。来人，赐酒。是，侯爷，这是。放肆！哪那么多废话？侯爷赐酒还不谢恩？想要追随侯爷，这是第一关。你若连一杯酒都不敢喝，趁早滚回你那山窝子去。至于这酒是普通的酒水还是毒药，没人会告诉他。老五颤颤巍巍地抬手接过酒水，看了3人一眼，3人皆是不言。不想回到山窝子里，想要成为人上人，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一仰头喝了下去。这京城的酒水味道如何？侯爷赏赐，比奴才以往喝的酒水都要好喝。这京城的酒水味道如此之好，那京城的女人呢？那胡大小姐味道如何？冰肌玉骨，让人流连忘返。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老五，你值了。侯爷这话，老五话说到这一半，忽然双眼圆瞪，倒在地上，浑身抽搐，颤抖不停。侯爷，刚刚你如若选择回村子，本侯也许会放你一马。可惜司马府对本侯来说还有用处，而你必须死。随着程宗阳话落，老五身体也停住了抽搐。萧明玄送骆九离回国公府，顺便又去探望了国公夫人。出府时脸色有些阴郁。丽儿，你不是说你母亲同意了吗？是同意了。可是刚刚我怎么觉得你母亲与我甚是疏离？便是你姐姐也一口一个王爷的叫着，完全和对裴听颂不同。我的傻王爷哟！王爷，你和我还未成亲，你和裴听颂身份也不相同，何况君臣有别，你是亲王，我父亲是国公爷，我母亲虽是诰命夫人，但到底是皇家的臣子，是后宅命妇，对亲王自然要毕恭毕敬，这就是等级制度和身份的压制，一时半刻谁人敢越雷池一步？说嘴打脸，你不就是越雷池的第一人吗？我不一样。你怎么不一样？我与王爷两情。骆九离瞧着他戏谑的眼神，似乎就等着他说出这句话来。王爷，你故意的，这个扮猪吃虎的男人。你刚才是要说你与本王两情相悦吗？王爷，你干嘛啊？这么大声！宣示主权。王爷还在禁足期间，快回府吧，小心皇上责罚。他再多待1秒，恐怕真敢抱住他亲上来。虽然背后他们俩也有亲密动作，但毕竟不是人前。害羞了？没有害羞，我在想，恐怕这个时候我和王爷的对话，母亲那儿已经知道了。看来赵母娘是一道鸿沟啊。我已经派人守在府外了，今晚你可以睡个好觉。
不用担心府内的安全问题。明日午后，我派秦颖过来接你过府。午后接我过府是有什么事吗？大事，明日见面再说。萧明玄收回手，笑着大步出了院子。什么情况？翌日午后，九王府的秦颖终于登门了。不过这次不是自己一个人空手而来，而是带来了九王爷慰问国公夫人的礼物，然后非常委婉的、非常的敬重的与国公夫人说了一个理由，把骆九离接走了。骆九离才进入九王府，迎面萧明玄便走了过来。王爷，走，我带你去看样东西。骆九离亦步亦趋的跟在他身侧，不明白他要干什么。王爷，你今天不忙吗？不忙，我一个被禁足的闲散王爷，有什么可忙的？我信你个鬼！你要是闲散王爷，那皇上早忙得脚不沾地了，还有心思和太后几人斗智斗勇。那王爷这是带我要去干嘛？到了你就知道了。打开看看。难道是王爷送给我的礼物？金银珠宝还是翡翠玉器？你这小财迷，这满京城的贵女里，丁属你富有，那点子金银珠宝、翡翠玉器，就让你瞧在眼里了？我就一俗人，当然稀罕金银珠宝、翡翠玉器啦，那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骆九离低头，一边伸手慢慢撤下大红色的布子，只见一桌子的金针暗器。这简直是绝处逢生，是最好的礼物。王爷简直送礼物送到我的心坎里了。骆九离高兴的溢于言表，抬头吧嗒一口亲在萧明玄的脸颊上。王爷是何时准备的？这么悄无声息，我之前竟然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我以为你真的只喜欢金银珠宝、翡翠玉器呢。只要他高兴，他心里就充斥着无限的快乐。自你出事那天开始，我便派人着手准备了。王爷，骆九离看着他，眼里露出了浓浓的复杂的情愫。你平时虽然也能用银针伤人，但力道不足，并不能把对手一击致命，反而会给对手可乘之机，给自己带来潜在的危险。现在这些银针暗器和袖剑，只要运用得当，会成为你傍身的一大利器。如若我再有内功护体，又有暗器傍身，身边还有男星、男主保护，我是不是就可以闯荡江湖了？未来的九王妃要闯荡江湖，你有没有问过我这个夫君的意见？何况武功和内功、真气都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学会的。现在你要利用外部力量来保护自己，暗器才是最合适你的。什么闯荡江湖、行侠仗义的事儿，留给别人去做吧。你啊，还是先学会这些暗器的使用再说。萧明玄说着，拉着骆九离出了书房。院子里，他拿起一枚飞针来。骆九离看得仔细，果然还是这种形状的飞针暗器最厉害。飞针是最好学的一种金针暗器，一般是藏在口袋中，尤其是近身，伤敌人于措手不及时，能给自争取到脱身的时间。这种叫扎马钉，是战争中的一种暗器，状若金刺，也有叫棘离的，有铜、铁两种。扎马钉有4个锋利的尖爪，随手一掷，3尖撑地，一尖直立向上，推倒上尖，下尖又起，始终如此，使接触者不能避其锋而被刺伤。扎马钉。还有这种袖剑，这是藏于袖中的暗剑，可暗藏在袖中的特制剑匣中，剑杆短轻，剑足较重，射出后可杀伤30步内的敌人。我派人统共做了10套，3套单发袖剑，7套梅花袖剑。平日里闲着无事，可让男星男主教你使用1、2，用的时间久了，到了危急时刻才会顺其自然，不至于方寸大乱。当然，暗器只为了以防万一之用，有我在，不会让你处于危险当中的。王爷，谢谢你。两个人都在为彼此着想，双向奔赴的情感才最触动人心。你我之间何须言谢？还有一种邪刃，明日便会送过来。邪刃？是一种置于鞋间，专门踢打对方要害的暗器，不要求你推脚功夫。当然，如果推脚功夫要好，更是事半功倍。你虽没有内力，但擅长近身搏斗，这种邪刃可在搏斗或者被胁迫之时，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怎么样？我送你的礼物比不比得上那些金银珠宝、翡翠玉器？那是自然，毕竟这些暗器可是需要花大价钱才能制作的。王爷出力出人又出钱，还这么用心，天底下简直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了。萧明玄笑着从背后拥住他，这算是最好的礼物吗？我的离儿也太好哄了些吧。意义不同，这是王爷对我的用心，自然在我心里的分量不一样。不过王爷送了我这么多金针暗器，恐怕这些日子我就不能时常过府了。怎么，想要过河拆桥呀？什么过河拆桥？王爷刚刚也说了，要让男星、男主教我使用暗器，用的时间久了，到了危急时刻才会顺其自然，不至于方寸大乱。何况我琢磨着怎么能给这些暗器金针淬上毒液。你要用毒？我这个体质太过招黑，无论是宫里还是宫外，总是有人想要弄死我。不能逆来顺受，那就绝地反击。他们用阴谋阳谋对付我，那我又何必讲武德？你需要什么，就让亲我回府禀报。只要是你需要的，只要是这世上有的，我定想办法给你找到。王爷，骆九离依偎进他怀里，萧明玄搂住他，心扉充盈着无限柔情。二小姐，国公夫人。秦颖，你怎么来了？王爷可有来？王爷还在禁足期间，特意让属下给二小姐送样礼物。
礼物？什么礼物啊？秦颖双手呈上一个大大的沉香木盒子，随即打开。这是白狐球，毛深2寸，其白如雪，价值千金，天下无双。国公夫人好见识，这件的确是价值千金的白狐球。我家王爷说了，天气渐冷，二小姐身子骨羸弱，有了这件白狐球，二小姐才能舒坦地度过这寒冷的冬日。有劳王爷费心了，这件白狐球我很喜欢。二小姐，王爷还说这月20是黄道吉日，二小姐的酒楼开业是最合适不过。王爷还特意进宫向皇上讨了墨宝。王爷为了我的酒楼向皇上讨了墨宝？正是。替我谢谢王爷，就按照王爷说的，这月20酒楼开业。是。秦颖得了话，转身退了出去。想不到九王爷会为你思量至此。女儿也没想到他会为我悄无声息地做这么多事。原来这些日子萧明玄没来国公府找我，竟是为了这些。只是以后你行事更是要谨慎小心才行。母亲不要担心，女儿明白。骆九离知道，即便是没有萧明玄对他的宠爱，宫里宫外要对付他的人也不在少数。南星，春荣回来了吗？主子，春荣一早就去了铺子。哦，你去让管家安排马车，咱们去铺子看看。是。南星退了出去。你要去铺子？店铺装修10天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现在锅子、菜品、桌椅、各部的伙计，所有收尾的工作，女儿总是要去看看的。母亲，开酒楼只是第一步，以后女儿会挣很多很多的钱，会让那些曾经看不起我、对我说风凉话的人羞愧难当。谁说合离过的女子是在娘家混吃等死的蛀虫？我偏偏做给他们看。我不但有爱情，还有自己的事业，还要把自己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我要打他们的脸，狠狠打他们的脸。好，我的女儿，我国公府的小姐不比京城的任何贵女差。马车里，萧明玄依旧紧绷着一张脸，空气里说不出的冷肃。骆九离见他还生着气，只以为他是在生胡家人的气。王爷，事已至此，再生气也是无用。好在这次的灾祸没有波及到内城，也没有人员死亡，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皇上呢，王爷也能……骆九离，你以为本王是在生胡家人的气？没有生胡家人的气，那王爷是在生我的气？你还这种表情，你是疯了吗？那灾祸现场是个什么场景？你没有看到吗？竟然还敢往里头冲！你就不怕那些乞丐和百姓误伤你？你就不怕被那火和满地滚烫的粥烫到？还有那倒塌的粥棚、竹片、木屑，比那刀剑还要锋利。万一出事了，你母亲怎么办？我怎么办？那种紧急关头，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想那些贵夫人和小姐有人帮忙，可那些百姓该怎么办？我是女医，有自己的医德和道义，我明明能救，却因为私心不出手，要眼睁睁看着那些人死在自己面前，我怕良心会受到谴责。萧明玄望进他那满目纯净的双眸里，心尖一软，伸手把他搂进怀里。我不是责备你，是害怕。听到秦颖说你也在现场救人时，你可知我有多担心？我知道王爷是关心则乱，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我绝不会这么莽撞了。只是我不明白，现下又不是大灾大年，那司马府怎么会突然广设粥棚布施？按理说，这一阵子他们府上接二连三的出事，任谁想也应该老老实实的暂避风头才是，怎么又出了幺蛾子？不过是哗众取宠，笼络民心，想要挽回司马府的声誉，在皇上面前立功罢了。只是不曾想事与愿违，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司马府的人还真不是东西，拿百姓的生命安危作秀，这与何不是肉糜有什么区别？气愤，恶心，真是让人恶心。王爷，你说皇上会怎样责罚？是责罚司马大人，还是责罚去现场布施的胡夫人，还是整个司马府都有连带责任？宫里的太后和胡贵妃会不会毫无原则的出面说情？这次的事件责任重大，不要说后宫不得干政，就是前朝与司马府交好的官员，皇上也绝不会让他们有开口的机会。好了，这件事自有人去解决，无需你操心劳神。倒是我为你千方百计寻得的白狐球，你可喜欢？喜欢，打心底里喜欢。王爷就像与我心灵相通一样，怎知道我怕冷？你这么瘦，身子骨又羸弱，大夏天手指节还发凉，这冬日漫长，天寒地冻的，自然要保暖些才行了。我该怎样感谢王爷？又是送我白狐球，又是帮我求皇上的墨宝，竟然连开业的黄道吉日都帮我算好了。想感谢我？萧明玄笑着往前凑了凑，无声地指了指自己的唇，眉梢眼角春暖花开。骆九离低头一笑，随即勾住他的脖颈吻了上去。而此时宫里御书房，皇上，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现在事态已经被控制住了，九王爷严令无关人等全部撤离现场。有几个伤势比较严重的百姓，九王爷已经派人送去医馆诊治。修王妃和温雅公主以及其他府上的几位贵夫人、小姐也不同程度的受了伤，不过好在诊治及时，没有大碍。目前情况最严重的是安亲王府的陆星鸾小姐，虽然救治及时，但是人还在昏迷当中。一旁，胡觉的脸色青紫交加。皇上，此次施粥是老夫提议的。本想着上次因为老臣家里的事扰了皇上烦心，念着将功补过，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老臣难辞其咎。司马大人原是一片好心，也想着为百姓办一件好事，只是虽是一片好心，但也要做万全的准备。刚刚裴大人的话，司马大人也听到了。这次的意外不但是时间没有把握好，胡夫人更在派粥的同时数次打断，才引起了骚乱。再者，在灾祸现场，胡林轩不但没有参与救助，竟然恃强凌弱，伤及无辜百姓，威逼大夫为胡韩玉救治。要不是有九王出面，恐怕又会引起百姓的骚乱和不满。司马大人，逆子如弑子，慈母多败儿啊！胡林轩如此癫狂行径，实在不应该在御前行走。胡觉身形一滞，广袖下干枯的老手狠狠攥拳。皇上的意思很明显，要拿他孙子开刀，拿他司马府开刀。裴听颂，微臣在。这件事交由大理寺查办，先安置好伤者，再查明事情的真相。行了，你们都下去吧。是。司马府胡夫人施粥不施，粥棚倒塌一事，不消半日的时间，便传遍了整个京城，一时间成了京城人茶余饭后闲嗑牙的谈资。而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司马府胡夫人，因为筹备不当，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故，不但要负责所有伤患的医药费，还要出钱出力，以皇家名义在外城一连布施3天。这样严重的事故，皇上就这么轻描淡写？王爷，皇上好不容易逮到这么一个机会，怎可能就这样不痛不痒的放过大司马府了？王爷，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内幕啊？这茶口感温润香甜，我喝着甚好。叫什么名字呀？这叫洛神花果茶，王爷喜欢，我回去多配置些，给王爷送去。你说要在店里推出的花果茶就是这款？没错。换一个，这款花果茶以后只能你煮给我喝，是我的专属。什么啊？不想知道内幕了？想，我待会儿就把店里推广的花果茶换成菊花茶。王爷，现在能说内幕了吗？看来本王在你眼里还不如这内幕重要啊。王爷自然比内幕重要，只不过我对司马府没什么好感，也实在参不透皇上是怎样责罚司马府那些人的。像你说的，皇上不可能不痛不痒的放过他们，外面所传的只是为了给司马府留有颜面，真正的责罚是皇上免去了胡林轩殿前行走的权利，也就是直接截断了司马府下一代成为殿前司都点检的可能。不但如此，胡觉这个掌管兵部的一品大员手里的部分权力也被皇上适当的下放了。这可真是非同小可，胡觉那样目无王法，竟然舍得放权。目无王法嘛，他还真当皇上是几年前那个羽翼还不丰满的皇帝吗？以前皇上是没有合适的机会，现在胡觉为了自己儿子和孙子的前途，不能不照做。那太后那儿还有胡贵妃没有闹？出了这么大的祸患，皇上没有朱笔御批，下旨查抄了他大司马府，已经是给太后颜面了。看来司马府树大根深，皇上也不能一下子就把他们连根拔起，只能徐徐图治。兵部的权力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但也足以让人垂涎。如若只是下放给了普通的官员，恐怕最后兵部还是胡觉只手遮天。放心，皇上有更好的人选。是谁？我很好奇，什么人敢接手这烫手的山芋，敢直面胡觉？护国大将军沈雨堂。沈雨堂？四皇子平王的外祖父，怡景宫淑妃的父亲。平王？骆九离想起上次在宫门前看到的那个娃娃脸，骨背丰腰、孔武有力的小王爷。皇上这是要搅乱这一汪湖水啊！皇权最讲究的就是平衡二字，权力的平衡总比一家独大好。主子，府里来人了，让他进来。是。奴才参见王爷，见过二小姐。母亲叫你来的。回二小姐的话，夫人叫二小姐马上回府。马上？母亲找我何事？奴才也不大清楚，但听夫人好像说什么满月宴的事。满月宴？谢家满月宴？哎呦，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王爷可有收到谢家的请帖？你要去吗？满月宴，人家邀请了，难道王爷不去吗？二小姐，
王爷几乎不参加京中宴会。当然，除了太后宴请的那次，还有就是皇上的生辰宴。那朝臣递了请帖，王爷也不去？王爷人不去，但是厚礼会送过去。不愧是九王爷，有身份、有权势、有地位，根本不屑违心的与人结交。张问和春荣听说夫人派人来找小姐回府，忙走了进来。要不小姐快回府吧，店铺这儿有属下和春荣守卫，如若我们有不懂的，再回府禀报小姐。是啊，夫人叫小姐回去，定有要紧事。店铺这边有我和张问，小姐大可放心。那就辛苦你们了。小姐吩咐，不敢言苦。王爷是回府还是？本王送你。两人一前一后下了楼，一辆快马疾驰了过来。王爷，薛宁山和苏通回京了，皇上紧急召见王爷。王爷，皇上急召，必是有要紧事，我自己回府就行。王爷快进宫去吧。南信男主，护好你们主子。王爷放心。萧明玄转身上了自己的马车，两辆马车一东一西，往相反的两个方向驶去。回到府里，骆九离正看到徐嬷嬷搀扶着母亲在院子里走动消食。母亲，九儿，你回来了。母亲派人找我回来，可是为了谢家满月宴的事。明日满月宴，我这身体受伤，自是不能参加了。你父亲和两个哥哥都身在京城之外，你姐姐虽是国公府的大小姐，但到底嫁了人，是别人家的夫人，即便是登门，也要以别人家的身份去参加宴席。母亲思来想去，明日满月宴，你自己一人去可行？骆九离上前扶住母亲的手臂，几人往屋里走去。自然行，母亲不用担心，我带着南星和南竹去。好，贺礼母亲已经让管家准备出来了。那谢府乃是谢良妃的母家，那谢御史又是正三品的御史大夫，怕是明日整个京城有头有脸的权贵都会登门。如若我猜得不错，宫里的皇子，宫外的几位王爷、王妃应该也会登门道贺。你去后奉上贺礼，如果不喜欢那种场合，就找个借口离开。我想谢御史也不会。母亲这是怕我惹事，还是怕我在宴席上碰到昭王和司马府那几个人？你这丫头，母亲你就放100个心，无论是谁，我都可以应付。算了，你也是大人了，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母亲只一句话，不能扰乱了人家的宴席。我的好母亲，我是去贺喜的，又不是去打架，怎么说的我像是个好战分子一样？母女俩说说笑笑，倒是为这安宁的下午添了几分温馨。罗二小姐，请进。骆九离点了点头，带着南星和南竹进了谢府。洛二小姐，宴席还未开始，所有宾客皆在三有园小憩，请小姐随奴婢来。骆九离点头，跟着侍女去了三有园。洛二小姐，夫人就在暖亭处，奴婢带洛二小姐。不必了，我自行过去便可。是。侍女躬身退下。你们快看，她身上披着的可是价值千金的白狐裘。没错，整个京城恐怕也找不出第2件了。她是什么身份？竟敢穿着这么一件价值千金的白狐裘招摇过市？国公府第2小姐的身份，九王爷重金购得，她自然有底气穿了。什么？她身上那件价值千金的白狐裘，竟然是九王爷送的？不然呢？白狐裘，毛深2尺，其白如雪，价值千金，天下无双。九王爷还真是上心啊。骆九离，他怎么来了？他难道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吗？承子，今日是你们谢府添丁进口的日子，邀请那样的人来，岂不是破坏了气氛？来者皆是客，周大小姐稍安勿躁。说着丢下那几个女人，主动迎上去。欢迎骆二小姐，父亲特意嘱咐，二小姐到了，让我好生招待。谢崇子身后，一个中年妇人由着丫鬟搀扶着，快步走了过来。阿紫，是骆二小姐来了吗？母亲，骆九离见过谢夫人。你母亲呢？身体可是大好了？劳烦谢夫人惦记，母亲已经能搀扶着下床走动了，只是还是不大方便。父亲和2位哥哥也没在京城，便由我来庆贺，还请夫人见谅。见什么谅？你能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阿紫，母亲，你带着洛儿小姐去照水亭休息。是，母亲放心，我一定招待好二小姐。母亲还是快些回暖亭吧，各家夫人都在，别怠慢了人家。暖亭那儿各家夫人不少，我怕你去了不自在，让阿紫带着你欣赏一下这园子里的梅花。是，多谢夫人。谢夫人仔仔细细的又看了他一眼，期间频频点头，才转身离开。承子，照水亭里全是各家贵女，恐怕没有地方安排洛儿小姐了。周韵，既然知道今天是我们谢府添丁进口的大喜日子，就别做让我为难让洛儿小姐为难的事了。承子，我可没有为难你，更谈
谈不上为难她，我只是觉得洛二小姐身为合理女子的身份，实在是不应该再往贵女圈里硬挤。毕竟一个清白尽失的合理女子，若连自惭形秽都不懂的话，闭上你的臭嘴！我家主子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智慧。你贱婢！洛九离，今日是谢府的大喜日子，快让你的人住手！胡寒玉，你算个什么东西，来指使我？你这又当又立的，倒是学得了你姐姐的精髓。你既然知道今天是谢府添丁进口的大喜日子，但你依旧让你的跟班为难于我，实则就是为难于谢府。你为了一己私欲，根本没有顾及谢大小姐的感受。你和我都是客人，谢大小姐不能得罪你，也不能得罪我，而你定不会让步。那么就笃定我必须吞下这哑巴亏吗？哼，可笑至极。胡寒玉，这是你和我的恩怨，不应该说是你大司马府与我异国公府的恩怨。你想羞辱我，想要报仇，我随时奉陪。洛九离说着，不疾不徐地扶了扶袖子，随即拍了拍男主的手臂。男主恨恨地瞪了一眼胡寒玉，又瞪了一眼周韵，才不情愿地松开了手。胡寒玉，我这人从不主动生事，但也不怕事，毕竟今非昔比。无论是谁，你敬我1尺，我还你1丈；你得寸进尺，我寸步不让。洛九离，这就是你异国公府教养出来的贱婢，竟然敢伤我！我要回去告诉我爹，把这个贱婢抓起来，关入死牢，大刑伺候。我要让他生不如死。洛九离越听眸底越沉，有些歉意地看了谢崇子一眼，抱歉。一记响亮的耳光突然响起，还在咒骂的周韵已经被扇翻在地。你骂我，我不动怒，但你敢动我的人试试。洛九离，欺人太甚，你竟敢打人！洛九离，你简直无法无天！今日你打了周韵，明日你又敢打谁？一旁谢崇子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忙派身边的丫鬟去找母亲过来，正待要开口安抚两方，只见园子外一道玄色身影，下一瞬身子一掠，便已到了洛九离身边。九王爷，微臣参见九王爷。臣女参见九王爷。臣妇参见九王爷。他们可有伤你？有谢夫人和谢大小姐相助，无人伤我。都起来吧。谢王爷。谢夫人此刻她都能听到自己重重的抽泣声。毕竟今日一早，九王府的人登门递了消息，让谢家好生招待洛二小姐。王爷，是臣妇招待不周，让二小姐受了委屈。这与谢夫人无关，是周大小姐为胡二小姐出头，觉得我合理女子的身份有辱京城贵女圈的名声，还口口声声骂我的侍女是个贱婢，还要把人抓起来关入死牢，大刑伺候。王爷，我实在不知这京兆府到底是府尹周世瑞的京兆府，还是大司马府的京兆府？难道皇命都成了摆设吗？九王爷，请息怒，韵儿年幼不懂事，说话口无遮拦，是我这个做母亲的教女无方，但她绝对没有别的意思。京兆府是皇上的京兆府，州府上下都是皇上的奴才，绝不敢有任何悖逆。九王爷，事情并非像洛二小姐所言那样，是她的侍女先伤了周大小姐，周大小姐才在情急之下口不择言地说出了那样一番话。可即便如此，同是京城贵女，洛二小姐也不应该动手掌掴周大小姐。是吗？你掌掴了她，是可有疼啊？不疼。胡夫人，你大司马府手眼通天，应该知道南星南竹是本王送给洛二小姐的侍女，他们两个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要刀剑见血。南星南竹，属下在。回禀王爷，是周大小姐羞辱我家主子在先，属下听不下去，便动了手。可主子顾念今日是谢府大喜之日，便让属下住了手。没成想周大小姐还不以此为戒，想要拿主子的名声和属下的性命给胡二小姐递投名状，所以情急之下，主子才迫不得已掌掴了周大小姐。胡说！你胡说！什么投名状？明明是你先动的手！王爷，请王爷明鉴。由始至终，臣女只是让洛九离的婢女不可伤人，并未与洛九离产生冲突。是洛九离。闭嘴！你没有资格与本王说话。胡二小姐，气大伤身，你这压抑久了，没有渠道散发，可就如同慢性自杀呀！洛九离，你贱人！洛九离，同为贵女出身，你比我还要大上2岁，也只不过是仗着九王爷的名头压人罢了。若论真本事，你以为我会怕你啊？哼！九王爷的名头好用，我为什么不用？怎么，你嫉妒了？你想用，王爷还不让你用呢。哼，他敢用本王的名头，找死！胡寒玉，你倒是认为你自己是高人一等的贵女呢？不也同样是仗着自己司马府小姐的出身来压人吗？若真论本事，你连我的一个小指头都比不上。你母亲难道没有告诉你吗？前几日周鹏倒塌，我在现场救了多少受伤的百姓，就是你母亲自己，也是我摒弃前嫌救治的。
怎么，现在伤好了就翻脸不认人了？周大小姐，奉劝你一句，自信太过就变成了自负，傻傻的被人利用了还不知道。洛九离，你胡说八道！周韵，你不要听他胡说。他们把你周韵当成马前卒，当成炮灰来对付我，只不过是为了让他们自己出口恶气而已。因为他们知道你根本动不了我一根毫毛，反倒是你自己会因此与我结成仇怨。而我这个人有仇报仇，有怨报怨，你捅我一刀，我就必须捅你2刀才行。所以啊，周韵，你的投名状也是你的催命符，你想好了？正在此时，三友园外几声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至近。微臣参见九王爷，不知王爷驾到，有失远迎，还请王爷恕罪。老夫参见九王爷。谢老夫人免礼，谢大人也起来吧。王爷，三友园内发生的事，劳父我心生愧疚。今日本是我谢府大喜之日，邀请诸位前来，是想着大家欢聚一堂，彼此沾沾喜气。未曾想我谢府招待不周，让几位小姐产生了误会，让洛二小姐受了委屈，还请王爷莫要大动肝火。王爷，前院香茶雅室，今年新培护的盆栽虎蹄梅已经开了花，几位皇子、王爷和同僚皆在，还请王爷移驾前院。陆二小姐，这三友园内的柳叶腊梅虽然花开正艳，但我家虫子尤其擅长炮制柳叶腊梅的花瓣、叶片泡茶饮用。如果陆二小姐不嫌弃，让虫子带陆二小姐去前院展示一番呐。陆二小姐，这柳叶腊梅茶也叫香风茶，经过特殊炒制，茶香清爽诱人，而且还有肾气止咳、清热降火、开胃散郁、解毒生肌的疗效。听闻洛二小姐医术精湛，不知对这具有功效的茶饮可感兴趣？这谢家小姐还真是个聪明灵巧的，这谢家母子俩也真是会做人呐。王爷也好，看在谢老夫人和谢大人的面上，事情就此结果也非不可。不过周韵说错了话，办错了事，罚其跪在三友园满1个时辰，以示教训。臣女谢王爷恩赐。一场闹剧在周韵被罚跪在谢府三友园而尘埃落定。1个时辰后，谢府府邸门口，王爷，宴席马上就要开始了，王爷何不吃了便饭再走？皇叔，不能吃了便饭再走吗？侄儿已经好久没有见到皇叔了。老夫人盛情，本王实不该离开，只是军中要事，耽误不得。诸臣大了，听太傅说，几个皇子中你学的尤其出色，这很好。皇叔教诲，侄儿不敢忘。洛二小姐，这是我亲自炮制的柳叶腊梅茶，二小姐喜欢喝，带些回去品尝。多谢谢小姐赠茶，只是来时匆忙，未带赠礼。如若谢小姐不嫌弃，这是我自制的柔肤水。柔肤水，这是擦脸用的，洗完脸之后用柔肤水打底，再擦香膏。哇，好香啊！这是我提取的玫瑰花精油制作成的，有补水、美白肌肤、收敛毛孔的功效。多谢洛二小姐，我今日托了小侄子的福气，竟然收到了有史以来最好、最棒、最得心意的礼物。谢小姐，会说话就多说点儿。与谢家人道了别，萧明学和骆九离才一前一后上了马车。王爷，军中不是有急事吗？我自行回府就好，王爷不用。小傻瓜，那只是借口罢了。不过一会儿送你回府后，我还是要做做样子的。所以王爷是为了我？谢谢王爷。你我本是一体，说这话是诚心想与本王划清界限吗？王爷，有件事我心下疑惑，那五皇子与谢虫子容貌似乎有几分相似，人不都说外甥像舅，侄女像姑，五皇子要是像，也应该与谢家大公子相似才是，怎么还和自己的姨母相似呢？你观察的倒是细致，许着你还没有见过谢良妃。上次宫宴只见到了五皇子，的确没有见到谢良妃。那谢良妃名叫谢重兰，与谢虫子是孪生姐妹。孪生姐妹，双胞胎啊，这就难怪了。五皇子不像舅舅，像姨母。2个嫡出的大小姐，一个进宫当了皇帝的妃子，一个却未曾嫁娶。要说这里面没有故事，恐怕没几个人相信。只是秉着每个人都有秘密的原则，他不去窥探这里面的隐私。而此时，距离司马府不远的另一辆马车里，韩愈，为娘对你太失望了。母亲，我这么多年来细心培养你和你姐姐，可到最后，就因为你姐姐的手段不够狠，才被九王和骆九离那个贱人钻了空子，留下了大隐患。韩愈啊，母亲现在只有你一个女儿了，你姐姐不中用，
不中用啊！母亲不止一次的告诉过你们，对付人要么忍，要么一口咬上去，别给对方留任何反击的余地。可你呢，识人不清，那周韵就是蠢货，那样的蠢货不配得到咱们大司马府的庇护。母亲教训的是，这次是女儿轻敌了，也是女儿识人不清。唉，这次也不怪你，是那个周韵办事急躁，徒有外表却没有脑子，而且谁也没有料到九王爷竟然会去谢府。说的就是九王爷从不与京城中任何朝臣私交，更不会参加任何朝臣的家宴，何况这次还是谢府，还是谢良妃的母家，五皇子的外祖家。母亲，您说九王爷是不是？不会，他便是选也不会选五皇子，皇上也不会让他选五皇子。为什么？眼下这朝中的局势，让皇上立太子的声音越来越多，从大皇子到四皇子皆已成年，成年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会被其他人控制左右。可五皇子今年才13岁，九王爷如若扶持他，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手握兵权叱咤沙场，曾经的战神王爷，你想想这背后会没有原因吗？如若他真有这种心思，别说其他几位皇子不许，便是皇上也不会同意让一个声望、权势、能力卓越突出的亲王去扶持一个幼年皇子。所以他如若还爱惜自己的羽毛，就不会在这种时候做这种蠢事。除非皇上到时候咱们也要全力扶持你表哥继位，大司马府才能荣宠不败。母亲，我决定了。你决定了什么？九王爷萧明玄，我势在必得。你胡说什么呢？母亲，我没有胡说，这场争斗还没有结束，我们大司马府还有的是扬眉吐气的机会。不过母亲，我们不能把宝全压在一个人身上。韩愈，住嘴！母亲，韩愈虽然年纪小，但韩愈永远都记着我和姐姐年幼时母亲对我们姐妹的教导，教导我们公宅内斗，教导我们如何处事，而立于不败之地。甚至母亲不是也曾想过，把我或者姐姐中的一人送进昭王府？可那又如何？到最后，为了得到一国公的支持，表哥还不是娶了骆九离为妃？若不是这中间燕听莲那个女人魅惑了表哥，坐稳昭王正妃之位的，还不是骆九离吗？韩愈，你快住嘴！那件事是经过太后和你姑姑、祖父商议过的，只是暂时的计策而已。如若昭王真的能成为太子，继承大统，太子妃之位、皇后之位只能出自司马府。至于骆九离，悄无声息地做掉即可。可谁曾想到，这中间会出现燕听莲这个骚南国细作这么大的纰漏。我知道是暂时的计策，表哥与咱们司马府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但九王爷却不一样了。母亲也说了，他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若有一天皇上……你给我闭嘴！你不要命了？恐怕九王爷看不上你，何况他如今被骆九离迷着，以后凭借他的地位和权势，九王府后院太平不得呀。看得上看不上又如何？别说他是身份贵重的亲王，就是普通男人家里不也是三妻四妾吗？韩愈，你姐姐已经在九王身上付出了代价，母亲不想你也被九王、被骆九离害了。代价？姐姐走过的路，我绝不会再走。至于这一次是我付出代价，还是骆九离付出代价，母亲，我们拭目以待。胡夫人心惊肉跳，只觉得自己女儿的笑容十分狰狞阴毒，似乎在这一刻，她都认不出这是她乖巧柔顺的女儿了。几日后，酒楼终于迎来了开业。表哥，这次我帮了你这么大个忙，表哥是否能为我引荐引荐了？这次做的不错。开业前2日，他便让邢希言找人为天下第一锅造势，没想到开业当日竟然这么火爆，火爆到他现在连骆九离的面也见不上。表哥，不地道啊！光说我做的不错，怎么不为我引荐陆二小姐啊？这陆二小姐说起来还真是个奇才，怎么就能想到这种新兴的火锅涮肉吃法呀？表哥，你说他脑子里是不是还有更奇特、更赚钱的东西？为了这，我还特意给他算了一笔账，豪厨店面有经验的大厨，各种副手、面点师傅，他这个天下第一锅不出半年就会日进斗金。一想到这白花花的银子没进自己的口袋，怎么心口有点疼呢？邢希言，擦擦你那流泪的嘴角，没出息。京城的盘子这么大，有钱大家一起赚。表哥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什么别扭？忙完了，天寒地冻的，何必亲力亲为呢？这才过了立冬，天还没那么冷，我哪儿就那么娇气啦？一旁电灯泡邢希言并不觉得自己碍眼，一双眼睛紧紧盯着骆九离，只恨不得把人盯出个洞来。邢大公子，你这……秦颖挖了他的眼睛。表嫂，救命啊！好啦好啦，别闹了，美食当前，难道你们二位不垂涎吗？俗话说呀，美食当前，诱人垂涎；好书在手，引人入胜。多谢表嫂款待。要说谢，还是我应该多谢你才是。这次天下第一锅能如此顺利的开业，邢大公子功不可没，我就以茶代酒，敬邢大公子一杯。
哎呀，表嫂太客气了，表嫂说话办事简直比我表哥更胜一筹。这样让人高兴的话，我表哥可是学不来，也说不出来。吃饭也堵不上你的嘴。邢大公子对王爷来说是表弟，是亲人，但对我来说不但是朋友，还是救命恩人。王爷不是说过，上次我被胡冰玉陷害，命悬一线，是邢大公子的情报救了我吗？这第2杯是谢邢大公子的救命之恩。表嫂言重了，当初看表哥心急如焚，我便知表嫂在表哥心里的位置，就怎敢不尽心竭力。好在啊，表嫂吉人天相，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表嫂不用这么客气，直接称呼我名讳便可。直接称呼名讳始终不妥，毕竟邢大公子也是京城数1数2的商贾，要不还是称呼邢掌柜吧。谁让这京城最大的酒楼天香楼和京城最大的胭脂水粉铺子依兰香都是邢掌柜麾下的呢？表嫂，要说是以前天香楼的确是京城最大的酒楼，可现在表嫂的天下第一锅开业，恐怕我的天香楼也只是最大的酒楼而已了。只是连我都没有想到，表嫂会有火锅涮肉这么新奇的吃法。不要说是京城，就是在其他地方我也从未见过。当初我还自诩为经商天才，线下和表嫂这一对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呀。骆九离多七窍玲珑心，自然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扭头看了一眼萧明玄。商人的通病，见什么都想分一杯羹，别理他。从我知道上次被劫持是邢掌柜暗中帮助，又知道邢掌柜就是天香楼和依兰香的幕后主子时，我就想过应该以什么方式给予报答。表嫂，施恩不图报，图报不施恩。何况表嫂早晚都要和表哥成亲，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表嫂说这样的话，让我有些无地自容。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是我这人不喜欢欠人恩情。这么说吧，这个世上除了你表哥，我不想欠任何一个男人恩情。表嫂够狠呐，这话我怎么接啊？你刚才不是还让本王给你引荐吗？既然叫了表嫂，该问的便一通问了，省得以后3天2头往府上跑。表哥这是有多不欢迎我呀？邢掌柜是要问什么？他是属貔貅的，只进不出，但凡挣钱的他都眼红。我呢不是眼红，表哥这话会让表嫂误会我的。何况我为人正派，可不屑用那种下作手段。说起来也巧了，今日邢掌柜不来找我，过几日我也要去找邢掌柜。表嫂要找我？为何找他？合作。合作？表嫂是要和我合作？你要和他合作？不行吗？行。不行。为什么？是啊，表哥，为什么？我是你表弟，你比谁都了解我，为什么不让表嫂和我合作？这店铺才刚刚起步，还没有步入正轨，手头上的人马又少，如若铺得太大，我怕你里外忙碌，再累到自己。何况呀，这小子他的产业大部分在梧州，几乎每年都要2地跑上几次。虽然有经商的头脑，但是个不安分的。与他合作，只怕最后的担子都得担在你肩上。表哥，我算是知道什么叫胳膊肘往外拐了。下次表哥再找我借钱，加利息，必须加利息。借钱？你表哥找你借钱？表嫂是不知道，这些年国家连年征战，国库空虚。你要说真没银子，那也不可能一点都没有，但架不住家大业大。今儿个不是东边发水，明儿个就是西边旱灾，各处州郡都伸手跟朝廷要银子。邢希言，你给本王闭嘴！王爷以为不让他说，我就猜不到吗？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等于就是在烧钱。我相信战争前期皇上会下拨军饷，可时间久了，各处都伸手要钱。皇上给了所有人银子，但因为王爷是皇上的兄弟，就只能克扣王爷的，让王爷自己想办法。也只是那么一次而已，军饷下拨后便已经还了他了。邢掌柜，关于合作的事，我觉得……骆九离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楼下传来骚乱之声。怎么回事？回王爷，二小姐，楼下有人捣乱。有人捣乱？因为什么？是因为有个吃客对春荣动了手脚，被春荣扇了一巴掌。骆九离温和的脸色瞬间转阴，腾的起身就要出去。这种小事儿不用你出面了。邢希言邪魅一笑，踱步走到窗边。表哥表嫂，过来看戏啊！我真谢谢你们哥俩。此时，临窗楼下的大街上，一位身穿红衣的男子背靠着一位身穿天青色锦袍的男子，二人对面围着7、8个家丁模样的人，另有2个锦衣华服的公子哥被人从地上搀扶起来。是他，王爷，上次在周鹏倒塌的现场，我见过这2人，就是那红衣男子把安亲王妃的亲女儿陈心鸾救走，找我诊治的。你不认识他了？没印象。萧明玄微顿了一下，随即摇头无奈一笑。很好，这样很好，表嫂。那一身红衣的叫莫寒，一身天青色锦袍的叫陈央，2人皆是我表哥最得力的属下。除了秦隐，我表哥最信任的就是他们。不过这2人鲜少在京城，所以表嫂不认识也是应该的。莫寒、陈央。骆九离脑子电光火石之间，轰的一下子就想起了当初在昭王府外一剑挑落2颗人头的勇士。
是他。还真有不要命的敢送上门来。那跑堂的小江娘和你们是什么关系？不过是摸了他一把，如此烈性，能被少爷我摸也是他的福分。倒是你们看着面生外来的吧，就滚！别在这逞什么英雄好汉。京城里的人物，你们这种小鱼小虾惹不起，快滚！就这种货色，本公子根本不屑动手。莫寒，我先去涮肉，你快一点。莫寒一听，呛地抽出腰间佩剑，红色的身影急速划过，原本还趾高气扬、气焰嚣张的一群人，便被莫寒一人打翻在地。说是谁让你们来天下第一国闹事的？公子饶命，好汉饶命！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就你这种货色，还敢自称少爷，丢人现眼！说实话，不说，下次就让你的脑袋搬家。好汉，我真的不知道，我们都是城外的乞丐，是昨日一个蒙面人给了我们银子，让我来这闹事儿的。我们真的不知道，好汉饶命啊！是，难怪如此不堪一击，原来竟是乞丐。会是谁？左右就是那么几个人。秦颖，主子，去抓起来，严刑拷打。是。奶奶的，居然敢来酒楼闹事，这可真是不想活了。待秦颖办完事返回来后，主子，莫寒和陈阳公子求见。让他们进来吧。主子，这就是莫寒，之前你见过的。至于陈阳，他一直在为我寻药，监少在京城。立在一旁的莫寒和陈阳听到自家主子竟然在骆九龄面前不是自称本王，而是自称我，那是相当惊讶。虽然他们之前也没少接到秦颖的飞鸽传书，也会或多或少的知道有关于主子和陆二小姐的事情，甚至知道陆二小姐就是那晚为主子解千步谣的女子，但是能让主子主动放低身段的，简直屈指可数。不，应该是没有。更让他们惊讶的是，主子竟然把他们在外寻药的事情告诉了骆九龄，那是不是说明王爷身边当真是卧虎藏龙？虽然之前听说过他们二人的名讳，但此时只看着便无法忽视他们周身流露出的超然气度。如此容貌和气度都出众的二人，与京城那些贵族公子比起来，也毫不逊色。他想，若萧明玄没有些真本事，大概也无法让这些人心甘情愿臣服听命吧。表嫂，我可是鲜少能在表嫂口中听到如此夸赞人的话，就连我表嫂也不过是夸了一句经商天才，怎么到了莫寒和陈阳这儿，什么卧虎藏龙，什么超然气度就都出来了？表嫂，这不公平啊！难不成我邢大公子还比不得表哥的属下？见过争权夺利的，还没见过为了争几句赞美的话如此着急的。我也不是着急，只是上行下效罢了。谁让我表哥喜欢听赞美的话呢？公子只应见话，此中我读之经，写道水穷天鸟，定非尘土间人。表嫂，好才情啊！别人都是送个定情信物，表嫂直接以诗定情。表哥啊，你是画中人，不是世间我等之中的凡夫俗子。以诗定情，这句话颇得我心。骆九龄微讶，忍不住看了他一眼，随即微红了脸低头。当初他是被逼得搜肠刮肚、溜须拍马，那个时候哪有情，哪有义，哪有爱？可现在算了，他喜欢就这样吧，总不能在一帮属下面前驳了他的面子。见骆九龄没有说话，萧明玄轻柔地拉过了他的手，眸光已经揉到了骨子里，看得一旁的几个人浑身的汗毛直竖。骆九龄成为女主子没跑了，主子果真动情了。只是大祭司那儿该如何交代？有了表嫂，我终于不用在表哥面前畏首畏尾了。如若骆九龄知道邢希言心里的想法，只怕会笑一声，告诉他我会让你失望的。便宜表弟和亲夫君，他更倾向夫君。因既有人在天下第一国闹事，当晚回府，骆九龄便让管家带着何府上下的人员名册来府曲院找他。二小姐，您找我？找你过来是想问问，府中人员名册里可有侍卫出身，身有残疾，但能行动自如，还带点功夫的？身有残疾，但能行动自如，还带点功夫的？有，脸被伤了的，手指断了的，胳膊腿受伤，但还有把子力气的。但这些都是国公园安置的老兵，不过不在府里啊，大部分都在庄子上。老兵？战场上推下来的？是啊，都是当初战场上受伤半残疾的，不能再上战场而退下来的老兵。虽然朝廷有发放抚恤，但是那点钱哪够养活一大家子人呢？更何况受伤残疾，好多活计都做不了，正常的人还找不到做工的地方，这受伤残疾的人就更没有人愿意接收了。国公爷啊，担心他们没有收入来源，日子过得太过清苦，时常拿出提己钱接济他们。
可国公府家大业大，人情分往也不少，总是这么接济，早晚有坐吃山空的时候。后来呀，夫人就想了个办法，所有受伤残疾的老兵，如若不嫌弃，就去了庄子或者邻近的铺子帮忙，每月都能按时支些月钱，补贴家用。那些老兵随着父亲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死里逃生，终于结束战乱，回到了故土，理应受到最好的优待。既然父亲和母亲做了榜样，我这个做女儿的自然也不能屈居人后。我打算在酒楼安置一部分老兵，后厨洗菜、切肉的，前厅接待车马食客的，传菜、端茶、倒水的，各个工种你去安排好了，我让春荣带他们一段时间，便把春荣和几个丫头撤回来。二小姐是因为今日发生在酒楼的事儿。二小姐，我替那些老兵谢谢二小姐。一国公府从老爷、夫人到公子、小姐做的事情功德无量啊。去吧，这件事仔细办好。是。南竹和南星站在一旁，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眼中看向洛九离的神色又多了几分敬佩。看吧，这就是本王看中的女子，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也有家国天下的胸襟，还有不卑不亢的傲骨。这天下间有几个女子可以做到这些？属下希望洛尔小姐是九王府的当家主母，是凌霄阁的阁主夫人。只是主子的身份有朝一日是要回到东周，杀了武帝，为先皇报仇，夺得帝位，一统东周的。洛尔小姐会是主子的辅助，但不会是最大的辅。陈阳，你给本王闭嘴！主子的事儿何时需要你来过问了？滚！可是主子难道忘了大祭司曾经说过，只有紫薇星女命的命女才能够辅助主子，化解主子的危机，辅佐主子登上东周帝王之位。陈央，萧明玄的眸底涌起了一丝杀意。要不是他与陈央同为东周人，要不是陈央是在雨心谷内与他一起长大，只怕此刻陈央已经是一具白骨了。本王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东周帝位本王会凭着真本事夺回来。什么紫微星女命，以后再让本王听到，你就滚回凌霄阁，不许再下山。听说主子同意了洛尔小姐一辈子只守一人的要求，那主子将来大业已成之时，为了平衡，身边必定不可能只有洛尔小姐一个女人。到那时，主子岂不是让洛尔小姐伤心难过？陈央，你好大的胆子，敢质疑本王！你怎么就肯定本王不能一辈子只守她一人？主子这话是什么意思？无论主子登基与否，以主子贵重的身份，都不可能一辈子只守着一个女人呐。本王再说最后一遍，这辈子本王认定了洛九离，本王为王，她就是本王的王妃；本王为皇，她就是本王的皇后。如若以后再有人胡言乱语，说三道四，她就不再是本王的人了。主子在说什么？不是主子的人了？那言外之意，主子放心，以后洛尔小姐就是我们唯一的女主子，我们会像保护主子一样保护洛尔小姐，绝不敢有半点私心。你们都退下吧。是。秦野，你疯了！你干嘛对我按下黑手？哼，干嘛打你？这还用问吗？一是你心里有火气，我给你引出来，免得憋坏了你；二是为主子和洛尔小姐打你。秦野，你是疯了吗？那洛九离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处处为他说话？洛尔小姐没给我什么好处，但洛尔小姐却给了主子好处，你知道吗？半盏茶后，陈央也恢复了平静。这些都是真的吗？如假包换，洛尔小姐为了救主子，已经不止一次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了。陈阳公子，我知道你和主子情同手足，这么多年付出的也要比我们多得多。可是陈阳公子有没有想过，主子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为了怕身份暴露，为了怕皇室知道主子身中咒术，便常年驻扎边疆，征战沙场，布下棋局，就像没有感情被冰封包裹住一样冷酷暴虐，杀人如麻。直到遇到洛尔小姐，直到得知洛尔小姐能压制体内的咒术，甚至直到得知洛尔小姐就是那晚为主子解毒的女子，主子才算是有了人间烟火气。陈阳默然，他知道了洛九离是真心对主子付出，才得到了主子满心满眼的相待。只是毕竟他的身份。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要拿洛尔小姐是河离女子的事情来和我狡辩。洛尔小姐是主子的女人，唯一的，明白吗？昭王被燕听莲那个细作下了媚术，连洛尔小姐的手都没有碰，当时主子白白得了人家的清白。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大祭司呢可是知道。秦莹点头又摇头。你这又点头又摇头的是什么意思啊？飞鸽传书是传了，不过大祭司已经闭关半年之久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能看到。要不过些日子我回去看看吧。也好，兄弟三人似乎都在有意转移话题。翌日，洛九离依旧早早起床，便坐上马车去了天下第一锅。二小姐来了，还真是赶巧啊！九王爷正在2楼等着小姐。王爷来了。丽儿，关于那几个乞丐闹事一事，是大司马府的人。不过你猜猜是谁？谁？胡夫人还是胡寒玉？这种小家子气的计谋，也只有女人想得出来。都不是。都不是？我猜错了。是女人，但不是那母女俩。我去，阴魂不散啊！不会是胡冰玉吧？就是她。
哼，他不是在尼姑庵落发为尼了吗？怎么还是不死心的来陷害我？只是落发为尼，他又不是真心向佛。何况他认定了那件事是我们做的，可有皇上的圣旨压着，他不敢踏出尼姑庵，但不代表司马府的人不能去看他，不代表他身边没有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初就应该斩草除根。只是那是皇上做的决定，你和我只有服从，又怎可越界皇权？无所谓，胡冰玉沉不得大气候，他已经那样了，司马府又怎么可能把宝再压在他身上？王爷，找人盯着他吧，一旦他做出出格的举动来，也不必手下留情了。我也正有此意，这件事儿你不必插手，我已经派人去了。他一个被遗弃的棋子，也翻不出大的浪花来。王爷，我想问一个关于军中的问题，不知可有忌讳？没有忌讳，你问。是关于退役老兵的问题。朝廷对那些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弱病残，可有什么优待和抚恤？朝廷对伤残年老将士会给予统一的薪俸和赏赐，伤亡者会有田地优待，免除税役。只是薪俸和赏赐会根据职位、服役年限而有所区别。另外，那些因战伤废停不能自理的，如若家贫或无子孙兄弟照料的，就由地方州郡负责养老。王爷有没有想过，州郡之力困于养兵，只怕地方财力难以支撑，即便有皇上的命令，可下方官吏真的就会贯彻执行吗？我明白你要说什么。朝廷对这些老弱病残的将士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在边疆领兵这么多年，看得最清楚，一场战役下来会有几万的伤兵。你是医者，应该知道救治伤兵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何况还是在战场上。当初我向邢锡烟借钱，一部分也是用在了这些伤残将士身上，这也是我唯一能给他们做的最后一件事儿。萧明玄顿了顿，没再说下去。洛九离知道他的不易，也知道他虽身为亲王，却有太多的无可奈何。两个人都觉得这个话题太过沉重了，毕竟现状如此，他们都无力改变什么。二小姐，夫人让二小姐即刻回府，说是有客人来访。客人？你先回府，我去军中看看。如若有事儿，就让亲武去找我。但记住，无论是哪的客人，不许让自己受了委屈。王爷是怕宫里来的客人？无所谓是谁，有男星男主在，便是杀了人，也有我给你兜着。好。两人同时走出厢房。护好你们主子。是，王爷放心，王爷放心。国公府门口，骆九离下了马车。二小姐，府里来客人了，谁啊？回二小姐的话，是安亲王妃和一个年少女子，瞧着与安王妃有几分相似。安亲王妃和一个年少女子，难道是陆心鸾？是，不但带来了许多礼物，还送了一匹全新的马车。我还以为他们母女给忘了呢。他们人呢？在暖阁，夫人陪着，说要等二小姐回府亲自道谢。好，你去告诉母亲，我先回府取院，换身衣服，再去暖阁。是。侍卫径直往前厅而去，去找国公夫人。而骆九离则带着男星男竹抄近道返回府曲院，换了身衣裳才出院子。一到暖阁，就看到安亲王妃和陆心鸾坐着喝茶。安亲王妃一见骆九离进来，母女俩人皆喜，齐齐起身。安亲王妃不必这么客气，快请坐下。她一个小孩子，哪里敢劳动安亲王妃起身相迎？安亲王妃复又坐了回去，反倒是陆心鸾恭恭敬敬地给骆九离行了一礼。陆小姐也坐吧。李姐姐，今日我是特地来答谢姐姐救命之恩的。快别行礼了，你身子才好些。何况那日王妃不是已经谢过了吗？母亲是母亲，那日谢过是感谢李姐姐不计前嫌，在那种危机时刻还能出手相救。今日星鸾是正式来拜谢李姐姐的救命之恩。洛儿小姐，原本妃第二日是要登门道谢的，是星鸾醒来知道了一切，非要等到身体稍好与本妃一同前来才行，所以便耽搁了这些日子。这些礼物都是星鸾一样一样挑的，只为能感谢洛儿小姐的救命之恩。王妃、陆小姐客气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这谢礼便收下了。骆九离开了口，陆心鸾也松了口气，道了谢，也收了谢礼。两家长辈又说了些场面上冠冕堂皇的话。安亲王妃带着陆心鸾便起身告辞了。母亲，我瞧着李姐姐是个好人，比司马府的冰玉姐姐和韩玉姐姐还要让人亲近。心鸾，以后这话在人前，尤其是当着司马府的人的面儿，还是少说。母亲让我和哥哥每日听教书先生的教诲，可教书先生明明说要敬君子远小人，母亲为什么还要亲近司马府的那些人？星鸾莫要胡说，你才14岁，懂什么？我是年岁小，但不代表什么都不懂。西云姐姐在宫里陷害李姐姐，母亲又为了西云姐姐在宫门口打了李姐姐一巴掌，李姐姐还能摒弃前嫌挽救我的性命。李姐姐于我来说是救命恩人，而西云姐姐呢？我性命危在旦夕之时，她在干嘛？司马府的那些人呢？我缠绵病榻之时，他们可有曾登门安亲王府来关心过我？星鸾，关于在宫门口的那件事，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和你哥哥好。待你长大了，明事了，自然就会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陆心鸾张了张嘴，见母亲眉头紧锁，到底还是没有再说什么。这陆心鸾是不是打听了我的喜好，送的尽是我喜欢的礼物？这哪里是陆心鸾打听了你的喜好？现如今啊，整个京城谁人不知，义国公府二小姐是个喜欢黄白之物、沾染了铜锈味的女医。哇，这名头是不是有点过啦？黄白之物才是硬通货，那些人只是嫉妒罢了。何况铜锈味？母亲，这么美的镯子哪来的铜锈味啊？很漂亮，贵气的好吗？二小姐说的太对了，谁人不喜欢金银这等俗物？什么铜锈味，就是他们嫉妒我家二小姐动动手指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不过话说回来，安亲王府这次可真是大手笔，我瞧着那安亲王妃比上次像个人样。没有主子，他就等着白发人送黑发人吧。母亲，我听说现在的安亲王妃并不是安亲王的原配，那陆希云和陆明星是原安亲王妃的女儿，而陆心鸾则是现在的安亲王妃所生。这件事在权贵圈里也不算是安亲王府的私密了。母亲这话从何说起？我问过九王爷，九王爷知道的也只是这些啊。九王爷常年驻扎边疆，京城里这些后宅的私密，他怎么可能知道的那么清楚？那母亲说说，我瞧着陆心鸾那丫头不错，说话行事比陆希云更容易让人接受。那倒是，毕竟陆心鸾和陆心意的启门师傅是京城有名的大儒，在两个孩子的学问和品德方面，安亲王和安亲王妃也算是费尽了心思。陆心意、陆心鸾，听说安亲王府有位世子，行事低调，鲜少和京城的那些公子少爷们胡混。可是这个陆心意，就是他，现安亲王妃的亲生儿子，与陆希云同年。啥？与陆希云同年？不是说现安亲王妃是续弦吗？难不成在那之前两个人就暗通款曲啦？你这丫头怎么什么都说呀？我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你一个女儿家的，以后人前人后说话谨言慎行。是，我以后啊一定谨言慎行。母亲，您接着说。这丫头怎么对别人家后宅的事儿这么上心？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男人三妻四妾，只不过这妾是原安亲王妃母家为了巩固地位送给安亲王的，而安亲王并没有把她养在安亲王府，而是养在外宅罢了。那为什么呢？都是自家的女儿，一个就足以巩固地位了，何苦这样？因为要有子嗣传承，原安亲王妃接连生的都是女儿，不能为安亲王府开枝散叶，又怎么可能会巩固住王妃的位置？那安亲王的其他妾室呢？就没有生子的？听说原安亲王妃颇有手段，她尚且没有生下儿子，又怎么可能让别的女人生下儿子呀？我去，难怪安亲王会把谢王妃养在外宅。说起来谢安亲王妃倒是个命好的，第一胎就得了儿子，再加上年岁小，长得花容月貌，颇得安亲王的宠爱。这才叫为他人做了嫁衣裳呢。原安亲王妃估计到死都没有想到，她辛辛苦苦想要得到的，现安亲王妃轻轻松松就得到了。只不过这位现王妃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从现在种种迹象来看，他对付陆明星、陆希云的手段，不是骂杀，也不是打杀，而是捧杀。捧杀的最高境界就是毁人于无形。尤其是陆希云和陆心鸾一比，一个专横跋扈不可一世，一个温和有礼大家闺秀，两相相比就产生了差距。佛说无量寿经，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别人家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母亲说的是，女儿记住了。母亲这是要回屋了吗？累了，和人打交道是最辛苦的，既不能说错话，又不能办错事，如履薄冰，谨言慎行。我现在啊是越来越喜欢清静了。夫人，要不去烧炷香，抄2段经书？我正有此意。自从天下第一锅开业后，随着冬季越来越冷，天下第一锅的生意也越来越好。谢崇子说这红梅叫宫粉梅，我还真没想到，还未到深冬，红梅竟然都开了。谢崇子来过？一早来的，送了这盆红梅，说是府里花房开的最早的一盆红梅，送来当是天下第一锅开业的贺礼。这花送的倒是应景儿。王爷，谢家是不是有人对梅花情有独钟？
三有园里的腊梅、盆栽红梅，这品种倒是齐全。我估摸着宫里的盆栽红梅都没有谢家开放的早吧？谢家老夫人独喜欢梅花，谢老太爷在世时可是花重金寻遍了全国各地的梅花品种，又养了手艺高超的养梅花匠。皇上最喜欢的龙油梅就是谢家送进宫的。难怪谢老夫人独喜梅花，谢老太爷就为她寻得梅花。谢老夫人真幸福，羡慕了。当然羡慕啦，只要是女人没有不羡慕的。不过我只是羡慕而不嫉妒。谢老夫人有谢老太爷，而我有王爷。你喜欢什么？便是天上的星星，本王也为你寻来。俗物，我喜欢俗物。俗物好，俗物能买到不俗的东西。王爷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一国公府的二小姐，出了名的小财迷。谁是财迷？门外许久未见的邢夕颜风尘仆仆地闯了进来。你这是干什么去了？这话表嫂该问问表哥才是。我在外面顶风冒雪，表哥倒是好潇洒。知道你辛苦，先吃饭，吃完了再说。这还差不多，这些日子我在外面最馋的就是这一口。快吃，谢谢表嫂。这边涮着，那边吃着，一连涮了5大盘羊肉，邢夕颜才满足地放下筷子。冒昧问一下，你这是几日没吃饭啦？邢夕颜喝了口花果茶。日吃，但只是为了填饱肚子，食之无味，弃之肚子不甘。果然不愧是养尊处优的邢大公子，多少人吃不上一口，他还食之无味，弃之不甘。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表哥，我出京时咱们可是说好的，事情办妥，你同意表嫂与我合作。什么大事还需要王爷拿合作才能使唤动你？事儿还真不小，是关于边疆和谈。边疆和谈？随即满脸担心的扭头看向萧明轩。放心，和谈成功了，我不用带兵出征，过些日子你父亲和大哥也能从溧阳军营返回京城述职了。我父亲和大哥能回京了？表嫂，你做好准备。做好什么准备？如果事情这么简单，表哥何至于让我跑一趟？王爷，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我父亲和大哥不能回京城了？不是，他所说的和你父亲大哥回京城没关系。边疆和谈成功，但桑南国却提出了条件。条件？什么条件？联姻，两国联姻，修秦晋之好。所以王爷让他出京是为了什么？难不成桑南国有人看上了萧明玄？你在担心什么？我没担心什么，好奇，纯属好奇。担心就是担心，何必遮遮掩掩？不过本王喜欢。王爷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说实话。难不成真的是我想的那样？先前邢夕颜还让我告诉你，我怕你胡思乱想，才派他紧急出京城办事儿。现在看来，当初的顾念是对的。邢夕颜，你来说。表嫂，这件事我办成了，咱们是不是该谈谈合作的问题了？我得看看值不值得我合作。表嫂这是在将我？不敢。好一对狡猾的夫妻。表哥让我出京，是为了让我在半路探探那位桑南国公主的虚实。你是说桑南国公主已经在来京城的路上了？是。那桑南国公主联姻目标可是王爷。表嫂为什么觉得会是我表哥？王爷常年驻扎边疆，打退桑南国数次，而且还破了他们的媚术，亲自斩杀了一位公主。你觉得是王爷的名声大，还是那几位皇子的名声大？这话竟让我无言以对。所以我说的是真的。无论真假，我都会解决好，你不要胡思乱想。何况那桑南国也不是真的要联姻，不过是想借着联姻的名头来羞辱我罢了。是，表嫂有所不知，这次前来联姻的是桑南国的五公主。此女不但长得美艳妖娆，而且媚术功法浑然天成，比表哥之前斩杀的那位二公主媚术更醇厚。媚术？这位五公主对外只宣称习得媚术，实则她还偷偷习得了阴阳之术，而且术法精进。之前赵王府的那位侧妃与这位五公主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王爷，我记得上次花兰州说过何为阴阳之术，就是媚术修行再高一等的术法，利用阴阳之术，在颠鸾倒凤间便能把与之亲近的男子内力吸尽，占为己用。那燕听莲就是用了这种利用男人身体龌龊的术法，才得以在几年间功法大增。如若是这样，那这位五公主可不是个善茬。正是因为知道怕这位五公主搅得京城不安，所以才派她提前送去一份大礼。大礼？那位五公主收了，没有疑心？表嫂不用担心，那五公主不但收了，而且还收得心安理得，喜不自禁，神不知鬼不觉，当晚就施了功效。住嘴！不用邢夕颜住嘴，我大概也猜到了。所以王爷让他送去的大礼与五公主偷袭的阴阳之术有关。猜出来了？也只猜到了其一，至于这里面的玄机，我猜不到。反正王爷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就为了大老远给五公主送去几个美男子，助她修炼阴阳之术。表嫂心里知道就好了。
何必说的那么直白？从桑南国进京需要途经宛城，宛城内有个富甲一方的刘昭夫人。这位刘昭夫人无父无子无夫，却养了一群面首。恰恰那五公主是个喜男色的，所以我让那二人在宛城上演了一出二女争美男的戏码。难怪他说那五公主说的心安理得，宛城距离京城百里之遥。那五公主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会是王爷的计策。只是五公主毕竟是一国公主，那位刘昭夫人又如何肯配合？邢希言曾救过刘昭夫人一命，这次倒是派上了用场。看来这次邢大掌柜功不可没呀！不，我只是按照表哥的吩咐办事，真正掌握全局的还是表哥。但真正实施的还是你啊！所以除了美男计，这里面到底还有什么玄机？这个我不太好说，反正这次五公主绝对会栽大跟头。唉，不说是吧？不说咱们就别合作了。唉，反正我现在手头还有2个挣钱的项目，要不我找别人合作？肥水不流外人田，便宜别人反倒不如给自己家。何况表哥如此爱重表嫂，表嫂想知道的，表哥又怎么忍心拒绝呢？月边胶，表哥，不是我要说的，是表嫂让我说的。什么是月边胶？月边胶是花兰州研制出来的一种药散，可内服，也可涂抹到身上，用过几次之后，皮肤会变得白皙细嫩。只是这药散十分燥热，能产生一种迷惑人心的效果，一旦沾染上，极难戒除。表哥让我安插进刘昭夫人面首里那个美男子，都服有月边胶。王爷，这月边胶没有流入民间吧？并未，这是花兰州研制出来的一种毒药，不会让人死，却会让人上瘾成性，生不如死。王爷手上可有？整个长宁王朝除了花兰州，只有我手上有这东西。王爷，我可以肯定的说，这月边胶一旦沾染，10人9毁。放心，我知道这是毒药，又怎么会让自己中毒呢？你不必忧心这件事的。是啊，表嫂不必杞人忧天，这月边胶就和鹤顶红一样，都是毒药，谁会傻到去吃毒药啊？所以，表嫂，咱们是不是该谈合作了？是怎么个合作法？是开个新铺子，还是入商贾？表嫂是想当东家，还是当掌柜的？果然，你表弟是属貔貅的。我不当掌柜的，也不当东家，我拿技术入股你的依兰香如何？表嫂竟不是入股酒楼，而是入股依兰香。对。洛九离点了点头，从身后的软榻上拿过药箱，打开后从最底层拿出一个圆嘟嘟的小瓷瓶。瞬间，一缕清香雅韵、花香纯正的茶花清香扑鼻而来。这是香膏，竟然还带有茶花的清香。你可以啊，好见识！这正是用茶花提取精油和零陵香混合而成的香膏，比你依兰香卖的那款凝香膏如何？邢希言伸手接过，竟然自然而然地挖了一点抹在手背上，然后低头闻了闻，香味清雅，膏状也柔润细腻，这是好东西啊，比现在店里卖的凝香膏还要质地醇厚呢。只知道你会医术，没想到竟然连这种东西都会制作。我是女医，自制这些东西倒也不难，何况我会的东西还有很多，王爷慢慢发现。表嫂的意思是还有很多这种香膏吗？我的意思是，这香膏只是其中一种，种类还很多呢。说着，打开药箱，从最下面一层又拿出一个长条形的瓷瓶。这款是我自制的爽肤水，每天洗完脸后用爽肤水打底，有控油补水的作用，再擦上乳液，也就是你手里拿的香膏。不过可惜防晒霜无法自制，待我有空闲下来试试能不能做出口红。等等，表嫂，您能不能一样的详细和我说一遍？什么爽肤水，什么乳液，还有防晒霜又是什么？口红？如果我理解的不错，是女子用的口脂吗？如若一样说，只怕说到天黑也说不完。现阶段我能制作出来的只有爽肤水和乳液。爽肤水和乳液就是给脸部皮肤补水保湿的，不过爽肤水比较侧重于补水，而乳液则以保湿为主。尤其是春秋冬3季，空气干燥，风沙较大，同时用爽肤水和乳液能起到保护皮肤，有效阻止水分的蒸发，使皮肤变得细腻富有弹性。王爷借用一下。只见洛九离先打开长条形的瓷瓶，从里面倒出了一些清香淡雅的爽肤水，拍在他的手背上。萧明玄一愣，随即浑身上下排斥性的就要把手缩回来。王爷不要动，我得拿出最有说服力的展现给你们看，要不然拿什么入国，拿什么挣钱？等你和我成了亲，成了九王府的女主子，成了亲王妃，何府上下一花一草，一砖一瓦，一金一银都是你的，你何苦手里做这些呢？金山银山不如自己手里的碎银子。王爷给我钱是对我的认可，我也可以花得心安理得，但是自己挣钱，我就能花得大手大脚。萧明玄不喜欢他这样和自己生分，开口就要反驳，却被洛九离啪啪2下轻轻的拍打手背，再然后直起他的手给邢希言看。来，上手摸一下，普通的皮肤和擦了爽肤水和乳液的皮肤有什么不同？邢希言，你敢？他表哥征战沙场的铁血汉子，在没遇到洛九离之前，别说女人，就是男人都不让近身，更别说让男人摸手了。现如今，表哥，
我就用手指头戳戳。你敢戳，本王就削了你的手指头。表嫂还笑。我错了，那邢希言，你自己往自己手背上擦点，感受一下。切，本来还想逗逗表哥的，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表哥这种不自然的失态。可是碍于表哥的淫威，算了，还是算了吧。遂伸手按照刚才洛九离的步骤和方法，把爽肤水和乳液拍在了自己的手背上。表嫂，果然呀，擦上这两样，肌肤清爽滑嫩，还有湿湿的感觉，就像是剥了壳的鸡蛋。你这形容还挺贴切。这爽肤水和乳液如果用的原材料不同，所呈现出来的效果还不一样。比如有最常见补水保湿的，有平衡油脂分泌的，有消炎消痘的，还有提亮肤色、均衡细腻的。总之，让一个人变美的有很多很多种。女人嘛，谁不想变得更漂亮呢？何况你是经商之人，能开那么大的依兰香，自然也嗅出了女人钱最好赚的道理。表嫂一句话，弟弟我就犹如遇到了知音。开依兰香之初，我就说过，这京城里女人的钱才是最好赚的。邢希言，收回你的眼睛，好好说话。表嫂，如果按照表嫂说的，我想可以在依兰香特意开一个区域，只卖这两样东西，前期可以少量制作，待用的人多了，口口相传，买的人也多了，咱们再大量制作售卖。果然啊，不愧是经商的脑子，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竟然规划好了，而且与我所想的分毫不差。不过前期的少量制作我还能忙得过来，但如果是后期的大量制作售卖，我一个人远远不够。这不用表嫂担心，需要多少原料，需要多少人，表嫂尽管开口，绝不让表嫂为难。至于入股分成，也绝不会亏待了表嫂，4成，我给表嫂4成份子，可行？那你岂不是很吃亏吗？毕竟我只是技术入股，就只负责给你提供商品、铺面、推广、管理以及后续的原料、人工等所有方面都是由你负责。表嫂言重了，京城的盘子这么大，有钱大家一起赚嘛。况且依兰香开了也有些年头了，里面卖的东西翻来覆去还是那几样，现在也是时候出些新品。何况表嫂手里这些可都是独一份，单单那个爽肤水就种类繁多，别说是长宁王朝，将来生意铺大了，开去别的国家也是抢手货。所以这4成表嫂就心安理得的拿着。好，既然拿了你4成的份子，那我也不能白拿啊。我给这个系列起了个名字叫蝶变，寓意用这个产品的女子会化茧成蝶，变成最美好的自己。你可以在依兰香内专门设出一个专柜。专柜？专柜就是专门针对某一类别、某一品牌、某一群体、某一类人提供丰富的产品，或专门陈列一个供应商的商品。简单来说，就是在你依兰香内规划出一个特定的区域，培养特定的人员，只负责这个系列的买卖销售。前期我可以做些小的样品，你拿去依兰香与其他商品，让顾客进行对比尝试，然后对这个系列以传单形式做出一个产品说明介绍，有人进店就发放一张传单，待攒足人气之后再进行上架销售。这只是我前期的一个预想，毕竟现在我还有精力。至于以后见了成效，生意火爆，供应量大的时候，就需要你寻找合适的人选来批量制作，我会提供相应的方子，只要能守住秘方不泄露，我敢肯定你的依兰香会日进斗金，而我只要躺着拿分红就行了，想想还挺美。表嫂是不是还有保留？倒不是保留，只是有些东西我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表嫂说说，我对这些从未听过的见识很是好奇。如若可以，何不变现，遍地开花？到那时，表嫂何止是躺着就拿分红啊，便是喝口水的时间也会日进斗金。一旁，萧明玄微微皱了一下眉。今日洛九离带来的惊喜可是不少，所展现出来的东西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说出的话大部分都不是他们所能认知的，所以说的多疑点就多。今天就到此为止吧。表哥，我和表嫂在商量如何挣钱的事，你这样打断，岂不是断了我们的财路？何况你是亲王身份，官职在身，拿着朝廷的俸禄，我和表嫂呢，白丁一个，一天不做事就得喝西北风。不，你表嫂现在是国公府小姐，以后会是本王正妃，会有绝路，而你好好做你的商人。哎，表哥你……好啦，你们哥俩别吵了，不过就是几句话的事儿。其实女人美容养颜的东西有很多种，比如有一些调理的药丸，也有些是敷于脸上的面膜，还有就是每日往脸上涂擦吸收的爽肤水、乳液之类的。当然，除了这些，还有可以去黑头、去粉刺、去斑点，就是能去除皮肤中的一些瑕疵。但是这些成本较高，制作起来有些费功夫，主要还是保存时间较短。不过你若是想要，过些天我抽空给你做1-2个样品出来。那就太好了，表嫂，你若是有需要我做什么，尽管开口。可以，等我回去写个清单，一些我寻不到的就要劳烦你了。哎，不劳烦，我现在是表嫂的跟班，随叫随到。表哥，你什么时候娶我表嫂？这样一个宝藏的女人，可得让表哥好好把牢。何况她何止是宝藏，这就是招财猫啊！待国公爷回京，本王就上门提亲。
那表哥可有备好聘礼？3书6礼，10礼红妆早已备好，只等娇娘过门了。得嘞，看来我要备上一份大礼，庆祝表哥表嫂新婚。骆九离看着这哥俩一唱一和，心里无奈又喜悦。不过2日，国公爷即将回京，萧明玄要去国公府家提亲的消息便不胫而走。皇城长春宫内，这事可靠？可靠，宫外的人都在传，说是国公爷回京后，九王爷就上门提亲。哼，果然是位高权重的九王爷，上门提亲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可以自己做主。哀家还是他名义上的母后，他竟然完全没有问过哀家的意见。九王爷，他的心里压根就没有忠心太后的想法。太后又何必为他操这份心？何况这件事情恐怕是有皇上点头，要不然这消息不会这么快就传遍了京城。哼，皇上立后未曾问过哀家的意思，九王提亲也没有问过哀家的意思，他与皇上还真是哀家的孽债呀！太后，微臣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讲。太后，那骆九离是国公爷的女儿，而国公爷在军中有许多拥护和追随者。九王爷在朝中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亲王，有话语权，也深得皇上信任。而国公爷手里有兵权，在朝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这2府结亲，阻的可是司马府的路，司马大人怎么能放下心来？虽然司马大人掌管兵部，可因为上次一事，皇上已经把大人手里的部分权力下放给了沈雨堂，这是有意培植沈家。现在又让2府联姻，皇上和九王爷的真正目的，恐怕……重阳侯指着话，眉目沉沉，眸子里透着几分晦暗。皇上有意抬举沈家，培植自己的势力。他和大司马早已经看出了端倪，只是没想到现如今竟然连国公府都拉拢了过去。一想到这些，太后心里的怒意和恨意尤盛。重阳侯，你数次与九王爷打交道，可有什么应对之策？应对之策，听闻九王爷以往不近女色，对床子之事大概还有些陌生。太后何不趁着这个机会，给王爷送2个美艳的教引宫女过去？教引宫女，这个方法也算应对之策？算不上，但能恶心骆九离。如果那2个教引宫女争气，爬了九王爷的床，以骆九离那个女人的气性，还有国公爷的脾气，恐怕成亲一事告吹了也不一定。何况听微臣说，韩玉2小姐也倾心九王爷。你说什么？韩玉？女子皆爱慕英雄，九王爷是长宁王朝的战神，容貌、权势、地位又是1等1的高贵。韩玉小姐情窦初开，喜欢九王爷也是人之常情。你是听谁说的？上次微臣去司马府，亲耳听到韩玉小姐与司马大人说的。不过司马大人不大同意，一直禁着韩玉小姐出府。哥哥自然不会同意。冰玉就是因为爱慕九王，付出了多大的代价？韩玉万万不能再走她姐姐的路。何况韩玉是留给昭王的，胡家嫡女必须要出一位皇后才行。不过当时韩玉小姐还说，如若她能嫁进九王府，不但能掌握九王的言行，还能在夺嫡一事上成为昭王的助力。韩玉这丫头有心了，不过胡家嫡女只剩她一个，不能让她去冒这个险。太后既然有心护着韩玉小姐，微臣倒是想起了一个人，她更适合嫁进九王府。谁？安亲王府明心郡主陆明心。你不提醒，哀家倒是把这颗沧海遗珠忘记了。那陆明心怎么说也是郡主身份，又倾慕九王爷许多年，该还的债也还完了，该受的罪也受了。九王爷因权势压人，就把好好的一个姑娘给耽误了，自然要有所担当才是。何况既然是大喜之日，不如就双喜临门，把明心郡主也赐婚给他。赐婚？正是，明心郡主如今还是清白之身，比那骆九离岂不是出身更显贵？太后只需一道懿旨，就可以让九王正妃侧妃同娶。那九王爷又岂敢当着群臣的面公然抗旨？哼，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九王自小离宫，成年后便一直驻扎在边疆，刚回京2年之久，与哀家没有一丝亲情可言，恐怕抗旨一事他做得出来。何况那陆明星是因何去尼姑庵带法修行、青灯古佛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九王那样的脾性，连伪装都不信，又怎么可能会心甘情愿的迎娶一个曾给他下药的女人？可是太后，让国公府嫡女嫁给九王爷，只有百害而无一利。何况不试试又怎么能知道会不会成功呢？退一万步讲，九王爷不知好歹，公然抗旨，那安亲王又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他？加深九王府与安亲王府之间的仇恨，让安亲王更死心塌地地追随司马大人，那这道懿旨岂不是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明星郡主是皇上亲自下旨放逐尼姑庵的，想让他回来，还需要想一个万全之策。太后，微臣倒是有一个法子，能在不伤害皇上颜面的前提下，让明心郡主回京。哦，什么办法？重阳侯慢慢屈膝，俯身在太后耳边耳语了几句。不错，不错，这个办法的确能不伤害皇上颜面，又让九王不得不接受明星回京的事实。你有心了。微臣给太后捏捏腿。也好。说着，由着重阳侯搀扶半卧在床榻上。这2天，九王府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动啊？并无其他异动。九王除了在府里，就是去军中，再不就是去洛九离开的酒楼，其他的倒是没什么消息。没有消息，事出反常啊！李武，寝殿门口。李公公听到太后召唤，忙不迭地走了进来。太后娘娘，你亲自去挑选2个长相漂亮、美艳的教引宫女，送去九王府。太后娘娘，如若九王有意托辞，奴才……废物！嗨，太后，还动不动伤身呢？李公公，既然是送教引宫女，也不必当着九王的面送，只要人进了九王府，你回宫复命便是了。是，奴才马上去办。李公公领了命，起身退出了寝殿。而此时，二小姐，这是名册，一共19人，都是国公爷曾经的旧部。洛九离接过名册，看了一眼门口，那些人是？回二小姐的话，他们是这19人里推举出来的，过来感谢二小姐的。都是父亲的旧部，战场上退下来的将士，感谢就不必了。二小姐还是见一见吧，他们虽然清贫，但也有自己的原则。二小姐不见，恐怕会让他们心内不安呐。见见吧，战场上下来的将士都是心思纯粹之人，他们只是想对你说声感谢罢了。既然王爷说见，那就见见吧。嘿，属下马上就把他们叫进来。说着，转身去了门外。不一会儿功夫，张管家领着4个人进了屋里。草民见过二小姐。快都起来吧。4人起身后，有人看了眼萧明轩，他们只听闻过九王爷的威名，但并未见过九王爷的容貌，自然不知道面前人就是叱咤沙场的战神王爷。二小姐，草民陈心带所有旧部将士特来感谢二小姐。你们都是我父亲的部下，不必见外。国公爷仁义，二小姐心善，我们这些退下来的将士心里都明白，普通人找个生计尚且艰难，何况是我们这些身有残疾的。是啊，国公爷和二小姐的大恩大德，老汉我没齿难忘。我儿虽然战死沙场，但他死的荣光，死的值了。骆九离闻此，目光带着询问看向张管家。张管家面不改色地走上前。二小姐，这位河伯的儿子战死沙场，家中只有河伯一个人了，因为没有田地，也没有生活来源，平时都靠着给人打零工过活。属下去庄子时，半路遇到了他，见他无依无靠，便带了回来。至于这里面的其他事儿，张管家并没有明说，而是眼神若有似无的看了一眼萧明轩。骆九离自然注意到了张管家的眼神，也听出了张管家刚才话里的重点。河伯，我问你，你老家没有田地吗？没有啊，我儿子死了几年了，没有子嗣传承，家里又只有我一个年老体弱的，那田地早就被乡里收回了。
如若我记得没错，抚恤死伤里有战死者无需退还田地一则，并且免除税役。不错，你儿子为国捐躯，朝廷也会发放恤银补偿，你可有收到？有收到啊，正好100两。那朝廷赐给阵亡家属春秋2季的布帛、灵骨呢？你可有收到？啊，老汉，我已经背井离乡，并不知道还有这些。秦颖，主子，去把这件事查清楚，看看还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发生，一并上报。是。秦颖应了声，转身离开。张管家，你先带他们下去吧。谢王爷，谢二小姐。说完，带着满脸惊惧又满头雾水的4人出了厢房。厢房外，张管家，刚才那与二小姐在一起的男人是九王爷。他真是九王爷，叱咤沙场大名鼎鼎的战神九王爷。正是。张管家，来的时候你让我实话实说，说我的冤屈二小姐定能相助，没想到竟然是因为九王爷在这儿。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啊？何老伯，您快请起吧。我如若提前告诉你们，你们畏手畏脚的，怎么可能会说实话呀？何况你的这件事，别说是二小姐，就是国公爷回京，恐怕也无法彻底把那些人倾诉，只有九王爷可以。这些牛鬼蛇神手里的权力就是皇家人给的，也唯有皇家人才能彻查此事。而此时厢房里，朝廷本就给阵亡将士的恤银不多，没想到这些吃人肉喝人血的贪官污吏，竟然连死人的恤银都不放过，简直丧尽天良。这件事我会派人查清楚，河伯一事恐怕不是个案，查起来绝非一朝一夕就能肃清之事。但你放心，无论这件事牵扯多少人，本王绝不会让这些蛀虫玷污了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灵。我相信王爷。王爷不生气我自作主张吗？知道这件事是张管家安排的，你并不知情。张管家自作主张，我回去会责罚他的。你的责罚是赏赐多少？这话让我怎么接？王爷还真是了解我。虎父无犬女，那么多将士愿意追随你父亲是有原因的。国公爷虽然脾气暴躁了些，但对自己的部下尽心竭力，散尽家财，做到了仁至义尽。朝廷能有你父亲这样的将领，是皇上之福，也是那些将士之福。若不然，堂堂国公府早已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了。王爷眼明心静，我父亲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而已。何况王爷不也为那些将士的身后事奔波吗？只是那么多伤亡退役的将士，光有父亲和王爷的帮助，也并不能改变什么。我明白你要说什么了。这些年内忧外患，几乎连年征战，朝廷国库空虚，能力也有限，无法照顾到全部伤亡兵士。只是没想到，如此重压之下，竟然还有官吏敢克扣将士的恤银。这就是政策和刑罚的不完善。朝廷有朝廷的难处，但完善对退役和战死将士的抚恤政策，加强法律上对官吏克扣贪墨的刑罚。只有形成了一个体系，才会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对那些伤残退役的兵士，他们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他们都有自己的骄傲。只要不是瘫痪在床，毫无自理能力，他们是不愿意让人被当成蛀虫一样养着的。可就是因为身体有残疾，却无法得到像正常人一样的工作待遇，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朝廷对他们有亏欠呢。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好想法算不上，但只是建议。朝廷可以下发政策，对那些招纳残疾退役兵士的店铺和个人减免一部分税益。至于减免多少、比例多少，这就需要相关的部门自己清算了。可即便是减免小部分，我想也会有很多店铺愿意招纳他们，也会大大改善那些伤残退役兵士的生活状况。只有朝廷为兵士们提供最好的生活保障，让那些年轻男子没有后顾之忧，不断完善对退役伤残兵士的抚恤政策和重视，百姓才会对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他们充满感激与崇敬。有了好的抚恤政策，有了百姓的爱戴和崇敬，也才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主动选择参军。听着他的侃侃而谈，萧明玄越来越意识到他的与众不同，无论是从他的行为还是想法上，完全超出了这个时代女子甚至部分男子都没有的超前思维。你这个建议提得好，我会上报给皇上，适当采纳，尽量完善对退役和战死将士的抚恤政策，加强律法上对官吏克扣贪墨的刑罚。王爷此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萧明玄很喜欢他那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也正是因为此次谈话，为骆九离以后跟随萧明玄返回东周参与国事策划奠定了基础。
此时，太后身边的老太监李武正带着2个美艳宫女们出了宫门，直奔九王府。九王府内，李公公有事儿啊？九王爷可在府上？王爷上完早朝就去了军营，一直未回府啊。军营到底是去了军营，还是去找骆九离那个小杂碎了？他心里门清，就是因为得知九王不在府里，他才带人出的宫。既如此，咱家也就不耽搁王爷处理正事儿了。你们俩留在九王府，好生伺候王爷。是啊，李公公这是何意？咱家奉太后娘娘之命，给九王爷送来2个教引宫女。教引宫女？太后这是嫌好日子过得太平静了，还是觉得王爷才消停几天就能当软柿子捏了？何况啊，国公爷回京，王爷就会登门国公府向陆二小姐提亲。太后这个时候送教引宫女，恶心谁呢？李公公真是说笑啊！我家王爷不需要教引宫女。皇子年满14岁，就由教引宫女引导房事，是历朝历代皇家惯例。九王爷以前身在边疆，太后娘娘便是有心也是无力呀。可现在九王爷回了京，太后娘娘赐进府里2个教引宫女，也是为了弥补之前的遗憾呐。这是太后的懿旨，你无权拒绝。李公公说完话，轻哼一声，转身就离开了。管家大人，求大人不要赶我们走，让我们留在府里服侍王爷吧。管家大人，求大人不要赶我们走，就让我们留在府里服侍王爷吧。管家走也不是，退也不是，王爷才得了陆二小姐倾心相待，眼看着就要喜事临门了，可不能节外生枝。可太后的懿旨又不是他一个管家能驳斥的。来人，把这2个女人给我关进西院，不许她们外出活动。是。立即就有人把那2个教引宫女带走了。管家火烧眉毛一样，急匆匆往府外走。哎呦，莫侍卫、陈阳公子，你们2位可算回来了。怎么了？你这么急匆匆的？王爷呢？可在府里？王爷不在府里，但是府里出事儿了。府里出事？出什么事了？是宫里的太后娘娘让贴身的老太监往府里送了2个教引宫女。那老太监是个老奸巨猾的，任凭我如何阻止，也不愿意把人带回宫里，撇下2个教引宫女就出府了。我这正要去追呢。教引宫女？可不是嘛！李武那个烟货还真敢在王府逞威风，我这一个措手不及就铸成了大错呀。以主子的脾气，还真有可能。陈阳公子，莫侍卫，救命啊！我还想多活几日。那2个教引宫女呢？我让人把她们关进西院了。西院也好，离主子的正院远些。我是让你们想办法，不是让你们安慰呀。主子每日这个时候几乎都不在府里，太后这个时候派人送来教引宫女，显然是提前知晓主子不在府内。你一个管家对太后的懿旨和送来的人，就算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能不收。所以放心吧，主子不会怪罪你的，只是这回王府和宫里又要不消停了。说着，转身要往府外走去。你干嘛去啊？去天下第一国找主子，回来解决那2个教引宫女啊。我陪你去。不用，你回府派人监视那2个教引宫女的一举一动。太后派来的人，说不定是奸细呢。那好吧，你去找主子，不过千万不要让陆二小姐知道，要不然不定又生出什么事来。主子好不容易有了喜欢的女子，可别让太后那个老妖婆给拆散了呀。了解。陈阳一摆手，转身快步出了巷子。而此时，京城外的官道上，九王不在府中。回太后，九王确实不在府里。哼，哀家这次倒要看看九王爷如何破这个局。与此同时，天下第一锅门口，陈阳公子来了，快里面请。王爷呢？回陈阳公子的话，王爷在2楼。哦，在你家2小姐呢？2小姐也在。陈阳停住脚步，想着莫寒的话，不要让陆2小姐知道太后给主子赐了教引宫女一事。只是这事儿又怎么可能隐瞒得了？依他的意思，藏着掖着，倒不如直接坦诚相告。何况他也想看看骆九离知道这件事的反应，是畏惧强权逆来顺受，还是不畏强权与王爷荣辱与共。这样想着，抬脚上了楼梯。说来也巧，他这刚一动，门口就进来一人。宫里的人，而且是皇上的人。九王爷可在？张问一怔，虽然不知眼前人的身份，但那一身气度，想也不是普通人。眼神询问似的看向陈阳。王爷在2楼，请前面带路。我来吧，你去忙，请。2人一前一后上了楼梯。陈阳公子，陈阳公子，去和王爷禀报一声，就说宫里有人来访。是。
南星转身进了厢房，不消片刻功夫，南星出来。二位，王爷有请。请。二人进了厢房。你怎么来了？可是皇兄宣召。回九王爷的话，并不是皇上宣旨，而是皇上让属下出宫禀告王爷一件事儿。什么事？回王爷的话，就在1个时辰前，太后出宫前往南华寺、长春宫，李公公带着2个教引宫女去了九王府。怎么回事？说清楚。太后给九王恩赐了2名教引宫女，此刻那2名教引宫女已经被留在九王府了。皇上让属下来告诉王爷，让王爷妥善处理，不要被人落了口实。骆九离一听到教引宫女被留在了九王府，手里的瓷瓶打翻在了桌子上。小明玄抿唇，抬眸看着他，目光沉静，却似蕴含着千言万语的情绪。随即站起身，走到他身边，让南星进来收拾。本王知道了，你回去复命吧。是。陈阳，你来也是为了此事？回主子，是。属下和莫寒从外办完事回府时，那李公公已经离开了。哼，真是没想到，堂堂一国太后用这种下作手段来对付我们，到底不是名门正派出身，竟算计这些见不得台面的东西。但手段下作，上不得台面，还是个没骨气的。他定知道王爷一旦得知这个消息，必定会驳了他的意志，甚至会进宫找他退回那2个教引宫女。但没想到这个老妖婆为了恶心我，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好了，别气了，为他们气坏了身子，不知道。王爷你在笑？本王没笑。不可能，王爷就是笑了。王爷笑是觉得很高兴吗？高兴太后给你赐了教引宫女？天地良心，我笑是因为你生气，你不高兴有别的女人分享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自然高兴，自然笑了。你又在笑什么？二小姐，刚刚主子笑，并不是高兴太后给赐了教引宫女，而是高兴二小姐心里有主子。那个王爷，对不起，我刚才是被气糊涂了。不必道歉，我乐在其中。如果你不生气，该生气的就是我了。我知道王爷会包容我的脾气，可现在我真的有点控制不住心里的气氛，怎么办？那2个教引宫女名义上是太后赏赐的，可实际上呢，她们不但是太后用来恶心我和王爷的，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太后安插进王府里的眼线？若如此，她们也不是无辜的。要不然我给那2个教引宫女下个毒药得了，省得节外生枝。二小姐，不可！刚刚皇上的那位说过，皇上让王爷妥善处理，不要被人落了口实。言外之意就是不要杀了那2名教引宫女，便是退回宫里，也得让人活着回宫。皇兄的确是这个意思，但是如若你心里不舒服，杀了他们又何妨？主子，这是被洛尔小姐失了魂吗？怎么处处以洛尔小姐为先啊？闭嘴！王爷，还是先看看情况再说吧。那2个教引宫女安排在了什么地方？管家给安排去了西院，没有命令不许他们私自出院子。莫寒也已经派人去监视了。如此甚好。丽儿，我与你商量一件事，不知你可愿意？什么事？王爷说来听听。我想让你去九王府住几日。是因为那2个教引宫女？我知道这对你的名声有损，毕竟你我还未成亲。可是九王府的后院一直以来都是干净的，现在多出来2个别有用心的女人，恐怕整个府邸上下都夜不能寐。你知道的，那是宫里特意调教出来的女人，手段龌龊，让人防不胜防。你去府里暂住，对外我会宣称是我生病，需要你这个女医照顾。这样的话，我放心，你也能放心。骆九离听他一句一句的说着，并没有言语。丽儿，你一直不说话，是不愿意吗？一旁陈阳简直没脸看，他是第一次见主子在一个女人面前扮猪吃虎，那失落的声音，那委屈巴拉的表情，20几载，今天也是头一遭。好，我陪你回王府，不过我要先回国公府一趟，与母亲说一声。我陪你回府，亲自与你母亲说。不用，这件事王爷去说，母亲反而不会答应。那王爷先回府等我。骆九离也是有私心的，太后不是想恶心他吗？那他就把这件事情给闹大了，左右大家撕破了脸，谁也别给谁面子。回到国公府，骆九离直奔母亲的正院。九儿，今日店铺那儿生意可好？好，冬日里天寒，自从铺子开业，日日爆满。真没想到，有朝一日你会经商做生意。看来以后国公府就要仰仗你了。女儿能被父母仰仗，是女儿天大的福气。母亲，我有话想和您商量。怎么了？可是出事了？不是大事。骆九离摇摇头，随即把太后给九王赏赐教引宫女的事儿告诉了自己的母亲。什么？你说太后给九王赏赐了教引宫女？堂堂一国太后，这手段还真是让人不敢恭维。哼，她不过是想恶心我和王爷罢了。她知道王爷不会同意，让李公公在王爷没在王府的时候把人送了进去，而他呢，离宫去了南华寺，这不是明摆着故意的吗？他想恶心我，那我就把事情搞大，让他里外丢脸。九儿，她毕竟是太后，是皇上的母后，你万不可做出对皇家不利之事，要不然不要说皇上，就是九王那儿也不好交代。我知道，母亲放心，只是那2个教引宫女仗着有太后的意志，恐怕会做出什么龌龊事来。
而王爷也不能总是宿在军中，他怕我胡思乱想，和我商量让我去王府住上几日。王爷让你去王府住？母亲不必惊慌，王爷知道这对我的名声有损，毕竟我们还未成亲。但是我和王爷已经认定了彼此，何况上次我失踪那件事，该知道的也都知道了，我和王爷只差了成亲一道程序。可是母亲放心，王爷会对外宣称他生病了，需要我这个女医照顾，这样的话外面也不会有什么风言风语。可是你们毕竟没有。哎，九儿，母亲问你，你真的喜欢九王爷？喜欢到不顾自己的清白也要去做这件事？毕竟他是亲王，身份尊贵，以后为了子嗣，肯定也是妻妾成群。你们现在还未成亲，还有挽回的余地。他不会，他不是昭王，他与任何三妻四妾的男子都不一样。你就这么信任他？自己的女儿都这样说了，身为母亲再去万般阻拦，只会让母女彼此徒增烦恼。二小姐，您可来了。怎么了？情绪这么激动？主子刚刚回府，发了好大一通脾气，现在府里上下噤若寒蝉，唯恐惹怒了主子小命不保啊。哪里就那么严重啦？我看王爷情绪还是挺稳定的。还算情绪稳定？二小姐这是神经错乱了吧？二小姐，放眼整个京城，也只有二小姐还能说出主子情绪稳定这样的话来骗人了。太后闹这么一出，但凡有点脾气的都忍不住。王爷不是冲你们发火，是实在进不得宫，找不得正主儿。二小姐这话又从何说起啊？王爷没说吗？二人摇头。那陈央呢？也没和你们说吗？陈阳公子没有和王爷一起回来，想必是被王爷派出去办事了吧？那就难怪了。太后已经离宫去南华寺了，这两个教引宫女现在成了烫手山芋。依我和王爷的意思，本是想，可惜皇上派人过来送信，让王爷妥善处理，不要被人落了口实。这太后娘娘做事太不地道了。哎呀，何止不地道，打着恩赐的名义做这种下作的事。他以为拿两个教引宫女来恶心我和王爷，当真就能万事大吉了？想得美！二小姐是有什么计策吗？有是有，不过这件事还需要和王爷商量一下。待商量好了，你们等着吩咐就行。屋内厅里正引着怒气的萧明玄，一听到洛九离的声音，抿紧的唇角微松，金贵容颜似泛着一层柔光。王爷，你母亲同意了。母亲都同意我嫁给你了，又怎么会不同意我来给王爷治病？萧明玄眸心浮现几分暖意。慕寒，主子，去外面抓几副药回来，就说是本王感染风寒，卧病在床。是。说着转身出了院子。陈央公子没有和王爷一起回来？我派他去往溧阳方向迎接你父亲。啊？为什么？只有你父亲尽快回京，我才能尽快的上门提亲，你我的关系才能从九王爷和洛二小姐变成未婚夫妻，这样我们才能名正言顺。待过了冬季，天气暖和了，找个黄道吉日，我们便成亲。王爷想得周全。趁着这次机会，在府里多陪我2日。这些日子，王爷除了府中、军中，就是与我在一处，不嫌腻吗？怎么，你觉得与本王在一起久了会感觉到腻？不会。王爷可有去西院看那两个教引宫女？你觉得本王该去看他们吗？生气啦，我不过是问问而已。王爷染了风寒，自是不能出门。至于那两个教引宫女，我带王爷去会会。你去？太后娘娘盛情，咱们怎么能怠慢了人家？何况我听说那两个教引宫女生的那叫个美艳娇柔，个顶个的美人儿胚子。切，这与我何干？况且在我眼里，你比他们都美。谁说王爷淡漠寡言？哄人的话如此自然的脱口而出，居然一点都不违和。这不是哄人的话，是发自内心的。人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你在我眼里比任何女人都美。世间女子环肥燕瘦各有千秋，我自认长得不差，但要说比任何女人都美，就言过其实啦。不过能得王爷青睐，我还是很高兴的。王爷，二小姐进来。王爷，二小姐，西院那两位也不知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吵着要过来见王爷。我深感风寒，行动不便，那两个女人交给你了。王爷，是不是我做什么都行？你便是把西院拆了，把人杀了，也有我替你兜着。王爷这样真的好吗？有王爷这句话就行了。不过王爷放心，我不会拆院子，更不会杀人。太后不是想要恶心我吗？哼，那就看看谁比谁更恶心。你有计划了？有是有，不过我要先见见那二人。王爷，既然王爷感染风寒，还是不要随便出屋，回屋躺着歇息吧。
萧明玄顿默，目光古怪的瞥了他一眼，转身就进了寝室。管家哭笑不得的眼睁睁看着自家王爷在洛二小姐的淫威下顺从的如同小媳妇儿一样，这二人身份颠倒的即视感让他有些恍惚。走吧，前面带路，我去会会那2个教引宫女。一行人浩浩荡荡直奔西院。二小姐，请。狗奴才，你们给我滚开！我们可是太后娘娘送进府的，你们是什么身份，竟然敢阻拦我们？俏月，你别闹了，既然王爷不想见我们，我们等着召见便是了。闹什么？我可没有闹，是这些看门的狗奴才处处为难我们。秋荷，我们可是太后娘娘赐给九王爷的教引宫女，如若我们能得到九王青睐和宠幸，能为了九王生下一儿半女，那我们……闭上你那肮脏的臭嘴！你们出去吧。是。等等啊，洛儿小姐。事儿还没完，你们俩站直了身子。2个侍卫对视一眼，满头雾水。太后那个老妖婆还真是费尽了心机。俏月、秋荷，这名字起得好，长相也的确出挑。尤其是那个俏月，典型的前凸后翘水蛇腰。相比俏月具有攻击性的长相和身材，秋荷就如出水芙蓉，多了些天然的艳丽。果然美艳，不愧是宫里调教出来的。不过光有一副好看的空皮囊，内里还真是一团败絮啊！你是谁？有什么资格质问我们？奴婢见过洛二小姐。咱们的事儿一会儿再说，你们俩先给侍卫道歉。俏月和秋荷一怔，没想到他会提出这种要求。你们俩说白了，不过就是太后的棋子，伺候人的玩具。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们觉得自己就高人一等了？道歉啊！2位侍卫大哥，对不起，刚才多有得罪，还请2位大哥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们向2位大哥道歉。俏月不悦，但见面前几个人冲着他们气势汹汹，也不情不愿的道了歉。多谢二小姐。去吧。是。 2个侍卫躬身退了出去。现在该说说咱们的事了。洛二小姐，我们可不敢与洛二小姐自称咱们，毕竟我们只是身份低微的宫女。洛二小姐再怎么说也曾是昭王妃。哼，难为你记得这么清楚。听你这意思，对我满是不忿啊！是不忿我与昭王和离，全身而退，还是不忿现如今我会出现在九王府，对你居高临下？看着俏月瞬间阴下来的脸色，略显无奈的摇了摇头。之前还是我太看得起你们了，如今看来不过如此。洛二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与秋荷是奉太后娘娘懿旨来的九王府，洛二小姐有什么资格？那又怎样？论身份，我是一国公府二小姐，比你出身高贵。你一个宫女，在本小姐面前自称我，轻则掌嘴，重则受罚。何况不出意外的话，我大抵会在不久之后成为这王府里的女主子。再见面，你们就不能称呼我为洛二小姐，而是九王妃。不知道这算不算资格？做梦！你才是做梦！我家王爷千辛万苦才让二小姐点了头，只等国公爷回京就上门提亲，连10里红妆的聘礼都准备妥当了。你算哪根葱哪头蒜，敢胡言乱语？你们俩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自量力，还妄想着伺候九王爷！呸！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什么德行，浑身上下一股子狐狸精的骚味儿。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就再说明白点儿。王爷呢，如今染了风寒，不宜见人，而我身为女医以及未来的王妃，自然要以王爷的身体为重。所以你们俩无论是何种身份，都见不到王爷，更不用妄想爬王爷的床。但我也不是心恶之人，给你们2条路选择。第一条，我出银子送你们远离这京城的是非之地，只要不是大手大脚，那些银子足够你们过活下半生。第二条，如若不想离京也可以，但在王府里你们安分守己，不做宵小，待太后回京，王爷自会把你们送回宫中。洛二小姐，长宁王朝讲究3从4德，夫为妻纲，当家主母更应该端庄贤惠，主动为夫君纳妾，帮助夫家开枝散叶。何况洛二小姐还未与九王爷成亲，就这样自作主张替九王爷做了决定，似乎有些不妥。洛二小姐如此善妒，岂不是犯了7出之条中的凶悍嫉妒？哼，本小姐善不善妒，用得着你们管吗？你们咸吃萝卜淡操心个什么劲儿？况且你们俩连自己的位置都没有摆正，还敢大言不惭的来教训我？算了算了，鸡同鸭讲，你们俩想要挣得荣华富贵，可却全是歪心思，根本不配我给的这次机会。洛二小姐，你这是故意与太后娘娘的懿旨作对。你们俩别太抬举自己啦，就你们这样的，根本不值得让我与太后娘娘作对。管家，
派人看着，没有王爷的命令，不许他们俩出这个院子半步。二小姐放心。而此时，主院的房间里，一个一身黑衣的暗卫正站在萧明玄跟前说着什么。这是他亲口说的。回王爷，是洛儿小姐亲口说的。好，我萧明玄的女人就该有这种魄力。不过，王爷，洛儿小姐并没有解决掉那2个教引宫女，属下担心那2人别有用心，要不然天黑之后，属下把他们……不必，太后赏赐教引宫女一事已经被外面传得人尽皆知，本王现在恐怕不知被多少人笑，又被多少人监督着。如此说来，这2个教引宫女竟丢不得杀不掉了。王爷，那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洛九离脸色不愉地走了进来。怎么了？不高兴了？谈不上不高兴，只是觉得这一趟我根本没必要去。那2个女人根本就不是普通的教引宫女，我想应该是受了太后的点拨，即便不是太后，也是身份贵重的人给他们许了诺。这个结果我早就想到了，他们要死谁也拦不住，你也无需为不值当的人自责。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大慈悲不渡自绝人。我给了他们机会，是他们心中贪欲太盛。王爷，我听管家说外面都已经传开了。这是太后一贯的手段，利用百姓之口、百姓之眼制造舆论，来达到她自己的目的。哼，还真是不耻。百姓的舆论永远是派系争斗中的一把刀，一经落，万物生。越是大的体量出了大问题，所有人，哪怕是毫不起眼的人，都会添柴粉米。这也是为什么皇上会派人出宫来找王爷的原因。如若2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宫女死在了九王府，恐怕王爷六亲不认、无情无义、不中天伦、不通人情的话就会凭空冒出来了。你分析的丝毫不差，所以为了你父君我的声誉，你的计划是什么？天机不可泄露。现如今我已经探知了他们的想法，那接下来几天咱们该养病养病，该吃吃，该喝喝，待时机成熟，自有他们的去处。你这样一说，愈发的让我好奇了。但他不打算追根究底的去问。这2个教引宫女虽然被送得让他心里膈应恶心，但也算是让他和洛九离有了独处的机会，更让他把之前担心有关于查找贪墨蓄银那件事牵扯到洛九离身上。现在人就在自己的身边，既能护他周全，又能儿女情长，还有怎么可能白白浪费大好时光？现如今我可是身染风寒之人，身体虚弱，你可要好好保护我的安全，千万别让那2个女人得逞。王爷扮猪吃虎是不是扮上瘾啦？这里没有外人。就是因为没有外人，才是难得的2人时光啊。秦颖那边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还在查到了很多问题。这件事恐怕查得越深，牵扯出来的就越多。丽儿，相信我吗？相信。好，既然相信我，那这件事儿就无需你忧心，自有我去处理。无论是谁，不扒下他一层皮，岂不是辜负了那些跟随我征战沙场的将士？而此时，京中兵部署衙内，大人，现在怎么办呢？九王爷的人正在暗中调查此事。慌什么？我问你，这件事你可有亲自参与？并未。既然未亲自参与，如若查到，就把此事一并推卸出去便可。至于你，不过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收了人的几两银子罢了。你拿着那些碎银子做场法事，这件事也就与你无关了。是，多谢大人指点。至于做法事，无非就是让自己手里的银子送去能平息这件事的人手里，破财免灾，破财免灾。九王嫌少管朝中之事，这件事又是怎么被他知道的呢？回大人话，是一国公府的那个骆九离。骆九离，正是。江丰年咬牙切齿地把自己查到的事情跟虎爵说了一遍。要不是他，九王爷断不会去注意这些小事。真是没想到啊，骆九离那个丫头会有如此心智。若不是他激怒过老夫，老夫倒真希望他是大司马府的盟友，而非敌人。不过可惜呀，敌人再好，也终究是敌人。大人的意思是？听说他现在每日往返于酒楼和国公府之间。九王府里，骆九离的喷嚏打个不停。可恶，谁在骂我？主子，是不是天冷染了风寒？要不要让管家去找大夫来？不必找大夫，我就是大夫。王爷呢？还没回来？回来了，秦颖刚才回府了，和王爷一直在书房说话。秦颖回府了？骆九离看了看门外，望眼欲穿的没有等来萧明玄，却等来了勾着一双狐狸眼的邢夕颜。表嫂，表嫂可是让我好找啊。秦公子，你才从外面进来，
别把寒气带给主子。主子，你还是往里面来吧。刚才只打喷嚏，别真再染了风寒。我说啊，表哥一个人娇宠着表嫂，那是人家夫妻的乐趣。你一个婢女，多做事，少说话，也不怕我表哥吃醋。何况我表嫂看着也不是那么弱不禁风的人啊，是吧，表嫂？邢公子这话不对，王爷说了，我和南星想主子所想，急主子所急，护主子安危。所以主子是王爷的掌中宠，我们也势必不能让主子受半点伤害。男主，我又不是泥塑的，哪里就那么夸张啦？坐吧，来找我还是来找你表哥？自然是来找表嫂的。我先去了酒楼，见表嫂不在，又去了国公府。夫人说表嫂来了九王府，我这才火急火燎的找了过来。你见到我母亲了？国公夫人一切安好，府里上下也正在收拾，说是不过几日，国公爷和大公子就回京了。真的？估计等父亲和大哥回京，王府这边的事儿也告一段落了。表嫂，听说太后给我表哥……就在西院。邢公子是不知道，我家主子心善，还想着给那两个女人一条退路，没成想那两个女人是披着羊皮的狼，一个个心术不正，歪心邪意的扒着王爷，还想要攀王爷的。男主，你快安静些，王爷心里只有主子，主子一心为王爷。以表哥的性子，断不会被太后如此钳制。若是放在以前，那两个女人早就成了表哥的刀下亡魂了。表嫂居然还好心的给他们留退路。邢公子，你这是干嘛？你们两个傻子，至于防着我吗？这是我表嫂，我表哥心尖尖上的人，我就是有800个胆子也不敢对我表嫂动手啊！你们两个憨货。南星，男主，没事。表嫂，这把匕首送给表嫂，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给表嫂防身用。前些日子你表哥已经送我防身的物件了。表哥送是表哥的，这是我的心意。既然如此，那我就收下了。这礼物很适合我心意，谢谢你。什么礼物这么合你的心意？表哥，王爷，外面冷，王爷先烤烤火。我是习武之人，不比你们女子。这是什么？邢夕颜送我的匕首，让我防身用。孤荆匕首。一旁同样习武出身的南珠和南星双眼顿时瞪老大。王爷，乌金匕首可是价格不菲。何止是价格不菲，这把匕首剑身包括龙骨都以韧度极高的乌金打造，剑柄是金丝楠木雕刻而成，整柄匕首全身发黑，看上去平平无奇，也只有落入真正懂行的或者铸剑大师们的手里，才会知晓它的珍贵。从剑身到剑柄，再到青玉雕花的皮鞘，千金难求。我的乖乖，这哪是匕首啊，这就是黄澄澄金灿灿的金子啊！邢夕颜，这太贵重了，不行，我不能要。表嫂，这礼物可不是白给，这次来找表嫂是想和表嫂商量一下依兰香的事儿。收下吧，10年8载以后，这把乌金匕首可就不值千金了。表嫂，依兰香那儿我已经派人把蝶变的专柜按照表嫂给的图纸做出来了。至于表嫂说培养特定的人员，我也挑选了几个，按照表嫂给的那些介绍，让他们全都记下来。还有那几款式样的爽肤水和乳液，受到了一致好评，好多人都在问什么时候能上架售卖。所以表嫂，您知道我这次来的目的了吧？要不咱们先售卖一部分。先前我想的还挺轻松，可这几日我带着春荣、南竹、南星和府里的几个丫头忙得4脚朝天，也才做出来几10瓶。何况这些日子试样品已经打出了名头，蝶变系列一旦上架售卖，以我的经验必定火爆。如若是这样，我们几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如果按照表嫂之前说的，提供方子，寻找合适的人批量制作呢？这样的话，表嫂也能脱开手。可以，我已经培养出来几个得力助手，可让他们过去帮忙。你寻找合适的地点和合适的人选，我把方子给你。依兰香这边上架试营业，那边就批量制作，但前期人不要找太多，最好都是信得过的心腹。如若后期真的生意火爆，供应量大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派人手。表嫂真的放心把方子交给我？不过是几张方子而已，你要是拿着方子跑路了，那我就把账算在王爷身上。听明白了吗？不过是几张方子而已。他手里的好东西多的是，邢夕颜多精明的人，话里话外早就听出了意思。表嫂，如若我也想在梧州等地的其他铺子售卖爽肤水和乳液，表嫂可同意？方子给你了，你自己做决定，但别忘了按时给我分红。表嫂，弟弟多谢表嫂的厚爱和信任。快别行礼了，冬雪初融，天色渐晚。王爷，咱们今日在府里吃火锅吧。好，邢夕颜也留下，咱们一起吃火锅。我正有此意。男主去告诉管家。好嘞。不消半盏茶的时间，屋内便开始飘出了羊肉的香气。相较于2个男人整盘的下肉，吃得不亦乐乎。剁
九离表示自己的肚子还是喜欢蔬菜多一点，如若有可能，他真想试着建个温室大棚。怎么了？没胃口吗？不是没胃口，我是在想，有时间了去庄子上看看。表嫂怎么突然想起去庄子上看了？看看环境，试试能不能建个温室大棚。温室大棚是什么？温室大棚也叫暖房，可以在冬季培养蔬菜和花卉。要是能有温室大棚，咱们现在吃的这几样蔬菜，大部分都能种植。表嫂，这温室……邢希言，闭嘴！王爷，你怎么了？萧明玄冲着男主他们挥了挥手，屋里服侍的人行了礼，相继退了出去。从今往后，这些稀奇古怪、外人从不得知的、没有的东西，不要再轻易说出口了。还有你，邢希言，有些话、有些事儿，你给本王烂在肚子里，不许传出去。该让你挣的钱自会让你挣，不该沾染的，千万别多消想。邢希言一怔，狐狸眼里透出几丝深意。哦，对，王爷说的对，我这也不过就是从我师傅那听来的几句话，今日突然想起来，想着不是外人，就说脱嘴了。至于真正怎样实施，我也不是很清楚。表嫂的师傅灵虚子。邢希言当然知道灵虚子，如此一问，不过是缓解空气中那微妙的紧张氛围。至于他表哥所紧张的，他表嫂又想遮掩的，便是心里有10000个怀疑，他也不会在此时表现出来。表嫂只是听说，却并不知道怎么样实施，那还真的是可惜了。这件事如若可以做成，可是1本万利的大买卖。表嫂要是不嫌赚钱多，下次再遇到令尊师，可以讨个方法出来。一定。一顿涮火锅吃到了暮色四合，华灯初上。邢希言多喝了几杯酒，走路都有些晃悠。在管家的搀扶和萧明玄、骆九离的相送下，出了九王府。随着马车晃动，主仆2人也渐渐融入到了漆黑的夜色中。只是无人看到已经醉了酒的邢希言慢慢睁开眼。此时九王府正院，王爷有话问我。丽儿，关于你刚刚说的那件事儿，以后不要在人前提及了。王爷是知道什么了吗？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你是我最爱之人，我的责任就是爱你，护你一世周全。王爷，他低头，手指准确无误地扣住了他的下巴，然后温热的唇便毫无征兆地吻了上去。这一吻炙热而又缠绵。少儿不宜。男性脚尖一点，引入了黑暗之中。哎，我说，咱们是不是该退出院子呀？退出院子？谁保护主子？可是我怕长针眼。你这个傻子，你还真敢看啊！你说主子这怎么了？怎么就主子素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遇到自己喜欢的，你唧唧歪歪的干嘛呀？这样也好，咱们也不用跟着当和尚了。况且以主子的，过不了多久，咱们就有小主子了。闭嘴，滚！暗卫们纷纷噤声，悄无声息地退出了院子。屋内寝室的床上，骆九离哭笑不得地看着褥子上浅浅的一滩红色血迹，而大动肝火的萧明玄满脸通红的退也不是，进也不是。那个王爷，你要不去冲这冷水澡吧？这越是早不来晚不来，偏偏2人干柴烈火，他来了，尴尬呀！你躺着，我让他们把火生的旺些。萧明玄说着，急急从屋里走了出去。而站在屋外的男主和已经返回来的男星，则被吩咐进屋服侍骆九离，更换被褥。相较于正院的各种意外，西院屋子里，你如此妖娆的身段，妩媚的容貌，不一样被禁足在这冷院里，连九王爷的一面都没有看到。俏月，你可别忘了太后对你我的嘱托。说我？哼，你不也是一样吗？手段耍得十足，一副人畜无害的清冷模样，到最后还不是被那骆九离一招就破了功？你当真要与我如此针锋相对吗？这种局面下，你我不是该同心协力，一起对付骆九离，夺回九王？我也想啊，是你挑起的事端，现在又一副我不懂事的样子，你这又当又立的给谁看啊？说着，扭动着腰肢走到床边。你，好，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我只是有些太心急了，未曾想到那骆九离竟然不按常理出牌，如同杜甫一样把你我禁足在这冷院里。现在你有什么办法能出去？反正我是想不到办法。有是有，就是需要你配合一下。翌日天刚蒙蒙亮，骆九离就醒了过来。男星，男主。主子醒了。主子，外面才天亮，主子再睡会儿。睡不着了。王爷呢？昨晚他迎来了乐氏，萧明玄跑出去冲了澡，回来后2人便相拥而眠，一夜无事。王爷每日这个时辰都会去教场。教场习武吗？王爷的功夫一日都不曾落下过。王爷就是因为有如此恒心和毅力，以及坚如磐石的自律性，才成就了战神王爷的称号。武将当真不易。主子，我去告诉厨下给准备早饭。让厨下不要准备太多，2碗粥，2个鸡蛋，1碟咸菜，1小笼肉包，足够我和王爷吃就好了。要不像上次那样一大早铺满一桌子，吃不下都浪费了。是。
骆九离洗漱完，坐在铜镜前擦脸，身后有专门梳头的丫鬟给他梳了个简单的发髻。屋里发髻才梳完，萧明玄就进了屋。男主说你去教场了。你身子不舒服，怎么这么早就起了？醒来没见你，也就睡不着了。反正冬季日短，倒也不困。两人正说着话，莫寒捂着胳膊进了屋。莫寒，你怎么了？受伤了吗？主子听说二小姐醒了，着急回来见二小姐，1对4，下手贼狠。你们4对1都没有打过王爷，我家王爷就是厉害。活该我嘴欠啊！一大早不但被主子揍一顿，还故意往前凑，吃了一嘴的狗粮。主子，二小姐，属下告退。去吧。门外，南星撩开帘子走了进来。王爷，主子，早饭好了，现在摆饭吗？就摆在这儿吧。是。不一会儿的功夫，饭菜摆好。这么少？不够吃吗？也不是，只是比每次的做的样式又少又简单，我怕亏了你的身子。南星，去叫厨下给你家主子熬碗血宴来。是。南星，等等，王爷心疼我，便是不吃那血宴，我心里也是高兴的。只是早起没有多大胃口，这早饭够吃就好啦，多了也是浪费。一日3餐，温饱即可。我不在乎桌子上有多少菜，只在乎与谁一起吃。1屋2人，3餐4季。昼赏繁花似锦，夜观璀璨星辰。王爷，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很好？好，吃饭。两人坐下，一个嘴角勾着笑，一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对方。满屋子的粉红泡泡，那甜蜜蜜的感觉让清冷心硬如石的南星都有些不适应。王爷，军中的张副将和少武校尉在府外等候求见王爷。既然军中来人了，定是有急事。王爷快去吧。好，让南星和南主陪着你，我去就来。骆九离点点头，把他送到门外。王爷，二小姐出事了！又来？怎么回事？王爷，是西院的那2个女人，那个叫俏月的割了手腕，人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呢。什么？割手腕？那个女人那样在乎容貌和权势，还那样跋扈，会割手腕？哎，谁说不是呢？可那个叫秋荷的女人说，俏月是因为昨日受了二小姐的委屈，一时想不开，半夜的时候用碎的茶盏割了手腕呢。这话你信？本王真是给了他们胆子，去找人把那2个女人扔出府里。算了，我过去看看。不许！昨日你们去了西院，那2个女人的态度和说的话、做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今日他们就闹出这么下作的手段来，显然是为了引起咱们的注意。那女人为了想要得到荣华富贵，为了完成太后的交代，连自己的命都不顾，本身就是危险人物。你救了她，她有可能会反咬你一口。王爷这么清醒，以后白莲花在王爷跟前都没有生存的空间。白莲花？什么白莲花？白莲花不是花，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外表看上去纯洁，其实内心阴暗，就是表里不一的意思。管家，那个秋荷就是典型的白莲花。你去的时候，她是不是哭得特别伤心？句句没有提我，却又句句与我有关。二小姐神机妙算，那个叫秋荷的的确句句没提二小姐，但是却句句又与二小姐有关呢。哼，我一直以为那个俏月是盘菜，没想到这个秋荷才是拿刀子的人。既然如此，去找大夫救治俏月。还有就说是王爷的令，从现在开始不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了。不过正院和书房是府中禁地，他们要是不想死，最好不要踏足。丽儿，你这是什么意思？是啊，主子，那个秋荷心机阴沉，解了禁足令，就等于给了他们机会。你们别急，那个俏月，我虽不了解她，但从昨天她的行为举止上来看，是个空有美貌没有脑子的纯美人儿，而且她对自己的容貌和身材极为满意。这样一个对自己容貌和身材都满意的女子，会傻到为了几句话就割腕自杀？难道她不知道割手腕便是痊愈了也会落疤痕的？何况刚刚管家也说了，她现如今昏迷不醒。哼，我是医者，什么样的病例没有见过？割个手腕就能昏迷不醒，简直闻所未闻。主子的意思是那个秋荷搞的鬼？现在还不知道是同事操戈，还是他们耍的把戏。找大夫，大夫看了自然就明白怎么回事了。王爷，按照二小姐吩咐的去办。是。管家扭头出了府，按照骆九离说的去请了大夫。萧明玄拉着骆九离进了屋。你是不是有计划了？萧明玄见他穿着鞋，就迫不及待地把脚伸向了火盆，哪里还有心思再问其他的？冷了？这鞋底太薄了。那快脱了上软榻，不让南星拿个汤婆子进来。门口，南星听到召唤进屋，拿了汤婆子撒到骆九离被子下的脚底。南星，你不冷吗？主子不比我们，我们都是习武之人，身上有内力真气，要是冷得受不了了，就用内力驱散寒冷。虽然你和男主有内力护体，但到底是女儿身，外面又是数9寒冬。我和王爷不出屋时，你和男主就去侧耳房烤火，有事了我再叫你。
主子体恤，可是放心，王爷也不是不通情达理之人。何况你们俩是我的人，我用人有一则标准，只要忠心耿耿，不触及我的底线，其他的小事我不会苛责。就按你主子说的办，一会儿让管家在侧耳房扇盆炭火。我就说吧，王爷不是不通情达理之人，把药箱帮我拿来，再去给我倒一杯水。是。南星心里高兴，起身转头干活都是轻快的。骆九离接过药箱，从最底层拿出布洛芬。主子生病了吗？肚子疼？你怎么这个表情？难不成你平时不肚子疼？从未疼过，都是男主疼。这是什么神仙体质？从未疼过？你真的一点反应都没有？一点，哪怕是一点都不疼？没有，不过男主是疼的。人比人气死人，这体质也有好坏之分。你一会儿出去把这个给男主。这是缓解疼痛的，不仅仅能缓解它，这个药作用很大，头痛、牙痛、肌肉痛、月事疼、风寒引起的发热都可以吃这个药，1日2次，但前提最好不要空腹吃，刺激肠胃。这就是传说中的神药？什么神药？就是暂时的，要想调理还得咱们中药。属下替男主谢谢主子。不用谢，去吧。是。南星起身退了出去。以后呀，你和南星谈论这样的话题，还是尽量避开外人。王爷不是外人。我的意思是尽量避开男人。哦，我明白了。还疼吗？吃了药不疼了。王爷，莫寒回来定是有要事禀报王爷。你好生休息，我去就来。好。骆九离点头，目送他离开屋子。二小姐可在屋里啊？在，刚刚睡下了。管家可是有事？大夫给西院的那个女人看完了病，我想带着人过来跟二小姐说一声。进来，我没睡。门外男主闻此，扭身推门进了屋里。主子，您刚才不是睡了吗？刚才睡着了，现在又醒了。这时候，门外的南星带着管家和那个老大夫进了屋。俏月怎么样了？那姑娘的手腕伤得很深啊，是用破碎的茶盏硬生生的割开的。老夫仔细看了伤口，伤口程度由浅到深，没有抽搐伤啊。看来那俏月不是自伤，而是他伤了。是。那俏月可是醒了？并未呀，按理说割腕不至于昏迷不醒啊，除非有另一种可能。哼，大夫但说无妨，今日这话不会传出府外，更不会有人为难于你。那女子中了山茄花毒，所以才会昏迷不醒。山茄花？就是山茄花呀，口服3钱便会让人昏睡不醒，亦昏睡不痛啊。我明白了，明日的这个时候你再来府里给他看诊。管家送客。是，老夫告退。老大夫行了礼，与管家一同退了出去。主子，那俏月一直昏迷不醒，原来是被秋荷那个毒女人下药了。骆九离点头，没有说话。那个秋荷看着柔柔弱弱，没想到竟然如此蛇蝎心肠，手段狠毒。主子，这种人留在府里就是祸害。我同意男主的话，应该尽快把他们解决了。是该尽快解决。与此同时，京城某座府邸内，人呢？死在了天下第一锅。谁杀的？九王爷。九王爷竟然也去了？是，应该是为了骆九离。跟在九王爷身边的还是从前那个侍卫吗？不，已经换了一个。哼，看来九王爷对那件事情很重视，竟然派自己的心腹去往单县查案。大人，要不要卑职去？不要太明显，要伪装成意外。是。侍从起身，低着头退了出去。骆九离到底还是睡了一觉，再次醒来已经是暮色四合。醒了，王爷，你回来了。见你睡着，便没忍心把你叫醒。莫寒呢？可查到了什么？那杀手叫凌刃，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江湖杀手组织。此番进京是与他人做了交易，至于是谁，人死了，交易的金钱没有过明面。莫寒和大理寺都在暗查，可能需要时间。别担心，有我护着你，无论是谁，也不可能伤害你分毫。我信王爷。王爷知道西院的事儿了吗？一个咎由自取，一个心狠手辣，你不用出手，就作弊上官即可。想到那2个女人把从后宫嫔妃那儿学来的肮脏事儿用在了他的九王府后院，他就恨不能一刀劈了他们俩。太后想要当着满殿朝臣和天下百姓的面打王爷的脸，想要来恶心我，恶心我们国公府，那我就狠狠地给他打回去。不怕太后回京治你的罪？切，是他自己老眼昏花，选了个这等货色送进府里，留了把柄。我要是不好好利用，岂不是对不起他老人家？好，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出了事儿还有我。有人撑腰的感觉真好。秦允呢？今日一天都没见到他了。我派他去河伯的老家查案了。河伯的老家？河伯的老家在单县。当年河伯田地被收，朝廷下发的续银也被人克扣一半。这件事儿在单县恐怕不是个例。这件事皇上知道了吗？知道了，皇兄大怒，也已经暗中派人去了单县。晚上的话题有些沉重，
两人都有意避开。吃了晚饭，一个批改军中折子，一个坐在一旁补到手里的瓶瓶罐罐。后半夜的时候，外面下起了雪。第二日天光大亮，整个京城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煞是好看。王爷、二小姐，谢家派人送来了一盆红梅。谁送来的？是谢家的花匠，说昨晚知道要下雪，就把所有盆栽的红梅放在了院子里。没成想一大早起来，白雪压红梅，竞相开放。谢家老夫人便派花匠送过来了一盆呐。那宫里呢？可有？我特意问了那个花匠，花匠说连送皇上的龙油梅也是今早开放的，一大早就拉着车去了宫门。收下吧。是。管家退了出去。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3分白，雪却输梅1段香。一旁萧明轩很意外，很是惊讶，甚至带着几分惊喜地看着他。王爷这样看着我干嘛？这首诗很好，想不到你医术了得，经商了得，才情竟然比那些所谓的才女更高一筹。王爷说笑了，这首诗不是我做的，我只是照搬而已。照搬？那你告诉我，这首诗是何人所写？难不成是你那从未现身过的师傅？对。萧明轩瞧着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梅花看，嘴里面全是敷衍，只当他是故意的，也就没有再询问别的，但心里已然把那句足够让人惊艳的诗句记下。我瞧着你很喜欢梅花。谁人不喜欢梅花？傲雪而立，高洁伟岸，不畏严寒，百折不挠，坚贞不屈，要不然他怎么会成为花中4君子之一？你喜欢，不让管家明年在后花园子里开辟出来一块地，专给你种梅花。如此兴师动众，大可不必。我说喜欢也只是喜欢，但还没喜欢到情有独钟的地步。何况我喜欢的花有很多，春天的杏花、桃花，夏天的荷花、昙花，秋天的菊花、桂花，那么多的花，管家岂不是要忙死？见他并未坚持，也就不再提起了，但心里已然记下了此事。两个人就这样欣赏着窗外的白雪，闻着梅花香，安安静静的闲暇了一个上午。吃了中饭，一如昨天午后的那个时辰，管家带着老大夫进了府。南星，你去告诉管家，就说王爷召见秋荷。主子，这是。南星点点头，主子发话，王爷都愿意听。他一个侍从，可不敢多事。去，把屏风搬过来，立在当中。这主子和王爷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王爷只是让你见见，为我拖延时间，又不是让你。本王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何况你是想让本王违抗皇兄的意思，送那女人的尸身回宫里吗？好吧，王爷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辛苦王爷啦，我先去了啊。只给你1个时辰。不用1个时辰，半个时辰我就回来。男主守在屏风外，不许那个秋荷接近屏风。主子不用手下跟着吗？不用，有南星跟着我，你守好王爷。王爷武功那么高，那秋荷根本不是对手。我决定了，这件事后给男主安排一次相亲。骆九离实在是没眼看男主那一头雾水的傻样，撩开帘子就走了出去。西院，秋荷，王爷要见你。是，奴婢马上来。说着站起身，抹了抹溜光水滑的头发，扯了扯一身干净如雪的白色衣裙，袅袅婷婷，柔柔弱弱的跟着管家出了西院。大夫，我家主子说了，需要俏月清醒1个时辰。男星带着老大夫进了屋，老大夫先给俏月把了脉。大夫，他不会是死了吧？脉象微弱的可怜呐，今日再不唤醒他，估计离死也不远了。大夫，请您无论如何也要救活他。前后忙忙碌碌，用了近半盏茶的时间，俏月果真慢慢苏醒了过来。你醒了？陆二小姐，在我们谈话之前，你先看看自己的伤口。秋荷说，你因为那日我对你的羞辱，一时想不开，割腕自杀。他胡说，不是我割腕自杀，是他哄骗我与他合谋，得到走出这西院，见到九王的机会。他只说让我装病，哄骗我喝下了茶水，然后我就失去了知觉，甚至连丝毫的疼痛都不知。你当然没有感觉，不知道疼痛，因为他给你的茶水里下了山茄花的毒。山茄花？不错，山茄花口服3钱便会让人昏睡不醒，亦昏睡不痛。也就是说，他在你昏死过去后，亲自操刀割开了你的手腕。我想他的本意是让你死，然后把你的死嫁祸到我的身上。毕竟前一日我们的确产生了口角，你被我羞辱，一时想不开，割腕自杀也是有可能的。
只是没想到你命不该绝，竟然撑到了被府里的下人发现。秋荷见你还有一口气，不得不猫哭耗子假慈悲，请求管家找人救你。秋荷呢？他人呢？这个贱人竟然想害我！秋荷去了前院，王爷召见他。王爷召见他？那个毒妇？是啊，王爷召见了他，因为你割腕自杀，一直昏迷不醒，王爷为了解情况，不得不召见他。不过他的目的达成了，王爷已经下了令，让他可以随意在府中行走。他不但被解除了禁足，还见到了王爷，他的目的达到了。站住！秦侍卫，王爷召见秋荷姑娘，还请秦侍卫进去通禀一声。王爷染了风寒，又批改了大半日军中的折子，这才喝了药，有些困倦。管家这个时候带人过来，岂不是扰了王爷的清静？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王爷急召，我也不敢怠慢呐。要不这样吧，我进屋看看情况，你们在这等会儿。有劳了。秦武转身进了屋，这一进屋就没了人影。五哥，真让管家跟着挨冻？王爷不发话，我也不敢把人往屋里领啊。也是，那个女人如此恶毒心肠，活该冻死她。只是可怜了管家受连累。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就担心，如若一直这样冷着她，恐怕过不了多久，她就能回过味儿来，知道是二小姐用了调虎离山之计。把人叫进来。是。王爷，秋荷姑娘到了。奴婢秋荷叩见王爷。男主就站在一旁，看到秋荷那拉着丝儿的眼神，恨不能穿透了屏风，顿时就明白过来，主子为何让他务必留在这儿守着王爷了，真是恶心。要是九王府的后院留着这样一个女人，那可真是再无消停日子了。这些就是经过。秋荷是胡贵妃娘娘的人，而我只是因为身材容貌姣好被太后选中。太后和胡贵妃娘娘承诺我们，只要我们能接近九王爷，成为九王爷的女人，太后便会下旨把我们赐给王爷做妾。哼，没想到秋荷那样心狠手辣的女人，竟然也会被太后娘娘的一句承诺迷惑。你们啊，不过是太后手中一枚对付我和王爷的棋子罢了。说是对付，都抬举你们。太后和胡贵妃根本就是让你们来送死的。我又何曾不知道，从被太后看上的那天起，我就知道要么死，要么拼了命的搏上一把。只是未曾想，置我于死地的不是九王爷，也不是陆二小姐你，而是那个看似人畜无害，与我情同姐妹的秋荷。我从未想过要害她性命，她怎能如此对我？还真是个聪明面孔、笨肚肠的纯美人儿。因为秋荷渴望权势，想要摆脱宫女的身份，想要高人一等，在她眼中，这是唯一的机会。她得到了太后和胡贵妃的承诺，为了这个假惺惺的承诺，什么原则、姐妹情谊、宫规制度、仁义道德，通通置若罔闻。为了爬上高位，她可以不顾一切，别说是你的命，就是她的尊严，她都可以舍弃。他已经因为对权势的欲望而迷失了自我，这样的人释放了自己的邪恶，就是观音菩萨来了，也无法说服他向善。二小姐想让我怎么做？秋荷没想到自己卑微的跪在地上，只为能得见到九王爷一面的机会，可偏偏一道屏风隔开了他所有的希望。从被管家带离西院，到跪在地上近1个时辰的时间，再到他被要求起身离开主院，不要说是见到九王爷一面，就是九王爷的声音他都未曾听到。也是到了如今这田地，他才幡然醒悟，什么九王召见，什么九王身染风寒，通通都是骗人的，骗人的。二小姐，秋荷姑娘这是怎么了？怎么脸色好像有些苍白？如若秋荷姑娘身体不适，可是要请大夫好好看一看才好。正巧了，大夫刚刚给俏月姑娘看了诊，人在前厅喝茶。管家，你去前厅把大夫再请来，给秋荷姑娘也一并看看。是，二小姐，我马上去请大夫。洛二小姐，奴婢身体好得很，没病没灾，不劳烦二小姐挂心。怎能不挂心？毕竟外来是客，不但我要挂心，就是王爷也不能掉以轻心，不是？南星，主子去正院请王爷，就说院子里雪景甚美，特邀王爷来陪我赏雪。是，属下马上去请王爷。南星说着转身离开。二小姐这时知道王爷召见了我。说到召见二字，他没有丝毫犹豫，脸上竟然还露出了一抹娇羞，就好像他真的见到了九王爷，与九王爷发生了一些事情一样。秋荷姑娘这老孔雀开屏的自恋模样，给谁看？给我吗？抱歉，我喜欢男人，确切的说，我喜欢王爷。何况秋荷姑娘当真以为是王爷召见的你？还是说跪在地上对着一面屏风跪了1个时辰，竟然还能让秋荷姑娘对那扇屏风跪出了感情？是你故意的？是又怎样？怎么很恨我？恨我和王爷耍了你？
还是恨我挽救了俏月一命？你洛九离，你以为你是谁？不过就是个合离的下堂妇，先嫁给昭王，再嫁给九王，违背伦常，德不配位。你就不怕有一天老天爷收了你的福气？哼，愚蠢！你没听过吗？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世上违背伦常、德不配位、罪大恶极的人多了，老天爷那么忙，根本看不上我这偶尔释放出来的恶。你要干什么？不干嘛，只不过斩妖除魔罢了。你不能杀我，我是太后娘娘送进来的，是胡贵妃娘娘。哼，谁说我要杀你？太后送你进九王府，胡贵妃给你许诺，可他们有没有想过，你是一把双刃剑，当一面对着敌人，另一面一定会对着他们自己。什么？你在说什么？秋荷话音未落，只见洛九离死死拽着秋荷的手，泛着寒光的匕首直接刺入了自己的胸口位置。秋荷，你胆敢刺杀国公府二小姐！洛九离疼痛传来，虽然匕首在他的掌控之下刺入的并不深，但到底是刺伤见了血。对面秋荷已经傻眼了，让他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洛九离竟然用这种计谋置他于死地。他还没有来得及回过神来，整个人就被踹飞了出去，一口鲜血喷出，人便晕了过去。洛九离的身体被捞进了一个宽阔的怀抱。洛九离知道是萧明玄，装死般的靠在他怀里，感受着他的急切和耳边呼啸的冷风，却没有胆量睁开眼。他心里明白，此刻的萧明玄肯定对他生了怒气。他这拙劣的手段能蒙骗过其他人，但绝不会蒙骗过堂堂战神王爷的眼睛。传大夫！萧明玄声音冷得吓人，抱着洛九离直奔主院方向。哥嫂，你怎么样？你可不要吓我啊！今日行西言来九王府，原是为了依兰香的事情，未曾想这才踏进王府，还未见到洛九离，就听到他遇刺的消息。秦武发了狠，提着秋荷就把人押入了刑堂，管家也着了急，几乎是拉着老大夫连跑带爬的进了主院。南星男主也傻眼了，只以为是自己护主不力，跪在主院的院外，以此来惩罚自己。你们俩在这跪着干嘛呀？我们护主不力，罪该万死。万死个屁！还不滚进去照顾你们主子？真是两个榆木脑袋！邢夕颜翻了个大大的白眼，抬脚就往府外走去。南珠和南星抢着跑进了屋里。洛九离遇刺的消息随着邢夕颜离开王府，不消半盏茶的时间，随之便传遍了京城。宫里，皇上还在御书房批改奏折。齐公公进了殿内，皇上，何事？启禀皇上，宫外传进消息，说是国公府陆二小姐在九王府遇刺。你说什么？洛九离在九王府遇刺？哎，宫外都传遍了。太后娘娘送进去的教引宫女用匕首刺伤了陆二小姐，九王震怒，把人抓了起来。皇上眼神飘忽地看向门外，神色也从刚刚的惊讶到现在的平静。你马上亲自去一趟九王府，务必要亲眼看到洛九离。是，奴才马上就去。齐公公不敢停留，抬着脚就出了御书房。与此同时，大司马府内，你确定洛九离被刺伤了？回大司马话，千真万确，是那个叫秋荷的姑娘刺伤了洛九离，匕首穿胸，血流了一地。九王爷震怒，把秋荷打伤，抓了起来。这可真是老天睁眼，报应不爽！那秋荷丫头怎么没有把她弄死？闭嘴！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吗？你先下去，依旧派人盯着，有任何风吹草动及时禀报。是。那人退下。父亲，这件事父亲怎么看？这件事很不同寻常，看似是洛九离受伤，实则对太后娘娘、对咱们大司马府极为不利呀。儿子和父亲所想一致，洛九离身份不同，早已不能拿寻常的眼光来看待他。何况义国公马上就要回京了，桑南国的使臣也已经行至半路，九王爷要登门国公府提亲，这个时候他被刺伤，到底是有意还是真发生了意外？太后娘娘送进九王府的那两个教引宫女，儿子想太后娘娘应该不会下达让他们刺杀洛九离的任务，毕竟进府刺杀和打探消息性质完全不同。你分析得很对，太后用仁义孝道和百姓的舆论来压制九王，不得不接受那两个教引宫女，就是皇上也让九王莫要落了口实。原本以为那两个教引宫女会是一步好棋，现
现在看来，反而是被利用了。父亲的意思，这件事是九王和骆九离故意而为之。是不是故意的，一探便知。是了，他如若是假受伤，那就是欺君之罪。何况太后娘娘送进去的不是只有一个秋荷，还有俏月。你去进宫见过你妹妹，她自会知道怎么做。是，我马上进宫。胡宏志转身快步离开，随着一盆又一盆的血水被端出，整个屋里气氛愈发肃杀压抑。饶是见惯了大场面的齐公公也如坐针毡，一个人的身体里能有多少血，便是大男人恐怕也受不住，何况骆九离那样的小女子。由此可见，骆九离受伤不轻。二小姐，您真的是林虚子的嫡传弟子？如假包换。那二小姐，这个能否让老夫拿回去研究研究啊？金大夫，在西院，主子已经答应送你一支药水作为补偿，怎么金大夫还得寸进尺，连主子的物件都想逃走啊？姑娘不是医者，不知道医者对医术的渴望啊。我虽年数大了，但能多学一些就多学一些，也算是对得起我的衣食父母。男主跟金大夫道歉。主子道歉。是，金大夫，对不住，我刚刚……老夫明白，姑娘是护主心切，老夫不介意，姑娘也不必往心里去。那这缝合针就送给金大夫吧，待我伤好后，金大夫可去天下第一锅找我，共同探讨医术上的问题。那老夫就多谢二小姐了。客气，这几日还要劳烦金大夫多跑几趟王府。至于西院那两位和我的受伤情况，金大夫应该知道该怎样对外说吧。二小姐放心，老夫明白。屋里两人的对话刚刚结束，屋外就传来凌乱的脚步声。金大夫与骆九离对视一眼。二小姐身受重伤，病体虚弱，还是闭目养神为好。骆九离在心里笑了笑，这金大夫还真是个妙老头，随即闭上眼睛，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奴才给王爷请安，齐总管也在。李公公，你不替太后娘娘好好守着长春宫，来九王府干嘛呀？咱家听闻教引宫女秋荷手脚不干净，特意来王府抓人回宫受审。李公公说话还真是含蓄呀！那个教引宫女秋荷何止是手脚不干净，私藏毒药进府，谋害亲王不成，竟然刺杀国公府二小姐。李公公啊，这难道就是你奉太后之命送这两个教引宫女进九王府的真正原因？齐公公还请慎言呐。太后娘娘一片好心，只是想弥补这些年皇室对九王爷的亏欠，未曾想到那秋荷因爱生痴，得不到九王爷的青睐，就迁怒于洛二小姐。出了这样的事，也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所以呀，咱家今日来就是来抓捕秋荷回宫受审，给陆二小姐一个交代，也给国公府一个交代。你算个什么东西？就是交代也轮不到你一个阉人来给交代。王爷，咱家是太后娘娘的内侍，王爷如此不分青红皂白殴打咱家，闭上你的臭嘴！本王乃是亲王，别说是打你，就是当场斩杀了你，太后也不敢对本王怎样。想要抓人回宫受审，可以啊，什么时候太后回宫了，你在什么时候来九王府抓人，本王还想当面锣对面鼓与太后问清楚，谈的到底是什么狼子野心。正在气氛剑拔弩张之时，王爷，二小姐怎么样了？回王爷话，二小姐身受重伤，如今人还在昏迷中，老夫已经为她处理了伤口，开了方子，晚些应该能够醒来。只是身体受创，需要将养些时日，这段时间最好能让她心情愉悦，以免影响伤情的恢复啊。金大夫叮嘱，本王牢记了。管家，送金大夫出府。是，金大夫，请。王爷告辞。金大夫同管家一起出了主院。王爷，这是主子的衣服，被血浸染，不知该如何处理。留存，待太后回宫一并带入宫中。是。男主情妻意切，悲痛难忍，退到了一旁。李武，本王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滚出王府。
什么时候太后回宫了，本王自会押解罪人进宫受审。可是王爷，来人，打出去！隐在暗处的侍卫们听到王爷下了令，潮水般涌了上来。李武和2个禁军内卫吓了一跳，几乎是在众人的万目睚眦中狼狈地逃出了九王府。疯子，真是个残暴的疯子！没想到萧明玄是个疯子，这九王府里的侍卫也都是疯子。站在九王府的巷口，怎么样，可看清了？主院外有大滩被冰冻的红色血迹，显然是冲洗伤口的血水。看来骆九离的确伤得不轻。哼，难怪这个残暴的疯子如此丧失人性。看来骆九离果真是他的软肋呀！去，飞鸽传书给重阳侯汇报京中情况。是。李武梗着脖子上了马车，回宫。想必贵妃娘娘等急了。马车滚动，直奔宫中方向。在李武离开后不久，九王府管家又亲自送齐公公上了马车。待所有人都走了，府内也渐渐趋于平静。睁开眼吧，人都走了。王爷，对不起，你能不能先不要生气，听我给你解释。萧明玄本还一腔怒火，但见他此时如同受惊的小鹿一样，我见犹怜地望着他。多少阴沉震怒在此刻也被他那一句对不起和那双湿漉漉的大眼睛摧毁殆尽。好好承认错误，别以为这样本王就能饶了你。我知道王爷生气不是怕我把事闹大，而是生气我隐瞒了计划，自伤了身体。为何要实行这样的计划？对付他们方法有很多种。我也知道方法有很多种，但唯有这种方法才能彻底打乱太后他们的谋划。王爷为了我放弃离京的机会，3番2次与太后、胡贵妃、大司马府缠斗。王爷竭尽所能地保护着我，而我也想护着王爷，让所有敢算计王爷的人和计谋通通化为乌有。我曾经下定决心，绝不成为王爷的软肋，而是成为王爷的助力。所以王爷这次能原谅我吗？萧明玄的心影当初下了多大决定，想要教训他一次，现如今他3两句话撒了个娇，他就啪啪打脸，甚是舍不得多说一句重话。你让我看看伤口，还疼吗？不疼了，伤口很浅，我掌握着分寸，而且我还偷偷藏了血袋，那件染了血的衣裳大部分都是血袋里储存的鸡血。何况我就是女医，王爷还不相信我自己的专业知识吗？就是因为太过相信，才发生了今日这样的事儿。听南竹说，那秋荷来请安，连王爷的面都没有见到，对着一扇屏风跪了1个时辰。你明知故问。那秋荷呢？关起来了吗？关进刑房了。刑房？对，教场下我开辟出了一座刑房，那里原来是用来专门惩治做错事的暗卫，里面的刑具比大理寺的天牢还要齐全。看来秋荷这些天日子不会好过。你放心，秦武会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他能承受几日，完全取决于太后什么时候回京。那如果在太后回京之时，秋荷死了怎么办？不怎么办？若他死了，那就带着他的尸体进宫。左右也是个将死之人，他死了，账还是要跟太后清算。估计这次太后会焦头烂额，王爷一人他尚且难以应付，何况我父亲就要回京了。国公爷回京，你却在九王府受伤，恐怕这次焦头烂额的可是太后一个。放眼整个长宁王朝，敢跪求皇上收回圣旨的第一人，非国公爷莫属。可如今骆九离在自己的府里出了事，他是先负荆请罪，还是等着承受岳父的雷霆之怒？王爷，你在想什么？脸色怎么不大好？没什么，我刚让厨下给你熬了参鸡汤，一会儿亲自喂你。2个，一人含情脉脉，一人深情款款，也许这就是他们为彼此付出的意义吧。双向奔赴感情，总比单一一方的付出更让人感动。王爷，主子！屋里差点亲到一起的2人赶忙分开。主子，主子，你的耳朵怎么那么红啊？没什么，是屋里太热了。你最好是有什么要紧事啊！启禀王爷，国公夫人来了啊！我母亲来了，人呢？管家带人出府迎接了，派属下回来禀告一声。你先躺下，我亲自去接。王爷心里不用有负担。我知道。萧明玄安抚地亲了亲他的脸，一旁南竹侧着身子，垂着眸，真恨不得把自己的脑袋扎进地里。刚刚他们还在屋外讨论，王爷会不会因为主子私自改了计划，伤了自己而生气，惩罚主子。现在看来，多刚毅的王爷在主子面前也成了缠缠绵绵的绕指柔。那小心翼翼又体贴温柔的神色，恨不能把主子捧在手心。要是王爷是个皇帝，铁定就是个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昏君。南主，你发什么呆呢？有没有听到本王说什么？啊，王爷刚才说什么？
照顾好你家主子，本王去就来。是。萧明玄走了出去。臣妇参见王。国公夫人免礼。萧明玄冲着国公夫人行了一个大礼。王爷如此，折煞臣妇了。这一礼，本王心甘情愿，也是国公夫人该受的。要在本王府内受伤，是本王照顾不周，理应亲自登门道歉。唉，王爷如此说，反倒是让臣妇无地自容了。臣妇的女儿是个什么样的性子，臣妇心里明白。牛不喝水，没有人强摁头的道理。何况管家也已经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我，王爷大可不必忧心。只是他这一闹，眼前的事是解决了，但太后那儿恐怕……国公夫人不必担心，一切自有本王。那我先进去看看他。请。国公夫人带着人上了台阶，鱼贯而入，进了屋内。王爷怎么不进屋啊？他们母女有提起话要说，本王就不进去了。本王还有一件要紧事要办呢。王爷的意思是……萧明玄没说话，转身往西北方向的教场走去。臭丫头，你这臭丫头就没有一天不让母亲担心的。母亲，对不起，让母亲担心了，是女儿的罪过。你起身做什么？好好躺着养伤。母亲就是太过担心，才不得不登门来见你。好在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严重，也算是稍有宽慰。母亲放心，我惜命得很，怎么可能让她伤害到我？何况这本就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每一步都是我精心算计过的。那秋荷只会一步步进入我的计划，不会影响全局。唉，是母亲没有保护好你，让你不得不面对这些勾心斗角的肮脏事。母亲在说什么啊？就是因为之前我被保护得太好了，不知人心险恶，差点身死在昭王府。自那件事之后，我便发誓再不受制于人。从前的那些屈辱，我总要一件件讨回来。何况现在有王爷做后盾，父亲和大哥又要回京了。你想清楚就好，无论你做什么事，母亲都支持你。只是以后再不要以自己的身体为饵，做这种吓人的事情了。女儿记住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就好，这就好。还有一件事，母亲要和你说。什么事？是关于你与王爷的婚事，还有前年那晚发生的事。你父亲已经递回了书信，那晚的事是真的吗？他沉默地点点头。都怪母亲。都怪母亲，当初如若母亲对你多加关心，也不至于。这件事不怪母亲，是燕听莲给我下了媚术，抹去了我那晚的记忆，就是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那个燕听莲，该死，真是罪该万死。母亲，过去的事都过去了，燕听莲也早已化成了一堆枯骨。要说真应该痛恨的人，何止一个燕听莲？萧朱墨，他以为凭着皇帝儿子昭王爷的身份就能平安无事。哼！夫人，小姐如今好不容易苦尽甘来，夫人就别再提那些往事了。小姐不知道，夫人自从接到了国公爷的信，哭了一次又一次，彻夜的睡不着觉。不是唉声叹气，就是长吁短叹。尤其是这次听说小姐出事，夫人吓得昏厥过去了一次。要不然我们早就过来看。徐嬷嬷，住嘴！别听徐嬷嬷瞎说，母亲没事。母亲，这辈子能有幸成为母亲的女儿，我很幸福。希望下辈子还能遇到母亲，还能成为母亲的女儿。我一定好好听话，再也不做让母亲担心的事。好，下辈子我们做母女。暮色四合，金贵俊美的男人沉默立于窗外。王爷，去库房这些补药，一会儿国公夫人回府一并带过去。是王爷吗？国公夫人和徐嬷嬷有些心惊的对视一眼，腹诽着会不会刚才他们说的话王爷都听到了。本王刚在库房亲自为国公夫人挑选了几件补品，已经让管家搬上了车，还请夫人一并带回去，聊表本王的歉意。不过也请夫人放心，今日之事不会再发生。本王护洛九离如护自己的性命。老实在王府待着，带你父亲回京，让你大哥亲自来接你。南星，你去护送我母亲回府。是。南星应了一声，随着国公夫人一道出了屋子。大概前后不过半盏茶的时间，萧明玄端着炖盅进了屋。饿了吧？王爷是去行房了？是南州还是南星告诉你的？没人告诉我，是我闻出来的。王爷身上有淡淡的血腥味，王爷
是去刑罚秋荷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事儿付出代价。他既然选择为太后和胡贵妃做事，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潜在的威胁。何况他胆敢藏着毒药进府，目的是什么？是毒杀我。只因见不得我身，才把杀机对向了你。我只怕他在回宫受审时当庭翻供。不会，这件事你无需操心，一切有我。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好好调养身体，带我登门36聘。看着他舀起一勺鸡汤，小心吹凉，骆九离心中一阵温软。刚才在屋外，王爷与我母亲说了什么？没什么，定亲的事宜。南华寺有事回太后，宫中来信。明心，你去吧。是太后。被称为明心的女子缓步退下。太后，这是李公公的飞鸽传书，请太后过目。太后接过了一看，雍容华贵的脸上顿时一凛。怎么会这样？哀家再三叮嘱，小心行事。回太后，微臣想这件事情定是九王与骆九离故意设下的圈套，只是未曾想那个蠢货为了私欲被人赃并获。圈套？你的意思是？太后离京后不久，皇上便派人给九王爷传话，莫要落人口舌，那二人才得以留在九王府。可是这才几日，就出了这种事情。如若不是故意而为之，他又怎么可能进得了骆九离的身，还刺伤了他？太后想想，那九王府自从上次九王回京大清洗以后，如今铜墙铁壁，十分严密。何况那骆九离身边还有九王送给他2个武功高强的女侍卫。你分析得很对，去传令，连夜收拾，明日一早回京。是，太后，微臣还有一事。何事？听守在尼姑庵的侍卫来报，自从太后带走明心郡主之后，大小姐似乎对太后颇有微词。颇有微词？她谩骂过哀家？太后恕罪。你何罪之有啊？之前哀家和她说得很清楚，让她安心在安堂里等待，总有她出头之日那天。偏偏她是个不知好歹的，谩骂哀家。她以为胡氏一族只有她一个大小姐，还真是自不量力又愚蠢的丫头。亏哀家从前对她极为看重，现在看来，她不但技不如人，这德行也当真不配得到哀家的重视。你去亲自把人撤回来，告诉安堂住持撤销对他所有的待遇，该怎么办就按照皇上的意思。他不是愿意谩骂，那就让他谩骂皇上吧。可是太后，大司马那儿……哀家说了，胡氏一族不只有他一个大小姐，多少女孩如同雨后春笋般一茬一茬的长出来，亭亭玉立，正当韶华。哪个有能耐，哪个最听话，哪个就能冒头。毕竟哥哥那儿需要的是能带给家族荣耀的女子，而她不过是一枚没用的废棋罢了。去吧，哀家已经够烦心了。是，微臣马上就去。与此同时，京城九王府内，一连几日未曾现身的莫寒顶着冰霜出现在了府外。莫统领，你这是？主子呢？主子在屋子里陪二小姐呢。莫寒闻此，脚步未停，急匆匆进了府，直奔后院。王爷，莫统领求见。莫寒回来了，这大晚上求见，定是查到了什么。叫他进来。莫寒进了屋，低垂着头禀报。王爷，二小姐，属下查到了与那个杀手联系之人，说兵部的库部主事江丰年。兵部？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胡爵掌管兵部。那是以前，现在的兵部的库都由沈雨堂掌管。我与沈雨堂并不相识，甚至与宫里的淑妃、四皇子都没有交集。还有那个江丰年，我连见都没有见过，他为什么要派人暗杀我？也许这件事儿与沈雨堂无关。至于江丰年，他是库部主事，主管发放续银。王爷的意思是，我们私下暗查贪墨续银案一事被发现了，他们对我怀恨在心，所以暗下杀手。现在看来，应该与暗查贪墨续银案有关。如若是这样，那身在单县的秦颖岂不是也很危险？莫寒，即刻派人前往单县接应秦颖。是。还有江丰年那儿，派人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不要打草惊蛇。是。莫寒得了令，转身出了屋子。王爷怎么不把江丰年抓起来？江丰年只是一个库部主事，你觉得他有多大的能耐和胆量，敢派杀手暗杀国公府小姐？所以江丰年身后还有别人？看来和胡爵脱不了关系。只是现在我们没有胡爵指使江丰年的证据。胡爵行事小心谨慎，想要彻底抓到把柄，只能等着。既然是下网捞鱼，总不能只打捞一些小鱼小虾啊。我明白王爷的意思，想要摁死胡爵，任何机会都不能放过。王爷，太后回宫了。彼时的萧明玄正坐在书案后批改军中折子。回得这么快，合着就我一个人紧张了？宫里可有下旨传诏？没有。皇上可有派人来传话？没有。
那你还有事？管家叹了口气，便躬身退下了。王爷不怕太后传召吗？萧明玄见他轻轻捏动手腕，伸手拉过他，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伸手给他按摩。太后享了一辈子的荣宠，这种舟车劳顿，她必定会把所有的事儿要到明天解决。那今晚，今晚会很热闹，不过你放心，有我陪着你，多热闹只当是看戏了。王爷的意思是，太后的人会想办法与俏月取得联系。俏月是太后派过来的，秋和实则是胡贵妃的人，所以他们两个与背后的人都有了特定的联系方式。好，原来如此。不过这很好，王爷猜猜俏月会如何选择？他没得选择。哦，王爷觉得他会接受我的条件？当然，有条件才说明他有利用价值，若不然，他的下场会和秋和一样。好吧，王爷这洞察人心的本事比我更胜一筹。不过我还是不太信任他。这不难，今晚不就是个试金石吗？只要今晚他做出了选择，那今后他就会彻底为我们所用。唉，主子，你快睡一会儿吧，等人真的来了，属下再进来叫醒你。我不困。王爷还没有回来吗？太后的人什么时候进来？哎，男主，你说太后的人用什么办法进咱们王府？王府里被守得铜墙铁壁的，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被人毫无察觉的闯进来呢？要不你去告诉王爷一声，让守卫的人放松些警惕。主子，放松警惕，岂不是告诉别人咱们在等着他们自投罗网？那些个人警惕性很高的。也是，我还是第一次参与这种瓮中捉鳖的戏码，有点期待，有点刺激。主子，你这哪里是有点期待，哪里是有点刺激？你这是恨不得跑到跟前看大戏啊！骆九离这一等，只等到了后半夜，萧明玄才披着满身的寒霜返回了屋里。王爷，你回来啦？你怎么不回屋睡一会儿？我睡不着。怎么样，太后那边的人有动静了吗？后半夜还得熬，你这样能受得住吗？没事没事，王爷快说说，太后那边的人有动静了吗？难怪不困，你这是一心等着看戏。难得遇到这么好的机会，也是我第一次策反细作，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放心，必能成功。至于太后那边有动静了，只是什么？只见他伸手勾住她的下巴，低头亲一下，再亲一下，接着又亲一下，每一下都浅尝辄止，可又勾着他忍不住再去品尝。王爷还没有告诉我，只是什么？是我也没想到，太后身边还真是汇聚了三教九流的各种人物。三教九流，能被称为三教九流的，必是江湖上的人。可朝廷，尤其是后宫女眷，怎么还和江湖上的人有了勾连？难道太后就不怕？王爷，窗外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打动了骆九离的询问。说，府里来了一波刺客，被打退了回去。后院守卫故意松懈，放的人进来了，已经去了西院。好，弄出点动静来，让他放松戒备。是。窗外的人接了令，又悄无声息地引入了黑暗中。你不是想看戏吗？我现在就带你去。拥着他就出了屋子。就在此时，从西院方向传来一阵骚动，接着有一队手持兵器的侍卫蜂拥着跑了过去。怎么回事？秦哥，刚才有人听到这边有动静，我们便过来查探一番。可有找到？没有。继续找，不要漏掉任何可疑之处。是。侍卫们一哄而散，各自去排查。也不知过了多久，秦哥，这个是谁？不是人，是一只猫啊，一只破猫，搅得所有人大半夜也不得安生。要我说，直接杀了得了。快扔出去，千万别惊扰王爷休息。就是，快扔出去！哎，今晚真是犯了邪了。后半夜就没消停过。随着猫叫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近，西院外又陷入了一片宁静。人走了，不会再回来了。我还以为这九王府是什么铜墙铁壁呢，原来也不过如此呀。你是侯爷的人？嘿，你别管我是谁的人，这次我是奉了太后之命过来问你话。就你这副尊容，还能见到太后？做梦吧！好，你问。小姑娘还挺辣呀，难怪太后会把你送进来。少废话，我什么时候能回宫？你什么时候回宫，我哪里知道啊？秋和被抓，怎么回事？他真的刺杀了骆九离？他现在被关在什么地方？太后把你们俩同时送进府里，为何他被抓了，而你却没有事情啊？还有这几日在九王府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最好一字一句，不要有任何隐瞒。这些问题字字珠玑，步步都是圈套，一个不谨慎，恐怕俏月的小命就要交代在这儿。屋外房顶上，萧明玄握着骆九离的手指，调转目光望向下面散发着微弱光亮的房顶。俏月的回答直接关系到骆九离是否策反成功，俏月是否会成为他们的眼线。谁说我没事？你这是如何伤的？我只不过没有像秋和那样对九王生了私情，我一心只想着太后的叮嘱，对于九王有没有召见我，有没有想把我收为妾室的心思，我根本不在乎。要不是秋和那个蠢货以为九王召见他是看上了他的美貌，殊不知九王只是为了试探他。哼，他以为他能杀了骆九离，
未曾想人没杀死，不但毁了太后的谋划，还差点把我拖进死局。要不是我急中生智自伤了手腕，为自己搏了一线生机，你以为我今日还能站在这儿跟你说话？这手腕是你自己伤的？手腕是我自伤的，不过对九王府里的人，我却说是秋荷伤的。他们信，九王会信，洛九离会信。信或不信，都是眼见为真。秋荷刺杀失败，被九王抓了起来，他们以为我是同谋，便进院子想要抓我，却看到我倒在了血泊之中。当得知我与秋荷发生争执，是为了阻止秋荷刺杀洛九离，被意外刺伤，才没被抓起来，只是被禁足在这西院，不能出去半步。唉，洛九离被秋荷刺伤，以九王爷对他的重视，恐怕那个时候无人顾及你的死活吧。既然你倒在了血泊之中，又是如何自救？还是说是九王府的人给你找了大夫？他们给你找了大夫就没有条件？条件？你还真是看得起我。我是自伤，自然知道下手轻重，不会要了自己的命。如你所说，当天的确无人管我的死活，不过是守在西院的侍卫怕我死了不好交差，扔给我一瓶止血的药剂。我敷了药，用衣服裹着手腕，生生忍着痛熬了1个晚上。要不然，你以为这道伤疤为何又深又丑陋？如此看来，倒是你命大呀！唉，命大没死在这儿，可太后交代的任务却没有完成。那九王爷自我们入府后，便也同时派人把洛九离接进了王府，而我们就像是被嫌弃的物品一样，扔进了这偏僻的西院。别说是近身侍奉，就是见九王爷一面都是难上加难。这件事我已经得知，我会如实禀报给太后。至于你什么时候能回宫，明日自有定夺。该知道的他已经知道了，这些话也足够他回去交差了。萧明玄搂着他，脚尖轻点，腾空而起。秦武带着一众侍卫已经等候多时，一见到他们2人过来，不约而同的行礼。王爷，二小姐。王爷，二小姐。人呢？出去了。狗洞？九王府里什么时候还有狗洞啊？不仅仅九王府里有狗洞，你们国公府也有，甚至京城任何权贵府邸后院，偏僻无人的地方都会凿出一道隐秘的狗洞。所以这是人为故意凿出来的？萧明玄点了点头。洛九离愈发好奇，难道故意凿出一道隐秘的狗洞，就是为了让人潜入府中？他张嘴想问为什么，想问回屋再问。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和俏月见面的人是谁吗？秦武说人出去了，不会就是从这个狗洞钻出去的吧？萧明玄点头没说话。我在屋顶上明明听到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什么样的男人竟然能钻狗洞？莫不是那男人会缩骨功吧？萧明玄听着他一句又一句的询问，冲着秦武摆摆手。秦武领会是。洛九离还不明所以，被萧明玄裹进怀里，腾空飞出了府外。暗处几道黑影也远远地跟在2人身后。啊，王爷，楼好，我带你去看看。看什么？看看你所谓那个会缩骨功的男人。不会被发现吗？不会。他抱着他一路行至重阳侯府外的外巷，一间店铺的房顶上。重阳侯府？看到正中那间挂着灯笼的屋子了吗？那间屋子就是重阳侯的住处。太后对重阳侯还真是宠爱有加，一个男宠竟然也能被赐封侯爷，还有自己的府邸，真是讽刺。当年皇兄根基不稳，处处受制，前朝的事情就已经焦头烂额，那后宫之事更是顾不得。等回过头来，册封重阳侯的懿旨已经发了出去，再想收回，便是与太后撕破了脸。如此看来，皇上与太后之间产生了嫌隙，倒是让这重阳侯捡了一个大便宜。只是太后也太过于信任他，这种事竟然如此放心的交给他去办。哼，何止如此，听闻这次太后往府里送教养宫女，就是重阳侯提出来的。什么？竟然是他？你说咱们该怎么对付他？既然他身为男宠，那就从这方面下手，再合适不过。桑南国的使臣就要到了，依我看，宫宴那日就很不错。王爷这是要送太后一份大礼呀！礼尚往来。正在2人说话之时，重阳侯府正屋的门被人突然打开，一个身材矮小、不足5尺的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就是刚刚与俏月见面的人。江湖人称3寸丁，也有包打听的称号。切，依我看，3寸丁比较适合他。难怪王爷刚刚说太后身边汇聚了3教9流的各种人物。现在看来，真正与江湖上这些3教9流有勾连的，未必是太后。太后也未必就真的一无所知。王爷，那我们现在做什么？回府休息，明天等着传诏进宫。说着，搂着洛九离，转身消失在了夜色当中。翌日辰时3刻，已过了朝时之时。这是怎么了？还不是因为九王府的事，太后责备李公公办事不周，竟然连2个人都带不回宫，责令李公公在殿外跪着。重阳侯冷漠地瞧了一眼李公公，心里明镜似的知道
别说是李公公，就是他恐怕也无法全虚全伪的从九王手里把那2个教引宫女讨回来。不过好在昨晚3寸钉带出了消息，要不然今日他尚且不知该如何跟太后回禀。明心郡主，侯爷，我一个戴罪立功之人，怎敢当郡主二字？太后已经醒了，侯爷还是快进去吧。重阳侯倒是并未再说什么，抬脚进入了殿内。微臣给太后请安。你来了，起来吧。谢太后。太后摆了摆手，2个宫女垂着头行了一礼，慢慢退了出去。昨晚可有消息？回禀太后，有消息了。遂把3寸钉从九王府带出的消息和太后汇报了一遍。你觉得俏月的话有几分可信？微臣觉得那俏月应该没有胆量敢在这件事上说谎，何况微臣听闻当时骆九离被刺伤后，九王府请的是一个京城有名的老大夫，微臣昨晚也已经派人去询问过了，那老大夫说的话与俏月说的话大体相同。至于秋荷，那女子心气儿颇高，太后和贵妃娘娘选中她，不也是因为她显露出了对权势富贵的渴望吗？心里有渴望的人才最好拿捏。哀家原本也没有想过他们能有多大作为，倒是没成想那秋荷还有如此勇气。至于他的下落，可有查到？俏月也不知秋荷现在何处。以微臣对九王的了解，以及九王爷对骆九离的重视程度，秋荷此次凶多吉少。不过是一个宫女，是生是死无关紧要。只是这次影响不太好，九王那儿恐怕要颇费一番功夫。太后，微臣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讲。依微臣看，这件事与太后并无关系。太后身为皇上和几位亲王的母后，为亲王府邸赏赐女人，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既然是赏赐出去的，无论是人还是物，无论是生还是死，那就与太后无关了。继续说。是秋荷为了一己私欲，欲刺杀骆九离；俏月为了不受牵连，选择自残。这些本就不是太后让他们做的，可九王爷那儿却不一定这样想。微臣觉得九王爷和骆九离这个时辰定在等着太后娘娘传召，一旦太后传召，他们必定会带着秋荷和俏月进宫对峙，那样的话岂不是让人误会此事与太后有关？太后何不以退为进，按兵不动？你的意思是说这件事就这么算了？自是不能就这么算了。九王要登国公府的门提亲，这中间必定有皇上点头同意的。如果太后趁着这个机会提出把明心郡主赏赐给九王爷，依微臣看，九王爷必定不会接受，倒不如……重阳侯上前附在太后耳边耳语了几句，太后眯着眼，嘴角慢慢绽开，微微点头。萧明玄和骆九离没有想到，太后不但没有传召他们进宫，反而派人送来了赏赐。王爷，太后娘娘说，那俏月和秋荷是太后娘娘身为母后赏赐给九王爷的，无论王爷是留着还是是杀是剐，任凭王爷处置，太后没有任何意见。太后没意见，但本王有意见。管家去准备吧。是。管家接了令，转身退了出去。王爷这是……先前李武要抓人回宫受审，今日太后又来了个不闻不问，你们长寿宫的人还真当我这九王府是菜市场啊！南青，王爷，一会儿你亲自送那个教引宫女出宫，至于说什么做什么，如果有人问起，你只说是本王府邸的护卫，奉本王之命，把太后的赏赐如数奉还。如有异议者，可以来九王府到本王面前理论，也可以去皇上那里告状。是，属下明白。这时，门外去而复返的管家身后带着一人走了进来。王爷，人带来了。俏月姑娘，走吧。我想问一下，秋荷可是一同回宫里？快上车。还真是没有人情味儿。遂转身上了马车。就在俏月上了马车后，有九王府的下人把太后赏赐的箱子也抬上了马车，马车卷起尘土，向皇宫扬长而去。九王府内，骆九离似乎才听说了什么。王爷，这件事可行吗？皇上如若知道了，会不会责备王爷？放心，本王心里有数。至于那秋荷，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可是这样，不这样，秋月送不进宫里，你身上受的伤，你筹谋的计划岂不是白白浪费了？何况太后私自往我府里送人，用孝道和百姓舆论强加于我，这一桩桩一件件，她想就这样算了？哼，我不会让你的血白流，更不会让你受这种委屈还不得申诉。这件事儿，我一定要闹得他心甘情愿地给出个态度。只怕这样的话，王爷与太后的关系就会闹得更僵了。放心，就说把整个长宁王朝的皇族都得罪干净了，我也不会惧怕他们一分一毫。骆九离一怔，心里下意识地琢磨着他这句话的意思。他说的不是皇亲国戚，说的是整个长宁王朝的皇族，似乎他在把自己排除在皇族之外。哼，小傻瓜，何必思来想去？待明年春暖花开，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去哪里？什么地方？我曾经成长的地方。
与此同时，皇宫长春宫内，母后，此行南华寺可还顺利？还算顺利。这次出行也多亏了有明星。臣女陆明星参见皇上，参见皇后娘娘。朕听闻这次太后途经尼姑庵，突遇山上落石险情，是你出手相助。太后娘娘自有神佛庇佑，明星也只是上山砍柴，无意看到，才出言提醒，明星不敢居功。看来这近1年来，你常伴青灯古佛，性子倒是改变了很多。当年明星年幼做错了事，如今明星已经痛改前非，一心向佛，只求佛祖能护佑我长宁王朝国泰民安，护佑皇上身体康健，护佑太后娘娘喜乐安康。好丫头，快起来吧！皇上，哀家想把明星留在身边，不知皇上意下如何？既然他救了母后，自是功过相抵了，一切母后自行决定便可。朕尊重母后的意见。明星，快谢过皇上。明星叩谢皇恩。母后。桑南国使臣已经行至半路，再过些日子就要进京了。最近一段时间，朕会政务繁忙，不能时常过来陪伴母后左右。这后宫之事，还需母后时常提点着皇后。皇上放心，臣妾会替皇上晨昏定省，服侍母后左右。皇上国事操劳，不必记挂哀家，皇后也不必晨昏定省，只要每日侍奉好皇上，多关心皇上的龙体康健，哀家便放心了。是，臣妾谨遵母后教诲。又说了几句话后，皇上摆下御书房，皇后也同行离开了长春宫。皇上，那湖滨玉也在尼姑庵内，太后却偏偏接回了陆明星，这到底是何意？对于一个没有利用价值的人来说，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皇上放心，臣妾会时常注意着这边的举动。皇上淡淡了一声，往御书房的方向走去。九王府却人一人的到来充满了喜气洋洋。大哥，小妹，大哥，你终于回来了。回来了，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兄妹二人身后传来一阵压抑的咳嗽声。九王爷，末将骆元良参见九王爷。起来吧。萧明玄声音淡淡，站在骆九离跟前。没良心的，你大哥来了，便把本王扔到一旁了。王爷这话可是误会我了，我与大哥好久未见，只是稍微激动了些。这与王爷在我心中的位置丝毫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吗？没有。不。有冲突，只是那冲突不是本王，而是你。但你大哥成了亲，有了自己的妻子，在你大哥怀里撒娇的就不会再是你了。你啊，也只有瞧着的份。到那时，你就会体会到本王的心情了。倘若大哥成亲了，我自然要顾念嫂嫂的想法。到那时，我唯一能撒娇的也只有王爷了。萧明玄低头，深深地看着他，唇角微扬。这二人的互动完全把骆元良给看呆了。他以为九王爷所谓的登门提亲，也只是因为年前那晚的变故，是为了负责。可现在看来，似乎情况与他所想的不大一样啊。骆九离已经叫了2声，他大哥都没有反应。大哥，你在想什么？没什么，只是有些不适应。骆元良隐晦地看了一眼萧明玄，萧明玄只当看不见。进屋。是。三人进了屋里，分宾主落座。大哥，父亲呢？你们是什么时候回京的？可以回家，可以见到母亲。 2个时辰前，我和父亲就已经回京了，还未来得及休整，母亲便让我过来接你回府。至于父亲，与母亲久未见面，有很多话要说，也有很多事要商量。他说着，看了一眼萧明玄。至于父亲和母亲要商量什么，自然是这2人的亲事。王爷，我大哥来接我回府。既然如此，让男主收拾收拾，今日便随你大哥回国公府吧。王爷真的想让我现在离开？待本王今日办了事儿，明日就登门提亲，你在国公府安心等着我。王爷的意思是撇下我自己独自进宫？太后不曾召见，本王也不会进宫。王爷，你以为这3言2语就能糊弄我？算算时辰，估计不用太后召见，皇上派来的人也应该走到半路了。你真的想陪我进宫？王爷都说了，我辛辛苦苦筹谋一场，总不能让计划付之东流吧？何况王爷还要为我讨回公道。王爷，小妹，你们在说什么呢？发生了什么？为何要为小妹讨回公道？这件事说来话长，大哥刚回京城，还是……王爷、2小姐，宫里传话，让王爷和2小姐即刻进宫。说曹操就到。让管家送你回府。至于这些日子京城里发生的事儿，管家会告诉你经过。不过本王提醒你，这件事最好不要让国公爷牵扯进来。你们父子才回京，好好想想，明日早朝该如何跟皇上述职。至于李二，一会儿从宫里出来，本王亲自送他回府。说着，拥着骆九离就出了屋子。
臣弟参见皇兄。臣女参见皇上，参见太后，参见皇后娘娘。陆九离，听闻这几日你一直留宿在九王府。太后，这话不应该问他，应该问本王。是本王强留他在九王府住了几日，何况他被太后送去的教引宫女刺伤，现下伤口还没有好利索。太后让他跪在冰冷的地上回话，本王心疼。母后，国公爷已经回京，朕特意让他明日早朝进宫述职。九王到底是怎么回事？皇兄指的是什么？教引宫女秋荷。关于这件事儿，没什么好说的。教引宫女秋荷手脚不干净，私藏毒药进府，谋害本王不成，竟然刺杀国公府二小姐，她其罪当诛。然后呢？九王，你又是怎么做的？然后，本王把那两个丑陋不堪的教引宫女，连同太后赏赐的金银珠宝一并送回了宫里。九王，你放肆！你说秋荷行刺，人证物证可有？何况秋荷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她又是如何在你九王府严密的看守下出手伤的骆九离？你堂堂王爷，怎可下手如此狠辣？你眼中可还有哀家这个太后？可还有你的皇兄和律法吗？太后想要什么证据？人证。太后的长春宫里刚刚被送回来的俏月就是人证，要不然太后以为本王为何留她一命？她以为她是因为自枪才躲过一劫吗？至于物证，从秋荷身上搜出来的毒药和刺杀骆九离的匕首就是物证，还是说太后觉得一个身份卑微的宫女谋害本王不成，刺杀国府嫡次女都是小事儿，不该追究责任？太后不要忘了，这两个人可是太后派人送进九王府的。太后如此大发雷霆，到底是因为本王杀了秋荷，还是因为太后自己识人不清？九王慎言，太后派人给王爷送教引宫女，也是为了弥补之前对王爷的亏欠。何况选人的是下方的太监公公，这件事恐怕太后并不知情。皇后娘娘所言极是，选人这种粗活都是下方的太监公公们去挑选的，只要长得漂亮、周正、回禀一声，也就送了出去。太后又怎么可能事事亲力亲为？倒是王爷，如果秋荷真的刺杀洛二小姐，此事事关重大，理应禀报皇上，让皇上来定夺才是。虽然王爷是亲王的身份，但也不该滥用私权，杀了秋荷，还把秋荷的尸体藏于木箱之中。王爷此举是为了恐吓谁？恐吓太后吗？贵妃娘娘此言差矣，王爷久经沙场多年，凡事都亲力亲为惯了，这才回京不久，一时间恐怕还没有习惯学会告状。何况皇上乃是一国之君，政务繁忙，这点小事又何必劳烦皇上挂心？骆九离，放肆！你给本妃跪下！本妃正在与九王说话，哪里有你一个臣女说话的份儿？吴贵妃有什么资格让本王未过门的妻子给你下跪？吴贵妃，你刚才挑拨离间，说本王恐吓太后，恐吓倒是谈不上，警告倒是有几分。九王，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警告哀家！反了你了，真是反了你了！哼，太后别急，本王话还没说完。秋荷只是个例子，从今往后，无论是谁再敢往本王府邸送些乱七八糟的美人，本王就多准备些箱子，把那些美人的尸骨放在箱子里，敲锣打鼓的送回去。到那时，可不仅仅是警告那么简单了。皇上，你听听，你听听，这就是九王爷说的话。哀家一心为他着想，可他呢，不但不领情，还如此胆大妄为，眼中毫无孝道可言。好啊，好啊，哀家以后倒是省得操这份心了。以后莫说是赏赐美人儿，就是九王爷的终身大事，哀家也不会再过问一句。既然太后的态度摆出来了，那本王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只是希望太后可要记得今日在殿上说的话才是。九王，朕知道你才从战场上下来不久，习惯了战场上的行事作风，但如今身在京城，有些习惯还是要慢慢适应的。皇兄今日整出这3堂会审的阵仗啊，是要对臣弟问罪？自然不是，朕只是想了解一下发生了什么事。现在皇兄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是否要为一个宫女之死而治臣弟的罪？你的行为并无过错，何罪之有？皇上，为了一个宫女，闹得前朝后宫不得安生，这就是母后和贵妃所希望看到的。何况那秋荷之死是罪有应得。九王爷身为武将，若是在战场上发生了刺杀将领一事，立时3刻砍头也不为过。一场剑拔弩张的闹剧在皇上的调停下落下帷幕。御书房内，齐公公端着木盘走了进来。皇上，御厨熬了百合莲子羹，皇上尝尝。放下吧。是。齐公公见皇上脸色阴郁，没再敢多嘴。刚才太后所说的话，你可有听到？
奴才未曾听到。就在九王和洛九离离开长春宫后，太后说九王目无尊长，目无律法，今日敢把哀家赐给的人以这种方式送回宫里，让哀家难堪，难保明日不会对皇上有戒心。皇上，奴才孑然一身，不懂什么尊长律法，只知道皇上就是天，皇上让奴才往东，奴才绝不敢往西，奴才……好了好了，朕知道你忠心耿耿，朕与九王兄弟多年，他什么性子，朕一清二楚。生在皇室，却未长在皇室。虽然因为司天台监长断言是早夭之相，养成了天生冷漠，谁都不放在眼里的性子，但皇室中兄弟戏强这些肮脏事儿，他却从未做过。此前大司马说他有谋权篡位的野心，朕听了心里虽然有些忌惮，但边疆大稳后，他上交兵符时眼都不眨一下，转眼便离开了京城。事后朕用虎符试探他，你猜他怎么做怎么说的？那虎符在他手里就像是烫手的山芋，被他毫不犹豫地扔了回来。就这样的性子，哪像个野心勃勃之人呐？何况有野心的人行事能像他这么无所忌惮，把京城所有权贵都得罪了个遍。皇上自顾自地说着，可是苦了跪在地上的齐公公，他实在不懂皇上今日和他说了这么多到底是何意。是因为太后的话让皇上心里有了不安，还是皇上自始至终没有被外界任何人任何事困扰，始终对九王信任有加？今日这话，皇上有没有让他故意转述给九王爷的成分？人都说伴君如伴虎，齐公公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努力在理解皇上的意思。萧明玄还真是个下贱秀女所生的孽种，不过是仰仗皇上的承认罢了。他还真当自己母家是权贵高门，竟敢一而再再而三的与哀家作对。还太后息怒！息怒？你让哀家如何息怒？这件事是你献计献策，让哀家送教引宫女进九王府，又是你让哀家以退为进，按兵不动。可最后呢，萧明玄竟然以秋荷的尸体作为警告，搅得整个长春宫里子面子丢了个干净，气死哀家了，真是气死哀家了！一切都是微臣的错，太后息怒，太后万万要保重凤体啊！这件事是微臣考虑不周，是微臣低估了九王爷会如此不顾及皇室和太后的颜面，大闹宫中。不过太后放心，太后让微臣办的事，要找的人已经在来京城的路上了，不日就会抵京。都退下。是。众宫女太监头也不敢抬，纷纷小心翼翼地起身离去。是谁？是南边一个有名的女术士，名唤灵蛇谷女。骆九离是被萧明玄亲自送回国公府的，二人才下了马车。臣参见九王爷。国公爷请起。身子可大好了。进府再说吧。九王爷请。国公爷请。父亲知道了。全部吗？你还想存着侥幸吗？王府的管家一来，什么都交代了。你呀，就等着承受父亲的雷霆之怒吧。我现在还是伤患，父亲应该不会那样对我吧？大哥，这是有事要问我？虽然母亲和王府管家都说得很清楚，但身为大哥，我还是想问你，小妹，你是不是真的决定要嫁给九王爷，非他不可？除了他，我谁都不嫁。大哥，我不知道大哥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无论是我与九王之前的阴差阳错，还是现在的顺理成章，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嫁给别人了。何况感情这种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别人见到他惶惶不安，如履薄冰，可我见到他心里欢喜。我也已经做好了跟他相守一生的准备。国公爷、夫人，你们都听到了，李儿已经做好了跟本王相守一生的准备，而本王也做好了一辈子只守他一人的准备。王爷，你……夫人带小九回院子休息吧，让厨下给他熬些滋补的药膳，好好调理调理身体。王爷，臣父告退。夫人慢走。既然如此，臣大概要跟王爷深谈一次。此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王爷请。国公爷请。二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悠哉自在地往国公爷的书房走去。母亲、父亲和王爷这是去哪儿啊？书房。所以刚才我和大哥说的话，母亲你们都听到了。国公夫人点了点头。先回府取院，母亲让厨下给你熬些滋补的药膳。至于你想问的，王爷刚才说的，母亲都会告诉你。对啊，小妹，外面天冷得很，你身上的伤才好，先回院子吧。也好。骆九离遂跟着自己母亲和大哥
回到了福曲院。哎，你说王爷和国公爷谈话，为何不叫主子在跟前？不知道啊，我觉得应该是商议王爷和主子的婚事，主子一个姑娘家，不宜在场。主子说你是惜字如金，其实心里明白着呢。你说你心里什么都明白，怎么就能做到用一个字就表达出意思呢？啊，也就我还能10年如一日的陪着你，不嫌弃你闷。想想我自己也挺厉害的，以后啊，咱们俩就继续相依为命吧。可是主子说要给你安排相亲。胡说！别挑，我等着喝你喜酒。说完，潇洒的快步跟了上去，徒留南州一人在风中凌乱。王爷，宫里的事情可解决了？本王已经警告过太后，从今往后，本王的府邸不会再出现这种事儿了。国公爷垂下眸，深知前朝和后宫关系密切，太后和皇上也不是表面所看到的那么和谐。而萧明玄这位长宁王朝的九王爷是位高权重，深得皇上信任的。但他如此与太后对抗，只怕以大司马为首的那些人恭敬只是表面，私底下还不知怎样痛恨王爷，恨不得处之而后快呢。那他女儿嫁过去，岂不是？王知道国公爷担心的是什么，但国公爷有没有想过，等莉亚嫁到王府做了九王妃，皇族宗亲的那些人见到她都得恭恭敬敬的见礼，至少她的身份和辈分会让那些人有所记得。臣知道九儿身份已定，再无更改，而她又非王爷不嫁。既然如此，臣自然无话可说。但我国公府也有自己的府规，骆家男子不纳妾，女子不为妾，还请王爷体恤臣之心。国公爷不用担心，本王不会有第二个女人了。母亲，大哥，我身上的伤都好利索了，完全没必要这样。等九王爷登门提了亲，你以为你还有几日能在家让母亲照顾的日子？趁着现在你还能住在府上，母亲自然要把自己女儿照顾得妥妥帖帖的。身上的伤虽然看着是痊愈了，但内里还是需要好好将养的。何况你一个女孩子，比不得男人。谢谢大哥。要说谢谢，应该是要大哥谢谢你才是。谢我？是啊，还记得上次离京时，你给大哥和父亲修的那个药包吗？大哥受伤了吗？怎么今日在王府的时候没有说？伤到了哪儿？要不要？别紧张，不是我，是军中的杨副将。上吐下泻3日有余，我和父亲回营的时候，杨副将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找的大夫说是内伤失治，具体的病症我也想不起来了。汤药喝了不少，总是也不对症。我便想起你给的药包，死马当活马医，把你给那个药水给他喝了2日。没成想啊，药到病除，这杨副将竟然好了起来。为了答谢我的救命之恩，杨副将指点了我几招他家传的枪法。他的杨家枪法家传4代，从不外传。这次杨副将能……小妹，你有没有听大哥说呀？听着呢。大哥重情重义，救战友于危难，小妹佩服啊。说起来真正救人一命的是你，大哥不过是借花献佛罢了。好了，良儿，你妹妹才回府，让她好生休息。你们兄妹有的是说话的机会。母亲说的对，我本还想问问小妹何时又学会了经商的本领，竟然开了酒楼。咱们骆家一院子的武将，没曾想还能出一个经商的天才。小妹，你今天好好休日，改天仔细和大哥说说。骆九离忙不迭的点头。就在此时，萧明玄披着黑色大氅走了进来。王爷，夫人免礼。九儿，你和王爷说会儿话，母亲去厨下看看，给你熬的药膳可是做好了。有劳母亲了。直到母亲和大哥的身影消失在门外。王爷，我父亲呢？怎么没跟着来？你父亲还有事要办。那刚才在书房，王爷和我父亲说了什么？关于我上门提亲的事儿，你刚才和你大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这样快点把你娶进府里，做我有名有实的妻子。在我心里，王爷已经是我的夫君了。这句话像是有魔力一般，让萧明玄眼底肉眼可见的春暖花开了起来。而此时国公府外，许久未见的陈央疾步匆匆走了进来，这才过了2进院，便迎面撞见了国公爷和大公子骆元良。国公爷，大公子，陈阳公子来国公府是来找王爷的，府中有事，特来寻王爷。元良带着陈阳公子去福曲院见王爷。是，父亲。陈阳公子，请随我来。多谢国公爷，有劳大公子。2人一同快步去了福曲院。主子，王爷，陈阳公子求见。陈阳找到国公府来，定是有急事。我出去看看。骆九离点点头，目送他出了寝室。主子，亲爷来信。萧明玄神色一凛，伸手接过信笺打开，目光随着信笺上的内容慢慢拧紧了眉，抿唇沉默。给秦颖飞鸽传书，无论是谁胆敢阻拦，不必顾及身份，杀无赦。是。陈阳快步离去，去办主子交代下来的事。国公爷呢？父亲去了暖阁。走吧，这件事儿还需要国公爷协助一下。
便跟着萧明玄的脚步去了暖阁方向。骆九离这一等，只等到了暮色四合，萧明玄才回了府曲院。听母亲说，你刚才去找我父亲了。秦影飞鸽传书，在单县遭遇了几波不明杀手的暗杀。什么？秦影被暗杀？你别担心，秦影能应付得来。那你刚才去找我父亲，也是为了这件事？既然秦影调查狱卒，那就说明京城内是有人得知的情况，想要杀人灭口。秦影现在在明，已经退无可退了，但这个案子必须要查，还要查得他翻天覆地。所以我刚刚寻求了你父亲的协助，一明一暗，总能让这个案子水落石出的。父亲身为武将，定会相助的。只是有一事我不明白，皇上的人不是也在私下调查吗？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只怕也被发现了。李二，趁着宫中还未下药，我要进宫一趟。你王爷不必担心我，府中有父亲和大哥，门外还有南竹和南星护卫，我很安全的。倒是王爷自己一定要小心。萧明玄拉住他的手，颀长的身体附了上去，低头附着他的唇瓣，清冽冷硬的气息铺天盖地的笼罩了下来，让骆九离心头却一片安然。小姐，你终于醒了。春荣，什么时辰了？小姐，已经辰时3刻了，何府上下都等着小姐醒呢。什么？辰时3刻？我睡了这么久，你怎么不叫醒我？是老爷发话，不让打扰小姐休息，要小姐睡饱了才好，还说这样有助于小姐身体恢复。快给我端热水，我得洗把脸，下床活动活动。小姐，这么冷的天，你可是小心别着凉了。我身上的伤早好了，况且我也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你们这一个个的再把我给宠出习惯来，将来没人宠着，那我岂不是很失落？才不会呢，在家老爷和夫人宠着，去了九王府，九王爷定也把小姐宠得没边了。你怎么就知道九王爷会把我宠没边啦？当然知道，半个时辰前九王爷进府，一听说小姐还在睡，二话不说就和老爷去暖阁说事了，还说不要打扰小姐，让小姐睡到自然醒。你说什么？王爷来了？骆九离去到暖阁时，就听到屋内传出来的笑声，心突然暖了暖。父亲，快见过王爷。有劳王爷久等了。可有吃了早饭？吃过了。国公爷见九王对他的女儿很是用心，颇为高兴。王爷跟父亲和大哥在聊什么？在聊今日朝堂上发生的事儿。原来如此，那我就不问了。丽儿，有件事儿我觉得要跟你说一下。什么事？是关于陆明星，他已经回京了。陆明星回京？皇上不是下旨让他一辈子只能在安堂里青灯古佛吗？怎么会回京？是太后此次去南华寺途经尼姑庵时，突遇山上落石险情，是陆明星出手相助，太后便把他带回京城，得了皇上同意，削去了他郡主之位，让他以平常小姐的身份回到了安亲王府。太后身边有重阳侯护着，还有那么多的内卫，用得着陆明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相助？可笑，骗谁呢？不过是豺狼和虎豹一拍即合，又算计什么阴私事儿呢？一旁国公爷吓了一跳，他没有想到自己女儿竟明目张胆地说出这种话来。他倒是不怕九王爷听着，他是怕隔墙有耳，谁知道他国公府是不是铜墙铁壁？国公爷不用紧张，你这府里安全得很，何况李儿说的一点没错。王爷，你说他们又有什么阴谋诡计？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我已经派人盯着安亲王府了。小妹不用担心，父亲和大哥回了京城，一定不会让你受到伤害。是啊，放心吧，你不相信父亲和你大哥的能耐，还有王爷，王爷也定能护你周全。我何时说过不相信父亲和大哥的能耐了？正待要说话，莫寒行色匆匆的快步进来。主子，出事了！怎么回事？回主子，是兵部的库部主事江丰年被发现死在了家里。什么？本王不是让你监视江丰年吗？他死在家中，你竟丝毫不知。请主子责罚。昨晚我们就在江府外监视，没有看到江丰年外出，也没有看到他与什么人联系。可今日，王爷，这个时候不是谁承担责任的时候，任谁也不会想到他会死在自己家中。莫寒，有没有打探出来是怎么回事？京兆府最先到的现场。大理寺随后也进了江府，仵作验了尸，说江丰年是中炭毒而死。炭毒？王爷以为其中另有隐情，想必国公爷心中也有判断了。微臣听闻，那江丰年是个极为小心的人，行事又谨慎，怎么可能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啊？何况已经是辰时，他府中姬妾不少，自家老爷死了，竟然这个时辰才发现。莫寒，你可有偷偷进入江府？可有看到那江丰年死去之后的面容有何特征？虽然江府有兵士把守，但我偷偷潜进去看了一眼，那江丰年双眼和牙关紧闭，四肢绝冷发干，面唇绛红，右手食指弯曲，没有口鼻流血的症状。
从莫寒的描述上来看，江丰年的确有中炭毒的症状，但有一点又有不同，那就是中炭毒者体内太阳血红蛋白增多，皮肤及唇色呈樱桃红色，即便是死亡时间较长，也不大可能面唇呈酱红色。至于其他的症状，给江丰年尸检的是谁？孙周、张平全皆在现场。骆九离一听到这2个名字，便静默了下来。那张平泉是大理寺的仵作，是他姐夫的手下，按理应该不会尸检错误。还有那孙周，看着也不像是什么阴司之人。李二，那依你之见？王爷，凭空猜测是没有用的，何况孙周和张平泉2位仵作都说江丰年是中炭毒而死。骆九离蹙着眉，那2人都是经验丰富的仵作，经一时让他有些动摇。好半晌，他才下定决心般缓缓道来：尸体是会说话的，只有看到尸体，我才能下定论。尸体会说话，这不是无稽之谈吗？小妹，你确定要去看尸体？不是看尸体，而是验尸。你说什么？你要验尸？验尸是仵作的事儿，你一个姑娘家的去验尸，不可，万万不可！那东西晦气得很，你好事将近，为避免节外生枝，还是不要去了。骆九离还真没想到他父亲会阻止，在心里叹了一口气，默默看向一旁的萧明玄。你想去吗？王爷不是说过吗？江丰年只是一个库部主事，他有多大的能耐和胆量，敢派杀手暗杀国公府小姐？既然他身后还有别人，那他生死这件事就不能用常理来理解。何况我也想知道他真正的死因。既如此，只要是你想的，我都会无条件支持。国公爷，有我萧明玄担着，所有的晦气都不会落到李二身上。王爷如此纵容他，岂不是让他恃宠而骄啊？何况那江丰年怎么说也是朝廷命官，他无官无职，这样做不合规矩。爹呀，我谢谢你，哪有这样说自己女儿的？也不知道委婉点，这情商也是太感人了。本王说合规矩就合规矩。莫寒，主子，去把孙周和张平泉叫到江府候着。是。王爷，末将想跟着一同前去江府，还请王爷应允。也好。说着，亲自拿起架子上的白狐球，披在骆九离的身上，轻车熟路地系上带子，随后又从他手里拿下不太温热的手炉。南星，去福曲院拿你家主子的药箱送回马车上。男主，把你家主的手炉换了。是。尤其是男主对这个场景早就惯怪不怪了。瞧了一眼旁边眼睛瞪得老大的国公爷，心里暗笑：哎呀，这算什么？如若让国公爷看到王爷给主子穿鞋袜，也不知道国公爷会不会晕过去。直到萧明玄搂着骆九离出了暖阁，国公爷还一副没有回过神来的表情。良儿，刚刚王爷那是……昨日我已经在王府见识过了，父亲，这世间万物当真是一物降一物，若非亲眼看见，打死儿子都不敢相信。长宁王朝堂堂的战神九王爷，居然会对一个女子如此心甘情愿地放下金贵的身段，还能当着外人的面做出如此亲密的举动，而这个女子还是我的妹妹。也不知道这对九儿来说是福还是祸啊？怎么了？王爷，你说我父亲会不会被吓到？吓到倒不至于，只不过还需要缓缓。那倒是，父亲常年驻扎军营，虽然性子直爽，身负军功，又得皇上看重，但唯有一点，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有限，情商略低。情商？萧明玄又听到了新鲜的，他从未听过的词句。骆九离叹了口气，并未回答萧明玄的疑惑。身为女儿，本不应该这样说自己的父亲的。但是王爷，你知道这些年为何我父亲会常年驻扎在远离京城百里外的溧阳军营吗？为何？不是你父亲亲自向皇上来奏折吗？以前我也以为是父亲自己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是我母亲的意思。母亲说父亲性子太过耿直，又是武将出身，看不惯别人谄媚奉承，自己又不会巴结虚伪，在朝廷这个大染缸里，他这样的人最吃亏。也是因为吃过一次亏，再加上京城派系复杂，索性远离党派之争，安安稳稳踏踏实实的为皇上练好兵，只做个忠君爱国的纯臣。你母亲若是男儿身，必能封侯拜相。谁说不是呢？母亲是个有大智慧的女人，这么多年，父亲常年不在京城，母亲一个弱女子，养育4个孩子长大成人，支撑起偌大的国公府，这背后的辛酸，又有谁能理解？王爷，
我今日说了这么多，是想让王爷知道，如若有一日国公府或者是我父亲出了事，还请王爷务必要相信国公府，相信我父亲。如果有可能，还请王爷伸一援手。不必担心，这长宁王朝还姓萧，有皇上还有本王，这京城没有人敢只手遮天的。我也是话赶话说到这儿，实则他在心里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一旦他与萧明玄的关系确定，那国公府势必也会被迫卷入这场京城斗争中。他不敢有亡羊补牢的心思，只能未雨绸缪，多为国公府做打算。浩浩荡荡的提亲队伍从九王府门口一直绵延到了巷口外，都看不到头。虽然没有红绸漫天、锣鼓阵阵，但这样一支队伍的出现，还是让长街两旁里三层外三层的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你都不知道？这是九王爷要去国公府上门提亲。提亲？哪位？国公府二小姐呀！是她呀，她之前不是招。这大喜的日子，你是不是想掉脑袋啊？皇家的事儿你也敢议论？提亲都这么大阵仗，要是成亲那日，岂不是十里红妆啊？说着一语成谶，在半年后九王爷成亲那日，轰动了整个京城。以国公爷和国公夫人为首，国公府大公子、已经出嫁的大小姐和大理寺卿陪听送陪大人。除了二公子在书院发愤图强，奋战明年的春闱没有回京，其余人等全都到齐了。来了，老爷夫人，王爷到了。众人目光齐齐地看去，只见为首的正是骑着赤红高头大马的九王爷萧明玄。这是国公爷和国公夫人看到那绵延不绝的提亲队伍从巷口过来，眼中全是惊喜之色。他知道九王爷对他女儿的看重，可今日只是提亲，那提亲的聘礼却比一些权贵嫁女的所谓十里红妆还要多。说着话的功夫，提亲的一行人已经行至眼前。臣携家眷参见九王爷。萧明玄跳下马，国公爷免礼，众人免礼。今日是大喜日子，一切礼数尽免。谢王爷，王爷请。岳父大人请。国公爷被这一句岳父大人叫的稍稍愣了一下，随即一张老脸喜笑颜开。与此同时，距离国公府外街几十米远的一处阁楼上，这么精彩，少了看头岂不是无趣？你说是不是？主子说的对。黑衣人俯首，不敢对上他的眼睛，那双眼睛虽然含着笑，却是无尽的冰冷与阴沉。去吧，大喜的日子，本王就在这京城为他们添把火，庆祝一下。黑衣人震惊地抬头望向自己的主子，随即意识到自己这种反应是对主子的不敬，忙低头称是。见主子依旧注视着国公府的方向，没有再吩咐，他迅速离开。国公府内，当骆九离看着满院子红彤彤一片的大红木箱子和绑在箱子上的大红绸时，惊得半天没有合上嘴巴。要不要这么夸张啊？哎呦，二小姐，这可不算夸张，王爷提亲定是要与别人不同的。这时，南柱和春荣神神秘秘地凑了上来。小姐，主子，你猜王爷定金的聘礼有多少担？多少担？小姐，一共128担。我娘说，这还只是明面上的。128担，这么多？哎呦，二小姐这就不懂了吧？男方家的聘礼皆是双数，以取其好事成双之意。至于这聘礼清单，吃穿住用行、金银珠宝首饰、马匹、府邸、良田，只要是男方足够重视，没有不准备的。王爷的聘礼128担，那我出嫁后的嫁妆该怎么准备？二小姐不必担心嫁妆的事，王爷送的是双数聘礼，以老爷和夫人对小姐的宠爱，另一半必是要添在嫁妆里的，再加上陪送的嫁妆，想必呀，小姐成亲那日定会轰动京城的。轰动京城吗？哎呦，二小姐，你这是怎么了？没什么，我现在能去前院了吗？啊，再等等。听管家说，夫人递了话，九王爷今日便过了文定、大理，就连请期的日子都找宫里的司天台监掌测算了。等前院忙完，小姐再去见王爷也不迟。小姐可准备了与王爷交换的定情信物？并未。不急，小姐这会子回屋找找玉佩、同心结、发簪，只要是小姐平常用的，都可以当成定情信物交换。好，
骆九离觉得与萧明玄交换定亲信物这件事不能随随便便，转身就进了屋。可到底送什么呢？他在梳妆台前翻转了一圈，拿起玉佩看了看，又拿起发簪看了看，左边放下，右边也觉得不合适。忽然目光落在手指上戴着的古戒，戒指，这古代男人为了彰显身份和权势富贵，大多喜欢戴粗大笨拙又质地姣好的玉扳指，所以……骆九离转身从古戒空间里拿出纸笔，坐在桌前细细的描画。萧明玄带着邢希言来到福许院时，看到的便是这番情景。你在这儿等着。萧明玄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已经陷入思维世界的骆九离根本没有察觉有人接近。萧明玄看纸上，以为他画的是扳指，可又与扳指有些不同，直到看到他小心翼翼地写上那个玄字，眉角下意识地皱了一下。在干嘛呢？专心致志的骆九离吓了一跳，手里的笔一滑，玄字彻底废了。王爷，你什么时候进来的？才刚到。骆九离似乎想到了什么，胡乱的就要把设计图往身后藏。你画的是什么呀？完了，定情信物还未完成就被他看到了。是送我的？原本是要送你个惊喜，可现在惊喜没了。只要是你送的我都喜欢。这是什么？像是扳指？不是扳指，是戒指，但是还需要工匠加工。戒指？怎么讲你送我这个了？是嬷嬷说的，定亲后要相互交换定情信物，所以这是你送我的定情信物？有没有很眼熟？这图纸上的戒指就是按照他画出来的，一模一样，情侣款。不过里面隐藏的字被写坏了，又被王爷看到，就没了惊喜。我想就这样吧。我说我就要它，戒指和你手上一模一样的戒指，情侣款，只不过里面隐藏的字需要改一下。改字？那玄字是王爷名字中的一个，为什么要改啊？我本想等着春暖花开，待你离京后再告诉你一切，但今日人多眼杂，但明日我带你去府里看一样东西。到底看什么东西会这么神秘，这么严肃？他一直都知道他是有秘密的，心里思忖，难道是有关他一次次听到的那个凌霄阁？屋外，邢希言已经等了好久，眼见门帘还没有被掀起来的迹象，终于忍不住试探性的问道：“表哥，表嫂。”邢希言的声音。送钱来了。送钱？男主，快把邢公子请进来。春柔，去沏一壶柳叶腊梅茶来。是，主子。小姐。邢公子，请。表嫂，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表嫂不必客气。按照亲戚关系，表嫂可以称呼我一声表弟，当然直接叫我名字也可以。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依兰香最近生意如何？蝶变系列可是受到欢迎了。托表嫂的福，依兰香的蝶变系列现在在京城贵夫人和小姐们当中蔚然成风。我正想着扩大生意，把蝶变系列开到京城以外。这个不着急，先把京城的稳定下来。蝶变系列不仅仅要在京城贵夫人和小姐们当中蔚然成风，还要照顾到每个阶层，把它真正的打造成一个适合任何阶层的品牌。品牌？对，蝶变系列就把它设定为一线品牌，主要面向的就是京城里有钱的那些贵夫人和小姐们。维护好这个人群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益。但是普通人群的女孩子们也不要小看，从现在开始，在我给你的那些方子当中选出一款，形成一个系列，把这个系列设定成中高端品牌，价格可以适当下调，主要面向的人群就是京城里那些普通的女孩子。不要小看这一人群，要是你能把这个人群做起来，依兰香的受众面和财富今非昔比。他这一番大论，不但把以经商天才著称的邢希言都听呆了，就是一旁的萧明玄都禁不住频频点头。邢希言心里很激动，上前就要去拽住骆九离的手。萧明玄眼疾手快，一把把骆九离拉进怀里。好好说话，对你表嫂动手动脚的，小心本王拆了你。这表哥，你也太小气了吧！我只是一时激动，想要拉表嫂的手，表示感谢。感谢可不是嘴上说说的，4成股份钱可是准备好了。我真谢谢你，你是我亲表哥吗？这胳膊肘子拐的也太明显了吧！表弟再好，也没有我媳妇好。4成份子钱是年底的分红，这2张是今日表弟的庆贺之喜。庆贺送银票，我怎么觉得这是邢希言临时起意呢？拿着，你可以继续和你表嫂讨论另一件事了。另一件事？什么事啊？一件更挣钱的大买卖。所以呢？什么挣钱的买卖？表嫂手里除了有粉蒸肉的菜谱，可还有其他菜谱？你这是打算贼不走空，把我所有的家底都盯上了？也不是我故意盯着的，巧合，纯属是巧合。骆九离看了眼萧明玄，见他并未阻拦，反而老神在在的。看来这才是他说邢希言来送钱的这句话的根源。菜谱的事儿好商量，只是你可有完全信任的厨师？这可不比蝶变的那些方子有我的人把控。这菜谱一旦到了厨师手里，那就成了人家的手艺，谁也把控不了。容表弟问一句，表嫂手里有多少好菜谱呀？能拿出来的有多少？足够
让我再开一间酒楼用。表嫂，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心里只有你表哥。这个时候，男主也非常应景的抱着赤神走了过来。主子，赤神吃饱了。洛九离看了眼赤神视野朦胧的狐狸眼，再看看邢心妍那流光溢彩的狐狸眼，还是我家赤神的好看。我还比不上一只畜生吗？这是你给他起的名字？好听吗？你起的名字自然好听，不但好听，还很霸气。哎，表哥、表嫂，咱们现在正在谈论菜谱的事儿，要不表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无论这菜谱是放在你们天香楼，还是重新打鼓练开张，找个信任又手艺好的心腹厨师才是关键。何况不是菜，你怎么知道哪道菜适不适合大众口味？李儿，你真的打算再重新开一个酒楼？王爷有什么想法吗？我的想法很简单，不想让你操心受累，还想让你赚足了钱。看来还是王爷了解我。听到了吗？你表嫂的愿望能不能实现，取决于你的决定。邢心妍眼皮一跳，怎么突然觉得这是个坑？而他表哥表嫂实至名归，天下第一奸夫妻，可怎么办？他太垂涎表嫂手里那本子菜谱了。表嫂还和叶兰香一样，用那本菜谱入股，4、6开，表嫂看看可行？不愧是商人，想得挺长远啊。所以表嫂是答应了吗？我2次入股都获得4、6开的利润。你不觉得自己太亏了吗？哎，不亏，绝对不亏。你是我表嫂，不要说只是4、6开啊，或者把整个天香楼都送给表嫂，表弟也不会眨一下眼的。你那酒楼谁愿意接手谁接手，别来烦你表嫂了。你表嫂只以菜谱入股，至于天香楼的经营和你表嫂没有关系，你表嫂只负责拿年底的分红。同意就点头，不同意就滚蛋。哎，同意，哎，同意。他敢不同意吗？他能不同意吗？这还不是他求来的。同意什么？大哥。小妹，王爷，邢大公子，骆大公子，王爷，暖阁已经备好了午饭，还请王爷邢大公子一步。骆九离看着他大哥一本正经又恭敬有礼的样子，都能想象得到，以后他如若成了九王妃，带着萧明玄回娘家时，是不是也会像今日这样恭敬有礼，小心翼翼，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大老远的喊一声小妹，然后走过来拥抱他。更甚至因为身份有别，他的父亲、母亲、大哥、二哥也要对他下跪称臣。一想到这些，他就心情有些小小的失落。怎么了？没什么，走吧，去吃饭。既然本王已经与梨儿定了亲，国公府也接受了本王的聘礼，请期的日子也已经一并定下了，那本王也算是国公府的半个女婿了。大舅哥以后见了本王，不必如此小心翼翼。一句大舅哥让陆元良呆立当场。谢谢王爷。傻瓜，你我之间何必言谢？萧明雪捏了捏他的手心，然后松开，站好。在你母家当着你父亲和你母亲的面，还是稳妥些好，以免让你父亲心里失落。骆九离闻此，最后一点的心理负担也烟消云散了。他点头，他笑，两人前半生都受尽了生活的苦楚，后半生就这样相携着走下去吧。无论遇到多少血汗风雨，都一起共抗着命运。我先送你回府。那王爷呢？要进宫？好。萧明玄淡淡点头，并未再说什么，扶着骆九离上了马车。是谁？宫里的还是宫外的？宫里传出来的消息。什么？骆九离接过展开一看，脸上的冰寒越来越浓。难怪，这才是太后把陆明星接回京城的真正目的。如此看来，太后布的局不在宫外，而是在宫里。那今日江府的事，有没有可能是胡贵妃？不会，这种手段身在后宫的嫔妃是想都不敢想的。皇城内对火灾的惩治极为严苛，后宫的那些嫔妃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手染人命的不少，但真正敢放火的，除非是不得圣宠，被放逐冷宫，心灰意冷之下放火自焚。那这样说的话，被怀疑的人又缩小了。现在唯一有动机的就是昭王府和大司马府。为何没有怀疑安亲王府？哼，安亲王是个老奸巨猾的，他敬畏皇权，懂得审时度势，是个典型的墙头草。自从上次王爷陪着我去了一趟安亲王府，敲打了他一回后，他就称病关闭了府门。这样的人很小心自己的羽毛，何况这次陆明星回京，显然他也明白了，陆明星现如今已经成了太后的棋子，他要想安亲王府不成为众矢之的，唯有老老实实摁住想要冒头的想法，要不然不要说是王爷，就是我父亲也够他喝一壶了。你分析得很对，这件事有动机的只剩那2府，现在就看江府内的起火点出自哪里。3进3出的大宅院烧成这样，我觉得应该不止一个起火点，还有那些从火场跑出来的江府下人，一个一个查问，总能找到蛛丝马迹。一想到江府内13条人命因为这场大火命丧黄泉，骆九离眼中就染上了无尽的冰冷与阴沉。王爷，这次无论是谁，我必要他死。他来这个世界也半年之久了，他从未如今天这样心中充满仇怨和杀意。即便是太后往九王府送教引宫女来恶心他，他也没有对太后产生杀机。可这次不一样，一场大火不但毁了他定亲的好日子，还断送了13条人命，这是不可原谅的。不为他自己，为那死去的13条人命、13个家庭，他也要亲手宰了这个王八蛋。丽儿，放心，无论是谁，我都不会让他活着。此时大司马府书房内，
废物！老夫是怎么说的？给那二人的定情宴添把火，把那江府里的罪证烧个干净，却没有要你们闹出人命啊！13条人命，不是3条，你让老夫怎么跟皇上交代？大人恕罪，是昭王殿下为了报复九王和洛九离，不听属下劝阻，执意。你给老夫闭嘴！昭王虽然恨极了洛九离，但还没有迂腐到把自己的前途与这13条人命拴在一起。查，马上去查，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是，卑职马上去办。跪在地上的黑衣人起身退出了书房，只是无人看到他那低垂的眸子里闪过一丝不屑的阴毒。如果是3条就好了，下贱之人的命倒是也做不得数啊。与此同时，北城兵司马的教场上，小公爷，还请让老国公住手吧。这样下去，国公府和兵马司也没法给皇上交代啊。放心吧，皇上呢自有人交代。何况昭王一直想让我父亲指点一二，今日赶上我父亲高兴，你们也好好看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年轻将领觉得这机会他是真不想看。正在年轻将领和一众兵司马的兵士愁眉不展的时候，洛元良的近身侍卫跑了过来，附在洛元良耳边耳语了几句。你说什么？13句？是，九王爷下了死令，让三法司和兵部4司的人全部参与此案，无论这背后之人是谁，胆敢有包庇毁灭证据者，革职、抄家、灭族。洛元良闻此，一个箭步窜入教场，叫了声父亲，随即与国公爷耳语了2句。回去，老夫定要抓到这个孙子，非把这孙子给废了不可。说完，丢下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萧朱墨，气势汹汹地出了教场。身后，萧朱墨被随身侍从从地上扶起来，眼中的恨意昭然若揭。王爷，说，我回王爷话，皇上宣召几位王爷即刻进宫。进宫？对，江府的大火被控制住了，三法司和兵部4司的人全都进了火场，在火场内搜到了13具尸体。皇上震怒，召各位王爷进宫。你说什么？而此时，距离皇城最近的一处王府宅院处，一男子背手而立，站在阁楼上，遥望着江府的方向。人呢？回主子话，人已经处理了。消息散布出去了吗？回主子话，已经散布出去了。好，13具尸体，13条人命，还是朝廷命官的家眷，又是九皇叔的大喜日子。不知这样的惊喜，九皇叔与昭王、国公府与大司马府还会化干戈为玉帛吗？江府大火，火场内寻到了13具尸体，一时间在京城内掀起了惊涛骇浪。而同一时间，另一则谣传却也在京城中悄然而起。你们说啊，那国公府2小姐是不是命中带煞呀？先是和昭王和离，搅得皇城不得安生，现在又与九王定亲，方的这江府大火冲天，还死了13条人命啊！哎呀，以前我还不信这命运之说，现在看来，这位洛2小姐恐怕真是传说中命硬带煞之人。谁说不是呢？大喜之日，京城竟然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莫不是连老天爷也看不下去？一女加2夫，可是带坏了京城女子的风气了。嗨，原来这贵小姐也和勾栏里的娘们儿没什么两样啊，遇上了男人就都那个样子。可不是嘛，当初她自己巴巴的贴上了昭王，现在又缠上了九王，说出来这满京城打听，有几个女子敢做这种背德的事儿？切，不过就是个朝三暮四、水性杨花的呗。小姐，你别听他们的，都是瞎说的，定是那些别有用心之人编出来往主子身上泼脏水。小姐给你打个样，以后你嫁人了成了家，遇到这种事别跟尖儿似的哭哭啼啼，外人看到你哭，只当你是好欺负的软柿子，愈会变本加厉。男主，主子。男主一听喊他，攥紧的拳头终于松开了。忍不住了吧？去吧，活动活动筋骨。是。男主冷着一张脸，在自家主子声音落下的同时，早已经飞了出去。小姐，在街上这样真的好吗？没出息，跟了我这么久，竟然还是这么软弱的性子。走吧，出去让你见识见识。男主，好歹歇歇，别累坏了自己。男主正左右开弓，把那几个男人打得满嘴是血，惨叫连连。突兀的被主子喊停，竟还有点意犹未尽。主子，就是这个龌龊的狗东西，说的话最难听。堂堂国公府2小姐，仗着身份权势，指使下人当街打人，这就是国公府的教养。男主，你最近沙包练得少，手教欠缺，功夫倒退了吗？男主一听这话，顿时就不乐意了。主子可以说他笨，但绝不能质疑他这一身的功夫。一个箭步窜上前，拎起刚刚说话的男人，扬起拳头，雨点般落下，那是拳拳到肉，打的那个男人嘴角鲜血直流，整个身体摇摇欲坠，也让围观的人群和跪在地上的另外几个男人皆露出了心惊的表情。直到男主把如烂泥一样的男人再一次扔到洛九离面前，
我就是仗着身份权势当街打你，你又能拿我如何？我也不问你们是受何人指使，毕竟你们也不过是人家手里一枚可有可无的棋子罢了。当然，棋子都是抬举你们了。不过今日让我碰到，你们几个不但毁我名誉，竟然连九王爷的声誉都敢胡乱编排，倒是好大的狗胆！男主，主子，把他们几个押解到京兆府，状告他们毁国公府名誉，议九王爷是非，下了大狱，舌头拔掉，让他们从此不能再说话。是。洛儿小姐，就算堵住了我们的嘴，难不成你还能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啊？悠悠众口吗？看来你们的日子过得实在太安逸了，安逸到竟敢当街议论当朝亲王。既如此，我会提议让九王爷派人在皇城中巡逻，但凡敢议论我跟王爷的人，全部抓起来下了大狱，舌头拔掉。我看着悠悠众口到底能不能堵住。围观人群纷纷脸色一变，只是此时变了脸色的何止是这些任人蛊惑的渔民，还有才出宫不久又被召见回宫的萧明玄。找到散布谣传的人，无论是谁，杀！这是有人要往洛九离身上泼脏水，他不能忍。身后寸步不离的莫寒点头接了令。主子，几位王爷？萧明玄没有说话，缓步走了上去。九皇叔，九皇叔。萧明玄抬眼淡淡看了四人一眼，最后目光落在昭王脸上。国公爷还真是实在，也不知道往身上招呼。九王爷，诸位王爷，皇上有请。萧明玄淡淡的应了一声，抬脚第一个走进了御书房，四位王爷也紧随其后。臣弟参见皇兄。坐。谢皇兄。儿臣参见父皇。罢了。四位王爷站起身，没有皇上发话，谁也不敢坐着，只能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昭王，你这是怎么了？昭王斜了眼坐在一旁的萧明玄，心中怀着怒气，不敢明说是国公爷打的，可又不敢不回皇上的话。回父皇，是儿臣与人切磋武技，不小心打到了。哦，可有请太医看过？有劳父皇挂记。身为武将，这点轻子对儿臣来说是家常便饭，就不劳太医费心了。倒是有进步了。的确有进步，若是以往，这哑巴亏昭王可是不会甘愿吞下的。想必你们已经知道朕为何要叫你们进宫了。江丰年身为朝廷命官，被人毒杀致死，尸骨未寒之时，整座府邸几乎遭遇灭门之灾，13条人命，到底是谁敢有这样大的胆子，在京城之中天子脚下纵火行凶？父皇，有没有可能是那江丰年惹到了什么不该惹的人，被人杀人灭口？平王，你可是听说了什么？儿臣并未听说什么，只是那江府大火扑灭后，儿臣去了现场，听裴听颂说，起火点在2进院和后院处皆有。如果不是有深仇大恨，那就是杀人灭口。要不然，以儿臣这个笨脑袋推想，就实在推想不出还有什么可能性了。平王话音一落，萧朱墨垂下的目光一凝，萧朱玉一愣。九王，皇兄，关于江丰年，你查到了什么？萧明玄看了皇上一眼，心下了然，皇上这是想把贪墨续银案借着这个机会彻底摆上台面。臣弟刚刚查出江丰年与一起贪墨续银案有关。贪墨续银案？九皇叔，如果江丰年与贪墨续银案有关，那这次他的死和江府纵火案是不是就另有隐情？你是说你亲眼看到马夫点燃了马厩里的稻草？那你呢？你既然亲眼看到，为何没有第一时间跑出府？我回小姐话，小人被马夫打晕了，在醒来时，整座府邸火光冲天，小人是爬进了给马匹喝水储存的水缸里，打湿了全身才逃出来。不过石头歪着头，好似又想起了什么。你是不是又想到了什么？小人醒来之后，恍惚中看到了马夫的尸体。马夫的尸体？你是说马夫死了？他是怎么死的？怎么死的？小人没看到。他趴在地上，身下流了一地的血。石头说完，洛九离与南星南竹相互对视了一眼，杀人灭口4个字在主仆3人脑子里呼之欲出。送走了石头母子，南竹这才开口说话：主子，依属下看，江府的这场大火绝不是马夫一人所为。裴大人说，从现场调查来看，至少3处起火点。那马夫就是有3头6臂，也不可能躲过江府那么多人的眼睛。还有石头他娘刚刚说的那个叫蝶儿的姨娘，江丰年出事前的晚，只有她进入过江丰年的屋子，也只有她最得江丰年宠爱，让江丰年没有任何防备。主子怀疑和她也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就看逃出江府的人和那13具尸体里有没有这位姨娘。我倒是更倾向于这位蝶儿姨娘是被某一方势力安插进江府的细作。
属下马上把这件事告诉裴大人。去吧。骆九离站起身，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树干，神色渐渐沉了下来。门口，国公夫人已经来了多时，见自己的女儿站在窗前一动不动，连她进屋都未听到，便知道今日之事让她烦了心。骆九离转过头，母亲，徐嬷嬷呢？几个贴身丫鬟呢？怎么就母亲一人啊？我让他们在门外守着，母亲有话和你说。那我大姐呢？你姐夫派人过来接他们娘俩回府了。骆九离沉默，没再说话，心里不痛快。让母亲跟着劳心，是女儿的过错。傻丫头，当母亲不劳心自己的女儿，难道去管别人家的女儿吗？无论是过往还是现在，总也不能平静的生活。你选的并非普通人的路，进了皇家门，就是进了激流漩涡，享受着位高权重和皇权富贵，就要承担着别人不能承担的艰辛。九儿，这还只是个开始。如果你后……母亲，我和九王爷已经定亲了，连请期的日子都定了下来，母亲又何苦生了这种心思？这辈子我跟定九王爷了，母亲以后千万不要在人前再提这句话了。好，母亲不说了。母亲不要胡思乱想，江府大火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那江丰年就是个手脚不老实的，牵扯了一些案子，得罪了人，即便不是今日，也会是明日。母亲又何必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呢？可我总觉得这件事就是冲着你们来的，他为什么不是昨日，不是明日，怎么就偏偏是今日啊？母亲，女儿有件事想让母亲帮忙。母女之间何须这么见外？你只说便是了。母亲常年礼佛，自是心最诚的，我想让母亲帮我抄写一卷往生咒，无论那江府之事最后如何定论，但一洗一白都赶到一天。我想让那些往生之人拔除业障，早登极乐。好，这个忙母亲定诚心诚意的帮。谢谢母亲。骆九离勾了勾唇，只有给母亲找些事儿做，才能让她忽略外面那些乌七八糟的破事。3天后的午后，也是骆九离自上次定亲与萧明玄分开后的第一次见面。王爷，你怎么来了？萧明玄上前拉住他的手，走，我带你去个地方。啊，你去哪里？去了你就知道了。可是王爷不忙了吗？人活着总有忙不完的事情，可我也不能睁眼闭眼都是府衙军营啊。什么事都让我这个当王爷的干了，下边的人吃什么喝什么？王爷这思想境界还真是不像古人啊。什么思想境界？我的意思是，所有人都比不上王爷。萧明玄脸上布满喜色，两人出了国公府。秦颖，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属下见过二小姐。哪儿的规矩，跟我行什么礼啊？快起来！谢二小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回二小姐话，属下昨晚回的京。走吧，上车与你详细说。车厢里，骆九离迫不及待地看向他。这么着急想听啊？如果我猜的没错，是不是秦颖查到了线索？小聪明。单县的事儿说来有些复杂，不过有一件事儿出乎我的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王爷，你这话说的怎么让我听得这么糊涂？什么出乎意料又情理之中？我还没说完，别急。秦颖调查出来，江丰年跟单县知府李海江有不为人知的一层关系，这可是彻底勾起了骆九离的好奇心。可是为了故事的完整性，他只能忍着不敢问。萧明玄见他忍得挺辛苦，笑着继续：那单县李家简直乱得一塌糊涂。江丰年的母家表哥是李家老家主李浩的女婿，是现任家主，也就是李知府李海江的妹婿。而江丰年的母家谢家跟李家应该是有共同的利益关系，或者也可以说，李家包括李海江能成为单县知府，是江丰年的庇护下才能上升的那么快。毕竟朝中有人好办事。骆九离掰了掰手指头，你要说他不聪明吧，学医的那脑子肯定容量都比别人多点，可你要说他聪明吧，这辈分问题他是真迷茫。萧明玄瞧着他低头在掰手指头，还从没见过他这么可爱的一面，笑得一脸温柔。再往后，江丰年与李家那层更复杂的关系，他张了张嘴，到底没说，也怕玷污了他的耳朵。实在是那关系属于家丑不可外扬那类的。当初他听秦颖复述时，都觉得有些恶心。你不用纠结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总之一句话，单县上至知府，下至县令，以及但凡有点权势的官商，都与江丰年不但有关系，还有金钱往来。他们不但在单县官商勾结，贪墨虚银，还违反朝廷律令，私自贩运出售私盐，贪污巨大。随随便便几条罪名，就足以让这条线上的几家九族被诛，一个不留。哦，难怪江丰年敢冒着得罪王爷和国公府的威胁，派杀手来暗杀我。那秦颖看来也是惊动了单县李家和谢家，为了不使证据败露，他们才不惜一切代价击杀秦颖。
也许不惜一切代价击杀秦颖的，不仅仅是单县的那2大家族，还有京城里的人。是江丰年。你觉得江丰年要是背后没有大靠山，他敢这么肆无忌惮吗？江丰年背后的靠山，哼。江丰年隶属兵部，整个兵部，或者说整个京城，整个朝堂，谁官职身份最大？二人对视，谁也没说话。这个案子表面上查清楚了，实则需得到有关于他确凿的证据，才算是大功告成。二人彼此都明白萧明玄口中的他是谁。其实查案子容易，难的是拿到证据。皇上那怎么说？皇上只说江丰年私有余辜，单县李家、谢家以及凡是牵涉其中的官商，全部围剿，就地处决。至于那些人搜刮的金银，不日就会抵清。之前被虚营贪墨案波及的兵将上报名册，就用这些钱下发补偿。他到底有多大能量，竟然让皇上都避其锋芒？王爷的人都查出了证据，可皇上的人一波一波的出去，难道没有查到证据吗？我不信。要是真的没有证据，皇上为何要把虚营贪墨案摆到明面上来？难道仅仅是为了敲山震虎，警告他不要肆意妄为？可这有什么用啊？要我说，就该把那老匹夫抓了，一顿严刑拷打，我就不信他不招。别气了，朝堂上的事儿呀，牵一发而动全身，皇上自有皇上的打算。什么打算？对敌人的忍让，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人性最大的恶，就是在自己最小的权力范围内，最大限度的为难别人，伤害别人。王爷，他不是个小官小吏，他身居高位，他背后有个太后妹妹，还有个贵妃女儿。这样的人，一旦有了异心，那于国于民于皇上都是不利的。萧明玄突然震了震，他的话很轻很轻，却如千金狠狠地砸在他的心头。异心吗？难道皇上真的要等到那人有了异心的时候再去铲除？那时会不会太晚了？这件事儿我自会去与皇上说。至于案子，江丰年死了，江府内被一把大火毁烧殆尽，想必他不仅仅是为了向我示威，最终目的是为了毁烧江丰年留下来的证据。江府纵火案真是他干的，这个老匹夫还真是心狠手辣，13条人命啊，他怎么下得去手？目前为止，种种迹象都指向他，想必他与这个案子脱不了关系。与此同时，皇城凤仪宫内，为什么不是昭王，而是胡觉？昭王，母后以为凭他的本事，真的能在诸位皇子中脱颖而出吗？昭王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胡觉和他身后的一干谋臣功不可没。皇上重武，昭王便去了战场，得了军功。可他那军功真的是凭自己的本事得来的吗？恐怕不止于此吧。连母后都明白的道理，父皇心里怎么会不明白？这才是父皇的高明之处。胡觉背后有太后，有胡贵妃，前朝门人又盘根错节，无法斩草除根，就会留下祸患。既如此，倒不如徐徐图之，一方面给予胡觉想要的荣耀，另一方面抓住他的错误，一点一点蚕食他手中的权力。这样既不会引起反噬，又让胡觉和他的门人产生父皇依旧忌惮太后和司马府的错觉。这就是皇权，皇权最讲究的就是平衡二字，唯有底下各方势力的平衡，皇上才能稳坐龙椅。平衡？你也太会往你父皇脸上贴金了。说白了，不过是你父皇用胡觉来压制你外祖父一方罢了。你外祖父正一品的丞相，却被胡觉压制了这么多年，而你堂堂嫡出的皇子，却没有被册立储君之位。母后，慎言，这里虽然是母后的凤仪宫，可未免隔墙有耳，这种话还是少说为妙。母后明白，这种话心里想想也就罢了。实则因为立储一事，他对皇上颇有意见。母后身居后宫，少知前朝之事。外祖父曾与儿臣说过，人不能风头太盛，适当收敛锋芒，才会让所有人安心。毕竟皇权之下，夫妻情、父子情、兄弟情淡薄如同一张纸，经不起任何考验。说完，他站起身，母后，儿臣告退。说完，根本不待皇后开口，便转身出了殿门。皇儿，皇后到嘴的话，随着自己儿子的离开，被生生又咽了回去。这就是她怀胎10月生下的儿子，与她有着同样冷清的性子，行事与人不疏不离，不过分亲密。即便是跟她这个母后，都能客客气气，却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为什么心里会这么失落呀？骆九离以为萧明玄会带他去哪儿，未曾想马车竟是停在了九王府门口。走吧。王爷是带我来王府？进去你就知道了。二人下了马车，管家似乎在门口等候多时，门口的侍卫也比平时增加了些人手。王爷，二小姐。萧明玄淡淡应了一声，就拉着骆九离进了府。秦隐不远不近地跟在身后。怕吗？有王爷在，便是刀山火海，我也能陪王爷闯上一闯。更何况这里是九王府，是王爷的地盘。走。说着，拉着骆九离，让他与他并肩而行。
洛九离心里愈发好奇，他到底要给他看什么？这就是我要带你来看的。萧明玄看着他，拉着他一步一步往供桌前走去。随着一步步的接近，洛九离怔怔地看着那两座神龛，内心翻江倒海一般的震撼。只见左边的神龛上写着东周圣文神武皇帝之位，右边的神龛上写着东周孝公义慈人明德皇后之位。洛九离看向萧明玄，萧明玄看着他满脸震惊的神情和欲言又止，想问又不知该怎样问，遂松开他的手，给足他怀疑震惊的空间。父皇母后，阿琛带着阿琛的妻子来看你们了。他这不说还好，一说洛九离只觉得像是有一个大锤子砰砰砰地敲击着他的心脏。萧明玄竟然给那两座神龛上的牌位叫父皇和母后，那他岂不是想问什么尽管问。好半晌，洛九离才找回自己的声音。所有。萧明玄上前拉住他的手。虽然你我还未成亲，但我早已把你视为是我的妻子。既然带你来这儿，自然是要告诉你全部。他说着，把目光悠悠地看向那些牌位，从他的身世到那些曾经发生在东周皇宫内的血泪故事，一字一句惊心动魄地说给洛九离听。洛九离也从最初的震惊到慢慢平静，再到后来对他坎坷身世的怜惜。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孤儿，却不知萧明玄的身世才是最残忍最沉痛的。九龙宝座向来是用白骨堆成，用鲜血洗过，包括至亲骨肉、兄弟手足。我现在才明白为何王爷对长宁王朝的皇权视如无物，因为王爷的目标是东周。哼，你怕不怕？后不后悔？我虽然讨厌皇室倾轧、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但是我更害怕让王爷自己面对这场漫无边际的死亡纷争。王爷也说了，虽然我们还未成亲，但王爷早已视我为妻子。作为妻子，我有责任，也愿意与你一起携手并肩，共抗命运，征战东周的天下，夺回属于你的九龙宝座。听了他的话，萧明玄只觉得从自己的胸腔里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他的女人懂他，他的女人支持他，他的女人愿意为了他，为了他们的将来而放弃那些肆意潇洒的生活。丽儿，他一把把他拥护怀中，他何德何能得他如此相待？王爷，宇文昊天。什么？我的名字宇文昊天。我把戒指上的玄字改为天字，你觉得可好？萧明玄一愣，随即便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好，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再问你别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我很好奇。当他说他叫宇文昊天时，他忽然就想起了他刚刚口中所说的那个神秘师傅，到底是个怎样的能人，能把一个被国家追杀的皇子摇身一变改头换面了？你想问我师傅，想问我是如何成为长宁王朝九王爷的？我师傅你也认识？我认识？对，你认识，也是你的师傅。洛九离心口又咚的一声，他以为是无巧不成书，未曾想他一早就用他自己的方式为他铺路。灵虚子，灵虚子，我师傅，也是救我离开东周的救命恩人，还是当年皇室祭祀殿的大祭司，也是东周问天宫的上一任公主。这名头一个比一个大。既然王爷的师傅就是灵虚子，那王爷身中的咒术难道……不是，我中的咒术是巴陵国的黑巫王咒，时至今日师傅也未找到解咒之法。不过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现在遇到你，至少我也是幸运的。你是东周的皇子，却中了巴陵咒术，想必也是那个残暴不仁的武帝所为。巴陵、东周到底是怎样两个神秘的国家？不必好奇，待我把京城的事了了，兑现完承诺，便带你去东周，拿回属于我们的一切。兑现承诺？洛九离虽然好奇东周、巴陵这两个国家，但脑子并不糊涂。萧明玄这样死心塌地的为长宁王朝冲锋陷阵，甚至不惜数次打败东周，如若没有特殊原因，他是不是早就离开了长宁王朝？还记得当初我和你说过，真正的九王一出生，司天台的监长便断言他乃是早夭之相吗？记得。这是真的，他的确有早夭之相，并且他与我同年生人，就连出生的月份也相差无几。也正是如此，师父等了他5年，直到5年后一次出宫的路上，他差点被烈马踩踏致死，是师父出现救了他，还说服当时的皇上带他离京拜师学艺。就是那时你们互换的身份吗？不，师父带他回谷，精心照料了4年，但他的病症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便是师父的医术也回天乏术。洛九离更是好奇，那个真正的九王得的到底是什么病症？就连仙医灵虚子都不能救治。我们在谷里共同的生活了4年，直到4年后的某一天，他毫无预兆的栽倒，师父用了大半珍贵的药材才把他救醒。他虽年纪小，但心地良善，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嘱咐师父不要在他身上浪费珍贵的药材了，还和我道别，说是不能陪我一起长大了。可能他是明白自己终究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师父虽然不忍心，但到底还是和他说了互换身份的事儿。洛九离听得真是心疼，这2个人小小年纪，却经历了常人都未曾经历的身体疾苦。
他同意了，并提了要求。他说在那皇城中，他最牵挂的除了他母嫔，就是他四哥。所有皇子公主都诅咒他是天生的病鬼，只有他四哥时常陪他，替他跟那些娇惯的皇子公主们打架。他四哥，当今的皇上？他口中的四哥就是当今的皇上。他到底提的什么要求，让你这么多年殚精竭虑的为长宁王朝付出这么多？他只提了2个要求，一是要我护他母嫔周全，另一个，如果他四哥有朝一日登基为帝，协助他四哥扫除奸佞，不许我以他的名义觊觎长宁王朝的皇位。好师傅为了让他安心离去，在他病榻前也告诉了他我的真实身份。那他的母嫔，我怎么从未在宫里看到过？这也是我觉得愧对他的地方。在他离世后的第2年，也就是我10岁那年，回过一次京城，只是晚了。他的母嫔也……听宫人说，自他离宫后，他母嫔便缠绵病榻，本就不得圣宠，母家又比不得京中那些世家尊贵，被后宫那些妃嫔排挤，所以才郁郁而终。这母子俩也真是苦命。那宫中本就是禁锢人自由的地方，再加上不得圣宠，被所有人排挤，还要日日看那些踩高捧低的宫女太监的脸色，他母嫔的日子过得可想而知。他在宫中时还是皇子身份，尚且被人羞辱，何况他不在宫中，只是听闻别的娘娘生子，皇上都会晋升位分，再不济也是个妃位，便是再不得宠，为了将来皇子的身份，也会母凭子贵。为什么他母凭？他母嫔乃是梧州商贾出身，花钱进宫选了个秀女，没想到机缘巧合就被先帝宠幸，还有了身孕，才赐了个嫔的封号。原来如此，难怪皇上对王爷这么信任，这么放心。一个商贾之家出来的皇子，没有显赫的母家身份，的确在皇室夺嫡之战中丧失了先天机会。只是关于王爷的真实身份，皇上那儿可有怀疑？放心，在谷中的那4年，他与皇上之间的事情我都知道。我不但学着他的生活习惯、说话方式，就连自己都与他8分相似。再加上他离京时才5岁，小孩子本就变化大，有些不同的地方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何况我也并没有打算在京中常住，回京不过10几日，我便离开了，与宫中其他皇子、公主并无交集。只是当时还是4皇子的皇上，时常有书信来往。在这期间，我开始建立自己的势力。第一次南征后，我苦心经营军功、人脉和声望，协助皇上登基，固守边疆，解决了皇上的后顾之忧。只待时机成熟，回到东周，宰了东周武帝，为父皇母后和那些冤枉之人报仇。从此以后，这条路我陪你一起走。有他在，他不会再让他孤单，再让他难过。萧明玄紧紧地抱紧他，心中有千言万语，却凝聚成了那深沉的2个字：丽儿。也许我还要再让你看一样东西。什么？萧明玄拉着他的手，2人走到香案牌位前，只见他伸手从东周圣文神武皇帝神龛一侧移出了一个点着长明灯的神主牌。吾儿宇文敬，父宇文昊天。自从知道昭王从未碰过你，那孩子就是那晚，我便给他立了这种主牌位。丽儿，我未曾有过一日忘记我们的孩子，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忘记我们，他一定会再来寻找我们。骆九离捂着胸口，心中悲痛难忍，就像是那神主牌位上供奉的孩子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一样。他可以肯定，这绝不是原主的意识，原主已经消散，这是来自他内心的悲痛，就好像曾经这一幕在哪里发生过一样，就好像他才是这孩子的母亲一样。丽儿，别难过。宇文敬，孩子，你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你叫宇文敬，你是宇文昊天和骆九离的孩子，父母等着你与我们再续前缘。太后这个时候招我进宫，听说胡贵妃昏厥不醒，太医母亲还真相信是胡贵妃昏厥不醒啊？太医们都是蠢货，不过就是太后找的一个借口罢了。那怎么办？原本太后对你就……上次抓捕胡爵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去。现在好了，太后不敢对皇上发火，不敢去找九王，就把这矛头指向你。如若你不进宫，就是抗旨不遵；如若进了宫，身边没有人护着，岂不是太后说什么就是什么？母亲对女儿就这么没信心？太后又不是没有为难过我，我不还是都一一躲过啦，甚至把太后气个半死。你这丫头，这次能一样吗？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啊！呸！你这丫头都给我气糊涂了。司马府出了这样大的事，太后隐忍到现在，只怕性子……他想说会扭曲，但一想到那是太后，又生生把话扳了回来。只怕性子会钻死胡同，对你的怨恨会更加强烈，又怎么可能再和以前一样，看这个面子，看那个面子？只怕……哎，不行，母亲陪你一起进宫。国公夫人说着，转头就出了屋子。我母亲这是……夫人定是回屋换衣服了。
与此同时，还在大理寺正与三法司讨论案情的萧明玄也得到了信儿。你说什么？太后宣召骆九离进宫，传达懿旨的太监已经去了国公府。一旁的国公爷也得到了信儿，连话都没说，站起身就往外走。骆元良一看，这宫里人是欺负他小妹，欺负上瘾，动不动就传召，动不动就是按下龌龊的毒手，不能忍，绝对不能忍。跟在他爹身后也跨出了门槛。萧明玄一见国公爷父子出了门，交代了一下，也跟着出了屋子。裴听颂无奈叹气，三法司的各部官员都愣了，这好好的，怎么那3位说走就走了？大理寺外，国公爷和骆元良正要翻身上马，便见萧明玄也走了出来。王爷，国公爷这是回府吗？回王爷，我和父亲回府看看小妹。你们身为臣子应该知道，后宫没有宣召是境外难进入的，即便现在回府也不过是嘱咐几句，却不能做些实质的事情。国公爷，皇上给了期限，务必要在期限内查出杀害胡弘志的凶手，还请国公爷把心思用在查案上，以免外人胡乱编排。至于李二那儿，本王的王妃还轮不到他来管教。说着抬脚上了马车。父亲，王爷去往的方向好像是咱们国公府。国公爷吸了吸鼻子，虽然很庆幸九王能对自己女儿如此上心，但自己心里怎么有那么一丢丢的失落感？年后你要是再不给老夫娶个儿媳妇进门，我就让你母亲在府里举办一场相亲宴。骆元良顿时呆立当场，看着老爹转身进了大理寺，自己这双腿呀，就跟拖着石头一样，又重又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何苦跟着出来这一趟啊？林东，公子，你去书院看看二公子什么时候回来？这都进腊月了，他再不回来，等着在书院过年吗？二公子回来，难道就能改变公子您的处境吗？当家大公子，国公府的小公爷，未来爵位的继承人，高高手指，不得有一大群京城贵女往上扑吗？干嘛在一棵树上吊死呀？关键是那棵树还不是什么名贵花种。骆元良见凛东低着头，凛然抱着剑，一脸木然地站在一旁。你想什么呢？可有听到我说话？听见了。听到了还不快去？是。凛东一个踉跄，转身跑开。与此同时，皇城长春宫，面容清冷又带着几分疏狂的重阳侯带领着一个身材中等偏瘦的侍卫，大摇大摆地进入了长春宫的大门。你等着。是。你来了。太后。人呢？回太后，人就在外面候着。带他进来吧。此时福曲院门口，骆九离正苦口婆心地劝说自家母亲。母亲，皇家规矩，臣妇不得诏，不许进入皇城。您这就是穿着一身的诰命服，到了宫门口也得被守宫门的拦下。那我跪在宫门口。母亲放心，我现在有自保的能力。何况我与九王定了亲，过了聘，连请妻的日子都选好了。名义上我已经是九王爷的妻子，太后就是看在九王爷的面上，也不敢对我怎么样的。可是丫说的对，她已经是本王的妻子，有本王在，还轮不到任何人来说教她。国公夫人看到九王来了，便要行礼。夫人免礼。王爷，你怎么来了？不是在大理寺？皇兄召见，正赶巧听说你也要进宫，便过来接你同行了。骆九离一听，勾唇微笑，这借口倒是适时给母亲吃了定心丸。如此倒是正好了，母亲有王爷在，母亲大可放心了。放心，放心。夫人放心，本王与丽儿同去同回。国公夫人一听，心下稍松。王爷是故意来府上接我的？司马府已经设了灵堂，太后没有出宫去吊唁，反而召见你，这件事儿不同寻常。太监来府上传召时，我也一时猜不透太后到底是什么心思。如若只是胡贵妃昏厥不醒，可宫里什么样的太医没有，怎么偏偏非要召见我进宫？无论是什么心思，总归不会让她伤你分毫的。骆九离攥了攥手指，心里明白，恐怕他已经有了打算。到了宫里，骆九离才知道萧明玄的打算是什么。按说他虽身为皇亲，但没有宣召是不得进入后宫的。但这次他不但没有与骆九离分开各自去往别处，而是同时去了长春宫。王爷不是说要去见皇上吗？是去见皇上。在去国公府接你之前，我就派人给皇兄递了信儿。难道皇上也在长春宫？太后怎么说也是皇上的母后，太后的母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皇上势必要亲自去慰问的。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打你一巴掌，再给你一个甜枣吗？只是这甜枣得来的代价也太大了吧？太后岁数不小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消化得下去。果然，一切如萧明玄所说，皇上不但来了，还叫了各宫嫔妃。臣女骆九离见过太后娘娘，见过皇上。臣弟参见皇上，见过太后。洛儿小姐，你可算是来了，哀家真是望眼欲穿。九王爷也来了，
你们快坐，绿簪奉茶。是。宫女绿簪走过来，给萧明玄和骆九离的空茶盏添了热茶。骆九离和萧明玄对视一眼，神情比之前绷得还紧，尤其是萧明玄，根本不带骆九离去碰茶盏，推到了一旁。洛儿小姐，太后声音和煦的把目光再次看向骆九离，就好像没有看到萧明玄刚才的动作一样。哀家今日叫你来，是有一事相求。贵妃因司马府一事伤心欲绝，时至现在还昏迷不醒，太医束手无策，哀家和皇上也是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你既是灵虚子的弟子，定是有法子能让贵妃醒来的，是不是？果然是老狐狸，句句都在说着相求，可句句却都是命令。不知太医可有给贵妃娘娘看过？可有脉案？有。绿簪去请太医进来。是。绿簪出了殿门，不大一会儿，两位太医从外面拎着药箱走了进来。微臣参见皇上，参见太后娘娘，参见九王爷。起来吧。胡贵妃的脉案呢？回太后娘娘，在微臣这儿。把脉案给洛儿小姐看看。是。骆九离接过脉案，翻看了一眼，上面写着：肝阳暴涨，化热化火，气机逆乱，上冲于头，清窍被扰，窍闭神逆。我可真想再加一句：不省人事，口眼歪斜，半身不遂啊！太后，不知贵妃娘娘现在何处？就在哀家的寝宫。来人，给二小姐带路。慢着，太后娘娘担心贵妃，本王可以理解，但是不是太急了些？九王这话，哀家就不懂了。什么叫太急？萧明玄那双如寒冰一般的眸子冷冷扫过太后，他可不会相信太后宣召骆九离进宫只是为了给胡贵妃看诊，更不会相信太后一句平和的语气就能忘记她曾经对骆九离做的那些恶事。如今殿内皇上和他皆在当场，各宫嫔妃也众目昭彰，太后就是想对骆九离下手，也不可能太过明显。可一旦骆九离离开了他和众人的视线，谁知道太后这个疯婆子会不会把司马府的事算在骆九离头上，对他暗下毒手。他不能赌，也不会拿骆九离的安全来赌太后的良心。本王的意思，本王已经登门国公府提了亲，请期的日子也定了下来。骆九离现在已然是本王未来的王妃，九王府的女主子。本王啊，以前身在沙场，不懂得什么儿女情长，如今得了娇妻美眷，是一刻也不愿意与她分开的。九王，你身为亲王，应该明白。皇帝的后宫不得宣召，是不许进入的。你如今不但得了皇帝的旨意出入后宫，现在竟然还想要随意出入皇帝贵妃的寝殿吗？还是说下一步要出入御书房，甚至太和殿吗？萧明玄眼底已经变色，目光里似有锋锐的杀气划过。不要，太后娘娘这话有些太过偏颇了。九王爷与臣女情投意合，一如曾经的太后与先帝，现在皇上与贵妃不过都是饮食男女罢了。太后完全没必要把这么一顶不忠不义的帽子压在我家王爷头上。臣女知道太后看不上臣女的出身，总觉得臣女配不上九王。王爷觉得我真的配不上你吗？谁说你配不上我？是他们眼瞎。好像当初皇上也曾反对过，那这话岂不是连皇上都骂了？王爷的意思是说我配得上你？九王府的王妃之位谁都配不上，只能是你。那我与那些皇权富贵、百年世家、勋贵门庭的世家贵女相比，王爷又会选择谁？你无论是皇权富贵，亦或是其他，没有第二个选择。萧明玄话落，殿内的空气越发的安静起来。不管是高高在上的太后，还是看热闹的诸位嫔妃，此时似乎每个人脸上都浮上了难以言喻的复杂滋味。王爷不后悔？我心甘情愿，甘之如饴。这辈子只许你一生，只宠你一人。王爷的意思是说，以后除了我，九王府里不会再有其他女人，没有侧妃，没有侍妾，而我是九王府里唯一的女主子。是，九王府以后不会有侧妃，也不会有侍妾，你会是府里唯一的女主子。殿内嫔妃们皆不敢置信地看着萧明玄，所有人都知道九王爷宠爱骆九离，但所有人直到今日才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宠爱，只许你一生，只宠你一人，这才是真正的宠爱。皇上紧绷的后背在听到萧明玄的话后慢慢松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骆九离的问话和九王爷的回答既巧妙地化解了太后想要挑起事端的心思，又表达了萧明玄根本没有觊觎皇位的想法。洛
洛儿小姐，哀家知道你与九王情投意合。以前的时候，哀家的确阻拦过九王，但现在看来，罢了，哀家也不愿做那棒打鸳鸯的恶事。你们的婚事，哀家同意了。好似刚才给萧明玄扣上不忠不义不仁帽子的根本不是他一样。骆九离翻了个白眼，萧明玄心里冷笑，他们的婚事何时轮到这个老太婆做主？还真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说起来，上一次哀家看到这幅你侬我侬的场景时，还是皇上来长春宫向哀家求娶贵妃的时候。皇上与贵妃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了。可如今贵妃身在寝宫昏迷不醒，哀家痛心入骨，却又不知该如何是好。皇上你乃真龙天子，如若有皇上护在贵妃左右，又有洛二小姐这个仙医之徒看诊，想必贵妃能早些醒来。这还真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角逐。太后三番两次要骆九离进入寝宫给胡贵妃看诊，甚至不惜抬出皇上，看来这背后必然是有阴谋。太后还真敢睁眼说瞎话！这后宫所有的嫔妃中，凡是姿色上乘的，哪一个朕没有宠爱过？而贵妃不过是比这些妃嫔姿色更娇媚些，家世更勋贵些。至于青梅竹马一说，贵妃还够不上呢。皇上、太后，贵妃娘娘的脉案，臣女看过了，肝阳暴涨，化热化火，气机逆乱，上冲鱼头，清窍被扰，窍闭神逆，这些症状太医诊断的应该不会错。如果按照这个脉案诊治，不用臣女亲自进入寝宫，只需要一剂药，保管贵妃娘娘醒来。哦，不用进入寝宫诊脉，就能让贵妃醒过来，这倒是让朕很是好奇呀。来人，笔墨伺候，让骆九离写下药方。是。很快，笔墨纸砚被摆在了骆九离的面前。骆九离丝毫没有犹豫，拿过笔，刷刷开始开方子。当太医接过药方，看了一眼，手指都忍不住颤抖了一下。黄连、知母、龙胆草，医者认为三大苦药，骆二小姐竟然全都开了进去。怎么有问题吗？罗二小姐开的药自是没问题，只是这黄连、知母、龙胆草三味药太过苦涩，恐怕难以下咽。哼，亏你还是太医，难不成不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何况黄连用于治疗湿热皮满、高热神昏、心火亢盛，知母具有泻火存阴的效用，龙胆草能起到清热燥湿的作用。贵妃娘娘如今只是昏迷不醒，你连这点子重药都不敢下，难不成还要等到贵妃娘娘不省人事、口眼斜歪、半身不遂的时候再下重药吗？微臣不敢。太后脸色阴郁，心头恨极，正待要开口说话，就按照骆九离开的方子熬药，朕花着银子养着你们这些废物，竟然还不如一个女医。皇上啊，我谢谢你，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候一锤定音。等一下，骆九离冲着身后的男主摆了摆手，男主把药箱放在桌案，随即打开。骆九离从药箱最底部拿出一个白色的布包，打开布包，抽出一根长长的银针。俗话说大病用大针，我手里的这根银针叫长针。如若贵妃娘娘喝了药还没有醒来，就用这根银针扎入贵妃娘娘的人中穴，能醒神开窍，调和阴阳，镇静安神，解痉通脉，双管齐下，保管贵妃娘娘能醒来。怎么，难不成还要等到皇上发话呀？那太医唯唯诺诺的瞄了一眼脸色铁青的太后，颤颤巍巍的伸出了手。上座，太后忍无可忍，失手打碎了手里的茶盏。殿外，重阳侯听到茶盏破裂声的瞬间，带着长春宫的禁卫足有20多人就要入殿，被皇上的5名御影卫手持刀剑拦在了外面。胆敢入殿者，杀无赦！重阳侯手臂一抬，止住身后禁军的脚步。御影卫虽人数不多，但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强者，再加上另一边萧明玄带进来的秦颖和莫寒，以及骆九离身边的南竹和南星，如若今日大打出手，他们胜算不大。随着重阳侯挥手的动作，身后的一干禁军又全部退了回去。松豹。莫寒白了一眼重阳侯，依旧站得笔直。母后啊，年纪大了，要自尊自重，保持年德巨星，才能颐养天年呐。要不然再经历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朕怕母后承受不住啊。太后闻此，脸色瞬间僵白，想要开口说教训的话，生生被压在喉间，再也发不出一个音节。皇上说完，根本不去看太后的脸色，转身就走。一众嫔妃一看到皇上走了，留在这儿还有什么用，也一个个起身匆匆行了礼，去追皇上。光了告诉太后了，司马府已经设了灵堂，如若太后没什么大事，本王还要带着梨儿去司马府吊唁。
萧明玄说完，拉着骆九离转身也跟着出了殿门。太后上座，太后气急攻心，竟一时昏厥了过去。相较于长春宫内的混乱不堪，骆九离此时的心情却是无比的顺畅。很高兴，当然高兴。在府上走的时候，我还在想，到了长春宫，如若太后步步紧逼，我是不是该做一些大逆不道的事？好，大逆不道的事儿是什么事儿？说来听听。王爷真想听？骆九离也不打算瞒他，从衣襟里拿出一个比拇指还要小一截的透明软管的液体物。这是什么？毒药？他知道骆九离身上有秘密，毕竟他那药箱里的药物工具只增不减，甚至之前没有的东西，转个头的功夫就会凭空出现。他曾经也有怀疑，也想过去窥探，但那也只是从前。现在他没有任何多余的心思去窥探他的秘密，他只想帮他保守，帮他隐瞒。不是毒药，而是一种能让人致幻的药物。我在想，太后那样心思阴沉的人，在后宫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连曾经的先皇后都败在了他手里，想必他手上也沾染过血迹，留过人命官司吧。只不过她是太后，死在她手里的人都是身份低微、求路无门、叫天不应的人，尤其是那些太监宫女。我不是那些太监宫女，任由她搓磨。好在今日没有走到那一步，有皇上和各宫嫔妃在场，有萧明玄陪同，太后也是有所忌惮。王爷会不会觉得我有些心狠，不识大体了？傻瓜，识大体的人只会让自己受委屈，想要不被人欺负，将要以牙还牙，何必被那些该死的规矩束缚？王爷的思想还挺前卫。什么思想？什么前卫啊？没什么。骆九离往他怀里钻了钻，萧明玄一看他那毛茸茸的小脑袋往自己怀里钻，多少疑问都被融化了，手臂也搂得更紧了。与此同时，长春宫的寝殿内，姑母不要哭了，哀家还没死。灵女参见太后，太后万福金安。起来吧，姑母，她是灵女参见贵妃娘娘。她就是几月前哀家让重阳侯去找的人。你就是灵蛇谷女？正是。姑母，此人留不得。他，哀家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想说害了昭王的那个燕听莲是他的徒弟，也认为是他间接害了昭王。胡贵妃没说话，但看向灵女的眼神显然不善。那灵女一笑，随即手指一扯，一张人皮面具被扯了下来。你不是那燕听莲的师傅吗？怎么会怎么会如此年纪轻轻？贵妃娘娘是想这样问吗？贵妃娘娘容禀，我虽是灵蛇谷女，但那燕听莲并不是我的弟子，她只是我师父收留的一个外门弟子罢了。只是没想到她会借着师父的名声，胆敢来长宁王朝招摇撞骗。哼，要不是她好运先一步死了，我非让她生不如死不可。你师父？正是，师父于2月前仙逝，便把灵蛇谷女之位传授给了我。现在我是新的一任灵蛇谷女。可你毕竟不是长宁王朝的人，在宫中还是不方便。贵妃娘娘放心，我是江湖中人，不做那细作的买卖，更不会像燕听莲那样白痴，谁给的钱多我就帮助谁。好了，他的事哀家早就调查清楚了。灵女，刚才你可有见到那骆九离？是个精明不好对付的主，还有那个九王，警惕性很高。那盏茶水他没有喝下，寝宫也没有进来。这次的计划功亏一篑，贵妃去换一身素衣，陪哀家回司马府。萧明玄本想送骆九离回国公府，但不知道为何自宫中出来后，竟颇有些心神不宁。秦颖回王府。是。王爷不是回国公府吗？这几日你先住在王府。太后应该不会那么明目张胆。以防万一，我不能拿你的安全去赌太后的良心。胡爵和胡弘志双双身死，太后的冷静太不寻常了。当一个人越是面对接踵而来的变故，越是平静的时候，只怕他内心此时已经催动奔蛇，要不然他也不会在咱们走后怒火攻心到昏迷过去。现在的太后很危险，何况你父亲在奉旨调查司马府的案子，而你大哥……我大哥怎么了？王爷说话说一半会吓死人的。放心，你大哥没事儿，只是昨日皇上和我商议，让你大哥接替胡弘志禁军统领的位置。禁军统领？刚才有多担心害怕，现在就有多惊讶喜悦。可喜悦过后，又是心惊胆战。王爷，皇上这个时候要提拔我大哥担任禁军统领，会不会不合时宜啊？何况胡弘志刚死，太后和胡贵妃正没地儿宣泄情绪，会不会把矛头指向我大哥？还有曾经胡弘志的那些旧部，又怎么可能会心甘情愿的收我大哥的统领？禁军统领是从二品，我大哥年纪轻轻就做到了从二品的位置，这朝堂上下不定有多少人眼红，会不会？不说了。
不说了，我就是有点担心。不必担心，以你大哥的能力，很快就能解决掉禁军内部的问题。何况好男儿建功立业这样的机会，若不把握住，下一次又不知何年何月了。我知道这皇城内的官职不定有多少人觊觎，想必皇上能想起我大哥，王爷在背后定也出了不少力吧。终于看到我的付出了，我还以为你担心你大哥，根本想不起这里也有我的一份功劳了。怎么样，这档案怎么秀呀？要谢也是我大哥谢，怎么还来找我要谢礼啊？小没良心的。骆九离笑着勾着他的脖子，撩人心弦的唇就印了上去。这个谢礼，王爷满不满意？意犹未尽。说着勾唇浅笑，把人禁锢在怀里，又低下了头。比起前往九王府马车里的你侬我侬，司马府却是萧条清冷到了极点。胡觉和胡宏志的死，让整个司马府都陷入了一片低迷。骆九离，萧明轩，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无论付出什么代价。灵堂的门被人小心翼翼再次推开，下人唯唯诺诺，恨不能噤若寒蝉。二小姐，说太后和贵妃娘娘来了。你说太后和姑姑回府了？是。大哥呢？大公子正陪同太后娘娘往灵堂来。知道了，你去吧。是。看着远处渐行渐近的一行人，骆九离，我胡寒月还没有输，司马府还没有输。回到了九王府的萧明玄安顿好骆九离后，就接到了宫里递出来的信儿。太后和胡贵妃去司马府了。这姑侄女俩倒是不乏一致。王爷，我刚刚在宫里好像忘了一件事。什么事儿啊？出诊费，我没有跟太后要出诊费。这个时候你竟然还能想起出诊费？如若对方是穷苦百姓，我可能会免费给治疗，但一想到对方是有权有势有钱的太后或贵妃，我怎么好像感觉把全世界的钱都丢了一样，不得劲儿。我到底该叫你什么？普度众人的菩萨，还是爱财如命的小财迷？这不一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只得我该得的。萧明玄点头，倒是很同意他的这个观点。王爷，皇上是不是对司马府其他人做了宽大处理？司马府到底是太后和胡贵妃的母家，胡觉和胡宏志一倒下，也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该拨官的拨官，该削职的削职，如今的司马府也只能称之为活府。这胡觉狂傲了大半辈子，估计临死也不会想到司马府会因他兴，也会因他亡。这就叫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无论是胡觉还是太后，他们都动了不该动的心思。对了，男主，你去国公府告诉国公夫人，就说本王旧伤复发，需要二小姐在府上照顾几日。这理由这也太牵强了。想归想，可还是满口称是，然后转身离开。你用这个借口还怎样去大理寺办公？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小事有三法司各部官员和陪听送，不用我出面。到时一决不下的，自会有人过来禀报。更重要的是，我不在那儿，他们必然要分出一部分精力来监视九王府。大理寺那边也会抓住这个机会，加快查案的速度。这可真是犹如升级打怪，关关难过关关过。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充满了各种未知的挑战和变数。司马府没落，下一个又会是谁啊？萧明玄伸手揽住他的肩膀，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他并不想让他也卷入这场皇室权力争斗的漩涡中。可是身为国公府的嫡小姐，身为九王府的九王妃，甚至未来她返回东周后斩杀武帝，行掌东周天下大权，她的身份又将会转变。而在长宁王朝经历的一切，都会是她在东周与他携手的资本。你说什么？九王让离儿在府上照顾几日，明年开了春，待老二春闱一过，她就要嫁进九王府了。这在家里待的时日也不长，这点日子王爷都等不得，怎么？你给我住嘴！你知道什么呀？就瞎嚷嚷！国公爷一看平时端庄大度的妻子忽然变了脸，心下突突了一下，还真就闭了嘴。你回去复命吧，让你家主子好生照顾王爷，待王爷身体康健了再回府里。男主的小心脏砰砰的，慌忙点头，转身就出了国公府。母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九王爷怀疑太后要对离儿不利，唯恐离儿回府后太后拿皇权懿旨压人，我们又不能忤逆太后的懿旨，便把离儿留在九王府保护起来。可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男主又暗中告诉了我另一件事。另一件事？什么事？皇上有意想让你接替了胡宏志的位子，这也是母亲为何阻止你父亲让离儿回府的原因。什么？此事可当真？是九王亲口跟离儿说的，想必这件事8、9不离十。离儿示意男主暗中告诉我，意思是让咱们也好有个准备，是接还是不接，一旦皇上召见，别被打个措手不及。父亲，这个位子是福也有可能是祸呀。
你可想好了，一旦进了这个局，咱们国公府就没有退路了。父亲、母亲，当初离开京城远去溧阳时，母亲曾说过一句话，儿子铭记至今。母亲说，国公府世代只做忠君爱国的纯臣，既如此，母亲、父亲又何必有此担忧？忠于皇上，效忠朝廷，护佑长宁王朝世代绵延。至于其他的，与我又有何干系？这话一出，国公夫人和国公爷倒是颇为惊讶。良久，夫妻二人对视一眼，相视一笑。主子，夫人太威武了，谁会想到堂堂国公爷竟如此敬重自己的夫人？这在京城可是百里挑一的好男人啊！男主，你说王爷和我爹谁才是百里挑一的好男人？主子，你这是在给属下挖坑啊！这坑是你自己挖的。哎，王爷是万里挑一的好男人。男主这丫头越来越没皮没脸了。你这坑挖得好，埋得也好，去吧。许你出去换换心气儿，去告诉管家今晚吃火锅。好嘞，怂样呗。两人一同退出了屋子。骆九离正想着与萧明轩再评几句，便见秦隐走了进来。主子，二小姐，京郊尼姑庵出事了。他这一句话成功让二人把手里的折子和账本放了下来。怎么回事？说。是那胡冰玉，不知怎么听说了胡觉和胡弘志身死，许是急火攻心，形状疯癫，一把火点着了庵堂。好在庵堂内的人都逃了出来，只是那胡冰玉却被烧死在了庵堂中。啊，胡冰玉死了？尸体呢？可有验尸？确定是胡冰玉吗？皇上下旨京兆府办理此案，这些都是京兆府那边传回来的消息。京兆府，周世瑞，王爷，京兆府不是。本王知道了，这件事儿不要插手，你下去吧。是。秦隐恭敬退下。王爷真的相信胡冰玉生死了？哼，那是个宁愿负天下人，也不愿天下人负自己的主，野心勃勃，佛口蛇心。你认为这样的人会毫无生气的一把火成全自己？看来王爷也不相信胡冰玉死了。那皇上派周世瑞办理此案的用意？胡觉和胡弘志虽身死，但太后和胡贵妃还在，胡家的第三代继承人还在，胡家的根基还在，那些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跟随胡家的门人也都还在。王爷的意思是不能连根拔起，就一个个击破？萧明玄对他一笑，心里越发感叹，这丫头是真聪慧，一点就透。国之大者，谋大局，才能内稳朝纲，外顾皇权。无论是整吏治还是控禁军，皆是在不动摇国本之上。如若这个时候皇上一股脑的把胡觉的那些门人连根拔起，只怕会引起哗变，朝堂上的平衡也会被打破。最重要的是要有人去填补那些职位。3年一科考，如今春闱马上就要开始了，天时地利都在朝皇上聚拢，想必用不了多久，这些蛀虫就会被一个个击破殆尽。京郊尼姑庵走水，烧死了胡冰玉的消息也传入了胡府。重阳侯走了进来，附在太后耳边小声的嘀咕了几句：“此事属实，皇上已经派京兆府的人去往京郊了。你派人亲自去查，哀家不相信他会有如此骨气。”是。站住！太后面前慌慌张张，成何体统？说怎么回事？回太后娘娘，是昭王和重阳侯在院外打了起来。你说什么？昭王和重阳侯打了起来？太后，您别急，奴婢亲自去看看。你去看看，把他们俩给哀家叫到暖阁。是，昭王，你太荒唐了。在你外祖和舅舅的灵堂外大打出手，岂不是让你母妃寒心，让你外祖和舅舅不得安宁？他就该打，他明知道燕听莲那个贱妇是灵蛇蛊女的徒弟，竟然还偷偷私下把人引荐给太后，他这是居心叵测，他在挑战本王的权威。你给哀家住口！你懂什么？你知道什么？就敢在这儿胡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吗？这个王八蛋啊，下手真黑呀！早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哎，昭王爷，你冤枉微臣了。那燕听莲并非是灵蛇蛊女的嫡传弟子，而是门外弟子。她只是拿着灵蛇蛊女的名声在外招摇撞骗罢了。何况此次南去，微臣是奉太后懿旨为王爷找解媚术之人。微臣带来引荐的名叫灵女，是新一任的灵蛇蛊女，而她的师傅早就于2月前仙逝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本王身上的媚术已除，本王……昭王，重阳侯说的没错，是哀家让他去找的人。你母妃说，你曾经亲口和她说过，你从未碰过骆九离，骆九离肚子里的那个孩子也不是你的。这好好的怎么又扯到这件事情上面去了？当初哀家回京，为了尽快让皇上解除你的禁足，不得已让你认下那个死去的孩子。可哀家思前想后，总觉得这件事情并不简单。为了弄清事情真相，还是想让人再给你看看。看什么？看什么？你心里最清楚，你也不想让自己就这么平白无故当了冤大头吧？去把灵女带进来。是。
王爷，肉熟了，快吃。萧明轩见他把锅子里的肉全部都夹给了自己，有些疑惑。你呢？怎么不吃啊？打脸不？我之前还和王爷说，30岁以后再节食也来得及，可如今我被现实撞了一下腰，生生被撞肥了2圈，再加上冬日里天短夜长，原本应该是2顿饭的，生生又成了3顿饭。再这么吃下去，不用等到过年胖10斤，现在就要有这趋势了。过来。干嘛？萧明轩手臂一起，轻轻松松把人抱进了怀里。还是说，王爷，女为悦己者容，你只为我，其他人忽略不计。说着松开骆九离，让他坐回座位上，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片推到了骆九离眼前。吃，不许为了所谓姿容饿到自己。突然间觉得王爷的优点又增多了一个。这样看着我干嘛？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不成熟的话题。不成熟的话题？说说看。关于胖和瘦的问题，男人是不是都喜欢白又瘦啊？啊，白又瘦，那是什么？对女人的一种审美观，以白为美，以瘦为美，以少女感为美。为此啊，很多女孩子都过度苛求自己，用尽各种办法让自己瘦下来。荒唐，那只是一些不够强大的男人想掌控对方，想将对方的一切拿捏在自己手里的一种借口罢了。骆九离很惊讶，他的说辞竟与他曾经的想法不谋而合。前世的大部分男人都喜欢这种白又瘦的主流审美，致使很多女孩子瘦骨嶙峋了还嫌弃自己胖。你又在发呆了，别想那些有的没的。我足够强大，也足够出众，别的女子愿意驱使媚上，求宠忘身，我管不到，但你不需要。萧明玄的语气很霸道，就像是下达命令一样，但这样的霸道却很得骆九离的心意。我给王爷烫一碗新的。骆九离笑着夹起生的羊肉片放在了锅里，身侧有心仪之人陪着，屋内又没有随侍之人打扰，难得的2个人过了个2人世界。曲王府外，一匹快马疾驰而来，马上之人跳跃而下。裴大人怎么来了？王爷可在府中？在，大人快请进。守门的把人迎了进去，过了一进院，正巧与管家迎面撞了对着。裴大人，晚上登门可是有急事儿啊？王爷呢？正在用晚膳，快带我去。大人请。2人一个话语简洁，一个也不啰嗦，一前一后就去了正院。王爷，裴大人来了，进。管家听到传唤，这才带着裴听送进了屋。小妹也在啊。姐夫可吃晚饭了？吃过了，我来是找王爷有点事情。是关于案子。裴听送看了一眼骆九离，骆九离心领神会，起了身。我先出去。不必了，你说。裴听送低了低头，觉得刚才自己也是多余。是关于胡宏志一案，找到了一些眉目，你再说一遍，本王身中什么？难怪那个燕听莲会这么迷恋眼前这个男人，果然身材高大，长相柔和俊美，尤其那一双桃花眼，似醉非醉，朦朦胧胧，让喜欢的人心神荡漾，十分勾魂。比桑南国那些低面阔鼻的男人不知好看多少倍。也比在宫里看到的九王爷更容易让人接受，毕竟那九王威严太重，一个眼神似乎就能将我看穿，我可不会傻到去招惹那样不可控的男人。王爷，我是说王爷身中蛊惑术。蛊惑术那是什么？媚术的一种，能让王爷记忆错乱，分不清真假现实。几人闻此纷纷倒吸了一口冷气。可是燕听莲那个贱人给本王下的。不得而知，但我可以给王爷解除，解除后王爷的记忆才会逐渐清晰。那就别说了，你赶紧给昭王解除那个蛊惑术。是，昭王爷看着我。萧朱墨抬起头，不由自主地看向他，脑子开始混沌，思想和意识在慢慢不受控制。他的脑子开始渐渐清明，意识逐渐回笼。昭王爷，蛊惑术已解除。骆九离，奸妇！昭王，墨儿，太后，母妃，本王势必要杀了骆九离那个贱人。萧朱墨懊悔他对骆九离的手下留情，转身就要出去。快拦住他！昭王爷，万不可轻举妄动啊！滚！重阳侯眼底一凛，一掌把萧朱墨打了回去。程宗阳，你竟敢对本王下手！昭王爷恕罪。这个时候王爷去找骆九离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只会让自己再次处于被动。昭王，重阳侯说的对，哀家知道你愤怒，可越是这个时候，你越不能自乱阵脚。可是太后，母妃，儿臣咽不下这口气。咽不下去也要咽下去。其一，你与骆九离已经和离，她现在是骆家小姐，不再是你的昭王妃。其二，如若那个野种还活着，尚且能成为最有力的证据，可惜那个野种死了。其三，与骆九离通奸的那个奸夫是谁？你可知道？
人证、物证都没有，你又拿什么去质问洛九离？太后，母妃，我在大婚第2日就把洛九离迁去了冷院，这期间我根本就没有碰过他。而得知太后身孕是大婚后的1个多月，那就说明他在大婚就已经不是清白之身了。不可能，宗人府的卷宗里写得一清二楚，洛九离是完璧之身，而且检查他身体的嬷嬷还是哀家挑选过去的。这件事绝不会错。太后，检查身体是在入府3天之前，有没有可能是在这期间洛九离背叛了默儿？而且我一直有怀疑，九王爷那么清冷的一个人，甚至连他们2人大婚都没有参加，为何再次回京时，怎么就那么巧合遇到了洛九离？又出于什么原因，让他对京城中这些功勋贵女们视而不见，却偏偏选择了一个合离的女人？是九皇叔，一定是九皇叔。太后可记得大婚前一晚，太后在宫中宴请，席上陆明心对九王爷用了药，九王爷打伤了陆明心，出了宫中。有没有可能真正为九王爷解了那药性的是灵女？太后，桑南国有一种秘药叫千步瑶，可有解？千步瑶，女人是唯一的解药。贱人，他果真骗了本王。洛九离呢？传本宫的话，让他进宫，本宫要见他。恐怕人传召不到了。听说白日出宫后，他就被九王带去了九王府。什么？萧明巡还真是对他宠爱倍加啊！2人还未成婚，竟然就把人带去了王府。是，九王对外宣称自己旧伤复发，要求洛九离陪诊，所以旧伤复发是借口，他是怕哀家再次传召洛九离进宫。看来这件事的确该好好查查了。重阳侯，你去安亲王府把陆明星带进宫。是。秦颖，主子，给本王查钱安陆最近一段时间的行踪，尤其是关系密切的人要特别注意。早晨天亮之时要详细名单。是。秦颖说罢，转身离开。那个钱安陆有没有可能被幕后之人利用完杀害了？刚刚裴听宋所说关于胡宏志一案找到了些眉目，而那眉目的关键就在胡宏志书房内那桌子上的悔过书。一个能临摹别人字迹，甚至到了以假乱真地步的奇人，而且还是南陆书院的直学，往往是各大势力招揽的人才。王毅的意思是，这个钱直学有可能已经被幕后之人招揽了。现在还未可知，等待明暗两处人马查的真相，如若真是他，也许会颇费功夫。洛九离叹了口气，没再说话。昨晚几乎一夜没睡，去休息会儿，等有了消息我告诉你。陆家丫头，贵妃娘娘，有件事本宫要问你，还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是，臣女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很好，是关于昭王大婚前一夜，你这陆明心在尼姑庵青灯古佛后，性子倒是改变了不少，以前也是骄纵的很呢。贵妃娘娘恕罪，那是臣女糊涂，年幼无知做下的错事，差点扰乱了昭王爷的大婚，臣女已经为此付出代价，再不会犯了。这丫头到底是真糊涂，还是故作姿态？太后把她带回京，可不是让她畏首畏尾的。你不必诚惶诚恐，既然太后把你带回京中，自会给你撑腰。本王问你，那晚你是否接近了九皇叔？臣女被九王打伤，并未接近成功。萧朱墨的眼里猩红的更加浓烈，怀疑和直觉让他愈加确定，为九皇叔解了千步谣的很有可能就是洛九离，要不然以九皇叔的性情，绝不可能对一个弃妇如此上心。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从今往后都不要再提了。陆家丫头，每个女子都有情窦初开的时候，喜欢一个人没有错，想要得到一个人也没有错。都过去这么久了，你又何须介怀呢？陆明熙没说话。陆家丫头可还认识洛九离？认识，一国公府二小姐。现在是一国公府二小姐，但以后可就会是九王妃了。一介下堂妇，摇身一变成了九王妃，身份自然更是水涨船高，就是不知那时还能把谁放在眼里。想想看，论对九王的情谊，你比他更早情根深重，论身份、才情和家世，你哪一样也不比他差。真的就这么甘愿把九王让给一个下堂妇？臣女听从太后娘娘安排。既然如此，哀家有个办法，或许可助你一臂之力，请太后娘娘示下。这一夜，洛九离睡得很安稳，许这是昨晚没有睡好的缘故，也许这是在萧明玄的床上给足了他安全感。直到日上三竿，他才睁开眼。洛九离起身穿衣下床，推开房门。丽儿，你醒了。洛
骆九离站在太阳下，看着萧明玄头顶冒着白雾，步履坚定地朝他走来。王爷又去练功了？你才睡醒就跑出去，小心寒气入体，快些进屋。说着话，拉着人就进了屋。两人前脚这才进了屋，后脚南珠和南星一个端着温水，一个端着火盆就走了进来。主子，你醒了？本王不是告诉过你们吗？你们主子身边至少要留一人保护，全当本王的话是耳旁风吗？南珠和南星被训斥的站在一旁不敢言语。他们知道我怕冷，是想把这屋子烘热些。南珠，快去厨下给我去早饭，我都饿死了。南星，去把我那身粉莓色雪狐棉衣和芙蓉祥云百花褶裙拿来，配上白色的狐裘，定是极好看。两人应着声，一溜烟的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你就这样惯着他们吧。你可知道，在他们没跟着你之前，对本王犹如耗子见猫一样，大气都不敢喘。现在倒好了，找了个好靠山，连本王的话都敢不听了。王爷也说了，他们找了个好靠山，那就是我。但我的好靠山又是谁呢？我的好靠山就是英明神武、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英俊潇洒、才高八斗的王爷。好了好了，再夸下去，我怕你没词儿了，闹得彼此尴尬。快去洗漱，洗漱完了吃了早饭，我带你出去。王爷要带我去哪儿？去南路书院。而此时，京城一处朴素的宅院偏堂内，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怎么，丞相大人以为我现在不该来？当然啦，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万一这个时候被人发现，岂不是要功亏一篑了？大人真的以为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吗？你什么意思？我就是想提醒大人，您这边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吗？皇上可是下旨给三法司和大理寺期限，让他们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杀害胡弘志的幕后之人。何况这个案子九王爷也插手了，事情似乎和预计中有些变化。那又如何？该死的人已经死了，该封口的也已经封口了，谁可以证明这个案子和本相有关呢？但愿如此吧。九王府门口，秦颖和莫寒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的主子拉着一男子的手从府门走了出来。二小姐，很意外吗？意外。看惯了二小姐的女装打扮，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二小姐男装扮相。如若不是属下们熟悉二小姐这张脸，只怕也会认错是谁家的少年郎。鲜衣怒马少年郎，意气风发好时光。王爷，你说我这身打扮能不能迷惑京中女子啊？萧明玄磨了磨后槽牙，要不是南路书院都是男人，他一个女人出现定会引起注意，他又怎么可能让他女扮男装？这可倒好，他还扮上瘾了。上车。说着拉着骆九离就上了马车。哇，这不就是小说照进现实吗？把2颗拳头大的夜明珠用来当照明物，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你很喜欢夜明珠？夜明珠啊，谁不喜欢？等你加入九王府，成了我的王妃，府里的夜明珠都是你的。都是我。王爷到底有多少夜明珠？当年我率兵一举拿下边陲北越国时，皇上高兴之余，把从北越国搜出的所有珍宝之物大半赏赐给了我，而这些夜明珠就在赏赐之列。他一直以为这片大陆还算安定，没想到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各有利益之争，纷争不断。在想什么呢？骆九离回过神儿，本想和他讨论这个话题，但一想到他的真实身份，唯恐扰他心不安宁，便摇了摇头。没什么，只是觉得王爷为长宁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战神王爷的称号实至名归。不得不承认，男人的能力和成就是女人最大的荣光。我这个未过门的妻子都感觉到与有荣焉。丽儿，你就不怕我会迷失在你这一声声的恭维和奉承中吗？我说的是事实，没有一句是瞎话。王爷又如何迷失？王爷，关于乾安路，昨晚秦颖查到了多少？这话题转得猝不及防，让萧明玄都愣了一下，然后就是萧明玄伸手把一张纸递了过来。这是什么？秦颖查到的。骆九离接过那一页薄薄的纸，打开扫了一眼，随即又合上。乾安路的人际关系并不复杂，我倒是没看出什么异常。好，正是因为看不出异常，我才要亲自去一趟南路书院。昨晚姐夫说这个乾安路在临摹仪式上天赋极高，听说他不但能临摹笔记，就是一些极难的古画，他都能临摹到以假乱真的地步。确有此事。正是因为如此，他也丧失了自己的风格，在书画造诣反倒无法成为大家。后来南路书院的山长看中了他的才学，邀请他去教学，倒是让他有了一番作为。骆九离没说话，心里清楚，这样的人如若是正派之人，为国家为朝廷教授人才也不算是埋没了，可如若此人心术不正，只怕白白浪费了这天赋。骆爱卿，朕想把宫中禁军统领之位交给骆元良，你意下如何呀？皇上，微臣惶恐啊！
元良年纪轻，恐怕也不能胜任禁军统领之位。不能胜任。朕听说你在军中调配有度，卓乎不群，很是得军中将领兵士的信服。怎么，难不成回到了京城，反倒束手束脚，不能胜任了？皇上明鉴，末将久在军中，性子耿直，不懂得那些经营之道，恐领了禁军统领一职，只怕会得罪很多人。元良，皇上面前不得胡言乱语。骆爱卿啊，朕倒是觉得骆元良是个性情中人，得罪人没有什么。你的性子朕了解，和你父亲一样，刚正耿直，忠心赤胆。你大可放心大胆的接了旨，放开拳脚去干，只要不涉及朝纲，朕自会替你撑腰。皇上，末将领旨。马车停在了府门口，萧明玄下了车，进了府里，脚步没有停留，直奔后院。后院的长廊下，南珠和南星眼瞧着王爷走过来，推门就要进屋。南星慌忙往前迈步要去阻拦，却被南珠一把拉住。你干嘛？你别多事，你到底是主子的人还是王爷的人？不都一样吗？主子和王爷不分彼此。两人打嘴架的功夫，萧明玄已经推门走了进去，空气中热气腾腾，水雾飘飘。站在木桶一侧的骆九离上衣还没有系好，听到推门声，以为是南星和南竹。你们俩快过来帮忙，把炭火往我身边挪一下，这冬天太冷了，洗个澡跟上刑一样啊！我现在可真是羡慕你们有内功的。萧明玄原还想扭头离开，可听他如此一说，忙关上门，又轻手轻脚地走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背后，催动内力为他取暖。骆九离终于发现了不对劲儿，不是因为后面的人没有发出声音，而是放在他后背上的手掌让他产生了怀疑。他一个转身过来，由于匆忙，长发还散开着，发梢还滴着水珠，有水珠随着他的动作扑溅在萧明玄的身上，也有随着发丝从领口处钻了进去。萧明玄突然觉得自己失去了呼吸，眼睛盯着他看。王爷。萧明玄眼睛晶晶的发亮，在他喊出那声王爷时，一只手把他往怀里一带，低头吻了上去。萧明玄感受着他的回应，心中更是热血一涌，弯腰把人抱起。王爷，你做什么？快让我下来！地上凉，小心寒气入体。我帮你上床。我自己走，屋里的火盆那么多，会产生炭毒的。有本王在，不会让你出事的。王爷，你先起来。王爷，屋外，南星板着脸，南竹也无所适从，只因为这屋里传出来的声音实在是太令人遐想无限。屋里的人现下闹得正欢时，院外一道人影匆匆飞奔而至。莫统领，王爷。南竹指了指屋里，莫寒站在窗外，轻咳着沉声：“主子，二小姐，门外有人求见。”骆九忙推开了压在自己身上的男人，整理着凌乱的衣衫。萧明玄一双眼睛简直想刀死莫寒，好不容易等到了天时地利人和，偏偏又一次节外生枝。2日天还没亮，骆九离睡梦中就被萧明玄叫醒了。王爷上早朝吗？南星回府说俏月醒了。俏月醒了。骆九离一个机灵，瞬间醒了大半，起身就要下床。好生躺着，不必咱们再走一趟。俏月把消息都告诉了南星。到底怎么回事？门外，南星走了进来，站在帷幔后。俏月说，昭王和胡贵妃似乎找了帮手，想要召见主子进宫，要对主子不利。好在主子一直在九王府，所以才无从下手。又是那个渣男母子，他们怎么就阴魂不散呢？还找帮手，可真是再没有比他们母子更龌龊的了。放心，我会派人去查的。这个时候，胡贵妃还敢跋扈，看来胡府离末路越来越近了。俗话说，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吴绝就是这样狂死的。依我看，王爷倒不如也顺水推舟，让他们也来个最后的狂欢。你有想法？那桑南国的五公主不是来修秦晋之好的吗？对桑南国的美人儿，昭王岂不是很有心得？你不怕他得势？哼，一个将死之人罢了。既如此，听你的。南星去查。是。王爷今日不去早朝吗？不去了，我请了休沐。那王爷是去教场习武，还是打算再陪我睡一会儿？陪你睡会儿。骆九离窝在他怀里，扑哧就笑了。笑什么？我在笑，如若王爷是一国之君，会不会也陷在温柔乡里，从此君王不早朝？会。窗外晨光初露，骆九离也悠悠醒了过来，自己起身穿衣下床。门外，南竹和南星听到屋里的声音，推门走了进来。主子醒了。王爷又去教场了？是，王爷不让下属们打扰主子好眠。骆九离坐在梳妆镜前，看了看外面。按照平日的时间，这个时候王爷也该回来了吧？这正说着，院外便传来脚步声。骆九离回头看去，心里还是不禁赞叹了一声：谁说女色祸国，男色也能诱人？瞧瞧那笔直的身段，看看那修长的腰身，那好看到天怒人怨的容貌，他就是做梦都没有想过，这样好看的美男会是自己的男人。丽儿，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天光大亮，再睡下去，岂不是成了懒婆娘？无人敢说你。
王爷、二小姐，早膳准备好了。我想吃过早饭去看看俏月。我已经派人把俏月转移出了医馆，一会儿吃了早饭一起去。好，两人吃了早饭，还未等碗筷被撤下，秦颖就从门外走了进来。主子，钱安禄的事情，属下已经查清楚了。说，当年的钱安禄的确为了一女子与钱家二老差点决裂，后来分家，钱安禄自立门户，与那女子成了亲。不过因钱家人嫌弃那女子是孤女，婚事办得极其简单潦草。这前半部分与在书院时钱安禄所说的几乎分毫不差。只是属下还查到一件事，那二人成婚后第1年，那女子便怀了身孕。什么？钱安禄有孩子？为何在书院时钱安禄要隐瞒有孩子的事？这孩子如今是否在钱府？怀二小姐，这件事还另有隐情。什么隐情？听闻那孩子生下来就左手无2指，更是不得钱家老夫人喜欢。后来钱安禄妻子投河自尽时，把这孩子也一并带走了。夫家看不起他的出身，生的孩子身有残疾，自己又被人玷污，得不到公正，生活渺无希望。他是不想生有残疾的孩子在这世上受苦了，这才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命运专恶苦命人，老天爷也是不开眼。可有查到钱安禄背后之人？还没有，他深居简出，身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和京城中哪家权贵走得过于亲近。何况在他妻儿死后，他离开京城近3年时间，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去了哪儿，就好像这人凭空消失了一样。直到3年后，他回到京城，凭借着一首以假乱真的碑帖，成了轰动京城的陵墓高手。王爷，既然胡弘志已死，我倒觉得没有必要再去追查到底是谁杀了他。他那样的畜生，无论是谁杀的，都算是为民除害了。至于幕后之人，纸里包不住火，早晚有真相大白的那天。这件事本王知道了，你退下吧。是。秦颖行了礼，退了出去。院外，莫寒走了进来。主子，京兆府传出消息，京郊尼姑庵走水的案件已查清楚。这么快？怎么说？说是仵作根据验尸以及那具尸体身上佩戴的物件来看，认定就是胡冰玉，而走水的原因说是烧炭火导致的。哼，这理由倒是简单。你相信胡冰玉死了吗？有时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他如若真想死，喝药、上吊、投河都能成全他的体面，还不用把自己烧得面目全非。王爷，你说，如若那胡冰玉没死，他如今会在哪儿？协助他的人又会是谁？他最痛恨的人是我，又会用什么手段对付啊？你倒是看得开，也不说担心自己的安危。我有王爷护着，便是太后和胡贵妃都奈何不了我，何惧一个躲在阴暗处的老鼠？你呀，越是这种阴暗处的老鼠，越是不能掉以轻心。他们蛰伏待机，只等待机会，一旦机会来到，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知道，可我总不能为了躲避他，一辈子在府里不能外出吧？这不是我的风格。为了以绝后患，王爷，你说咱们来一出引蛇出洞怎样？你想当诱饵？王爷还真是了解我。哼，别想。哼，王爷质疑我的能力。二小姐，您可真是冤枉主子了。主子是怕二小姐身处危险，所以才……多嘴。他是傻子吗？他能不知道吗？只不过是在他面前故意示弱，想让他同意罢了。你想都别想。至于胡冰玉的下落和结果，再等等。王爷是不是知道什么？萧明轩眼底泛起一丝笑意，把人拥进怀里，出了暖阁。王爷，我刚才……你不是要去看俏月吗？我陪你一起去。上次他被胡冰玉陷害一事，让他心有余悸。这次他不但要让胡冰玉死无葬身之地，还要利用胡冰玉之手铲除另一个祸患。刚才人多，我不好多问。王爷，你说实话，你和皇上是不是又在下盘大棋？你呀，你现在只需要陪在我身边，不要被任何人伤害，也不要让我担心。至于外面的事儿，我自有主张。王爷是怕我给你添乱？你明知道我见不得你不高兴，唉。说着，把人拥进怀里，附在他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我的天，这简直震碎了我的三观。三观？说些我能听懂的话。听懂听不懂不重要，重要的是王爷放心，从现在开始，我深居简出，只等时机成熟，反戈一击。好。王爷，你说这个宫女到底有没有问题？能和太后沆瀣一气的，怎么可能是良善之辈？太后不会心里又憋着什么坏呢吧？萧明轩不语，但神情却是100%对他的话表示了肯定。我现在对太后已经没有什么好吐槽的了，她根本不配为一国太后。人都说好女人旺3代，坏女人毁3代，娶妻当娶贤。你说先皇当时是不是鬼遮眼了？怎么就看上了这么个女人？干啥啥不行，拖后腿第1名。这就是眼光问题。后宫女人多，挑花了眼，只顾着美色，却忘了掂量掂量那人的品性和气节。就是可怜了皇上，又要对付前朝那些800个心眼子的朝臣，还要对付后宫里的那些莺莺燕燕，还得防着太后使绊子，打不得，骂不得，说不得。一旦忤了他的逆，那就是口诛笔伐，皇上不孝顺。要
要我说啊，这些年皇上该还的恩情也还差不多了，该给他的恩德和荣耀也给足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日子，他胡氏一族也享受了。他要是还这么闹，倒不如一拍两散。萧明玄搂着他，听着他絮絮叨叨，内心竟然十分愉悦。听到一拍两散，还很悠然自得地笑了出来。王爷，你在笑什么？我在笑，先皇是鬼遮眼，而我是慧眼识珠。他是有多通透，竟然能说出这番话。国公府福曲院，骆九离躺在久违的床上，舒服到连萧明玄拉都拉不起来。怎么贪恋你这张床，不想与我回王府了？男主。门口男主一听到王爷召唤，忙进了屋。王爷，您叫属下去找人，连银主子带床一起搬去九王府。啊？什么？男主不用找人，快出去，快出去！男主一听，巴不得赶紧出去，脚底抹油溜了。王爷，你这是干什么？我也没有说不和你一起回王府啊。没有吗？我只是想，要不我们在家吃过晚饭再回府里？何况我大哥那这会儿子还没信儿，也不知道沈家大小姐有没有原谅他。真的只是担心你大哥，而不是不想与我回王府。真的是担心大哥。哪有何难？我带你去神府走一趟。我不去。为何不去？不是担心你大哥吗？沈边修不是什么好人，我怕我忍不住揍他。这话要从何说起啊？王爷，你是不是对这些臣子府邸后宅的家事从不窥探？朝中和军中大事尚且忙不过来，那些小事自然不会上心。也是，那沈边修职位不高，又没什么实权，自然也没人去注意他。不过就是这样一个文人，不但在外宅养着小妾，生了私生女，在自己结发妻子病逝后，前脚才把结发妻子给埋了，后脚就把小妾抬进了门。妻子尸骨未寒，就把小妾抬成了平妻。这还不够，当那小妾生下了男孩后，立即就把平妻抬成了当家主母。前后不到1年的时间。要不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话对特定的人来说一点不错。既然如此瞧不上那沈边修，又为何对那沈妙清另眼相看？沈边修做的错事与沈妙清又没有关系，何况那沈妙清也是可怜人，母亲病逝，爹又不亲，也没个兄弟姐妹帮衬，再加上还有个继母和一个口蜜腹剑的继妹。说到继妹，我觉得我大哥和沈妙清分开的事儿100%是沈妙清从中作梗，应该和沈妙清有很大关系。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时若你大哥仔细斟酌一下，许这就不会发生这件事了。唉，谁说不是呢？男女交往一定要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那还谈什么以后？就我大哥这样性子的，活该他追妻火葬场。什么火葬场？没什么，我的意思就是，如若我是沈妙清，绝不可能轻易就原谅我大哥。王爷，如若有一天有一个女人从中作梗，让你误会我，你会不会也像我大哥一样，不分青红皂白，连问都不问，就给我写封绝情信？不会，你放心，不会有那么一天的。王爷怎么就这么肯定？每个人都有容颜逝去的那天，等我容颜老去，有更年轻、更漂亮的女孩子出现，王爷还会保持初心吗？你也说了，每个人都有容颜逝去的那天，我又不是妖怪，又不会长生不老，何况我比你大了8岁，要是老，也是我先老去。如若有一天我老了，有一个年轻男子从中作梗，让你误会我，你会不会也像你大哥一样，不分青红皂白，连问都不问，就给我写封决心信，然后离开我？乖乖，这男人倒是会举一反三。王爷，这是我问你的话，怎么还原封不动地反问我了？快回答！不会，王爷比我大哥清醒，什么白莲花、绿茶花，在王爷跟前根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想想胡冰玉，想想当初俏月自杀那件事，再想想秋荷之死，这是他古今两世遇到第一个这么清醒的男人。骆九离从床上醒来时，便看到了不远处那个手握着一个小木盒子，低头仔细端看的男人。王爷，你醒了。萧明玄一看到他，朦朦胧胧的睁着眼坐在床上望向他，水润的脸蛋让人看了就有想触碰的冲动。这样想着，他果真伸出手捏了捏他的脸蛋。手感好吗？还不是手。王爷在看什么？他就着他的手起身下床，然后带着他走到桌边。有人送进府里，说是你专门定制的戒指，这么快就做好了？骆九离忙打开，小木盒里安安静静的躺着一枚戒指。王爷，伸左手。骆九离指着他的手指，把戒指缓缓带入了他左手的无名指上。我们左手无名指上有一根血管与心脏直接相连，对于厮守终身的夫妻来说，把戒指戴到无名指上，表示彼此心心相印，心灵相通，而且也代表王爷
是有主儿的人，外面那些女孩子只可远观，不可近前。哼，我是你的，你也是我的。虽然不知道他从哪儿得来了戴戒指这种稀奇古怪的说法，但还不错。他喜欢那句厮守终身的夫妻，彼此心心相印、心灵相通的话。咱们什么时候回王府呀？我想等大哥回府后再离开。洛九离话音刚落，王爷、主子，秦统领回来了，让他进来。是。男主离开不过一会儿的功夫，秦颖垂着头站在寝室外。主子，皇上已经同意为骆统领和沈家大小姐赐婚，不日赐婚圣旨便会传达两府。成了。骆统领人呢？骆统领送了沈家大小姐回沈府之后，便紧急回宫了。回宫这么着急，可这是为何？属下不知，但属下在宫门口见到昭王急匆匆地进了宫。昭王这么晚进宫，是不是有什么大事？秦颖，你去打探。是。秦颖转身离开。你大哥还要在宫中当值，看来今晚是见不到了。那就回王府吧。男主，南星。王爷，收拾东西回王府。是。国公府外，国公夫人拉着自己女儿的手，虽然嘴上嘱咐着让她进了王府要事事以王爷为先，要事事谨慎，但那眉头不展的样子看了真是让洛九离心疼。母亲，王府离国公府不远，等过了这段日子，女儿就回来陪母亲。宫里的事儿，府里也多多少少听到了点风声。好在你身在王府，宫里那两位还忌惮着九王爷，没敢处处找你的晦气。如今雪上加霜的是，你大哥和沈家姑娘虽然得了皇上的金口玉言，可却彻底得罪了那两位，咱们国公府也彻底卷入了这场争斗之中。恐怕从今往后，想要再安安静静的度日，只怕也不能够了。母亲，如今的局面，父亲和母亲不是也曾设想过吗？毕竟父亲身在那样的一个位置上，现而今又回到京城伴君左右，大哥又成为了禁军统领，二哥明年春闱一旦考中，必将入仕。到那时，咱们国公府怎么可能会独善其身？何况雪中送炭难，锦上添花易，患难时忠贞。咱们倒不如放宽心，只做个良将忠臣，以辅佐皇朝社稷为己任。至于那些糟心事儿，自有个高的顶着。他这话一出，国公夫人震惊的久久不语。好，我的女儿长大了，是真的长大了，这下母亲是真真正正的放心了。母女俩说完提起话，便回到了马车旁。主子，二小姐，天色不早了。洛九离和自己的父母、二哥道了别，便上了马车，直到车轮滚动，消失在巷口。别看了，回府吧。九儿还没有嫁过去，就这样住进了人家府里，外面会不会有风言风语？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有些不负责任呢？当初在大司马府，九儿曾当着皇上、太后以及那么多人的面说过，自和离之日起，他就做好了被人议论的准备，还说人生在世，众口难调，众人难悦，嘴长在别人身上，怎么说什么，他也根本不在意。听听，咱们的女儿自经历了那次生死后，活得比咱们都通透。九儿真的长大了，何止是这些，就在刚刚，国公夫人一边说着，一边与国公爷转身慢慢向府里走去。那些话，那些事儿，也消散在了夜幕下的冷风中。九王府里，何府上下提心吊胆了一天，终于在天黑之时迎回了他们的主子和未来的女主人。二小姐，您慢点下马车，小心地滑呀。二小姐，这是手炉，刚刚放了炭饼，正是暖和的时候。二小姐，寝室里生旺了炭火，暖烘烘的，一点也不冷。还点了二小姐最喜欢的熏香，芬芳馥郁，香气四溢。对，厨下还做了二小姐最喜欢吃的糕点，不甜不腻，甚是可口。洛九离从一下马车就被几个府里日常服侍的人围着，一个个脸上兴高采烈，简直要多热情就有多热情，甚至就连自家王爷都被他们挤了出去，落在了身后。什么情况？这还看不出来吗？看出什么？动脑子，二小姐离府这么晚还没回来，何府上哪个不得望眼欲穿呢？如若二小姐回到国公府，不再返回九王府，你说王爷会怎么样？肯定会不高兴。这不就得了？王爷不高兴，何府上下谁又能高兴得起来呢？听哥哥一句劝，以后啊，别光顾着习武了，也看看书，动动脑子。这么简单的道理都看不懂吗？看书就困，也不是我的错呀。王爷，管家往后退了退，二人和众下人也往后退了退，萧明玄这才得以重新回到洛九离身边。这算不算爱屋及乌？你是这府里的女主子，他们敬重关切你，也是理所应当的。
虽然我还不是九王府真正意义上的女主子，但王爷这话倒是让我无法反驳了。丽儿，要不我们把婚期提前吧？请期的日子是4天台测算的，恐不能轻易更改。何况……他说着话，上前挎住他的手臂，带着他往后院走去。马上就要冬至了，冬至一过，再有20几天就该过年了。我还想今年陪父母守岁过年，让二老高高兴兴的过个好年。那我呢？大年夜不是宫里有宫宴要请所有的皇亲吗？我从不参加。那是之前王爷不在京中，自然不需要参加。可今年王爷会在京中过年，如若宫中真的有宫宴，皇上又怎么可能会独落下王爷一人？彼时的两人已经一边说着话，一边进入了正屋的寝室。当然，如若王爷觉得宫宴太过无聊，去宫里打个照面，再出宫去国公府与我们一起守岁就行了。我父母甚至整个国公府上下都把王爷当成了准女婿看待。王爷一来，咱们这一家子也算团圆了。当听到他说咱们一家子时，心头无法避免的悸动了一下。他伸手环抱住他，低头埋进他的脖梗里。王爷。洛九离。王爷，你先听我说。小的时候呢，我对过年的概念就是山下那些响亮的爆竹声。后来再大点儿，出了山，进了京，上了战场，逢年过节看着别人欢欢喜喜，阖家团圆，而我就只能坐在屋顶上，或者站在城墙上，看着万家灯火和凌空绽放的烟花。我没有守过岁，也没有过过年，因为我没有亲人。确切的说，我在这个世上已经没有至亲之人了。团圆二字对我来说是比万两黄金还要更奢侈的东西。因为没有选择，就没有期待，也就没有失望。可今日我有了选择，有了期待，也……王爷不会失望，永远不会。以后每一年有我陪王爷一起过。等成了亲，有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家3口，一家4口一起过年。我能选择吗？啊，选择什么？这个时候他不是应该特别感动，然后点头称是，再然后亲吻他，说谢谢他们？怎么这剧情走向不大对呀？选择几个人陪我过年？几个人？你难不成还想纳几个妾啊？给我找几个好姐妹陪你一起过年？洛九离，你是第一个气我又让我无可奈何的女人。你罚你生5个，不是生6个、7个。从现在开始，一家4口变成一家9口。王爷说的选择几个人是选择孩子啊？可是王爷7个，我是人不是猪，一生就能生一窝，生那么多，我这肚子……洛九离，萧明玄一把捂住他的嘴，无奈的直吸气。窗外也不知是谁扑哧笑了出来，随即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闷笑声。这丫头怎么能这么可爱？王爷，平日里我们说过的话，不会也被人听去了吧？闺阁里说的话，还有他和他曾经为了解千不瑶的毒，这太惊悚了。傻丫头，放心吧，他们知道什么该听，什么不该听。这窗外笑的是莫寒和南主几个，他们都是近身侍奉的。至于其他暗卫，不敢偷听主子说话。洛九离心里暗暗松了口气。出宫返回王府的路上，洛九离看着外面宵禁的街道和不时来往手持武器巡逻的士兵，这街上巡逻的士兵似乎比以往增多了。桑南国太子和公主皆在京城，谨慎些也是好的。真的只是因为桑南国的人在，御影卫的人抓了多少？所有。别再想这件事儿了，反省了一晚上，听些高兴的。还能有什么高兴的？你难道不好奇那个灵女怎么那么容易就被抓到了吗？是啊，她身为新一任的灵蛇蛊女，怎么会那么容易就被莫寒抓了？武功不济呗。那灵女媚术蛊术了得，但那一身的功夫是真烂啊！再加上二小姐给那袖剑里喂了麻药，突2剑人就瘫了。别说是施展媚术，就是那蛊术都毫无用武之地呢。这叫什么？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你没废了他的武功？听话听音儿，就他那一身烂功夫，废他武功我都嫌麻烦呢。她不是灵蛇蛊女吗？武功怎么这么差？你可知道上一任的灵蛇蛊女，也就是灵女的师傅是怎么死的？难道还有隐情？是被灵女下毒害死的。什么？不是病死，是被害死的。好在灵女是个狼子野心的，害死了她师傅。如若不然，今晚恐怕莫寒绝不会这么轻松就把人抓了，把灵女养蛊的老巢给端了的。杀人者人恒杀之，灵女估计做梦都没有想到她会埋骨他乡。那灵女与桑南国皇室到底有没有关系啊？上一任灵蛇蛊女与桑南国皇室的确有关系，但灵女关系不大。那这个灵女倒是够大胆的，她以为她自己找到了靠山，却不知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只有自己才最可靠。我对你来说难道不可靠吗？她是怎么移花接木，把这话移到自己身上的？哎呀，
这只是比喻，我没有说王爷不可靠啊。王爷，我还有件事有些疑惑。还有什么疑惑？关于陆明星，他身上的伤是自枪。自枪？这件事就该问男主了。男主，王爷，主子，怎么回事？不是让你保护陆明星吗？他怎么会自枪？其实陆大小姐在属下去找他时就已经醒了，不过属下想着他之前不是，所以属下就试探了他一下，看他是不是为了逃脱被太后控制的局面而选择与主子王爷合作，还是为了接近王爷故意谋划的。别到时候主子和王爷帮了他，他再反过来假意与主子交好，再来接近王爷。未曾想，那陆明星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还就真捅了自己。不过他自己下手有轻重，属下又为他止了血，倒是没有生命危险，就是遭点罪。还真和男主有关。这算不算是好心？算了，非常算。看来没白疼他，这的确是男主能办出来的事儿。我该怎么说你好呢？办得好。属下知道给主子找麻烦了，还怕主子不高兴呢。怎么不高兴？你能为我着想，为王爷着想，我怎会不高兴？我不但高兴，还要奖赏你。说吧，想要什么？为主子着想是属下应该办的事，属下不敢讨赏。我记得你腰上曾缠过一根鞭子，因为酒楼那次鞭子被斩断了2节。改日我带你去兵器铺走一圈，有相中顺手的，你便选一件。主子当真？那还能有假？我还骗你不成？不，主子误会属下了，属下不是那个意思，属下就是别激动，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没想到我还记着这件事吧？本来早就该给你添置的，可这阵子事情太忙，就耽搁了。这次正好借着这个机会，也让你欢喜欢喜。谢主子。那我呢？我也为你办过很多好事儿，怎么不见你奖赏我？王爷，这个也要攀比吗？别人的奖赏无所谓，但你的奖赏，本王还是很高兴的。好吧，王爷想要什么奖赏？是不是我要什么都能给啊？马车里，夜明珠的微光搭配上萧明玄暧昧不明的语气，再加上2个人此时的动作和缠绕在一起的手指，实在是难以不让人误会。2天后，胡贵妃被软禁在玉福宫的消息和太后身患重病卧榻长春宫的消息传入了九王府。王爷，怎么回事？太后身患重病，这已经是皇上给她最后的体面了。依皇上的意思，就想直接杀了她。是又发生了什么事吗？太后被软禁那晚，皇上便叫人把长春宫所有近身服侍过太后的老嬷嬷、宫人全部抓了起来，严加审问。原以为只是审问太后与前朝那些臣子勾结的证据，没想到那李武和侍奉太后的宫女绿簪受不住刑罚，竟招供出当年德妃娘娘的死因。不是说德妃娘娘是身染恶疾，不幸病逝的吗？所有人都以为德妃娘娘是病逝的，可从李武和绿簪招供来看，德妃娘娘是被当今的太后下了一种慢性毒药害死的。天啊，还真是被太后害死的！太后这么做是为什么？她自己儿子早夭，和德妃娘娘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害死德妃？嫉妒，不甘心。在那深宫中没有了儿子傍身，又整日看着自己的表妹与皇上、孩子一家3口和和美美的，本就不干净的心思也就生出了恶。那他就不会再和皇上生一个吗？为什么这么缺德，要毒害德妃，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你以为每个男人都像我一样后院干干净净，只有你一个女子吗？皇宫里的女人如过江之鲫，环肥燕瘦各有千秋，旧的一茬何未老去，新的一茬又冒出来。何况听闻当年她生3皇子时伤了根本，殊若不然，又怎么可能等到3皇子14岁还没有再生出一个孩子来？进了深宫，幸福和苦难自有命数，谁也无能为力。但这也不是他害死人的理由。那皇上那儿只怕不定怎么难过呢？皇上杀了他的心都有，可她是太后，皇上没有权利废除她太后的尊荣，所以皇上怕心腹每天都给她吃那种慢性毒药，就是当初他给德妃吃的那种药，毒药会慢慢渗透心脉，她也会被折磨而死。甚至皇上还特意去了长春宫，亲口告诉她，待她死后不能进入皇陵与先皇合葬，会在皇陵的侧山给她找个地方，让她即便死也见不到先皇。果真应了那句话，善恶到头终有报。太后做事太绝，杀了德妃，霸占了人家本来的位置，收养了人家的儿子，却对人家的儿子百般嫌弃。她有这样的结果，都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我倒觉得让她痛快的死，倒不如这样让她每天生不如死，亲眼看着自己被人灌下毒药，亲身感受毒药侵蚀身体，一天天的衰败，备受折磨，直至死去。做这话，骆九龄很是赞同。对仇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那胡贵妃呢？听说被软禁在了玉福宫。如今的玉福宫已然成为了冷宫，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昭王现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恐怕连进宫面圣的权利都没有了吧？聪明，太后一派的人已经被清扫干净，该杀的杀，该流放的流放。昭王在这场争斗中，算是彻底的失去了争夺储君之位。听说这2日他就窝在昭王府，连屋门都没有出过一次。哼，咎由自取。
他自己就是一烂泥扶不上墙的阿斗，还真敢妄想自己能坐上那个位置。只是有一件事我有些担心。什么事儿？说来听听。现在太后和吴贵妃倒台，昭王没有了争夺储君的机会，那他和桑南国五公主的婚事还会不会作数？五公主会不会毁了婚约？然后他的目光在萧明玄身上转了一圈。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我告诉你，昭王和五公主是皇上故意赐婚的。桑南国国君想拿那么个女人来羞辱皇上，羞辱皇室。你认为皇上会轻易让他们得逞？继续，我听得还不大明白。你呀，哪里是不明白，是不想再动脑子去想了。皇上在得知胡觉的野心之后，也是在打算把胡觉、太后等一干人一网打尽的时候，就已经放弃了昭王。恰恰太后和胡贵妃有心想借着五公主背后的权势，为昭王争夺储君之位铺路，也为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便故意在那段时间对太后言听计从，对胡贵妃百般宠爱，对昭王更是多了看重，这才又把昭王派去继承迎接五公主的重任。实则皇上把五公主也算计进来了，只是没想到单宝雄竟然会在其中，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皇上要迫不及待在殿上就当场赐婚的原因。因为单宝雄来者不善，他也是打了利用昭王的心思。既如此，皇上便如他所愿。皇上做的这些事，就是告诉单宝雄，也是告诉桑南国使臣和国君，既然是两国联姻，那长宁王朝便没有违约。他们送来了个五公主，咱们赐婚了昭王爷，身份相当，地位相当，都是皇家儿女，谁也别嫌弃谁。可未曾想世事无常，昭王的母家不给力，不但让单宝雄和五公主亲眼见识了皇家丑闻，还见识了昭王和他背后的势力从神坛之位跌落到沼泽的全过程。如若桑南国方面不满意这场婚事，那就提出退婚。但有一点，这退婚不是咱们长宁王朝提出来的，而是桑南国自己提出来的，是他们违约在先。这样既能保全颜面，又能把五公主那个别有用心之人送回桑南国，还能顺便敲打昭王，安心做个闲散王爷，别一天天进出幺蛾子。皇上就是这个意思，如今只等着桑南国人提出退婚。那如果桑南国人不提出退婚呢？那还不简单，那就让他们成婚，永远生活在了皇上的眼皮子底下，再无出头之日。只不过依我看，退婚势在必行。王爷，是不是点科署那边又有了新消息？可还记得那晚五公主接近了莫寒？洛九离一怔，想到那晚五公主看向莫寒的眼神，哎呦喂，他现在想起来就浑身不舒服，真跟狗看到了骨头一样，恨不得上前舔两口。难道有什么玄机？那晚莫寒在进入殿门之前，就把月边胶撒在了手上。王爷是说五公主是能够引诱五公主体内月边胶的彻底毒发？花兰州的药，即便是太医也查不出丝毫。那晚回到点客署，听说五公主没过多久就月边胶发作了，一晚上召幸了3个男宠，连着2天都没有露面了，把单宝雄气的在屋里大骂五公主是个荡妇。当然，这些污言秽语他不可能告诉洛九离。如此看来，五公主对月边胶已经上瘾了，而唯一能解除月边胶的，就是王爷送去的那个男宠。现在时间还短，如若时间长了，那五公主和单宝雄会不会察觉出来？察觉出来又如何？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何况五公主已经上瘾了，轻易解除不掉。洛九离默默低头，没有说话。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我在想，任何阴谋都防不胜防，以后王爷外出办事，一查一犯，千万要仔细甄别。尤其是那晚在宫中看到胡寒玉和重阳侯在一张床上，我当时就想，还好陆明星选择与我们合作。如若陆明星当真听从了太后的谋划，算计了王爷，我该怎么办？萧明玄被他这一句话问的，不知道怎么就哑了口，半晌才讪讪的开了口：假如我当真被算计，你会怎么办？我啊，从此山水不相逢，莫道良人短与长。洛九离，休想！你是我的人，是我的妻，这辈子休想与我山水不相逢。王爷，勒死我了！你都说了，那是假如。萧明玄微微松了松手臂，依旧不依不饶地搂着他。便是假如，都让他心如刀绞。如若是真的发生，堂堂战神九王爷平生不会害怕，才会害怕，就已经害怕。洛九离趴着他的手臂，又安抚了几句，他这才松开了手。王爷，马上就要过年了，我想明日回国公府。这么早吗？离过年还有10几日的功夫呢。10几日不早了，还要帮助我母亲买年货，筹备我大哥和亲姐姐的婚礼，酒楼闹的员工还要安排妥当。等办完这些，我才好安心陪王爷过个好年。明日我亲自送你回府。一时我也不想与王爷分开，可能怎么办？这是我与王爷成亲后最后一个在自己娘家过年的机会了。王爷，九王府与国公府都在内城，离得也不远。王爷如若想我了，可随时去国公府找我。你是真不舍还是假高兴？洛九离一怔，随即咧嘴一笑，上前搂住萧明玄的脸，啪嗒就亲了一口。我家王爷变聪明了，好好说话，好好解释，解释不好
我可不放人。王爷没听说过吗？小别胜新婚。如果两人分开一小段时间不见面，然后再次重逢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很幸福。这种感觉啊，应该比现在还要幸福甜蜜。你这些歪理都是从哪儿听说的？这可不是歪理，王爷要不试试？不是，明日下了早朝，我送你回府，但记住，我会每天去府上看你，你安身在府里待着，不要乱跑。好，他能有这种见识和眼光，怎么偏偏要做出那种事情？豢养男宠，这就是皇室公主们的生存之道。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就要适当的在人前暴露自己的缺点。一旦缺点被放大，就没有人会再去盯着她了。如果让我用这种方法来降低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潜在的危险，我想我不会这么办。当然，每个人喜欢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不一样，我也不会把我的想法强加于别人的身上。不过话说回来，王爷觉得单宝雄提出让五公主利用媚术去勾引其他皇子这件事，五公主会同意吗？不会。为什么？王爷这么肯定吗？因为那个男宠。男宠？王爷是说叫阿暖的那个？啊，还记得当初胡觉和胡冰玉闯王府，你为了我伤了自己那件事吗？这两件事有必然的联系吗？有，算得上是相似的两件事。当初我醒来，秦颖和管家告诉我，你为了保护我受伤后，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当时大为震撼，因为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没有得到过温暖，除了身边的侍卫会为了我挡下危险而受伤，没有一个外人，从来没有一个外人会为了保护我而受伤。那时我就在想，这一辈子救你了，便是上刀山下火海，唯你不能舍弃。而五公主和阿暖，一是五公主身中月边胶，解药就是阿暖，她只会越来越宠她，越来越离不开她；二是阿暖今日的表现，一个不会武功的男子，却有勇气去为五公主挡箭。但凡是女子，只要不是铁石心肠，这关是过不了的。看来这两件事在某些节点上还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之前听王爷说过，桑南国国君膝下女儿多，儿子少。这位五公主母妃又身份低微，自小没人关注，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公主。她能有如此性格，甚至除了她本身习得阴阳术外，恐怕也是慰藉心里无人关爱的寂寞。所以，当有人肯奋不顾身地为她挡箭，想必她心里会大受触动。点客署那儿会随时监视着他们的动向，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及时来报。倒是你明日就要回府了，我这心里当初选请期之日时，怎么能选那么个日子？真想尽快把你娶进府里。王爷，我只是回府暂住。再说国公府与九王府距离不远，王爷无聊的时候可以去府上看我呀。不是无聊，是想你的时候。萧明玄如今说起情话来，也是一套一套的。谁会想到人前冷漠如斯的九王爷，在骆九龄面前会是如此热情似火？车轮缓缓滚动，马车刚进入九王府的巷口，便远远看到九王府门口停了一辆不太熟悉的马车。停车！那是谁？陈阳公子怎能随意带女子进王府？你小点声！我为什么小点声？那女的谁啊？嗨，你冲我挤眉弄眼干嘛？你是不是知道她是谁啊？说话！进去了。回国公府。主子别误会啊，那是张伯和张芊芊，因为张副将曾经在战场上救过王爷一命，临终之时，王爷答应他照顾好他的家人。这么多年，他一直在村子里，从未来过京城，不知道。救命恩人之妹，这个时候我更不能进府了。毕竟我与王爷还未成亲，名不正言不顺，我这个时候进府，这人是留还是不留？不过我又突然不想回国公府了，去翡翠阁正好学两件首饰。在事情没有明朗之前，他不会自寻烦恼，毕竟对方不是普通的老人和女子。既然与萧明玄有救命之恩，萧明玄又答应过照顾好这一家人，他就要谨慎对待这件事。而此时还在宫中的萧明玄，可是染了风寒，齐公公去请太医给九王把平安脉。皇兄不必了，臣弟身体好得很，这个时辰估计桑南国使臣已经离京了。萧明玄不动声色地揉了揉鼻子，心想可能是昨晚去昭王府吹了冷风，可他这样强壮的身体，如若染了风寒，那骆九龄那娇弱的身体岂不是？这样一想，心下便立刻担心了起来。此次两国联姻之事，虽说是五公主提出了退婚，但究其背后的原因，各自都心中有数。待单太子和五公主回到桑南国后，不知那桑南国国君又会做出什么决定。所以朕想，接下来无论边疆是否会起战事，各大营的任务就是训练，不间断的训练。待以后有朝一日上了战场，依然会是一支无坚不摧的铁骑。皇兄所言极是，臣弟会督促各大营加紧训练。不过以臣弟对桑南国国君的了解，一时半刻他绝不敢先挑起战事。桑南国虽然地处南边，物产丰沛，但常年多雨，水患频繁。上次战事停，就是因为桑南国南阳郡免水泛滥，大水出没了6000余户人家，再加上大灾之后有大疫，这个时候恐怕桑南国国君最头疼的就是州郡的灾情了。话虽如此，但也不可掉以轻心呐。皇兄放心，臣弟知道该怎么做。有你在，朕放心。就在此时，齐公公
公走了进来。皇上，甘泉宫的荣秋嬷嬷来了，让她进来。是。齐公公退了出去，不一会儿，荣秋嬷嬷走了进来。奴婢参见皇上，见过九王爷。起来吧，可是夫人让你过来的。谢皇上。皇上，夫人今日精神很好，特意让甘泉宫的小厨房做了皇上和九王爷喜爱吃的吃食，想请皇上和九王爷过去坐坐。皇上和萧明玄对视了一眼，因为他们都知道凤德夫人从不会找这样的借口来打扰他们，但这次派荣秋嬷嬷来，显然是有话要和他们说。正好，朕和九王忙了一上午，也确实有些饿了。萧明玄从宫里出来，返回九王府的时候，没有看到那个心心念念的女子，反倒见管家一脸菜色，欲言又止的在门口迎接他。怎么回事？主子，陈阳公子回来了。陈阳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上午。管家说着低了低头。萧明玄一看他那个神色，就知道这里面有事儿。说，陈阳公子回来，还带回来了张氏妇女。属下不明白，这是主子的意思还是？张氏妇女。管家这一看，很显然带张家妇女进京不是王爷的意思，心下大定。可是张瑞兴和张芊芊？正是，就是当年在战场上殉国的张副将的父亲和妹妹。是他们。陈阳人呢？让他来书房见本王。是。管家应声，正要离开。明女草民参见九王爷。参见九王爷。起来吧。谢王爷。管家。主子。把张氏妇女安排在2金院客房。是。二位请吧。陈阳，跟本王来书房。书房里，主子说吧，为什么要把张家妇女带进京？如今长宁王朝边疆大定，过不了多久，主子就要讨伐东周。属下想，东周武帝是个贪恋权势淫欲之人，如若能在他身边安插咱们信得过的人。你想让那张芊芊入东周皇宫，他知道多少，你告诉了他多少？你可了解他？可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你就能确定他会任你驱使，你就能确定他得了武帝的宠爱，看到了人间荣华富贵，就能守得住本心。主子，他不知道，我并未和他说，我只是把人带进京，须得主子同意，我才能实施下一步计划。萧明玄闻此，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还有挽回的余地。明日你便把人送走，九王府里不留生人。主子想想这个办法。陈阳，本王知道你复仇心切，可你也要记住，欲速则不达。何况把复仇复国的大任放在一个根本把握不牢的女子身上，而这女子还是个不安分之人，你有没有想过后果？主子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张芊芊是不安分之人？东周那儿，本王早已安插进了人，为了谨慎起见，还是一切如故。至于那张家妇女，一会儿你就和他们解释，明日送他们出城。陈阳皱了皱眉，但也没有再说什么，点头应了一声，便离开了书房。看你干的好事，不是你有病啊？什么叫我干的好事？我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还好意思说怎么了？你把那么陌生的女子带进府里，有没有想过未来王妃的感受？刚刚他看到南星隐在角落里，便上前问了一句。这一问之下才知道，骆九离看到陈央把张芊芊带进了王府，也知道了张家妇女的身份。为了不让王爷为难，也因为他无法做主去解决这件事，便回了国公府。这好不容易追到手的女主子，可别被这件事给搅和了。未来王妃，主子都登门国公府提亲请妻的日子都定了，对二小姐的看重你不是不知道，这还有10几天就过年了，过了年就该成亲了。你弄了那么个玩意儿进王府，你这是存心给主子找难堪，还是存心给二小姐找难堪呀？我没想过那么多。你呀，你让我说什么好？你怎么敢带来那个女人？你难道看不出来那个张芊芊对主子的心思？你胡说什么呀？张芊芊是第一次见到主子，哪来的心思呀？你个傻子，你以为那张芊芊是个单纯的吗？你没看到她刚刚眼神都粘在主子身上了。屋里，萧明玄把刚刚那2人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想到骆九龄没有等他就回了国公府，知道他心里并不痛快。他明明和他赌愿发誓，九王府干干净净，绝没有心思不纯的女人，没想到打脸会来得这么快。秦颖，让南星进来。是。九王府留宿了陌生女人的事儿，国公府这边也知道了。当骆九龄回到国公府的时候，丫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九儿，不用担心，只要你不愿意，我和你父亲就是去御前跪地，也绝不让你嫁进九王府受委屈。什么情况？父亲、母亲，现在什么事儿还没有闹清楚，你们就别在这儿给小妹压力了。是啊，小妹都这么大了，她懂得自己在做什么。您二老啊，快别哭丧着脸了。你们2个混账玩意儿，你们自己是男人，难道还不知道男人是什么德行吗？父亲，你的发言很危险呀。母亲，如若我是您，我肯定是要细细盘问父亲的。见过挖坑的，没见过给自己挖坑的。夫人，你听我解释，我干干净净，绝对没有不轨之心的。
我有说过你有不轨之心吗？对，没有说过，我这辈子就唯夫人一人耳。骆九离站在一旁，笑看着大厅内的亲人们，热情、温暖、幸福包围着他，让他心里的那点不适顿时烟消云散。国公府内一片祥和，而九王府内却愁云惨淡。陈阳公子，我和我父亲在村子住得好好的，是陈阳公子找到我们，说是王爷让我们进京，给我们活路。可如今我们来了，还未站稳脚跟，陈阳公子又让我们回到村子去，这和耍人有什么区别？我们回到村子，又怎么和村里人交代？村里可都知道我们进京是投奔大人物来了。张伯，你也是这个态度吗？陈阳公子，能不能和王爷说说，让我和芊芊在府上谋一个差事，哪怕让我去赶车养马都行啊，让芊芊做个女婢。张伯，府里没有空余的位置给你们。张瑞兴还没怎样，一旁的张芊芊眼中瞬间就凝上了一层泪。哭什么呀？公子，无论是公子还是王爷，待我们妇女都是不一样的。我父亲本就是个老实的庄稼人，如今没有了儿子养老送终，我也没有兄长可以庇佑。虽然每年都有王爷派公子送去的金银供我们生活，可在那村子家里没有男丁，父亲过得抬不起头来。我也秦野说的没错，你果然是个不安分。你想用张副将的死来一辈子套牢九王府？哼！你们可知道，王爷征战沙场这么多年，有多少人曾经为了保护王爷而死？又有多少人马革裹尸？还有多少人根本来不及一句托孤，就死在了敌人剑下？而那些人的家眷，即便没有得到过王爷格外的关照，也没有一个想要一辈子套牢九王府。何况带你们来京城的是我，王爷毫不知情。曾经我和张副将关系不错，王爷也养了你们这么多年，你们不要太贪得无厌。明日要么带上赏赐的银子、马车返回家乡，要么我亲自送你们出城。你们妇女好好想想吧。陈阳说完，心累懊悔的不想再多说一句话，转身离开。闺女，那陈阳公子好像生气了，要不咱们就当走了个亲戚，明日再拿着赏赐回家吧。九王爷的赏赐肯定比往年派人送过去的要多呀。父亲想要打秋风，可女儿要的可是这府里的荣华富贵，还有那个让他一见倾心的男人。屋顶上一道身影飞快没入了黑暗中。一炷香后，身在国公府福曲院的骆九离接到了南星递进来的信儿。陈阳公子这次真是引狼入室了。小姐，要我说，小姐就应该进一趟九王府，把那头母狼给赶走才是。不急，如今事情搞清楚了，过了明日，如若他们还不走，王爷不好出面，就该我出面了。主子说的对，到时候那个白莲花要是敢在我面前假哭，我就一鞭子把她卷出京城。好啦，真要卷出京城，也得看明天那妇女有没有自知之明。天色晚了，睡觉。你说王爷怎么还不来府上看小姐呢？王爷还在府里斗恶狼呢，怎么也得腾出功夫。骆九离淡淡勾了勾唇，也不知道萧明玄会被气成什么样子。也许等萧明玄来了，他适当的做出生气的模样，那家伙会不会心情好转？毕竟他生气就说明吃醋，吃了醋就说明在乎他。哎，这样宠着他，也不知道会不会把人宠坏。一个时辰后，正屋的门悄悄被人推开，躺在床上的骆九离豁然睁开眼，一眨不眨的看着那道靠近床边的人影。哎呀，离儿，你听我解释啊！解释？有什么好解释的？留宿陌生女子进王府，这么晚才来寻我，你心里可有我？萧明玄一听，这是吃醋了，脸上顿时就勾起了笑容。可怎么的自己心情又不舒畅了呢？可怜堂堂的战神九王爷不敢还手，连连闪躲。疼死我了！离儿，碰到哪了？快让我看看。你别碰我！这会儿他是真的生气了，生气自己演戏演得有些过了，让自己的脚趾头遭罪。萧明玄又是愧疚又是心疼，又气他怎么就不给他解释的机会，发了狠的把人紧紧搂在怀里，炙热的唇狠狠地咬住了他的唇瓣，然后侵略城池，深入沟产。他的吻太过炙热，焚烧了他的氧气，他的气势太过凶悍，夺去了他所有的呼吸。许久，萧明玄终于离开了他的唇。现在能听我解释了吗？骆九离没有说话，实在是刚刚天雷勾地火，让他差点失控。不想理我，那我就接着吻你，直到你愿意理我为止。骆九离终于回过神，眼看着那张俊脸在眼前放大再放大。解释是陈央复仇心切，私下做的决定，把那张家妇女带进了京城。妙舞千歌，害人之眉，峨眉皓齿，伐性之斧。他想要把张芊芊送给东周武帝，他的计策虽好，但他忘了最不可控的就是女人，而且还是个有野心、对权势富贵极其看重的女人。
把复仇复国的重任寄托在一个女人身上，这不是计谋，而是不可控的危险。我已经让陈阳明日务必把人送走。恐怕请神容易送神难。他如果一辈子在那个村子里只得到你的接济，安安稳稳过一生，也许还没什么。但错就错在陈阳把人带进了京城，给了他承诺，让他见识到了京城繁华，看到了自己哥哥救过的王爷竟是这样的权势滔天、富贵俊美。你觉得他还会走吗？安心告诉你了。用我家小春荣的话来说，那张芊芊就是一头母狼，王爷如今在他眼里就是一块金灿灿的肥肉。这块肥肉得不到，便是上手摸上两把，那手上也会沾上油芯的。你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什么肥肉，什么油芯儿？洛九离笑笑，没跟他解释。不过话说回来，陈阳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何会得王爷如此相待？如若今日这件错事是秦颖或是莫寒犯下的，结果又会是如何？陈阳本姓陈，尔东陈，只是为了安全着想，改成了沉默的陈。他的父亲曾是我父皇手下最得力的少年将军，在那次宫变时，为了保护我父皇母后而死。武帝下令铲除陈家，那时陈阳还没有出生，要不是他母亲回了母家探亲，恐怕也逃不过被屠杀的命运。也许是上苍可怜他们母子命不该绝，在我师父带着我逃离东周的时候，路遇返京途中，得知夫家被屠杀，想要为夫殉情的陈阳母亲，师父救下他，为他诊脉之时，探出他已经身怀有孕。就这样，一个想要殉情的年轻妇人，因为腹中的一父子，选择跟随师父逃离东周。那陈阳母亲后来呢？似乎从未听你说过。生下陈阳的第4年，他不知从何处得知，远在东周的母家因得罪武帝，被武帝举家收监，等待秋后问斩，所以他又偷偷返回了东周。那他人呢？如今可在东周，还是已经故去？不知道。当年我和陈阳还小，没有自己的势力，也无法得知他去往东周之后的事儿。当我们有能力去查的时候，因为年代久远，早已找不到任何痕迹了。那师父呢？师父不是大能者吗？难道师父也不知道吗？每次陈阳问起，师父都闭口不言，只说天命如此。我现在理解陈阳了，外表看着清清冷冷、稳稳重重的，为何一到东周这件事上就丧失了理智？也许他心里一直抱着一个希望，那就是他的母亲没有死，因为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萧明轩看着他，琢磨着的话，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你的意思是陈阳的母亲还活着？不知道，但总好过他母亲已经死了这样的消息吧。萧明轩点了点头，再没有说话，但脸色却有些沉重。听说你今日在翡翠阁为了谢重子和梁慕婷对峙了。我一直以为梁丞相为人低调谦和，他女儿在这种书香门第成长，应该会是一个颇有才情、端正的女子。未曾想说出的话、办出的事，还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与当初的胡寒玉、胡冰玉姐妹不相上下。萧明玄一听他说梁丞相为人低调谦逊，没去说什么。谢重子与梁慕婷本就素有仇怨，这不稀奇。不过今日你为了谢重子与梁慕婷对峙，又亲自送谢重子回府，还得谢老夫人盛情款待，恐怕这事明日一早就会传入宫中。传入宫中那又如何？我向来……等一下，王爷知道的怎么这么详细？关于你的安全，我当然知道的越详细越好。何况谢老夫人曾派人去府上传话，说你从谢府返回了国公府。谢老夫人派人去九王府，还真是心思通透的老太太。谢老夫人的确世事洞明。要是谢重子当年也能和他祖母一样世事洞明，也许就不会是今日这种结果了。谢重子与你说了什么？王爷不知道吗？也不能说是一点都不知道，但只是偶尔耳闻，具体的内情不大关注。也是，当年王爷还在边疆镇守，京城里2个世家女与一个小将军的恩怨情仇，的确没必要知道的那么详细。何必自寻烦恼呢？人各有命，缘分也是天定的。他不擅长哄人，但也不希望洛九离因为别人的事而心情难过。想了想，便转移了话题。那个永信伯爵府的大公子林策宗又是怎么一回事？是谢家二房给谢重子介绍的，想要林策宗和谢重子多接触接触。可这2人年纪并不相符啊。谁说不是呢？所以我怀疑这里面肯定有猫腻。事情不是出在谢家二房身上，就是出在林策宗身上。困了吗？有点儿。王爷快回府吧，明日还要上早朝呢。我今晚不回府了，就住在国公府。王爷说什么呢？住在臣子的府邸，这不是给人找画饼吗？好，王爷快别闹了，赶紧回府。我没闹，那王府里你不在，回去冷冷清清的，甚是无聊。我在与不在，王爷不都是过了这10几年吗？何况离成亲的日子不远了，王爷再忍忍。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是我理解错了，还是他会意错了，还是……秦颖，属下在。好生保护王爷回府。是父亲，我就说吧，小妹绝对不会让九王爷宿在府里。
你真的忍心让我回府？你不是不知道那府里如今还有一头母狼虎视眈眈。王爷，陈央、秦颖、莫寒全都在府里，别说是一头母狼，就是再来一头，我相信王爷也能应付。何况南星还在府里，有他暗中监视，那头母狼不敢轻举妄动。丽儿，你是不是理解错了我话里的意思？没理解错，王爷不是我，也不是普通的公子哥儿，王爷身份特殊，怎么能夜宿臣子家？乖，九王府距离国公府不远，王爷若想我了，明日再来。那明日本王不忙了，再过来看你。好，你不要出去了，外面冷得很，小心风寒。没关系，我披着狐裘。洛九离说着，把挂在床边的白狐裘摘下来披在身上，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萧明玄见他执意如此，也知道拗不过他，便就拥着他推门走了出去。洛九离看着空荡荡的院子，到底是王爷武功太高，还是我们国公府的侍卫偷懒？怎么咱们俩闹出这么大动静，都没有人过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旁秦颖和南竹对视一眼，淡淡的瞟了一眼那三人藏身的暗处，低头不敢言语。父亲，小妹这是伤心她不受重视了。胡说！你小妹心里明儿劲儿似的知道，为父和你母亲最是重视她。说着，一步跨了出去。骆元良和骆元甲一看父亲都现身了，也跟随着走了出去。老臣参见王爷，学生参见王爷。自家人不必多礼，本王过来有事和丽儿商量，如今商量完了，本王就回府了。你好生回屋休息，明日我再来看你。王爷路上注意安全。好。见到父子三人还没有动的意思，又转头看向那三人。行了，都散了吧。微臣送王爷。老臣送王爷。主子，王爷走了，主子也快回屋吧。二哥，要不进屋？不必啦，天色太晚了，你也早点休息。说着话，转身出了院子，眼瞧着一院子人顷刻间走了个干净。骆九离摇了摇头，也回身回了屋里。萧明玄回到王府时，正看到陈央在府门口来回徘徊。陈央一看到自家主子，忙迎了上去。主子，为何还不休息？回主子，是属下错了，属下大错特错。那父女俩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贪心不足，是个欲壑难填的。这件事你不必出面了，明日让莫寒去办。莫寒，主子，那张家妇女恐怕……放心吧，主子心里有数的。对付那种人，莫寒比你有经验。要不是看在故去的张副将面子上，他肯定会忍不住一刀劈了那个张芊芊。哎呀，行了，别阴着一张脸。要我说呀，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人不说吗？生米恩，斗米仇。主子养了他们父女这么多年，如若真是个心善感恩的，唯恐会给恩人带去麻烦，又怎么可能会提出那种过分的要求？如今被你这么一闹，倒是让咱们都看清了那父女俩的嘴脸。如若某一天有人利用他们来对付主子，我都不用怀疑，他们父女俩肯定会临阵倒戈。所以啊，为这种心中没有大义只有利益的人，你又何必自责愧疚呢？陈阳听着秦颖的话，心里思忖，这么简单的道理，当初他怎么就没有想过，没有察觉到那父女俩的野心。此时九王府的主院里，张芊芊手里正端着不知名的吃食，站在廊下等着，而暗处南星就这样抱着剑看着这个女人作。远远的，张芊芊便看到了那个让她一眼万年倾心不已的男人。秦颖，张芊芊，我去，这女人是疯了吗？萧明玄皱着眉头，两只手攥得咯吱响。王爷，这是奴婢特意做的家乡的糖水，想请王爷。张姑娘，请自重。张芊芊，你在干嘛呀？你不知道王爷下令，正院不许外人进入吗？张芊芊不理秦颖和陈阳带刺的话，眼神一分不移地看着萧明玄。他打定了王爷不敢杀他，毕竟他的哥哥是王爷的救命恩人。萧明玄只觉得心口恶心至极，对冷凝的目光注视着远方，浑身却透出一股股内力威压，令人无法忽视又倍感危险。王爷，整个人软绵绵的就瘫在了地上。滚！说完这一个字，转身便进了屋内。主子喜清静，张姑娘还是请回吧，明日会有人送张姑娘出城。秦颖的手心都出汗了，主子已经有小半年没有这样暴怒过。这个张芊芊还真是个人才啊，才来第一天就把主子给惹急了。来人！立即就有侍卫走了过来。把他带回客房，严加看管起来。没有主子的命令，不许他踏出2进院一步。两个侍卫应了声，一左一右，毫不怜香惜玉的拽起张芊芊就走。国公府府曲院里，自从萧明玄走后，骆九离躺在床上，无论是闭着眼还是睁着眼睛，总也没有了困意。完了，我不会失眠了吧？也不知九王府那儿怎么样了，那父女俩会不会安分守己？这大晚上的，应该不会出什么幺蛾子。主子，进来吧。男主摸着黑进屋，主子怎么还没睡？睡不着，有事吗？这是南星刚刚派人送来的。
骆九离接过字条，打开一看，眼睛瞬间瞪得老大。我去，这个张芊芊到底是个精明的还是傻笨的？主子，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自己看看吧，我得消化消化。碰到这样一个人，冷处理似乎不大管用。男主接过字条，低头看去。主子，要我说，这种人就应该揍上他一顿，把他揍服了，打服了，他就不敢造次了。那只能治标不治本。什么标？什么本？他如此放肆无忌，就是因为他哥哥是王爷的救命恩人，而王爷又对他死去的哥哥做了承诺。你该知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个人的承诺就是一个人的信誉。只要张芊芊不犯无下限的错事，这一辈子他都会衣食无忧。那岂不是所有人都对他无可奈何了？憋屈，真是憋屈！这么多年，成为王爷将士和暗卫侍卫的人不计其数，为保护王爷战死沙场的、身先士卒的，也不是只有他张副将一个。怎的别人就没有去逼迫王爷做承诺的？怎的那张副将就……我真想掘了那张副将的坟，问问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如若这父女俩是个懂得感恩的，王爷这些年的照顾也不算浪费。可现在看来，这张家人还真是白眼狼啊。不过男主，你也不用那么大气，那张芊芊不就是仗着他哥哥是王爷的救命恩人才敢这么造次吗？那就让他闹，闹得越大越好，闹得所有人都对他产生了厌恶，把他哥哥那唯一的一点恩情全部抵消掉了，他的死期也就到了。可是主子，那张家妇女不是明日就被送回村子了吗？他不会这么轻易回村子的，要不就再让陈阳去敲打敲打他？没用的，一个钻了牛角尖儿、被贪婪和欲望支配的人，除非他自己能清醒地认识到现实，要不然谁也救不了他。张芊芊想了一晚上也没有想明白，九王爷为什么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怎么会如此无情？闺女，闺女，干嘛？天亮了，刚刚莫统领过来，让咱们收拾收拾，一会儿离京啊。屋里，张芊芊一听到离京，腾的一下子坐起身，手指紧了一下，又很快松开。与此同时，身在国公府的骆九离也醒了过来。小姐，天还早，您昨儿个睡得晚，再睡一会儿吧。睡不着了，去准备准备。吃了早饭，咱们去铺子看看。是，小姐，夫人来了。丫鬟话落，门外国公夫人便带着徐嬷嬷进了屋子。母亲，您今日怎么起这么早啊？不早了，天都亮了。这时，门外的丫鬟们端来了早点，摆在了外间的桌子上，2只碗，2双筷子，看来这是提前就准备好的。母亲想着好久没和你一起吃饭了，一早便让厨房做了你喜欢的玫瑰花粥，快来尝尝，来尝尝。骆九离端起碗来，用勺子搅了搅。其实他并不大喜欢吃甜食，但又不能驳了母亲的好意，遂尝了一口。味道清爽，不是太腻的那种甜。你喜欢，喜欢就好，喜欢就好。九儿，母亲有话想问问你。昨晚九王爷……骆九离喝着玫瑰花粥的动作一致，不方便说呢。如若不方便说，母亲就不问了。左右其实也没什么。昨日进九王府的那个女子叫张芊芊，她的哥哥在战场上为了救九王爷死了，临死之时希望王爷能照顾好他的家人，王爷答应了。不过这些年一直都是让人按时送钱财过去，以供那家妇女吃穿不愁。这次他们进京是特意想赶在过年之前来看看王爷，感谢王爷这些年接济的恩情。王爷昨晚过来说，今日一早就会派人送他们离开京城，所以母亲大可放宽心。既然是这样，母亲就放心了。母亲，待过了年，大哥成了亲，母亲就要当婆婆了，可做好了当婆婆的准备？怎么，你还觉得你母亲我会是个恶婆婆？不会不会，我母亲端庄贤良，心善人美，大方得体，优雅大度，温柔体贴，是全京城不会是全天下最好的婆婆。你这丫头，如今怎么这么鬼机灵啊？机灵还不好，既能让母亲开心，又能赚钱为母亲买好东西。骆九离说着，给春荣递了个眼色。春荣心领神会，赶忙进屋拿出一个锦盒。小姐，这是送母亲的新年礼物，母亲瞧瞧，喜不喜欢？这是送我的。夫人有所不知，这是小姐昨日亲自去翡翠阁给夫人选的新样式。小姐有孝心，夫人快打开看看。哎，打开看看，打开看看。国公夫人打开锦盒，里面是一只吉祥如意簪，好漂亮啊！还真是漂亮，母亲可喜欢？喜欢，怎能不喜欢呢？这是小姐送的第一份礼物，夫人定是欢喜的不得了。第一份礼物，这竟是17年来的第一份礼物。母亲，以后的每一年每个节日，女儿都要给母亲准备礼物，就像我父亲那样，宠着母亲，爱着母亲，让母亲成为这世上最幸福的女人。你这丫头就故意逗母亲掉泪。与此同时，宫里太和殿上，今日早朝与平日并无不同，有奏折的递上奏折，有事禀报的大体也都当堂解决，诸事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唯有站在殿上的骆道汉和护卫在皇上身侧的骆元良，时不时的便看向萧明玄一眼。这爷俩心中前所未有的期盼着早朝早点结束。对于那爷俩的心思，萧明玄毫无所察觉。其实他来不来上朝，皇上也不会无故问他。他能站在这儿，说明边疆无战事，长宁王朝国泰民安。是以他大大方方的在太和殿上想着他的小梨儿。昨晚离开国公府时，梨儿说了，只要他想，他可以随时去国公府。所以他今天该什么时候去？不能总是偷偷摸摸的半夜去，这样有损他的归誉。要不就白天去，对，白日好，白日正大光明，既能陪伴家人，又能规避来自外人的窥探的目光。萧明玄这样想着，退朝的唱和声已经在耳边响起。皇上有启公公伺候着，回御书房批注奏折。萧明玄正思索，正好今日军中无事，是个去国公府的好时辰。九王爷，请留步。关于溧阳军中之事，微臣想与王爷相商，还请王爷一步。正好，本王有事要去府上，同路吧。国公爷愣了一下，乔九王的意思好像还很期待啊。而此时，外城的街道上，一辆马车正晃晃悠悠地往城外走去。芊芊，你好些了没有？张芊芊哼了一声，不肯理自己的父亲。这是王爷让莫统领送给咱们的，爹刚才数了数，少说也有1000两啊。闺女啊，这1000两银子，再加上这辆马车，还有马车上拉的那些杂七杂八的物件儿，别说是跑1趟京城，就是再来回跑2趟也值了。爹，你别这么眼皮子浅，1000两，1000两对九王爷来说算什么？不过是打发要饭的。爹难道就不想以后日日都这么富贵？芊芊呐，荣华富贵固然是好，可是也得有命享才行啊。爹如今就只有你一个孩子了，爹也不要什么荣华富贵，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守在爹身边，别让爹再白发人送黑发人了。爹，女儿何时说过不守在你身边了？留在京城，女儿一样还是你的女儿。哎，你呀，你可知道昨晚莫统领和爹说了什么？王爷如今已有婚约在身，是国公府的2小姐，如今的永安县主，而且过了年就会大婚呐。论身份，论地位，论家世，你如何与她相比？那九王府里的荣华富贵又如何轮得到你呢？如今趁着王爷还顾念你哥哥当年的救命之恩，咱们父女见好就收吧。那又如何？京城里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权势富贵的府邸，何况男人3妻4妾。你给我闭嘴！爹，你不用凶我，我想好了，等莫统领离开了，我们原路返回京城，便是不去九王府，拿着九王给的这些钱，租个小院子留在京城，也比回到那鸟不拉屎的村子强。马车一路摇晃着出了外城的城门，过了京郊，上了官道。马车外，莫寒敲了敲车门。莫统领有什么吩咐啊？已经上了官道，我会留下2名侍卫送张伯回村子。好，多谢莫统领。莫寒拽起马箱，驾了一声，尘土飞扬中原路返回。他一个习武之人，会听不到那父女俩的对话。莫寒勾唇冷冷一笑，抬起手，随即一声尖锐的鼓哨声传遍了空旷的旷野。王爷，老臣想知道昨日进九王府的那个女子到底是何人，会不会对九儿？不会。便把有关于张家妇女的身份和国公爷说了一遍。今日一早，本王便派莫寒把那妇女俩送出京城了。国公爷大可放心，有国公爷珠玉在前，本王的后院只会比国公爷的更干净。既然是误会一场，那老臣也就放心了。既如此，那本王就去后院看看梨儿。这样，老臣现下无事，便陪王爷走一趟吧。好，有劳了。君臣2人一前一后，刚要走出暖阁，臣妇参见王爷。学生参见王爷。不必多礼。夫人，梨儿呢？我与王爷正要去找她。梨儿去了酒楼，我刚刚已经派人去找她回府了。王爷，前些日子梨儿交给厨下几道新菜式，厨下的师傅虽不能说全得其精髓，但也学了8、9成效。正好今日王爷来了，便留在府上吃个便饭吧。哈，那就有劳了。国公夫人笑着点了点头，留下洛元甲陪着说话闲聊，自己出去厨房安排。张掌柜，夫人让我过来寻2小姐。2小姐呢？可在楼里？你来晚了，2小姐刚离开酒楼。离开了？可是回府了？怎么来的路上没有看到府里的马车呢？从这儿回府上的路又不止那一条。
许这小姐从另外一条路回府的。也是啊，那我就先回去了。啊，路上小心一些。张掌柜，回见。回见。下人又马不停蹄地往府里赶，却殊不知他要找的那辆马车，在半路拐了个弯去了医馆。江明玄在国公府里是左等右等，也没有等到骆九离回府，反倒是去找骆九离的下人回来禀报，说是骆九离离开了酒楼，不知去了哪。国公爷吓了一跳，慌忙派人去找。不必慌乱，李尔身边跟着南竹和南星，暗处还有秦武，不会出事，想必是去了别处吧。说着给秦隐使了个眼色，秦隐心领神会的出了暖阁，去和秦武联系。王爷这是……他们暗卫之间是有特殊联系的，李尔如今在哪儿，在干什么，一会儿就知道了。骆九离与宝药堂众人道别，随即钻进了马车里。马车外一直隐在暗处的秦武现了身，和南竹嘀咕了两句，又消失在了马车旁。主子，刚刚国公府的下人去酒楼找主子，说是王爷去了国公府，让主子早些回去。你说什么？王爷在国公府？是，秦武刚才告诉的。那就快些。是。南竹甩了下鞭子，车轮加快了速度。哎呦，我的祖宗二小姐，你又去什么地方了？怎么了？我不过是去了趟医馆。老爷和夫人都着急了，唯恐您……呸！我在说什么混账话？如今呐，年关将近，外面街道上多了些无赖乞丐，别再冲撞了您啊！没事，我身边不是还有南竹和南星他们吗？骆九离笑了笑，抬脚进了府里。二小姐回府的消息还没等骆九离进了暖阁，就已经传了进去。阿弥陀佛，还好，平安无事。南竹，你去告诉父亲和王爷，就说我先回院子换身衣服，一会儿再过来。是。南竹点了点头，去了暖阁的方向。骆九离带着南星和春荣回去了福曲院。暖阁里，萧明玄一听到骆九离回后院了，本王去看看他。要不老臣陪同王爷一起去？王爷识得路，何况南竹还在这儿呢。南竹，带王爷去福曲院。是。抬脚出了暖阁。你干嘛拦着我呀？不让我一同去后院？你呀，如今王爷和李尔是未婚夫妻，过了年就成亲了，你这个时候左拦右拦有什么用啊？萧明玄来到了福曲院，就见南星抱着剑站在廊下。王爷。萧明玄摆了摆手没说话，然后推门走了进去。春荣，你去看看。正在服侍他的春荣点头，扭身出了屏风，忽见九王爷站在门口。春荣吓了一跳，习惯性的就要下跪请安，被萧明玄一个摆手制止住了。春荣也是个惯会使眼色的，忙低着头开门走了出去。骆九离听到声音，转身回头看去，岂料眼前黑影一闪，他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整个人已落入一个温暖有力的怀抱。把我一个人扔在府里，自己出去大半日，你说该不该付？骆九离被他搂在怀里，笑着轻轻叹了口气，凑过去亲了亲他的脸。这样好了吧，王爷来府里也没有提前说，我哪里知道？如若知道，又怎么会出府去酒楼？萧明玄似乎很受用这一吻，故意紧绷的眉眼渐渐舒展，搂着他的腰走出屏风后，随即拥着他一起走到八仙桌前。这一上午是不是很累？南竹说从酒楼出来，你去接了俏月，又去了金大夫的医馆。本来是带着俏月去医馆感谢金大夫，没想到意外当了一回红娘。当红娘？可是谁当红娘？金大夫、俏月，还是那个小徒弟？我记得那个小徒弟年岁不大呀。不是金大夫，也不是那个小徒弟，是金大夫的儿子。金大夫的儿子？上次去医馆，似乎并没有见过金大夫还有个儿子呀。他儿子叫金不换，这2年一直在外游历行医，才回京，应该是回来过年的。没想到月老给他拴了根红绳，才一进屋就和俏月看对眼了。既然这样，倒是省了很多事儿。什么意思？我曾说过，你身边不能有任何潜在的威胁。那俏月不比南竹和南星，甚至连春荣都不能比，毕竟不是家生子，是半路投诚，又是宫中出来的人，曾经又是那样的身份，自然不能留在你身边了。原本我想着是等他身体恢复，便派人把他送走。如今他能因祸得福，也是他的福气。骆九龄没想到萧明玄会想得这么周密。现在王爷能放心了？不放心，一日不能把你娶进王府，便一日不能放心。王爷这样说，显得我像是被娇养的菟丝花。如若可以，我希望能一辈子永永远远的娇养你。谁说王爷看起来寡言少语，其实也很擅长说情话嘛？你不喜欢，说不喜欢，以后我就不说了。当然喜欢，我很喜欢听，以后王爷要常说啊。王爷，我还有一件事想问。什么事儿？骆九离睁开他的手掌，然后起身走到药箱旁，从药箱最底层拿出一块铁牌。王爷看看，那兵器铺的掌柜说，以后无论我到哪个地方，只要看到有狼首的旗子，手持铁牌，任何一个地方都会随时欢迎我。萧明玄接过铁牌，低头看去，兵器铺竟然给了你这个。一粒解毒丹换了一个7节龙鞭和象征身份的铁牌。王爷想必应该知道这个铁牌的来历。知道，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把这个收起来，改日我带你去见一个人。所以王爷，
王爷、二小姐，饭菜都准备好了，请王爷移驾暖阁。一切顺其自然，不要过分纠结，时机到了，自然会让你知道的。你就直说你与兵器铺有关系不就得了？这拐弯抹角的，还真是让人伤脑筋啊！走吧，先去吃饭。他挽着他的手臂，笑颜如花。一干人等已经吃过了午饭，萧明玄并没有马上离开国公府，竟然鸡贼的征得了未来丈母娘的同意，又屁颠屁颠的跟着骆九离回了福曲院。半路上，骆九离还忍不住问他，是不是觉得他母亲好说话，怎么事事都先去征求他母亲的同意？难道他没有看到他父亲老国公爷那想要刀人的眼神？民间有俗语，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何况府里国公夫人最大，我是在延续你们国公府的优良传统。还别说，王爷眼光真毒。不过话说回来，我母亲为何最大，还不是我父亲宠的？男人不宠，女人又怎么能恃宠而骄？放心，以后九王府你最大，我定要宠得你比你母亲还要恃宠而骄。骆九离嘴角轻轻一抽，被他这句话说的忍不住又想笑又高兴又想亲他。快看有飞碟！身前身后众人不明所以的齐刷刷抬头望天，骆九离高兴的踮起脚尖，在萧明玄脸颊上亲了一口，撒腿就跑进了屋里。萧明玄金贵淡漠的脸上，眸光一瞬间变得温柔。身后南竹和南星是个眼尖的，自然也看到了主子亲王爷的画面，两个人偷偷捂嘴一笑。萧明玄大步进了屋，关上了门。刚才为什么偷亲我？喜欢啊，想亲就亲。你是喜欢我，还是喜欢亲我？有区别吗？如若不喜欢王爷，我又怎么会同意嫁给王爷？没区别，以后这话要多多说给我听。萧明玄觉得听他说喜欢自己这样的话，竟会让他这样心情愉快，低头情不自禁地吻了吻他的额头，努力地压制着内心深处咆哮而出的欲望。王爷不用去军营吗？不用，我还要等莫寒。等莫寒？主子，属下回来了。这人还真是不经面的，说曹操，曹操就到。进来。主子，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回主子，事情办得很顺利，人已经走了。派人进村监视，不要让他们出村子了。是。莫寒行礼退了下去。刚才莫寒说的是张家妇女，所以这是王爷的主意？不是，是莫寒和陈央商议的主意。依我的意思，直接把人打残送回村里。是莫寒和陈央顾忌我的声誉，又因是陈央先招惹人家的，所以便做了这个局。如若那张家妇女还敢回京，我不介意自毁承诺。好了好了，那张家妇女没什么好谈论的，我对他们没有兴趣。那你对什么有兴趣？我只对我家王爷有兴趣。我家王爷？萧明玄阴郁的心情很好的被他驱散开来，只是这高兴的喜悦还没有持续多久。谁？门外来人一愣。王爷，宫里来人，宣召王爷与老臣入宫。父亲，秦以莫寒都是死的吗？怎么会让国公爷来传话？骆九离已经起身去打开了屋门，身后萧明玄也走了出来。可知皇上召见何事啊？不知啊，不过传话的公公倒是也没有特别提醒，想来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好，那就走吧。萧明玄抬脚迈出了屋子。国公爷看了一眼自己女儿，刚刚他敲门时，萧明玄语气不佳，难不成这俩人闹别扭了？秦颖、莫寒，保护好王爷。是，王妃。我明日再来看你。国公爷一见这样，多少疑问也不用问出口了，遂跟着萧明玄出了福曲院。回到国公府时，已经是大中午。府里的人依旧和昨日一样，小心翼翼、安安静静的。二小姐，您回来了，王爷没跟着您一同回来。皇上有事，把王爷留下了。管家点头，没敢再说话。我二哥还没睡醒吗？听说当年裴大人春闱后，昏天暗地的睡了3天3夜，估摸着二公子不用3天3夜，也得2天2夜吧。好吧，那我就不去打扰二哥了。春荣呢？在院子里，说是二小姐要什么枣泥，她正带着几个丫头去准备呢。好，你去忙吧。骆九离带着南星南竹回到了福曲院，春荣已经把枣泥做好，也按照他的吩咐把药物细火烘焙，然后捶成细粉。如今只需要他亲自动手制作药丸，所以整整大半日的时间，骆九离就在福曲院内做这些细致到了极致的活计。夜幕降临的时候，萧明玄竟然跟公爷一同回到了国公府。在干嘛呢？在制药丸。管什么用啊？补血益气。我二哥在浩舍里待了9天，元气亏损，光睡觉食补肯定补不回来。他又不爱喝苦药，我就给做成药丸，外面裹着枣泥，酸酸甜甜的，开胃又补元气。这么细致，我也在宫院待了9天。这不是一码事，我能理解为王爷在吃我二哥的醋。可以这么理解。我家王爷这么霸道，又如此爱吃醋，该怎么办才好呢？李儿觉得应该怎么办？当然是宠着啦。那李儿说说该怎样宠我，我甘愿让李儿宠。王爷
假装毫不知情的男人哪里肯放过这片刻的温存，使劲儿把人又往怀里带了带。这可是在国公府，你左一句受宠，右一句受宠，就不怕府里的人听到有损你堂堂战神王爷的威仪？威仪哪里有独得利妖的宠爱重要啊？没法聊天了，再聊下去，只怕不是他克制不住，而是我自己克制不住男色的诱惑。沈将军面见皇上是有什么要紧事吗？宫里的事儿一会儿再和你说，先说说白日里发生在街上的事儿。王爷都知道了。还没出宫门口就听说了，好在你没有受伤，要不然梁慕婷吃不了兜着走。洛九离莞尔一笑，把白日里南竹和南星三人分析的事情经过跟萧明玄学了一遍。应该是丞相府里有人与梁慕婷结下了私怨，我提醒了梁慕婷一下，就是不知道她听没听懂。发生在翡翠阁的事儿忘了，依我看，你何苦浪费精力去救她，还去提点她？如若今日换成胡家人，我肯定不会救。不过那个梁慕婷小年纪，在对待感情这件事上如此重情，倒是让我刮目相看。我还听谢崇子说，丞相大人有心想让梁慕婷嫁给金鸡要塞统领薛宁山做田房。丞相府的事儿与咱们没关系，以后不需要与他们打交道了。那现在能说说沈将军进宫的原因了吗？桑南国五公主失踪了。失踪了？沈大将军原话，桑南国太子和五公主在春润两国边界已经进入桑南国国境内，夜半时分被一股不明势力打劫，单宝兄身边的使臣和护卫死的死，伤的伤，单宝兄也身受重伤，五公主身边的护卫一个活口没留下，而五公主也下落不明了。是王爷的人吗？我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动手。那王爷之前埋在五公主身边的那颗雷呢？那个叫阿暖的男子，他也一并失踪了。五公主失踪了，阿暖失踪了，可保护五公主的所有护卫却一个活口没留下，这里面是不是有其他隐情？我已经派人去查了，但我怀疑这件事到底是单宝兄设的局，还是五公主自己设的局，亦或是桑南国那些觊觎皇位的皇子们设的局，暂时还不得而知。看来这桑南国的皇室也并不安宁，在他们自己的国境内，太子受伤，公主失踪，想必桑南国国君也要彻查一番。只是那个阿暖和五公主一同失踪，这让我很意外，他们俩到底是谁救了谁？难不成是那五公主当真看上了阿暖，舍不得自己的男宠？你对他们的事情感兴趣？谈不上，我还是对我家王爷最感兴趣。爱妃该叫夫君了，下月就是咱们的大婚。爱妃，夫君？怎么傻了？忘记咱们大婚的日子早就定下了？没忘记，只是听王爷叫我爱妃有点不适应。不适应吗？我多叫几次就适应了。爱妃，好吧，这次听着又顺耳了好多。时间一晃而过，3月初8吉日宜嫁娶。小姐，先吃点东西，仪式要1天呢。春荣，有粥吗？或者热汤？这干巴巴的怎么吃得下？小姐，我娘再三嘱咐，不能吃稀饭，毕竟人有3急，一会儿穿上嫁衣不太方便。就是这包子，小姐也只能垫垫肚子，不能吃太多。洛九离怔了一下，虽然不太想吃，不过还是勉强吃了一些。门外，他母亲和姐姐洛九清就带着一个陌生的老嬷嬷走了进来。奴婢给九王妃道喜啦！请起，不知我该如何称呼您？奴婢是宫里梳头的冯嬷嬷，是九王爷特意让奴婢前来国公府为九王妃梳头。梳头？冯嬷嬷梳头的手艺十分好，当年宫里的皇后、嫔妃们成亲的时候，就是请她梳的头。她呀，是个很有福气的人，京都权贵女子出嫁也都会请她过来。夫人谬赞了。说着话，笑嘻嘻的上前拿过木梳，轻柔的把洛九离的头发全部梳通后，夫人可以开始了。一梳梳到尾，夫妻恩爱不用愁；二梳梳到尾，白发齐眉共携手；三梳梳到尾，夫妻无病更无忧；四梳梳到尾，儿孙遍地福禄寿；五梳梳到尾，永结连理齐相伴；六梳梳到尾，万事顺意好运在；七梳梳到尾，神仙下凡喜相迎；八梳梳到尾，八仙过海请欢来；九梳梳到尾，幸福长久过一生；十梳梳到尾，今生前世到白头。国公夫人看着镜子里的洛九离，脸上挂着笑，眼眶却不由得红了。女儿将要出嫁，她这个做母亲的心中百感交集。虽说女儿嫁过一次，可未遇良人，如今再嫁，她虽然不舍，但九王爷对她女儿的在乎，她也是看在眼里的。将女儿交给九王，她很放心。国公夫人这一红眼眶，随行的洛九清也情不自禁地抹了抹眼角。而洛九离一看自己母亲和姐姐红了眼眶，心中也是涌上了万般不舍。傻孩子，大喜之日哭什么？
说着，将梳子递给冯嬷嬷。冯嬷嬷笑着接过梳子，开始正式给骆九离梳头。夫人，二小姐，安亲王府的星鸾小姐和谢府的谢大小姐来了。哦，快请。是。丫鬟听到主母吩咐，退了出去。而屋里，骆九清也引着冯嬷嬷出了屋子。不多时，门外微风吹拂，带进来一缕缕的杏花香气，也带进来了一身喜气的谢崇子和陆星鸾二人。伯母安，伯母安。好孩子，劳烦你们一大早跑过来。夫人哪里的话，能来为九黎妹妹送嫁，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李姐姐，你好漂亮啊！骆九离扭头冲着她一笑，在春荣和南星的左右搀扶下起身。国公夫人，你这是生了一个天仙似的女儿啊！陆星鸾围着骆九离叽叽喳喳，而国公夫人则是被他这句话取悦的心情大好。李姐姐，你知道吗？九王爷为了娶姐姐，从九王府到国公府这段路铺满了长长望不到边的红毯，长街两旁都挂满了大红灯笼，迎亲的队伍更是浩浩荡荡，连绵不绝。星鸾，你再说下去，就把九王爷要送给你李姐姐的惊喜都泄露个一干二净了。可外面的人都知道啊。可你李姐姐不知道啊。陆星鸾一滞，慌忙闭嘴。夫人主子，王爷已经到了巷口。快去叫二公子来。妹妹出嫁得要有兄长背着出门的。还有，告诉大公子和那些在前面迎亲堵门的后生，不许为难王爷。当一身大红色喜服的萧明玄在国公府大门处停下时，迎接他们的不仅仅是锣鼓阵阵、鞭炮齐鸣，还有一排一排堵门的。萧明玄自然也知道，新郎进门总不会很容易，也做好了迎接各种刁难问题的准备。但当一个个看似刁难的问题丢出来时，他清贵的眉眼泛着耀眼的光芒。看来应该是府里有人发话了。府曲院内，国公夫人估摸着快要到入门吉时，忙让骆元甲背起骆九离。与此同时，国公爷和骆元良也让门口的一帮后生们把萧明玄放了进来。萧明玄身姿挺直地站在门口，周身褪去淡墨，只余一片柔情似海。不远处，骆元甲背着骆九离的身影越走越近。萧明玄行至国公爷夫妇身旁，躬身一礼到底。那老夫妻二人眼里噙着泪水，冲着他摆了摆手。萧明玄这才直起身，从骆元甲手里接过骆九离，将他稳稳地抱在怀里。萧明玄沉稳有力的双臂，似是抱着世间最珍贵的宝贝一般，丝毫不敢大意。我们回家。回家，回家！大红花轿起，几百米长的红毯，满枝的大红灯笼，10里红妆，从街头排到街尾，井然有序。而九王府里也早已布置得喜庆热闹，张灯结彩。不多时，锣鼓喧哗声持续回荡在耳畔，伴随着众人喜悦祝福的声音，长长的迎亲队伍停在了九王府门前。只见亲自迎亲的九王爷下马走到轿子前，一袭暗红长裙的男主和男星站在轿子一旁，同时躬身掀开轿帘。围观的众人惊讶，王爷不踢轿门。萧明玄弯腰，从轿子里抱出了他心心念念都要娶进门的人，一步一步入了王府。围观人群再次震惊的无以复加。放眼整个京城，谁家娶亲嫁娘不是男方在前牵着红绸，女方在后头挎火盆、马鞍紧随其后？可偏偏他们的九王爷不但亲自去迎亲，竟然连这些成亲都有的规矩都给免了。礼部仪官都有些愣住了，但好在马上调整仪态，入洞房。随着一声入洞房，整个九王府喜气的哄闹声更热烈。再忍忍。手臂交缠，交杯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终于，仪式来到了最后一下，长衣女官跪地，恭请两人结发。萧明玄亲自将自己和骆九离的发丝各取一绺，放置在金盘上。长衣女官把2绺发丝系成了如意同心结。恭喜王爷、王妃喜结连理，永结同心。恭喜王爷、王妃，祝王爷、王妃百年好合。赏。众人欣喜，纷纷开口谢恩。也非常井然有序地退了出去。终于，屋内只剩下这对新婚夫妇。萧明玄拉过他的手，也不知是不是他紧张的缘故，手指还是有些微凉。紧张了？没想到成亲的礼节会这么繁复。骆九离也不敢扭动脖子，实在是头上凤冠太重了。萧明玄一见骆九离僵着脖子，也没多余的话，上手就去摘他的凤冠。王爷，这合规矩吗？已经揭了盖头，任何事都合规矩。一边说着，一边把凤冠摘了下来。这么重？他当初让礼部定做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些？真是大意了。过来。萧明玄把他拉到身边，手指才接触到他后颈上的肌肤，心里渐渐火热的时候，王爷，皇上和皇后来了。皇上和皇后？萧明玄冲他淡淡一笑，安抚了一下，才抬头回复了门外一句：知道了。王爷，那我还用出去接驾吗？不必了，我去前院看看，你安心等着我。
萧明玄前脚刚走，春荣和南星、南竹三张笑脸就探出了头。小姐，主子，你们两个该改口叫王妃啊！对，王妃，王妃，快吃些垫垫肚子。你准备的？是王爷派人早就准备好的。王爷知道王妃一天未曾进食，怕王妃饿坏了，特意派人准备了不甜腻的小点心。洛九离吃了2块，又在春荣的服侍下净了手。也不知皇上和皇后什么时候走。那2尊大佛在府里坐着，别说是他，就是前院的宾客，估计也不敢尽兴吃喝了。王妃，我听秦隐说，皇上本想让王爷和王妃今日进宫入宗庙行大礼，敬了天地，拜了祖宗，再让王妃接册封受妃印。不过这些都被王爷拒绝了。哈，还有这事？王爷说宫里繁文缛节，项项下来都是极费功夫的，王爷不想让王妃受那辛苦。那皇上就同意了？要不然呢？如若皇上不同意，仪式能在王府进行？洛九离笑看着春荣惊呆的小表情，心里腹诽：萧明玄要入宗庙行大礼拜祖宗，也不该是拜在长宁王朝的祖宗。他拒绝，意料之中，也在情理之中。春荣，去打温水，我要卸妆。王妃，皇上和皇后还在前院，这会儿卸妆，万一皇上传诏怎么办？放心，皇上不会传诏。这都拜完天地入洞房了，皇上才携着皇后前来，显然是之前和萧明玄商量过的。是。春荣得了答复，这才起身推门去准备温水。只是他才出了屋子，拐过廊角，便迎面撞见了一个个子高高、身材比他大了2圈的侍女。你是谁？怎么在府里没有见过你？那侍女低眉垂眼的走进来，突然一个手刀把春荣砍晕了过去。屋里，南珠和南星正在把褥子底下的各色安床干果给收拾到一旁，便听到门外的敲门声。小春荣动作够快的。南珠去开门，刚一打开门，一股白色的粉末瞬间扑面而来，直入口鼻。你话音未落，南珠就直挺挺的晕了过去。南珠，南星的脸色骤变，长剑直接出手朝门口的侍女攻击过去。那侍女也不闪躲，扬手朝南星的方向砸出了一个盒子。南星抬手一挥，盒子被长剑劈成2半，盒中粉末四散，顿时一阵异香飘散在寝殿内。闭气！话音刚落，那主仆2人便也先后栽倒在了地上。只见那侍女连看都没有看倒在地上的南星一眼，便直奔洛九离而去。烛光下，新嫁娘身着明艳的嫁衣，如同睡着的美人，红妆粉黛，不掩轻眼，高贵明艳，不可方物。洛九离，没想到吧？有一天你还会再一次落到我手里。既然我得不到，那就毁掉好了。萧朱墨看着昏迷的洛九离，眼底全是阴森的恨意和疯狂浮出的占有及摧毁。反正他的储君之位已经没了，他未来的希望也全都毁在了洛九离和萧明玄手里。既然杀不了萧明玄，那就毁了萧明玄最在乎的女人。萧朱墨表情越发癫狂，伸手就朝洛九离的衣襟探去。然而手刚伸到半空，原本晕倒在地的洛九离突然以迅雷般的速度一把抓住他的手臂，然后飞身用2腿锁住他的胳膊，另一只手扬起，手里的针头狠狠扎入了萧朱墨的身体里。主子，不，王妃何时会武功的？眼前被南星用剑指着，南珠面无表情地扯动手里的鞭子时，他才猛然醒悟过来，自己中计了。洛九离，你竟然没事！洛九离狠狠踹了他一脚，把人丢给了南星和南珠。哼，就你那点毒粉，还想放倒我们？解毒丹都当我白吃了吗？南珠，把他绑了，嘴堵上。是。南珠麻利儿地把萧朱墨五花大绑了起来。南星，出去找找春荣。是。王妃，春荣昏迷了。洛九离一听，忙从座位上起身，给春荣检查了一下，这才松了口气。只是被砍晕了。说着话的功夫，春荣悠悠转醒。王妃，他怎么会在这儿？洛九离见春荣没事，心下大定，转身走到萧朱墨跟前，讥笑一声：“是啊，大侄子，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今日可是我和你皇叔大婚之日，你一个男子潜入我的新房，想要干什么？”一句大侄子，把被堵住嘴的萧朱墨气得七窍生烟，也让男足3人忍不住捂嘴偷笑。怎么生气了？你一个窝囊废被我一个弱女子算计，还有什么资格生气？不过九王府戒备森严，你皇叔为了防止发生意外，这里外3层都加强了防范，你竟然还能如此轻易就混进来，我猜想必然是因为王府里有人跟你里应外合，如若不然，你这条狗命早就交代在这儿了。萧朱墨猛然看着他，眼中全是不敢置信，他竟然狠毒至此，也竟然敏锐至此。男主，卸了他的下巴，折断他的手腕。是。男主厌恶地瞥了他一眼，下手的动作毫不吝啬。王妃，接下来怎么办？带去教场。南珠和南星同时威震，教场下有单独关押人的地牢。王妃的意思是要让萧朱墨有来无回，可萧朱墨怎么说也是皇子，是皇上的儿子，如若在九王府里把人弄死，
发什么愣？你们要知道，今晚不是我死，就是他死。男主哪敢多言，扛起萧朱墨就从侧窗跳了出去。与此同时，前院外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找，务必把刺客找出来。南星，去看看。是。南星攥了攥剑柄，心里咒骂了一句：这些人狭隘自私，龌龊恶毒的狗心思。昂首挺胸推开屋门，正看到皇上、皇后、九王爷和一个来参加婚宴的众人踏进了院子。王爷，王妃呢？回王爷话，王妃在屋里。刚才王妃有点饿了，吃了点心，要净手。属下正要去端温水来。方才有什么人过来吗？没有，属下从王妃进新房开始，一直没有离开过，更是不会让任何不相干的人过来打扰王妃的。一旁，皇上眸色冷凝，与萧明玄交换了个眼色。看来今晚是有人故意要把众人往正院引，想要在大喜的日子里搞出点事情来。九弟呀，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前院陪同宾客的事情就交给几个宗亲侄儿吧。如今天色也不早了，你留下来回屋里去陪陪新娘子呀。皇上发话了，随行众人也个个神情晦暗莫测。以国公爷为首的几个武将，不知从哪儿拎出了个侍卫。就是你说有刺客潜入了后院的新房。那侍卫吓得当场跪地，却不敢再言语半句。造谣生事，罪责当诛，来人把他拉出去。立即就有人上前把那个侍卫拉了下去。既然是虚惊一场，皇上又嘱咐了几句，便带着皇后离开了九王府。有没有事儿？有没有伤到？放心，我没事。是萧朱墨扮成侍女模样潜了进来，想要对我不轨。我已经让男主把人卸了下巴，双手折断，带去教场了。萧明玄的脸色骤变，不是惊愕于洛九离下达命令的手段，而是惊愕于萧朱墨找死的行径。大婚之日，萧朱墨一个男子潜入新房，前院又有被收买的侍卫通风报信，说是看到刺客潜入了后院。萧朱墨他还真是死性不改啊！追查刺客，这个理由倒是光明正大。无论萧朱墨能不能得手，一旦当着皇上和所有宾客的面出现在新房内，那谣言就会四起，皇室和王爷的脸面，我的名节都将在这一夜遗臭万年。哼，若是更严重点，说不定皇上暴怒会当场杀了我。所以王爷打算如何处置他？他把这般龌龊阴暗的心思屡屡用在你的身上，不可原谅。南星，王爷，你去告诉秦野，将人关进地牢，本王明日亲自处置他。是。南星领命，拉着春荣快速离开了屋子。王爷明日亲自处置，看来萧朱墨只有一碗活头了。屋里，萧明玄拥着洛九离坐在床边，看着面前人儿明媚的容颜，眸色也渐渐灼热了起来。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今晚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洛九离点头，知道他盼今天盼了多久，笑着亲了亲他的唇角。这一亲吻就像是触动了某种开关，萧明玄心里悸动的竟如同毛头小子一般，直接将他掀翻压在了床上。王爷还没换衣服。两个人都穿着厚重的喜服，一会儿万一着急脱的时候，洛九离都能想象得到他那个笨手笨脚的画面。萧明玄在他白皙秀气的脖子上啃了一口，不情愿的起了身。太煎熬了。洛九离没忍住笑出了声，萧明玄也不恼他的低笑，快速更衣解带，转身之间却见洛九离依旧一身大红嫁衣，坐在床边秋水盈盈的望着他。夫君帮我。萧明玄心头悸动，眉目瞬间融化成了一团。夫君，他终于成了他名副其实的夫君，为自己所爱之人更衣，他乐在其中，遂伸手替洛九离除去身上繁复的嫁衣，温柔的将他放在床上。他的脸微微发红，眼神迷离又羞涩。萧明玄喉头动了动，低头吻了上去。红烛高照，鸳鸯交起，锦殿流光溢彩，大红的纱帐层层晃动，朦胧烛光映着帐子里交叠的身影。此同时，京城某座府邸内，人呢？没有出来。没有出来，是人没有出来，还是你们把人看丢了？属下一直在府外监视，未曾想那个侍卫会那么容易就被抓到。而他要等的人却由始至终没有从九王府出来。哼，这就有意思了。看来九王府内有私牢，只不过他当真敢对皇上的儿子下手，这简直出乎我的意料。主子，如若昭王真的死在了九王府，那主子的大业至少少了一个绊脚石。昭王不足为惧，他只不过是一颗比较好利用的棋子罢了。不过，如若让皇上知道他最信任的兄弟杀了他的亲生骨肉，皇上还会如同以前那样再去信任九王吗？只是他又不敢去忽略洛九离的存在，毕竟上次宫宴上，洛九离带给他了新的震撼。王水化尸化骨，如若他真想让昭王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那即便是把九王府翻个底朝天，也不会找到一丝一毫的证据。难呐，还真是纠结。翌日一早，洛九离醒来时，外面已是日头高照。王妃，你醒了。王爷呢？王爷去了教场。洛九离没说话，看来萧明玄是去料理萧朱墨了。门外，春荣和南星一个端着温水，一个端着软巾等洗漱用的物品进了屋。一见王妃醒了，纷纷走了上来。
你们俩这么慌乱干嘛？忙不过来就让门外的侍女进来帮忙。王妃有所不知，今日一早，王爷下令，府内所有侍女全部遣去二进院当差，除了我和南星、春荣外，任何侍女不得进入后院，尤其是不得接近王妃的正院。这又是为何？因为昨晚府里的暗卫也被王爷换了一批。昨晚其实是有暗卫看到那个侍女进院子的，但没有人起疑，只以为是进后院服侍的侍女，没想到会发生那种事。骆九离闻此，顿时哭笑不得。萧明玄这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二英呢？二英也进了二进院啊。好吧，看来待会儿他得和萧明玄商量一下。此同时，九王府的地牢里，九皇叔，你私设牢房，关押皇子，动用私刑，就不怕父皇问罪？打！九皇叔，我是皇上的儿子，是王爷，你不能对我用刑，不能对我用刑！执鞭的暗卫只效忠于萧明玄，冲着自家主上恭敬的行礼之后，走到萧朱墨身边，就是狠辣的一鞭子挥下。他如何算计也没有算计到，萧明玄竟然胆大妄为，私自关押了他，并对他处以这样的私刑。不过才挨了10几鞭子，萧朱墨就生生的痛晕了过去。用药！暗卫一听，转身从牢房的角落里端来一盆发绿的水。这种药水泼在受伤的身体上，不但能让人清醒，还会暂时麻痹疼痛，但一旦药效失效，那痛苦就又加重100倍。刚刚痛晕过去的萧朱墨很快被冷水泼醒。你的确该死，继续。是。萧明玄身体坐在椅子里，单手支额，脸眸盯着萧朱墨，暗卫照做，动作没有一点迟疑。随着时间渐渐流逝，不知道挨了多少鞭，只知道萧朱墨一次次晕了过去，又一次次被泼醒，整个地牢的空气里都弥漫着血腥味。死了吗？暗卫上前探了探萧朱墨的鼻息，回主上，还有口气。萧明玄起身，漫不经心地整理了一下衣襟。时间还早，你们继续。说着走出了牢房。恭送主上。王妃，您看我采的这株杏花好不好看？好看。骆九离点头，随即又和身边的男主窃窃私语起来。你的意思是说，昨晚那个侍卫并非萧朱墨买通的？只是可惜，再要盘问下去的时候，那个侍卫便毒发身亡了，线索断了。不过王妃放心，线索虽然断了，但只要继续追查下去，还是会找到蛛丝马迹的。王爷！沉默的骆九离猛然抬头看过去，只见远远的看见萧明玄走进了院子。我先去沐浴，让他们陪你。我等着王爷一同用膳。马上。春柔，你去厨房让人准备些精致可口的早点送过来。是。春柔转身快步去了小厨房。约好了，一大早辛苦了。这是百合粥，先垫垫肚子。等到昨晚我不辛苦吗？羞不羞？萧明玄一见他害羞了，眉梢眼角都带着喜悦，伸手把他圈进了自己的臂弯，低头忍不住亲了亲他的唇角。韩非如此害羞，看来以后要经常说才好啊。骆九离知道他是故意让自己放宽心，毕竟私求皇子亲王，甚至杀了萧朱墨，那是寻常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先吃饭吧，吃了饭不是还要进宫吗？进宫干什么？敬茶呀。不用了，皇上特意嘱咐不必去宫里敬茶，今天咱们就在府里好好休息，哪儿都不去。那一会儿吃完饭带我去密室一趟吧。萧明玄眉心微动，转头看他，我去给父皇母后磕个头。一句话瞬间滋润了萧明玄那颗鲜活的心灵，他未想到的事情，他竟然一直记挂在心里。这颗蜜枣很甜糯，尝尝。萧明玄几乎没有犹豫地张嘴吃下，眼梢勾起一抹迷人的笑意，仿佛是耀眼的阳光穿透冰凌。吃过早饭，萧明玄停退包括春荣、南竹、南星在内的随身侍卫和丫鬟，牵着骆九离的手，一路往西北角的教场走去。站在一排又一排的牌位前，骆九离的心境比上次要平静了很多。他抬头看向萧明玄，他拉着他轻车熟路地走到香炉前。父皇母后，儿臣昨日大婚，今日带着你们的儿媳来给你们请安了。父皇母后，我是骆九离，长宁王朝一国公府嫡次女，宇文浩天的结发妻子，今日特地来向父皇母后请安，也请二位放心，今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我都会与他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一起携手并肩，共抗命运，绝不会让他自己再去面对所有艰难。还请父皇母后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骆九离说完，低头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响头。萧明玄听他说着，心里的震动久久不能平静。你这么看着我干嘛？谢谢你，谢谢你想我所想，也谢谢你爱我所爱，更谢谢你来到我身边。傻样，快给父皇母后磕头。萧明玄笑着点头，随即磕了头，这才起身拉着他又原路出了密室。
一日来，萧明玄不去早朝，也不去宫里，更不外出，就在府里陪着洛九离享受婚后的静谧时光。反倒是府外已经翻了天了，原因无他，只因被圈禁的昭王失踪了。皇上震怒。王爷，你说皇上会不会？会，但不要紧，怀疑是需要证据的。昭王被圈禁，没有皇上口谕就私自出府，这是违抗圣意。何况皇上派人去查，真正害怕恐慌的不应该是我们。王爷是不是查到了什么？不要动，都画坏。他抬手轻柔地帮他擦去画坏的眉形，这才附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怎么会是他？你也很吃惊吧？我瞧着宣王稳重老实，就连瞧着对那储君之位都不大热衷。更重要的是，他与我没有任何交集，为何要协助昭王潜入九王府？也许他认为只有你我大婚才能刺激昭王入了他的圈套，只是他没有料到昭王出师未捷，更没有料到我们敢对昭王动手。他只是掩耳盗铃，难道他就不怕被你查到，状告到皇上跟前？他并未出面，但是他的人出的面，想必现在那人已经被他灭了口吧？但是他忘了，你是我的逆鳞，敢在你身上动心思，别说储君之位，便是宣王之位，我让他做的都不安稳。洛九离没说话，他觉得宣王实在是太蠢，但储君之位不适合他。果然，就在萧明玄说完这些话的几天后，有人在京城某处宅子里发现了昭王的尸体，而恰恰那个宅子就在宣王名下。又过了2日，宣王利用职权中饱私囊的证据被送到了皇上手中，一件2件都与宣王有关。皇上震怒，直接在御书房外下令杖责50，禁于宣王府。至此，宣王尚未出师，各种阴谋就被扼杀在了摇篮里。回到九王府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王爷呢？回府了吗？刚才秦颖回府过了一趟，说是王爷从宫中去了军营，让王妃晚上用膳，不用等王爷。去军营是有什么要紧事吗？秦颖没说啊。好吧。洛九离也没有执着的去知道结果，便抬脚进了府里。吃晚饭的时候，萧明玄果然没有回府，没有人陪着，洛九离便草草的吃了几口。当窗外夜色越来越黑的时候，萧明玄依旧没有回府。王妃，要不您先休息，你们出去吧，我再等等。春柔也知道王爷王妃新婚燕尔，一些贴身伺候的事儿也从不假手于人，王妃让出去，他也便乖乖的出了屋子。王妃呢？可是休息了。王妃说再等等王爷。洛九离也不知道自己迷迷糊糊等了多久，反正手肘撑着桌子，恍恍惚惚的，有些睡眼朦胧之时，听到有轻微的脚步声，然后是身体腾空被人抱起。王爷，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进屋，见你坐在凳子上就睡着了，没敢叫你。我以为把你抱到床上去，没想到会把你惊醒了。他说着话，把他放在软榻上，眉目放柔，低头亲了亲他的额头。今日忙了一天，没有赶回来陪你吃晚饭。春柔那丫头说你晚上没胃口。我不是太饿，你不必听他们说，我吩咐厨下去给王爷准备饭菜。不必了，我已经在军中吃过了。王爷在外面跑了一天，累了吧？那我让他们去准备热水，王爷先去泡个热水浴，解解身上的疲乏。萧明玄原想说还好，不必这么麻烦，他去沐浴房冲一下就行了，但突然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又改了口。也好，我这身上呀，还真是有些疲乏了。洛九离一听，赶紧吩咐人去备浴桶和热水，哪里注意到身上萧明玄嘴角翘起，目光盈盈地锁着他清绝脱俗的面容。韩妃，我们还没有洗过鸳鸯浴呢。王爷不是说身上有些疲乏吗？所以需要做些事去乏呀。既然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两个人又是名副其实的夫妻，还有什么可扭捏的？麻烦夫君抱我去。萧明玄唇角微挑，低头奉上一吻。夫君乐意之至。浴桶里水面上热雾缭绕，漂浮的花瓣散发出清新的香气，气氛旖旎而迷人。但洛九离被一团团花瓣包围着，热气氤氲了他的眉眼。当他如瀑布般的乌发散落在后背肩胛，浸湿在水中，一双漆黑瞳眸喜悦而娇羞地凝望着他时，萧明玄忍不住就有些情动。可如今一个水里一个水外，他努力克制着心头火热的悸动，自己宽衣走了进去。我家王爷的身材真不错，韩妃满意就好。说话间把他拥入怀里，水面上荡起一圈圈涟漪，花瓣飘动，幽香暗涌。洛九离依偎在他怀里，唇角微抿，比起肌肤之亲，他突然更享受此时这种旖旎温馨的气氛。王爷背对着我，我给王爷捏捏肩。萧明玄目光正朝下，落在他脖子以下的地方，心跳不由加快。听他这样一说，赶忙转移视线，转身侧靠着桶壁。洛九离笑了笑，抬手搭着他的肩膀，细致地给他按摩起几处穴位。萧明玄闭上眼，享受着他细致体贴的服侍，他甚至不自觉地发出了一声轻哼。有这么舒服？很舒服。我今天才知道爱妃拥有一双神奇的手，以后呀，我是不是能时常让爱妃帮我按摩？好，只要王爷想，我随时。说这
这话的人是带着些许揶揄，可听在萧明轩耳中，却像是另一种暗示。爱妃，归给爱妃服侍按摩。手指在他脊背上画了个圈圈，一点点朝下挪去，停留在他纤细没有一丝赘肉的腰部，又画了个圈圈。王爷。就在这时，萧明轩俯下身子，在他的耳垂上落下亲吻。洛九离身子顿时一僵，随即哆嗦了一下。我的爱妃定力似乎不太好啊。这次揶揄的是他，被揶揄的是他。看着他双颊飞上红晕，柔弱无骨的纤细被他紧紧包围，还有他那雪白的颈上挂着水滴，滴落入他的脖子下方，直接摧毁了他最后一丝理智。爱妃。萧明玄的嗓音有些暗沉嘶哑，俯身又吻住了他的唇，气息已经完全乱了。浴桶里的温度有点高，水面上漂浮着的花瓣，空气中萦绕着香气，以及彼此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仿佛都带着某种蛊惑人心的魔力。王爷今天回来的这么早？回来陪你吃午饭，吃过午饭还要去军中呢。又何必跑这么一趟呢？萧明玄走到他身后，想你了，顺便告诉你，皇上已经同意岳父大人辞官归隐了。这么顺利？等我得了空，带你回国公府陪陪两位老人家。不多时，厨下准备好了饭菜，两人手拉着手去花厅吃饭。吃过午饭呀，回去军中。你呢，回我小憩片刻。我下午要去酒楼一趟，已经好些日子没有去查看账目了，张卫一个人忙不过来。去酒楼也好，让南星和南竹跟着，路上注意安全。两个人吃了午饭，萧明玄陪他消了食，这才慢悠悠地换了衣服。晚上会早点回来陪你。萧明玄看着他眉眼温柔地为自己整理衣襟，突然双脚就像灌了铅一样不想离府了。好，我在府里等着王爷，不过王爷也不要偷懒，别让皇上觉得王爷成了亲，娶了媳妇儿就不务正业了。萧明玄一笑，低头亲了亲他的额头。皇兄不会这样想，再等等，等这阵子我把军中的事情忙完，就带你外出游玩，散散心情。看着面前丰神俊朗的男人，心头微震，随即翘起脚尖，抬头亲了亲他的唇角。路上注意安全。萧明玄的唇角翘起，双臂不由自主地圈紧了怀里的女子，低头好一阵耳鬓厮磨，才恋恋不舍地松开她，转身出了王府。直到萧明玄的背影彻底消失在眼前，远远的南星和南竹、春荣三人才敢往自家主子跟前凑过去。王妃，是不是成了亲的男人都这么粘人啊？想知道吗？南竹竟然还真老实的点了点头。那你就赶紧找个人嫁了，自然就知道为何成了亲的男人都这么粘人。王妃真当托付终身的男人这么好找吗？趁着萧明玄去军中的时间，骆九离派人备了马车，直接去了天下第一锅和饺子馆。王妃娘娘，这些就是这几个月来两处酒楼的账目。骆九离翻看着账目，没想到这饺子馆月入的银子竟然和天下第一锅持平了。这饺子馆虽然比这边费些事儿，但胜在翻桌率高，而且老少皆宜，好多人都得意这一口，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了京城人心的追捧。很好，我的要求还是和以前一样，无论挣钱多少，一定要保证食材新鲜和食品安全。王妃放心，两个店里都是可靠的人，在这件事上绝不会出岔子。下去吧。是。张问抱着账本退出了彩铃渡的包厢，这才退出去，还没下楼，迎面就见到了上楼来的两个人。哎呦，大公子、少夫人，您二位怎么来了？我们在对面的绸缎铺子，正好看到九王爷的马车，想着必定是王妃来了，便过来看看。这正赶巧，王妃就在包厢里。骆九离正靠着窗子看着楼下，听到敲门声，还以为是谁，也没有起身，就让南竹去开门。王妃，是大公子和少夫人来了。大哥、大嫂，你们怎么来了？在外面见到了九王府的马车，你嫂子便拉着我过来看看你。大哥今日不在宫中当值，今日休沐，难得大哥休沐，还能陪着大嫂出来。春荣，给大公子、少夫人看茶，我们说会儿话。你让南竹陪着你去云之阁，多买些今日新出的糕点，一会儿让大哥大嫂带回去。是。随后，南竹和南星以及春荣便出了厢房。父亲辞官在家，不知如今状态怎么样？你不必担心，父亲一切都好。原本我和你嫂子还有你二哥都有些担心父亲的状态，没想到父亲挺能想得开。早晨陪着母亲在花园里面遛弯，整理花草，吃了饭就陪着母亲礼佛，抄写佛经，说是要把这些年没有陪在母亲身边的日子全都给母亲补回来。如此，我便放心了。王爷还说过2日陪我回府陪陪父亲呢。包厢内气氛正佳，这时外面却传来一阵规律的敲击声。骆九离下意识地皱了下眉头。大哥，是不是你们进来时有人看见了，过来打招呼？说的就是，这一路倒是没少碰到熟人和你打招呼。我去看看。
骆九离和沈妙清原本没多在意，哪想到骆元良随手一开门，外面站着的人哎呦一声，直接精准的栽倒在了骆元良的怀里。骆九离不由自主的看了眼自己的大嫂，随即眼神锐利的向门口看过去。这位公子，对不起，十二不是有意的，只是一时没站稳。骆九离一双眼眸不由自主的眯了起来，腾的站起身，噔噔2步窜到门口。干什么玩意儿？碰瓷碰到我家门口了？你怎可如此粗鲁？你这是做什么？若是我有什么过错，你可以说，为何要推我？哼，没想到还是个白莲花。看你的穿着打扮，出身应该不低。你家里就是这样教导你，随便往男人怀里扑的吗？这位公子，我不是有意的，公子何故毁我名声？既然不是有意的，那就麻烦你行事检点一点，眼睛长着是摆设吗？说完，再也不看那个女子一眼，转身气哄哄的进了屋子。这时下了楼的南星冷肃着一张脸，噔噔噔跑上楼，根本不待自家王妃吩咐，枪的一声抽出宝剑，退后！你们欺人太甚！晴儿，我是躲闪不及，你不要生气啊。我知道你连公主尚且不看在眼里，又何况是这种居心叵测的女人。只是我觉得奇怪，那女人怎么就知道来敲这间厢房，又怎么能算出是你去开门？南星，门口横刀立马的南星听到王妃的声音，推开门走了进来。王妃，你刚才为何没在厢房外？回王妃话，刚才有一个人说楼下有人找属下，属下这才下的楼，未曾想楼下无人，楼上却发生了这种事，是属下大意，还请王妃降罪。看来那个女人是明知厢房内咱们3人的身份，还故意前来，到底是为何？难道就是单纯的为了对大哥投怀送抱？降罪就不必了，你去查一下那个女人的身份。是。南星接了令，转身出去办事。与此同时，公主，怎么样？很顺利，很好。只要明日他闻到药引，我就不信这一次国公府不办丧事。至于你，走吧，与本公主回宫，了却你的心愿。臣女多谢公主。王妃，那女子是丞相夫人娘家侄女，名叫白珊。丞相夫人娘家侄女？骆九离是怎么也没想到，那女人会是这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沈妙清心里琢磨着，难道那个叫白珊的女人当真看上了骆元良，想要经过这种途径嫁入国公府？一想到自己的夫君被这么个女人惦记，他也不知是怎么的，心里一阵犯恶心，当真就捂着嘴呕了起来。晴儿，你怎么了？大嫂，您这几天大嫂胃口怎么样？有没有看大夫？你大嫂这几天胃口还真是不太好，说看大夫也不肯。正好你在，要不你给嫂子诊个脉？嫂子，伸手过来。片刻后，顿时就精神一振，抬起脸瞅了自家大哥一眼，有点古怪。怎么了？小妹，我到底是生病了还是你说句话？大哥，准备一桌上好席面，请我吃酒吧。我要当姑姑了。你是说你大嫂她有了？真的有了？不错，有了。大哥，你要当爹了，我要当姑姑了。大嫂，你要当娘了。别在这儿了，赶紧回府，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和母亲。我都能想象父亲和母亲得高兴成什么样。父亲才辞官隐退，大孙子就来了，这可是喜事儿，大喜事儿啊！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事能比这件事儿更让人高兴、更让人牵挂的？对，回府。骆元良弯腰一下子就把沈妙清抱在了怀里。不用，我能走路。骆元良搂紧了他，也不管他抗议，抱着人就出了门。骆九离和南星笑嘻嘻的跟在身后。出了楼里，正瞧见远处有人驶着快马飞奔了过来。王妃，是王爷。果然，骑在马上的萧明玄随即翻身下马。王爷，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军中的事儿交代给了张副将和赵武校尉，会便赶着回来接你。不过瞧着什么喜事儿让你这么高兴？骆九离一笑，俯身在他耳边耳语了2句。萧明玄有些惊讶地看着他，就把目光看向傻乐呵呵钻进了马车里的骆元良。别看了，快上马车，我们一起回国公府。骆九离拉着萧明玄的手，萧明玄这才和他一起钻进了马车里。一进马车里，萧明玄就盯着骆九离的肚子。爱妃，一定是我不够努力。不许再说。害羞了，爱妃别难过，我往后努力耕耘。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们的孩子一定会早早的来找我们的。那不正经的语调，恰是他满是郑重的模样，让骆九离一阵的气结。以前他也没有发现他还有这么痞气的一面。马车很快就到了国公府。骆元良是抱着沈妙清回府的，这可把府里的管家下人们吓了一跳，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一溜烟的赶紧派人去回禀老爷和夫人。怎么回事？可是青儿出事了，王爷。
岳父大人、岳母大人，不要跟着进屋了。岳母大人，请进。王爷可知出了什么事儿？管家说是元良把妙清抱回来的，瞧着严肃得很。萧明玄张了张嘴，想把实情告诉二老，可一想，这等喜事还是当事人告诉比较好些。具体的，本王也不清楚。等一会儿他们出来，岳父大人亲自过问吧。也好。母亲，好孩子，这是怎么了？我和你父亲听到回禀，赶忙过来看看。九儿，你嫂嫂可有事？有事，大事，大喜事。大哥，你快和母亲说。母亲，青儿有了。沈妙清也合时宜地摸着自己平坦的小腹。青儿真有了。我月事一向不稳，自己也没有往那处想，倒是多亏了王妃。要不是王妃看出来，恐怕我还不知道。这一番话可是把国公夫人欢喜得不得了，好一阵对儿媳妇嘘寒问暖。至于屋外的国公爷，在听说自家儿媳妇怀有身孕时，一张老脸笑成了一朵花。这孩子来得好啊，来的是时候。骆家的第一个嫡长孙，好，我得去给祖宗们上炷香，上炷香啊！萧明玄是第一次见到国公爷爷有失态的时候，既觉得好笑，又觉得无奈。骆九离把屋里各种孕妇注意事项和自己的母亲大哥说了一遍，才和萧明玄离开了国公府。当然，萧明玄借着自己不够努力的借口，在吃过晚饭后便缠着骆九离一晚上没有出屋子，也不知道是真的受了刺激，还是他也迫切的希望能和骆九离有个孩子。就算是骆九离之前被下药的那次，还有两人成亲那晚，他都没有这么疯狂。激烈缠绵之后，萧明玄终于抱着怀里舒软的人儿去沐浴净身。门外听到传话的春荣和南竹、南星进了内殿，把床单被褥都换上了新的，这才低头垂眉退了出去。什么时辰了？此事刚过。骆九离轻应了一声，身上有些微微酸，人也昏昏欲睡。困了。骆九离的确困倦了，迷迷糊糊了一声，便闭着眼，不一会儿就陷入了深眠。萧明轩凝视着他的睡颜，眼底尽是纵容和温柔。次日一早，骆九离醒来时，外面已是日头高照，身边的床铺早已凉了，舒展了一下身子，这才起身穿上衣服。门外春荣听到动静，赶忙推门走了进来，南星、南竹也进来伺候。王妃，你醒了？王爷上完早朝还没有回府吗？一直没有回府。哦，骆九离点点头，起身去洗漱。萧明玄说过，忙完这段时间就带他离京，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忙完。一主三仆带着礼物出了九王府，府外也早已备好了马车。骆九离才让春荣把礼物放上马车，便听到巷口处传来哒哒急促的马蹄声。王爷！萧明玄翻身下马，带上药香，快跟我进宫。怎么了？宫里谁出事了？先进宫，路上我再和你详细说。带上药香。是。放眼整个京城，能让王爷露出这种神态的，除了宫里的皇上和甘泉宫的凤德夫人，还能有谁？主仆三人都想到了一处，也根本没有太过焦虑。你们两个跟上！说完，策马狂奔。管家也是个有眼力劲儿的，早已派人牵来马匹。南星和南竹纷纷翻身上马，追了上去。这可真是一场生命接力赛。以往马匹或者马车到了宫门，都要下马走进宫中，但今日萧明玄连马都没有停。宫门口的守卫也是早早就让出了路，三匹快马几乎是风一样飞进了宫门口。终于到了一处宫殿，萧明玄搂着骆九离飞身下马，骆九离脚下一沾到地，双腿便有些发软，不是骑马骑的，而是刚刚在来宫中的路上，萧明玄已经告诉了他实情。原来不是皇上出事，也不是凤德夫人出事，而是他大哥不知因何原因中毒了，性命危在旦夕。萧明玄一看他那变得清白的脸，心里心疼死了。可这种时候他又不能对他隐瞒，这不是甘泉宫，这里是禁军营房。禁军营房是谁？南星看了他一眼，脸色严肃压抑，没有说话，跟着王爷和王妃的脚步快步进了殿内。小妹，二哥没事，放心。这个时候谁都可以慌乱，但唯独他们兄妹俩不能慌乱。他大嫂昨天才查出来身怀有孕，他父亲为了大哥二哥的仕途辞官归隐，绝不能让府里知道这件事，更不能让他大哥出事。骆九离使劲攥了攥有些发冷的手指，话都没问，更没有问他大哥中的是什么毒。打开药箱，从最底层拿出黑色的瓷瓶，倒出2粒药丸，连忙给骆元良服下。这是什么？解毒丹，可解百毒。二哥放心，只要吃下解毒丹，大哥就会没事。王妃，骆统领所中之毒为两心眠。何为两心眠？是2种毒药，一种为照，一种为饮。2种药单独用时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但一旦2种毒药在体内交汇，
就会使中毒者身体痉挛、呼吸困难、口吐黑血。如若不能即刻解毒，不消半日，中毒者就会被折磨致死。好在骆统领出事时遇到了金不换，他一眼就看出了骆统领所中之毒，便给骆统领用银针护住了心脉，又给骆统领服下了炭灰，用绿豆和金银花、甘草煎服了药剂，才能暂时保住骆统领的性命。王妃娘娘，两心棉乃是江湖人惯用的毒药，这种毒药在市面上不流通，除了江湖中人，便是黑市有卖此药。微臣也是曾经跟随父亲救治过中过此毒的人，所以才会有所警觉。骆九离闻此，点头看向萧明玄。放心，我已经让青羽去查了。骆九离这才垂下眼睑，看着病床上依旧陷入昏迷，但嘴唇上的青紫在慢慢变淡的大哥。薛英在一旁给骆元良把了脉，愁容的脸上也渐渐有了喜色。回禀王妃，骆统领脉象平稳了。身为太医，他虽然心里很好奇骆九离刚刚给骆统领吃的那2颗解毒丹到底是什么成分，但他也知道唯医者都有自己密不外露的药方，也知道骆九离身为灵虚子的弟子，有这等本事也不为过。毕竟他和金不换是用了多大的力气才暂时把骆统领的命保住了，而骆九离只用了2颗解毒丹就把人给彻底救了回来。二位的恩情，我骆九离以及国公府记下了，大人不言谢。微臣不敢，微臣不敢。一个是王妃，一个是禁军统领，一个是参知政事，再加上九王府和国公府，他们俩就是拼掉一身医术，也得吊着骆元良的一条命啊！好在人活着。二位快请起。徐莹和金不换这才起身告辞，出了屋子。大哥中毒一事还不能告诉家里，恐怕瞒不住多久。宫里好多工人都看到了。我已经吩咐下去，把消息暂时压住，只是能瞒几日不好说，要看你大哥何时醒过来。能瞒几日算几日，熬过今晚，也许明日就能醒来，总好过现在把昏迷不醒的大哥送回府里。如今大嫂身怀有孕，前3个月又正是胎象不稳的时候，不能受到任何刺激。王爷，我想能不能让大哥来府上住2日，我也好把他体内的余毒清除干净。好，你自己决定。这个时候，骆元良的确不能回府，可也不能留在宫里，想要对付他的人就在宫中。大哥，你再好好想，是谁给你下的毒？用的何种方式下的毒？巡逻那日可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彼时的骆九离就坐在花厅里，他的对面正是已经解了毒的骆元良。那日我并没有遇到什么特殊的人，也没有人近我的身，更谈不上有人在暗中对我下杀手。何况皇宫内院，我身后又跟着禁军。骆元良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没有受到暗器攻击，又没有杂七杂八的东西入口，身边的禁军还全是自己的心腹，他到底是怎么中毒的？大哥，你再好好想想，你身边途经的人有没有和谁有肢体接触？骆元良低着头，闭着眼，努力回想着那日每一个细节。突然，他瞳孔一缩，似乎想到了什么。我记得途经东六门的时候，一个小宫女在路过我身边的时候崴了一下脚，我当时站住还询问她有没有事，那时闻到了那个小宫女身上有一股莫名的香味。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害大哥的人在后宫，东六门作为后宫与前朝连接的第1道门，想必那个小宫女一定隐匿进了后宫。查，我一定要查到这个人，就此为敌，不死不休。骆九离把自己和他大哥的分析快马加鞭，派人告诉了萧明玄。萧明玄接到消息，便紧急加派人手在后宫寻找那个可能陷害骆元良的小宫女。只是等到了1个晚上，带他回府后，带回来的消息却是那个小宫女在骆元良中毒当晚，不知何故溺死在了荷花池里。与此同时，九王府有人登门，来人不是别人，正是金大夫和金不换父子。草民叩见王爷、王妃娘娘。金大夫，快起吧。王爷、王妃娘娘、骆统领，我父亲知道那件事之后，有话要和王妃娘娘说。王爷、王妃娘娘、骆统领，草民知道两心棉这种毒药，可以把药神不知不觉地分开2次下，先把其中一种下在中毒者身上，但是这期间只要没有第2种药引，中毒者和寻常人无异，身上的药效也不会发作。可一旦闻到或者间接接触到第2种药引，2种药一汇聚，毒性就会立即发作。金大夫说完，骆元良整张脸都不好，骆九离和萧明玄也彼此对视了一眼，神色严肃。看来大哥所中之毒的确是有人精心策划的。金不换知道，有些话他该听，有些话他不该听，涉及到这种事，不是他能参与的。忙与父亲告退，离开了九王府。大哥，你还记得在天下第1锅的时候？骆元良一怔，萧明玄也把目光看向他。我当初觉得这是件小事，没有和王爷说，可现在看来这件事有蹊跷。说着就把在天下第1锅丞相夫人娘家侄女叫白珊的那个女人对他大哥投怀送抱的事儿说了一遍。白珊，王爷认识她？
以前不认识，亲人一早认识的。骆九离和骆元良同时一愣，随即两人目光不约而同地看向萧明轩。他不会也对王爷投怀送抱了吧？萧明轩额头一跳，伸手一拉，就把骆九离拉到了自己的怀里。我说二位，我这病号还在这儿呢。萧明轩没理他，骆九离却有些尴尬地挣脱出去，重新坐回座位上。说吧，怎么回事？皇上今日一早册封了一位安嫔，不会那位安嫔姓白，叫白珊吧？啊，说是皇后的表妹。那这件事有没有可能是皇后？不会，如若是皇后，绝不可能用这种愚蠢的方式对付她。我的人查到的结果是，白珊是温雅带进宫的，而那个死去的宫女曾经在玉福宫服侍过胡贵妃。看来是那二人彼此互相利用。这件事多谢王爷相助，如今微臣身体已经大好，今夜便返回府中。小妹这几日为我清除余毒，辛苦了，何该好好休息。大哥，你说哪里话？我们胡氏一案，皇上没有波及到温雅，是因为她是女子，并未牵涉其中，所以才会对她多了些容忍。但这件事儿，如果最后结果真是温雅所为，你大可不必手下留情。本王派去黑市的人，明日一早便会带回消息，你暂且回府等待，不必打草惊蛇。骆元良低头听他说完，垂在两侧的手掌攥成拳，最终还是淡漠的点头，随即离开。这件事8、9不离10，就是温雅公主所为。王爷觉得皇上会怎么做？也许不会杀了她，但她的结局绝不会最好。他害得我大哥差点身死，有什么脸面逍遥法外？当真以为骆家没人能整治得了他？你要做什么？这件事你不要插手，皇上自有定夺。皇上是不是知道是温雅陷害了我大哥？还有温雅把那个白珊带入宫中，白珊又是用了什么手段得了宠幸？身为皇后娘娘的小表妹，她不去找皇后娘娘帮忙，为何找上了温雅公主？这里面丞相大人又扮演着什么角色？是真不知情，还是假不知晓？皇上是不是有什么计划？你这丫头，脑子里怎么那么多问题？这些事儿你不必记挂在心上，皇上自有皇上的主意，你只要是管好咱们王府的事就行了。骆九离沉默，知道这件事他大哥被陷害也许只是个引子，至于更深一层，大概只有时间才能证实一切。只是当晚夜半，他没有等到从黑市回来的侍卫。灵儿，快醒醒，出事了！骆九离脑子还有些懵，但看着萧明玄快速穿上了衣服，他便瞬间清醒了过来。怎么回事？谁出事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去穿衣服。莫寒人呢？在二进院。王妃娘娘，快救救莫寒！骆九离拍了拍他的肩膀，来不及说什么，抬脚迈进了屋里。到底怎么回事？不太清楚，接到莫寒发出的信号，属下便紧急出城接应。属下找到他时，他便已经昏迷不醒了，看样子应该是遭到了伏击。骆九离用力咬了咬牙，走到了床前。床上，莫寒脸色惨白，唇色发紫，眼睛紧紧地闭着。可是他身上的衣服却完好无损，甚至没有刀伤剑伤，连一丝血迹都没有。不对！骆九离眉头紧蹙，也来不及多想，一把扯开了莫寒的衣服。王妃娘娘，您闭嘴！骆九离手指在莫寒的几处穴道上按压，目光一直注意着他细微的反应，直到手指按压到腹部。紧闭着眼的莫寒眉头竟然皱起，而腹部处有一片青紫色，却没有任何显眼的伤口。南星，打开药箱，黑色瓷瓶，1粒药丸，给莫寒服下。是。南星相对冷静，快速打开药箱，拿出药丸，塞进了莫寒嘴里。到底怎么回事？莫寒不是被伏击，而是被暗算了。腹部所中应该是毒针，射入腹部非常之深，极有可能触及内脏了。能这么用毒针的，不仅仅是个狠绝之人，而且必定是个用毒高手。应该怎么救治？当务之急，必须赶在毒素渗入内脏之前取出毒针。毒素一旦渗入内脏，就会在5脏6腑里一点点弥散，等到开始溃烂的时候，就算是大罗神仙都无力回天。南星留下，所有人退出屋子。是。王爷发话，所有人没有任何异议。几乎是在瞬间，屋内众人全部都撤出了门外。萧明玄深深地看了骆九离一眼。放心，便是拼尽一身医术，我也会救活他。今晚是关键，你先在这守着，每隔半炷香就探探他的额头，如果发热，即刻来告诉我。是。骆九离这才把所有的器具放入药箱内，拎着药箱出了门。怎么样？没事了，还好没有波及到5脏6腑。2枚毒针我也已经找出来了，今晚是关键，只要不发烧就能脱离危险。我已经让南星在里面守着，每隔半炷香便探探他的额头。不过这后半夜光南星一人还不够，管家，王妃您吩咐。你去找2个信得过的丫鬟过来接替南星，一定要小心看护莫寒，如若有发热的症状，即刻去找我。是。管家接了令，马上转身去安排。王妃，属下也想留下。可以，如若莫寒醒来，告诉他这几天千万不要动，否则牵扯了伤口会很麻烦。是。萧明玄见他吩咐的差不多了，走吧，有事儿他们会去禀报的。骆九离点点头，跟着萧明玄往后院走去。王爷，累吗？不是，我是想跟王爷商量一件事。什么事儿啊？经过这几次事件，我也算是看明白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是毒药，防不胜防。我想明日我开几味药，可以大量购入，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我多配置些解毒丹出来，给你和随行的他们几
个多备上几颗，紧急情况下可以用来保命。他说得很自然，似乎没有任何情绪波动，但听在萧明玄，尤其是身后齐颖的耳中，却震惊万分。解毒丹，王妃竟然要亲自给我们制解毒丹？你真的要给他们配解毒丹？当然啦，这还有假的不成？你是我的夫君，你的安全尤为重要，而他们要保护你，只有解除了那些潜在的威胁，你才能在他们的保护下每日平安的回到我身边。萧明玄听他一字一句的说着，中指他的手指紧了紧，心里闪过爱屋及乌这4个字。他爱他，心里有他，连他身边的人也跟着受益了。那我带他们谢谢爱妃。王爷与我夫妻一体，谢字写得生疏了。不过他脚步微顿，忽然停了下来。怎么了？王爷蹲下。萧明玄一怔，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却还是一言照做，原地蹲了下来。反倒是身后的秦乙吓得差点把手里的药箱扔了。实在是他知道王爷宠爱王妃，却不知会偏宠王妃，偏宠到这般地步。王妃让王爷蹲下，王爷竟然毫不犹豫地蹲在地上，这如若周围有刺客，可是致命的决定。我累了，王爷背我。我是不是也该去找个媳妇儿？找谁好呢？男星太冷，像个小豹子一样；男主太凶，像个母老虎一样。要不春荣，小小的柔柔的，需要人保护。王爷，我重吗？你是指哪一个呀？这有区别？当然有区别了。你的体重很轻，所以以后要多吃些。那另一个呢？另一个，你在我心里很重，没有任何人能替代。你也是，王爷，你在我心里也一样重要。以前多高冷、多尊贵、多淡漠、多么寡言的王爷，如今说起情话来，竟然也顺手拈来。果然如人们所说，天生万物，一物降一物。这世上能降住王爷的，非王妃莫属。萧明玄背着骆九离进了正院，才小心翼翼地把他放下。离天亮还早，请我再睡会儿。骆九离点了点头，没说话。萧明玄拥着骆九离进了屋，骆九离以为自己睡不着，没想到被萧明玄搂在怀里，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时，竟然觉得眼皮越来越沉，人也无意识的渐渐睡着了。萧明玄听着怀里人儿均匀的呼吸声，黑沉的眸子在黑暗中愈发明亮，一个睡着，一个醒着，直到外面天蒙蒙亮。窗外的窗棂上传来有节奏的敲击声，萧明玄这才轻柔地松开怀里熟睡的人儿，慢慢地下床，推开了屋门。主子，莫寒醒了，说有事要禀报。走。主仆二人往二进院走去，一看到萧明玄进来，主子，不必了，躺在床上说。多谢主子。秦乙和南星等人退出了屋子。主子，这是司离墨在问天宫查到的结果，请主子过目。天生异象，紫微星女降临。东周问天宫的这代大祭司在半年前发现夜空天生异象，一颗天星坠落，便断言能改变东周皇朝命运的紫微星女降临。武帝震惊，便派人在东周境内寻找天星坠落之地，又派人暗中寻找紫微星女。只是半年来把东周全境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他们想要找到的人。至此武帝便秘密派人前往各国寻找与天生异象那日可能是紫微星女的女子，而不久前出现在京城的东周贤王就是奉武帝之命一路追查过来的。司离墨可查到那天星坠落的时辰？听说是去年盛夏6月。这件事本王知晓，你安心养伤，待伤好后再回来办差。是。萧明玄出了门，直接带着秦隐去了书房，两人也不知在书房内筹划着什么。待秦隐出来后，便离开了王府，不知去向。和亲？让温雅公主去东周和亲？很惊讶吗？她既享受了锦衣玉食、两尊储优、地位高高在上的生活，就要完成皇上赋予的使命，维持两国的邦交。何况作为皇上的女儿，她的一生不由自己做主。王爷，以咱们长宁王朝的实力，根本无需和亲。爱妃说的是，以咱们长宁王朝的实力，根本无需和亲。不过这次和亲不是咱们提出来，而是东周武帝亲自传信皇上，要为东周太子迎娶我朝的温雅公主。什么？为什么？那东周武帝为何突然毫无预兆的竟然来信，要为东周太子迎娶温雅？也许是想结秦晋之好吧。王爷，对于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个好机会？王爷，是不是瞒了我什么？这些日子他不但早出晚归，就连秦隐和陈阳都没有身影，一天天神神秘秘的，也不知在做些什么。要不是他为了抓紧时间调制解毒丹，定要抓住他们几个好好问个清楚。为什么这样问？所以王爷是不想告诉我？傻丫头，我与你来说还有什么秘密？可还记得上次你救过的那个东周贤王？记得，东周六皇子宇文孝君。那你可知他来东周的目的？你查到了？宇文孝君离开京城后，我便派莫寒去了东周。然后呢？莫寒查到了什么？萧明玄没说话，低头看着他的眉眼，神情有些庄重。骆九离被他看得浑身一激灵，毕竟以往他看他，要么是情意绵绵，要么是温温柔柔，要么是柔情蜜意，从没有像这会儿这样看得他心里发毛。王爷，我是你媳妇儿，不是那些朝臣，你不要用这种肃穆庄重的神
神色看我。你呀。话未说完，低头在他脸颊上吧嗒就亲了一口，随即没有任何隐瞒的便把莫寒查到的结果和洛九离清清楚楚的说了一遍。你说什么？天生异象，紫薇星女降临？对，我不是曾经和你说过吗？东周皇室有祭司殿，祭司殿内有大祭司，而每一任的大祭司都是由东周问天宫选出。这一代的大祭司在半年前发现夜空天生异象，一颗天星坠落，便断言能改变东周皇室命运的紫薇星女降临。武帝派人秘密寻找已经半年之久，但一直没有结果。前不久出现在京城的宇文孝君，也是奉了武帝之命追查过来，只是没想到会得了霍乱之症，差点死在京城。八成只是单纯的陨石降落而已。陨石？我所说的陨石，就是你刚才说的天星。他对宇宙天体没研究，所以不会过多去描述陨石的形成，主要也是怕跟他解释不清。更重要的是，东周从以前在自己的国家秘密暗查，到如今竟然去往别国暗查此事，他可不会认为这仅仅是封建迷信。毕竟他穿越而来这件事本身就匪夷所思。你在想什么？啊，没什么，我就是在想，如果东周所谓的天生异象是真的，那莫寒被暗算，看来也是东周人做的手脚。岂不是东周已经知道有人也在调查此事？假如他们顺藤摸瓜查到王爷身上，会不会？不会的，放心吧。洛九离见他肯定又肯定的语气，倒也没有过多纠结。那温雅去东周和亲这件事也是王爷的手笔？我只是派人在东周境内放出了点风声罢了。武帝愿意上钩，会乐见其成。好吧，他就知道这件事不会这么简单。温雅是一张绝佳的牌，只要利用得当，便可以对东周武帝主动出击。温雅什么时候离京去往东周？皇女出嫁还是远嫁，皇上自然要准备丰厚的嫁妆，最晚也得5月底，仅仅1个月后才能启程。那接下来呢？王爷会作为送亲使臣跟随前往东周吗？既然温雅和亲是他的计划，想必此行势必要颠覆东周政权。至于东周那儿，恐怕从他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开始布局了吧？不，我会前往东周，但不是跟随送亲队伍。还记得成亲前我和你说过的话吗？待春暖花开，我带你去个地方见一些人，你所有的疑惑也会全部解开了。洛九离心头微震，有种莫名的异样感在慢慢发酵。他知道他要带他去见谁，那将是他在这个世上最隐秘的秘密。好，我会与你一起携手并肩，共抗命运。长宁王朝同意把温雅公主嫁到东周，使臣派人快马加鞭，800里加急，10几天的功夫就将信笺送到了东周武帝的案桌上。武帝最近身体不大好，也不知是年纪大了，还有操劳过度，总是特别怕冷、心悸，加上晚上总是做噩梦，让他感觉越发的疲惫。武帝又一次从梦中惊醒，他忽地睁开眼睛。陈冠，他的贴身太监陈冠赶紧跑进来。陛下，几更天了？陛下，3更天了，您再睡一会儿吧。哎，睡不着，朕又梦到皇兄了，他说要找朕报仇。派人去祭祀殿把大祭司叫来。是。陈冠哪里敢动作慢一下，几乎是快步走出了寝殿，把武帝的话吩咐了下去。不多时，东周大祭司祁宇走了进来。参见陛下。祭祀殿的6人盘还不能查到他的下落吗？6人是盘上依旧一片死寂，看不出任何生命迹象，要么此人已死，要么生辰八字有误。不可能，当年所有人的尸身都是朕亲自过目，唯独少了那个襁褓中的孩子。当然，消失的还有你们问天宫的上一任公主，当年皇室祭祀殿的大祭司商芷。要不是东周被天下人称之为一个受神明庇佑的国度，宇文氏是个受神灵庇佑的血脉，皇家必须设有祭司殿和大祭司的规矩，他真恨不得血洗了问天宫。不过好在问天宫内部也是颇为动荡，商芷失踪后，其师弟公爵清除了商芷的党羽，迅速培植势力，登顶问天宫公主一职，并以问天宫祖师发誓，问天宫世代公主、大祭司将效忠皇室，如有违背便生死道相。如此倒是省得他出手。当年你父亲可是亲自在6人氏盘上卜卦，那孩子还活着。陛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年父亲在6人氏盘上看到的许那孩子尚且有命，可1月之后再去卜卦，那6人氏盘上却一片死寂，直至今日。6人氏盘能卜卦吉凶所有活着的人，唯独无法卜卦死去的人，许着当年那孩子真的夭折了。夭折了吗？关于紫薇星女，你真的只能见到本人才能辨识吗？紫薇星女来历诡秘莫凡，便是父亲也只能在面相上看出。既然如此，待长宁王朝的温雅公主到来，你便带朕出城迎接吧。武帝说着，似乎身体有些疲惫，冲着祁宇摆摆手，便没再说话。祁宇行礼，躬身退下。
对于东周那800个心眼子的老万科皇帝，骆九离不知道，因为此时他正苦兮兮的把自己关在屋里搓丸子。当萧明玄回府推开房门时，看到的就是眼前的一幅场景。王爷，你回来了。你这些日子把自己闷在屋里，就是在干这个呀？自己忙不过来，可以让春柔、南星他们帮忙啊。我让他们去了店里安排事宜。莫寒，你回来的正好，把这些拿去封了。骆九离已经开始在收拾八仙桌上的物品了。你的伤好了吗？多谢王妃惦记，身上的伤已经好了。这里一共是20颗解毒丹，凡是这次跟随王爷离京的暗卫，每人1颗。虽然没有起死回生的功效，但如若碰到剧毒之物，只要服下解毒丹，也能捡回1条命。莫寒顿时瞪大了眼睛，显然有些惊讶，有些不知所措。秦颖没和你们说吗？莫寒摇了摇头，解毒丹啊，无论价格，单论能在中毒危机生命之时救回1命，这便是给了他们1条命，1条重生的命。一旁，萧明轩原本就满是喜色的脸上，此时看着骆九离，更是温柔的不像话。他的女人大方到让他嫉妒的地步，但也大方到让他满心欢喜。要不是莫寒在跟前，他真想抱住他亲上几口。莫寒，还不快谢过王妃？是，属下替所有兄弟感谢王妃娘娘赐药之恩。我赠你们解毒丹也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毕竟我武功不济，还需要你们保护。所有暗卫生来就是为主子存在的，护卫主子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幸。话虽如此，但别人家暗卫的生死我管不着，可你们是王爷的人，便是我的人。你们的生命与我与王爷都是同等重要，所以以后遇到危险，便是咬着牙拼着命，留着最后一口气，也要给我活下来。是，属下定把王妃的话一字不落地告诉所有暗卫。如若说以前他还把骆九离当成是主子的女人，王府的主母，尊敬的看待，但今日后他眼中的尊敬已然变成了崇拜。秦颖说的对，放眼整个京城，再也没有王妃这样为人大度、心胸宽阔、性子刚烈又自信强大的女人了，而且医毒双绝。就连他一脚踏进了鬼门关，王妃都能给救回来。以后谁要是敢说王妃一个不字，兄弟也照打不误。房门这才关上，萧明玄一把拥住骆九离的腰身，笑着吧嗒一口亲在他的脸颊上，毫不避讳的在他面前流露出一脸与有容焉的表情。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荣耀？何止荣耀，我现在才知道我的女人最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王爷理想中的女人不是那种柔弱美人、楚楚可怜、依附着你的女人吗？只能是你。男人喜欢女人攀附时所带来的那种强大感和被需要感，但更喜欢自己的女人有能与自己并肩而行的能力。就像你，便是把你扔到冰天雪地，你也能泣血傲霜。以前我总想把你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下，如今看来，不是你需要我，而是我需要你了。我也需要王爷，也只能是王爷。萧明玄心情激荡，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泛起。骆九离一看到他眼中的某种光亮，安抚性的亲了一下他的唇角。我要回国公府一趟，晚上回来陪你。你要回国公府？我把配制的药给家里送过去。自从大哥被下毒后，我心里就想着，总不能被动挨打。再加上现在大嫂怀孕，二哥又入了朝堂，自然处处都要谨慎小心。不想被动挨打，就要有自保的能力。东西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好吧，自己的爱妃自己宠着。走，我陪你一起回去。你不用回军中吗？不用了，军中事宜我已经安排妥当了。何况还有张副将和昭武校尉。骆九离闻此应了一声，跟着笑着点点头。两人收拾了东西，正要打开屋门，便听到门外一阵骚乱。什么声音？萧明玄不动声色地打开了屋门。谢娘娘赐药，属下誓死护卫王妃娘娘。王妃，属下把王妃刚刚说过的话以及给的解药丹发给了大家，大家都说要亲自来感谢王妃，并誓死效忠王爷和王妃。去吧，去跟他们说2句话。一马不备双鞍，忠臣不是二主。你们一个誓死效忠，一个誓死护卫，难为你们了。不过我不需要你们誓死，只有活着才能更好的保护我和王爷。你们的心意我收下了，都回吧。过些日子有你们忙的。是。骆九离看着那些渐渐消失在院外的身影，喃喃地开了口：他们知恩图报。不是你对他们竭诚相待，情理兼道，才会让他们用如此阵势表达对你誓死效忠之心。他的女人无论才智，无论心胸，无论眼光，无论品节，堪当巾帼豪杰。走吧，我还想回去多陪陪母亲。好。萧明玄一手拎着药箱，一手拉着他出了院子。府外马车已经备好，两人正要上马车，骆九离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这个味道有些熟悉。怎么了？王爷有没有闻到什么？就在此时，从后方门口一个侍卫推着一辆拉车，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
启禀王妃，这是要拉去军中的黄牙，这个味道是不太好闻，属下让他快些拉走。不必。骆九离径直走到拉车前，伸出手在边缘捻了一下，脸上顿时喜悦至极。没错，是硫磺。王爷，你们往军中拉黄牙是要做什么？难道这个世界已经发明了黑火药？眼看就要进入夏季了，军营周边蛇虫鼠也多了起来，我就让他们先准备些黄牙撒在四周，以免晚上有兵士不小心被蛇咬伤了。这不是大材小用吗？这车黄牙别送往军中了，等晚上回来，我配些防止蛇虫鼠蚁的药，王爷拿去军中用，比这些黄牙好用得多。那感情好啊，有王妃的药，今年夏季军营里的士兵就不必怕被蛇虫鼠蚁咬了。你刚才说这车黄牙大材小用了，何为大材小用？你是不是知道它还有别的用处？我家王爷越来越聪明了，不过这个东西没法解释，如若王爷相信我，就再派人帮我去找几样东西来。说要什么？木炭、硝石，越多越好。木炭我知道，硝石是什么？不会这个时代还没有硝石吧？不应该啊，难不成这里硝石叫别的名字？苦硝、焰硝、火硝、地霜、参硝、北地玄珠。地霜？对，就是地霜。莫寒，主子。莫寒都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就被主子叫了过来。马上按照王妃吩咐的去买来木炭和地霜。是。管家，把黄牙推回院子，等王妃回来有用。是。管家暗暗搓牙花子，这地霜可是不便宜呀，也不知道王妃要那么多干嘛。王爷都没仔细问问，就这么交代下去了？为什么？我对你足够信任，只要是你要的，无论多呢，无论多少，我都会给你找到的。萧明轩拽过他的手，摩挲着他的手背，手如柔夷，肤如凝脂，比他这舞刀弄枪、长满茧子的手不知舒服了多少倍。骆九离任由着他摩挲着自己的手，暗暗叹气，恐怕他还以为他要那些东西是为了制药呢。也好，如今东西还没有制成，倒不如先不告诉他，等成功了再告诉他也不迟，省得他心里惦记。然而有管家引着进了正院，远远的就瞧见了他母亲和大嫂正坐在院子的凉亭下做那些花花绿绿的小衣服。王妃，你们怎么回来了？母亲，岳母大人。萧明选小跟班一样的拎着药箱，国公夫人眼皮一跳，忙让身旁的嬷嬷接过了药箱。来人，快去园子把老爷叫回来。是。立即就有小厮一溜烟的跑去了。国公夫人这才迎着自己的女儿女婿进了厅堂。父亲在园子干嘛？唉，别提了，你父亲把后园子的花全拔了，说要种菜，这几天天天撸着裤腿子在后园子种菜呢。不是我大不敬，爹还真是个泥腿子将军啊。萧明轩嘴角也勾了勾，可到底是自己的岳父还是国公爷，想笑也得忍着。梨儿，你和王爷回府是有什么事吗？没事，就是配了些药拿回来，还有就是我要和王爷离京一段时间，特回来告诉母亲和父亲一声。你要和王爷离京？王爷，岳父大人。两个男人彼此客气了一下，骆道汉这才坐在座位上。王爷打算什么时候离京啊？2日后。骆道汉威严浓重的眉头蹙了一下，随即点点头，倒是没有问为何离京。父亲，这是我特意调配的药。这些都是你配制的药？哎呦，这得生多少次病才能吃得完呢？梨儿，你这送药送得太勤快了。母亲，您可真是我亲娘，也不知道忌讳。这些并不全是药，这瓶是解毒丹，可解百毒，里面不多，只有5粒。这瓶是给大嫂的，大嫂如今怀着孕，该补充叶酸了。这瓶是软筋散，这几包是毒粉，这2瓶是毒液。闺女啊，这东西不会是你上次给皇上展示的王水吧？不是，比王水低级，但关键时刻能作为武器用。九儿，母亲知道，定是因为上次你大哥的事儿，才让你如此杯弓蛇影。不过，如今听说那温雅公主就要去东周和亲了，想必你大哥在宫里是安全的。岳母大人，李奥的意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想被动挨打，就要有自保的能力。东西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何况李二做这些，也是让自己能安心离京。对，王爷的意思就是我要说的意思。哎，也好，这几样东西便留下吧。王爷说的是啊，东西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如今有了这几样，老臣倒是心里有了底呀。骆九离这才把那几样毒粉、毒药交给了父亲，让他定要小心保管，诸如此类的嘱咐了一遍。随后，国公夫人便以给沈妙清诊脉为由，把骆九离拉去了另一间屋子说话。至于说了什么，无非就是骆九离与九王爷成婚已经月余，是不是也该把怀孕提上日程了？对于自己母亲的提议，骆九离频频点头，满口答应，心里却是另一番打算。返回九王府时，天还有些蒙蒙亮，到底不是冬季天短夜长的时候。远远的，骆九离就瞧见莫寒正在指挥人往王府里搬东西。王爷、王妃，您2位回来了。
东西都买回来了。是。莫寒的动作还挺快。骆九离与萧明玄走了过去。王爷、王妃，东西都已经买全了，属下和管家商量，把所有的物件全都放在正院里。很好，我去看看。如果可以，明日一天的时间，他应该能制作出来他想要的。萧明玄不知道他接下来的打算，跟在他身后返回了正院。这就是你买的地霜啊？那店老板说这就是地霜啊，属下马上回去找他算账。别，你会错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的地霜应该是碾碎的、粉末状的，这样一块一块的，暂时不能用，还需要咱们再费一遍手。慕寒一听，提着的心可算是落了地。这要是没买对，可是给主子丢脸了。不过你买回来的地霜纯度很高，倒是不需要进行提纯了。慕寒，派人用10年把地霜碾碎，弄成粉末状，再回来禀报王妃。是，属下马上就去。经历这么一场，看来今晚骆九离也不用做前期工作了，遂和萧明玄返回了屋里。九王府里，萧明玄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天黑。两人吃了晚饭，在花园里消了食。某王爷故意施展美男计，又是情话绵绵，又是爱意萧萧，好不容易让骆九离同意陪他来一次鸳鸯浴，立刻吩咐厨下去烧了热水。这热水还没端进来，王爷、王妃，不好了！宫里派人来请王爷、王妃进宫。怎么回事？回王爷，听宫里来人说是温雅公主和安嫔娘娘落水了，请王爷进宫一趟。骆九离和萧明玄同时对视一眼，打开房门。人呢？宫里的人在府外等着，马车已经备好了。走。萧明玄拉着骆九离，身后跟着拿着药箱的南星、南竹和莫寒。王爷、王妃，您二位可来了。怎么回事？文雅公主会浮水倒是无大碍，只是安嫔娘娘不会浮水，救上来有些晚，现下还没醒。该，带我去看看。几人已经踏入了殿内，看到骆九离进来，皇后慌忙就迎了上来。秀王妃，快救救安嫔！皇后娘娘不要急，本妃去看看。尽力二位，我在外面等你。骆九离点点头，转身进入了寝室。寝室的床上，安嫔平躺着，身上扎着银针，眼睛紧闭。骆九离不紧不慢地探了探她的鼻息，还有气。你们都出去。是。工人们有序地先后出了寝殿。父皇，求父皇不要让儿臣和进东州，儿臣知错了，儿臣以后再也不敢惹是生非。你和安嫔怎么回事？为何会落入湖中？温雅一滞，想到在湖里他把安嫔的脑袋死死压入水中，心里就一阵痛快。利用完了他，还敢在他背后捅刀子，敢杀他灭口。安嫔不死，难解他心头之恨。父皇，是儿臣错了，儿臣大错特错。安嫔之前利用儿臣进了宫，儿臣并不知他的心思，直到父皇赐封了他，儿臣方如梦清醒，是被他利用了。儿臣气不过，质问他为何不去找皇后娘娘帮忙，却要利用儿臣，而且还用那种药迷惑了父皇，这是欺君之罪。儿臣要揭发他，可安嫔不但不知悔改，想要杀人灭口，把儿臣往湖里推。慌乱中，儿臣抓住了他的衣袖，可儿臣也不知道他不会浮水。这时，有嫔妃看到骆九离出了寝殿。九王妃，骆九离走过去。安嫔如何了？回皇上，安嫔娘娘落水时间过长，湖里的污水已经进入了气管和肺部，即便是醒来，很大可能也会出现吸入性肺炎，严重的还会出现不可逆的肺损伤。既如此，你也尽力了，去跟太医交代一下，与九弟出宫吧。是。出宫回府的路上，萧明玄把骆九离搂在怀里。既然那安嫔已经没有救治的必要，你为何还在寝室里忙了那么久？怎么没有必要？就这样让他死了，那他做的那些错事岂不是一笔勾销了？倒不如把他救活，让他忍受着身体上无药可救的病痛，再被皇上打入冷宫，孤苦凄然而死，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吸入性肺炎、肺损伤，便是他活过来也要常年承受咳嗽、咳血、胸痛、呼吸困难等等一系列后遗症。果然不愧是本王的爱妃，有恩必报，有仇也必报，恩怨分明。还说我那件事，王爷是真的不知情？还有今晚温雅和安嫔的反目，什么事儿？安嫔下药迷惑皇上，才被皇上宠幸了这件事，王爷或者说皇上真的丝毫不知情？前朝后宫同气连枝，皇上不但得了美人伺候，还能在关键时刻敲打皇后和她的母家，何乐而不为啊？哦，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什么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温雅和安嫔的反目呢？意料之中的事儿。好了，不要说他们了。大好夜色，被打扰了，你是不是该补偿我一下呀？翌日一早醒来时，外面已是天光大亮。昨晚从宫里出来，本就时辰不早了。萧明玄又缠着他胡闹了大半宿，骆九离也有些费劲。明明两个人都耗费了体力，可他却精神抖擞，自己却浑身无力。他正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的时候，屋门被吱呀一声推开。春柔，你先退下吧，我还想再躺一会儿。身上还酸吗？
王爷。萧明玄修长的手指伸进被子里，安静的给他按摩着大腿位置。王爷，我没事。昨晚你像猫儿一样累倒在我的怀里，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还说没事。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内力给他疏通经脉。若九离顿觉全身一阵舒适，不但缓解了身体上的酸痛，还舒服到了极致。萧明玄看着他舒展开的眉眼，唇角忍不住勾起。告诉你一件事儿，想听吗？若九离看向他，缓缓坐起身，披上衣服。什么事？安平被皇上打入冷宫了，皇后被禁足于凤仪宫1个月。皇上雷霆手段倒是意料之中。这样也好，至少能让你安心离京。若九离点点头，没再去谈论这个话题。萧明玄跑着一趟军营，直到天蒙蒙黑了才回府。两个人吃了晚饭，便准备离京的东西。也许是顾念着明日离京，今晚的萧明玄尤其的老实，抱着洛九离安安稳稳睡了一个好觉。第二日一大早，府外的马车已经准备好了。这不是咱们平日里坐的马车。马车很大，车轮厚实，光看着就知道避震极好。回王妃话，这是王爷为了这次远行特意打造的。洛九离扭头看了眼秦隐，难怪这几日没有看到他和陈阳。走吧。洛九离上了马车，随着秦武的一声吆喝，车轮滚动。春荣他们呢？不必看了，他们几个在后面的那辆马车里。马车一路出了京城，上了京郊官道。咱们这样大摇大摆的离京，皇上那儿不会有想法吧？不会，我每年这个月份都要去往各地军营视察，何况我已经在京城待了半年之久，加起来比过去的10几年都多。我在京城待得越久，一些人的心思越重，倒不如离开。马车速度并不慢，离开京城大概有60里路的时间，真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野之地。马车毫无预警的停下，萧明玄明显愣住。王妃到了。什么到了？走，我要送给王爷一份神秘大礼。什么神秘大礼啊？不能说，说了就没有惊喜了。两人一前一后下了马车。洛九离一看到外面四面环山，偏僻到没有任何人烟的荒芜之地，不禁乐了。还真是适合做实验的好地方。王妃，前方200米远处有河道，拐弯过去便有一处峡谷，那里很隐蔽，只是马车不能到达。没关系，那就走过去。萧明玄不明所以的看了眼洛九离，又危险的看了眼莫寒。显然洛九离送给他的礼物，莫寒是知道的。莫寒缩着脖子，不敢看自家主子。王妃，我们也想去，你们俩一起去，春荣留在马车里。随即一行人浩浩荡荡往那处峡谷而去。不多时，众人到了峡谷处。什么样的大礼要在这种地方？走，过去。说着，先一步走了过去。萧明玄不起，身后几人亦是不解，但又不敢随意搭话，只得紧随其后的走了过去。人力需要多久能把这块巨石砸碎？这和你送我的大礼有关系？有关。永王妃，这样一块巨石和4个工匠之力，也要2天时间才能砸碎。哦，莫寒，在这块巨石下挖个坑出来，不用太大，能放罐子就行。是。莫寒顿时精神抖擞，也不怕他家王爷那危险的眼神了，上前一顿操作。不多时，巨石下出现了一个小坑，随即洛九离让他把罐子放在坑下，退后10米远。说完，拉着萧明玄率先往后走。等所有人都撤离了，莫寒便依照王妃的吩咐，快速地点燃了导火索，脚尖点地，如苍蝇一般疾驰飞开。那块巨石被火药炸得碎石横飞，待烟尘散尽，南星脚尖轻点，直接飞了过去，朝坑中看了一眼。王爷、王妃，空了，约莫5尺深。此话一出，除了洛九离，众人都震惊了。5尺是什么概念？普通女性的身高1.6米左右。丽儿，这就是你送我的大礼？王爷可喜欢？喜欢，这辈子除了你，便是这件礼物最让我欢喜了。一旁，陈阳虽然之前并不赞同洛九离成为起王妃，也刻意与之保持距离，但一次次的事情让他对他刮目相看，尤其是今日。王妃娘娘，这是陈阳第一次称呼洛九离为王妃娘娘，而且语气极其恭敬。属下想知道这是什么。一旁，萧明玄听到陈阳这句话，不动声色地看了他一眼，也明白今日后陈阳是真真正正的对洛九离俯首了。丽儿，我也很想知道这是什么。这家火药第一次实验虽然能爆炸，但爆炸威力一般，还得改进。爆炸威力一般，还得改进。王妃啊，吓死人不偿命啊！王妃，如果战场上用它呢？你说呢？是石头硬，还是人的肉身硬？男主默默地摸了下脖子。你们几个听令。属下听命。刚才之事，你们几人不许泄露出去半分。如若因此让王妃遇险，你们便提头来见。是。走吧，赶了大半日的路，到前面找个城镇歇息一下。好。两人返回了车队，上了马车。
这一路，骆九离原本还觉得萧明玄怎么这样冷静，谁知道这一进入马车里，还未待他坐稳，萧明玄已经将他猛地扯进怀里，低下头去，狠狠地压住了他那丰润红艳的嘴唇，整个人被他狂似热吻的浑身软绵绵，四肢无力。终于在他瘫在他的怀里的时候，他才恋恋不舍地松开。李儿，谢谢你。你收敛些，这寺外边全都是侍卫，他也不怕擦枪走火。你知道此行凶险，所以为了我特意造了那火药。上次出府时偶然看到了那硫磺，也就是黄牙，才想起这东西的作用。在府里后花园的时候，第一次实验失败了，这次还不错，虽然威力不够，还需要改进，但已经初见成效了。而且上次我还留了一手，用另外一种方式制作了黑火药颗粒，现下我这儿还有留存，等到达了目的，腾出时间，我给你制作一个新型炸药，别说是运用在战场上，就是炸一座山也轻而易举。李儿，我虽然很高兴你特意为我制作了火药，但是我有些担心，既不想让你把这些东西在人前展示，又想让所有人看到你的光芒。他终究还是没有忍住心里那察觉了许久的困惑。王爷，你到底想说什么？你不是骆九离对不对？真正的骆九离不会有这么好的医术，也不会下厨，不会那种奇怪的武功，更不会制作这种火药。骆九离心里猛然一颤，就要抽回手，却被萧明玄一把扯进怀里，紧紧搂住。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些。无论你是谁，你都是我爱的人，我的妻子。只是今日你带给我的震撼太大了。以前你在京城开酒楼，入股依兰香，用医术给人治病，这些都可以用你是仙医灵虚子的弟子这件事儿遮掩过去。可唯有我知道，那些都不是真的。尤其是在我渐渐爱上你之后，一旦外面有关于你的任何风吹草动，我都夜不能寐。我不能让任何人拿你的身份来妖言惑众。王爷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你第二次去府里救治那个狱卒的时候。那么早吗？还记得8月15那晚你喝醉了酒吗？桂花酿后劲有点大。我问醉酒的你许的什么心愿？你说一是希望我的咒术能早点解除，二是能早点找到回家的路。丽儿，知道那时我是怎么想的吗？不惜一切代价，哪怕让我折寿，也要把你留在我身边。王爷，不要动，就让我这样抱着你。我想要问你那些话，但又后悔问了你。丽儿，能不能不要去找回家的路？能不能永远陪在我身边？傻瓜，哪里有回家的路？我在那个世界是孤儿，没有家。可在这个世界，有你，有父母，有姐姐、大哥、二哥，我怎么舍得离开你们？丽儿，我还能这样叫你吗？在那个世界，他又叫什么名字呢？当然，在那个世界，我也叫骆九离，与这个世界的骆九离长得一模一样，只是灵魂不同罢了。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你又为何成为孤儿？那个世界啊，高楼林立，科技。主子，这是去往基城的官道，前方有一个茶棚，我们先去茶棚里歇息吧。你去看看还有什么吃食，买回来先。此时的他正把昏昏欲睡的骆九离抱在自己的怀里。就在刚刚，骆九离和他说了很多关于他曾经生活的那个世界，他也知道了他在那个世界的所有生活。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最大可能，是因为他手指上的那枚古戒。他把目光看向那枚戒指，神情有难言的复杂。在想什么？你醒了？王爷刚才在看他。你说自己有可能是被这枚古戒带过来的，那他有没有可能？我也不知道，时至今日，我也没有参透这枚古戒里的秘密。不急，回谷里找师傅问一下。你说的是仙医灵虚子？半年前我就派人往谷里飞鸽传书了，可惜师傅在闭关。闭关需要半年之久吗？这还是最短的。我记忆中，师傅曾经有过至少3次闭关，超过了1年的时间。当然，并不是接连3年，而是这中间会隔开几年。那么久啊？那你师傅闭关都做些什么？是不是像神话传说的那样，肉身在修行，灵魂已经魂游天外了？师傅又不是神仙，还魂游天外，具体师傅为何闭关，我也不知道，我也从未看到过。不过师傅闭关期间，整座陨星谷的大阵就会启动，在这期间，任何人无法进出。这么牛，果然不愧是大能者。如果有可能，我真想见见你师傅，问问怎么回事。两人互相对视一眼。主子，是莫寒与人发生了争执。莫寒最是稳重，怎么会与人发生争执？萧明玄作势要下车，还未出京城见，王爷还是不要现身为好。我带着南星、南珠过去看看。说着，不待萧明玄同意，已经跳下了马车。秦颖，保护好王妃。是。你是谁家的狗奴才，竟敢无视本小姐的话，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又算个什么东西？小小年纪，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口出恶言，你还挺得意？真不知道你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莫寒，虽说好男不和女斗，但你也要看看对方是谁。这种胡作非为、耀武扬威，还带有人身攻击的女人，不必跟她客气。是属下办事不力，本来买了最后2笼包子，未曾想那位后来的姑娘非让属下把包子让给她，属下没让，这才起了争执。这是她先翻的。莫寒点了点头。你敢骂我？主子小心！古诺宇，你又胡闹！大哥，我哪里有胡闹啊？明明是他们人多欺负我人少。你如若再无理取闹，我便派人把你送回山庄。那叫古诺宇的少女一听，顿时噤若寒蝉，没敢再吱声。那青年抬头看向骆九离，神色一怔。眼前的女子仪容少秀，清绝脱俗，俏丽若三春之桃，倾素若九秋之菊，让人一眼就将她铭记在心。这位姑娘，在下古诺风，江妹年纪小，性子顽劣，还请姑娘大人不计小人过，莫与她计较。大哥，
哥，你给我闭嘴！你家小妹打翻了包子，我可以不计较，但包子的钱还要照价赔偿。不过她羞辱我的侍卫，我不能当做没发生，还请你小妹向我的侍卫道歉。道了歉，这件事才能一笔勾销。她一个侍卫，凭什么让我道歉？我才不道歉，那就决斗。古诺风似乎也看出了对面的一众人里，除了那位清绝脱俗的姑娘没有内力外，其余众人内力深厚，任何一人的武功都在他小妹之上。再加上今日之事的确是他小妹的错。诺云，去道歉。大哥，离开山庄时，父亲再三叮嘱不许你惹是生非，如若不听话，你便马上原路返回山庄。古诺宇不敢置信地看着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大哥竟然让自己给一个低贱的侍卫道歉，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虽然万般不愿，还是低头跟莫寒说了声对不起，然后抹着眼泪转身跑向了马车。不知这位姑娘贵姓？这里是些银两，就当在下替小妹赔偿这些包子的钱吧。骆九离给南星使了个眼色，南星心领神会，上前接过荷包。萍水相逢，后会无期。说完转身就走。古诺风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一双眼睛里波光闪动，他的衣袍在光线里如霹雳一身烟光水色，晃动着他的眼，也摇曳起了他的心。五公子，请您自重。我家公子与夫人似水如鱼，鸾凤和鸣。你说刚刚那姑娘是你家夫人？那姑娘竟然有了家室。马车旁，萧明玄亲自扶着骆九离上了马车。我不是让你在马车里待着吗？一时不见，如隔三秋。那个古诺风，如若不是笑月山庄老庄主的独子，他只怕忍不住会亲手捏死他。王爷，那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知道你不在身边，真是无聊的难熬。所以我是王爷解闷的。你要说这话，是要伤我的心吗？你是我的妻，是我费尽心思娶进王府唯一的妻，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能让我低下高傲的头。为了你，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着你的骄傲，维护着我们的感情，不容任何人觊觎和践踏。王爷是我的夫君，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后盾。有王爷在身边，我可以目中无人，可以肆无忌惮。我的所有底气都来自于王爷。以后那样的话，我再也不说了。说你以后再说，我可是要惩罚你的。惩罚我什么？就像这样。猛地，骆九离被扑倒在软绵绵的锦被上，马车里气温节节升高。王爷、王妃，那古家人走了，咱们是否赶路？王爷，还好，莫寒回来的及时，要不然……萧明玄此时也回过神来，低头重重地亲了一下他的唇角，这才起身整理好衣襟。骆九离也忙起身整理衣服。天黑之前进继承。是。秦隐，派人去查查古诺风此行为何。是。车轮滚动，马蹄声声。听闻这位诡异先生医术高明，不但治好了城中甄家小姐的病，就连甄家的那位二姨娘都因为诡异先生开的药身怀有孕了。甄家老爷能老来得子，高兴的跟什么似的，把那诡异先生奉为座上宾。如今这周边的贵人们也都想来继承找诡异先生问诊尤其是那种想要延续香火的贵人，夫人们更是每日恨不得守在甄家门外，一睹诡异先生风采。诡异来继承了，我们怎么不知道啊？这个花兰州怎么不给主子通个信儿？秦隐也是满脸疑惑，还为他搞清楚被他派出去追查古家兄妹的暗卫回来了。那暗卫附在秦隐耳边耳语了几句。好，知道了。暗卫行礼退下。主子，夫人说查到了，那古家兄弟来继承也是为了去甄府求诡异问药的。好，知道了。王爷觉得会是花兰州吗？不会。王爷为何这么肯定就不是花兰州？第一，花兰州行踪飘忽不定，他现在还在巴陵国，怎么可能跨越千里来继承？第二，他没有你这出神入化的医术，还能让人老来得子，身怀有孕，简直荒谬。看来是有人打着他的名号招摇撞骗，要不然让秦隐他们查查。肯定要查，我先进城安顿下来再说。没想到因为一个诡异来了，这里这么热闹。如若让人知道那诡异是假的，又当如何？最清风客栈便是继承最大的客栈。秦隐先行下去询问进了大堂。客官，实在是对不住啊，我们客栈的1等房、2等房和3等房今日已经住满了。那就天字号2间。好嘞，客官，稍等，我给您拿牌子。秦隐点头，正要付银子，身后春荣走了过来。秦隐大哥，夫人说再订2间天字号。你说夫人让再订2间天字号？这是夫人的意思，秦大哥照办吧。说完转身走了出去。难不成2位主子要分开睡？不应该啊！按小二订4间天字号房。4间，好嘞，客官稍等。小二高兴的嘴都咧到耳根后了，开了房，拿了牌子，小二亲自给他们引路。小二哥，先帮我们送些沐浴的热水过来，然后再准备一桌子好菜，把你们店里的招牌菜都送上来。小二也是个懂事的，由始至终都低着头，没敢去看那2位贵客的面容，伸手接了银子，千恩万谢的退下。夫人是要和主子分房睡吗？谁说的？那订的另外2间房间是给谁准备的？给你们啊！如若是
时荒郊野外没有条件的时候是没办法，但如今进了城，吃住上我不会委屈自己，更不会委屈身边人。你们几个暗卫可以分开值夜，不值夜的便回房养精蓄锐。我刚才看了，这房间分内外室，足够你们住下。如若被褥不够，让小儿多拿几套，打地铺、睡凳子还是睡床，随你们。多谢夫人体恤。洛九离笑了笑，没说话，转头看了眼萧明玄：“你先回屋休息，我有事吩咐青影去办。”好。很快，沐浴的热水送过来了。洛九离舒舒服服地泡了一个热水澡，全身都快搓到发光了。洛九离才起身换上新的衣裳，他才坐到铜镜前，便听到屋门吱呀一声被人打开。回来了。怎么不等我回来一起洗啊？舟车劳顿，你不累吗？还不快去洗澡去罚？萧明玄为他轻柔地梳着已经被烘干的头发，透过铜镜看着他的容颜，眼里却骤起暗潮。王爷，王爷，你在想什么？王爷有心事，是因为那个假的鬼医，还是因为别的？都不是。我在想，我这样算不算老牛吃嫩草？我是心甘情愿被你吃，欢不欢喜？王爷快去洗澡，我去找春荣梳头。说完松开手，一阵风一样出了屋子。萧明玄低头宠溺一笑，转身去了屏风后面。一路舟车劳顿，夫人怎么不多休息会儿？睡了一路，再不动动筋骨，这身子就废了。只是这发髻实在难梳。春荣一笑，拿起木梳，开始整理自家夫人的头发。不大一会儿，一个百合髻便在春荣的巧手下盘好了。哇，我家春荣这双巧手简直出神入化，也不知将来谁能有福气娶了我家的小春荣。夫人，你惯会取笑我。夫人，小春荣害羞了。男主姐姐，你怎么也跟着夫人取笑我？谁取笑你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夫人这是在为你的事儿操心呢。何况咱们王府里秦野、莫寒、秦五、秦六全都是光棍。你看中谁了？就是，你相中谁和我说，我帮你相看相看。如若合适，我让王爷给你们赐。哎呀，夫人你快别说了。春荣年纪小，羞得捂着脸跑了出去。这丫头，便听到门外传来两个人碰撞在一起的声音。哎呦我去，这是撞到桃花运了！男主两眼放光，抬脚就往门口走去。秦野，男主，夫人可在你们房间？在。秦影有事吗？回夫人话，主子已经沐浴完了，店小二也准备好了膳食，主子请夫人回屋用膳。好。秦影，夫人请吩咐。别紧张，你刚才是不是和春荣撞到一起了？刚才是不小心的。我知道是不小心的，不过我家小春荣不像南竹和南星这样都是习武的女孩子，皮糙肉厚的，撞这一下指不定怎么疼呢。你还不去找找她，跟她道个歉？说完也不去看秦野懵掉的脸，抬脚撤回了自己的房间。金藤林，你知道刚刚夫人和我们在屋里说了什么吗？说了什么？夫人说春荣那双巧手简直出神入化，也不知将来谁能有福气娶了她。夫人还说让她在府里相看相看，如若看上了谁，便让爷给他们赐婚。哎呀，也不知道那小春荣看上了谁，刚才啊可是红着脸跑出去的。男主拍了拍秦颖的肩膀，笑着去找南星。秦颖站在原地，也不知琢磨着什么，好半晌转身扭头就下了楼。屋里，洛九离笑不可支。你又乱点鸳鸯谱了？谁乱点了？要不说在这方面你们男人都是迟钝的，这一路王爷就没有看出点什么事来？萧明玄摇头，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也不如你重要。我当然重要，谁让我是王爷的媳妇儿呢？不过王爷也该为你身边那几个光棍汉考虑考虑终身大事了。好，难不成我身边的那几个有人对春荣那小丫头上心了？这一路啊，我瞧着秦颖的眼神动不动就往春荣身上瞟，等春荣主动跟他说话吧，他又不坦荡，别别扭扭的。可他跟南竹和南星说话又一脸严肃，俨然统领的身份，这差距有点大呀。你说秦颖喜欢春荣？大概是，应该是，可能是。若那二人真是郎有情妾有意，倒也不失为一桩美事。我也这样觉得。春荣，秦颖大哥，是夫人让你来找我的吗？不是夫人，那个是。话还未说出口，两人碰在一起的手跟碰到火星子一样，纷纷往后撤。秦颖大哥，秦颖哪里和女子表过白？今儿个是破天荒头一次，笨笨磕磕的从怀里摸出一个布袋，然后不由分说的一股脑全兑到了春荣怀里。这是什么？春荣姑娘，我听说夫人让你在府上相看，我怕今天再不说出来，我就没机会了。我喜欢春荣姑娘，在京城的时候就喜欢了。这布袋里面都是我攒下娶媳妇用的钱，我一分都没留，都交给你保管。以后我挣的钱也全都交给你保管。我是孤儿，没有父母，家里不用侍奉公婆，我不会纳妾，更不会出去拈花惹草。如若春荣姑娘也不讨厌我，就把这个布袋留下。那个我不着急听到答案，明天或者后天春荣姑娘再告诉我就行。秦颖一股脑的把想要说的话红着脸全都说了出来，哪里还敢听答案？头一次战战兢兢又狼狈不堪的跑开了。春荣站在原地
地，手里捧着布袋，脑子里想着他刚才说的话，俏脸立即爬上了红晕，又是怕羞，又是欢喜，又是复杂。你如果身在江湖，也应该是个侠客。此话怎讲？是两服一去，深藏身与名。继承一事，王爷不但替皇上充盈了国库，还招了贪官奸商，不知皇上要怎么高兴呢？只是误打误撞，花兰州的名声不能被那些人利用污秽了。至于那些钱财，皇兄会知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王爷，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回允兴国。去见你师父吗？不知道他老人家有没有出关。如果他老人家没有出关呢？我们是不是还要在谷里等着？那我就带你去见几个人。谁？见了你就知道了。那为何不现在告诉我？难不成是王爷的师兄弟或者师姐妹？说起来，王爷从未与我详说过允兴谷内的事。除了陈央，王爷可有其他师姐师妹？你为何一直强调师姐师妹？不是我强调，而是那画本子上不是都有写吗？同门师兄妹最容易生出感情。毕竟我与王爷是后来相识，若某一天冒出个大师姐、小师妹来说是王爷的小青梅，那我可就……萧明玄听他越说越没边，低头猛地吻住了他的唇，好一阵耳鬓厮磨，两个人才恋恋不舍地分开。小傻瓜，我的身份怎么可能允许允兴谷内有外人的存在？除了我和陈央，就是师傅州的一个小药童。你的小脑袋一天天别再胡思乱想，没有师姐，也没有师妹，更不会有什么小青梅。我如今有你一个足够了。26年来，从他懂事开始起，从他得知自己的身份那日起，甚至在被体内咒术折磨的这些年里，他就不再有喜怒哀乐，更连起了儿女情长。他夜以继日的征战，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操练自己的人马。他所有的活法都是为了有朝一日挥师东周，为那些死去的亲人复仇，夺取东周的江山。洛九离见他没有说话，眸光却越来越沉，知道了他背负了身份那2个字的沉重含义，自己轻轻叹了口气，原想逗他开心，没想到又让他想起了那些伤心事。我也有王爷一人就足够了。丽儿，你是我的，是我一个人的，而我也是你的，是你一个人的，今生今世，永生永世。又过了3日后的晨曦，正在马车内昏睡的洛九离被萧明玄轻柔的叫醒。累吗？有夫君作伴，怎么会累？一句夫君，让萧明玄的那颗心乐得快要盛不下蜜糖般的喜悦。再叫一声夫君，以后无论人前人后都要叫我夫君。王爷任何人都能叫，唯独夫君只有你一人。好酸。什么时辰啊？已经过了某时，吃点东西，稍作休息之后，咱们就进山。洛九离点点头，与萧明玄一同下了马车。鱼汤吗？好香啊！前面有一片湖水，里面的鱼肥美鲜嫩。秦颖和莫寒带人天微亮时就去捕了鱼了。这时，春荣端着打湿的软巾走了过来。夫人，擦把脸吧。洛九离接过，擦了脸和手。待春荣离开，他抬头看着前方那巍峨连绵起伏的群山。这是哪里？这里是雾灵山脉的外围，山路崎岖。吃了早饭，咱们要弃了马车，骑马进山了。洛九离看着眼前这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绵延山脉，看到了宛如仙境的一幕。难怪世人敬仰、畏惧、膜拜，无人敢生出不敬之心。这里当真是神圣之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竟觉得心境从没有的平和。一行人吃了烤鱼，喝了鱼汤，整装待发。时间有点赶，辛苦你了。有夫君在，我不觉得辛苦。山里有温泉水，等到了好好泡个澡，休息几天。他一边说着，一边牵动缰绳，马匹扬起蹄子进入了山道。萧明玄怕他骑马骑得屁股疼，遮掩在披风下的手，他亲自给他按摩着臀部和腰部，让洛九离舒服就忍不住脸红心跳。我没那么娇贵，我突然心里懊恼，让你跟着我受这份苦。这算什么苦？我曾经在那个世界受到的苦比这还要多。被人霸凌挨打，吃不上饭是时常的事。虽然他也幸运的被人捐助过，但初中毕业上了高中后，他便开始自己打工赚钱。从高中到大学，他都不知道多少次为了赚钱交学费，拼命的没日没夜的打零工。丽儿，你没什么，都过去了。人啊，都要往前看。跟我说说允兴谷吧。听说曾经各国的皇帝都有派人前来请你师父出关，却一个个连允兴谷谷内都没有走进去过。我很是好奇，那些皇帝手下都有能人异士，怎的到了这儿竟连允兴谷都进不去了呢？师父不喜欢被别人打扰，从外围进入到允兴谷会有18道阵法，越是往里走，阵法功能越强大。尤其是允兴谷外，都是有来无回的大阵，若有人硬闯，下场师父怕无心之人闯入大阵殒命，会在闭关时关闭入口。这样的话，外面的人就会找不到进允兴谷的路了。那就真的没有人破解过阵法？没有，师父布的大阵，当今之事还没有人能解开。当然，曾经有人闯阵破解，可惜错了一次，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洛九离闻此，对灵虚子更是好奇。神秘的大能者，谁能不好奇？何况还是他的便宜师傅。天啊，外面都5月了，这谷里竟然还能有大片大片的桃花。好看吗？回去跟你折些花枝回来。主子，这不好吧？萧明玄斜了他一眼，意思是你别多嘴。陈阳公子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这桃花林也是桃花阵，主子入阵去给王妃摘桃花。洛九离微微蹙眉，这竟然也是个阵法。不多时，萧明玄飞了回来，真的是用飞的。给
谢谢夫君。怎么谢我？萧明玄微微侧过脸颊，意思不要太明显。洛九离一笑，扭头亲了他一下。牙疼，牙疼吃药。陈阳脖子一缩，顿时不敢再多说话。当初他万般阻拦，如今主子这是记仇了。你呀，都到现在了，还没有琢磨透。王妃说什么都是对的，做什么也都是对的。就算此时王妃说山是土匪山，窝是土匪窝，主子是土匪头子，主子也绝对会宠溺的点头说是。陈阳无奈，如果主子是君王，会不会成为史书上记载的昏君？哼，陈阳公子难道不知道王爷心里王妃最重要？我当然知道，可他也没料到主子会偏宠王妃，偏宠到这般地步啊！入阵摘桃花这种傻缺行为，不理解，实在不理解。直到有一天，他为了一个姑娘做了某种傻缺行为，才理解了，那哪里叫傻缺，不就是爱吗？伴随着耳畔呼呼的声响，山景在眼前急速闪过，他抱着她，倒是没飞多久，放慢了速度，慢慢把人给放了下来。到了，大师兄，二师兄，他叫叶普，师傅的药童啊。漂亮姐姐就是师兄信里说的妻子吗？是，我就是你师兄的妻子，我在洛九离，很高兴认识你。叶普自有记忆起便生活在谷里，心思善良单纯，第一次看到漂亮女子对自己笑，竟然也知道脸红。没大没小，你该叫她嫂子。嫂子。洛九离一笑，轻应了声。师傅呢？快出关了。叶普摇头。师傅为何闭关？叶普依旧摇头。罢了，左右这几日还有其他事，希望在走之前能见到师傅。走吧，跑了几日的路，先歇歇腿脚。洛九离点点头，身后跟着陈阳等人进了院子。说实话，进山之前我已经做好了身居草屋的准备。混年幼时，这里的确是草屋。自他用了老九的身份后，这里便慢慢变了样子。说着，拉着洛九离进了屋内。众人吃了晚饭，萧明玄破天荒的让所有随行之人不必守夜，也不必随侍，全部回去补觉。想想也是，秉行谷内才是最安全的。夜晚圆月当空，微风徐徐。今日是15。走，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里？萧明玄薄唇轻抿，幽沉的黑眸里情绪涌动，俯身在他耳边耳语了2句。不待他反应过来，直接飞出了院子。春荣吓了一跳，忙去找南星和南竹保护2位主子。南星一听，抬脚就要往外走。你去干嘛？保护王妃？哎呀，我的好姐妹啊，你快开窍吧！王爷为何让所有人今晚不必守夜，不必随侍？为何？南竹轻咳了一声，见他是真傻，遂把2个大拇指往一起一碰。明白了吗？一旁的春荣俏脸一红，显然是明白了。男性面无表情，返回了床上，显然也是明白了。唉，简直让我操碎了心啊！也不知道他是为谁操碎了心，也许是为了2位主子的幸福。不过此时他的2位主子正落在一处清澈见底、水汽升腾的温池泉旁。哇，好漂亮！萧明玄宠溺地看着她，特别是在光影中的她，如仙子般撞入他的眼中来。既然漂亮，何不近距离观察？说着，摸上了腰间的腰带。哎，如果衣服湿了，夫君是不是用内力就能烘干？萧明玄愣了一下，没有反应过来他为何问这句话，但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洛九离一听，纵身跃入了温泉池水中。哇，这温泉水真不错，舒服得很。真的那么舒服啊？比我的怀抱还要舒服吗？他话音一落，已经扑通一声跳了起来。他慢慢的闭上了眼睛，依靠在他的胸前。萧明玄低头看他舒服的合着眼，眼睛里带着点笑意。这叫神景丹池，师傅说能舒筋通络，消除疲惫。这半年多来还从没有如此放松过。从刚穿进来的拼死搏杀，到回到京城里的那些阴谋算计，在此刻终于都远去了，只有这难得的温暖泉水和片刻的宁静。丽儿，再等等。夫君。困了吗？他的本意可不是来让他睡觉的，可是看着他慵慵懒懒猫一样的困倦模样，到底还是一忍再忍。洛九离自然感受到了他的某种迫不及待，闭着眼的嘴角微微勾起。衣服粘在身上不舒服。萧明玄一听，眼神顿时就迷离了起来。他的媳妇儿果然还是体恤他的，几乎是须臾，2套湿漉漉的衣服就被丢到了岸边。洛九离好气又好笑，这个男人心跳已经渐渐失了频率。萧明玄感受着唇边的滑腻，再也忍不住，也不想再忍，深深的埋下手去。他身上的香气也更清晰地传了过来，在这温热的水汽中，是人世间最动人的香，诱着他的人，牵着他的心。头顶上一线线的月光洒下来，水声潺潺，水汽腾腾，2个人相拥在温泉水里，2颗心也前所未有的贴近，似乎能够听到彼此的心跳声。很久很久，直到1个时辰后。萧明玄，这里你已经洗了好几遍了。萧明玄大手揽过他的腰肢，双目深邃，微低了些头，看着他那双警惕的双眼，唇边露出一抹温柔的笑容，眸
眸中有流光回转，如同盛满了整个春季的鲜花色彩和所有波光湖色的双眸，只把洛九离的双眼都看直了。萧明轩看向他的双唇，轻轻吻了上去，这吻温柔缠绵，两个人的舌尖似嬉戏般追逐缠绕。在意识迷失之际，洛九离心间微叹，这个臭男人竟然对他用美人计。又不知过了多久，直到他浑身无力，猫儿般的靠在他的胸前，连出浴擦身和穿衣全都是萧明轩全权代劳。被放在柔软的床榻上时，他还呢喃地唤了声夫君。感受到熟悉的气息包围了他时，他才一语停止，睡着了。夫人，你醒了。夫人饿了吗？洗漱之后就可以用膳了。公子命人备了一桌膳食，就等着夫人醒呢。哦，什么时辰了？刚到4时。公子命我们不许打扰夫人，让夫人好好睡一觉，把精神气儿都补回来。春荣啊，你最近是不是和男主要好？哦，怎么了？难怪，小丫头你也学坏了。说着起身下床，春荣缩着脖子吐了下舌头，上前服侍洛九离洗漱。公子呢？公子在书房。夫人是先用膳，还是让男主他们去请公子过来？不必了，我去找他。与此同时，院内一身玄衣青袍的萧明玄从外面走了过来。洛九离一看他那精神抖擞的样子，心里暗叹不公平啊！昨夜两个人都费了大半天的体力，怎么他一觉睡到大中午，这会儿子还能觉得身体酸痛，而他却能大早上起来看书练剑？干嘛这副表情啊？不是，就是感觉自己起得太晚了。第一天禁锢，你也不说把我叫醒。萧明玄忍着笑意，丝毫没有表现出来。昨晚他是真没忍住，百般折腾了他一回，自然要让他休息好了。先去吃饭，吃了饭休整一下，我带你进山。进山？乖，先吃饭，带你去了，你便知道了。他这一声乖，拉着长长的尾音，还带着一丝娇宠，让洛九离浑身鸡皮疙瘩直冒。洛九离是真的饿了，看着桌上新鲜出锅的佳肴，色香味俱全，让他食指大动。萧明玄坐在他旁边，给他盛了碗鱼汤，又时不时给他布些清口小菜。洛九离只负责吃，吃得从容优雅；萧明玄只负责布菜，布的那叫个轻车熟路，得心应手。那真的是我大师兄？大师兄不是清冷高贵吗？不是杀人如麻，冷酷无情，不苟言笑吗？怎的如今……别看了，快吃！别光顾着我，你也多吃点。你也吃。洛九离浅笑，一顿早饭吃得静谧和谐。这是神策军七营。这就是神策军。这时一道身影掠到了他的面前。属下参见主上。洛九离，本王唯一的王妃。那悍将目光只虚虚看了眼洛九离，便低头抱拳行礼。神策军主将霍刀参见王妃。霍将军请起。显然那霍刀也有些意外，洛九离不但没有怕他，竟然连声音都稳稳重重，还带着一丝凛然，完全没有那种菟丝花柔弱娇女的模样。走吧，过去看看。主上带王妃回谷，参见主上，参见王妃。萧明玄虚脱了下右手，面容依旧冷峻，目光冷冷，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所有人似乎都习惯了他的冷漠，站了起来，心头都兴奋不已。继续训练。霍刀锵的一声，又敲了一下鼓点，接着训练场又传来了各种搏斗声。主上请，王妃请。霍刀恭恭敬敬，他虽是悍将，但不是莽夫。主上这么多年都没有带回一个女人，如今却突然带来了一个王妃，这说明什么？王妃不但得主上真心，恐怕连主上真正的身份都知道吧。霍刀给神策左卫传话，晚间出幕来见本王。是。霍刀接了令，转身快步出了主屋。夫君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晚间出幕？萧明玄一笑，拉着他走到沙盘边。这是整个峡谷的地理位置，神策军弃营在峡谷正前，中间位置是骁骑右卫，骁骑右卫后侧方的山上有一处大墓，神策左卫的人便在墓中铸造兵器。那得多大的墓啊？不小，2位弃营建立起来的所需银两都是从墓里拿的。你盗墓？盗什么墓呀？是之前发了山洪，那墓便露了出来，那时也正赶上见2位弃营少了银子。好好说话，别动手动脚的。他又不是傻子，那大墓虽然不小，但养兵马本就是吃银子，那墓里的金银恐怕杯水车薪。关于大墓这件事儿，就这么接过去了。夫君很信任那位霍刀将军。当年我救下他后，他便歃血立过重誓，要誓死追随于我。这神策军弃营也是他一手带起来的。我夫君看人的眼光甚好，那霍刀看着像是个粗人，其实有勇有谋，心思缜密。夫人还会相面之说？什么相面说？夫君身边向来没有女人，这突然带着我回谷，恐怕这会儿在外面，你的那些兵肯定都有不同的声音。也许在他们看来，柔弱的女人只能给夫君暖被窝，当不得让他们都郑重拜见，承认我王妃的地位。但这个霍
我刀由始至终没有对我表现出任何不敬，更没有认为我这个女人会成为你的拖累。如若换成旁人，比如会为了某种所谓的助力来考验我吧。我的女人谁也没有资格去考验。陈阳脚步一顿，心里叹气，主上这话恐怕就是说给他听的，毕竟他曾经为了大祭司的那个预言那样阻拦过主上娶王妃，何况他以为王妃只是个菟丝花，谁曾想到王妃会有如此本事。他现在真是后悔当初错把珍珠当榆木，还好主上与王妃情比金坚。主上，王妃有事儿。骁骑右卫刚从山上下来，想见一见主上和王妃。萧明玄并未答话，扭头看向一旁的骆九离。我没意见，听夫君的。走，以后神策左卫、骁骑右卫、神策军7营的将士都将臣服于你，你也会是他们的主子。他希望哪怕没有他的命令，那些将士当听到他遇到危险时，也会毫不犹豫地向他奔去。夫君这是打算奴役我呀？萧明玄一听，略带气闷地咬了一下他的嘴唇。门口的陈阳赶忙低头。怎么能叫奴役？左右你也有那些惊世才能，默默送给我，倒不如一鸣惊人。这样的话，你既收服了我的心，也降服了我的那些手下，何乐而不为呢？要不我送一份大礼给他们？甚好。传令下去，今晚的训练场篝火烤肉，慰劳众将士。是。说着便转身退了出去。这是萧明玄第一次清清楚楚见他毫不避讳的凭空取物，心里震惊。骆九离一抬头见他看着自己，不禁失笑。傻了，你还要做那个炸药吗？夫君不是让我一鸣惊人吗？这东西足够惊人，怎么夫君不喜欢吗？要不我下点毒药，把你的这些将士们全都毒晕，让他们知道人心险恶，或者是我用王水给他们表演一个画师画骨。还是炸药吧，足够惊人，这次威力不必太大，足够震慑他们就行了。威力太大，恐怕这山谷都得让他炸平了。骆九离手下一顿，震慑他的属下，他还这样高兴，摇头笑了笑，没再说什么。夜幕很快降临，训练场外面平地上燃起了火堆，一时间肉香扑鼻。当萧明玄拉着骆九离出现在众将士面前时，这女人就是主上带回来的王妃？什么王妃？我们军中什么时候有女人了？就是啊，女人就该好好待在家里相夫教子，出来抛头露面，成何体统啊！你们几个是真不怕死吗？没听陈统领说的，这位可是王妃，主上的夫人。我们忠心的是主上，就算她是王妃又如何？能带领我们上阵杀敌吗？萧明玄脸色沉沉，抬脚就要走过去。哎，你看陈阳。只见陈阳摸了摸鼻子，悻悻地朝着二人笑了一下。既然主上想要给王妃立威，这个忙他得帮。萧明玄朝着他冷冷一笑，这小子就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陈统领，这就是你骁骑营将士说出来的话，胆敢妄议主上和王妃，这个霍将军。霍将军，没事，先让他们说完。底下的将士见骆九离都没有什么反应，反而笑脸盈盈地望着他们，顿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说完了，好，既然你们说完了，那就换我说了。你们唤我一声王妃，无非就是看在我是王妃的身份上，看在是你们主上的女人的份上，所以在你们看来，既是王妃，便只能成为主上的助力，不能成为主上的弱点。但你们又可知我所拥有的能力？骆九离说着，拿出小罐子。男主，前面那个小土丘太碍眼，炸平了。是，王妃。脚尖轻点，腾空而起，稳稳地落在了100米外的小土丘边上。随即拿出火折子，点燃导火索。男主急急飞身后退了回来，随后只听平地一声巨响，以小土丘为中心，周围土块碎石纷飞，尘土飞扬。众将士此刻犹如木雕般呆愣在原地。这是王妃制造的秘密武器，而且还只是威力一般而已。威力一般就炸掉了一个土丘，如若威力巨大的，那会不会……神策左卫，骁骑右卫，神策军7营，拜见王妃。这气势惊人的2位7营，就这么没有半点不服的臣服于他。起。是。就在这时，4个中年男人几乎是同时大步流星走了过来。末将郭浩，末将郭衍，末将薛斐，末将杨丰一，参见主上，参见王妃。免了。4人垂手，没一个看向自家主上，齐刷刷的把目光全部都看向了骆九离，就像是看着绝世宝贝一样。王妃，我们4人都是神策左卫的正副统领，也是军将手艺人，熟知兵器的锻造。王妃，刚才那武器是什么东西啊？威力如此巨大。王妃，如若把刚才那件武器用到战场上，那咱们的军队将所向披靡。王妃，这是末将锻造的宝刀，砍铜剁铁，刀口不卷，吹毛得过，杀人不见血，请王妃笑纳。那大刀别说他耍，就是提都提不起来。这种场合他该怎么说？郭浩，王妃习惯于使用暗器。到底是萧明玄一句话，既不伤了郭浩的面子，又把刀退了回去。难道王妃不会武功？
关于这样武器，萧明玄看了骆九离一眼，骆九离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你们跟着进来吧。说着，拉着骆九离先一步进了主帐，一行4人加上陈阳、霍刀也跟着走了进去。有什么话问吧。王妃，刚才那武器叫什么？炸药。王妃，如若把这炸药用在战场上，那神策军将会减少更多的人员伤亡。骆九离看了一眼萧明玄，炸药制作繁复复杂，咱们在谷内无法逗留时间太长，何况还要找齐3种材料，恐怕……主上，王妃都需要哪3种材料？末将派人去找。这3种越多越好。纸上正是黄牙、地霜和木炭。老刀，你组织将士伐木烧炭。郭岩、郭浩，你们带人连夜出谷去阳泉沟买黄牙。我和薛飞带人进山开采地霜。萧明玄淡然自若，他的兵他给足了权力，让他们自己去做事，而他要的只是结果。杨统领说什么？谷内有地霜？回王妃话，正是谷里最深处山上就有地霜矿。明日一早，末将就带人进山开采。阳泉沟有个专卖黄牙的铺子，出谷走上1日，起码半日就能到，来回行程最多2日。这可真是瞌睡了都有人送枕头。你们去吧，所有东西备齐，派人去隐星谷传话。是。骆九离见那6人离开，忍不住转头看了他一眼。为何这样看我？我在想，夫君若无些真本事，大概也无法让这些人心甘情愿臣服听命吧。可现在我想让手下将士都臣服于你。他要他与他并肩，可他不落后于他半步，要他日后奉以天下。骆九离不知他心中所想，来允心谷，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见一见他的师父灵虚子。主上，王妃，这些黄牙质量可是上乘。骆九离走过去看一看那一车的黄牙，黄牙纯度很高，辛苦你们兄弟了。骆九离又看了看萧石，也就是这个时代的地霜。不过这一车地霜乃是半生矿，里面的杂质很多，需要进行提纯。王妃，怎样提纯？对，王妃只管说，我们按照王妃说的做。骆九离点了点头，把提纯地霜的方法告诉了杨丰一几人。你就这样把火药的制作工艺交给了他们，心里是不是也曾纠结过？你怎么知道我纠结过？我能感知到你的任何情绪，高兴、难过、喜悦、忐忑。何况你曾经不是说过吗？火药这东西制作不难，材料也不是特别难以寻找，但它本身却是好坏参半。用得好了，开山裂石；但若是用火药来打仗，那么它就是大杀器。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死在火药之下，且大多都是尸骨不全的那种。你记得倒是挺清楚。那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连圣人都有举起屠刀的时候，我又需要在意什么？当然，我也不是圣人。来到这个世界时，偶尔我也会感到心中不安或是迷茫，但自从遇到你，我的心态却也逐渐在向这个世界转变。人命什么的已经不再那么让我在意了，因为即便我不制造火药出来，那些征战沙场的人死的还少吗？虽然我更希望能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东周，但东周的武帝肯吗？他的那些儿孙不得拼命？那武帝可是个好勇斗狠之人，更是个野心勃勃之人，但他缺乏仁慈，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不是一个好的当权者。他私下打听过东周这些年的近况，自武帝继位后，便大量残杀那些战功卓越、位高权重的将军和世家，只因那些人曾经效忠，甚至只是为萧明玄的父皇圣文皇说过几句好话，就被斩杀。那武帝更是每一年都举行选妃，处处抢掠良家美人，更不用说横征暴敛，东周各地冤案频起了。一将功成万骨枯，想要做到高位，想要手握权力，想要东周百姓安居乐业、盛世太平，王爷，我支持你。我萧明玄是上辈子积了什么德，才能娶到个这么厉害又与我心意相通的夫人？所以啊，以后你要对夫人我好点，我可不是那么大度的女人，我帮你助你是因为你是我爱的男人，但如果哪天我的男人再沾上别的女人，什么剁手挖舌的太费事儿，我会直接……骆九离趴在他身上，目光轻飘飘的瞟了一眼他腰下，必断其根。我记住了，必定至死都不会让你有动刀的机会的。说着，一个翻身把他压在了自己身上，抬头吻了上去。主上，王妃，何事？这是我们4人这些日子研究出来的，请主上王妃过目。拿来，我看看。骆九离伸出手，萧明玄拿过来，放入他手心，里面是炸药。王妃英明，这里就是炸药。你们实验过了吗？因为成功了，才敢呈给主上和王妃看，只是还没有名字，请主上和王妃给这东西赐个名字。夫君，这名字交与夫人，毕竟那炸药是夫人提供的。也好，火霹雳。得嘞，谢王妃。这几日你们都辛苦了，放你们一天假回去休息。是，谢主上。这几日虽然累，但他们累得值。想不到夫君手下的这4人当真名不虚传，待功成名就之日，定要为他们好好赏赐一番。二人这正说着话，院外叶普小旋风一样的跑了过来。师兄，师傅出关了，师傅出关了！屋里二人同时站起身。你说什么？师傅出关？现在在哪儿？我刚才按例去后山送果子，师傅从洞里传话，让师兄和嫂子马上前去。快，咱们马上去！萧明玄拉起骆九离的手，快步走出了院子。后山的山洞外，萧明玄和骆九离刚刚走近。进来吧，走。萧明玄紧紧拉着他的手，走进了洞内。
徒儿拜见师傅。而骆九离抬头看去时，脑子轰鸣一声，双眼顿时瞪大。院长爷爷，没错，萧明玄的师傅，这个世界的仙医灵虚子，竟然与他前世小考古的爷爷，他最敬重的院长爷爷长得一模一样。丫头，欢迎回来！跪在地上的萧明玄心里扑通一下，鲜少不喜于色，不怒于行的他，也被骆九离的那一声院长爷爷和师傅的那一声欢迎回来惊愕不已。这声音也一样，前世院长爷爷也称呼我丫头，怎么回事？这到底怎么回事？师傅，这到底……你先起来。关于这件事儿，还要从皇城乱那日开始讲起。正在练武场的陈央听到叶普来报师傅出关了，便翻身上了马。你说大祭司出关了？是。叶普点头，正要告诉他们师傅召见了大师兄和嫂子，可是话还没开口，眨眼的功夫，两人便不见了踪影。叶普不明白，每次师傅出关，这些人也没有像今日这样，怎么一个个发了疯了一样。霍刀和杨丰一听到大祭司出关，也是脸上止不住的兴奋。大祭司出关是不是就能剑指东周，宰了武帝那个老贼？是。主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终于有用武之地了。将士们，操练，练不死就往死里练。杀！骆九离还有些不能消化刚刚灵虚子的所言。原来东周皇城大乱那日，灵虚子在赶回皇城的路上被问天宫的同门之人暗杀。当然那个时候他还不叫灵虚子，叫商止，东周前大祭司。好不容易摆脱暗杀，集结返回皇城后，宫门已破，先皇和先皇后甚至宫妃皇子公主无一生还。要不是有一个宫人拼死抱出了尚在襁褓中的萧明玄，又幸运的被他遇到，恐怕圣文皇一脉就真的后继无人了。那时武帝的煞星将亮，东周易主，他已经无力回天改命了，只能抱着尚在襁褓中的萧明玄离开了东周，引入了长宁王朝雾灵山脉的陨星谷内。在陨星谷内，他推演天算，算出长宁王朝一国公府嫡次女，也就是骆九离，乃是紫微星女命格。为了不被东周武帝和问天宫的人发现，引来杀身之祸，他便提取骆九离一魂石，放逐异世历练，待历练完结再回到本体。原来这都是他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不是无父无母的孤儿，我的父母真的就是一国公夫妇。是。那这枚古戒也是您送过去的？你6岁时本有一劫，这枚古戒是本道送给你固魂所用，亦是引魂所用。难怪。那个世界的小考古和叔叔阿姨都是真实的吗？包括院长爷爷？都是。那为何您与那个世界的不一样？这个问题有点冒昧，您如果不想回答，无碍。我2次窥探天机，送你去异世，为他遮掩命盘，遭遇反噬，所以才频繁闭关。师父，无碍无碍。你父皇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却没能及早探查到武帝的野心，让他篡权夺位，问天宫易主，那么多人因此丧命，本就是我之错。师父，这不是您的错，皇朝更迭并不是一人所为啊。你能如此想，师父心甚慰。可若不如此，祭祀殿的6人试盘定会查到你的下落。何况为你借了小九的身份这件事儿，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长爷爷，不，师父。你们既是夫妻，便随了他的称呼。是，师父。我想知道夫君所中咒术之事，师父也没有办法解开吗？一旁，萧明玄听到他提起咒术，自己都觉得恍如隔世。自从与他相识这近1年来，他的咒术竟然鲜少发作，尤其是在与骆九离成婚后，他几乎从未发作过。也不知是他在身边的缘故，还是他的血的缘故。你在异世不是学过吗？故天将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那咒术是对他的考验，也是对你的考验。去往东周后，如若看到持着这块玉佩的人找你，大可相信他会帮助你的。师父，持着玉佩的是什么人呢？去吧，去了你们自会见到他。师父，那您呢？不是出关吗？我自有事要做。你们此行东周，形势险恶，千万小心，尤其记住要彼此信任。谨遵师父教诲。萧明玄拉着骆九离跪地磕头，随即起身退了出去。师父，这是……萧明玄满脸悲怆，双膝跪地。民间有言，天机不可泄，而泄之有害于命理。那师父……师父，待我斩杀武帝，行掌东周天下大权，以上父之礼迎接师父回宫。石门之内，灵虚子静坐石台之上，淡淡一笑，慢慢闭上了眼。
与此同时，东周境内临近晋城。夫人，一到晋城境内，不用太赶，我们边走边看看风景。再比一程，如何？跑了一路，我怕你累着。不累，来吧。骆九离双脚一踢马腹，缰绳一甩，两人几乎同时策马飞奔了出去。马不停蹄地跑了半个时辰，抵达前面不远处的一座小镇上，一黑一白两道身影慢慢停了下来。夫人骑术精湛，为夫望尘莫及。骆九离愉悦轻笑，虽然知道他是在睁眼说瞎话，但心情还是不错。马匹渐渐靠近城池，路上行人渐多，被两人甩在身后的四侍卫此时也跟了上来。晋城地处偏南，是去往东周上京的要道，也是士农工商各路人马的聚集之地。萧明玄边走边淡淡闲聊，给骆九离介绍着这里的情况。走吧，你不是一直想见这个人吗？骆九离没说话，心里已经明白，他就是那狼首的幕后主人。客人要衣服，请随小的来，请。黎墨参见主上，拜见王妃。他的身后，其他黑衣高手皆肃穆庄严地跪在地上。免了，夫人坐。院中众人站起身，暗卫相继隐身，护在院子周围。命人准备午膳，半个时辰之后送过来。是。夫人，这是司黎墨，银月楼楼主，兵器铺和范英楼的东家，主要负责东周的情报。骆九离眉眼微动，这个文弱书生竟然是隐月楼的楼主，那长宁王朝京城的兵器铺和范英楼竟然也是他的。隐月楼名为楼，用骆九离的理解，其实就是大型的集团公司，涵盖了吃穿住用行各个行业。隐月楼的财富堪比国库，没想到这司黎墨还要跪拜萧明玄，说明萧明玄才是隐月楼幕后的主子。黎墨，这是本王的妻子，无论是长宁王朝的九王，还是东周的殿下，她都是本王唯一的妻，也是你此生第二个需要效忠的人。属下司黎墨甘愿效忠女主子。不必多礼。本王跟夫人会在这里休息一晚，你稍后把手里的事务都整理一下，晚间本王去你的书房谈。是。司黎墨领命，转身离开。这个司黎墨身份应该不只是隐月楼楼主那么简单吧？夫人怎么看出来的？其实只是我的猜测，觉得司黎墨很特别。身为隐月楼的楼主，无论是外在形象还是风格气质，不像寻常的属下，看起来平和淡然，可偏偏浑身的书卷气又掩不住骨子里的骄傲和无情。何况他年纪轻轻，能掌舵隐月楼，这种能力可不是一日两日就能培养出来的。果然不愧是我的夫人，心思缜密，条理清晰。司黎墨的确还有另一个身份，他本是东周晋城大家族司家的大公子，只是他母亲在生他后被害而亡，1年不到，他父亲便另娶续弦，2年不到，他便多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后面故事不用我说，夫人这么聪明，应该能猜到吧？唉，氏族大家，后宅龌龊阴谋层出不穷，他母亲被害，恐怕不仅仅是食物中毒而死那么简单吧？何况有后娘必有后爹，想必他那继母必定心如蛇蝎，手段毒辣吧？我就说夫人聪明，他母亲是被人下毒害死的，而害死他母亲的人正是他的父亲。至于他那个继母与上京王家有姻亲关系，那继母是毒辣了点儿，不过可惜他遇到了本王。我不但救了濒死的司黎墨，让他在那司家保住了他大公子的位置，还教他学会如何步步筹谋，如何与他那继母缠斗下去。所以司黎墨发下毒誓，誓死追随于我。为救司黎墨，夫君与司家为敌，那司家看来很得夫君看重。当年武帝谋反，司家可是投入了大量的真金白银。这件事司黎墨知道吗？知道，所以我让他利用司家之便为我办事，把司家大公子的身份发挥到极致。司黎墨的事儿，骆九离大体已经了解了。总之一句话，如若不是他自愿臣服，没有人能逼迫他与家族对抗。很快，午膳被端了上来，没有什么大鱼大肉、山珍海味，都是本地的特色吃食。两个人还是一如既往，也不需要别人近身伺候，恩恩爱爱的吃了饭。萧明玄便伺候着他家夫人去沐浴，从里到外，从身到心的洗了个遍。随后抱着昏睡过去的骆九离，进了布置典雅舒适的卧房里。两个人一起躺在床上，一双铁臂把他紧紧揽在怀里，忍不住又亲了口他白嫩的脖子，这才带着笑意闭眼安眠。这一觉，骆九离睡得昏天暗地。时辰已经不早了，咱们当真不用叫醒主子吗？主子已经错过了早膳。骆九离一听到这句话，猛然间睁开眼睛，寝室里有股淡淡的香气徐徐飘来，是安神香，难怪他睡得这么沉。主子离开之时是吩咐让主子多睡会儿，可是咱们这也不知道多睡会儿是要到什么时辰啊。南星、南竹正在外间说话的二人一听到声音，眼睛一亮，快步跑了过来。主子，你醒啦？南星，我饿了，属下马上去。南竹，你伺候主子洗漱。说完，快步出了屋子。主子的吃食，即便是司黎墨的人端上来的，他也要提前用银针探查一遍，确保所有的吃食都是安全的。王爷呢？是去找司黎墨了吗？主上昨晚后半夜就去了黎墨公子的书房，天不亮的时候带着黎墨公子出了门。主上命属下在此等主子醒来，并让属下告诉主子，主上今天要带主子去马场。马场具体是怎么回事，属下也不清楚。王爷去了哪儿也没说吗？主上说会赶回来陪主子吃早饭。
我都饿了，才不等他。洛九离说着，刚要起身，便听到外间传来脚步声。你不等我，我便等你。夫人精神可好啊？萧明玄走过去，揽过洛九离的腰肢，一侧，男主低头退了出去。为什么要给我点安神香？夫人生气了。萧明玄搂紧他，把头埋进他白皙的脖颈间，深深地吸着他身上的馨香，来平息自己心中的怒火和戾气。你怎么了？夫君从昨晚到现在，半夜未眠，滴水未进，又饿又渴又累。夫人陪我吃了饭，我再和你细说，可好？吃饭。既然他这会儿不想说，想必外面的事要么棘手，要么震怒人心。两人似乎是真的都饿了，一桌子饭菜，最后吃的只剩了点稀粥。男主说天不亮你就和司礼墨出去了。好，你看看。洛九离不解的拿过那团皱巴巴的纸，打开一看，这纸上是东周皇室下达给各城各州府的旨意，总结一句话，就是给太子选侧妃、良娣、侍妾，为皇室开枝散叶，并各城各府挑选各色美人，半月之内速速送往上京。武帝这是有意要折辱温雅，既然求了温雅嫁给太子，又闹这么一出，为了什么？这只是表象，是做给外人看的。什么意思？这道圣旨外还有另一道圣旨。另一道圣旨？是另一道圣旨。那道圣旨要求各城各州府送进京的女子，皆不许超过15岁。不超15岁，那就是还未成年。武帝这个畜生到底想干什么？这些美人儿对外宣称是给太子选侧妃、良娣、侍妾，实则真正的用途是用来给武帝炼丹，用处子之血炼长生不老丹。这个衣冠禽兽、无耻之徒、射鼠成狐、牛鬼蛇神、人面兽心的畜生，就这种惨无人道的君王，老天爷怎么不下一道雷劈死他？那黑白无常是吃干饭的，怎么不勾了他去？萧明玄见他反应这么大，忙连声安慰，唯恐把他气坏了，又懊恼自己干嘛告诉他这些，平白让他生气。东周皇城内不是有祭祀殿吗？祭祀殿里不是有大祭司吗？这种事祭祀殿竟然没有反对。如今的祭祀殿如何能跟从前的祭祀殿相比？何况自宫变后，问天宫都在武帝的掌控之下，就连现在的问天宫公主都是武帝的爪牙。你认为祭祀殿的大祭司还有多少能自己做主的权利？而且上京传来的消息说，武帝决定炼丹是因为有一个得宠的后妃给武帝引荐了一位道长，那位道长仅用2颗丹药就令武帝龙精虎猛。也正是因此，武帝对那道长偏听偏信，对那后妃也是宠爱无度。哼，后妃争宠却要这么多少女丧命，看来武帝的气运尽了。夫君何不趁此机会加快步伐？我正有此意，已经进入到了东周境内，不需要日夜兼程了。这次出门，萧明玄没有让他骑马，还是那辆宽大的马车停在后巷。实在是前些日子，他眼看着他眼底渐渐起了乌青，心疼的不得了。这次无论如何以他身体为重。可是夫人放心，每一步呀，皆在谋划当中，便是加快脚步，也要一步一步来。何况东周之事，乱局已定。咱们现在去哪儿？马场。你昨天可没有和我说你在东周还有马场？是因为我想给你个惊喜。什么惊喜？到了就知道了。洛九离下马车时，映入眼帘的便是这里的所有一切都披上了一层绿色的植被，绿地上面涌动着一群群数不清的骏马奔腾。真美。的确很美。这里不像允心谷，允心谷的草甸是群山环绕的盆地，而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我不是说这个很美，我是说这草原中饲养的战马很美，让整个草原折射出惊心动魄的美感。而且这些战马足够装备天下任何一支精骑军队，再加上允心谷内骁骑右卫那200骑兵。萧明玄听他如此一说，抬起手，嘴里发出清冽的哨声。远远的马群里，一道红色的身影，手里牵着一匹枣红色的小马驹飞驰而来。那红色的身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当飞至眼前时，表嫂，好久不见呀，可有想我？邢希言，邢希言，你给我闭嘴！表哥，这肥醋你也吃啊？表嫂，你可要为我做主啊！表哥，邢希言。表哥，你玩真的呀？你该庆幸没有碰到你表嫂。我是你表弟，也是表嫂的表弟，你对我吃哪门的肥醋啊？你是男人，4个字噎得邢希言不上不下，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洛九离忍不住失笑一声，瞧瞧吧，表嫂都觉得你小题大做了。谁说的？你表哥说的对，你是男人，男女授受不亲。如若哪天有个自称表妹的女人要去抱你表哥，我可能比你表哥还要忍不住，恐怕会一把毒药毒死他。表嫂，你什么你？我是你表哥的夫人，你表哥是我的夫君，他爱吃醋，我爱善妒，我们俩绝配。邢希言都被洛九离这个言论惊了，善妒都能被他说的这样清新脱俗。发什么呆？本忘了你准备的礼物呢。表嫂，这是表哥让我给表嫂提前半年就准备下的礼物。给我的，给我的。对，给你的。喜欢吗？这匹马驹的父亲可是这片草原的马王。哇，来头不小呢。他有名字吗？没有，等着表嫂给他起个名字。对，夫人给他取个名字吧。他一身枣红，就叫红英吧。红英，我是你的主人。红英哼哧哼哧的嚎了下蹄子，可惜啊，这一路不能带着他。不用担心，把他留在马场，待我们安定下来，便能随时可以过来了。表哥，表嫂这是要走吗？温雅公主的核心车轮已经出了长宁王朝，我和你表嫂要赶过去。至于马场，这些战马可以准备起来了。表哥决定了吗？大概需要多久？最晚4个月。4个月。邢希言看着远处千军万马奔腾时，带起
惊雷般滚滚的沉闷声，像是脚下整片大地都在震颤。表哥放心，4个月后征伐东周，天子之军必做的战无不胜，无坚不摧。天子之军，看来邢希言早就知道萧明玄的身份了。他和萧明玄并无逗留的打算，很快原路返回。那邢希言是什么时候知道你身份的？5年前我回京受封，邢希言因为继承邢家基业，与邢家那些兄弟们正斗得鱼死网破的时候，我选择了保他。萧明玄说的风轻云淡，甚至只是短短2句话，但骆九离能听得出来，大家族里的争斗惨烈程度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尤其是那种后宅女人多儿孙多的家族，堪比九龙夺嫡。出了晋城，易了容的司离墨恭送萧明玄和骆九离离开。相比起白天艳阳高照，夜间赶路显然要凉快得多，加上速度走上一夜，待天明在下一站休息，这是骆九离和萧明玄商量好的计划。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5日后的午后，秦隐接到了飞鸽传书，主上。秦隐把竹筒递进了马车里，而骆九离正枕着他的腿闭目养神。萧明玄唯恐秦隐扰了骆九离，忙做了个噤声的动作，低头间便看到那双明眸善睐的眼睛看他。怕你吵醒了，我本也没睡时，谁来的飞鸽传书？司离墨。话音落，脸色顿时一变。怎么了？淮安郡王的嫡子外出围猎时遭遇刺客，致使双目失明。淮安郡王是谁？是当年宫变后武帝唯一没有斩杀的一位将军。他是武帝的人，还是他叛变了？都不是。淮安郡王名叫杜淮安，当年东周西北边疆大乱，他和他父亲都尉老将军上阵父子兵，不但平了西北的乱匪，更是自带500死士，勇闯敌军营帐，斩杀了敌军将领首级，令西北方的几个彪悍的游牧族闻风丧胆。便是如今，也是靠着他们父子的威名震慑。如果没有了杜预和杜淮安父子，西北边疆将永无宁日。正是因此，武帝不得已才没有斩杀他，而是给了他淮安郡王的封号，让他杜家子孙一辈子镇守西北偏关，不得止，不许回京。夫君的意思是，这个杜淮安与上京中的那些将军世子不相同？对，父皇在位时对他们父子颇为看重，甚至还曾想把三皇姐嫁给杜淮安。只是后来发生了宫变，等杜淮安和他父亲返回京城时，武帝已经登基了。夫君觉得这个杜淮安是可拉拢之人？武帝十分忌惮淮安郡王，却又不能像对付其他冥顽不灵的官员一样去解决他们，只好一边虚与委蛇，一边暗中培养自己的心腹大将。近几年好不容易培养出了几个得用的将领，他便迫不及待的想要出手对付淮安郡王，却都被淮安郡王轻松破解了。有没有可能淮安郡王家的嫡子双目失明是武帝的手笔？现在还不得而知。要不咱们去边关朝，也许那淮安郡王嫡子的眼睛我能治。当真能治？我要先去看看，如果只是眼角膜损伤，没有伤害到眼球，便能有医治的可能。好，那就去边关城。边关城，淮安郡王家嫡子杜荣景惨遭刺客，致使双目失明，请了多少大夫都束手无策。杜家上下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个个焦灼难安。老郡王杜预甚至不惜以1000两黄金的诊金，下令遍寻天下名医，承诺只要治好孙子的眼睛，还可许诺对方2个要求。一时间，多少自诩医术高超的名医纷纷上门一试，最终却无一人能诊治杜荣景的眼睛。走吧。你们是什么人？淮安王府不是寻常人随意来的地方，请2位速速离开。我是医者，我有办法治好杜世子的眼疾。什么？你能治？你可知道这小半个多月来，你们是第65个说能治好我家世子爷眼疾的骗子了。骗，都是一群骗子，给了世子爷希望，最后混吃骗喝几天，依旧无能为力，转身离开，却让满府上下骤然得到的希望顿时落空。可恶，可恨！老郡王不惜以1000两黄金的诊金下令遍寻天下名医，就是为了治好世子的眼疾。可真正能治好世子眼疾的人，天下间除了我，没有第2个。你确定不让我进府？当然，若是因为你的阻拦而耽误了给世子诊治，我没有任何损失，而你就算是以死谢罪，恐怕也赔不起。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2位稍等，小的马上进府禀报。那侍卫赶忙转身进去禀报。前后大概不到半盏茶的时候，侍卫匆匆返身回来。徐管家，就是他们说能治好世子爷的眼疾。2位公子，你们真能医治世子爷的眼疾？能不能诊治，试试不就知道了。2位，请随我来。身为淮安王府的管家，他看得出来，那头戴面具的男子眉眼泛着天生的寒凉，周身遍布着清冷疏离的气息。那种气息，他在王爷和世子爷身上皆看到过。而这样一个气场强大的男子，竟护在了那个白衣少年的身后。不知该如何称呼2位？我叫黎洛，这位9公子。请黎公子和9公子稍等片刻，我这就去请我家王爷出来。说着又命侍女奉茶招待，这才退了出去。不多时，徐管家返回，他身侧跟着一位身穿玄色锦袍的男人。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这府里的主子杜淮安。听管家说，你能医治世子的眼睛。既然我们敢登门，定然是有把握的。你可知这话
本王已经听了半月有余，每个登门的医者都曾经如黎公子这样信誓旦旦过。若我和王爷说世子爷的眼疾，这世上除了我，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医治，王爷可信？若你真能医治好世子的眼睛，本王不但会有重谢，你还会成为我淮安王府的恩人。如若不能，口说无凭。什么？我要能证明王爷身份的物件，就是那种拿出来任何人都知道这是淮安王的东西。这位黎公子口气大，胆量也是大的没边了。要本王的东西，黎公子，你倒是真的敢。王爷可以拒绝。杜淮安眉眼微沉，不发一语的盯着他看了半晌。不知二位小兄弟是什么人啊？我们是什么人，王爷不必知道。我们能医治世子的眼疾，报酬就是方才说的条件，以及淮安王府的2个承诺。若淮安王觉得这个交易不划算，在下不勉强。说罢便要起身离开。等等，这是本王之物，也是本王的承诺，更是淮安王府的承诺。好，萧明玄先一步接过玉珏，别的男人的物件怎可让自己的夫人去见？本王先带黎公子去看看荣景，若黎公子真能医治荣景的眼睛，还请尽早。杜荣景是他淮安王府唯一的嫡子，也是他最看重的儿子。这半个多月来，因为双目失明，精神已经几近崩溃。不知黎公子和九公子是哪国人？我们的来历，待为世子医治好眼疾，王爷自会知道。王爷，如今医治好世子的眼疾最要紧，至于其他的，来日方长。一句来日方长，让杜淮安心思微深，他一路没再说话。世子情况如何了？一直坐在屋子，就连晚饭都没有动过一下。黎公子、九公子，请进。骆九离点了点头，萧明玄跟在他身后，二人跟着杜淮安一道往屋子里走去。只见窗边一年轻20左右的男子，一袭天青色青袍，眼睛蒙着长长的绸缎布条。端出去吧，我不饿。世子爷，是王爷来了，王爷给世子爷请来了一位名医呀。不必了，这半个月来了多少名医，到最后不全是一句无能为力便离开了吗？我的眼睛恐怕这辈子再也不会好了。景儿，父王，听说有大夫来给大哥诊治眼睛，儿子和真儿特意过来看看，不知是否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话音落，杜淮安和骆九离、萧明玄3人同时转身朝外看去。这时，一个年轻而斯文的男人身后跟着一个少女走了进来，而他身后原本被二哥拉过来百般不情愿的少女，在看到眼前那一身白衣、温润如玉、清雅如竹的少年时，突然变成了羞怯的神情。这是本王的次子杜荣义，这是本王的次女杜红珍。原来是二公子、二小姐。不过王爷在给世子医治期间，我还是希望不要有太多人打扰，以免影响治疗。如若有人像今天这样随意打扰到我，我的脾气倒还好说，只是我家九公子恐怕就没那么好说话了。这位公子话说的好生威风，仗着自己能医治大哥的眼睛，竟然这么不把我父王放在眼里，我都开始怀疑这位公子是真有本事，还是和之前那些医者一样，只是为了混吃混喝。荣义，闭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父王，我出去。父王，我和二哥，你也出去。淮安王冷嗤了一声，随即给徐管家递了个眼色。徐管家心领神会，上前躬身：二公子、二小姐，请吧。那兄妹二人脸上一阵青白交错之后，是。待那兄妹二人离开，容易莽撞，是本王教子无方，还请黎公子和九公子不要放在心上。我先给世子检查一下眼睛。如此甚好，荣景，让黎公子给你诊治一下眼睛。父王，虽然看不到，但杜荣景还是微微垂手行礼。父王当真觉得孩儿的眼睛能医治好吗？黎公子不同，让黎公子给你看看。好，有劳黎公子了。他淡淡行了一礼，便由着丫鬟搀扶躺在床上。王爷，我刚刚说过，医治期间最好不要打扰我，所以这屋子的婢女、下人还请王爷遣出去吧。淮安王一听，看了眼坐在一旁的杜荣景，随即便把屋内所有婢女、下人全部遣了出去。骆九离轻柔地解下长长的绸缎布条，布条一打开，杜荣景的整个身体似乎都紧绷了起来。杜世子不必紧张，我只是先前期检查一下。我的眼睛无论能不能治好，淮安王府绝对不会为难黎公子。杜公子是不放心我的医术吗？放心，我和那些医者不一样。一问一答间，骆九离已经检查完了，差一点，就差一点，他这双眼睛就废了。骆九离心里暗暗松了口气，这才站直身体。身后的萧明玄上前，眼神无声地看向他。骆九离冲着萧明玄点点头。躺在床上的杜荣景尤其紧张，等待着骆九离的宣判。黎公子，我儿的眼疾，世子的眼睛是眼外皮肤破裂，伤及到了眼角膜，所以才会暂时失明。只要找到一个健康合适的供体，进行角膜移植手术，杜世子很快就能重见光明。黎公子，你说荣景的眼睛有救？有救。如若没救，我又怎么敢登门王府？
不过找到健康又合适的供体有些难度，便是找到了，也不能同时更换眼角膜，避免双眼共同感染的风险。李公子，何为供体？供体通俗讲就是将濒死之人的眼角膜移到你的眼睛里。你们不要问眼角膜是什么，那属于医学范畴，给你们讲你们也不明白。总之一句话，想要世子重见光明，只有眼角膜移植手术。李公子，我知道这种医治手段会触及某些思想及礼教规矩，但这唯一的办法，如果王爷不就按李公子说的办法办。一个满头银发、年过花甲的老人，长长的胡须半垂着，人虽老，看人的目光却炯炯有神。父亲，景儿不要起来，快坐下。老夫刚从外面回来，便听到管家说有名医登门，并非老夫故意偷听。啊，老将军言重了。不知李公子可有亲自为荣景这样的眼疾患者治疗过吗？治过啊，移植眼角膜对我来说只是个小手术。若劳烦李公子为景荣治疗的话，他的双眼多久能看见？我刚才说过，不能同时更换眼角膜，避免双眼共同感染的风险。更换一只眼睛需要3到5天，2只大概10天左右。李公子，若治疗成功了，荣景的眼睛以后会复发吗？无论是术后早期还是术后中晚期，只要杜世子按照我说的做，按时吃药，按时消炎，注意眼睛卫生，不要用眼过度劳累，保持心情愉悦，就基本不会。好，如此甚好，多谢李公子。李公子至眼之恩，荣景铭记于心。杜世子现在说多谢为时过早，待你重见光明的日再来谢我。淮安呐，快派人去风清阁给2位准备出院子。是，儿子亲自去安排。淮安王快步走出屋子，老郡王目光似有意无意地看向萧明玄，尤其是看到他面具背后的那双眼睛时，忽然愣了一下。太像了，这是20多年来看到最像那人的一双眼睛。这位便是九公子吗？正是在下。九公子的眼睛像极了老夫的一位故人。世间人千千万万，相似之人也不在少数。九公子说的是啊，不知九公子今年多大？20有6。老郡王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死死摁住心里的怀疑。老夫还有个孙女，年方15，不知九公子成亲了没有？一旁骆九离机不可见地挑了下眉梢，萧明玄默然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面前的骆九离。我已成亲，家有恩爱妻子，而且此生唯爱我妻子一人。哦，已经娶妻了。这个老狐狸，我救他孙子，他竟敢撬我墙角。老将军，为杜世子医治的人是我，老将军有点厚此薄彼，怎的就逮住我这兄弟了？倒是老夫不周了，不知黎公子可有婚配呀？若黎公子成为了我淮安王府的上门女婿，那便是自己人了。不要说是淮安王府的家产，便是黎公子这一身精湛的医术，封个官儿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老将军说您厚此薄彼还真没说错，怎的到我兄弟那儿是娶，到我这儿就入赘了？这就说明老夫更看重黎公子啊。可惜啊。难道黎公子也娶妻了？这女人也不看看面前的人是谁，他还斗上瘾了。在下没娶妻，不过在下家里也有4房通房3房小妾，只怕不太符合老将军的期待。萧明玄嘴角抽得更厉害了，手痒得想打他的屁股。敢问黎公子今年多大？18。18岁就有了7房妾室，黎公子好福气呀！骆九离不置可否，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里染着3分的笑。祖父，黎公子和九公子一路肯定舟车劳顿，还是让他们先休息吧。也好，你亲自送黎公子和九公子回清风阁，一会儿我让厨下多做些边关城的吃食，为2位接风洗尘。老将军好意我们心领了，如世子所说，我们一路舟车劳顿，现在只想回屋睡个好觉。也罢，那就先让人给2位公子准备晚膳，送入清风阁。吃了饭，2位休息一晚，明日老夫再宴请2位。萧明玄和骆九离这才转身，跟着那侍从去了清风阁。清风阁就在御景园隔壁，徐管家特意指派了2个丫鬟过来服侍，只留1个吧，屋里不需要你服侍。这院子也最好不要让不相关的人随意进来。是。小月沏了茶端了过来，微微俯身便退了出去。4房通房3房小妾，骆九离笑着伸手摘下他的面具。我不是为了气那杜老将军吗？我辛辛苦苦救他孙子，他倒好，
还想撬我的墙角。我的夫人吃醋了。当然，不爱吃醋的夫人不是好夫人。那我的回答，夫人可满意啊？满意，非常满意。那夫人奖励我什么？奖励玄哥哥。那一瞬间，萧明玄浑身一热，有些绷不住了，眸心翻涌着炙热的色泽。还要不要再说一遍，玄哥哥？萧明玄突然体会到了什么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可惜啊，他还没吃饭，这会儿又是在淮安王府，可肉吃不到，总能喝点汤。掐着他的腰，携着欲火攻进了他的嘴里，狠狠地纠缠住他。许久，在洛九离快要喘不过气来时，他才放开了他。明日再遇到那个杜红珍，离他远远的。我知道，只是个15岁的小姑娘，不必在意。这几日可以旁敲侧击，看看淮安王对如今武帝的态度。我心里有数。不过，我看杜老将军看到你时的眼神，还有他说的一位故人，想必应该是你父皇。也许是。离公子、九公子，晚饭送过来，摆在哪里啊？摆在外间，我们马上出去。是。晚饭很丰富，几乎全是边关城的吃食，当然大部分以肉食为主，没有人在跟前服侍，两个人吃的也很随意。不过让萧明玄有些诧异的是，他家夫人这几日的饭量与日俱增。夫人，你这几日饮食与以往都不同了。长途跋涉耗费体力，当然吃得多了。对不起，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慢点吃，这还有呢。酒足饭饱后，两个人消了食，便返回了屋里。父亲，那位黎公子和九公子听口音不像东周人，在荣景的眼睛没有恢复之前，不要派人去查。父亲，那二人用的绝非真实姓名，如若他们是武帝的，不会，这二人金贵清高，绝不会对武帝颔首低眉、卑躬屈膝。何况他们和你可说过那1000两黄金的枕巾。关于枕巾，他们竟只字未提。他们对枕巾只字未提，却要了你的玉珏。那下一步是什么？不要忘了，我承诺过，只要谁能治好荣景的眼睛，还可许诺对方2个要求。父亲的意思，他们是为了父亲那2个要求来的？也许还不止。老郡王闭上眼睛，脑子里想起那头戴面具男子的双眼，像极了曾经的那位故人。淮安呐，你可记得当年宫变时，我们回京后听到的那个传闻？传闻？当年他们在边关城听到宫变的消息后，连夜返京，听到京城传闻，圣文皇尚在襁褓中的第6子，在宫变那夜后消失了。确切的说，应该是被别人救走了。空气仿佛瞬间凝固。父亲的意思是，那个传闻不只是传闻，而是真的。这件事不要和任何人说，包括你后院的那2个女人。是，儿子明白。父亲，还有一事，京中圣旨已下，武帝以为太子选侧妃侍妾为由，让各地征送年满不足15的少女。咱们边关城也接到了圣旨。如今朝廷腐败的就像是个4面漏风的筛子，从上到下，从君王到地方官员，全都烂了，烂透了。好好的东周王朝日暮西山喽。父亲，东周乱局已定，只是时间关系。如若到那时，我们淮安现在当务之急是把荣景的眼睛治好。至于东周乱局，记住，枪打出头鸟，刀砍地头蛇。儿子知道了。去死牢看看有合适的供体吗？一旦有选中的，就去安排。是，儿子告退。杜淮安行了礼，退了出去。一早上起来，二人穿戴整齐，洗漱完，徐管家便来请他们去花厅用膳。二人起身往外走去，才出了院子，便看到一个少女站在青石板路上。二小姐，黎公子，我是来请公子去花厅用膳。身后，萧明玄的拳头攥得咯吱咯吱作响。这种小事自然会有人来知会，就不必劳动二小姐了。何况昨日本公子已经跟老将军说过，本公子家中有4房通房，3房小妾，本公子力不从心，打扰公子了。说完，低着头快步离开。徐管家都傻了，他能想象到黎公子会拒绝二小姐，只是这拒绝的话太过，他不知该如何形容。黎公子还真是把自己太当一回事了，这铺摆的也未免太大了些。喜不喜欢暂且不说，可黎公子气得我小妹哭着离开，绝非君子所为。骆九离和萧明玄同时转头看去，
二公子，李公子和九公子是王府的贵客，二公子还是贵客就能欺负我妹妹？就算你真能医治大哥的眼睛，可我淮安王府也给了你1000两黄金作为准金，也不是白让你救的人。何况你现在还没有真正救治我大哥呢，却如此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我淮安王府的二小姐，我都怀疑你真是济世救人的大夫吗？还是空有浪得虚名的假货呀？徐管家，麻烦去跟老将军和王爷说一声，本公子没胃口，请他们自便。说着转身离开。萧明玄也是浑身散发着冷寒，转身不发一语的跟在骆九离身后。徐管家都傻了，这个时候他哪里敢耽搁，就连去看躺在地上的二公子都不看了，转身急匆匆往花厅赶去。被一脚踹飞的杜容易脸上却露出了几分诡异的微笑。清风阁内，骆九离和萧明玄一前一后的进了屋。这个王八蛋的杜容易，他就是不想让我治好他大哥的眼睛，这样卑劣的伎俩，还真当我看不出来？别生气，为了这样的人气坏了身子，不知道。淮安王府看来也不如外面看到的那么平静。你也察觉出来了？这宫门王府后宅，只要女人多，儿孙多，事情就多，姐妹不睦，兄弟戏强，父子成仇。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啊！此话怎讲？我只爱你一人，我的孩子也只能是你生的才行。我这一辈子也只与一人白首，将来我们的孩子都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怎么也不会做出兄弟戏强、姐妹不睦的事情来。所以你说我是不是有先见之明啊？骆九离笑了笑，心里的火气也渐渐烟消云散。正要仰头去看他，便听到院外传来一阵脚步声。二人对视一眼，萧明玄转身坐在主位上。九公子，李公子。随即以老郡王为首，杜淮安在侧，以及徐管家几个人鱼贯而入。老将军是来兴师问罪，还是来负荆请罪？九公子勿气，去把那个不孝子给老夫拎上来。随即杜容易便被侍卫推搡着进了屋。容易鲁莽，老夫代为赔礼，还请九公子和李公子大人有大量，多多包涵。容易赶紧跟九公子和李公子赔礼道歉。祖父，我凭什么要跟他们道歉啊？就因为他们能救治大哥的眼睛吗？祖父，您别被他们给骗了，江湖上那么多大名鼎鼎的医师都无法救治大哥的眼睛，他们年纪轻轻的就能……你给老夫闭嘴！赔礼道歉，祖父照做，除非你不想让李公子救你大哥。不想救大哥吗？说有可能，他的确不想让李公子救那个瞎子。他好恨围猎那日那些刺客怎么就没有杀了杜荣景。杜容易脸色阴沉，动作僵硬的跪在萧明玄和骆九离身前，低眼的眼底划过阴鸷的光芒。二公子不是真心实意的道歉，说出口何用？黎洛他是故意的，他不接受道歉，却早不说晚不说，故意让他出丑，让祖父甩他巴掌，甚至故意让他屈辱的跪下。萧明玄一看，他竟然还敢瞪着骆九离。上座，骆九离纹丝不动，甚至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自然也把老郡王的疾言厉色看在了眼里。老将军，听说王爷找到了为世子换眼的供体。老郡王眼中划过一抹讶异，他昨晚让淮安悄无声息地去死牢找供体，除了几个亲信无人知道。而这位黎公子，既然供体找到了，那就带我去看看吧。若没有太大问题，明日就能为世子换眼。好，有劳黎公子了。院外有侍从早已经带走了杜容易，又有丫鬟端上了各色早餐。二人吃了早餐，便随着老郡王去了后院柴房。骆九离知道，凭着淮安王府想要找到移植眼角膜的供体非常容易，只是没想到骆九离看着柴房内3个昏迷不醒、穿着囚衣的供体，还是下意识地抽了抽嘴角。李公子放心，这3人都是死牢里罪大恶极的囚犯，大家结社，欺男霸女，每个人手里都有人命官司。骆九离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府外的秦音几人早已送进了消息，这淮安王倒是没有说话。骆九离对那3个人的角膜检测了一下，最后挑选了1人，又嘱咐了明日所需要的东西，便和萧明玄返回了清风阁。一整个下午，骆九离都在屋内准备明日手术用的器具和药品。萧明玄外出了一趟，直到申时才回来。回来了。好，都准备妥当了。只要没有外在阻力，明日杜荣景至少能恢复1只眼睛。有劳你了。傻瓜，待杜荣景恢复1只眼睛后，便是你与他们摊牌之时。到那时，端看淮安王和老郡王如何选择。第2日如约而至，御景院内，骆九离把所有人遣出屋子，只留萧明玄1人守在外间。寝室的屋内，2张床上并排躺着2人。他先给那个供体全麻，取出1只好的眼角膜，随即又给杜荣景全麻，切除病变的角膜后，再植入好新的角膜。整个手术持续了近3个时辰，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当骆九离从屋里出来时，萧明玄是第一次见到他脸色这么差。你怎么了？是身体不舒服还是？不是，就是站的时间有点长，做这种手术
需要聚精会神，一点不能有失误。有些劳神，我回去好好睡一觉就好了。萧明玄心疼地扶着他，两人出了屋子。李公子，我孙儿。老将军放心，世子爷已经换完了一只眼，按照之前我嘱咐的，好生看护。3日后我再来给换另一只眼。黎公子为世子换眼，心神耗费巨大，我现在要带黎公子回屋歇着。多谢黎公子，快，徐管家送2位公子回清风阁。老大媳妇儿让厨下炖人参燕窝给黎公子送去。是。老郡王口中的老大媳妇儿，正是杜荣景的母妃。只要他儿子能恢复光明，别说人参燕窝，就是把府里库房的所有珍稀药材送过去，又有何难？骆九离这一睡，整整睡了大半日。他醒来第一眼，便看到红着眼的萧明玄拉着他的手，眼神缱绻又动容。夫君，怎么这副表情？面具呢？为何不戴？放心，南卓他们在屋外守着，你怎么不告诉我？告诉你什么？你有身孕了，为何不告诉我？还要跟着我风餐露宿，长途跋涉，你有没有当我是你的夫君？是你最信任的人啊！我没有不信任你，从决定嫁给你的那天开始，我就把全副身心都交给了你，包括身体，包括信任，包括我的全部。关于有孕的事，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只是想陪在你身边，想解决了边关城这件大事再告诉。傻瓜，如果你和孩子出事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我怎么办？我会疯掉的。骆九离哑然，没料到他的反应竟然这么大。他从来都是强悍冷峻的男子，率领千军万马征战沙场，与京城权贵明争暗斗，没能让他变色。此时却因为他肚子里怀着孩子而红了眼眶。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见你睡了大半日，怎么叫也叫不醒，吓坏了，便给南卓和南星传信，让他们找个大夫进府。未曾想，你可知，等我得知这个消息，又惊又喜又怒又害怕，这里面有了我们的孩子，可是我。夫君，骆九离知道这次是自己有些顾虑不周了。我有身孕，夫君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当然高兴了，高兴的都不敢相信了。既然高兴，能不能原谅我这次的鲁莽？下次一定第一个告诉夫君。何况我是医生，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没那么娇嫩。你刚才说下次？夫君，我饿了，我去让人准备。说着，快速出了屋子，等门关上，又快速折返到了骆九离身边。骆九离坐起身，你小心点儿。我听说呀，很多夫人有孕都会出现厌食、嗜睡、呕吐等症状，但是夫人除了嗜睡，似乎都没有这些反应啊。也正因如此，他稀里糊涂竟然丝毫没有察觉。每个人体质不同，反应也不同。有体质虚弱的孕妇，整个孕期都在吐；有体质好的孕妇，整个孕期除了大肚子都不会有任何感觉。所以因人而异。我当初知道自己可能有孕的时候，是察觉自己的饭量越来越大。骆九离自己都有些哭笑不得，别人是吐，他是吃，说明咱们的孩子是个疼娘亲的，真是辛苦你了。以后夫君要时刻陪伴在我的左右，因为有了这个宝宝，我们以后就再也不能分开了。宝宝需要爹，也需要娘。好，不分开，永远都不分开。他决定了，今日后还要与他形影不离。至于他的计划，也要改变一下了。公子，饭菜备好了，端进来。是。不多时，外间的屋子上摆了满满一大桌子。这一顿饭，萧明玄几乎没吃，全都在一脸嗤笑的看着骆九离吃。酸的一旁的南珠和南星简直没眼看。一连2日，萧明玄都陪着骆九离在清风阁，任何人来都以离公子精神不佳为由打发走了。这可是吓坏了老郡王和淮安王一干人。淮安王妃更是流水的补膳送进了清风阁，毕竟他儿子还有一只眼瞎着呢，还要仰仗离公子呢。终于在第3日午后，老郡王和淮安王来到了清风阁。主子，老郡王和淮安王来了，今日正是时候。也好，咱们一同前去。不，我的身份暂时还是保密，毕竟你是东周血脉，而我却是实打实的长宁王朝人。老郡王和淮安王有钱有人，又不是他养起来的私兵，有些事他在跟前反而多有掣肘。可是放心，这里是淮安王府，外面又有南竹和南星，哪个不长眼的敢老虎嘴里拔麻？夫君安心去，我就在屋里等你。不要出去，在这等我回来。骆九离笑了笑，目送他出了门。九公子，不知离公子身体可是好些了？离公子身体尚可，但精神不佳。看来离公子身体是否尚可，精神是否不佳，取决于他们父子的态度。九公子，还请九公子一步。老将军请，淮安王请。3人并行出了院子。娘，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好起来。容易真的要这样吗？你祖父和父亲似乎怀疑。娘，没有证据，他们也只是怀疑。何况那些人也不是咱们的人，即便被生擒活捉，与咱们又有什么关系啊？他不过就是递了信而已。一整个下午，骆九离就这么安静地坐在窗前，清冷的眉眼泛着沉静之色，脸上窥不出一点情绪，让人无从知道他心里在想着什么。而门外，南珠和南星安安静静地一左一右站着，如同一个沉默的影子，直到太阳渐渐西移，外面渐渐落下黑幕。南珠，主子爷还没有回来吗？主子放心，不会有事的，有莫寒和秦武跟着爷呢。骆九离默然，心里稍安。忽的一道尖锐的破风声划破夜空。主子，南星浑身的神经根根绷起。
起，以身护住洛九离，把人拉进了屋内。与此同时，南星身姿如鬼魅般腾空而起，洛九离只觉眼前一花，尚未看清发生了何事，耳膜里就钻入了一道痛苦的闷哼。是刺客！那2个刺客来袭的时候，怀王府外也已经传来了短兵相接的厮杀声。只是话音落，忽的10几支带着火球的弓箭从天而降。主子，小心！那火球沾了油，这些刺客是来刺杀我的。南竹和南星一听，护着洛九离从后窗飞跃而出，而与老郡王疾步跑来的萧明玄一见到清风阁着了火，目眦欲裂，就要往里冲。殿下不能进去，有那2个侍卫护着，李公子不会有事儿。九公子，萧明玄猛然回头，就看到洛九离在南星和南竹的护卫下走了过来。萧明玄快步上前，几乎是下意识的紧紧抱住了洛九离。洛九离见老郡王还在身侧，忙推了他2下，可又发觉他浑身都在轻微颤抖，心有不忍的拍了拍他的后背。放心，老郡王原也是担心黎公子的安危，未曾想刚刚相认的殿下会惊慌失措到这种地步，看向黎公子的眼神便多了几分探究。淮安王手持宝剑，疾步走了过来。父亲，殿下，府外的刺客全部伏诛。这次是多少人？共20人，都是死士。倒是舍得下血本，只是这次惊扰到黎公子了。无论这背后之人是谁，这次的刺杀，他们的目标是我。老郡王、淮安王觉得是为何？整个淮安王府房屋那么多，怎么偏偏所有刺客都剑指清风阁？荣景围猎遇刺，双目失明，时至今日已经半月有余。这半月下来，从未遇到过刺杀，可今晚就在黎公子给荣景换了一只眼的当晚，就遇到了刺杀。殿下，黎公子，这件事情本王必会查个水落石出。只是清风阁如今已经不能住人了，还请2位移步去主院。不必，我们就在御景院厢房住一晚。明日一早，我会给世子做第2次换眼手术。老郡王和王爷，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不如好好去查查究竟是谁要对付本公子，或者说要对杜荣景不利。我猜测，也许有人暗中一直盯着御景院的情况，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给杜荣景整只眼睛。淮安王府院落何其多，为何这些刺客却能清清楚楚地得知清风阁的位置？又怎知黎公子必然是在屋内？来人！立即有2个穿着黑色紧身衣的男子现身，去查这几日府里都有谁私自出府，与何人联系。1日后查不到，你们提头来见。2个黑衣人跪地接旨，随即快速离开。张廖，王爷，重重防护，却还能让刺客潜入进来，本王养了你们那么多侍卫，都是饭桶吗？张廖单膝跪地请罪。今晚起，御景园里里外外再加一重防护。今晚的事情若是再发生第2次，你们就没有留着的必要了。出动了20名死士，足见那人杀人之心强烈，已经到了不惜代价的地步。我本不欲插手这些后宅阴私，但错就错在胆敢动我的人。既如此，就请老郡王、淮安王尽快查清，给我一个交代。一旁洛九离无奈，他怎么出口就这么直接，如此便挑明了。还请2位深思，如若杜荣景死了，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这句话简直比萧明玄的话还直接。叶生啊，走吧。说完，与洛九离进了御景院。父亲，荣景是他的嫡子，是他和父亲最寄予厚望的世子。如若这件事不能解决圆满，那么荣景头顶就永远悬着一把利剑。老郡王抬手示意他不必说话，然后带着满腔的阴沉冷怒，转身往后院走去。淮安王心里一沉，也追了上去。御景院侧厢房内有早就准备好的客房，一进入到屋内，萧明玄便抱起洛九离，忙把他放在床上。有没有受伤？肚子可有不舒服？我没事，好在府外的暗卫和淮安王府的侍卫发现的及时，又有南星和南竹相护。怎么样了？我听老郡王叫你殿下。萧明玄点点头，伸手摘下面具。我以为会费一番功夫，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当年忠于我父皇的老人，唯剩下老郡王一人。我摘下面具后，他竟一眼便认出了我。殿下长相随母，但那双眼睛却像极了圣文皇。这是当时在书房，老郡王震惊于面具下的他而说出的一句话。老郡王是个心系家国的人，要不然他也不会在这边关城一戍边就是大半辈子。再加上武将重诺，那杜荣景又是淮安王府唯一的嫡世子，老郡王会点头答应，也是早晚的事儿。何况如今的东周再也不是之前的东周了，一个烂到了骨子里的王朝，一个残暴无道的君王。但凡有家国天下的将领，也不愿效忠这样的君王。门外，南星端着温水走了进来，萧明玄让他放下水，示意他出去，亲自俯身拧干软筋，拉过洛九离的手，一下一下温柔地为他擦拭干净。斯利莫菲哥传书，温雅的核心车銮已经进入了东周境内。那就告诉老郡王，明日我去给杜荣景换完最后一只眼，咱们便启程去上京。你如今的身体还不适宜长途跋涉，我想让你留在边关城。休想！我自己的身体我清楚，不会有事的。我便知道你不会同意的。
知道我不会同意，还多嘴一问，总是要试一试的吗？两人笑闹了2句，便上床安寝。第2日吃了早饭，骆九离便给杜荣景做了第2次眼角膜手术，又留下了术后治疗的药物以及养护眼睛的禁忌等等，事无巨细。至于暗害杜荣景和刺杀骆九离的幕后黑手，骆九离是在离开淮安王府的当日听到萧明选告诉他的。你是说杜荣义与宫里的那人沆瀣一气？五弟想扶持一个听话的傀儡，而杜荣义正是最合适的人选，只是没想到帮人会杀出我们治好了杜荣景的眼睛。多行不义必自毙。杜荣义如若安心些，以后分家立府，一辈子衣食无忧，再争取个功名前途，也不算白活一场。可偏偏这权势欲望让他蒙了眼。这是老君王让我送你的。老君王送我的？什么？打开看看。东珠，这颗东珠可有来历？这颗东珠呀，是当年老君王在参加宫宴时救了落水的3公主后，母后感激他，亲自摘下冠上的一颗东珠，赏赐于他的。竟然是母后之物，那老君王岂不是知道了我的身份？你是我的妻，他如若连我妻的身份都不能接受，我又如何敢信任于他？何况你肚子里还有我们的孩子。夫人希望第一胎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啊？这话应该是我问夫君，希望第一胎是个男孩还是女孩？我希望是男孩。夫君难道也重男轻女吗？傻瓜，第一胎是男孩就是哥哥，哥哥坚强，以后好好培养，长大之后跟我一起保护你。等我们再有个女儿，哥哥还可以保护自己的妹妹。如果第一胎就是个女儿呢？那就让为夫保护你们母女2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是他生的，他定用心呵护。马车这一路行进得很慢，到达上京时已经是1个月后了。这什么情况？我看着路边的百姓笑得脸都要僵掉了，一个个明显就是假笑啊，笑得比哭还难看。男主，你去打听打听。是，主子。男主立马转身混入了人群中。不大一会儿，男主回来了。主子，是武帝为了恭贺太子即将大婚，迎娶温雅公主，特意下旨令全城百姓普天同庆。普天同庆？既是普天同庆，也应该是太子大婚之日。如今同庆是为谁？正说着话，马车外传来一阵骚动。骆九离撩开帘子看过去，求求官爷，放了我家妮子吧！她伤坏了脑子，是个傻子，进不得宫，她还只是个孩子。你个老不死的，敢忤逆皇上的旨意！这丫头，圣上下旨为太子选侧妃、良娣、侍妾。你家这丫头姿色不错，年纪正好，你不说双手奉上，竟敢私藏，如今还敢哭哭啼啼的阻拦，我看你是不想活了！禁军毫不留情地拽着那个少女就要走，老夫也顾不上脸上身上的痛，拼命地阻拦着他们，却被另一个禁卫军一脚踹在肚子上。娘！官爷，求求您了，求求你们放了他吧！他是痴儿，是个傻子，什么都不懂啊！送进宫，他会触怒天颜，会死的。老不死的东西，太子即将大婚，皇上下了旨要普天同庆，你个老不死的竟然敢哭丧，岂不是找死？哥几个把他拖走！说着，另外几个禁军，2个抓住老妇人，2个拽着那个少女，生生把那苦命的母女2人分开。畜生，这帮畜生连个痴儿都不放过。说着便要起身。现在不是时候，那女孩他们抓去也不会马上送入宫中。你的意思是？虽然这种事情在东周时有发生，咱们就是救不过来的，但那痴儿的确可怜。待会儿我派人去看看。那个老妇被那禁军狠狠一刀刺入心脏，立时便没了气息。真是晦气！快抬走，都丢到乱葬岗给烧了。很快，那对禁卫军拉着一具尸体和已经痴傻的发不出一点声音的痴儿走了。武帝暴虐无道，荒淫腐化，太子比他不逞多让。那父子俩都是生性残暴、喜好诡异的一类人，这些不过是冰山一角。这东周表面上甚是繁华，实则内里早已千疮百孔，名声载道，怨声四起。骆九离抿了抿唇，来这个世界这么久，这一次他第一次真实感受到古代皇权之下百姓命如草芥，乱世终将会来。我现在越来越希望亲眼见证夫君通翻东周腐朽王朝的那一天。会的，待我行掌东周大权，这里将是我们的江山，这些便是我们的百姓。百姓无所谓谁主宰皇权，百姓所关心的无非就是能否吃饱穿暖，不再颠沛流离，妻离子散。也许他们比任何人都希望有人能结束武帝残暴的统治，到时候我们许他们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再也没有妻离子散的盛世。好，2人相视，皆在彼此眼中看到了那抹坚定。马车哒哒哒哒自长街驶过，3转7拐，甩掉了一些眼睛，终于驶到了一座府邸前。
洛府。从京城启程时，我便派人把这府邸买了下来。这座府邸曾经是一位老太傅的府邸，那老太傅辞官回乡，便被我买了下来，现在送给你。走，进去看看，可喜欢？骆九离淡淡一笑，没有问他那老太傅是谁，更没有问他又是如何与那老太傅熟悉的。毕竟他是圣文皇的儿子，是先帝唯一的正统血脉。他筹谋20几年，这东周上京如若没有自己的势力，又怎么可能事办得那么平顺？秦颖已经下了马车去敲门，门吱呀一声打开，一个中年管家模样的人一看到秦颖，并没有丝毫犹豫，大门打开。当骆九离和萧明玄进了院子，大门随即关上。不管是身在明处还是暗处的黑衣暗卫们齐齐现身跪地。他拉着骆九离，并没有停留住脚步。夫人，先在这委屈些日子。骆九离回身搂住他的脖子，回吻了一下。怎么能叫委屈？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听说温雅的和亲车骡已经进了上京，夫君是不是要作为和亲使团跟着进宫？两国使臣交接，他会被直接送入宫中。不是大婚吗？武帝现在坚信温雅就是紫微星女命的命女。如若祭祀殿大祭司看到温雅本人，得知她不是命女，你认为武帝会怎么做？她是不是命女都活不了。正是了，她是命女，武帝便不会让她活；她不是命女，那我们便不会让她活着。和亲公主死在了东周，武帝会内忧外患，水深火热。萧明玄让他坐在椅子上，亲自给他斟了一杯温水。夫君，那痴女……放心，我已经派人去了。这正说着话，秦颖手持信笺走了过来。主子，司礼墨来信。秦颖的信笺还没有递到萧明玄的手里，莫寒拿着一个竹筒也走了过来。主子，陈阳公子的飞鸽传书。骆九离坐在一旁，眉头不由跳了一下。这1个月来，司礼墨和陈阳的来信太过频繁，看来随着温雅进入上京，四方该动的人也全都动了起来。萧明玄接过信笺和飞鸽传书，分别打开看了内容。秦颖给司礼墨传信，救下的那些女孩子安顿好，待日后再放回家中，以免再被府衙抓捕。是。莫寒给陈阳飞鸽传书，让他带领允星谷众将分批出谷，夜晚行军，白日入山林隐藏。是。莫寒接了令，也快速离开。夫君，你刚才说司礼墨救下的那些女孩子啊，自从武帝以为太子选侧妃，侍妾的旨意下达各城各府衙后，几乎东周各城各府惧怕皇权的都在抢掠良家女子。虽然这里面有不少人家，甚至权贵官宦人家为了攀附皇权，心甘情愿地把女儿送出来，但也有很多地方无人愿意把女儿送进宫。地方府衙为了完成任务，便派出府快官丁四处抢掠，强制性的抓起来往皇城送。刚才咱们进京看到的不就是抢掠吗？在京城天子脚下都能这样赤裸裸强行抓人交差，何况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州郡呢？我从未见过如此暴虐的君王。因为他的私欲，有多少百姓人家遭遇灭顶之灾？我如今恨不能杀进宫中，宰了那武帝的狗头。你如今怀有身孕，万事不要生气。咱们离开京城的时候，我已经让司礼墨往东周各地，凡是隐月楼遍及的州郡，杀了那些护送的官兵，半路救走了那些少女。果真都救走了吗？除了上京附近的不能轻易出手外，各州郡几乎都得手了。那这样会不会激怒武帝？疯子的反击往往没有人性，苦的还是百姓。会，不但会激怒他，也会加快我和淮安王的步伐。不过你放心，他如今也正焦头烂额，朝堂不稳。夫君是又接到什么消息了吗？自进入夏季以来，东周北方遇到了大旱天气，整个北部地区土地干裂，禾苗渴死。听说朝廷倒是拨了30万两赈灾银子，可到了百姓手上却所剩无几。武帝斩了几个贪污的官员，但那几个都是小蛀虫、替罪羊，人死了，银子也没有追回来。而北方好多百姓都死于这场大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夫君何不趁着这机会，派人在灾区发动暴动？朝廷必然会出兵镇压，这样武帝手里的兵力也会被分散开，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夫人所言极是，与为夫不谋而合。皇宫御书房内，案桌上的茶具被武帝砰的一声摔在地上，粉碎一片。皇上息怒！息怒！晋城、上阳、沙埠州、顺昌、颍州各地送上来的少女，竟然被半路劫持，护送的官兵也被杀。你让朕息怒，这件事你马上去查，查不清，朕诛了你的9族！跪在地上的男人手臂一颤，不敢反驳一句，只得领命离开。那统领前脚刚离开，后脚武帝的贴身太监陈冠便低头垂眉的进了屋。皇上，太子，贤王和大祭司求见，让他们进来。遵命。不多时，一身太子服饰的宇文孝臣、贤王宇文孝君和大祭司祁宇一前一后进入了御书房。儿臣给父皇请安。微臣参见皇上。免了。父皇可有不适？无碍，不过朝堂诸事烦心罢了。贤王，父皇，朕让你出城相迎东周的温雅公主，人呢？可是送入宫中了。回父皇话，温雅公主已经进宫，只待与太子大婚。贤王在心里冷笑，父皇为何会修书长宁王朝皇帝要温雅公主和亲？这里面的龌龊，只有皇室中人才能知晓。
大祭司。皇上，那东周温雅公主已经送入宫中，你可有看出她是否是紫薇星女的命格？回皇上话，那温雅公主并不是紫薇星女命。什么？果真不是吗？不是，应该是情报有误。既如此，派人继续找。太子，父皇，儿臣在。既是和亲，便把那温雅公主抬进你东宫吧。儿臣遵旨。父皇，儿臣还有一事禀告。说，是关于那30万两赈灾银子被贪污一事。儿臣认为被斩的那几个贪污官员只是替罪羊，真正的贪官并未肃清，还请父皇下旨去往北部彻查此事。至于北部大旱，朝廷也应该尽早再次拨赈灾的银子，挽救北部百姓于水火。既如此，朕便派你为钦差大臣前去北部。可是父皇，你们退下。儿臣告退。微臣告退。太子和大祭司退出，前王到嘴的话也生生被咽了回去。走出御书房，感受着外面骄阳似火的太阳，前王心中一片悲凉。他心知这些年皇室从上到下挥霍无度，国库早已不如从前那么丰盈。可是即便如此，赈灾的银子又怎么可能没有？皇上下旨大兴土木，建造炼丹房有钱，为太子迎娶东周温雅公主有钱，要求各州各城送入妙龄女子有钱，各宫娘娘们铺张浪费有钱，怎么偏偏北部大旱拯救万民于水火就没钱了呢？王爷，大祭司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天道如此，谁也无法逆天，他惜命，何况他也没有那个本事。自从上一任大祭司离开后，无论是问天宫还是东周，再无天道垂青，他也不过是被父亲逼着送入宫中的罢了。上京，洛府站在长廊下，洛九离有些心酸的看着那个蹲在地上数蚂蚁的痴女。洛九离给她检查了身体，小丫头受了刺激，似乎是不能接受自己的母亲惨死在自己的面前，突发性记忆缺失，除了傻乐就是蹲在地上数蚂蚁。别人给饭她就吃，别人领着她走她就走，看得洛九离眼眶通红。这已经是她最好的结局了，若被送入宫中，恐怕……我知道，许这是身怀有孕的缘故，最近也不知怎的，心软，见不得这人间疾苦。不过不碍事，我能调节好。我一会儿让男主去外面给你买些东周的小玩意儿。好。门外青银走了进来。主上，宫里传出信儿，武帝已经确认温雅公主并非是紫薇星女命的命女，而且听说太子已经把温雅公主抬进了东宫，按计划行事。是。秦尹接令，转身离开。一个美貌的女子身后带着一个道长走了进去。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奏折中有几位老臣上谏，希望皇上能够改变修建炼丹房的主意，不要再听信妖妃和那个道长之言。皇上，我带玉道子道长前来面见皇上。爱妃，你来了。这女子便是武帝的宠妃之一，奏折上的妖妃万贵妃，也是万贵妃找来的道长，为武帝炼制长生不老丹药。贫道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玉道子道长，快请起呀！皇上，玉道子道长这次进宫来，可是给皇上带来了喜事。哦，道长是带来了什么喜事儿啊？回皇上话，这是贫道新炼制出的丹药，不但能让皇上身体康健，还可夜夜安眠。倒是有劳道长了，为陛下解忧是贫道的福分，何来有劳之说呀？况且贵妃娘娘有心，为陛下寻来了好药引。河宫上下唯有贵妃深得朕心呐。既然妾身深得皇上喜爱，那皇上怎样赏赐妾身呢？朕今晚去你的宫里。妾身恭迎圣驾。武帝一看万贵妃因得圣宠，惊喜连连的模样，颇为受用，低头垂手在一侧的玉道子道长轻轻淡笑，笑意不达眼底。贫道还有一事，正想要告诉陛下，炼丹房已经布置妥当，随时可以开始。陛下要不要先去瞧上一眼？终于建好了吗？快带朕去瞧瞧。爱妃，你也与朕同去。遵命。三人径直离开了御书房。御书房门口，大太监陈冠看着皇上如此沉迷于炼丹，有心想要说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皇上眼下正在兴头上，任何阻止的话都只会让他反感。暗夜，灯火辉煌的东宫，风中隐隐约约的传来了丝乐声声。禁卫军持刀来回巡逻。东周偏僻空寂无人的后院，一株百年大树上，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落下。不多时，一道明黄身影推开屋门。夜深人静，本是鸳鸯绣被翻红浪，然而从屋里却传出一阵阵压抑的惨呼和呻吟。而站在门外的宫女们习以为常地低头垂眸，耳边回荡着熟悉的声音。这是自太子入东宫以来，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房内上演的一幕。对这些宫女来说，早已经成了习惯，甚至感到麻木。这一场动静直到后半夜才渐渐停歇。来人，伺候沐浴。宫女们一听到声音就浑身一哆嗦，片刻不敢耽搁，
纷纷低头，匆匆转身就进了屋。萧明玄并不打算让洛九离知道关于东宫里的太多，眼下他怀有身孕，需要保持心情上的愉悦，不太适合听宫里那些乱七八糟污耳的流言。再加上这些日子他早出晚归，几乎是披星戴月，直到5日后的晚上，他终于等回了萧明玄。温雅的事我都知道了，东宫情况如何了？温雅还在洞中吊着一口气，人虽没死，但和死也没有区别了。看来武帝和那位东宫太子都太过自信了，和亲公主死在东周，竟没有引起他们的担忧。只怕如今他们都自顾不暇了。什么意思？随着各州各城送往京中的少女，半路被司隶末的人救走，官兵被杀后，武帝大怒，便下令在京郊各处搜寻少女入宫。而这些少女的家里有不敢反抗，但是等到孩子被带走便举家哀嚎的，有奋起反抗，但是被官兵灭了满门的。这么一来，那被抢了孩子的家便是家破人亡。唉，朝堂上有忠正的老臣上书，请武帝收回臣命，却被武帝当场命人砍了脑袋。听闻这已经不是武帝第一次当堂砍人了。武帝在宫中建了一座炼丹房，有朝臣上书也被处死了。再加上北部灾区有灾民暴动，朝廷派了贤王和武将出兵镇压，他们以为暴乱平息了，不过是左手刚将事情摁下去，右手那边又冒出了头。这武帝是个木下耳聋的，让性子残暴的宇文孝成空占储君之位，却不干人事儿。那其他皇子呢？夫君可有计划？武帝成年的皇子只有6个，这其中4皇子和5皇子已死，只有太子、2皇子、3皇子和6皇子。不过2皇子在一次秋猎时摔断了腿，3皇子玩世不恭，整日流连花街柳巷。6皇子你见过，四海飘荡，游山玩水，对皇位他们都选择了明哲保身。那为何这次6皇子宇文孝君会回到上京？难道他也有夺位之心？不得而知，不过想必宇文孝君那儿不用我们对付，宇文孝成的人也不会闲着。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的人也必须全部都用在刀刃上。就在萧明玄说完这句话的15日之后，东周的确是越来越乱了，越来越波涛汹涌。这种时候，武帝派去灾区镇压暴乱的军队，在返京的途中遭遇了袭击，几乎是全军覆没。武帝听到这件事时，什么全军覆没？岂有此理！是谁？是谁呀？武帝气得发疯了。在这个时候，他东周的境内竟然还有一股这么强悍的力量，连他的1万将士都能打得全军覆没，那岂不是说明人家随时要起兵都可以？武帝慌忙宣召王家将军进宫。对方自称是神策军。一旁正在拨弄着手指上的扣丹的万贵妃，在听到神策军3个字后，眸光一闪，随即又恢复如初。神策军可有派人去查幕后之人是谁？这个现在还没有查明。废物！查不但要给朕查清楚，还要把人给朕揪出来，朕要将他们五马分尸。是。统领慌忙起身退了出去。皇上消消气，不是已经派人去请了王将军吗？想必王将军定有办法揪出这幕后之人。武帝没有说话，显然还在盛怒当中。武帝理所当然的震怒，因为有人威胁到了他的皇权。洛府内也理所当然的振奋，因为这是神策军出山后的第1次大捷。1万人被霍刀带兵打的是七零八落，痛快痛快啊！何止是痛快，经此一战，可以看得出狗皇帝这些年把手底下的兵都养废，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啊！反倒是在上座上的洛九离和萧明玄小小的兴奋过后，便迅速摆正了位置，给霍刀去信，万不可因为一次的大捷就骄傲自满。是。这个时候，武帝定会宣召他手下的那些将领进宫。夫君觉得下一战会与谁对阵？王家。上京王家，与司离末的继母有姻亲关系的王家。王成，如今的王家家主，也是当年跟在武帝身边发动宫变那夜杀了太子哥哥的罪魁祸首。武帝生性多疑，毕竟这皇位不是他光明正大得来的。王家是武将出身，不去戍边，却在京城做起了官吏，倒是磨平了王成的性子。如今对付起来易如反掌。虽说易如反掌，但还需要一个要引。我听说王家老夫人缠绵病榻已久，王家遍寻名医，却不得结果。倒不如我们登门一试，如何？我拒绝。你如今怀着身孕，万事都要谨慎，外面的事情有我。何况对付王家，我早已有了计划。萧明玄说着，伸手拉过他的手。秦颖和莫寒一看，纷纷低头退了出去。你有什么计划？砍掉武帝的左膀右臂，我要让他尝一尝四面楚歌的下场。还要武帝去他父皇母后的墓前，以此谢罪。洛九离终究还是没有去成王家，因为晚间的时候，他迎来了自来到东周以来洛府的第1位客人花兰州夫人。诡异先生回来了。是。夫君在后院书房，让男主带你过去吧。多谢夫人。花兰州行礼，神色不明的跟着男主去了后院书房。南星。是主子。南星心领神会，转身离开。男主回来的时候，洛九离正靠在软榻上假寐。回来了。主子，您没睡着？
闭目养神一会儿。花兰舟呢？花兰舟进了书房，没有多大一会儿，秦隐便被主上遣了出来。不过主子为何让南星在暗处偷听啊？花兰舟这些年是不是一直都在给王爷寻找解除咒术的解药？好像是，这些秦隐他们应该更清楚。主子是怀疑花兰舟？不是，只是第六感觉得花兰舟有重要的事情隐瞒我。不应该啊，按理说他只是为王爷寻药，如若寻到了，又怎能隐瞒主子？男主话音刚落，南星拉着一张清白的脸走了进来。怎么样？洛九离也看向他，南星攥了攥手指，不知道该不该把听到的那些话传达给主子。说，快说啊！属下只听了个大概。花兰舟这次带回来一个女子，属下听花兰舟的意思，那个女子有办法解除王爷身上的咒术。洛九离闻此，脑子电光火石之间想到了一种可能，接着说，花兰舟说，那女子提了条件，因为解除咒术需要被解咒之人赤诚相见，所以那女子要嫁给王爷。书房里，萧明玄摔落了茶盏。你马上返回客栈，把那女人带走。本王如今咒术已解，便是本王咒术未解，也不会娶那女人。王爷，您的咒术当真解了？解了。是谁？属下能不能见见这位奇人？是王妃。王妃竟真的能解咒术？这件事以后再说，你即刻返回客栈，把人送出东州。本王不想在这个节点上发生任何变故。也好，我怎么把人带来的，便怎么把人带出去。说着，转身打开了房门。只是未曾想，洛九离一脸冷漠的就站在门外。王妃，夫人，你什么时候来的？早就来了。都知道了。夫君不觉得可惜吗？可惜什么？夫人又是指什么？这个傲娇的男人，咒术和美人人家主动送上门，夫君连面都没见，就这么送走了。夫人想让我把人留下？萧明玄淡笑，这个吃醋的小狐狸，要不是他眼底有一闪而过的恼怒，他还当真以为他不在乎他。你敢把人留下，我就给你的孩子重新找个爹。胡说什么呀？萧明玄脸色一黑，把人往怀里紧紧一带，气他什么话都敢说，可又偏偏不舍得斥责他。花兰舟，赶紧把人处理了。花兰舟正震惊着二人的相处模式和洛九离语出惊人的话时，被萧明玄这一句话冷凝的惊回了神儿。依我看，也不用处理了，让诡异先生与那女子好生相处相处，也许一路火花带闪电，看对眼了呢。王爷，夫人告辞。夫君不打算跟我说说吗？萧明轩倒是没有费多少唇舌，便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说给了洛九离听。所以说，那女子是位遗孤的女儿。花兰舟这一年来在巴林国，就是为了寻找当年那黑巫留下的遗孤，不过现在不需要了。萧明玄拉过他的手摩挲，这一年来，每到15月圆之夜，他便以血作引，为他解咒。这样傻的女人，平生只死他一个，他又怎么能违背誓言，让他伤心呢？洛九离咬唇，想要说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第二日一早，天还未亮，萧明玄便带着秦隐出了府门。洛九离也早早起床，从后门带着南星和南竹出了府。主子真的要去见他吗？不是说王爷的咒术解除了吗？为何还要去见那个什么遗孤之女？萧明玄身中咒术不是一日两日，虽然有他的写作药引，这1年多来萧明玄并未再咒术发作，可他还是担心那咒术对萧明玄会不会有遗留的后遗症。无论是哪个原因，他都想见见那个遗孤之女。马车很快在一处客栈门前停了下来。洛九离戴着帷帽，身后跟着南星和南竹进了客栈。小二热情的上前打招呼，南竹拿出银子，只说了2个字找人，便上了楼梯。楼梯口，花兰舟等候多时。夫人，带我去见她。是。甲子1号房是那遗孤之女的房间。洛九离带着南星和南竹走了进去，花兰舟守在外面，看似淡定，实则心急。只是此时心焦的何止他一个人。萧明玄接到隐约楼的急令时，天不亮便带着秦隐出了门。主上，这就是那人留下的，请主上过目。萧明玄在看到那块玉佩后，瞳孔震大，眼前的玉佩与当初师傅交给他的那块玉佩一模一样，不由得想起在陨星谷师傅交给他玉佩时告诉他，持有同样玉佩的人是可信任之人。他不动声色地接过玉佩和信笺，一目十行地看完了信笺，心中更是震惊。你可有看到送信和玉佩之人的长相？那人戴着帷帽，看不清长相，也不典当，只把这2样东西交予到了柜上，说是他家主子交给主上的。这件事儿不许让第2个人知道。是，属下明白。萧明玄没再说话，转身走了出去。洛九离离开客栈，在登上马车之前，回身遥看，只见2楼的某个房间窗内，一异域女子站在窗前，对他微笑摆手。洛九离冲他微微点头，随即进入了马车内。马车行至半路，忽听外面一片混乱之声。男主已经前去查探完，返了回来。主子，怎么回事？前面有官兵，正在沿街抓捕乞儿。乞儿？你是说乞丐？男主点头。
因何？听闻是昨晚有人夜闯皇宫，差点刺杀了为武帝炼丹的道长，但却没有抓到人。武帝大怒，让官兵连夜搜查，尤其是那些因庆贺太子大婚涌进城来吃喜宴又鱼龙混杂的乞儿。搜查的人应该是怕夜闯皇宫的人扮成乞丐逃出城吧？夜闯皇宫炼丹的道长，难不成是萧明玄做的？马上回府。是。男主等人也不敢耽搁，急急离开。回到洛府后，萧明玄还没有回来。洛九离知道他越是忙，越是说明反攻的时刻就要到了。主子，刚才监视客栈的人回来禀报，花兰州带着那女子出城了。我知道了。洛九离低头从贴身药包里拿出了一张纸，纸上画着一张人体穴位图，密密麻麻的穴位上画着按顺序扎入的银针。他不由得回想起客栈房间内那女子和他说的话。黑巫王咒以生死下咒，想要解咒就要用逆天81魂针，心魂不定，错下一针，无论是被下咒之人还是解咒之人，都会万劫不复。我乃孤女，自小无父，承继了母亲的黑巫王咒后，母亲去世，便只我一人漂泊。我不知需要解咒之人是谁，也不知他年岁几何，但我知道这是我外祖母下的咒，一旦没有谈拢条件，解除咒术后，我担心性命不保，所以他才会提出条件，要嫁给被解咒之人。这样的话，他至少还能保住性命。姑娘，我想问姑娘2个问题，还请姑娘知无不言。请问，不知姑娘可知，除了这逆天81魂针外，可还有其他解咒之法？比如说特殊身份的人，或者特殊人的血液？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特殊身？话说一半，那女子便怔住了。我倒是还真听母亲说过，说这世上有一种100年难得不遇的药海体质的人，这种体质天生的百毒不侵，即便是再霸道的毒药、补药掺杂在一起，也能够全部消化吸收。而拥有这种药海体质的人的血，的确可以解除咒术。你说的药海体内的人，我怎么听着像是药人？也可以这么说，不过这种体质的人我也说了，100年难得一遇，如若遇上，那就是良药，也是有福之人喽。洛九离不动声色，南希和男主暗暗心惊。萧明玄终于在天黑后回来了。洛九离把去客栈的事情和他学了一遍。也就是说，我体内的咒术，即便不用这个所谓的逆天81魂针，也已经解除了。听那姑娘的意思是这么回事。洛九离心里琢磨着，是不是自己抽管血检查一下。萧明玄一听，上前搂着他就亲了一口。老天待我不薄，想不到夫人无论是各个方面都是100年难得一遇之人。你不害怕我？为何害怕你？自古功成名就之人都怕自己身边有功高震主，有比自己有能力之人，唯恐皇权或者高位不保。你这脑子一天天都爱胡思乱想什么？你是我的妻子，是我孩子的母亲，是我此生最爱之人。你厉害，你有能力，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与有容焉，我为何害怕？说着还惩罚性的低头咬了一下他的唇。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秉性的人吗？你难道一点都不信任我？哎呀，我就是瞎说逗你玩的。我要是不信任你，干嘛嫁了你，给你怀孩子啊？辛苦辛苦，快坐下。这会儿肚子还没显怀呢，这要是显怀了，也不知他得多辛苦呢。我们今天回来路上遇到官兵在街上搜查，说是宫里进了刺客，是不是你安排的人？不是他安排的，但却是他的故人。只是如今形势紧张，他无法与那位故人相认。不过这次宫中进了刺客，还顺利逃脱，倒是把武帝吓得不轻，杯弓蛇影，怕死得很。平时武帝的身边就有一支禁军守着，自这件事后，听说他都把御林军调入了宫中保护着他。这狗皇帝倒是惜命。不过我还是有些好奇，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夜闯皇宫，不刺杀武帝，却要刺杀炼丹的道士？也许过2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是不是知道什么？过2日自会让你知道。今日我已经给司隶墨传信，消停这么些日子，各地也该热闹起来了。不知这次武帝又派出多少兵力？夫人应该问，这次会是谁带兵前去？咦，夫君话里有话。萧明玄附在他耳边嘀咕了2句。可行吗？武帝善变又多疑，是弑兄杀亲族得来的皇位，他绝不可能放任任何可疑之人。2人又谈论了一会儿，便回屋安寝。第2日，萧明玄依旧早早的出了府。洛九离让男主适当的出去打听消息。果然，午饭的时候，男主回来了。主子，大事！快说，什么大事？听说王家被抄家了。果真？那还有假？属下偷摸去瞧了，长长的一条绳子，把所有人，王家主子家仆全都绑了起来，下了大狱。原因呢？萧明玄怎么就能这么肯定武帝会在这个时间点上抄了王家？听说是王家被告通敌卖国，禁军在王家的书房里查到了许多王大将军与咱们长宁王朝9王爷通信的信件，通过比对调查，那些信件里的字和印章全是9王亲笔，没有一丝错误。我收回我刚才说的那些话。王爷威武，王爷老谋深算。该说不说，王爷这步棋走的那叫个高啊，高明。哼，那是也不看看是谁夫君。男主机灵了一下，南星也罕见的勾了勾唇。就在上京王家被发现通敌卖国，武帝下令斩杀后的第3天，皇城里又传来一个惊天消息：万贵妃怀有龙嗣了。这一消息甚至盖过了温雅公主和亲、太子大婚。赏！谢皇上，谢皇上，恭喜皇上，恭喜皇上，贺喜皇上。皇上，
臣妾如今怀了皇嗣，得偿所愿，自是皇上天恩浩荡。只是如今北部干旱，臣妾想为皇上分忧。不知贵妃如何为朕分忧啊？玉道子道长有位师兄，尤其擅长祈福求雨。臣妾想，皇上何不在北部巡旨，建造一座神仙台，请玉道子道长的那位师兄出山，为东周百姓求一场雨。万贵妃这么一提，武帝便大呼妙哉，立即批准了此事。当第二天造神仙台的造价奏折递上来时，一座神仙台造价就需要100万两。但眼下北部旱灾一直在蔓延，再加上皇上之前修建了炼丹房，上次差点全军覆没的那些将领的抚恤金等费用，以及各地官府都在往朝里寻求金钱帮助，还有前朝后宫、边疆军队等等每日的开支。国库里的银钱也只能勉强维持支出，这个节骨眼上，自然有书生文臣进言武帝能改变主意，不要建造神仙台。有进言，自然也有不少佞臣在这个时候跳了出来，不停向武帝进谗言，趁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敛财中饱私囊。东周上下，从皇城到各地，背地里已经是乱成了一锅粥。建神仙台也是为了北部百姓求雨所用，更是彰显朕润泽子民乃是东周天定之主。实在是没有银子，那便加税，或者找那些富绅们，让他们捐，多多的捐。有臣子暗暗低头叹了口气，也听明白了，皇上这是要执意要建造神仙台，因着上次皇上已经斩杀过了2名老言官。如今这些言官们为了活命，也只是斟酌着进言，再不敢有皇上叫板了。也就是在此时，又一条消息飞出了皇城，刺杀玉道子道长的刺客查到了，是三皇子的人。武帝令人彻查三皇子，不过一夜功夫，三皇子玩世不恭，整日流连花间柳巷，乃是假象。真正的是，三皇子早已勾结朝臣，混养私兵的折子便被送上了御书房的书案。武帝大发雷霆，派人连夜清剿了三皇子府以及私下与三皇子关系过甚的朝臣。只是这种压抑的氛围还未退去，另一个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样飞出了东宫。和亲东周的温雅公主忍受不住太子宇文孝成的暴虐，选择了自尽。这一消息如同一把利剑，悬在了东周的头顶。与此同时，晋城有人揭竿起义，上阳山匪作乱，沙埠州起义军势如破竹。彼时的武帝正美人在侧，逍遥快活，听到各地急报，慌忙召集将领进攻，班虎符派兵将出京城镇压。而京城洛府的密室内，主上，既然已经开战了，那索性就开始打吧。主上，依属下看能行。趁着现在的机会，主上以前朝六皇子之名起兵，天时地利人和，再合适不过。打！东周盛夏，萧明玄以圣文皇遗孤六皇子宇文昊天之名，宣告整个东周天下，他要事归来。神策军骁骑右卫义军突起，开始以一种十分迅猛的动作和速度攻打东周的城池。半个月之间，一连攻下15座城池。废物，全是一群废物！朕每个月给你们这么多军饷，都是吃到了狗肚子里面了吗？15城啊，半个月一连给朕丢了15城。最近皇上愈发的喜怒无常，几乎每天都有下旨砍杀的官员。这个时候，没有人也不敢随便惹火皇上，因为没有人敢告诉皇上，那15城至少有一半是城中百姓杀了将领，欢迎宇文昊天的神策军进城。六皇子宇文昊天果然没死，这个孽种果然没死。父皇，这个时候父皇何不下旨派人前往边关城，让那淮安王父子带兵前后夹击神策军？来人，笔墨伺候。是。有工人上前为皇帝研墨，不多时，一匹快马飞奔出京城。可还不到日暮偏西，密报便已经被骆九离拿在了手里。哼，这么蠢的人，当年是怎么当上皇上的？门外，秦武乘着信笺，恭恭敬敬地走进来，站在一旁。主子，主上来信了。拿来。片刻之后，南竹见自家主子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连忙询问：“主子，主上说什么？”夫君说，又连拿下了5座城池，而这5城没有非一兵一卒，全是城中将领和百姓开城门迎接，就连他都没想到会这么顺利。他预估大概10日就会率兵直达京城。太好了！主上谋划10几年，为的就是今日，把对百姓的伤害降到最低。说起来还真是感谢那位愚蠢的武帝，要不是他下令抓捕那些少女，这机会也不会来得这么好运。那些被送回家的少女，一大部分都是在开城迎接的那5臣当中，所以啊，德行善举是唯一不败的投资。主子说的是，那武帝为了所谓的长生不老丹药，却想要害死这么多他的子民，这样荒唐的帝王，别说是将士百姓不愿效忠他，便是老天爷都得惩罚他。百姓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武帝不明白这一点，
那主子，咱们是不是也该行动起来？别到时候主上回京，那武帝和太子再逃跑了。逃跑？放心，武帝和太子一个也跑不了，宫中会有人把他们抓住奉上来。他说着站起身，从怀里拿出一块玉佩，这玉佩正是萧明玄给他的，与当初在允心谷师傅给的那块玉佩一模一样，也是能够证明宫中内人身份之物。请武给京中各部传信，10日后迎接王爷进京。是。是夜，皇城祭祀殿。你真的算出来有一颗新的地形吗？你自己看，新的地形璀璨无比，那旧的地形已然在消亡。为何从前我竟未看出半分？从前，因为自你父亲协助武帝杀戮开始，神域便已经抛弃了你们问天宫，而算出新地形的也不是我，那是谁？自然是前大祭司商止。师叔还活着？为何我用6人试盘探不到师叔和6皇子的下落？商止乃是天选神域之人，你便是整个问天宫也无人能出其左右。当年要不然商止被你父亲诓骗返回问天宫，进入阵中，圣文皇以及整个皇族又怎么可能被武帝残杀？不过好在你能迷途知返，不再助纣为虐，问天宫的错误就在你这一代止戈吧。玉道子说完，转身往外走去，渐渐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10日后，日暮时分，萧明玄带兵直逼京城。京城守卫早在3日前便已经按照原计划换成了他们的人，当场缴械投降的可饶恕一命，有负隅顽抗的当场诛杀。主上，王妃在前面等着主上。陈鞅带人随我进宫。是。陈鞅带领骁骑右卫200轻骑以及神策军2营紧随其后。马路中央，骆九离坐在车内，听着外面由远至近的马蹄声。暮色中，他已经看到了自街道那头策马奔驰而来的那个男人，银色铠甲，骏马保鞍，面似玉，眸如星，长眉入鬓，五官深刻而俊俏，冷傲如雪地的青松。夫人，夫君，你可好？孩子可好？好，都好。他贴着男人健壮的胸膛，腰间感受着他大掌传来的热度，心头也忍不住砰砰的跳。似乎1个月不见，他想念他，想念的紧。进宫。是。秦武驾着马车，陈鞅带着骁骑右卫200轻骑前方开路，神策军2营在后方断后。宫门口，黑压压的御林军手持长矛，对准那200轻骑。陈鞅勒马上前，不屑地看了眼对面的御林军统领。神策军是主上。喊声过后，只听御林军统领一声闷哼，倒地断了气息。接着，御林军中泛起一片血雾，原本灰色衣衫的御林军竟然一大半撕毁了衣服，露出了里面手臂上缠着的黄色丝带。神策军是主上。吼声穿云裂石，厮杀声震天动地。武帝至死也不会想到，他认为能保护他性命的御林军中，竟然也会有咱们的人。10几年的筹谋，我的人早已深入东周军中，无孔不入，为的就是今日一战。太子东宫，殿下，您就听臣一句劝吧。那宇文昊天带着神策军来势汹汹，这个时候留在皇宫里更不安全呐。现在您还是最为正统的皇位继承者，先避一避风头。到时候我们集结了所有的兵力，再打回来，夺回东周江山，也是名正言顺嘛。你这是要本宫抛下皇城，抛下皇宫，抛下父皇和这里的一切逃命去吗？本宫乃是堂堂东宫太子，他宇文昊天算个什么东西？他是前朝余孽，是个孽种。可如今没有想到，这个前朝余孽却带着数10万神策军逼近了皇城，当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本宫要是现在跑了，以后当真还能再杀回来吗？离了这皇宫，离了这皇城，本宫还是东周的太子吗？太子，神策军杀入东宫了！这些人胆大包天，本宫……宇文孝臣正要逞他以前的威风，派人去把对方灭了，但转头时便看到了东周门口冲过来的黑压压一大群人，他顿时大惊失色，转身就跑。拿弓箭来！有将士递上弓箭，破刀拉弓射箭，破风之声冲着那道明皇身影飞疾而去。骁骑右卫开道，马车一路畅通无阻地直奔皇帝寝殿。这一路倒是舒畅，这说明万贵妃手段了得。如若一会儿陈鞅看到他，该是何种心情？万贵妃，陈鞅生母，夫家与母家先后被武帝灭族。陈鞅4岁那年，她决意返回东周，改头换面，进入武帝后宫，成为了武帝的女人。1月前，她联系上萧明玄，把宫中自己的势力用到了极致。这样一个女人，她敬佩、尊重，也心疼。她是为大义牺牲，能忍辱负重去服侍杀父、杀夫，灭他族人的仇人，这份隐忍无人能及。
马车戛然停止，萧明雪与骆九离一前一后下了马车。前方，陈阳立于马上，与台阶上一身宫装打扮的万贵妃四目相对。万贵妃眼含热泪，死死咬着唇，几乎控制不住的呜咽出声。陈阳的记忆里早已经没有了母亲的模样，但是主上告诉他，东周那位祸国妖妃就是他改头换面的母亲。母亲别离允心谷后，便入了东周皇宫，为的就是今日杀武帝，夺东周政权。要说他恨吗？从前恨明明自己有母亲，可却被母亲抛弃，可如今他又恨不起来。母亲所做一切，与他所做一切，皆是为了今日复仇。陈阳红着眼眶翻身下马，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万贵妃终于控制不住，捂着嘴，泪如雨下。萧明玄上前停在陈阳身侧，走吧。说完，与骆九离迈步登上台阶。台阶之上，万贵妃看着一步步走上来的萧明玄和他身后的陈阳，终于控制住情绪，挥了挥手。寝殿内，武帝坐在大大的椅子上，这个杀兄长、诛皇族亲眷，坐上至尊之位上，唯我独尊了20多年的皇帝陛下，仿佛一天之内老了10多岁。武帝听到声音，慢慢抬头，入目的却是与记忆中皇兄7分相似的脸。皇兄，皇叔，本王是你的侄儿，身文皇帝6子，宇文昊天。你果然活着。他浑浊的目光看向萧明玄的身后，最后落在了一身宫装的万贵妃身上，眼神里透着异样的深沉。属于皇帝的猜忌已经在他心里开始复苏，慢慢发芽，然后如藤蔓般疯长。他想起身，可疲惫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地瘫在大大的椅子里。万贵妃还真当得祸国妖妃呀！万贵妃闻此，缓缓上前，妩媚一笑：“皇上谬赞了。如若不是皇上昏聩，臣妾岂能当得祸国妖妃？倒是皇上杀兄长、诛皇族亲眷、残害忠良，每每想起，我都恨不能啖你肉，喋你血。”皇兄的那些嫔妃早已成了一垄黄土，倒是没想到还有你一个漏网之鱼。皇上，你错了，我不是漏网之鱼，我是捕鱼之人，而皇上不就是我渔网里的鱼吗？再告诉皇上一件事，我不姓万，我姓方，陈方氏，我夫君叫陈庭轩，圣文皇最忠诚的将军。至于我肚子里的孩子，假的，就像是给皇上吃的那些丹药一样，都是假的。毒入肺腑，皇上不会死，但会生不如死。毒妇！一旁的陈央便要抽出腰间的剑。陈央收了剑，额头上的青筋突突的跳着。武帝瘫在椅子上，他抬头看着萧明玄一步步向他走来，一种强烈的威压自四面八方笼罩着他，密不透风。你要杀朕？朕是皇族，朕是你的皇叔。谁说我要杀你？你还要救我的父皇母后，所有被你杀的皇族亲眷、忠臣良将，目前磕头赎罪。放肆！你罪该万死！哼，皇叔，我们谁都不会死，但我会让你生不如死。陈央卸了他的下巴，挑断他的经脉，打断他的腿骨，用铁链把他锁去陵墓。是，主上。陈阳上前，咬牙切齿地接了令，脸色阴沉如乌云密布，手起手落间，随着一声闷哼，武帝便是想要咬舌自尽也不能够了。一直站在身后的骆九离，虽然面上一片淡漠冷静，心里却忍不住想扑过去，抱着他的夫君亲上2口。他家夫君还真是龙骧虎视，威武霸气。在看什么？他的夫人似乎一点也没有害怕，尤其是那木然一笑，犹如光华刺破乌云，把他刚才瞬间的冷寒给驱散了去。走吧。他拥着他走出殿门，站在殿阶之上。皇城的钟声远远地传了出去，这是皇帝驾崩的钟声，亦是改朝换代的钟声。武帝已死，降者不杀。锵锵锵的一阵声响，负隅抵抗的禁军都颤抖着松了手。叩见皇上。吾皇万岁！自此，东周政权尘埃落定。宇文皇帝6子宇文昊天登基称帝，年号明德。东周新帝登基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朝天下诸国飞了出去。上京的百姓也都跪在地上贺新帝新后。10日后，新帝圣旨奏告天下，长宁王朝永安县主义国公嫡次女骆九离为东周皇后，着礼部筹备成亲，并封后大典。后宫空置，皇后拥有对东周朝政的决策之权，与皇帝陛下共治东周江山，并大赦天下。诏令一出，天下为之轰动。后宫空置便是新帝昭告天下，登基后不选妃不纳妾。这道诏令
经了多少想要把自家女儿送进宫的朝臣，又伤了多少盼着光耀门楣想要得到皇权富贵的野心女子。又过3日，郑国大将军霍刀亲自带领神策军前往允心谷接皇帝陛下上父大人、前大祭司商齿回京。半月后，长宁王朝圣上亲自修书，派遣新任丞相骆元甲为代表前来东周和谈，并签署了2国100年和平条约。至此，东周和长宁王朝边境互通贸易，再无兵权之纠葛。农历8月26，大吉，宜嫁娶，百里红毯铺满地，从皇宫外的御道一直延伸到祭司殿。骆九离一袭隆重的红色凤袍，从祭司殿被华贵大轿接往皇宫。无数华贵的红色宝箱仿佛源源不断一般，随着皇后凤凰飞舞的銮驾进入皇宫正门。銮轿停，身着华美嫁衣的骆九离从銮轿上走了下来。萧明玄在99层御阶下将他抱起。夫君，这不合规矩。为你，任何规矩都不再是规矩。阶下朝臣所有护送之人看到此情此景，俯身跪下。99级天阶，萧明玄抱着骆九离稳稳踏上。无爱无一生挚爱，无妻此生唯一之妻；无爱无一生挚爱，无夫此生唯一之夫。99级天阶之上，两人并肩而行，在举世瞩目之中，东周最尊贵的帝王以最实际的行动宣告了皇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尊荣。吾皇万岁万岁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站在至高处，骆九离注视着眼前9重宫阙辉煌，俯瞰万千子民跪拜臣服，也看到人群中远远的他的母亲、父亲、大哥、大嫂、二哥，还有好多从长宁王朝来庆贺他封后大典的亲人朋友们，脸上不由绽开了笑意。萧明玄伸手揽过他的腰，偏头在他脸上印下一吻。天下为媒，日月为礼，江山为聘，许你万世繁华。